你明明是一名救死扶伤的活菩萨，可一到惊悚副本就变成极度冷血的刽子手，不仅能让死了2坤年的大体老师诈尸逃跑，甚至就连红衣学姐看见了都要大小便失禁。这一切只因你从小就带着一个怪病，导致自己情绪缺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恐惧。正因为你知道自己这个病有些变态，所以成为了一名专门解剖人体的大学老师，通过肢解那些尸体来刺激自己的情绪，好让自己感到兴奋甚至是恐惧。但就是这样的你恰巧被惊悚游戏选中，并且因为天生丧失恐惧的原因，让你直接觉醒了 SSS 级邪神天赋，极度战力。此时位于青山医院副本的走廊内，正推着尸体去前往太平间的你，突然发现了裹尸袋里的尸体正在颤抖，就像是附近有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尽管你的身体感受不到任何恐惧，但是看到尸体那极致的惶恐之后，还是皱眉停下了前进的脚步。然而这时手术台上的尸体不但没有停下颤抖，反而就像一具泥鳅一样摇头晃尾，不断挣扎，那意思仿佛是在对你说：小伙子，你赶紧带老子走，不然我就要自己起来跑了。尸体表现得如此疯狂，你就算再笨也能看清他意图。于是你冲着前方露出了一个治愈笑容后，便加快脚步，快速推动小车继续往前。这一走，手术台上的尸体果然停下了颤抖。看到这一幕，你心有所动，慢慢调整起来了自己前进的频率，忽快忽慢的测试起来。很快你就发现了，每当自己加快脚步前进的时候，尸体抖动的频率就低，而当你故意放缓脚步的时候，尸体就会剧烈的颤抖。这下你彻底懂了，在黑暗中有恐怖的东西正在追击着自己。你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如果自己回头，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了？此时你的内心有些激动，很好奇跟着自己的东西到底会是什么，那玩意又有何能耐能够让尸体如此害怕？要不自己现在回头看看。想到此处，你的心跳因为激动而不由得快了几分，双手握紧手术台的把手脚下飞快加速，直到确定自己和背后的东西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你双脚跑动的频率开始变得规律起来。当来到楼道间的时候，你突然一个转身，正面迎向了自己来时的方向。只见黑暗的走廊中有一尊身穿黑色西装手持斧头的巨大怪物，正一脸暴怒地朝着自己追击而来。此时的他整个身体如黑雾一般暴涨，将你来时的路堵得满满当当。望见这一幕，你浑身不由得一寒，双手微微僵硬，因为从恶煞身上你感到了一股浓浓的杀气。他的目标很明显，那就是要杀死自己。眼看着怪物迅速逼面而来，你的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同时在想着破局点在什么地方。就在这时，你手掌心中那黄金裹尸布钻了出来，瞬间就将尸体的裹尸袋缠紧。这一缠，你身后走廊上的恶煞顿时愣住，望着这一幕，你同样也愣住。好家伙，这诡异恶煞突然停下动作，难道他现在失去目标了吗？没有想到 SSS 级奖励的黄金裹尸布竟还有隔绝气息的妙用。接着失去目标后的恶煞很快的就拖着他那庞大的身躯缓缓离开了。就在这时，游戏副本声音传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过欺瞒地级夺命煞，您的青山医院医生身份正式激活。系统提示：在青山医院中，任何一位生人都将成为恶灵们袭击的目标，唯有拥有青山医院正式编制的医护人员除外。就在你接收完系统的提示后，楼道间里的电梯响了起来，并自动打开。顺着灯光，你抬头看去，只见看见了电梯之中有着一老一少的身影，少的是一名身材妖娆的年轻护士，老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面如枯槁的老妇人。你也有些不解地望着电梯间里的2人，不知道眼前这电梯为什么会突然在自己面前停下。就在这个时候，电梯里的护士小姐姐开口了：这位医生，您赶快进来吧，您后边的东西马上就追过来了。她似乎并不想你把这手术车推走，咱们医院的电梯有特殊禁忌，那恶灵闯不进来的。电梯里的护士此言一出，你眉头又是一皱，下意识转身向背后看去，却见原先自己出发的小房间中，那身材高大的恶灵正满脸狰狞咆哮而来。很显然，那家伙已经发现房间里的尸体丢了。看到这里，你不再犹豫，推着手术车很快便进入了医用电梯之中。那恶灵则被绝望地挡在了电梯之外。刚松一口气，你就看到护士美女按下了负1的按钮。见状，你内心莫名一动，很明显她是帮自己按的。你犹豫片刻，还是开口问道：这位美女，你为什么替我按了负1楼？此言一出，美女护士缓缓地抬起了头，露出了一对美丽的双眸。她凝视了你片刻之后，才悠悠地开口说道：这位医生，您大半夜推着这手术车出门，不就是要去停尸房吗？咱们医院的停尸房就在负1楼。美女护士这话回答的合情合理，你点了点头，也不再多说什么。而此时你的直播间中，观众们早已炸开了锅。卧槽，这大半夜的，他怎敢和2位陌生人一起搭乘电梯啊？这家伙难道不知道在惊悚世界中，任何一部电梯都是十分危险的吗？还有这家伙刚刚回头观望恶煞的动作，未免也太大胆了吧？诸位，你们难道不觉得这美女护士有点眼熟吗？楼上的兄弟，你是玩具姐姐和深田妹妹看多了吧？卧槽卧槽，不对，这个护士是裂口女，完蛋了，这个玩家要嘎了。此时电梯内，你闲来无事打量着美女护士，在电梯中明亮的灯光下，美女护士的腰身显得分外妖娆，尤其是那翘臀尤为明显。这时电梯内突然灯光一闪，等到你反应过来时，那位美女护士已经站到了你的面前，伴随着她来的还有一股悠悠的体香，令人心神不由一动。毕竟大半夜的，谁能拒绝一位主动贴身的小姐姐呢？突然护士小姐开口问道：这位医生，你刚刚在偷看我吗？听到这话，你回过了神来看着她，随即淡淡的说道：我刚刚确实瞄了你几眼。听见这话，护士美女不由得捂嘴一笑，口中发出银铃般笑声。没有想到先生您还是个老实人，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一听这话，你眼眸稍稍一抬。按理说这诡异的电梯中，美女护士开口说的话已经越来越诡异，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越来越紧张才是。但是从小丧失恐惧的你，对于眼前的氛围却没有太多负面的反应。一想到自己未来一段时间还要继续混迹青山医院扮演医生，你便直接开口道：做朋友可以啊。此言一出，美女护士再次满意的眯起了眼。既然咱们是朋友了，那现在我就让您看个够吧。美女护士一边说一边伸手摘自己的口罩，伴随口罩的拿下，护士脸上一道狰狞的血痕瞬间展露，无数雪白的牙齿密密麻麻露了出来。现在您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只见美女护士的嘴巴从唇边一直延续到了耳根之下，打开口罩之后，她的声音更是变得十分沙哑低沉。望着面前一幕，你瞬间一呆，感叹道：这妹子的嘴裂成这样，那得多疼啊！你忍不住的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根，此时耳边系统
统的声音响了起来。叮！面对裂口女的询问，请玩家尽快做出选择。选择一：拒绝和裂口女做朋友，后果短暂失去战斗能力，陷入裂口女专属领域之中，直至被裂口女杀死为止。选择二：答应和裂口女交往，丧失个人意志，彻底沦陷在裂口女温柔乡中。温馨提醒：裂口女的腿可是一级棒的。面对系统给出的选择，你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因为这两个选择无论哪个都是死路一条。想到这里，你的手上出现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同时黄金果尸部也充满了戒备。就在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检测到宿主在面对裂口女时，恐惧值波动低于30%，触发隐藏剧情。任何在见过裂口女真容而不被吓住的玩家，都有机会成为裂口女真正的朋友。您面临新的选择：选择一：对裂口女大声嘲讽丑八怪后，并直接进入战斗；选择二：淡定对裂口女说：“你脸上的伤我能医治，下次你单独到我值班室来。”于是，在面对裂口女那热情的眼神中，你神色平淡的开口：“你脸上的伤我可以医治，下次你单独到我值班室来。”此言一出，原本已经决定对你动手的裂口女突然愣住，就连旁边的尸体也坐了起来。生活中你是救死扶伤的活菩萨，可一到恐怖游戏内就变成极度冷血的刽子手，不仅能让死了2坤年的大体老师诈尸逃跑，甚至就连贞子看见了都要哭着钻回井里。但就是这样的你，却因为爱情决心要治好眼前这个裂口女的嘴。此时位于青山医院副本的电梯内，你面对着裂口女的质问，说出了第3个选择：作为一名医生，我的目标是治愈世间一切伤痕，你脸上的伤我能医治，下次你单独到我值班室来。原本已经决定对你动手的裂口女突然愣住，不单单是她，甚至你的直播间内都是一片哗然。我的天，面对裂口女居然还有以外的第3个选择吗？裂口女最在意的就是有人拿她的裂嘴开玩笑，新人大佬这怕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吧？各位小伙伴，我突然有点害怕，接下来的直播我不敢看了。此时电梯内听到你回答的裂口女有些措手不及，只是用她的美眸冷冷地看着你。原本在惊悚游戏的设定中，她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见到自己双眸妖神满脸激动，但是在见到自己真容之后便直接吓得屁滚尿流的超男人。你的回答和表情她还是第一次见到，没有表情变化不说，居然还愿意治疗自己的伤口。长这么大，他从未遇到过如此温暖，瞬间觉得你就是传说中的天使，这种感觉未免太过治愈了吧？喂！随即颤抖着娇躯说道：“先生，您真的能够医治好我的伤口吗？我这伤口上可是有着世间最恐怖的诅咒。”伴随裂口女说话的同时，她的嘴角上还散发着阵阵可怕的黑气，整个电梯内都弥漫着恶臭的气息。面对此情此景，裂口女痛苦地皱着眉头。很显然，她嘴上此时发生的一切，并非她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女所能控制。为此，裂口女的内心感到无尽绝望和不甘。试试看吧，如你所见，我也只是个新人，将来你若是来找我，我必将尽力而为。面对着满脸希冀的裂口女，你神色淡然道：“在你看来，眼前这位年轻的护士小姐姐就是个普通的美女，和一般的女孩子没什么不同。”原本你还想从这小姐姐身上寻找一些刺激，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当听见你说尽力而为的时候，裂口女内心莫名一动，渐渐的她身上的诅咒气息慢慢散去，然后她伸出了纤纤玉手，将面具戴了起来。彦祖医生是吗？下次我一定会单独去您的值班室，到时候希望您真的能帮我。说话间，裂口女和老妇人之前选择的楼层到，电梯门打开，在裂口女小姐姐推着老妇人轮椅临走出电梯前，她回头又看了你一眼，并回眸一笑，倾国倾城。很快的，他们彻底消失在了你视野之中。伴随电梯继续缓缓下降，你也到了地下2楼。你双手握住手术台推车，不由得一笑道：“什么嘛，原来这青山医院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嘛。”除了裂口女之外，这电梯里压根没出现其他的鬼怪之物了。在你感叹的同时，直播间已经是炸开了火。卧槽，原来惊悚世界中攻略裂口女的方法，居然是引导裂口女进行整容手术吗？简直是离了个大谱啊！还有她居然嫌鬼怪出现的少。新人小哥，你别太得意，今晚搭乘的电梯之所以没有出现其他的鬼怪，完全就是裂口女的功劳好吗？裂口女可是作为青山医院最强大的院煞之一，有她的气息在，其他的鬼怪哪敢上电梯啊？或许是为了验证观众们的说法，刚出电梯原本浑身僵硬的尸体立马开始发抖了起来，同时上下牙齿不断大颤，声音咔咔作响。见状，你忍不住踢了手术车一脚，说道：“你这又是被什么东西给吓住了吗？真是胆小的家伙！”随后你手臂一晃，黄金果尸部瞬间飞出，将尸体牢牢捆了起来。手术车刚刚推了2步，你突然感觉自己身后凉飕飕的，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灵异气息瞬间将你包围着。即便你的体格不差，但在感受到这股寒意的时候，也忍不住浑身一颤。感受着诡异气息，你稍稍的睁大双眼，便看到了一位身穿保安制服，手中握着黑色警棍，脑袋如墨的保安大叔。同时系统提示声响起：黑煞保安，青山医院行尸极度危险，备注：任何胆敢在青山医院内到处乱闯的外人，都将受到青山医院安保力量的严厉驱逐。此时黑煞保安正狠狠地盯着你，只见他浑身上下散发着可怕的杀气，仿佛在说：如果没有合适理由的话，你的下场就是死路一条。见状，你暗自想到青山医院的鬼怪们，就这太过平平无奇了吧？然后冷冷地说道：“大叔，我是这里的医生，麻烦让开。”说着，你伸手就摘下了自己的身份牌递了过去。保安大叔先是一愣，接着脑袋一歪，然后呆呆望了你一眼，便淡淡的消失了。与此同时，系统声音响起：“叮，恭喜玩家成功瞒过青山医院保安，获得了20点试炼积分。此外，请玩家注意，您在青山医院的一切行动都将产生对应的因果。如果您最终无法胜任医生一职，您的处境将非常危险。”当系统警告之声缓缓响起的时候，你并没有露出太多惊讶的表情，因为你心里是明确自己将来的游戏职业就是医生，你也大概率不会舍弃青山医院这个出
生地，因此系统方面对于自己的威胁毫无意义。终于在耗费了1个多小时后，你在地下停车场一处边缘的角落找到了一辆车，车牌尾号正是东 C4444。刚到车子裹尸袋里的大叔就发出了兴奋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啪的一下，黑色豪车的驾驶座车门突然自行打开，而手术台上的大叔一蹦劲跳上了驾驶座，望着面前一幕，你丫嘛呆住了。好，这么完事吧。而接下来更离谱的事发生了，那辆车子居然自行发动，这很不科学。望着裹尸袋内尸体不动的身体，你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诧异的神情。进入惊悚世界这么久，还是第一次感到如此兴奋。难道这家伙是通过强大的怨念发动了豪车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死去多时的中年大叔确实有点意思。下一刻，黑色豪车倒档进入正圈，随即向着医院出口的方向冲去。整个过程十分的丝滑，谁能想到一具藏在冰冷裹尸袋里的尸体，在不接触方向盘和油门的情况下，竟自行开跑了一辆豪车。就在这时，大量的夺命煞自天花板、墙面、地下涌出，拉扯着雾化的身体，满脸恶毒咆哮。一双鬼手牢牢地抓住那辆黑色豪车，想逃门都没有。他们找到中年大叔了。惊变之间，林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将中年大叔送至黑色豪车，您获得了后续任务，帮助中年大叔从青山医院逃离。完成任务获得30点试炼积分，激活变种 G 病毒。后续剧情：任务失败，获得高级诅咒。后续剧情：地下停车场中，面对突然被诡异气息拦住的大叔，林修心头微动。沉默片刻后，他终于还是决定帮助中年大叔从青山医院逃脱。夺命煞固然可怕，但是经过先前的接触，林修还是发现这些家伙的弱点。林修只要用黄金裹尸布捆住大叔，便可以将这些家伙瞬间致盲，令其失去目标。深夜，寂静的停车场中，大量的夺命煞自天花板、墙面、地下涌出，拉扯着雾化的身体，满脸恶毒咆哮。一双鬼手牢牢地抓住黑色豪车，那豪车后轮被恶煞脱离地面，整辆车在中年大叔催动之下，发出一阵又一阵引擎咆哮之声。望着这一幕，林修的直播间中不少试炼者面色惨白。这么多夺命煞同时拦住一辆车的场景，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新人小哥遭遇大劫了呀！青山医院果然恐怖。此时林修的直播间中围观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这样的人数对于一般的新人来说相当惊人。而另外一边，在确定接受了惊悚系统后续任务后，停车场里林修目光微微一抬，冲着车内那被裹尸袋牢牢包裹住的大叔道：我为你争取10秒左右的时间，一旦夺命煞松手，你不用多想，直接离开。林修说话时语气坚定，态度不容置疑。身为堂堂的院师，中年大叔在林修面前一点脾气也没有。听见林修的话后，浑身猛然一动，随后那裹尸袋便在车内冲着林修不住地点起了头。很好，眼看中年大叔已经会意，这边林修右手稍稍一动，抓住自己手腕上的黄金裹尸布，猛然一甩，随后这裹尸布便猛地发出一阵轰鸣，如同一把锋利的长枪一般，直接从黑色豪车挡风玻璃扎了进去。一碰中年大叔，瞬间便将中年大叔牢牢地包裹起来。这是林修第一次拿着黄金裹尸布当武器，当他右臂展开的时候，整个动作行云流水，十分帅气。这样的甩枪动作，林修在获得黄金裹尸布之前从未使用过。但是自从拥有了黄金裹尸布之后，这样的杀伐动作便如同古老的印记一般，深深地烙印在了林修的脑海之中。危机战场之上，林修直接甩出，效果极佳。另外一边，当林修手中的黄金裹尸布奋力扎进黑色豪车之后，整个空气中中年大叔独有的湿气、怨气顿时消失。对于凭借尸煞锁定目标的夺命煞来说，中年大叔顿时就像被人间抹去一般，一切痕迹消失得一干二净。这是怎么回事啊？豪车之后，无数夺命煞短暂一愣，就连夺命煞背后的真正操控者一时也没有反应过来。这眨眼的瞬间，难道豪车之内的大叔便直接遁地逃走了吗？诧异之际，大量的夺命煞放开了豪车，将自身注意力转移到停车场别处。也是在这个时候，林修抬眼望向豪车，冷声说道：就是现在。豪车内，中年大叔心领神会，车辆后轮一碰地面，车内油门猛然踩踏到底，整个停车场内瞬间传来一阵激烈的车轮摩擦之声。下一刻，足有2-3吨重的黑色豪车猛然一晃，整个车身便如同离弦的箭一般，向着停车场出口方向冲去。此时，林修手中的黄金裹尸布一边连着豪车，一边缠在手上。当黑色豪车猛然往外一冲的时候，林修瞬间便双脚离地，如同风筝一般被豪车拉扯起来。扯动间，黄金裹尸布再度显现出其独有的韧性。在黄金裹尸布的带动下，林修身形一动，整个人稳稳当当扒拉住了车门。呼！停车场内，中年大叔在裹尸袋内不断地晃动着自己的尸身，豪车速度越飙越快，120迈，150迈，170迈。当林修戴着面具默默回身查看的时候，却见停车场内无数的夺命煞早已经重新锁定目标，冲着黑色豪车疯狂追击而来。夺命煞所过之处，身后如同无尽的深渊一般，漆黑可怕。100米，200米，终于，青山医院地下停车场出现在了林修面前。外边隐约出现了城市轮廓，那便是传闻中无尽的惊悚都市。城市里生活着无数的恶灵，还有大量的试炼者。地面线上露出的微光，令人看到了一丝生还的希望。但就在黑色豪车即将冲出地下停车场的时候，出口方向突然出现了一道可怕的身影。一位身高足有6米、身躯肥胖的夸张、手握棍棒、双腿如同巨柱一般的悍匪保安拦住了豪车去路。这家伙光是远远站着，便有2-3层楼高，一股无形的威力瞬间袭上林修心头。这是望着不远处的悍匪巨人，林修内心猛然一动，恐惧值狂飙3。就在这时，黑色豪车车窗被中年大叔摇了下来。主驾驶座上，大叔隔着裹尸袋望向林修，颇为感激，开口说道：先生，我的接应者到了，
多谢你一路相送。临别之前，我有一句话告诉你，密码在项链中。密码在项链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车门上，林修正疑惑着，突然，不远处的高大悍匪手中棍棒恶狠狠砸来，中年大叔豪车瞬间破碎，而林修被那强烈的冲击波一推，一重重的飞了出去，整个人深深砸进不远处的墙中，这才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停车场内大量夺命煞涌来，林修浑身被黄金裹尸布护着，强忍疼痛，隔着大片尘埃，抬眼再看，却见出口方向，高大悍匪一手从车中捞出大叔，一手挥动棍棒，一击之下，便有大量的夺命恶煞化为粉末。不过片刻，夺命煞危机便已解除。最后看了一眼林修方向后，那高大悍匪一个转身，带着中年大叔消失在了无尽的城市尽头。呼，望着面前一幕，勉强从墙壁废墟中爬出的林修，颇有些惊讶地望着远方。大叔离去前，绝大多数的夺命煞已被杀死。这边林修的个人危机亦已解除。很快，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完成任务，护送中年大叔离开青山医院。您获得了30点试炼积分。您获得了随机物品宝箱星号1，获得了变种寄病毒后续剧情任务要求。调查出中年大叔被困青山医院的幕后真相，寻找变种寄病毒。系统提示：密码在项链中，小心夺命煞追杀。目前您尚未完成的任务还有与裂口女的约定，要求1周之内在青山医院中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独立诊疗室，并且邀请裂口女小倩上门做客。寂静的青山医院地下停车场出口，望着惊悚都市中缓缓展开的黎明，林修逐渐压制住了刚刚随车狂飙所带来的剧烈心跳，脑袋中回想着高大悍匪那恐怖的身形，口中不由主地道：那么大的悍匪，他究竟是怎么长的？惊悚世界果然超乎想象。身上由于撞墙而产生的伤，在黄金裹尸布的帮助下，正在快速的痊愈着。道冰冷的气息，使得林修整个人如同沐浴在清风之中。外边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望着青山医院出口，林修缓步走了过去。就在这时，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检测到试炼者尚有任务没有完成，您暂时不能离开青山医院。系统提示：试炼者可以通过随机试炼的方式暂时离开青山医院。任务完成之后，您将被系统重新召回出生地。叮！检测到试炼者已经成功的完成了2次试炼任务。现在您可以选择离开惊悚世界，或者立刻进行随机外出试炼。黎明时分，眼看着一道无形的墙将自己拦在了青山医院之内，林修内心微动。忙了一夜，林修感觉也有些乏了。在重新整理过去一夜的收获之前，林修并不打算开启任何新的试炼。于是，在听见系统提示之声后，林修不再多说什么，最后看了一眼惊悚都市，缓缓转身，摘下了自己一直戴在脸上的超治愈面具，露出了自己原先那英俊逼人、帅气无比的脸庞。重新回到地下停车场，来到了距离黑煞保安值班室颇近的一个角落。林修选择用黄金裹尸布默默地包裹住了自己，之后便直接选择退出游戏。叮！恭喜试炼者成功退出惊悚世界。您的本次试炼时间一共耗时12小时17分，您一共获得了110点恐惧积分。请试炼者在72小时内重新回归惊悚世界，否则您将受到严惩。回归方式：在任何拥有镜面的地方放开心神，感受惊悚世界，您将再度回归。叮！恭喜试炼者，您的本次试炼直播在线观看人数突破了5000人，您获得了里程碑奖励初级人气宝箱星号1。您有一条价值万元的置顶留言尚未读取。无尽虚空中，就在林修尝试着退出惊悚世界的时候，他的面前再度出现了一个结算页面。当直播结算突然出现的时候，林修整个人微微一愣，随后反应过来，在惊悚世界中，任何被系统主神选中的玩家都会直接出现在惊悚论坛直播列表里。对于系统的直播，试炼者们无法抗拒，也不得取消。早在进入惊悚世界之前，林修便已经知道了惊悚直播的存在。当时尚不具备试炼者身份的他，通过试炼者们的2次传播，在一些网站上也见到了不少直播录制视频。林修知道，作为一名新人，在浩如烟海的直播试炼中，想要获得高额的关注是很难的。而自己短短12小时的直播，观看人数突破5000，这点让林修感到十分意外。所以，自己吸引住资深试炼者们的点到底是什么？试炼直播暂时结算完毕，林修并未选择查看留言，而是选择完全退出游戏。随后，林修眼前视线一变，一道淡淡的消毒气味钻进鼻尖。等到林修回过神时，发现自己仍躺在东海市医院术前准备室中。先前，林修正是在跟随教授准备进行一场紧急手术的时候，突然被惊悚世界征召的。此时重新回到术前准备室中，林修有种恍若隔世之感。抬起左手一看，时间凌晨6点多钟。看来惊悚世界中的时间流速和现实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差别。房间里，就在林修神色稍定，淡淡的从地上站起时，突然术前准备室的房门被人用力打开，一位身子丰腴、样貌极佳的护士美女推开房门，往里一看。见到林修之后，原本焦急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诧异的目光，随后便道：林修，你怎么会在这里？昨天晚上你突然消失，害得咱们教授只能紧急寻找其他助手，我们好些人到处找不到你，原来你一直躲在准备室里摸鱼。你该庆幸，昨天那台紧急手术教授那边有惊无险的结束了，现在教授刚刚离开手术室，听说你消失了一夜，此时正在办公室生气呢。你快点跟我一起到教授那和他道个歉，这次要是教授真发火，你的管培生涯也就结束了。美女小护士25、6岁左右，刚来医院2、3年，论资历她算得上林修的前辈。房间中不等林修反应过来，小护士直接一把抓住了林修的手，快速的离开术前准备室，一路往教授办公室狂奔。
这边林修岛也顺着他，二人走出术前准备室，一路上电梯，没多久便来到了外科教授办公室前。小护士客客气气地敲了门，等到里边发出声音，小护士这才拉着林修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房间里。这是一间规模不小的办公室，除了医院中常见的一些外科摆设之外，房间里还有一面书架，书架上摆着不少藏书、艺术珍品。书架对面是一面巨大的环形落地窗，透过落地窗放眼望去，是辽阔的江岸和气势恢宏的入海口，可以说视野极佳。此时，房间中一位身穿黑色短裙、白色上衣、扎着头发的美女，正手握一杯咖啡，面无表情地望着江面。这女子30岁左右，至今未婚。自从1年多前以东海大学教授的身份来到附属医院后，女子通过一场又一场令人惊艳的外科手术，赢得了医院内部无数人的惊叹，同时也奠定了自身东海外科领域领头人的身份。教授名为陈山，与同出东海大学的林修算是学姐学弟的关系，同时也算得上是林修的上司和师长，关系颇为特殊。陈山自从在一次手术之中见识到了林修有别于常人的沉稳之后，便已经将他当成了自己人，用心培养。可谁曾想，就是这么一位技术经验、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竟然会在昨天晚上的紧急手术之前悄无声息，直接消失不见了。陈山长得很美，即便是千篇一律的短裙工装穿在她的身上，也别有一番韵味。教授办公室中，当林修被小护士美女带来的时候，陈山眉头微皱，缓缓转身，抬眼望向了自己面前这位年轻帅气、上了手术台后心态极其沉稳的小学弟。好半天，这才开口说道：“林修啊，林修，你还好意思回来？”在询问林修的时候，陈山的双眸中闪过几分无奈。林修学弟是陈山极其看好的后备学生，年纪轻轻的他拥有着足以震撼整个东海外科医术。只不过由于年轻，他的手段一直没能得到独立的施展。可即便如此，原本的林修也仍旧拥有着极其广阔的未来。只要不出错，再过2-3年，等林修正式成一名管培生，进阶为正式的外科医生后，他将成为整个东海医院的中流砥柱。然而，这一切光明的前景，自从昨夜林修无故失踪之后，便彻底毁了。一名新人在管培生阶段便擅自离开岗位，险些造成医疗事故，这样的学生是不可能获得医院认可的。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此时的陈山在望向林修的时候，一肚子火。另外一边，望着平日里对自己照顾不少的陈山教授，林修内心微微一动。昨天晚上手术，林修原本已经做好了一切的术前准备，突然离开并非他的本意。此时在望向陈山的时候，林修从陈山的眼神中感到了关心。望着陈山，林修直接开口说道：“陈教授，关于惊悚世界，有些事情我想向你请教。”啊，林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办公室里，陈山稍稍一愣，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昨天晚上你无故消失，莫非是进入了惊悚游戏中？是，惊悚游戏降临地球半年有余，对于自己昨晚的去向，林修并没有过多隐瞒。同时他也早就知道，平日里从未显山露水的陈教授，其实早在半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了一名惊悚游戏的试炼者。比起刚刚进入惊悚世界的林修来说，他的资历十分资深。今天在离开惊悚世界中有些问题，林修本就想找机会向陈山指教。因此，当陈山问起自己昨晚的去向时，林修并没有任何隐瞒。另一边，对于林修的回答，陈山则是满脸惊讶。没有想到，你终究还是成为了惊悚世界的试炼者。还有，你是怎么得知我身份的？陈山作为一名资深者，自认平日里在医院中自己的表现足够谨慎，除非自己开口，否则一般人根本无法判断出自己是试炼者的身份。他很惊讶，林修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看穿自己的？作为一名在每日在刀剑上跳舞的试炼者，没有人会愿意让外人得知自己是炼者的身份。联想于此，陈山不由得有些后背发凉。陈山办公室中共有3人，原本美女护士和林修都是陈山最信任的对象，但此时望着林修，陈山却莫名感到一阵压力和紧张。房间中，林修望着满脸震撼的陈山，沉默了许久，终于还是开口说道：“陈教授，我没有恶意。今日我之所以主动表明试炼者身份，为的是从你这边交换一些信息。你若是不愿意，我可以转身就走。”直到听见这话，落地窗前的陈山才稍稍回过神来，镇定心神道：“林修，你先别急，你今天坦明之事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我从未想过，我惊悚世界试炼者的身份有朝一日会被看穿。我相信你对我并没恶意，但你的洞察力还是太让人震惊了，我需要缓一缓。”陈山说到这边，双手抱着手中热气腾腾的咖啡，用力喝了一口，接着又道：“林修，我俩接下来的谈话是不是要让小丁暂时回避？”小丁正是不久前将林修带来陈山办公室的护士美女丁香。听闻此言，林修神色又是一动，不由得道：“不用了，如果我没看错，小丁应该和我们一样，也是一名惊悚世界试炼者。”什么？此言一出，陈山、丁香脸色皆是一变。陈山震惊的是，他从未想过，原来自己身边一直相伴的美女护士，竟也是一名试炼者。而丁香没想到的是，自己身为试炼者的身份，竟早就被林修看穿了。1个月前的暴雨之夜，东海医院附近一场离奇的车祸，将丁香小姐姐带到了惊悚游戏之中。那是她第一次进入诡异世界。成为惊悚游戏试炼者的她，至今已经顺利通过了3场考验，在惊悚世界中获得了一定技能。正是由于知道丁香的试炼者身份，因此刚刚在面对陈山的时候，林修才会毫无顾忌说出了惊悚游戏这个名词。此时，丁香、陈山满脸震惊地望着林修，两人挤破脑袋，怎么也想不出自己的身份是怎么泄露的。眼前这个尚未完全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洞察力未免也太惊人了吧？这家伙平日里怕不是每天都在暗中观察自己？房间中，面对着2位美女疑惑的眼光，林修双眸一抬，开口说道：“陈教授，在5个月前的一场手术中，
你曾短暂失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手术室中是否出现了只有惊悚世界试炼者才能见到的特殊幽灵？有一次，我曾经见到你舍弃电梯，从大厅的楼梯间往楼上走，而当我主动上前想要和你打招呼的时候，你已经消失不见。林修此言一出，陈山脸色又是一变。林修所说的5个多月前的那场手术，陈山印象深刻。那时，一头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地级怨煞突然出现，吸取手术台上病人精血。当时，陈山动用手段遮蔽住了林修以及现场所有医护人员的双眼，利用极短的时间击溃了恶煞。陈山原本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神不知鬼不觉，没有想到这一切却仍被林修给察觉到了。至于突然凭空消失，陈山自从成为一名资深试炼者后，他可以肯定自己的感知能力比起现实世界中一般人增强了许多。他从未想过自己在登录游戏的时候竟曾被林修发现过。林修的洞察力向来惊人。当林修点出自己过去几个月曾经出现过的一些破绽时，陈山惊讶之余，对于林修的能力更加认可。而这边，当陈山一脸赞许的时候，小护士丁香则有些紧张地望着林修。很快，办公室里的2人便听林修开口说道：“1个多月前发生在医院外的那场车祸，小丁，你在及时的卡车飞撞之后，我就在不远的现场。原本我想对你进行抢救，没有想到你却凭空消失。3个小时后，你完好无损地回到了路边。当时那撞人的货车司机肇事逃逸，是我为警方提供了线索，最终将肇事者抓获。”啊！房间中，当听见林修这么说的时候，小护士丁香先是震惊、疑惑，等到林修把话说完的时候，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感激之情。林修，谢谢你，原来当初匿名向警方举报的人是你。那天我在重回现实世界后，曾经与警方有过一段时间的沟通，我很疑惑，为什么我在刚出医院的时候就发生了车祸，而神秘的报警电话却是天色将亮的时候才打到的警局。谢谢你，如果不是你的帮助，我至今可能还找不到肇事者。望着丁香一脸感激的模样，林修神色平淡的点了点头道：“我对惊悚世界很感兴趣，所以当时特别关注了下。”林修短短几句回答，简明扼要的说清楚了自己究竟是如何分辨出陈山、丁香试炼者身份的。林修所说的细节合情合理，整个过程中并未有任何超出一般同事该有的关切水准。很快，陈山和丁香便接受了自身试炼者身份早已暴露这件事实。随后，望着林修，身为前辈的陈山再度开口道：“林修，你这次整整消失了1夜，所以你竟在惊悚世界中度过了1整晚吗？你在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刚刚说你有些问题想要请教我，又是什么问题？”听见这话，林修淡淡的点了点头道：“我确实在惊悚世界中待了1晚，感觉还不错，惊悚游戏挺吓人的。”接着林修又道：“在经历了1晚的试炼之后，我对于惊悚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关于这次试炼结束后，我有一些疑问，想向2位前辈请教。”一直以来，林修深知陈山和丁香与自己的关系不差，因此当丁香在术前准备室找到自己的时候，林修早就做出了向丁、陈2人请教的打算。所以在面对2人的时候，林修并没有太多遮掩。而另一边，当听得林修颇为真诚的询问之后，陈山点了点头道：“林修，一直以来我都很看好你，你是我的学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此便多谢陈教授了。”林修望着陈山，很快开口又道：“关于惊悚世界，我想知道，对于一般新人来说，有什么手段能够用来快速制服鬼怪？”啊！陈山的办公室里，当林修认真的开口询问时，陈山和丁香原本以为作为一名新人，林修想问的应该是如何躲避鬼怪，怎么在复杂环境中藏身等新人常见的入门问题。没有想到这家伙一上来就直接询问对抗鬼怪之术，这未免也太快些了吧！在惊悚世界的试炼初期，新人玩家在进入游戏世界中如何克服恐惧，这点不是最重要的吗？在惊悚试炼中，如果新人们连最基础的恐惧都克服不了，那可就全完了呀！这方面的问题，林修怎么连问都不问？一般情况下，普通新人在进入惊悚世界后，至少也得经历过2、3个试炼，才能勉强克服内心深处的各种恐惧吧。在这种情况下，林修突然问出如何对抗鬼怪的问题，他这是还没学走就想学飞啊！小伙子，惊悚世界克服恐惧10大妙招，了解一下。疑惑归疑惑，眼看着林修一脸认真，很快陈山轻叹了一口气，开口便道：“关于惊悚世界中如何对付鬼怪，游戏中的资深试炼者们大概掌握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利用带有煞气的兵刃冲击邪煞魂魄，对其造成杀伤。其二就是利用系统空间兑换的灵魂火符、牛眼泪等触及幽灵。除此之外，一些特殊的诅咒之物，如鬼眼石头、诡异铭文等，对于魂魄也有一定的击伤效果。”陈山说到这边，正想顺便将自己总结的一些克服恐惧的方法告诉林修，没想到林修突然又开口道：“关于青山医院，不知道2位前辈又了解多少？我刚刚在那里度过了1晚。”这话一下子将陈山原本已经准备好的善意提醒憋了回去，口中默念了一句青山医院，陈山神色再度起了变化。青山医院，那不是惊悚都市中最为危险的9大出生地之一吗？没有人能够在青山医院中连续完成2个试炼，而在刚刚过去的晚上，林修居然在青山医院中整整待了1夜。在过去的1夜中，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想到此处，陈山、丁香内心对于林修的好奇之感不由得又加重起来。很快，2人便又听见林修道：“我还有一件事想知道，那就是在惊悚世界中，我们现实世界所掌握的医术，在究竟可以得到多少的发挥？在游戏里又是否存在着另外一套与众不同的灵异医术？作为回报，我愿意将我昨晚青山医院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告诉大家。”啊！江景绝家的办公室中，当听见林修这么说的时候，陈山不由得又是一愣。作为一名资深的试炼者，
陈山虽然在惊悚世界中也学习到了一些诡异莫测的崭新医术，但关于惊悚世界中的医术是否成体系，现实世界和惊悚世界的医术间具体联系有多深，陈山从未仔细思考过。在陈山看来，林修这是当着自己的面问出了一个博士级的游戏问题。这家伙看起来哪里像个新人啊？陈山教授的办公室中，当听见林修愿意分享青山医院见闻的时候，陈山、丁香皆是一惊。在惊悚世界中，存在着一个玩家聚集的日常生活区域，名叫惊悚都市。而在惊悚都市中，散布着上百万个规模不一的玩家出生地，其中青山医院便是最著名的玩家出生地之一。在惊悚都市中，素有9大兄弟之称。陈山虽然贵为资深者，可即便是他，也从未亲身踏进过青山医院领地之内。那个地方究竟存在着何等诡谲、神秘的力量，陈山至今尚不知晓。望着林修，陈山满脸惊讶道：“据说任何一名活着从青山医院走出的试炼者，最终都有机会成为最顶尖的御鬼者，甚至是成为惊悚都市一员，掌握无限权力。林修，你的出生地真在那个地方吗？”“是的。”面对陈山二人，林修继续开口道：“我的新人试炼任务在青山医院中，系统要求我在一具尸体上寻找装备。”巨大的落地窗旁，清晨的阳光洒落屋中，陈山一双大长腿沐浴在阳光下，显得异常白皙。林修眼力很好，在缓缓望向陈山的时候，甚至可以清楚地看见美女教授腿上那细微的汗毛。当听得林修此言的时候，陈山身旁的美女护士忍不住道：“林修，若是如此，难道你不害怕吗？”一听这话，林修满脸疑惑：“咱们是医护人员，天天和尸体打交道，为什么要怕？”“好吧。”林修这话说完，丁香神色惨淡，好一会才说：“惊悚世界里的尸体和主世界中不大一样，在咱们医院中，那些离世的病人大概率不会出现变化，而惊悚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尸身都藏着诡异，叫人防不胜防。”丁香这么一说，林修眼眸微微一动，这才明白惊悚世界十分诡异，即便是现实世界中每天都在经历各种生离死别的医护人员，也很难不受影响。所以惊悚世界到底是由一股怎样的力量控制着呢？作为一名从小便与众不同、丧失恐惧的孩子，林修有着远超常人的眼界。当发现自己在惊悚世界中拥有着无与伦比，甚至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天然优势时，林修内心泛起一丝波澜。或许寻回恐惧对于自己来说并不那么重要，站在惊悚世界的顶峰，看看世界的本源，才是自己该有的追求。开阔的江景办公室中，陈山、丁香此时并没有注意到林修的心思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很快，陈山这边接过了林修刚刚的话题，开口说道：“林修，关于惊悚世界内诡异医术是否自成体系，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我现在能给你的回答是，它确实存在着一定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究竟有何特点，它的门类又该如何划分，这些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回答。”说到这边，陈山接着又道：“在过去的大半年间，我通过10几场试炼，勉强掌握了一些简单医术，学会了如何在不受煞气影响的情况下，对一些诡异之物的身体器官进行拆除、移植、缝合。但由于在惊悚世界中的很多试炼场上，我们的医疗条件并不好，因此我的成功案例亦很少。不过，你若是对这门移植手术感兴趣的话，我可以通过惊悚世界线上交流的方式传授给你。”一直以来，陈山都把林修当作自己人培养，因此此时陈山所说的话亦是真心。听得此言，林修颇为感激地点了点头。他知道只要自己开口，陈教授便会愿意帮助自己。而这边在提到了诡异医术后，陈山开口又道：“林修，你这才进入惊悚世界第一天，怎么就开始讨论医术了呢？你在青山医院中是不是有什么收获？”直到这个时候，林修才稍稍调整语气，将自己昨天晚上进入惊悚世界后遭遇的一切简单说了一遍。在得知林修在搬运中年大叔尸身的时候遭遇夺命煞追杀时，陈山二人满脸震惊。而当林修居然在青山医院的电梯中遇到了裂口女，陈山更是不由得脸色一变道：“1个月前，一支由9名资深者组成的试炼副本在做任务的过程中遇到了裂口女，最终那支由9名资深者组成的队伍6死3伤，而即便是侥幸存活的3人，至今也仍未恢复意识，仍旧躺在床上。裂口女可是惊悚世界中排名靠前的顶级凶物，没有想到原来她的栖息地就在青山医院中，而且在那青山医院中，裂口女竟只是一名平平无奇的医疗护士，那个地方果然不简单。”陈山说到这边，脸色不由得又是一变：“林修，作为一名新人，你在遇见裂口女的时候是怎么存活下来的？”一听这话，林修神色平淡，又道：“我和裂口女的遭遇比较特殊，在见到了裂口女的面容后，我得到了一般试炼者没有的系统选项，在未来一段时间替裂口女的脸部做缝合整容，作为回报，裂口女暂时饶了我的性命。”啊！这办公室中，当听见林修这么一说的时候，陈山、丁香只觉得自己浑身一阵冰冷。替裂口女整容，原来这便是试炼者们在遭遇裂口女时的破局之法吗？只是不应该啊！在林修之前，不少试炼者也曾脱口而出，想要替裂口女改变面容，可这么说的试炼者无一例外全部激怒了裂口女。这一次，林修又是如何在不激怒裂口女的情况下逃过一劫的呢？而且，眼下林修虽然逃过了一劫，但是答应当裂口女做手术，你怎么敢的呀？林修啊林修，难道你不知道鬼物无常，这件事一旦你处理不好，将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吗？你能做到在面对裂口女那诡异面庞而毫不动摇吗？你不怕？现在陈山、丁香二人总算知道为什么林修会这么关心惊悚世界里的医疗体系了。如今林修背上的重担实在是太惊人了，在背负裂口女关切的情况下，惊悚世界中哪位试炼者敢麻痹大意？这一日，就在林修简单向陈山等人说明自己为什么突然离开岗位，消失不见，并且迅速和2位美女组成一个小小试炼同盟的时候，惊悚世界中一则关于林修试炼的消息早已疯狂传播。
震惊！史上最大胆新人试炼者出现在了青山医院，面对无名死尸裂口女，全程恐惧值波动为0。顶级新人现世，影响惊悚世界格局。3个月后，惊悚都市将进行首届议员选举，分配大量资源，神秘新人出现或将搅动无尽风云。关于灵修直播试炼的视频，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着。另外一边，在和陈山等人交换了一些惊悚世界的信息之后，灵修短暂休息了2天，重新回归惊悚都市。叮！恭喜玩家再度回到惊悚世界。检测到玩家离开惊悚世界已有一段时间，您获得了一个外出试炼任务。本次试炼将在您登录后2小时内开始传送，请玩家做好准备。寂静、阴沉、冰冷的地下停车场中，当灵修突然出现在惊悚世界，缓缓地打开缠绕在自己身上的黄金裹尸布时，成片的系统消息出现在灵修面前。您的好友陈通过系统邮箱向您投递了特殊的技能书——诡异缝合手术。1天前，青山医院的裂口女曾经试着向黑煞保安询问过你的消息，在询问无果后，她显得有些生气。地下停车场无人的角落中，当灵修仔细查看了各种系统消息后，眉头不由得微皱起来。此时，由于灵修身上尚有好几个青山医院的试炼任务未曾完成，按照灵修的本意，他还是比较希望留在青山医院中，赶紧先找一间医疗室，把自己医生身份早点定下来的。但此时，系统方面既然已经向灵修发布了外出试炼的任务，灵修便也不能拒绝。在剩下2个小时内，灵修必须做好准备，才能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试炼。而在接下来2个小时的准备过程中，灵修只求一件事，那就是青山医院的裂口女千万别发现自己。对于现在的灵修来说，他还没有获得一间属于自己的医疗室，同时也没做好替裂口女整容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若是被裂口女带到，那可就糟了。通过与陈山等人的交流，灵修可是十分清楚，那裂口女表面上看性情温柔，可一旦发起火来，那也是相当恐怖。地下停车场，在读取完系统消息后，灵修独自一人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医院保安的视线，来到了一处墙边，从系统空间中取出2个箱子，缓缓坐了下来。由于不久前裂口女曾向保安们询问过灵修的下落，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可不想让保安们看到自己。叮！恭喜宿主，您打开了一个普通物资宝箱，您获得了套装标准棒球服。套装包括棒球鞋星号1、棒球帽星号1、棒球棍星号橙色星号1、球员背包24格星号1。套装效果：移动速度加10，防御值加5，伤害加20。系统提示：橙色装备对于普通诡异灵物具备一定伤害。叮！恭喜宿主打开了一个初级人气宝箱，你获得了特殊符咒五雷正法。五雷正法，惊悚世界中罕见的攻击咒法，可以画在掌心，招呼雷法，攻击敌人，亦可以刻画在装备上，提升装备实力。你获得了100枚惊悚币。惊悚币可以在系统商城、惊悚都市商店、自动贩售机等处购买装备、药品。五雷正法，罕见的攻击咒术，这可是个好东西。停车场角落中，就在灵修独自一人打开之前系统奖励的2个宝箱时，一道莫名诡异又曼妙妖娆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灵修身后。说是悄无声息，但是此人的出现还是触动了灵修的被动天赋技能 SSS 级极度战力。唰！无人角落中，当灵修身上的极度战力突然爆发的时候，灵修身后那人身上莫名一颤，一双俏脸颇有些震惊地望向灵修。极度战力，可怕的气息不停往此人身上冲撞，此等气息对于一般亡灵来说绝难承受，但来者实力过于强大，面对着极度战力散发的恐怖气息，这人身上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角落里，在极度战力被被动释放出来后，灵修浑身一冷，只觉得自己的身后一道冰冷的目光正带着无比强大的杀伐气息迅速而来。灵修身上的恐惧值相当难得，狂飙至5。一回头，却见一位面戴口罩、长发披散、样貌极佳的女子正无声地站在自己面前。望着此人，灵修不由得尴尬一笑。小倩，是你？这突然出现在灵修背后的不是别人，正是整个惊悚世界中名气极大的美女护士小倩。别看此时的美女护士样貌姣好，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在这美女护士的口罩之下，十分恐怖的脸，她还有另外一个别名裂口女。灵修天生缺乏恐惧，在突然被裂口女带到的时候，她的内心稍稍一动，但在看清来者身份后，灵修的神色反倒又平淡了起来。眼看着在自己的主动招呼之下，裂口女没有任何回答。这边灵修开口又道：我最近有点忙，你的事我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处理，你若有足够的耐心，就等我外出试炼回归后再来找我，到时候我会把我的专属诊疗室位置告诉医院保安，你随便问问就知道。停车场内，望着神色平淡的灵修，裂口女脸上同样没有太多表情。你不用着急解释，我知道你身上有外出历练的标记。面对灵修，裂口女一边说，一边伸手将一条滴着诡异浓液、肥硕的黑色蛊虫递到了灵修面前。吃掉它，助长你的修为。记住，一定要咀嚼，而不是直接吞下。我堂堂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本科医学生，你让我吃一条来路不明、发黑油腻的胖虫子，这可能吗？我是绝不可能真相的。地下停车场中，望着裂口女突然递过来的肥硕虫子，灵修一脸懵逼。与此同时，灵修的直播间内开始涌现出观众。他来了，他来了！传说中恐惧值被永远禁锢的新人天王面具小哥他来了！前排围观新人小哥最新一轮试炼，新人小哥永远敌神。观众们刚刚来到直播间，正好看到了裂口女小姐姐伸出纤纤玉手，将那还在蠕动的虫子递给灵修的画面。刹那间，直播间里10几名观众全都惊呆了。我的妈耶，几天没见，这新人小哥到底做了什么？怎么才一上线就被裂口女逼杀至此？一条肥硕扭动的黑虫子，叫人怎么吃啊？
这护士美女怕不是想直接取了新人小哥性命？果然，在惊悚世界中，试炼者们不该轻易对顶级恶煞许下承诺。新人小哥今天是要自食恶果了呀！你们注意到了吗？新人小哥的恐惧值在狂飙，他现在的恐惧值已经飙升到5了。他现在一定很害怕吧？233333。作为灵修进入惊悚世界第一天就全程围观了灵修试验过程的老水友，在看到灵修恐惧值5的时候，不由得满脸惊叹。要知道，在上一次试炼中，新人小哥在面对无数夺命煞追杀的情况下，他的恐惧值也就是狂飙到3了。由此可见，新人小哥现在内心一定慌的一批。惊悚世界中，在面对绝对的恐惧时，即便是最为资深的试炼者，也无法压制住那来自内心深处的恐惧。而按照众人以往经验，一般来说，在面对诡异事件的时候，试炼者们的恐惧值波动大概在80至110之间。那些在面对顶级恶鬼还能够将自己的恐惧值压制在80以下的大佬，无一例外都成为了惊悚都市中传说般的存在。而如今，眼前这个名叫灵修的新人小哥，在面对裂口女的咄咄相逼时，恐惧值却永远在1至5之间波动。这要是换作一般新人，此时恐惧值只怕早已突破1万，直逼天际了吧？此时，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调侃着新人小哥，此刻内心一定十分恐慌。但实际上，直播间中几乎所有的水友都快给灵修跪了。恐惧值波动1-5，直接开挂锁死，这是什么概念？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另外一边，停车场内，在面对着裂口女突然现上的黑色蛊虫时，灵修双眸微抬。就在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了自己手臂上缠绕的黄金裹尸布传来了阵阵躁动，那是一种迫不及待想要进食吞噬的感觉。咕噜，望着黑色蛊虫，一时之间，灵修竟突然有些嘴馋，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该死的肚子！地下停车场内，灵修低头望着裂口女的白皙的小手，最终还是从裂口女的手中将那不停蠕动的虫子给接了过来。这虫看起来有毒，但灵修相信，一旦自己真的中毒，黄金裹尸布也能将自己身上的毒素抽走。裂口女不是说了吗？这东西大补，吃了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提升实力？这局灵修赌了。裂口女面前，灵修手指一碰黑虫，刹那间，一股黏腻恶心的触感布满灵修手心，同时道道刺骨钻心的疼痛猛地席卷而来。这一捏，灵修这才发现，原来黑色蛊虫那看似光滑的躯体上遍布着无数细腻的汗毛，此时那细微的绒毛正紧紧地附着在灵修指纹之间，一阵又一阵的细小刺痛直入灵修骨髓，并且蔓延全身。啊！漆黑的地下停车场，灵修满头大汗，剧烈的疼痛几乎使得灵修差点将自己手中的肥虫丢开。但好在灵修从小星星便远比一般人坚韧，这虫子都已经到手了，灵修还能让它逃走？这东西浑身满是细小绒毛，捏在手上一阵又一阵的疼。既然如此，那我就把你放进嘴里咬。这人的牙齿上有牙釉质，你这虫的小小绒毛能够伤到手指上的血肉，总不能连坚固密制的牙齿也能伤到吧？地下停车场内，就在灵修缓缓将黑色蛊虫放到嘴边的时候，直播间内10几名观众全都呆了。地球上的人类自从学会了用火炙烤食物之后，便逐渐有了异物恐惧。任何看起来恐怖、恶心的东西，一般人类是绝不可能面不改色放进口中的。这一点，即便是站在人类食物链顶端的贝爷也不能例外。在吞噬蛋白质满满的虫子时，哪怕恐怖如贝爷，也不由得眉头紧锁。而现在，新人小哥居然无动于衷地将那黑色虫子放在了嘴边。我的天啊！他不会真以为这东西能吃吧？他怕不是中了蛊吧？新人小哥，你清醒点啊！停车场中，就在10几名观众心生惊叹的时候，这边灵修已经将那黑色蛊虫放在了唇边。那黑色蛊虫在碰到灵修血肉的时候，一身细碎绒毛立刻又像利刃一般附着上去。低头一看，这厮浑身上下散发着令人恐惧的黑色煞气。灵修相信，这样的东西，自己如果不把他的脑袋彻底咬断，这厮即便被自己完全吞下，也不见得会死。这下灵修终于明白，为什么裂口女要说这东西只能咬，不能吞了。嘎呲！裂口女面前，灵修牙齿稍稍用力，一口两口，直接咬断黑色蛊虫的身子。当那黑色蛊虫被灵修的牙齿咬断时候，黑暗中一股诡异的惊笑之声瞬间弥漫开来，同时一道青黑液体自灵修口中喷出，沾满裂口女的口罩。就在灵修满脸惊呆的时候，裂口女口罩后边一条锋利细嫩的粉色舌头破碎而出，将那青黑液体舔得一干二净。整个画面诡异而离谱。而这边就在灵修咬碎蛊虫，任凭大量冰冷诡异的液体和蛊虫尸身滑入自己喉间的时候，突然灵修浑身一冷，如坠冰窖。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稀有鬼物，黑蛊虫获得了3万点能量值。试炼者灵修，目前等级1级，试炼场数2场，力量6，速度7，精神力11，恐惧值浮动1-5，治愈值0，天赋极度战力等级1，特殊物品银色项链、黄金裹尸布、超治愈面具、青山医院医生执照，技能诡异缝合术、五雷正法，能量值30000010，惊悚币100，试炼积分350。这一日，惊悚世界。就在灵修吞下稀有鬼物黑蛊虫后，他的肚中涌起了一股剧烈的钻心之痛。与此同时，灵修身上裹尸布遍布全身，道道幽蓝色的雷电不断频闪。一时间，直播间内众人看得眼花缭人，人气也随着灵修眼前这波诡异的变化进一步飙升。在线直播观看人数470人，直播间中没有人知道灵修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另外一边，灵修耳边系统之声不断响起，叮！检测到试炼者身上突然涌现了大量的能量值，试炼者生命垂危，叮！
恭喜宿主，您的 SSS 级天赋极度战力激活了黄金果实部吞噬功能，自动分散能量。您的身体消耗了大量能量，得到特殊强化，力量加3，速度加3，精神加10。您的极度战力提升至等级3，您的诡异缝合术提升至7级，您获得了基础诡异医术。您的五雷正法提升至5级，您的黄金果实部吸收了大量的能量，目前等级2。黄金果实部等级2，防御值27-35，特技吞噬、治疗、融合可升级。您的超治愈面具提升至2级，获得了特殊技能弱点侦查，该技能可帮助您看清鬼怪特性。超治愈小丑面具等级2，防御值15-23，特性威慑、治愈、弱点侦查。时间1分1秒的流失着，在黑蛊虫带来的庞大能量中，灵修就这么被黄金果实部包裹着，裹挟雷电，在地上不住痛苦的翻滚哀嚎。他的身上被一阵又一阵的冷汗打湿，地上一片水渍。随着时间的流转，灵修直播间一度冲高的人气开始渐渐回落，除了一些好事之人还挂在灵修的直播间，原先400多名围观者几乎全都走掉了。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躺在地上不住翻滚的灵修消停了许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女护士开口说道：“果然有黄金果实部的帮助，你吞噬起黑蛊虫没什么问题。”裂口女说到这边，最后看了一眼地上的灵修道：“林医生，你好好试炼，我期待与你再次相见。”裂口女说完这话，直接转身离开。好不容易，地面上的灵修不再感到钻心的痛楚，满头大汗，勉强从地上站了起来，望着美女护士缓步离去的身影，灵修内心不由得道：这裂口女为什么无缘无故突然送给了自己一条稀有鬼物？所以她是从一开始便看出了我的实力过于弱小，需要提升吗？若是如此，当初在电梯中她又为何答应让我替她做缝合手术？面对像我这样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新人，她到底在期待些什么？灵修表示自己很不理解，莫非这美女护士提前看中了自己逆天超神的惊人潜质，所以提前进行投资？哼，这不可能吧！灵修很清楚，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自己不过就是一位从小丧失恐惧需要治疗的怪人罢了。什么逆天超神的潜质，不存在的。地下停车场中，随着那包裹全身的黄金果实部逐渐褪去，灵修身上的汗也逐渐消散，整个人的状态好了很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请试炼者注意，您的2小时准备时间即将结束，您的第3场试炼将在3分钟后开始传送，请您做好准备。叮，检测到您直播间中目前有13名观众正在围观，请玩家再接再厉，提升试炼水平，吸引更多观众。本次试炼直播，您的直播间观众若是突破1万人，您将获得500点惊悚币，同时还将获得特殊里程碑人气宝箱。目前您的直播间排名全球第13万名。一连串系统之声后，3分钟倒数计时开始。10、9、8、7。地下停车场内，随着一阵令人心寒的迷雾传来，灵修很快便进入了新一轮的恐怖试炼之中。叮，金融商厦，欢迎您的到来。在天南省的省会中，有这么一座商住两用大厦，大厦1至4层是大型商场，白天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到了晚上，空无一人。大厦5层至30层属于居民住宅，内有住户2000多人，在这里有老人，有小孩。大厦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不少人在这里经历了悲欢离合、生死交替。作为天南省金融商厦保安，您需要在接下的夜晚中对整个商厦完成至少3次以上的巡逻。惊悚系统将在您巡逻的过程中随机发布各种试炼任务，并会根据您在巡逻时的表现对您的试炼进行评分。现在试炼开始，欢迎来到猛鬼大厦。本次试炼人数9人。惊悚世界中，灵修眼前的迷雾逐渐散去，随即一个不算太大的保安值班室出现在了灵修面前。值班室灯光昏暗，当灵修适应了周围环境，抬眼望去的时候，却见狭小的空间中挤满了人。这些人大多和自己一样，面带疑惑，正小心而谨慎地望着四周。他们和灵修一样，都是今晚的试炼者。灵修简单数了一下，这房间里除了自己之外，还有4男5女。试炼者的年纪基本在20到30岁左右，大多都还挺年轻。就在这个时候，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再度响起：猛鬼大厦试炼开始。检测到宿主拥有特殊史诗级装备超治愈面具，检测到宿主拥有医生身份，符合隐藏任务开启条件。您获得特殊试炼任务，在未来12小时内至少治愈超度3头地及以上恶鬼，获取90点治愈值。超度3头地及以上恶鬼，这是一名试炼新人该做的任务吗？狭促的值班室中，面对着惊悚系统突然给出的隐藏任务，灵修内心无限吐槽：3头地及鬼物，想想都有点吓人。可惜面对系统给出的难题，灵修仍旧找不到任何恐慌之感，这让灵修又一次觉得自己好像有什么大病。滴答滴答，昏暗的灯光下，值班室中墙面上一面90年代的时钟不停转动。时间晚上11点钟，透过值班室那用铁栏围住的窗户望去，外边一片漆黑，整个城市被一片黑雾笼罩，看起来毫无生机。扑通扑通，这是个不平常的地方，现场不少试炼者面色难看，心跳加速。而就在灵修确认了隐藏任务，再度抬眼望向周围众人的时候，人群中一位30来岁、神情自信的青年人站了出来，开口说道：诸位，我是一名经历过7场试炼的资深者，今天晚上咱们这场试炼我当队长，负责安排试炼流程，大家没有意见吧？此言一出，现场几名试炼者啊了一声，当即便有一位高中生小哥不由得道：太好了，在我们这群人中果然有资深者，我是一名纯粹的新人，这位大哥您若要当领导，我没意见。高中生小哥此言一出，现场不少人默默地点了点头。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又有一位长相不差的美女道：
凭什么经历过7场的试炼者就一定要当队长？我虽然只经历过5场试炼，但我在刚刚过去的1场试炼中获得了 B 加评价，距离 A 级只有1步之遥。惊悚世界中，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有风险，我不喜欢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不明不白的人。美女试炼者一边说，一边又道：“各位，今晚的试炼非同寻常，依我看，大家应该选我做队长。”伴随着美女试炼者话音落下，保安值班室中氛围顿时内卷起来。望着面前众人，灵修不由得微微一笑。另外一边，面对着突然站出来搅局的美女试炼者，先前第一位站出来的青年小哥不免有些不快。当美女试炼者说完之后，啪的一声，青年小哥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了一根坚硬之物，猛地砸在距离自己最近的桌面上。那是一把漆黑的手枪。青年小哥拍出手枪，再度抬头望向众人，开口说道：“各位，按照惯例，再过几分钟，惊悚系统应该就会向我们发布今晚的第1条随机任务了。所以接下来，我提议大家一起表决，愿意选我当队长，站到我这边来；同意小妞做队长的，站过去他那边。”青年小哥一边说，一边将桌上的手枪举起，眯眼冲着在场众人露出了一抹和善的微笑。一把黑色手枪在狭促的保安值班室中确实挺有威慑力的，但可惜今晚青年小哥面对的是一群惊悚世界试炼者。值班室中，在青年小哥热情的关注下，尽管有不少试炼者主动站到了小哥身后，但是在试炼者中不服青年小哥也大有人在。很快的，青年小哥和美女试炼者身后各站了几个人，唯有灵修不为所动。滴答滴答，随着时间流转，值班室里的场面一时僵持，看起来就挺尴尬的。很快，握着黑色手枪的青年小哥注意到了灵修的存在，他缓缓地举起了自己的枪口，神色冷漠地望着灵修，开口便道：“小子，你听不懂人话是吗？我和这位小妞都是资深者，今晚你打算选谁当队长？赶紧选择。”面对黑色枪口，灵修感觉自己应该害怕，但可惜没有。抬眼，灵修缓缓地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对面的一大波人。在青年小哥怒不可遏的关注下，灵修很快说出了一句让现场所有人不寒而栗的话来：“诸位，我们今天晚上这场试炼，系统给我们安排了9名试炼者，而现在我们房间共有10个人。在这种情况下，2位资深者让我选择哪个？”啊！房间中，灵修这话说完，青年小哥等先是一愣，好半天，人群中才有人猛地反应过来，望向四周，神色惨淡道：“1、2、3，我们这房间中真有10个人。”昏暗的灯光下，当试炼者默默数完房间里的人数时，一股莫名的寒意自试炼者们内心泛起。此时再看自己四周的小伙伴，试炼者们整个人顿时都不好了。谁能想到，前一刻试炼者们还在激烈的竞选着队长，下一刻一股莫名的恐惧便瞬间笼罩在整个房间之中。很快，房间中便有试炼者神色惨淡道：“这值班室中到底是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人？这多出来的究竟是人是鬼？”说话的试炼者此时面白如纸，豆大的汗珠沁满额头，不难看出此人非常紧张。而这边试炼者慌慌张张的话还没完，一旁青年小哥已经冷声开口，呵斥道：“既然有人混入了我们的队伍中，当着那人的面，我们不要讨论太多，以免被那东西钻了空子。”青年小哥竞争队长时的心态虽然急切了点，但不得不说，作为一名资深者，他还是有些水平的。青年小哥冷声的呵斥一出，满屋的试炼者顿时闭上了嘴。此时屋中众人恐惧值在90-100间不断浮动着，巨大的压力令人感到呼吸紧迫。所有人内心之中不断的闪过各种念头，房间中那多出来的一个到底是什么？他混入试炼者中，目的又是什么？他想杀死这满屋的人吗？金融商厦的保安值班室很小，这值班室中若真有诡异降临，那他能做的事情可就太多了。巨大的压力下，终于有人扛不住了，呜呜，妈妈，这是我第1场正式的试炼任务，怎么就这么难？各位，我不想死啊，咱们快点走吧，我不想和那个东西待在一个房间啊！闭嘴啊！作为一名试炼者，你就这点出息吗？那个东西既然已经混入了我们的队伍中，我们还能怎么走？你现在慌慌张张的，是想给那个东西机会动手吗？保安值班室中，面对着一脸恐慌、泪水直下的试炼者，青年小哥冷声呵斥道。青年小哥脾气暴躁，当他恶狠狠开口的时候，效果还算不错。很快，那哭哭啼啼的试炼者闭上了嘴。压抑的气氛下，房间中10名试炼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整个房间再度陷入可怕的沉默之中。此时，几乎所有试炼者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警惕之色，一股莫名的恐慌在众人心底蔓延。那被神秘鬼怪暗中窥视的感觉实在是太瘆人了。那个东西就在自己身旁。叮！就在这个时候，试炼者们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金融商厦试炼正式开始。试炼任务1：大厦巡逻。最近一段时间，金融商厦内并不平静。作为大厦安保，诸位试炼者们应该勇敢地担当起大厦巡逻的任务。任务要求，在未来12小时内，试炼者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派出一支队伍前往大厦内巡逻，并且在大厦14个打卡点上进行准确的打卡。14个打卡点巡逻完时间预计1小时30分钟。今晚每次巡逻人数不得超过3人，巡逻次数不少于3次，每位试炼者至少参与1次巡逻。在大厦巡逻中，试炼者们将获得各种随机任务，系统将根据试炼者们任务完成度给予相应的评价和奖励。另外，留守在值班室中的试炼者们亦将遭遇各种突发事件。今晚第1次巡逻打卡将在商城彻底关闭后开始，时间倒数3分钟，请试炼者尽快做好准备，安排好第1支巡逻队伍。啊！这狭促的值班室中，当惊悚系统突然发布试炼任务的时候，房间里绝大多数试炼者脸上揭露出了无奈、震惊的表情。就在众人再度确认系统要求的时候，突然一名试炼者瞪大了双眼，冲着灵修开口道：“各位，你们难道没注意到吗？在明知我们这房间多出1人的情况下，
眼前这家伙实在是太淡定了。刚刚在我们竞选队长的时候，就是这小子指出了我们房间人数的问题，现在当我们面临外出压力的时候，这个家伙又不为所动。在明知鬼怪当前的情况下，这家伙凭什么这么波澜不惊啊？试炼者一边说，一边将手指向灵修，信誓旦旦道：所以各位，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眼前这个家伙大有问题。嘶！试炼者此言一出，房间中不少玩家倒吸了一口冷气，脑袋中各种画面快速一闪而过。很快，众人纷纷确认，在面对房间中的诡异时，眼前这位被点名的年轻人从始至终确实太淡定了，这家伙很有问题。唰！在确定灵修确实不像样后，青年小哥脸上流露出一丝冰冷之色，高举着枪，瞬间将那漆黑的枪口对准了灵修的胸膛。啊，这位朋友，实在是太抱歉了。尽管刚刚你好心的提醒我们，这房间中的试炼者可能多了一个，但是和我们绝大多数的试炼者相比，你的反应还是太迟钝了。作为一名假的试炼者，难道你不知道，想要扮演好试炼者角色，你从一开始就该低调的选好队伍吗？藏在人群中才是你最好的伪装。青年小哥说到这边，手中的扳机便几乎快要扣下。临动手前，青年小哥接着又道：明明是鬼怪，却偏偏要充当好心人，善意地提醒大家小心。这种诡计我们在过去的试炼中见多了，你这怎么做不过是想制造恐慌罢了。我们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房间中，青年小哥说到这边，直接扣响了自己手中的扳机。砰的一声，可怕的枪响响彻整个夜空。望着面前一幕，现场所有的试炼者顿时惊呆。要知道，在惊悚世界中，试炼者一旦死亡，在主世界中也会瞬间殒命啊！青年小哥仅凭内心一丝推断，便直接开火，这手段未免太狠辣了些。万一他的判断要是有误，那岂不是白白杀死了一名试炼者？狭促的房间中，伴随着青年小哥手中的枪响，时间仿佛停止了。而就在众人无比震撼的同时，这边灵修瞪大了双眼，瞳孔急剧的收缩起来。在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子弹时，灵修感受到了自己狂飙的心跳，身上的恐惧值再度狂飙到了惊人的5。他有点被这么近的打来的子弹吓到了。当然，灵修的恐慌同样只是一时。在进入这场试炼之前，灵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便已融合了中年大叔背心的护甲特技，拥有了抵御子弹杀伤的效果。知道自己死不了，那么那狂飙至5的恐惧值，其实也就是灵修对于第一次直面子弹打击稍稍的致敬罢了。这种紧张持续不了多久，啪嗒！狭促的房间中，就在青年小哥手中的子弹快速打向灵修的时候，房间里的灯光突然猛然一闪，一道等级5的天雷正法自灵修身上爆发而出。下一刻，灵修火速躲过子弹打击，房间内雷光爆闪，那胆敢对灵修开枪的青年小哥受到雷击，瞬间双眼一翻，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生死未知。与此同时，雷法波及之处，先前当众指出灵修大有问题的试炼者同样被雷法击中。下一刻，这名试炼者口中发出一阵惊人的哀嚎，脑浆炸裂，身躯瞬间暴涨成一团恐怖的黑雾。惊人的雷法下暴露出高大而恐怖的身影，神秘恶鬼终究现形。面对灵修，高大恶鬼先是一脸愤怒，煞气十足。然而在感受到灵修身上的 SSS 级极度战力和那无穷无尽的雷法气息后，高大恶鬼瞬间怂了。他不明白一名小小保安身上气息为什么这么恐怖，他不服。年轻人，等着，我还会回来的。惊讶之中，高大鬼物发出一句冷冷威胁，转身猛然撞向值班室门窗，风风火火地消失在众人视野之中。惊呆了。这一日，在包括灵修本人在内，大小9个直播间中，当面对着灵修不动如山，便以5雷正法击退鬼怪的场面，各大直播间中将近3万名观众几乎异口同声发出一句卧槽，一个个目瞪口呆。首先，在惊悚世界中，任何一种攻击咒术都是极其罕见的，即便是今晚保安值班室中最为资深的2位试炼者，他们直播间里的水友也从未见过自己主播掌握过任何一星半点的咒法。别说像灵修刚刚那满屋爆雷的顶级咒术了，就连稍微带点火药味的响指，刚刚倒在地上的青年小哥也打不出来。所以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嘛，这世界的参差未免太过离谱。再者，灵修这位新人大佬，他掌握了可怕的雷法咒术也就罢了，在神秘恶鬼伪装成普通人的时候，他居然能够悄无声息便直接将他找出来，而且一招直接让那个鬼现出原形，一下子便将神秘恶鬼蛊惑人心，制造胡乱的可能性堵得死死的。这种明眼变鬼、实力强悍的大佬，即便是在惊悚世界的资深者中也相当稀缺吧。不知不觉间，各大直播间里无数观众在望向灵修时，眼神之中流露出了狂热之色。众人纷纷询问灵修直播间下落，一阵又一阵往灵修的直播间涌。与此同时，灵修直播间中原先的水友亦是惊叹连连。我的妈耶，谁能想到几天不见新人大佬竟恐怖如斯了？所以先前新人大佬在吞下黑色蛊虫之后，他身上不断爆发的雷电竟是他的技能。这种咒术至少也得是9级以上资深者才能拥有吧。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有人曾说咱家这新人小哥只要不被击倒，便极有可能迅速崛起成惊悚都市中一股强大的力量。之前我还不大理解这篇报道的含义，现在我懂了。另外一边，值班室内，当灵修不动声色地将青年小哥和神秘恶鬼解决之后，现场剩余的7名试炼者全都带着无比诧异的目光望着灵修，就连先前曾主动站出身来和青年小哥竞选队长的美女也掩盖不住自己内心的震撼，望向灵修时眼神中满色难以置信的神情。很快的，值班室内便有人开口说道：这位小哥，刚刚多亏了你，若不是你一击赶走了恶鬼，我们现在还处于无谓的内耗之中，互相猜疑，人人自危。依我看，你是我们9个人中实力最强的，不如就由你来担任队长，安排我们今晚的大厦巡逻吧。我想由你坐镇，其他人不会有什么意见。试炼者此言一出，其他人皆忍不住点起了头。
在任何一场试炼中，像林修这种水平的高手，简直就是定海神珠一般的存在。在今晚这场试炼中，众人实在想不出哪里还有比林修更合适的带领者。而另外一边，在感受着满屋试炼者希冀的目光时，林修默默上前，从地上口吐白沫的青年小哥手中取出了他的黑色手枪，收入自己的储物背包中。随后抬眼望向众人，开口道：“各位，巡逻的事你们自己安排吧，我无意成为大家的队长。”啊！此言一出，试炼者们不由得尴尬道：“小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在埋怨我们之前没有人帮你吗？可是刚刚你未曾展现实力，我们战队另外2位资深者，那也是情有可原。”听见这话，林修不由得一笑道：“各位，事情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纯粹就是不想搅和这件事罢了。”对于林修来说，今天晚上除了巡逻任务之外，他还有治愈3头以上地级恶鬼的隐藏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不想被试炼者的值班室绊住手脚。地级恶鬼实力不差，而且不好寻找，林修今天晚上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外溜达。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懒得当试炼者小队的队长。试炼者房间里，当林修再次谢绝众人的推举时，试炼者们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丝尴尬之色。正想多说什么，却见林修一抬头，脸上竟戴上了一道面容夸张、超级治愈的诡异面具。这面具一戴，林修身上散发出了一道堪比顶级恶鬼的恐怖邪性。一时间，现场6、7名试炼者竟全都惊呆了，一股莫名的压力自众人心底泛起，现场顿时噤若寒蝉。他看起来好恐怖啊！哈哈。另一边，当试炼者们噤若寒蝉的时候，林修直播间中原先的老水友们则是笑成了一团。超治愈面具，林修小哥果然牛逼！房间里新来的水友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纷纷在公屏上扣出问号。很快，房间中便有人回答道：“各位，这夸张的面具是新人小哥在青山医院中得到的道具之一。当他戴上面具的时候，便代表着他要开始认真了。一道堪比鬼神的夸张面具，试问一下，谁能抵挡他的魅力呢？”值班室里，当林修戴上面具后，便代表着他已经进入了自己的试炼节奏中。抬眼望着四周满脸惊讶的试炼者，林修再度开口道：“各位，按照系统要求，接下来我会独自一人前往大厦中14个打卡点，完成1轮巡逻，为大家搞定1次巡逻次数。接下来若是系统发布其他的随机任务，咱们有机会再合作。”林修说到这边，接着又道：“当然，今天晚上的第1次巡逻虽然被我包了，但我奉劝诸位一句，如果你们想要在这大厦中更好的生存下去，在我外出巡逻的过程中，你们也可以稍微组队外出查探。”林修说完，便带着超治愈面具那浮夸的笑容，缓步走到了值班室门前，伸手一碰门把，将门打开。屋外是一片漆黑和冰冷，黑暗中仿佛有某种神秘正在暗中低声轻叹。抬眼看看四周，林修一手握住先前得到的手枪，直接快步离开了值班室。金融商厦中，林修就这么离开了。当望着林修离开的背影时，房间中的试炼者不由得惊叹：“各位，新人小哥就这么离开了？不管怎么说，惊悚世界中人多力量大，他哪怕拥有着不俗的个人实力，身边随便带上2个同伴，那也是挺好的吧？”说话的是一位20多岁，看起来挺聪明的大学生。他望向众人，接着又道：“今晚惊悚系统要求我们每次巡逻人数不能超过3人，而如今我们这边意识清醒的还有7个，咱们这队伍要怎么分？是不是说未来几个小时之内，有人必须组队2次，到大厦中经历2次风险？若是成功完成巡逻任务的试炼者后边不愿意组队，那多出来的1个人又该怎么办？”值班室内，男大学生这番话瞬间引起了众人的猜忌和紧张。先前那位曾经站出来竞争过队长的美女，在感受到众人心态的变化后，眉头一皱，连忙站出来道：“诸位，恐怖试炼，生死难测，咱们最忌讳的就是互相猜疑，彼此暗算。也正因如此，才体现了推选队长的重要性。现在咱们这队伍中实力最好的小哥已经离开了，另外1名资深者则倒在了地上。现在我提议，由我来担任队长，协调接下来巡逻的事。作为1名资深者，我唯一能够做出的承诺就是确保大家活着离开。对此，大家有什么意见吗？活着离开，对于惊悚世界的一般试炼者来说太重要了。一想到在接下来的随机任务中，大家可能会因为各种心思需要有人从中调和，而眼前这美女又是曾经取得 B 加评价的资深大佬，众人不再多说什么，纷纷点头同意。好，眼看着领头人已经定下，美女实验者抬眼看看四周，接着开口说道：“各位，接下来我有个提议，那就是先把之前对同伴开枪的小哥捆绑起来，我们必须确保在接下来的任务中，他不会对我们出手。”众人对此并不反对，一些有意通过捆绑青年小哥讨好美女队长的试炼者更是表现得相当积极。房间中，口吐白沫昏迷不醒的青年小哥被捆绑了起来，而这边美女队长则继续说道：“诸位，眼下面具小哥正帮助大家在大厦里进行第1次打卡巡逻，咱们距离系统要求的下一次打卡时间至少还有2个小时左右。在这过程中，我有几点要求，希望大家遵守。首先，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我们千万不能闲着，就像刚才面具小哥说的那样，我们最好也能派出一支队伍到外边走走，提前适应一下大厦里的环境。另外，就像系统所言，即便在我们的队伍中已经有人外出打卡，值班室中随时也可能会有大事发生，这点大家千万警惕。”美女队长说到这边，现场众人皆不由得点起了头。美女队长名为周小薇，身高173公分。今晚参加试炼的她穿着一件牛仔热裤，上边是一件紧身背心和白色衬衣。那衬衣宽松，盖住了热裤，远远看去给人一种下衣消失的效果。周小薇依靠桌边，身子稍稍一动，那傲人的大长腿令人晕眩。房间中不少试炼者在听从周小薇安排的时候，更是忍不住偷偷瞄了几眼。而另外一边，面对着试炼者们偶尔瞥来的目光，周小薇并没有多说什么。作为1名资深者，她有的是手段可以惩戒那些对自己抱有非分之想的男生。参加惊悚试炼的次数多了，周小薇见过太多胆小怕事却又心思猥琐之徒。
对于像周小薇这样的强者来说，他只崇拜强者。而刚刚林修不动声色冷漠戴上面具的一幕，给周小薇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房间中，在安排好试炼者之后，周小薇很快又道：“各位，按照惯例，像金融大厦体量这么大的一栋楼，想来一定是有监控系统的。咱们值班室里间有一扇门，这扇门背后没准就是监控室。现在大家可以先想办法把这扇门打开。”另外一边，就在周小薇等人寻找监控室下落的时候，戴着超治愈面具的林修独自一人来到了值班楼层尽头。按照系统给出的地图，林修首先要前往大厦1楼的安保点检查商场大门情况，然后再前往商城中几个主要的地点签到，最后才上居民楼。整个过程下来，快的话1个多小时，慢的话可能得2个小时。而当林修来到楼梯间，按了下楼电梯后，林修的直播间中有水友忍不住问道：“各位，这新人小哥独自一人外出打卡，他不害怕吗？这万一要是碰到个什么东西，还不把他吓死啊？”对此，直播间中的老水友不由得哈哈大笑。楼上的兄弟，恐惧之所死，了解一下。林修大佬为什么敢独自一人外出试炼？原因就是他那无所畏惧的心。这家伙看起来天生就像没有恐惧一样。讲真，一会林修小哥要真遇到鬼，我怕不是他怕鬼，而是鬼怕他呢。而此时，大厦内林修等待的电梯到了。叮！当电梯门缓缓打开，轿厢里灯光映照出来的时候，直播间中不少水友压力极大。在惊悚世界中，没有人愿意面对一扇自动打开的未知大门，哪怕这扇大门是现实世界中大家习以为常的电梯，大家也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可是，一旦这电梯放在惊悚世界的环境中，当它缓缓打开的时候，无数水友的心还是不由得提了起来。讲真，在这神秘莫测的世界里，谁知道电梯门打开之后里边会有什么？扑通扑通，望着电梯，水友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突然加快的心跳。另外一边，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面具下的林修缓缓地抬起自己的双眼，此时却见原本通透敞亮的电梯间不知何故突然变得阴暗起来。上一秒钟还是个富丽堂皇的当代电梯，下一秒钟看起来就像个阴间入口。此等场景变化，致使林修惊恐值狂飙0-1，就蛮吓人的。一座阴气十足的电梯，妈耶！我的汗毛竖起来了。这一夜，林修的直播间中，诸位，我们来打个赌，面对这如此诡异的电梯，你说新人小哥会不会走进去？午夜里，一座无人的诡异电梯，感觉随时都会失控吧？这新人大哥要真乘坐电梯，一会这电梯直接来个自由落体，那可如何是好？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新人小哥，我劝你还是走楼梯吧。金融大厦中，就在林修直播间中，大量的水友疯狂刷屏，劝着林修前往别走进电梯的时候，电梯门前，林修一抬眼，脸上露出了标志性的治愈微笑，走了进去。望见这一幕，直播间众人顿时发出惊呼，不少人更是直接摇头叹道：“新人小哥，你终究太鲁莽了。”而另外一边，在走进电梯之后，林修能够明显感觉到阴冷诡谲的电梯里，一股强大的阴气正冷冷地压迫着自己的心头。原先灯光明亮的电梯，此时看起来就像是个冰箱一样。强大的冷气使得电梯的顶部两侧皆结上了一层冰霜，幽冷、阴暗、诡谲的气息令人浑身难受。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林修望向了按钮一侧，突然开口说道：“我去1楼，谢谢。”啊！此言一出，直播间内室友们大为不解，这新人小哥这是在跟谁说话？就在众人疑惑不解时，电梯箱幽冷环境中，突然一双灰色发白的女人的手伸了出来，往1楼上一按。下一刻，电梯关闭，一位低垂着脑袋，不断用头磕碰电梯，身高160左右，身穿黑色西装、包臀裙、头发披散的女性工作人员出现在了林修面前。同时，林修视野里跳出消息：幽怨的电梯小姐 F 级 DJ 幽灵，死因不明，治愈超度方式不明。F 级电梯小姐的出现，使得电梯轿厢内的氛围变得更加诡谲起来。而林修一进电梯，便直接报出了自己要去的楼层。原来他早知道这电梯里有鬼，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莫非他脸上的面具可以沟通阴阳吗？另一边，电梯轿厢内，神秘的幽灵小姐对于深夜里突然乘坐电梯的商场保安似乎并没有任何杀心。当林修要他送自己去1楼的时候， F 级电梯小姐想都没想，直接执行。电梯小姐状态稳是挺稳的，只不过先前电梯小姐凭空出现，伸手按电梯的动作，还有她那不断磕碰电梯的脑门，当真有点瘆人。这女子到底是因为什么事而被长久的困在电梯之中呢？在神秘的电梯井内，若是有人不小心触碰到了电梯小姐的禁忌，他又将遭遇电梯小姐的何种报复？对此，林修并没有多想。对于林修来说，眼前这位 F 级的电梯小姐实在太弱了，她甚至遭受不住任何一级五雷正法的打击。而在电梯小姐掌控的轿厢内，林修也不怕电梯小姐恶搞，在乘坐电梯的过程中，一旦电梯突然坠落，林修也可以凭借黄金果实布让自己免除坠落的危险。这也正是林修明知惊悚世界中电梯之内危险密布，却仍旧选择了乘坐电梯的真正原因。叮！幽闭的空间中，商场1楼很快便到了。当电梯门缓缓打开的时候，林修冲着电梯按钮旁仍在不住撞墙的电梯小姐点了点头，说了句谢谢，随后想都没想，直接走了出去。轿厢内，在听见林修说谢谢后，电梯小姐似乎恢复了一丝难得的意识。当林修缓步走出的时候，电梯小姐缓缓抬起头，年轻曼妙的身姿上露出了一副70-80岁苍老的面容。在望见林修的时候，电梯小姐神色复杂，那她苍老诡异的眼神中似有几分敬畏，又似乎有几分杀机。另一边，电梯外，商场1楼地形开阔，原本白天里人来人往的商场，此刻空空荡荡，十分寂寥，给人一种莫名压迫的感觉。抬眼，商场中间大厅挑空直达整个商场综合体的4层，高度极高。而今晚林修的第一个打卡点，则是要穿越整个空空荡荡的商场大厅，前往门口方向检查大门方向是否锁好。
哒哒哒，店门紧闭的商场中，灵修独自一人往前走的声音异常清楚。这种声音仿佛就像是在告诉四周的灵异：各位，我就在这里，你们快来搞啊！在惊悚世界中，没有哪一位试炼者敢像灵修这么嚣张。望着眼前一幕，直播间中大量的水友紧张极了。众人突然有种感觉，灵修的存在就是用来挑战惊悚世界规则的。这位恐惧值所死的新人小哥将带领众人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观察整个惊悚世界。只要不中途陨落，用不了多久，他将成为惊悚世界最令人震惊的破坏神。寂静的夜晚，就在无数水友提心吊胆之时，灵修早已独自一人来到了商场大门方向。按照保安守则，查看正东大门6处门锁。此时，透过商场大门巨大的玻璃门窗向外望去，整个街道外边黑雾弥漫，隐隐的还下着下雨，压抑的环境冲击着失恋者的内心。灵修来到一处门锁前，动手检查，那门锁牢牢固定，没有问题。但也就是在灵修检查外门锁的时候，抬眼，大门旁一位赤裸上身、浑身灰白、手臂、肚子上弥漫着不少黑色树形条纹的光头恶煞出现在了灵修面前。他先是佝偻着后背站在玻璃门外，当灵修抬头与他四目相对的时候，那光头恶煞眼神顿时变得兴奋起来，一双诡异的双眼牢牢盯住灵修，同时伸出冷冰冰的手一把抓住了灵修手腕，整个身体绷了起来，冲着灵修开口便道：嘿，小伙子，你看到我了是不是？咱们好有缘啊！光头恶煞30几岁模样，眼眶漆黑，嘴唇发白，当他说话的时候，一串诡异的笑声不由自主从他喉间涌起，和他自身说话的声音夹杂一处，听起来异常瘆人。这是一头足以令绝大多数试炼者惊悚值直接狂飙100的恐怖恶煞。商场大门口，当诡异幽灵的手腕牢牢抓住灵修的时候，直播间内水友们的弹幕在再度炸了。妈呀，这诡异幽灵是怎么出现的呀？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要停了，吓死我了！灵修大佬，屏住呼吸，收敛情绪，一定不能让恶灵知道你真能看到他，不然恶灵缠身，挥之不去。灵修大佬，你今晚的任务可就凉了。直播间背后望着商场里的恶灵，无数水友脊背发凉，总感觉那商场里的恶灵仿佛盯住了自己。可是就在众人惊叹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我们确实挺有缘的。商场大门口，就在诡异恶灵牢牢抓住自己的时候，灵修慢慢的抬起头，超治愈的面具上浮现出一抹夸张而灿烂的微笑。这尼玛！直播间中望着面前一幕，水友们口中不由得发出惊呼，一颗颗冷汗一下子从额间渗了出来。面对恶灵，灵修大佬是真的不怕死啊！这家伙究竟想干嘛？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恶灵对视，还和他说话啊？我的妈呀！看场直播，咱没被恶灵吓死，反过来倒要被灵修大佬吓个半死。见了恶灵，您就不能稳健一点吗？我不了解，我怂，我手心冒汗，我很紧张。直播间中，水友们又紧张又爱看。而另一边，不知为何，在望见灵修这充满治愈的微笑时，诡异恶煞突然有些紧张起来。今年看起来36、7岁的他，第一次当着生人的面露出了害怕的表情，尤其是灵修身上莫名散发的极度战力威严，更是让诡异恶煞如坠冰窖一般。仅一照面，诡异恶煞内心中便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感觉自己今天好像踢到铁板了。一时间，诡异恶煞眼神恍惚。娘的，死了这么久，诡异恶煞还是第一次被活人给吓到。与此同时，灵修眼前跳出了一条关于眼前这诡异恶煞的关键信息：地级饿死鬼，死因穷困潦倒，落魄而死，生前愿望吃饱喝足，被人像大爷一样伺候。超度方法：暴力击溃或实现饿死鬼愿望，暴力击杀试炼者可获得1点治愈值，满足怨灵愿望，试炼者可获得30点治愈值。一头只要吃饱喝足就能被超度的恶灵吗？这条件听起来挺简单的。今晚灵修在金融大厦的试炼中，必须至少超度3头地级以上恶鬼，所以神秘恶灵，既然咱们这么有缘，那你便先跟我走吧。灵修一抬眼，手中的黄金果实布突然爆发出了一阵蓝色的电光，随后这果实布便如同铁锁一般，先是用力地击打在诡异幽灵手腕之上，将幽灵和灵修分开。下一刻，黄金果实布便带着雷电气息袭上了诡异幽灵脖颈，绕了一圈，将诡异幽灵一般捆绑起来。大叔，你现在很饿吗？我带你去吃一餐好的。商场门口，灵修在控制住地级恶灵之后，再度抬眼，冷冷地望着诡异幽灵。此时的他真实面目完全藏在了治愈面具之下，让人看不清任何表情。一股莫名的压力瞬间袭上诡异幽灵心头，而且不但是他，此时就连灵修直播间中近万名水友也全都感到害怕。我的天啊！面对突然出现的地级恶灵，灵修大佬竟如此淡定的吗？面对恶鬼，新人大佬竟要带他去吃饭？大佬难道不怕恶灵失控吗？你这是在玩火？妈妈，我突然有些后悔点进这个直播间了。我感觉灵修大佬这是在带坏我，下次再见到诡异幽灵的时候，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与此同时，商场门口，当灵修用黄金果实布将诡异幽灵控制起来的时候，诡异幽灵顿时大怒。好，臭小子，你干什么？放开我！诡异幽灵异常暴躁，此时的他佝偻着自己瘦弱的身体，如同猎犬一般暴躁的四处猛冲，双手双脚贴在大门落地玻璃上一撞，玻璃碎裂，哗啦一声，玻璃碎片如同暴雨一般落了下来。再一撞，整个大门入口各种承受柱子一阵摇晃，整栋大厦隐约间也跟着晃动起来。这就是地级恶鬼的恐怖能耐。望见这一幕，灵修直播间一众水友再度认怂。像这样一只性情暴躁的恶鬼，灵修直播间中绝大多数的新人水友自认处理不了。而此时商场中，望着四处暴冲的饿死鬼，灵修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表情。他手中的黄金果实布自带惩戒气息，而灵修之前掌握的5级雷法亦不是一般的地级恶鬼所能承受的。
大门前，当饿死鬼不断暴冲的时候，灵修身上雷法气息源源不断释放，先前吞噬的黑骨虫为灵修带来了无比深厚的修为。当雷法不停延伸的时候，那面容恐怖的地级恶鬼更饿了。终于在连番折腾之下，砰的一声，地级恶鬼从半空中猛然掉落，整个身体在地上砸出一个可怕的深坑。当深坑中的尘埃散去，众人便只见这灰头恶灵满脸无奈的趴着，肚子里不停发出咕咕声响。此时的他脸颊瘦瘪，毫无生气，如同被人暴揍了几万拳一般，一脸无奈地望着灵修。大哥，我不行了，我跟你走，你给我一口吃的。作为一头地级恶灵，眼前这大叔从未见过如此难挣脱的绷带，还有那一边又一边的顶级雷法。现在恶灵大叔是真的饿了，一头暴怒的饿死鬼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这就妥协了。刚刚灵修大佬好像什么都没做啊。直播间中望着诡异大叔那一脸干渴的模样，神友们再度惊呆了。在一阵长久的沉默后，神友们终于意识到灵修的惊悚世界似乎和其他的试炼者不大一样，尽管很离谱，但是看灵修的直播感觉好爽啊。所以这才是惊悚世界的真正玩法吗？这种操控幽灵的感觉怎么有那么一点治愈啊？不知不觉间，突然不少水友感觉自己神清气爽，之前几次试炼被惊悚世界狂虐的阴霾也似乎正在烟消云散。深夜，商场大门前，望着已经饿到干瘪、有气无力趴在地上的饿死鬼，灵修目光一凛，扯动黄金裹尸布，转身直接向下一个打卡点走去。此时趴在地上的饿死鬼浑身发灰，骨瘦如柴，肋骨、手臂仿佛只挂着一层空荡荡的皮。当他这嶙峋的身子在地上爬行的时候，商场光洁的地面立刻留下道道狰狞的痕迹，痕迹上散发着诡异气息，一点点吞噬着周围的一切。这鬼看起来饿极了。是夜，商场值班室中，除灵修外的另外6、7名试炼者在周小薇的带领下，几经折腾，终于找到了整个商场的监控室。当众人急匆匆调集监控，四处查探的时候，紧随打卡点灵修的身影很快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望着面戴夸张面具、神态淡然的灵修，试炼者们内心不由又是一动。如此阴森诡谲的深夜，灵修大佬独自一人在外边巡逻，看起来却像逛街一样。如此平稳的心态，一般人学都学不来。众人躲在监控室里观察了一会，很快便听一名试炼者开口说道：“诸位，你们注意到大佬身后的那条牵引绳了吗？如果我没看错，那牵引绳的末端应该是悬浮于地面之上的吧？”监控室内，试炼者们原本神情平淡，众人的情绪顿时紧张起来。和灵修直播间中的水友们不同，在惊悚世界中，除非修为高深，否则试炼者们是很难直接通过肉眼看到任何鬼怪的。紧张之余，监控室内的试炼者们纷纷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一些特殊道具，有的抹上牛眼泪，有的贴上柳叶。在惊悚世界中，试炼者们有很多种手段，能够见到那些隐藏于未知空间中的鬼怪。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试炼者们所掌握的低阶手段对于某些鬼怪也是不起作用的。比如像先前众人在值班室中遇到的第10人，当某些鬼怪能够强大到能够伪装成生人，而丝毫不露出破绽的时候，试炼者们所掌握的一般手段便很难找出他。此时，监控室内，身为队长，周小薇坐在监控大屏正中的一张椅子上。当众人各有所动的时候，周小薇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了一副金丝眼镜，眼镜一戴，原本穿着休闲的她顿时多了一种异样的美感。那腿，那腰，周小薇戴上眼镜，缓缓地向监控屏幕。这一看，顿时大吃一惊，这才发现原来此时灵修大佬牵引绳后边拴着的是一头身形佝偻、骨瘦如柴的饿死鬼。那恶鬼看起来虽然瘦弱，但是恶鬼眼神中散发出的鬼邪气息，还是一下子惊呆了监控室中的众人。我擦，灵修大佬这是怎么回事？他居然控制了一头实力不俗的鬼怪。在咱们进入监控室前，灵修大佬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这是在溜鬼。经过好一会功夫的巡逻，此时的灵修几乎已经来到商城4楼。就在灵修神色平淡的往前走时，突然监控室内一名试炼者急声疾呼道：“各位，不好了！灵修小哥再往前走的话，便是商城4楼的中央厨房。从监控上看，那中央厨房里有个大家伙啊！”此言一出，监控室内众人神情立刻紧绷起来，匆忙向距离灵修不远的其他几个监控屏幕看去，却见距离灵轩不到100-200米远的另一个监控屏幕中，雪花频现。嘈杂的雪花下，一位身材异常高大肥胖、穿着白色厨师服、面色青黑的男子，正拿着一剑一盾2手厨刀，在监控屏幕下焦躁地乱逛。他的双目如同恶犬一般，在黑暗中散发奇异光芒，整个人神色焦虑，在厨房中来回走动时，目光不时望向监控。而当他望向监控的时候，监控室内众人不免有些头皮发麻，总感觉自己好像被那肥胖大厨发现了一样。查看中途，有好事者试着拿下自己眉毛上的2片柳叶，再一看，厨房监控中空空如也，瞬间头皮发麻。一位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见到的大厨，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答案呼之欲出。面对恶鬼，试炼者们神色惨然，整个值班室里气氛压抑，许久都不见试炼者在说什么。好一会功夫，终于监控屏前的周小薇拿起了对讲电话，按照监控顺序拨给了距离灵修最近的一台打卡机。那打卡机距离灵修20米左右，只要灵修听见声音，走到对讲机上，按下通话按钮，他便可以听见周小薇等人的声音。拜托，灵修小哥，你一定要接电话，我们是来给你传递消息的，没有恶意。再往前的中央厨房，你可千万别进啊！周小薇一边抓着手中的对讲机，一边十分紧张地望着监控屏幕。不知不觉间，他的手心已经开始冒汗。叮铃铃！深夜的商场中，灵修一人闲逛，眼看着下个打卡点已经近在眼前。突然，毫无挣扎的黑暗之中，一道通话铃声响了起来。这铃声穿透性极强，在无人的商场里急促响动，令人不由得紧张起来。灵修恐惧值波动0-1。
就还蛮刺激的。叮铃铃，半夜无人的商场突然响起的铃声，所以这是鬼来电吗？听见铃声，林修颇有些小兴奋地走了过去，望着就在不远处的打卡机，还有那打卡机斜上方的一个监控，林修微微一笑，冲着监控露出了一抹超治愈的笑容。望着铃声方向快速走了几步，林修英俊帅气的身影终于站到了打卡机面前。只是面对着这么一部诡异响动的打卡机，林修他敢接吗？这要是换做一般人，只怕早就吓死了吧。叮铃铃，打卡机前望着那莫名聒噪的铃声，面具下的林修稍稍抬起双眸，之后伸手望着这一幕，监控后边的周小薇等人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口。面对电话，林修他会接的吧？就在众人无比期待的时候，林修那钢琴家一般的手指缓缓落在了打卡键上。不管怎么说，对于林修来说，系统任务最为重要。果然寂静的午夜，想要让试炼者们伸手去接一通莫名的电话，实在是太难了。监控室中，当林修伸手打卡之后，周小薇等人无奈地叹了口气。在监控室诸位试炼者看来，眼下林修既然已经完成了打卡任务，那么他下一刻恐怕就会直接开溜了。毕竟一台不断闹铃的打卡机是极有可能招来某些诡异之物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般的试炼者来说，那绝对是有多远躲多远。面对诡异铃声，今晚在完成打卡之后，哪怕林修直接转身落荒而逃，试炼者们也是可以理解。监控室内，就在周小薇等人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这边刚刚完成打卡的林修那比绝大多数女生还要好看的手缓缓移动，将手指按在了通话按钮之上。不就是一通电话吗？这有什么好怕的？紧接着，周小薇手中的对讲机听筒便传来了林修低沉而又充满磁性的声音道：“有什么事，请说。”林修在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不带任何一点情绪，仿佛对讲机那头不管是人是鬼，都无法在他内心引起任何波澜。这边，周小薇愣了一下，好一会功夫，才语带急切道：“林修，我是值班室里的试炼者。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在距离你不到1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个中央厨房，那厨房里有个大家伙，你千万别误闯进去。”哦，打卡机这边，当周小薇的声音突然传来的时候，林修内心微动。作为一名天才般的人物，林修一下子便认出了说话之人正是不久前和青年小哥竞争队长的那位长腿美女。林修没有想到，这大半夜的值班室中的试炼者们还能想到和自己分享情报。林修内心不免有些感激。一头徘徊在中央厨房的恶鬼吗？我知道了，谢谢你。林修说到这边，直接挂断了通话，同时脸上露出了一丝激动的神情，一转身直接便向着商场4楼的中央厨房走去。另一边，望着屏幕前发生的一切，周小薇等人惊呆了。或许刚刚是自己传递的消息有什么错误吗？这林修小哥在听到中央厨房有鬼的时候，脸上居然露出了一丝兴奋的表情，他居然想都没想就直接向中央厨房走去。这家伙他不是听错了吧？刚刚周小薇说的是中央厨房有鬼，千万别去。那林修小哥不会听成中央厨房没鬼，你赶紧去逛逛吧。这就十分离谱。林修小哥这波操作，周小薇等人属实看不懂了。时间流转，大概1分钟后，在值班室众人紧张的观望下，漆黑的中央厨房大门被人缓缓打开，林修那帅气沉稳的身影再度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而此时，中央厨房内空空荡荡，先前那徘徊在厨房里的肥胖大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那鬼是因为害怕林修的存在，赶紧跑了吗？是不可能的。一想到先前监控屏幕下那厨师恶鬼凶狠的模样，监控室中的试炼者们便绝不相信那恶鬼会在林修到来的时候直接转身逃走。所以那大鬼究竟会藏在什么地方？呵嘶！望着那地面略微有些潮湿的中央厨房，监控室里的试炼者们总觉得自己身上汗津津的。此时试炼者们并没有注意到，就在进入中央厨房后，林修身后牵引的那头饿死鬼脸上露出了兴奋贪婪的神情。他当真饿极了。1步2步，就在林修缓步走进中央厨房，四处张望的时候，突然厨房里一道令人肩膀发酸又让人有种莫名窒息感的气息扑面而来。等到林修双眸微抬的时候，一座5、6米长的料理台横在林修面前。料理台后，一头身材高大将近2.5米，腰围极宽，身后领着3、4名小弟的厨师大佬恶狠狠地出现在林修面前。与此同时，一道可怕的鬼域笼罩在了整个中央厨房中，林修与外界联系的通道瞬间被彻底隔绝。呵，恐怖的厨房鬼域中，望着莫名其妙闯进来的林修，那厨师大鬼瞪大双眼，一手拿着剁骨钝刀，一手拿着尖锐剔骨刀，开口说道：“来到我的地盘，必须吃完100道大餐才可以走。”厨师大鬼冷冷威胁之下，林修眼前亮出了一道系统信息：假厨师大鬼因为不明原因被人暗杀在厨房中的神秘恶鬼，死后脑海中存在着诡异怨念，杀死一切胆敢说他食物难吃的生人。特点：厨艺极烂，亲手烹饪的食物味道极差。夙愿：完成1000道合格的美食制作，脱离中央厨房禁锢，离开世间，往生极乐。等级：地加级恶鬼，鬼仆数量3。叮！检测到试炼者深陷地加级鬼域之中，您获得了随机考验，帮助假厨师大鬼完成心愿，制作出1000道合格的美食。完成任务，您将获得特殊奖励——鬼神令，该物可幻化成武器，获得治愈值50。冰冷厨房，无尽鬼域，厨师长大鬼，青少年模样的普通鬼仆，3、4名恶鬼就这样冷冷地盯着面戴治愈面具的林修。众鬼希望从林修脸上看到惊恐、害怕的表情，但可惜没有。好一会功夫，终于厨师长大鬼暴躁地开口了：“臭小子，你不说话，是想从我这厨房中溜走吗？我告诉你，在本厨师长的鬼域中，就算是鬼差亲临，也别想挣脱。今晚不吃完100道大餐，你休想从这里离开。”
厨师长声音低沉，说话时声音一重叠着一重，仿佛他身子里同时有3、5个人同时说话，给人带来一种极强的压力。面对这种压力，监控室、直播间中无数水有慌的一批，惊恐至波动99。然而厨房里，林修却只是冷冷抬眼，冲着厨师长冷声说道：“100道食物就想打发我？我很好奇，一位穿着厨师服的胖子做的菜能有多差？今晚你有多少道食物尽管上吧，我一定要把你的厨艺水平调教到水准之上。”深夜，当林修提出100道食物不够，而且还要教厨师长做人的时候，监控室和直播间内的众人瞬间呆了。我的天，面对地家恶鬼，在整个惊悚世界中，恐怕也只有林修大佬这种级别的新人才敢如此狂妄了吧。之前林修大大带着饿死鬼逛了一夜，现在再看简直精髓。只不过即便林修大佬手上握有饿死鬼这张王牌，在面对实力更强的地家恶鬼时，他也能难有所作为吧。厨师长恶鬼提出100道食物限制，而林修大佬却不满足，非得自己加到1000道，这不是做大死吗？我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徒。此时深夜厨房中，面对着林修突然提出的加餐要求，厨师长大鬼也是一愣。尤其是在听见林修要教自己做人的时候，厨师长大鬼眼神之中更是流露出了一丝愤怒神情，杀意在料理台前蔓延。抬眼望向林修，很快的，厨师长一转身，从身后的巨型冰柜中将一头似猪非猪、似鱼非鱼的恐怖生物取了出来。这生物体型极大，当厨师长将它取出，砰的一下砸在料理台上的时候，整个厨房一阵剧烈的摇晃，同时一股奇异的浪涌气息再度扑面而来。厨房鬼域中，林修身上再度涌现出窒息之感。一阵不适之后，抬眼再看那桌上的诡异生物，那诡异生物在化开了一身冰霜之后，开始张大嘴巴，不断呼吸，喘息之余，一双眼睛又耸又衰，隐约间还夹杂着一丝弱者的愤怒，看起来就像个倒霉大叔一样，正在向着食客厨师求饶。我擦，诡异生物面容实在太过传神。望着这巨型生物，林修内心忍不住吐槽，这么恶心的东西怎么吃？内心吐槽之余，系统面板再度出现提示：丁甲鱼，生活在无尽深海中的诡异鱼类，人脸、臀身、味臭，可生吃，可炙烤。系统提示：丁甲鱼上带有低阶诅咒，误食将引发中毒。检测到试炼者曾经食用过黑骨虫，你获得特殊 buff， 面临低阶诅咒，食物中毒风险概率为0。检测到丁甲鱼身蕴藏诡异气息，食用丁甲鱼将使得您的极度战力领域获得增强，请试炼者大胆尝试。哦，好吧。厨房间里，就在林修默默查看系统消息的时候，这边厨师长一阵高喝，随即手持2把锋利的剔骨刀，一把扎进丁甲鱼肚子里。刹那间，那长着一副衰脸的丁甲鱼便被厨师大鬼一分为2。猛的一下，一股奇臭无比的海腥味在整个空间中无尽蔓延。恶臭中，厨师长继续摆弄手中的尖刀，开口道：“啧，小伙子，你开始期待我的美食了吗？”一边说，一边滑动刀身，将被一剖为2的丁甲鱼腹切下，将一块巴掌大小、雪花般的鱼肉摆在案台上，按着几个瓶罐，一阵摆弄，又抹了点山葵，一下便递到了林修面前。望着厨师长递过来的超大份丁甲鱼刺身，林修忍不住吐槽道：“如此锋利的刀，在你面前却只切出了这么不规整的鱼腹，厨师长你的厨艺果然相当稀碎。你这家伙在活着的时候，怕是一次都没下过厨吧？”另一边，厨师长并没有听见林修的腹诽，将食物一递，当即拍桌道：“臭小子，你还等什么？快吃！”神秘的厨师恶灵在弥天煞气的影响下，身高达到了惊人的2.5米。此时的他站在料理台后边，那肥胖的双手往案台上一拍，声势十足。而料理台这边，面对着那狗啃一般的巨型鱼腹，林修脑袋中回响着系统提示，神色平淡，慢慢的拿起了料理台上的刀叉，银块将鱼腹切下一块后，沾了点绿油油的山葵末，一口放入口中。瞬间，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酸苦气息自林修喉间涌气，猛地蔓延全身，搅得林修胃部一阵又一阵抽搐。得亏林修曾经生吞过黑骨虫，对于惊悚世界的各种诡异食物本身已有所免疫，此时林修才没有将自己口中的鱼肉给吐出来。相反，从小丧失恐惧的他，在短暂错愕后，整个人一下子便适应了丁甲鱼与众不同的酸涩味，口中细细咀嚼，竟还有些回甘。果然，深海里的东西，哪怕表面散发着奇异的恶臭，吃起来味道还是可以的。叮！恭喜宿主成功吞服丁甲鱼，您的极度战力有所提升。叮！在宿主生吞的丁甲鱼中检测到奇异的深海邪神气息，您获得了一副邪神观想图。系统提升声中，林修面前猛地出现一阵可怕黑潮，冰冷、潮湿、高压、战栗。那黑潮如同无尽深海，深海之中，一尊身形如山、人身、章鱼脑袋、生长着恐怖翅膀的旧日支配者出现在了林修面前。他面目冰冷，冷漠的双眼微微一动，一道比起林修极度战力恐怖100万倍的惊人气息瞬间蔓延开来。这料理台上，面对着自身脑海中突然出现的邪神观想，林修浑身猛然一颤，再度回过神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仍身处金融商厦中，自己的身体早已湿透，而他的面前则是满脸错愕的厨师长、鬼仆、饿死鬼等等。也是在这时，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完成一次邪神观想，您的极度战力获得了100倍提升。检测到试炼者的极度战力已经能够对特定诡异之物形成强大的威压，您何不赶紧试试它的威力呢？叮！作为随机奖励，旧日支配者观想图已经收藏进试炼者背包，请试炼者闲暇之余多多观赏。系统之声结束，林修稍稍擦去自己满头的汗水，此时再看，却见肥胖厨师长、鬼仆等在望向自己时，脸上皆带着警惕、惶恐之色。见此，
灵修便知这地级恶鬼已经被自己的极度战力给彻底震惊住了。若是如此，那接下来灵修的美食任务就更简单了。这位小哥，小的不知您是鬼差大人，不知道小的这里的食物您是否满意？漆黑冰冷的中央厨房中，在感受到了灵修身上突然爆发出的旧日支配者恐怖气息后，那身材高大的厨师长如坠冰窟一般，整个人被吓得不轻。现在他终于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位年轻小哥明明看起来平平无奇，却敢面无表情地闯进自己的鬼域之中，并且点名要教自己下厨了。这家伙根本就是自阴间而来的强大鬼差好吗？在这世间，除了阴间鬼差外，肥胖厨师再也想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在如此悄无声息间释放出如此恐怖的气息，面对人人惊恐的丁甲鱼，还能如此面无表情地吃下去。鬼差！此时面对着突然认怂的厨师长，灵修直播间和监控室中的众人全都惊呆了。所以自从进入惊悚世界以来，灵修大佬一直给人的莫名强大之感，竟是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鬼差。一时间，灵修直播间被弹幕占满，传下去，新人大佬身份曝光，他的身份是阴间鬼差。而中央厨房内，在感受到了厨师长的震撼之后，灵修则是眉间微微一抬，心头暗道：阴间鬼差这职位听起来好像不错，可惜我并不是。话虽如此，在面对着气势远不如自己的厨师长恶鬼，灵修自然也不需要将这个关键点名。在确定自己手中的鱼肉已经没有诡异的邪神气息后，灵修直接将鱼肉整盘丢到了趴在地上的饿死鬼面前。饿死鬼一见这鱼肉，双眼放光，也不嫌这鱼肉酸臭，一把抓了起来，立刻大快朵颐起来。对于灵修胆敢在自己面前丢掉食物的举动，厨师长虽然愤怒，但是看着灵修那超治愈的笑脸，厨师长又敢怒不敢言。就在这个时候，身为鬼差的灵修大佬开口了：你上食物的速度太慢了，还有你的刀工也不行，你对于食材的理解根本就是小儿科。现在你把冰柜里的食物全部拿出来，把刀给我，今晚我来教你什么叫做真正的刀工，什么叫做火候掌控。灵修作为一名天才般的孤儿，神奇的外科手术专家，从15、6岁便独立生活的他，拥有着不俗的厨艺。他的厨艺和真正的大佬相比，或许欠缺了些，但用这点厨艺来将假厨师长的厨艺提升到水准之上，还是够了。厨房里面对着灵修突然提出的要求，厨师长虽然满心疑惑，但是鬼差面前，厨师长不敢逞能，很快便将几把尖刀和大量的食材取了出来，摆放在灵修面前。而这边灵修则开始了身为鬼差大人的吊脚之旅。这个东西你看好，洞口从这里下，就像解剖一般。你虽然是个死物，但是在下手的时候魂魄也得用点劲，这东西绝对不能切得扭扭歪歪。那边注意好你的火候，调料不是一整包下的，你再试试切这个东西，注意力集中点，再切不好，那我就切下你的头。厨房中面对着拥有极度战力的灵修，厨师长和他的手下要多怂有多怂。在灵修的监督下，众鬼不敢偷懒。很快，一堆又一堆的拉面、叉烧、炒饭、腌菜等等被摆放在了饿死鬼面前。饿死鬼来者不拒，统统扒拉进入口中，原本皮包骨的身子渐渐膨胀起来。望着厨房中热火朝天的一幕，灵修直播间的观众彻底惊呆了。独自一人掌控一整个厨房间里的大小恶鬼，灵修大佬果然牛逼。神秘鬼域中时间流转，饿死鬼一时没那么容易吃饱，厨师长的厨艺展示也没那么快能够得到满足。另一边，金融商厦楼上，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中央厨房里的一切，没有人意识到一场危机正在蔓延。此刻，2名试炼者正留在值班室里看守青年小哥。啪嗒啪嗒，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值班室的角落中突然传来了阵阵的滴水声。猛地一下，原本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小哥睁开了双眼，而原先负责看守青年小哥的2名试炼者双眼则变得迷离起来。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嘻嘻一笑，然后四处闲逛起来。不多时，砰！就在监控室中众人围观美食盛宴的时候，突然与监控室仅有1墙之隔的房间里响起了一阵巨大的声响。当巨大声响传来的时候，监控室内所有人顿时吓了一跳，而坐在监控椅上的周小薇更是忍不住发出惊呼：不好，我们刚刚捆住的那个人！周小薇一边说，一边往值班室方向快速跑去。来到值班室中一看，却见原本摆放着几张桌子的值班室，此时已经乱作一团，几乎所有的桌椅都被一股可怕的蛮力掀开。屋内共有7名试炼者，而先前被周小薇等人用绳索捆绑起来的青年小哥则消失得无影无踪。望着狼狈的房间，周小薇内心顿时感到一股莫名的危机之感。眼看房间里乱成一团，周小薇首先望向2名同伴，开口道：你们2个怎么回事？之前不是说好的，你俩留下来看守那个小哥吗？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2人刚刚应该是和我们一起从监控室跑过来的。听闻周小薇怒斥，先前被安排留在值班室中看守的试炼者也是一脸懵逼。是啊，我记得刚刚队长你让我们俩留在这边看守，可为什么我们俩会到值班室去？第1名试炼者这话刚刚说完，第2名试炼者开口又道：各位，你说我们俩会不会是鬼迷心窍了？先前那开枪小哥是不是被什么鬼怪给救走了？试炼者此言一出，值班室内氛围顿时为之一变。金融大厦鬼怪横行，那开枪小哥莫非真被人救走了？再联想到那伪装成第10名试炼者的恶鬼在临行前说过我还会再回来等话，众人的心更是一下子揪了起来。事业狭促的空间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试炼者们顿时有种被人暗中默默窥视的紧张感，总觉得自己的身后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冷眼观察一般。许久之后，房间中终于有人开口了：队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听见这话，周小薇才猛地一抬眼道：“从现场桌椅被掀翻的痕迹来看，之前被我们捆绑起来的小哥应该是借着一股蛮力，直接从窗户外逃出去的。”周小薇一边说，一边沿着屋内的痕迹来到窗边，焦急地四处观望。很快便在金融商厦外墙上发现了一道灰白色爬行痕迹。那爬行痕迹泛着诡异的湿气油光，一直延伸到失恋者们肉眼看不见的大厦上方。望见这一幕，周小薇等人瞪大双眼。对于青年小哥的实力，先前周小薇等人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人虽然是个资深者，但他绝对没本事徒手攀爬这么一座外墙。再看看那墙面上留下的诡异痕迹，周小薇等人几乎可以判断，此时的青年小哥已经不是个正常人类。至于现在的他到底是被鬼附身，还是已经被杀死了，这点周小薇尚无结论。只是一想到这人好好的待在值班室中，仍会遭遇恶鬼袭击，失恋者们不由得面露惊恐，人人自危起来。许久之后，众人才听周小薇开口说道：“各位，今晚青年小哥逃走，我们确实大意了。但现在有几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首先，青年小哥作为失恋者，今晚系统给出的失恋要求，他都必须去做。若是强行违背系统指令，他将受到系统极其严格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有很大几率发现他的。当然，如果青年小哥已经死去，那他自然不必再顾虑系统方面的要求。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严防小哥回来报复。”不得不说，周小薇作为一名潜力不差的资深者，在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他很好的做到了人间清醒。在简单和同伴们分析情况后，周小薇神色微微收敛，一转身对身旁众人道：“各位，从现在开始，咱们大家紧闭值班室和监控室门窗，千万不要再让外人有机可乘。另外，大家也一定要守住心神，不要再让恶灵附身。”周小薇说到这边，马上下令2位拥有维修技能的试炼者将值班室的门窗全部封好，只留下一个通风口，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众人忙碌了好一会功夫，周小薇很快又回到监控室里，坐在屏幕前一看，却见中央厨房里灵修大佬还在教训厨师长和饿死鬼。等等，这些山珍在泡发的时间还不够，下一锅要用的鱼丝切细一点，必须做到根根如发，抖动如须。生血牛排别用太猛的鬼火，注意1分熟。面对着鬼差大佬近乎苛刻的要求，厨师长和几名杀马特发型的鬼仆早已累得不行，举起刀时手臂上的魂魄煞气不住颤抖。另外一边，饿死鬼面前各种餐具堆积如山，在短短的半个多小时里，饿死鬼已经吃下了100多碗味道酸臭，好似阴沟里捞起来的大碗灰色叉烧拉面。另外，各种如山一般的诡异血肉，诸如丁家鱼、马血肠等，饿死鬼也是上百斤的往肚子里灌。时间推移，终于饿死鬼的原本骨瘦如柴的身子胀大的如同一枚即将爆破的青蓝气球一般，他再也吃不下了。大人，停下吧，心满意足了。哥，一听饿死鬼这话，料理台后边的厨师长亦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连忙开口道：“是啊，鬼差大人，饶了我们吧，我再也挥不动手里的刀了。”是吗？一听这话，原本正坐在料理台角落独自吃着生鱼寿司的灵修缓缓放下手中的筷子，冲着饿死鬼道：“你们俩这么快就妥协了，不再吃点煮点？”听见这话，饿死鬼和厨师长忙不迭的点头。比起灵修的淡定，这2个家伙看起来更像是见鬼了。灵修缓缓地看着2人身上那越来越淡的煞气，终于他又一次开口道：“既然已经心满意足了，那你2人还留在这世间干嘛？人有人见，鬼有鬼见，你2人既然心愿意了，那就赶紧前往极乐往生世界吧。”灵修说话的时候，身上极度战力，气息爆发到了极点，整个厨房空间看起来就像被诡异的微波蒸腾一般，就连空气都出现了扭曲。作为流连世间的恶鬼，在饿死鬼和假厨子的概念中，压根就没有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概念。厨房间，当灵修提出要2位恶鬼离开人间的时候，2位恶鬼不由得一愣，放下羁绊，离开世间。对于饿死鬼和假厨子来说，根本无法忍受。老子在这地方好好的，为什么要走？走了去什么地方？灵修此时的要求一下子便如同一颗火星丢进了火药桶。随后2鬼身上那弥天的煞气再度爆发而出，双眼变得愤怒狂躁之气，理智早已烟消云散。下一刻，假厨师口中再度爆发出重叠低沉冰冷之声：“想超度我，年轻人，你有这本事吗？死吧你！”这直播间和监控室里，当2头恶鬼突然暴起的时候，一众水友们双瞳亦跟着收缩起来。众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先前明明灵修大佬已经展现出了对2头恶鬼的绝对掌控，现在这2头恶鬼为什么又突然暴起？难道刚刚这2头恶鬼畏惧灵修的一幕都是假象吗？是了，灵修大佬看着虽然有些水平，但是在面对2头性情狂躁的地级恶鬼，他又怎么对付得了？超度亡灵对于目前惊悚世界的试炼者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即便是那些半年前就已经进入到惊悚世界的试炼者，能够真正做到完美超度的又有几个？所以灵修大佬稳了一夜，这是要阴沟里翻船了。望着面前一幕，一些胆子较小的试炼者紧张地闭上双眼。另外一边，惊悚世界中2头恶鬼突然暴起，一瞬间各种极端的负面情绪，诸如愤怒、绝望、杀伐等，如洪水猛兽一般将灵修淹没。灵修虽然从小丧失恐惧，不惧鬼神，但2鬼冲天起的怨气还是对灵修身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灵修感觉自己的肩上就像压着1000斤重铁，又被人恶狠狠地丢入零下10几摄氏度的冰库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名试炼者若想展开战斗，各种动作必大受影响。很多人甚至连枪都拿不稳，更别说瞄准目标。这就是恶灵们的强大之处。此时，料理台上面对着突然失控的2头恶鬼，灵修双目微抬，感受2鬼暴躁的目光，灵修丝毫不怀疑这2个家伙会突然动手，将自己生生撕成几块。可即便面对着如此极端的压力，灵修却仍旧心态平稳。在极端的环境下，
人往往会因为害怕而感到恐慌。恰巧灵修从小就没体验过什么叫做害怕，面对着暴躁恶鬼，灵修不动如山，看来就像一尊修罗。臭小子，我杀了你！冰冷黑暗的厨房里，面对着神色淡然的灵修，身材肥胖的厨师长从案板上操起了一把剔骨尖刀。当他拿起尖刀的时候，整个屋中煞气弥漫，各种冰柜、案板跟着不断颤抖。一声暴躁的威胁之后，肥胖的厨师长一拍桌面，那如山一般的身躯直接当着整个料理台冲了过来。另外一边，在厨师长暴起之后，饿死鬼和3名鬼仆一面露凶光，伸出自己可怕的锋利爪牙，瞬间向着灵修身上冲击而来。如此危局之下，这下灵修该恐慌了吧？直播间中望见这一幕，几乎所有的水友们都呼吸都屏住了。然而面对4、5头同时狂躁而来的恶鬼，灵修的双眼之中仍旧没有半点恐慌之意，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浮夸的治愈笑脸。当厨师长恶鬼手持尖刀猛然向着自己的胸口捅来的时候，突然灵修伸出了手，手上缠着一条带有血迹的诡异黄金绷带。黄金绷带缠绕下，灵修手臂上的力量得到了100倍增幅，力气大得惊人。厨师长如山一般鬼躯，看着恐怖，其实就是个纸老虎。灵修伸手这一握，那匕首便直接被他截停在了胸前。任凭厨师长再怎么目露凶光，万般狂躁，那匕首也无法再进分毫。面对此等情景，另一边饿死鬼和3名鬼仆一下子扑到了厨师长身上。这么多恶鬼冲击在一起的弥天煞气，定能直接将灵修杀死。然而就在几头恶鬼狂躁地向灵修扑来的时候，灵修身上顶级的5雷正法再度爆发。这5雷正法是当今惊悚世界中最为罕见的攻击咒术之一，普通2级雷法就能对地级恶鬼造成一定的伤害。而在吞下了黑骨虫后，灵修的雷法已经达到了5级。此时借助假厨子手中尖锐的剔骨刀，灵修手中的雷法顿时爆发出了一道道耀眼的光芒，无数雷电交织着在假厨子、饿死鬼身上不断游走。而假厨子身后的鬼仆则在这雷电之中瞬间化为道道黑烟。这直播间中面对着灵修如此强大的雷法，上万名水友们再度惊呆了。一位初出茅庐的新人竟然拥有着同时控制住2头地级恶鬼的雷法，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一些好事者在灵修释放雷法的时候，快速回放着灵修之前的直播内容。在见到灵修生吞黑骨虫后，身上雷电暴走的一幕，一些隐藏于直播间中的大佬开始下达命令，让自己手下的人无论如何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寻到和黑骨虫一样的诡异之物进贡上来。此时直播间内的大佬们并不知情，如今的灵修之所以这么猛，除了和黑骨虫有关外，黄金绷带、极度战力对于5雷正法威力的提升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可以说的，当初如果没有黄金果实部和极度战力帮忙的话，灵修早就在吞服黑骨虫的过程中当场陨落了。此刻中央厨房内，面对着被5雷正法牢牢吸住的假厨子和饿死鬼，灵修双眸之中流露着一丝冷漠的威严。此时假厨子和饿死鬼就像一座无尽的深渊一样，狂躁地吸收灵修身上爆发出的雷法。2鬼脸上虽有震撼之色，但2人的魂躯却如同万年不化的坚冰，不停地吸收着雷法，表面上看毫发无伤。想要杀死2鬼谈何容易？而在如此极端的对峙下，如果灵修不能击溃2鬼，一旦恶鬼反扑，灵修将极有可能当场殒命。直播间中水友们满脸紧张，心跳不由得加快。妈妈呀，我害怕！而另一边中央厨房里，灵修神色却十分平淡。在他看来，自己和饿死鬼、假厨子的对峙根本就不是一场比拼耐力的消耗战。他记得很清楚，饿死鬼的夙愿就是被人好好伺候，吃上一顿饱餐。假厨子的治愈要求则是做出1000道合格的美食。这2项标准，灵修均已完成。灵修相信，用不了多久，饿死鬼和假厨子一定会在惊悚世界冥冥之力的操控下，前往往生极乐世界。现在，灵修唯一要做的就是确保自己在假厨子、饿死鬼往生之路开启前不被2鬼击溃即可。此时，2头地级恶鬼突如其来的恼羞成怒，在灵修看来，不过是恶鬼最后的挣扎罢了。所以，为什么在听说要去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这恶鬼会如此愤怒呢？作为一名洞察人性的专家，在灵修看来，恶鬼之所以暴怒，是因为他2人怕了。往生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这鬼去了那地方，到底是超脱还是折磨？现在2鬼留在人间，尚有一些遗憾，念想一旦去往那个世界，那么这些遗憾、念想，自己是不是全都必须放下？放下了执念，之前的家人朋友是不是全部会在自己的脑海中消散一空？因为未知，所以害怕；因为害怕，所以暴怒、恐慌。在很多情况下，人是这样，鬼也是这样。而鬼一旦暴怒起来，自然会闹。这下灵修有危险了。中央厨房内，各种刀具不断剧烈晃动，2鬼想要杀死灵修的手段不要太多。噼里啪啦，冰冷潮湿的中央厨房里，灵修手缠黄金绷带，握着剔骨刀锋利的一边，手心微微泛血，神色冷漠地和2头恶鬼对峙着。此时的灵修看似新人，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是一位从小在惊悚世界中长大的鬼差。他天生适合这碗饭。只不过此时恶鬼们暴怒之气未减，灵修大佬若想存活，恐怕也没那么简单。如此优秀的一名新人，眼看着就要没了。唉，直播间中无数水友无奈地摇着头。然而就在众人惊叹于灵修可能即将遭遇危险的时候，突然间整个冰冷黑暗的中央厨房里如同天明一般，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天而降，刹那间便将2头恶鬼包裹起来。啊！前一刻假厨子和饿死鬼还满脸暴躁，当这耀眼光芒降临的时候，2鬼的目光瞬间呆了。变成恶鬼这么久，2人长时间生活在阴暗、冰冷、令人浑身局促的黑暗世界中，从未感受过任何温暖。在2鬼看来，人死后的世界
就是这样的。可是当那神秘的光芒降下时，两头二鬼却忍不住浑身一颤，一瞬间，二鬼感觉自己的血肉好像重新回来了，浑身上下全都沐浴在了一片温暖之中。同时，无数美好的念想如同走马观花一般出现在二鬼脑海里。从出生到长大，从工作到成家，过去的一幕幕在二鬼脑海之中不断翻涌。往生极乐，世间所有恶鬼的最终归宿，在那个地方，一片光明，一片温暖。每一个恶鬼都将在那个地方接受洗礼，接受审判，然后开始下一世的旅程。这便是惊悚游戏所构建的世界观，并且在惊悚世界的规则里，只有少数最幸运的恶灵在完成了生前的夙愿之后，才有机会进入到极乐世界之中。若无契机，即便是独霸一方的鬼王也无法进入。留在人世意味着不断作恶和无尽的折磨，前往往生极乐世界意味着超脱，甚至是重生成神。不管在面对灵修的超度时，饿死鬼和假厨子意识之中爆发出多少的愤怒，只要二鬼仍身处惊悚世界中，便无法拒绝前往极乐世界的念想。那是惊悚世界中藏在所有恶灵骨子深处的最终信仰。前往极乐世界的念想最终一定会被激发出来，哪怕在真正的极乐到来之前，恶鬼们对此表示愤怒不解。当极乐降临时，他们还是会被那个充满温暖和光明的世界深深吸引，并且毫无怨言地放下人间的一切，转身走进极乐世界之中。此时，冰冷厨房中面对着突然到来的极乐之光，假厨子和饿死鬼愣住了。在将自己生前一切快速浏览之后，两头恶鬼先前暴怒的目光突然消散，眼底多了一丝温和善良。二鬼知道，只有去往那个地方，自己才有希望。那是个就连金融商厦中最顶级的恶鬼也不一定能够企及的地方。有过执念，放下执念。终于，两头恶鬼泪眼婆娑，呆呆地跪在了灵修面前。鬼差大人，谢谢你的指引，我们俩被治愈了，我们这就前往往生极乐世界。二鬼说话时，眼神之中掩藏不住满是振奋、感激之色。在二鬼看来，帮助自己打开前往往生之路的灵修，简直就是这天底下一等一的好人。往生极乐呀，那是多少鬼怪可遇而不可求的天大机缘。一旦往生极乐，自己便不再是普通恶灵，而是有机会投胎或者成神的存在了。比起那些被禁锢在人世之间，必须经历无数折磨才能勉强打开极乐之门的鬼王大佬来说，假厨子和饿死鬼感觉自己赚爆了。离开人世，去往那个地方，到了那边，二鬼便能够遇到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朋友家人，便能够再一次享受天伦之乐。鬼差大人，我们这就走了，您的大恩大德，小的永世难忘。砰砰砰！光明笼罩下的中央厨房里，假厨子和饿死鬼冲着灵修不断的磕头。在极乐世界光芒笼罩之下，二鬼仿佛重新拥有了血肉之躯，每一次磕头，地面之上便是一阵实打实的震撼。二鬼抬起头时，额上溢带着鲜血。下一刻，两头恶鬼脸上露出了幸福满足的光芒，在那极乐之光的笼罩下，二鬼的身影逐渐化作点点星光，消失得无影无踪。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超度两头地级恶鬼，你获得了80点治愈值，获得了物资香星号1，获得了鬼神令星号1。叮！恭喜试炼者掌握鬼神令，成为了人间鬼神。叮！鬼神令自动融入试炼者体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鬼神令将对宿主的体质进行大幅改造和提升。您将拥有令绝大多数普通恶灵感到恐惧的惊人体质。叮！系统提示：治愈值用法类似于传说中的功德，试炼者可用您手中的治愈值进行装备点化、修为提升等。更多玩法，请试炼者自行探索。金融商厦中央厨房内，就在灵修成功超度了两头恶鬼之后，道道好似功德的金色光芒缓缓落在灵修皮肤之上。与此同时，一枚带着奇特功法的鬼神令融入灵修体内，使得灵修在极度战力之外，又多了一道足以让普通亡灵感到震撼的气息。同时，在治愈点融入之下，灵修面具上的笑容看起来更加灿烂浮夸，他变得更强了。二鬼离去之后，商场的中央厨房再度恢复到冰冷潮湿的状态。就在灵修稍稍沉寂意识，查看鬼神令有何与众不同的时候，直播间再度炸开了锅。卧槽，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超度吗？进入惊悚世界这么久，我曾听过试炼者们在面对恶灵的时候，最高境界就是助其超度。但是惊悚世界降临地球这么久，真正能够做到帮助恶灵超脱的又有几个？灵修大佬不过是一介新人，他是如何帮助二鬼精准超脱的？冰冷厨房内，在获得了系统奖励后，灵修便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鬼神令牌上。这是一枚由神秘古铜制作而成，表面鎏金，书刻着诡异文字，巴掌大小，样式古朴的特殊令牌。当系统结算奖励后，这令牌直接出现在了灵修的身体里。灵修集中注意力，稍稍感受，很快，这漆黑的古铜令牌便直接出现在了灵修手中。同时，系统信息跳了出来：鬼神令，惊悚世界 SSS 级稀有令牌，拥有此令牌者可为人间鬼神。人间鬼神，强大鬼神的人间形态，富有震慑人间、超度鬼魂之责。一级鬼神令，可抵挡邪祟，破除万法，统御3名鬼差。目前宿主统御鬼差数0。在手握鬼神令的情况下，灵修浮夸的治愈面具不知不觉间多了一丝神秘的威严。黑暗中冷冷望去，给人一种莫名的强大之感。此等气息，对于惊悚世界绝大多数的低阶鬼神来说，绝对是梦魇级别的存在。行走在人间的鬼神，比鬼更可怕。另外一边，在灵修完成了超度地级恶鬼的任务之后，周小薇于错愕之中猛然回过神，抓起桌上的对讲机，赶紧又向中央厨房处打去。叮铃铃！一时间，黑暗潮湿的中央厨房内传来的诡异之声。这样的声音足以让绝大多数的人在深夜里瞬间头皮发麻。然而灵修却只是神色平淡地走上前去，开口说道：“请说。”那边周小薇神色一凛，连忙道：“
林修，大事不好了！之前被你放倒的那个青年小哥突然从值班室里逃出去了。从现场破坏的情况来看，我们怀疑他有可能被鬼附身了。周小薇说到这边，担心林修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开口又道：林修，之前你和那位青年小哥产生过摩擦，我担心他会去找你，在这点上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听到这边，头戴面具的林修微微抬起双眼，开口说道：我知道了，谢谢。这时才听周小薇道：林修，你能力出众，关于青年小哥，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人逃走之后，我们这边好些试炼者情绪不是很稳定。今晚尽管林修并不是试炼小队的队长，但很显然周小薇已经将林修彻底当成了主心骨。在听见这话后，拥有了人间鬼神体质的林修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比起刚入惊悚世界时，此时的他已经更懂得揣摩各种恶灵的心思。当听说青年小哥被恶鬼带走后，林修本能地想起了之前曾在值班室里被自己打散的第10人。那第10人身上带着某种压制之气，显示着他的背后还有更加强大的气息。同时黑暗中一股无形的势力正冷冷地掌控着整个大楼，那势力憋足了劲，仿佛要将整个大楼炼化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那股神秘势力派人带走青年小哥，无外乎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金融大厦里存在着某些善于利用生人躯壳的恶灵，这些恶灵在绑架了生人之后，反而更能将自己的恐怖杀伐全部发挥出来。第二种情况，青年小哥体质特殊，在他身上神秘势力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至于真相是以上的哪一种，林修暂不知情，一切还有等青年小哥再度露面才能有所判定。当然，之前周小薇的提醒也不无道理，青年小哥和自己有仇，这家伙在逃出了值班室后，确实很有可能会裹挟着冲天怨气来追杀自己。若是如此，林修倒确实要稍微小心些了。想到此处，对讲机前的林修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好一会功夫，林修这才对周小薇开口说道：目前青年小哥虽然已经逃出了值班室，但是小哥背后恶灵的意图我们尚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你问我该怎么办？说实话，我也没更好的回答。在这边我只有几句话告诉大家。第一句话，那就是我的巡逻即将结束，在完成了全部的打卡点任务，我会暂时回到值班室，观察青年小哥逃离时遗留下的线索。第二句话，那就是你们尽管放心，如果我在巡逻的过程中遇到青年小哥，我会再次将他控制，若是此人再起杀心，我不介意将他就地正法。你们要是觉得待在值班室里不放心，那你们可以想办法对这栋大楼做些动作，以便揣测这大楼背后神秘势力的真实意图。我怀疑今天晚上这金融大厦背后的阴谋者很有可能会有某些大动作，如果你们可以试着揣测出对方的某些意图，那将对我们今晚的试炼很有帮助啊！监控室那头，在听见林修此言的时候，周小薇等一众试炼者内心不由得一动。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林修小哥已经隐隐看出了整栋大厦的格局了吗？想要了解真相，众人便不得不在定点巡逻之外增加一些额外的冒险，而这么做则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对于尚未完全克服恐惧的普通新人来说，这么做实在太难了。监控室内，不少试炼者面露忧色，唯有周小薇在听见林修这话后大受鼓舞，望着监控视频开口说道：林修大佬，我记住你说的话了，为了尽快掌握主动局面，我们会尽可能展开一些探索动作。对于周小薇的回答，林修颇为满意。正所谓自救者人恒救之，面对着值班室内那群非亲非故的试炼者，林修本没有帮助众人的义务，只不过由于周小薇好心提醒自己青年小哥已经逃离，大家才彼此产生了联系。对于周小薇善意的提醒，将来有机会林修自然会报答。但是在自己出手之前，值班室的试炼者若只是一味害怕的躲在房间里，对于今晚的试炼格局一点帮助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林修实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帮这些人。作为试炼者，你先懂得自己学会寻找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别人见到了才有机会帮你。冰冷厨房中，在挂断了周小薇等人拨来的对讲电话后，林修缓缓地摊开自己的掌心，掌心上几枚诡异的冰晶正不停散发着寒气。这几枚冰晶是林修在超度了饿死鬼假厨子之后得到了。林修虽然进入惊悚世界的时间不长，但他仍旧可以感觉到如此神秘之物绝非一般恶灵所有。这些冰晶放在手中，冰冷的彻骨之意不住蔓延，对于生人魂魄意识都能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若非林修的极度战力天生拥有着对抗各种负面效果的作用，此时的他早已被神秘冰晶控制。如此诡异的冰晶同时出现在了饿死鬼和假厨子的身上，很显然有人正利用神秘的冰晶影响着商场里的恶灵。正因如此，林修才更加相信今晚在这神秘的金融大厦内一定存在着某种未知的操控力量。为了探明这股力量，林修需要获得更多的线索，而金融商厦体量不小，光靠林修一人短时间内很难将所有的线索统统找出来。正因如此，林修才会想着将值班室里的试炼者调动起来。在惊悚世界的试炼中，试炼者和恶灵们往往是极端对立的。林修丝毫不怀疑，在今晚试炼者执行系统任务的时候，大厦里的 BOSS 会想方设法击杀众人。不想被人惦记，唯一的方法就是尽快反击。另外一边，当林修收回冰晶，重新走出中央厨房，前往下一个打卡点的时候，几经商议，值班室内的众人也展开了行动。众人分成了3个小组，第一个小组沿着先前林修走过的路，提前熟悉打卡点，为接下来众人的打卡任务做好准备。另外一组则沿着值班室往大厦楼上走，四处探寻。众人有2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尽量在大楼内搜集一些有效讯息，以便触发某些隐藏剧情，挖掘金融大厦的神秘之处。另一个目标便是寻找失落的青年小哥，如果可以，最好还是将他重新押回值班室关着。试炼者们每2个人为一个小组，除了2组外出的人员外，剩下的3人则留在值班室中观察大厦情况，统御全局。作为今晚试炼小队的队长，周小薇并没有选择躲在值班室中，而是和其中一位同伴组队，动身往大厦楼上走。
按照周小薇和伙伴的行动路线，他二人很有可能会在前进的过程中遇到青年小哥或者正在上楼打卡的灵修。时间0点17分，在搞定了2头地级恶鬼后，不知不觉间，灵修已经完成了整个大厦7成以上的打卡任务。此时，灵修独自一人来到了大厦第17层。这个楼层位于整个金融商厦中间位置，漆黑悠长的走廊两边遍布着30间住宅。啪嗒啪嗒，当灵修走出电梯来到第17层的时候，这里的走廊上一股诡异的黑气瞬间迎面冲击而来，如同一道黑潮般将灵修的身形吞没。无尽的黑暗中传来一阵又一阵滴滴答答的水流声，水流声中隐隐又好似有某种低沉诡异的叹息声。一时间，紧张的氛围感再度拉满。灵修直播间里，不少正抓着薯条、喝着可乐的围观者手心隐隐冒汗，总感觉眼前这场惊变并非来自于直播间中，而是真实的在自己的房间里蔓延着。不少围观者更是忍不住回头张望，总担心自己的背后会突然出现什么，恐惧值波动60至70之间。而另一边，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诡异黑雾，灵修内心却并没有太多的恐惧。他的掌心仍旧握着先前从饿死鬼和假厨子身上得到的诡异冰晶，在鬼神令牌的炼化下，不知不觉间，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恭喜试炼者成功炼化稀有鬼物潼关冰晶，您获得了特殊符术寒冰。寒冰技能可凝聚水雾冰霜，释放法术，提升试炼者水系咒法伤害，增强武器寒冰属性等。啪嗒啪嗒，就在灵修意外获得寒冰技能的时候，无尽的黑雾中，一位身穿单薄白色吊带裙、长发披散、浑身光滑如蛇、面带诡谲气息的恶灵正缓步向灵修靠近。这是一位看起来30几岁、风韵绝佳的少妇恶鬼。湿漉漉的吊带裙完美的贴合着腰身，将女子玲珑有致的身线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不看女子面容，说实话，面对此等尤物，天底下又有多少人能不心动呢？扑通扑通，浑身潮湿的美女恶灵诡谲的在黑雾中爬动着。作为一头一级恶灵，美女恶鬼身上却拥有着许多大鬼们所没有的天赋，那就是她拥有着蛊惑人心、引起一般男性莫名心跳、悸动的能力。任何一位靠近美女的男性都会因为恶灵美妙的身姿而不由得心跳加快几分，内心忍不住涌出想要和眼前美女拥抱、缠绵、共赴云雨的冲动。哪怕这种冲动有可能会让人窒息，在这世间仍有不少人为此前仆后继，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水蛇妖的诱惑，除非这人对于男女之事一点都不感兴趣。黑暗中，就在水蛇妖美女缓步靠近的时候，灵修突然察觉到自己的鼻下传来了一阵奇特异香，那是一阵好似自成年女子身上散发出的特殊气味。闻着这样的气息，一时间灵修突然感觉自己身上仿佛贴着个人似的，整个身子不由得有些燥热起来。不少男女相爱时的愉悦场景一下子自灵修脑海中翻涌起来，令人呼吸不由自主加重起来。双眼盯紧黑暗中的水蛇女鬼，再看看行走时下意识扯动衣领的灵修，一时间直播间中不少观众惊呼起来：我的天啊，灵修大佬沉稳了一夜，终究还是过不了美人关。这17楼的女鬼看起来等级虽然不高，但是她的特殊属性对于一般男性来说影响实在太大了。各位，你们说一会灵修大佬和女鬼碰面的时候，他会不会直接当着咱们的面上演一出竞技级大戏，直接和那女鬼那个起来？啧，作为本年度最有潜力的试炼新人，如果灵修大佬真挺不过这一关，那么过去一段时间他所确立的优势可就彻底烟消云散了。一会灵修大佬不会抱着一团空气直接乱啃吧？一个对着空气乱对的臭男人，他怎么可能成为全球万千少女心目中的偶像呢？灵修大佬，为了你的前程，也为了将来成千上万的粉丝，您可千万别留下什么黑料，一定要稳住啊！这一夜，面对着诡谲莫测的水蛇妖美女，直播间中不少少年少女们脸上露出了尴尬暧昧的神情。恶灵当前，众人既希望灵修大佬能够维持本心，干净利落地除掉恶鬼，但同时不少人内心中又存在着某些阴暗面。众人在望着那身子妖娆的水蛇妖时，竟又隐隐期待灵修大佬和他发生点什么。这又是怎么回事？滴答滴答，无尽的黑暗中，水蛇妖美女靠近的速度很快，在她爬过的地方，地上湿了一块。而水蛇妖美女越是靠近，灵修的心跳便越是快速。终于，在灵修的心跳的飞快的时候，一道奇特的水柱从灵修的脚边快速涌起，随后一双纤纤玉手轻轻贴合灵修的胸膛，一位身姿曼妙、长发披散的女子瞬间带着妩媚的眼神，整个身子冰冰凉凉地贴在了灵修身上。那细腻的光滑令人忍不住浑身一颤，热血喷张。美女贴在灵修身上，一阵轻盈间，伸手缓缓地握住灵修的手，将灵修的手一点点往自己的腰上挪。望着水蛇妖美女那诱人的身段，直播间中不少年轻的少男少女再度咽了咽口水。水蛇妖美女长相不差，即使放在现实世界中也有2线女星的水平。那细腻光滑的后背，玲珑有致的腰窝，就连同为女性的试炼者都无法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灵修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她的诱惑啊？就在无数人心跳救市的时候，终于水蛇妖美女开口了：先生，人家好冷，你抱紧我吗？此言一出，灵修直播间内弹幕爆炸。这尼玛！无数宅男疯狂按出66666666666，双手扶着键盘以示清白，而内心早已荡漾。灵修大佬，别怂，抱住他呀！我注意到灵修大佬眼神变了，他动心了。555555，所以接下来咱们这直播间要上竞技好戏了吗？咱们的直播不会被封吧？好刺激，好紧张！直播间水友们疯狂的弹幕几乎占满了整个直播间。黑暗中，无数的手机、电脑屏幕上散发着微光，照亮着每一个激动的水友内心。呵，水汽弥漫的17楼，就在水蛇妖美女贴住灵修的时候，灵修能够感觉到一股无比的柔软正在自己身上蔓延。冰冰凉凉的胸口间，一对湿润的红唇正一点一滴地划过自己的脖颈，
往自己的脸颊、耳根处蔓延。灵修浑身僵硬，不动如山，很快那冰冷的双唇便向着自己的脸上贴来。这女鬼是想亲吻自己，又或者她是想从自己的口中夺取阳气？不要停，不要停！尽管灵修并不甘心交出自己珍藏了20多年的阳气精华，可是这种感觉未免也太舒服了吧！诱人的红唇在前，望着缓缓闭上双眼的灵修，直播间内众人再度惊呼：这下完了呀！在水蛇妖的特殊领域中，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他的诱惑。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灵修大佬，虽然你今天没有抵挡得住诱惑，但是作为新人楷模，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会永远记得，在今年的秋天，有一位恐惧值几乎锁死的大佬，曾经给我们带来一场不错的视觉盛宴。愿极乐世界里再没有这般诱惑。直播间中，无数的水友开始为灵修祈祷。就在此时，没有人注意到，缓缓闭上双眼的灵修，正将自己的手不老实的往水蛇妖美女后背上摸索。这边，就在水蛇妖美女冰冷的红唇贴住灵修，想要和灵修一阵缠绵，并且吸走她口中的阳气时，灵修的手突然便如同修罗一般，恶狠狠地拉住水蛇妖美女的脊椎。这一抓，水蛇妖美女身上顿时一阵剧痛，原本白皙的面容顿时变得狰狞起来。啊！水蛇妖美女本身是鬼，并无肉身。当她在自己的鬼域中与陌生男子触碰时，陌生男子感受到的极致欢愉，不过就是一场幻觉。实际上，水蛇妖美女就是一堆魂魄。当灵修那散发着鬼神气息和极度战力气息的手穿透她的身体时，握住的是一枚小小的蓝色冰晶。这冰晶灵修当时在饿死鬼和假厨子身上，灵修也曾得到过。当这冰晶被灵修用力扯下的时候，水蛇妖美女一级恶灵之躯大受影响，原本美妙的身姿变成了一团灰黑色水雾，原本姣好的面容变成了恶毒的怨妇。她的身上散发着来自地狱深处的恶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哪位男性迫不及待想要和她发生关系，那灵修也是服了。手握冰晶，身上寒冰咒术爆发，下一刻，水蛇妖美女一身黑雾之躯瞬间冰冻起来，人间鬼神的实力可见一斑。冰冻之后，又当场升华，化为一团烟雾，从此意识溃散，荡然无存。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击杀一级恶鬼，你获得了10点试炼积分。啊，这就结束了？灵修大佬居然一点也没受女鬼影响，不是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作为局中人，他是怎么看清女鬼弱点的？如此干净利落的绞杀，我之前从未见过。灵修大佬恐怖如斯，我真不相信，这是他离开青山医院后的第一场试炼。对于惊悚世界，灵修大佬似乎有着某种异于常人的理解。你们注意到了吗？在击杀女鬼之后，灵修大佬手中似乎握着什么？潮湿冰冷的17楼。就在神秘女鬼被灵修击杀后，大量湿冷的水汽弥漫在整个空间中。走廊上隐隐还能听见水蛇妖女鬼烟消云散前绝望的哀嚎。摊开手心，看着自己手中的蓝色冰晶，灵修忍不住道：又一枚冰晶。所以这大厦背后的操控者究竟想做什么？灵修收下冰晶，缓步的往前走。就在这个时候，迎面一位穿着白色衬衣、黑色小短裤的美女，浑身浴血，捂着胸口，领着一名同伴，快步而来。望见灵修，如释重负，整个人猛地一下扑到了灵修怀中。此时的他满手鲜血，胸口上一处可怕的刀伤正不住的往外流血。当他整个人倒在灵修怀中的时候，灵修的上身立刻被鲜血沾满。此时的灵修脸上戴着治愈面具，感受着身上的鲜血，缓缓低头看了看自己怀中的美女。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女焦急的抬头，将目光迎向灵修，开口道：灵修大佬，那个青年小哥追来了，我们快逃啊！此言一出，整个直播间里不少水友脑袋猛地一炸，不少人认出了这倒在灵修怀中的美女，正是不久前在值班室中调查监控的美女队长周小薇。之前为了探寻大楼真相，周小薇带着同伴离开了值班室，没有想到这才一会的功夫，周小薇便遭到了如此重创。很快便有水友在直播间里喊道：灵修大佬，这小美女不错，今天晚上多次给你通风报信，你可一定要救她啊！呵，冰冷的走廊内，就在不少水友们的心揪在一起的时候，突然间，灵修的手臂上出现了一把锋利的小刀，手术刀，锋利值6-9，伤害3-5，附加特性撕裂。下一刻，黄金裹尸布缠住灵修的手臂，灵修的手轻轻贴向美女脖颈，一刀落下，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湿了灵修一脸。再看时，那美女的头颅已经刚刚飞起，身躯缓缓地倒落在地。与此同时，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击杀 F 级模特傀儡，获得了2点试炼积分。系统之声响彻之际，先前皮肤光滑、身材匀称的美女逐渐变得僵硬粗糙起来，一具无头的服装店傀儡出现在了血泊之中。啊！望着这一幕，直播间中众人彻底惊呆了。卧槽，如此逼真的小姐姐，居然是一具尸身傀儡！小美女飞扑而来的速度如此飞快，灵修大佬是怎么发现她有问题的？试想一下，刚刚灵修大佬如果不是慧眼如炬，一下子发现了这小美女有问题，当小美女报警灵修后，情况可就糟了。惊悚世界中，鬼怪们的各种离奇操作层出不穷，当真叫人防不胜防。望着那倒在血泊之中的商场模特，不少试炼者头皮发麻，内心一阵后怕。今日好在是灵修大佬遇见了模特傀儡，这要是换成了自己，又该如何应对？就在众人满脸恐慌的时候，这边灵修缓缓地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先前跟随周小薇而来的另一个女生身上。这女生1.60米左右的身高，样貌虽然不如周小薇，但也算得上是个小美女。当灵修缓步走向她的时候，小美女脸上露出惊恐之色，看了看灵修手中的手术刀，噗的一下，一屁股跌坐在冰冷地上，望着灵修，满脸惊恐道：别杀我，我是真的。是吗？望着满脸恐慌，
双腿紧闭的小美女，灵修缓缓地弯下腰，将自己手中淌血的手术刀横在小美女面前。那刀锋异常锋利，令人心慌。扑通扑通，小美女感觉自己的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脑海中不断回想着灵修一刀切开傀儡脑袋的画面。在裹尸布的帮助下，灵修的手劲极大，他手里的手术刀能一刀割开傀儡头颅，那用它来切开小美女脑袋，自然也没有问题。望着灵修那满脸微笑的夸张面庞，小美女彻底惊了，抬眼，双目泛红，口中不住道：“我是真的试炼者，灵修大佬别杀我！”这边，灵修手里的手术刀缓缓地划过小美女白皙的脸庞，一路往下，经过美女的脖颈、肩膀。美女很白，锁骨好看。今晚的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色吊带，面对着灵修，小美女毫无反抗。此刻，只要灵修愿意，她随时可以将小美女肩上的带子挑开，让这小美女的身材完全暴露在自己面前。然而，在细细查看了小美女一番后，灵修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个小美女确实是位试炼者，她的身上并没有恶灵气息。起来吧！在确认了小美女的身份后，主动将自己的手伸到了小美女面前。啊！望着灵修那比女生还要修长完美的手，小美女愣了一愣，劫后余生的她，泪水瞬间从眼眶中滑落下来。好一会功夫，这才伸手将灵修握住，缓缓站起身来，感受着手心里传来的温暖，小美女突然有种爱上了灵修的感觉。而另一边，在扶起惊魂未定的小美女后，灵修开口说道：“自己的同伴被人替换了，你都不知道？还有，你们刚刚确实遇见青年小哥了吗？”一听这话，小美女满脸紧张，小心翼翼看了一眼来时的路，这才开口语带急切道：“灵修，我们真遇见青年小哥了，刚刚队长胸口上的伤就是小哥扎的，那小哥距离我们不远，咱们还是赶紧逃吧。”小美女说到这边，不由得一脸神伤。说真的，刚刚如果不是队长替自己挡下青年小哥的一击，此刻的小美女早就身负重伤。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刚刚还挺身救了自己的队长，居然变成了一具傀儡。不得不说，这惊悚世界实在是太恐怖了。走廊上，眼看着灵修若有所思。这边，小美女似乎想到了什么，接着又道：“灵修，刚刚在我们逃避青年小哥的追杀时，曾经遇见一件怪事，我想小魏队长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被调包的。”17楼走廊上，望着神色平淡、气宇非凡的灵修，原本惊慌失措的小美女情绪稳定了许多，双眼牢牢盯着灵修。好一会功夫后，小美女继续道：“灵修，我们是在离开值班室没多久后发现青年小哥的。一发现那人身影，小魏队长便带着载我快速追了上去。就在我们几乎追上青年小哥的时候，青年小哥在一处楼道的拐角处对我们进行了反击。比起先前在值班室的时候，青年小哥的实力增强了不少，我们打不过他。在感觉到青年小哥的露面像是故意引诱之后，小魏队长拉着我快速离开。队长的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我们在逃离楼梯拐角之后，一路往高层狂奔，为的就是能够在接下来的几个特定打卡点上遇到你。在经过15楼的时候，我们在楼梯间里遇到了2个浑身散发着诡异气息的小孩。那2个小孩蹲在楼道间里，皮肤惨白，浑身发黑，手中正玩着弹珠，身旁一团鬼火。在遇到小孩之后，小魏队长的态度明显谨慎了许多，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告诉我千万不要和小孩对视。而在从2个小孩身边经过之后，小魏队长的话明显少了许多，往上爬楼梯的步伐也快了许多。我想小魏队长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人替换掉的吧。小美女说到这边，一脸惨然，望着灵修，接着又道：“灵修，我是真不知道小魏队长已经换了人，如果知道，我绝对不会跟着他一路跑到这边，我真没想害你。”走廊上听着小美女简单讲述自己的遭遇，灵修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又道：“当小魏被人替换成傀儡之后，这傀儡要么杀你，要么杀我，他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这点我不会怪你。”说完这话，灵修抬手看看自己手腕上的时间，此时距离灵修的打卡结束还有45分钟左右。按照灵修的速度，他想要将接下来的3、4个打卡点全部刷完，时间绰绰有余。于是灵修看了看身旁的小美女道：“不管小魏队长是不是在遇见那2个小鬼的时候被人替换的，我想在模特傀儡倒下之后，那偷梁换柱的背后之人应该很快就会找到我们。至于先前一路追杀你俩的青年小哥，我想他们也不会缺席。既然如此，我们就再次静观其变吧。”灵修说到这边，身上鬼神令气息一出，刹那间，整个走廊上原本已经散去的黑雾再度汇集起来，一下子将灵修和小美女包裹其中。此时从走廊尽头看来，灵修和小美女竟像是直接隐身在了黑暗之中。感受着自己身旁诡异的领域气息，小美女脸色微微一变，正想询问灵修这是怎么回事，就在这个时候，黑暗的走廊中突然传来了一阵瘆人的哭声，伴随哭声，好几个清脆的弹珠滚落在地板之上，一路向着灵修和小美女所在的方向蔓延而来。听着那诡异的弹珠声，小美女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恐惧值狂飙99。那2个小孩，他来了！面对着那在走廊上不断滚动的弹珠，小美女浑身僵硬，手脚冰凉，她害怕极了。而另一边，面对着黑雾之中突然出现的哭声，灵修缓缓地抬起头，将自己的目光望去。很快，灵修便在自己掌控黑雾下见到了身高不到1米、皮肤惨白、浑身布满黑色条纹的小孩恶鬼。与此同时，系统面板上跳出了2位小孩的信息：双生恶鬼，中年时死于非命的神秘恶鬼，不知为何幻化成幼童模样。特点：对于一切年轻的少女异常感兴趣，擅长傀儡炼制、鬼身、追魂。等级 C 级恶鬼，鬼仆数量1。夙愿：迎娶少女为妻。检测到双生恶鬼对于宿主存在着极大的怨念，建议宿主将其击杀。成功击杀 C 级恶鬼，宿主将获得随机技能星号1。漆黑的走廊上，就在灵修的目光锁定双生恶鬼的时候，不远处2位浑身发白的小孩也注意到了灵修。
两人在感受到灵修目光的时候，先是一愣，随后脸上露出了一抹愤怒的表情。其中一位小鬼更是直接开口道：“臭小子，你居然杀了阿福，你将为此付出代价！”果然，就像系统介绍的那样，这双生恶鬼虽然是孩童模样，但二鬼的心智其实就是大叔。当着二鬼开口说话的时候，语气低沉，一口烟嗓，十分瘆人。阿福是谁？灵修不认识，但听小鬼的语气，阿福应该就是刚刚被灵修一刀切开脑袋的商场模特。两位鬼童能够在不知不觉间便将商场模特炼制成周小薇的模样，此等手段倒也十分惊人。面对鬼童，灵修最想要的就是他们身上这个技能。当两位鬼童毫无顾忌一路阴森而来的时候，灵修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那微笑在治愈面具的放大下显得异常兴奋，异常夸张。砰砰！黑暗中，就在两头 C 级恶鬼还不靠近的时候，灵修手中出现了一把黑色的手枪。与此同时，灵修掌心之上，一团寒冰气息缓缓地笼罩在了枪身之上，使得原本只有物理打击的枪身子弹一下子附加上了咒法伤害。同一时间，鬼神令气息亦在灵修枪上不断蔓延。两道气息附着完毕，黄金裹尸布如同精准的校对器一般，牢牢地控制着灵修手臂上的肌肉。连续两枪皆不偏不倚地打在孩童脑门之上。那两位暴怒而来的孩童尚来不及反应，脑袋洞穿，整个人重重地倒在地上，脑门硬生生磕向地面，那声音就像是足球大的玻璃弹珠恶狠狠地砸向地面一般。叮！就在这时，系统之声再度响起：恭喜宿主成功击溃双生恶鬼，您面临新的选择：一、继续补枪，彻底了结恶鬼残生，奖励技能宝箱星号1；二、征召双生恶鬼为鬼仆，占据鬼神令鬼差数量1，获得奖励鬼差套装。好！漆黑的楼廊上，在被灵修的子弹打穿脑袋后，两位孩童模样的恶鬼痛苦地倒在地上，毫无血色的头颅胀大的像西瓜一样，身体里不时有弹珠滚落的声音。也是在这个时候，灵修注意到了二鬼背后一位神情恍惚的美女，此人正是不久前被恶鬼用商场模特替换掉的周小薇。周小薇在被双生恶鬼禁锢之后，胸前的伤口停止了流血，但同时她的双目迷离，魂魄似乎有所缺失。当双生恶鬼躺在地上的时候，作为奴仆，周小薇下意识弯腰，想要将地上的两位主子给扶起来。然而此时的周小薇身体僵硬，关节紧绷，又怎么可能弯得下腰？周小薇不断尝试间，整个人动作显得极其诡异。另外一边，面对着惊悚系统突然给出的选择时，灵修陷入了沉默。作为鬼神令的拥有者，目前这个阶段，灵修一共可以统御3名鬼差为自己服务。但是作为一名试炼新人，灵修却不知道眼前这双生恶鬼是否属于优秀亡灵，他可不想白白为两头来历不明的小鬼浪费一个宝贵的鬼差名额。要知道，在惊悚世界中，鬼差们在普通恶灵眼中的地位可是极高的。这一点从之前中央厨房中假厨子等恶灵对待灵修的态度就可以看出。鬼神令统御鬼差的数量有限，灵修当然希望自己统御下的恶灵能够极品一点。短暂沉默之后，突然灵修面前跳出了一条新的提示：人间鬼神在统御鬼差的过程中，若觉得恶灵忠诚度不够或者实力太差，可随时剥夺恶灵鬼差编制。好吧，看来惊悚系统还真是想人所想，人刚打瞌睡，马上送来枕头。既然鬼神令统御下的鬼差编制可以随时剥夺更换，那灵修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漆黑如墨的走廊上，灵修缓步地走到两头恶鬼面前。此时，两头恶鬼身体膨胀，皮肤紧绷，那惨白发黑的皮肤下，隐隐能看到不少的弹珠正在滚动。二鬼面白如纸，眼圈却黑得可怕。当灵修带着鬼神气息缓步来到二鬼面前时，其中一个小鬼龇牙咧嘴，冲着灵修高声吼道：“臭小子，你刚刚开的什么枪？为什么这么痛？你到底做什么手脚？”此时的小鬼声音尖锐，不像大叔，更像孩童。看来这双生恶鬼还是蛮多变的。站在二鬼面前，灵修并不着急解决他俩的疑惑，神色冷漠地看了二鬼一眼后，灵修直接说道：“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臣服于我，我赐你2人机缘；第二个选择，再吃我几枚子弹，我送2位魂飞魄散。”啊！此言一出，原本躺在地上痛苦翻滚的双生恶鬼怒了，其中一名恶鬼在地上愤怒地发出咆哮，口中尖锐之声刺破夜空。翻滚时，他的双目中散发出可怕的青光，眼神瞥过灵修，不住狂骂道：“臭小子，你竟敢威胁恶灵！你不会以为真凭你那边小小的手枪就能治得了我们吧？”狂怒之时，恶鬼破开了自己那层几乎快要撑破的皮肤，刹那间，一道黑雾弥漫开来。黑雾中，一头由无数飞速旋转的弹珠组合而成的恶灵，瞪着翻红的双眼，带着弥天的杀伐气息出现在了灵修面前。同时，系统之声响起：双生恶鬼原形态 B 级邪煞，擅长控灵、炼化、摧毁。好！怒吼声中，另外一位孩童身体膨胀，同样变成了3米多高的恐怖鬼煞。鬼煞弥天的雾气中，各种弹珠如同锋利的刀片一般快速流转，旋转之间隐隐有电光爆发，强大的摧毁之势令人震撼。望着面前一幕，灵修直播间内不少试炼者头皮发麻。孩童恶鬼解除禁忌，等级直接从 C 级飙升至 B 级。B 级恶鬼，那可是单凭一己之力就足以摧毁一整个城镇的恐怖存在啊！而眼下，灵修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头 B 级恶鬼，而是2头。如此危局，灵修大佬将如何应对？此时，17楼走廊上，面对着突然爆发出可怕气息的双生恶鬼，灵修内心稍稍有些震撼。不得不说，这2头恶鬼确实挺强。但是在感受过裂口女小倩的强大和海量夺命煞的追击之后，眼前这2个 B 级恶鬼从感官上也就不那么吓人了。走廊上，灵修脸上戴着超治愈面具，稍稍抬头，
目光冷漠地望着两头恶鬼。超治愈小丑面具，等级2，防御值15-23，特性威慑、治愈、弱点侦查。面具凝视之下，灵修很快便从两头恶鬼弥天的煞气中看到了2颗不同寻常、藏有恶鬼魂魄的幽蓝色魂珠。那幽蓝色魂珠被两头恶鬼以高速旋转的锋利弹珠牢牢包裹在雾气之内，内中似乎藏着双生恶鬼前生记忆和无数神识。见到2颗魂珠，灵修的心更是一下子沉静下来。那来自神秘之地的黄金裹尸布缓缓地将灵修的手臂、上身包裹起来，同时一股可怕的极度战力裹挟着鬼神令之威，在整个走廊上弥漫开来。除此之外，那来自深渊的旧日支配者气息亦不曾缺席。黄金裹尸布下，手中的枪异常沉稳。感受着灵修身上突然爆发的恐怖气息，原本还满脸暴力的双生恶鬼突然呆了。眼下灵修身上所爆发出的气息不能说特别强大，但是它的针对性、冲击力却无比惊人。如果说 B 级恶鬼的气势如山的话，那么灵修的气势就如同一把冲天而降的末日之矛，恶狠狠地插入深山之中。或许就体量上相比，灵修的末日之矛不足 B 级恶鬼的1/10，但是它的目的性、穿透力却无与伦比，令人心惊。当灵修手中的枪缓缓而起的时候，双生恶鬼猛然意识到，在这大佬面前自己竟无处可逃。这小子手里的枪直接锁定了自己体内最为宝贵的幽蓝魂珠，联想到灵修之前连开2枪的操作，双生恶鬼不敢有半点侥幸心理。二鬼很清楚，一旦魂珠破灭，自己将彻底消散于世间。好，漆黑的走廊上，面对着神色凛然的灵修，双生恶鬼相当难受，高举拳头想要照着灵修的脸打来，可一想到灵修那恐怖的枪法，二鬼又停下了动作。一时间，双生恶鬼一会暴怒，一会退缩的画面，惹得直播间里的谁友哈哈大笑起来。我的妈呀！惊悚世界降临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搞笑的场面。你这双生恶鬼，要我直接一拳把灵修大佬轰开，怂个什么？所以现在在恶鬼在新人面前，竟如此无能为力了吗？以前咱们的试炼都是人怕鬼，现在倒好，鬼怕人。看灵修大佬的直播，真是太解气，太爽了，我感觉有被治愈到。此时，走廊之上，面对着在进攻和防御之间反复横跳的双生恶鬼，灵修不再废话，调动鬼神令，直接将一道来自天地之间无尽的约束法则强加在双生恶鬼身上。双生恶鬼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天地法则，一时间只感觉到一阵可怕的术法漩涡，如同万丈高山一般压迫而来。双生恶鬼惊慌失措，想要逃离，然而那可怕的术法漩涡却猛然爆发出一道金光，如同一道紧箍咒一般，将双生恶鬼的腰身牢牢捆住，随后不住压缩。强力之下，双生恶鬼原本那足有3-4米高的身躯瞬间被压缩了1倍，原本如水桶般的腰身不断缩小。一阵惨烈的鬼哭狼嚎间，双生恶鬼黑色煞气散去，两头恶鬼合二为一，被压缩成了一个身高2米左右、身躯壮硕、4耳4眼的彪形大汉。毫无血色的灰白皮肤，夸张冷漠的面容，4只眼睛一抬，诡异之气弥漫整个楼道，令人内心不由一寒。呵呵呵，双生恶鬼在强大的天地法则下被压缩成4眼怪人。抬眼刹那，整个楼层跟着摇晃起来，走道上的玻璃窗户高频颤抖。二鬼的实力似乎变得更强大了。先前双生恶鬼展现 B 级鬼域的时候，众人已经感到压迫，如今双生恶鬼实力再度增强，灵修大佬拿什么对付他？金融大厦这场试炼还能不能好了？无尽黑夜，就在灵修直播间众人满脸惊叹的时候，这边那用力裹挟在双生恶鬼腰上的法则腰带突然爆发出了一道耀眼光芒。刹那间，众人仿佛又一次见到了极乐世界。诡异的极乐光芒之下，双生恶鬼原本暴怒凶狠的目光一下子变得呆滞冰冷起来。同一时间，一件犹如纸扎一般的油纸衣、圆顶帽、长辫子硬生生扣在了双生恶鬼身上。下一刻，双生恶鬼的身躯再度缩小，变成了一名只有170公分高、面如陶瓷、双目呆滞、脸颊血红的纸扎人。纸扎外衣愣一响，抬眼间，恶鬼身上散发出一道极其诡邪之气，整个楼道顿时冰冷起来。漆黑的走廊上，当双生恶鬼变成纸扎人后，他的身后冒出一团白烟，那白烟似乎正指引着无尽的黄泉之路。纸扎人面白如纸，惨白的双唇上带着一抹朱砂，纸人目光呆滞，自带衰样，可是就是这衰样间，又不由自主地散发出一道主宰鬼域、不容宵小放肆的威严之感。目光一抬，原貌之上一个足字彰显了纸扎人的身份。在阴间，每个鬼差都长着纸扎人的模样。四目恶鬼 F 级低阶鬼差，法器纸扎袍、鬼差鞭、指路明灯、治疗药物、10香反生丸，特技穿梭阴阳3界，本体 B 加级双生恶灵。在惊悚世界中，阴间鬼差实力强悍，即便是最低等级的 F 级鬼差，在面对 A 级恶灵的时候，脸上也不可能露出任何胆怯之色。5代表阴司行事，有天地法则庇佑，乃是阴间堂堂正正的编制人员。而等恶鬼在无鬼差面前，唯有乖乖俯首听话的份。这就是阴司鬼差与生俱来独有的官威。也正因鬼差名气响亮，之前假厨子和饿死鬼在面对灵修的时候才会如此恐慌。此时漆黑的走廊上，双生恶鬼在穿上纸扎袍之后，目光变得呆滞木讷，却又不失威严。在好不容易适应了自身变化后，双生恶鬼摆弄着猎猎作响的外衣，慢腾腾的转身望向灵修，脸上露出恭敬神色道：双生恶鬼参见灵修大人，主公在上，请受吾等一拜。双生恶鬼说话的时候，喉咙间共有4个声音，2个孩童，2个大叔，4重声音叠加在一起，异常恐怖。望着声影下跪的双生恶鬼，灵修直播间内4万多名水友目瞪口呆。纸扎人，长辫子，原貌上写个足字，
我没看错吧？双生恶鬼这副打扮，应该就是鬼差吧？阴司鬼差，那可是惊悚世界中难得一见的顶级大佬啊！在目前这个阶段，整个惊悚世界中，除了真正的鬼王，谁敢和阴间鬼差抗衡？只是话说回来，这阴司鬼差为什么要向灵修大佬跪拜？此刻，由于阴间鬼差说话的频率极其诡异，现场除了掌握鬼神令的灵修可以勉强听懂鬼差们的话，楼道里的小美女和直播间内的众人竟一句也没听懂。众人望着灵修与鬼差，脸上露出疑惑神情。而就在众人心生疑惑之时，楼道里诡谲的氛围又是一变。一阵冷风过后，楼道尽头出现了诡异青光。青光下，一位身形瘦弱、面色冰冷、浑身趴在地上，如同蜘蛛一般的怪人，正抬着双目，冷冷地盯着灵修、周小薇。这是望着怪人，灵修身旁的小美女陡然一惊，很快便认出这怪人不是别人，正是不久前手持尖刀将小薇队长捅伤的青年小哥。只是这青年小哥才一会功夫不见，怎么变得这么恐怖了？这人的身子扭曲成这般模样，他不疼吗？黑暗中，青年小哥在发现灵修和周小薇等人之后，脸上露出了一丝兴奋的笑容。他的嘴诡异地向上咧着，眼睛动了一动，猛地一下，整个人扑向墙壁，借着墙壁迅速一跃，整个人快速向灵修、周小薇追击而来。鬼面珠 C 级邪祟，攻击90-110，技能鬼丝、攀爬、附体。漆黑的走廊上，就在青年小鬼佝偻身体诡谲而来的时候，灵修的脑海中再度冒出一串讯息。望着邪气冲天的鬼面珠青年，灵修双目微微一凛，恐怖值波动0-1，内心有那么一点点小兴奋。鬼面珠不愧是 C 级邪祟，猛然扑来时速度极快。灵修虽然拥有不俗修为，但此时的他也不过是个等级不高的试炼新人。他可以肯定，在没有黄金果实部和极度战力的帮助下，自己根本不是鬼面珠的对手。而即便自己拥有着黄金果实部和极度战力等逆天神器，在拼消耗上，自己也不一定扛得过鬼面珠。这就是惊悚世界的诡谲之处。灵修凭借强大的鬼神气息，可以轻易震慑地级恶灵，但是在面对附身于普通人身上的诡异邪祟时，灵修浑身的鬼神气息作用似乎又不那么明显。所以面对着鬼面珠，自己要不要下场肉搏？鬼面珠急速移动间，灵修双手早已握紧了锋利的手术刀。可是就在灵修打算主动上前和鬼面珠一战的时候，先前跪在灵修面前的纸扎鬼差猛然站起身来，一转身，双目望向青年小哥，口中发出一阵官威极重的冷斥道：“主公面前不得放肆。”说完，纸扎人将自己的手伸向背后，猛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散着寒气、绿光的诡异长鞭，长鞭一扬，啪的一下，重重打向青年小哥后背。这一鞭直接打得青年小哥后背皮开肉绽，那鬼差鞭如同火舞一般，生出无数触须，电光火石间直接扒开青年小哥脊柱，从小哥脊柱中恶狠狠抽出了一条面目狰狞、通体发须、只有巴掌大小的灰白色蜘蛛。那蜘蛛在被鬼差鞭粘上之后，口中顿时爆发出一阵尖锐的叫声，四肢晃动间便想向黑夜中逃去。那长鞭被灰白蜘蛛带着，硬生生从青年小哥背上撕下大块脊椎、血肉，然后飞向空中。鬼面蜘蛛不愧为 C 级邪物，逃窜时威力无穷。然而面对已经到手的猎物，阴间鬼差们又怎能轻易让他逃掉？面对被鬼面蜘蛛扬起的长鞭，面带衰样的鬼差目光一冷，右臂猛然往底下一扯，瞬间啪的一声，楼道内电光炸裂，无尽的雷电如同马杀鸡一般，一阵又一阵，急速涌进鬼面蛛体内。前一秒鬼面蛛还在疯狂乱窜，下一秒这蜘蛛身上吱的一声，整个身子随着长鞭落下，啪的一下被那长鞭重重打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下一刻，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制服鬼面蛛，您获得了 C 级邪物活体，该活体可吞噬，可炼骨。目前您尚有一个物资宝箱未开启。此时灵修直播间内，当双生恶鬼一套长鞭直接带走鬼面蛛，只留下血肉模糊的青年小哥倒在现场时，直播间内弹幕再度爆炸。啊，我没看错吧？那足以毁灭掉一整栋大楼的 C 级邪物，在阴司鬼差面前竟如此不值一提。这天底下有道是一物降一物，看来在这惊悚世界中，鬼差大佬便是各种邪物的克星啊。所以话说回来，这阴间鬼差为什么要帮灵修大佬？这点上大家看明白了吗？我实在是不理解啊。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楼道里纸扎人鬼差抽回长鞭，伸手将一只巴掌大小、重量却如纸片般的蜘蛛递给灵修，开口说道：“主公在上，这作恶邪物已被我等捉拿，如何定夺，还请主公示下。”纸扎人说话时，声音频率仍旧十分诡异。直播间众人虽然看着纸扎人嘴皮子在动，可是这厮到底说了什么，众人却是一句也没听懂。这边在看了看巴掌大的鬼面蛛后，灵修内心微动，开口道：“这样的蜘蛛蛮适合用来做医疗辅助的，我可以想办法将它养起来。”灵修这话说话，伸手捏住鬼面蛛。下一刻，灵修手腕上的黄金绷带猛然一压缩，鬼面蛛被挤压出大半管子内脏和血，被黄金裹尸布一包，留住半条性命，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木乃伊状。直到这种状态，灵修才将它装进了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只等自己今后完成青山医院的任务，成为了一名拥有自己诊所的私人医生后，再将这鬼面蛛拿出来研究。夜色下，双生恶鬼和青年小哥的问题解决了。灵修回头看看一旁惊慌失措的小美女，再看看那目光呆滞、自带官威的鬼差，这才开口说道：“双生鬼，你俩禁锢的是我的朋友，把他放开。”此言一出，双生恶鬼不敢怠慢，到了声是，一双手撑在周小薇面前，摇摇晃晃，口中念念有词。下一刻，一道幽蓝色魂魄自双生恶鬼口中吐出，瞬间钻进周小薇身体里。魂魄入体，渐渐，周小薇脸上、四肢恢复了生机。
咳了2声之后，周小薇缓缓地抬起了自己沉重的头颅，抬眼望向灵修和双生鬼差。周小薇一脸震撼。和一旁看不清局势变化的小美女不同，今晚灵魂出窍的周小薇亲眼见识到了灵修鬼神体质和极度战力的恐怖之处。她内心十分清楚，双生恶鬼固然强大，可如果不是灵修赐下鬼差机缘，这双生恶鬼根本不可能对鬼面青年形成绝对的碾压，更不可能轻描淡写间就将鬼面蜘蛛从青年小哥的后背上剥裂。双生恶鬼之所以变强，一切皆拜灵修所赐。之前直播间谁有和小美女听不清双生恶鬼的话，而周小薇却听得一清二楚。面对灵修，双生恶鬼说的是拜见主公，双生鬼差已然恐怖，他们的主公又该是个多么强大的存在。漆黑走廊上，回想刚刚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周小薇满心震撼。此时的她内心非常清楚，灵修这人绝不能简单的用超级新人来评价他，用不了多久，他一定可以成为震撼整个惊悚世界中的顶级存在。灵修，谢谢你救了我。这一夜，金融大厦17楼漆黑的走廊上，在勉强收住了内心的震撼之后，周小薇快步上前，表情认真，态度恳切地对灵修说道。这边面对着心怀感激、满脸真诚的周小薇，灵修神色平淡道：“救下你不过是举手之劳，周队长不用挂怀。”对此，周小薇内心一动，不由得又道：“对于林先生是小事，对于我来说却是救命之恩。先生今日大恩，小薇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面对周小薇这话，灵修不再多说什么，而是抬眼望向了双生鬼仆，一伸手，灵修的手直接穿进了双生鬼差的肚子里，一阵搅动，片刻后，2枚诡异的幽蓝色晶片出现在了灵修手里。比起之前灵修从饿死鬼、水蛇妖等体内得到的蓝色晶片，此时双生恶鬼体内的晶片体机明显大了几分。拿在手上，寒意十足。望见这东西，周小薇和美女试炼者满脸震惊。这边灵修一握掌，那冰晶瞬间化作寒气，同时系统之声响了起来：“恭喜试炼者成功炼化稀有鬼物潼关冰晶，您的特殊符咒之术寒冰有所增强。”冰晶炼化之际，灵修浑身寒气滚滚，期间更是伴随着旧日支配者诡异的深渊气息不断翻涌。感受着如此气息，周小薇和小美女面面相觑，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灵修这家伙好强。走廊上，在随手炼化了自己手中的幽蓝冰晶后，灵修双眼一动，缓缓看向双生恶鬼道：“这东西在你俩身上有段时间了，你2人可知此物来历？”双生恶鬼亲眼看着灵修破开自己的肚子，取出幽蓝冰晶炼化。当灵修开口询问时，双生恶鬼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许久之后，才听双生恶鬼道：“回禀主公，金融大厦内存在着一个庚金煞局，凡是进入金融大厦的恶灵，最终都会受到这个庚金煞局的影响。如果没记错的话，主公您刚刚炼化的幽蓝冰晶，应该是在去年秋冬之交的时候突然涌进我2人体内的。也是从那之后，我2人彻底丧失了意志，成为了这金融大厦中浑浑噩噩的亡灵，每日只凭借着脑海中的一道声音行事。”双生恶鬼在被鬼神令统御之后，脑海中出现了无数阴间鬼差修行法则。与此同时，恶鬼的眼界也一下子比以往开阔了许多。此时，在和灵修讨论幽蓝冰晶来历的时候，双生恶鬼站在阴间鬼差所独有的高度，以一种俯视姿态盘点全局，思路异常清晰。今天晚上，双生恶鬼作为庚金煞局中一对强大的守关者，一整夜里和灵修、周小薇、青年小哥都有过交手。在与众人为敌之时，双生恶鬼也看出了灵修等人外来者的身份，内心暗自揣测，灵修等人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解决金融大厦的庚金煞局而来的。因此，在与灵修交谈的时候，双生恶鬼也尽量将自己的话题往如何破局上带。毕竟，破除世间一切危局，维护2界安宁，这本身也是阴间鬼差的职责。另一边，当双生恶鬼提到了庚金煞局之后，灵修眉头微微一皱。关于惊悚世界中的煞局，灵修曾经听过，但是作为一名新人，他对于各种煞局的理解不深。但灵修知道，煞局之内恶灵横行，外来者一旦入局，想要脱身，唯有破煞。而想要破煞，外来之人就必须看清整个煞局格局，只有在看清格局的情况下，外来者们才有可能打破格局，化解煞气。当双生恶鬼说完自己的一些判断后，走廊上灵修又一次默默点了点头，之后看向周小薇和另一名美女道：“既然这恶灵身上碎片和庚金煞局有关，那接下来咱们的行动就围绕着破煞进行吧。我想今晚在咱们打卡巡逻的过程中，系统方面也一定会将庚金煞局这条隐形线索给放出来的。”灵修的话说到这边，周小薇2人相当认同的点起了头。但也就是在灵修2人点头的同时，突然周小薇身上一台老式对讲机传出声音，里边的人急切道：“小薇队长，我们被恶灵困在了值班室中，现在咱们的值班室就像微波炉一样，我们快受不住了，小薇队长救我！”对讲机那头求救之人的语气极其惊恐。当听见试炼者们那几乎快要疯狂的嘶吼声时，周小薇和同伴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听着声音，周小薇相信此时值班室内的众人一定非常惶恐，否则他们的求救之声不会那么恐怖。一时间，周小薇和同伴感觉自己仿佛也深陷绝境之中，整个人浑身皮肤顿时燥热，疼痛起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现场唯有灵修与鬼差神色冷漠，无动于衷。灵修无动于衷，是因为他从小丧失恐惧，很难被外界发生的事情吓住。可即便如此，当听见其他的试炼者被恶灵困住，直接当场微波的时候，灵修内心还是十分震撼的。而鬼差们代表着阴间意志，知道在这世间恶鬼们作恶多端，因此今晚不管恶灵们做出多么疯狂的行为，鬼差们都不觉得震撼。就在周小薇2人焦急望向灵修的时候，叮的一声，3人耳边系统之声响起，
叮！检测到试炼者林修、周小薇、林雅三人察觉到了金融大厦庚金煞局，您获得了主线任务，破解庚金煞局。叮！检测到诡异怨灵正在值班室徘徊，试炼者们或可前往查探。系统之声到了这边戛然而止，而周小薇则抬起双眸望向林修，开口道：“林修大神，今晚围住值班室的恶煞，很有可能就是破解庚金煞局的关键。我们要不要马上赶紧过去看看？一会若是那恶煞杀光其他试炼者，实力增强，我们恐怕就不好对付了。”好。对于周小薇的提议，林修并未多说什么，点了点头，带着双生恶鬼直接往值班室方向去。事业在获取了金融大厦主线剧情之后，林修发现自己任务列表上的打卡任务呈现出了浅灰色，变成了不可继续完成的状态。也就是说，在系统的判定中，庚金煞局的优先程度要远高于巡逻打卡。庚金煞局是真正触及到整栋大厦未来变化的关键之局。既然如此，林修也不再多想，直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了庚金之局上面。此时无尽的深夜中，整栋金融大厦笼罩在一层无边的静默之中，大厦中上千名居住者或熟睡或熬夜，每家每户各不相同。可不管这每家每户的人正做着什么，今夜居住在大厦中的人多少有些不安。当大厦外的风呼啦啦的刮过时，这大厦隐约间仿佛也跟着摇晃。这注定是个风雨飘摇的夜晚。17楼走廊上，在确定了优先进行庚金煞局的任务后，林修想也没想，直接转身来到楼道中部，按下电梯。望见这一幕，周小薇一惊道：“林修，咱们要坐这电梯下楼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电梯里有那东西。咱们坐进去后，万一电梯中途坠毁怎么办？”周小薇说话时，脑海中满是不久前监控室中的视频回放。当初林修独自一人离开值班室，前往大厦中打卡，周小薇在监控回放上亲眼见到了林修在走进电梯中有一个明显闪避的动作。在鬼怪横行的世界里，林修的这个闪躲动作意味着什么？答案不必多说。另一边，在等待电梯上楼的过程中，林修看出了周小薇眼底的惶恐，低眉看了看身边两位同伴，随后开口道：“二位放心，这小小的电梯看起来虽然是个幽闭空间，但我有手段能够保护大家在电梯中免受侵害。一会咱们坐电梯下楼，要是电梯紧坠了，我可以拉住大家；要是鬼怪封门，我也可以带领大家快速转移。”在林修看来，惊悚世界降临地球半年，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过恐怖，以至于试炼者们至今仍过于畏惧各种鬼怪。对于有心探秘惊悚世界最终真相的试炼者来说，这样的畏惧并不是什么好事。做人嘛，走得正，行得端，3条大道走中间。咱堂堂正正的，为什么怕鬼？既然有电梯，为什么不做？在惊悚世界中，试炼者越瞻前顾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鬼怪们便越有可乘之机。若是炼者们干脆放开来做事，各种鬼怪反倒无从下手。电梯口，尽管周小薇二人还没有办法做到像林修一样端端正正，不惧鬼神，但是林修的波澜不惊、淡定稳重，还是深深地感染了周小薇二人。看看那身穿纸扎外衣、恭敬跟随林修的鬼差，周小薇内心莫名一动，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坚定的念头：今天晚上就跟大佬走。很快的，电梯口叮的一声，一部电梯缓缓地在林修等人面前打开。这一开，一股诡谲的气氛立刻扑面而来。电梯里的存在似乎很不欢迎外来者乘坐电梯一样，原本明亮的灯光瞬间暗淡下来。望着昏暗的电梯厢，周小薇二人心头一紧，尤其是在看到电梯正中一位双脚悬空、穿着裙子、浑身散发黑气的女鬼正垂着双手左右摇晃的时候，周小薇和同伴更是本能的想转身就逃。然而，就在周小薇二人脚底发凉的时候，林修已经缓缓地走进电梯厢里。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很快就出现在了周小薇二人面前。电梯厢里，当林修缓步走近的时候，原先悬浮在半空之中的女鬼似乎被林修的狂妄给激怒了。当林修走到自己面前的时候，黑气女鬼猛然抬起头来，瞪大双眼，那白蜡一般的眼球中瞳孔缩成针眼大小，模样相当惊人。这女鬼原本是想吓退林修，可是在见到林修之后，女鬼却仿佛见到了修罗一般，灰瓷一般的白脸一僵，整个人吓了一跳，连忙将脖子一缩，惨兮兮地躲到了电梯口。比起先前不断拿头撞墙的电梯小姐，这浑身黑气的女鬼显然比较怂。卧槽！望见这一幕，周小薇和美女同伴目瞪口呆，内心忍不住吐槽：这林修大佬到底对这女鬼做了什么，以至于女鬼吓成这样？这不科学啊！惊疑之际，众人入了电梯，转眼下了10层楼，回到了值班室所在的楼层。刚走出电梯，走道上一股可怕的气息逼面而来。饶是林修已有不错的根基，面对这股可怕气息的时候，脸色也不由得一变。一时间，林修、周小薇等一行3人皆感气短、胸闷。而电梯厢里，那位躲在角落的女鬼在感受到走廊上的气息时，脸上更是直接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色，整个人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今晚这局果然不简单。面对着走廊上强大的压迫气息，林修一马当先，独自走了出去。这一动再次给了周小薇二人莫大的信心。在周小薇二人看来，林修天生就是个领头人。可是就在周小薇和同伴跟随林修走出电梯的时候，突然间走在前头的林修停下了动作。从侧方看去，周小薇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林修眉头一皱，瞳孔微缩。不等周小薇反应过来，突然间周小薇感觉到自己的脚底传来了一阵滑腻之感，滑腻间还带着一股可怕的灼烧之意。一时间，周小薇头皮发麻，下意识往脚边看，却见自己脚踩的地面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一片反射着耀眼光芒的白蜡。这白蜡温度很高，当周小薇等人双脚踩上的时候，那白蜡便缓缓地化开，不知不觉间将众人的双脚牢牢地包裹进去。周小薇感受到的强烈灼烧感，正是自这脚底下的白蜡中来。这脚踝上剧烈的疼痛
使得周小薇心头大惊，额上瞬间布满汗珠。此时再看凌修，却见凌修突然被一圈诡异的裹尸布绷紧，不等周小薇二人反应过来，化身为木乃伊体的凌修身上便爆发出了一道可怕的寒冷气息。呼哧，白蜡包裹异常反光的走道上，伴随着凌修身上散发出一阵极致的寒意，原本正在缓缓融化，将周小薇等人吞噬的地面突然变得坚固起来，一股奇特的反作用慢慢将周小薇二人推出了已经融化的地面。此时值班室所在的楼层中，整个地面天花板全被白蜡包围着，周小薇二人满脸错愕地望去，眼里全是刺眼的白光。这个地方怎么会变成这样？脚踩着被凌修裹上一层冰霜的白蜡，周小薇二人有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之感，心头砰砰直跳。抬眼再看凌修，此时的他被诡异的黄金裹尸布牢牢包裹着，整个人就像木乃伊一般。当周小薇二人投来目光时，凌修浑身突然诈尸一样，一阵抽搐，蹦蹦跳跳，在白光笼罩的走廊上行动起来。眼下凌修被裹尸布牢牢缠住，生死不知。当他猛然这么抽搐蹦跳的时候，周小薇二人着实吓了一跳，小心脏又一次恶狠狠地揪在一起，豆大的汗珠从额间流了下来，浸透衣领。也是在这个时候，裹尸布里的凌修突然开口，语气沉稳道：“这地方有古怪，你们跟紧我。”听见这话，周小薇二人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还好这凌修大佬还活着。刚回过神，却见凌修又是一蹦，整个人往前一跳，停了下来。等到周小薇二人跟上，凌修才又往前蹦了一步。整条走廊到处都是恶心的白蜡，可凌修1米8几的身子往上一蹦，却不曾下陷，说来倒也神奇。就这样，周小薇和同伴跟随凌修走了一阵，眼看着凌修并没有解开裹尸布恢复原貌的意思，周小薇终于忍不住开口道：“凌修大佬，你这裹尸布有什么神奇？你为什么一直不打开它？”裹尸布里边，当听见周小薇这么一说的时候，凌修缓缓回头，忍不住惊叹道：“我从没想过，原来幽冥世界和现实世界会有这么大的不同。”蒙上裹尸布，我看见了另一个空间。裹尸布里视角独特，这走廊上360度视野，我全能掌握，而且走动的时候，我一身肌肉几乎不需要任何调动，这韧性十足的裹尸布就可以带着我往前走。有黄金裹尸布这个人形自走机，你说我为什么要走啊？走廊上，当听见凌修这么一说的时候，周小薇二人脸上不由得露出惊讶的表情，望着凌修，忍不住道：“黄金裹尸布，这是什么宝贝？这要牛！”蹦！走廊上，望着包裹在黄金裹尸布里的凌修，正散发着寒气，不住往值班室方向走。周小薇浑身猛地又是一阵细微颤抖。讲真，今天晚上尽管这诡异的走廊让人害怕，但好像凌修大佬也挺吓人的吧？这好好的，你非得装个木乃伊？这木乃伊装扮一出，您之前的高冷睿智全部不见，剩下的只有诡异恐怖，甚至还有那么一丢丢滑稽，就还蛮好笑的。诡异白光刺眼的走廊上，当凌修裹着黄金裹尸布缓步向前的时候，这白蜡空间的主人也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异物入侵的威胁，他很愤怒，很暴躁。当凌修一行不断往前的时候，整个走廊上白光更加尖锐，四周温度更高。这神秘空间的主人感觉像要当场将凌修等人融化一样，不断发威。联想到之前值班室试炼者们所说的整个房间跟微波炉一样，凌修等人可以相信，这走廊上的幕后操控者基本上就是困住值班室3人的恶灵。先前在走进这神秘空间的时候，凌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自动有了反应，而在被裹尸布裹挟着前进了一段路后，凌修也逐渐看清了走廊上的格局。值班室门口有座提灯的半米多高的石像，石像双眼蒙着红布，看起来像个光头的小沙弥。此时凌修虽然看不到他的眼睛，却仍可以感觉到这光头石像上散发出的诡异气息。光头石像冷冷站在值班室面前，手里提着一盏纸糊白灯，白灯里蜡烛烧化后滚滚的往外流，形成了走道上可怕的白蜡空间。这白蜡便是诡异石像的杀人手段，任何落入诡异石像手中的生人皆无处可逃。此时身处黄金裹尸布里的凌修感觉自己像开着一辆高达360度视野望去，可以见到诡异石像上附着着一团可怕的黑色煞气，这煞气应该便是石像鬼的本源。也是在这个时候，凌修面前跳出了恶灵信息：诡异石像 C 级恶鬼，技能烧融、禁锢、邪眼。光从等级上看，那一动不动守在值班室门口的石像鬼确实蛮恐怖的。望着石像，凌修恐惧值波动0-1，微微一下以示敬意。继续往前走，走廊上温度更高，白蜡融化的更恐怖。渐渐的，周小薇二人再度感觉到了脚踝处传来的灼烧感，恐惧值在99和100，狂飙游走。抬眼再看，整个空间一片扭曲，一颗颗晶莹的汗珠自美女脸颊边流下，滑向领口、颈部，身上背心早已湿透，呼吸也变得越发局促，胸口不住起伏。正想伸手擦掉汗水，突然值班室中传来一阵惨烈的嚎叫。面对着房间里不断微波的高温，一名大叔浑身冒泡，在那滚烫的地板之上不住翻滚，口中哇哇大叫：“我的手，我的脑袋炸了！救命啊！”这是试炼者大叔咽气之前最后发出的痛苦之声。惊悚世界中的恶灵实在是太狠了。听闻这撕心裂肺的嚎叫，原本还觉得走廊灼热难当的周小薇二人瞬间脊背发凉。那试炼者大叔倒地前的嚎叫如此惨烈，谁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走廊上，就在值班室内试炼者大叔发出惨烈嚎叫的时候，纸扎鬼差脸上露出一丝愤怒之色。鬼差面前也敢杀人，谁给你的勇气？石像鬼大叔，你很勇，很目中无人啊。望着诡异石像，纸扎鬼差直接将手伸到背后抽出长鞭，
一边直接向着石像鬼半个身子重重打去。白光刺眼的走道上，纸扎鬼叉再度展现威严。然而面对着鬼气凝重的鬼差，那双眼裹着红布的石像鬼却不为所动。从他身上波动的煞气，不难看出他注意到了鬼差的存在。可即便是阴司鬼差，那又怎样？这石像鬼镇守煞局，从未将其他的恶灵放在眼里。这边纸扎鬼差扬起长鞭，一边落下，直接照着光头石像脸部、肩胛打来，大有将光头石像身子一劈为二之势。可长鞭落下，光头石像上却只是啪的一声巨响，随后整个空间一阵剧烈的震荡传来，猛烈摇晃间，石像鬼手中白光更盛，一团可怕的火焰沿着鬼差长鞭灼烧起来。这一蔓延，火光很快烧到了鬼差手腕之上。双生鬼差猝不及防，一身纸扎法袍顿时被那一火点燃。刹那间，无数惊恐怪异的画面在双生恶鬼脑海中乱闯乱撞。双生鬼差口中发出一阵惨烈的嚎叫，啊的一声，纸扎法袍破碎，化作纸灰，散落于白光之中。同时，两头身形狂躁的恶灵再度出现在灵修等人面前。恶灵身上邪风狂躁，内中还有无数弹珠似的锋利之物高速旋转。这两头恶灵正是双生鬼差原型，但比起先前臣服于灵修时，二鬼的面目更加凶狠，姿态更加狂躁。此时，恶鬼面露凶光，大有杀人之势。这两尊恶灵在诡异石蜡的刺激下，竟当场叛变了。好！白光刺眼的走道上，双生恶鬼恢复原形之后，目光双双望向灵修，随即二鬼同时举起自己那满是钢珠的可怕拳头，裹挟无尽拳风，恶狠狠照着灵修的脑袋打来。啊！面对危急一幕，周小薇二人绝望地闭上双眼。白蜡通道中，灵修大佬浑身裹着裹尸布，是绝不可能逃过致命一击的。可是就在周小薇二人无比震惊的时候，这边木乃伊里的灵修却只是缓缓地抬起头，口中道：“一团小小的异火就能把你俩的法袍打碎，就这，你二鬼还有脸造反了？”话音刚落，黄金裹尸布内散发出一道威严无比的鬼神令气息。鬼神令下，双生恶鬼再度被天地法则包围。天地法则下，原本化为灰烬的鬼差法袍顺利再生。很快，那身高只有170公分左右，浑身裹着蜡纸的威严鬼差再度出现在众人面前。此刻，重新穿上法袍的双生恶鬼对于阴阳二界法则似乎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抬眼望向石像鬼的时候，双生鬼差眼神之中多了一丝冷漠。那诡异的衰脸牢牢锁定石像鬼，手中雷鞭紧握，似乎正思索着什么。而另外一边，面对着凛然党官守在值班室前的石像鬼，灵修内心亦有所动。透过黄金裹尸布，他能很好的看见石像鬼的弱点。这鬼的弱点就在他胸口挥之不散的黑雾之中。黑雾是石像鬼的弱点，而那不断散发刺眼白光的油纸灯则是石像鬼最大的依仗。可以说，只要有油纸灯源源不断的光源庇护，阴阳二界就没有能够触及石像鬼的弱点。而只要不被触及弱点，石像鬼便可以保证一直处于不败之地。油纸灯内源源不断流出的蜡油，更是直接在走廊上形成了恐怖的鬼域空间。任何误闯进去的生人，最终都将被那蜡油生生吞噬。想要战胜石像鬼，就必须有夺取油纸灯的决心。走廊上，在双生鬼差重新恢复状态之后，裹尸布里的灵修身形微动，望向双生鬼，无师自通，口传密语。在冲着双生鬼说了一通之后，双生鬼撑着双臂，冲灵修点点头，用一种诡异的频率道：“我等明白了，主公。”听闻此言，灵修不再多说什么，稍一抬眼，猛然间，一道可怕的寒冰气息，如同冰原暴雪一般，自灵修身上冲击而出，整个走廊之上温度骤降。不等周小薇等人反应过来，这边灵修身上所释放出的寒气便已经化作一条长龙，猛然冲向了石像鬼。值班室门口，在感受到了灵修身上咄咄逼人的寒意之后，石像鬼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威胁，正想燃烧油灯，扭曲空间，转移自己的位置。迎面那可怕的寒冰已经扑了过来，瞬间将石像鬼的右臂牢牢冻上。那可怕的寒冰一层又一层叠加，很快的，石像鬼的手臂上便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而那散发着耀眼光芒的白蜡灯则逐渐失去了光泽，它的光亦陷进了寒冰之中。哇靠！直播间中，当望见灵修身上突然爆发出的可怕寒气时，现实世界无数水友内心一寒。原来在惊悚世界中，咱们人类的咒术居然可以达到如此恐怖的程度吗？刚刚当灵修大佬爆发寒冰之气的时候，我猛然感觉手机屏幕上好像有无尽风暴迎面而来，房间里的温度瞬间降低。灵修大佬这是想做什么？他是想从石像鬼手中直接夺走油灯吗？不得不说，灵修大佬的布局确实不错。诡异的走廊上，就在直播间水友们疯狂刷弹幕的同时，光头石像鬼和众人一样，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远处的木乃伊这一趟出手，绝对是奔着自己手中的油灯而来的。这油灯乃是石像鬼最大依仗，他怎么可能让油灯白白丢失？于是石像鬼身上煞气爆发，寒冰之下的油灯光芒更甚，仅一瞬间，原本包裹在油灯之上的坚冰便出现了噼里啪啦崩解之象。哼，与我斗，木乃伊你还太嫩了点。坚冰之上，诡异的寒光一点一滴透了出来，眼看着石像鬼即将再度掌控全局，然而就在油灯上的坚冰快要炸裂的时候，鬼差装扮的双生石像鬼突然出现在了石像鬼身侧，手中的长鞭化成了哭丧棒，哭丧棒高举着，双生鬼差口中念念有词，一阵令人脑袋发懵的吟唱后，双生鬼道了声居。下一刻，石像鬼胸前那团黑煞之气直接被双生鬼差抽取出来。呵，两军对垒，你以为我看中的是你手中的法器，但我却将你的本体当成目标。当白蜡灯被牢牢禁锢之时，同时也是你黑煞之气最为薄弱之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抓你，什么时候抓你？啊！是夜，
白蜡密布的走廊上，随着纸扎鬼差对黑色煞气进行拘役，原本还邪气弥天的石像鬼顿时偃旗息鼓。那令人心头发慌的无边煞气，一下子被纸扎鬼差收入了明灯之中。纸扎鬼差手中的明灯是天地法则赠予世间一切鬼差的制式法宝，任何一位拥有鬼差编制的恶灵都能获得。和石像鬼手中不断容纳的鬼灯相比，双生鬼差手中的指路明灯多了一丝古朴、呆板，还有淡淡的天地威严，一切形如鬼差。当石像鬼胸口的黑色煞气被纸扎鬼差拘役之后，很快纸扎鬼差手中的纸灯亮出了一道青色的光芒，悠悠地照着黄泉之路。与此同时，明灯之内，一位貌似中年、留着络腮胡子的壮汉恶鬼正不住咆哮，浑身煞气不断冲击明灯，想从明灯之内逃走。可是对于这世间绝大多数恶灵来说，鬼差们的明灯就是一道无比牢固的天牢。这天牢联系着天地法则，就这还能让你给逃脱了？黑色煞气本身实力一般，再加上被关明灯之后失去自身最大的依仗邪性石像和白蜡熔灯，在这种情况下，黑煞恶鬼想要逃脱，下辈子吧。深夜，值班室外的走廊上，随着双生鬼差雷厉风行拘役恶鬼，原本走道上鬼邪的白蜡开始化作灯油，慢慢溶解。原本散发着刺眼白光的诡异白灯逐渐偃旗息鼓，变得暗淡起来。与此同时，灵修身上的裹尸布逐渐褪去，只留下部分染血的绷带护住灵修的双腿、手臂，随时准备为灵修的各种行动提供爆发支持。绷带散去，灵修面容逐渐清晰。当看见灵修白皙英俊的脸庞时，直播间的水友不由得再次发出惊呆。啊，一会没见，我都快忘记灵修大佬这英俊的脸庞了。讲真，刚刚那木乃伊虽然诡异又滑稽，天生散发着一股莫名的威严感，可是比起那顶级木乃伊，我还是更喜欢灵修大神现在的模样。年轻有为，实力超群的试炼新人，灵修大佬，你怎么这么秀？灵修长得帅，这是绝大多数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值班室的走廊外，在望向灵修的时候，周小薇和身旁的美女一时芳心一动。这两人虽然早就见过灵修的真容，可是在经历了同生共死的磨难后，灵修早已在两位美女内心之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刻灵修若是趁热打铁，向周小薇或者另外一位美女表白，两位美女大概率不会拒绝的。当然是这么说，眼下恐怖试炼还没结束，灵修也没有半点泡妞的想法。在解除了木乃伊限制之后，灵修只是神色平淡的来到诡异石像前，伸手缓缓的将诡异石像手中的白蜡灯给提了起来。这一提，系统之声大作，叮！恭喜试炼者获得稀有级传说鬼物白蜡燃魂灯。白蜡燃魂灯，传说来自九幽杀伐之地的特殊明灯，以上古鬼之为燃烧之物，吸收天地之间无尽煞气，壮大自身。特点：烧融、铸造、护体、禁锢，更多功能有待试炼者自行发掘。叮！检测到宿主目前实力不足以完全驾驭白蜡燃魂灯，您的手心受到了鬼气侵袭。走廊之中，随着灵修提起魂灯，一股穿透性极强的黑气直袭灵修手心。好在灵修手心从始至终一直包裹着黄金裹尸布，黑色鬼气虽然来得极快，但是有黄金裹尸布作为第一道关卡，黑色鬼气竟也无法直接对灵修的手心进行任何侵袭。等到灵修听见系统提示的时候，那诡异黑气才稍稍渗透灵修掌中的裹尸布，一点点染黑灵修手心。这一沾染，诡异顿生，一股强烈的锥心之痛猛地向着灵修狂袭而来。刹那间，灵修手臂上浮现出一道道可怕的黑色纹路，纹路之上煞气爆发。啊！强烈的疼痛之下，灵修的脸瞬间煞白，豆大的汗珠布满额头。灵修手臂上的骨头一阵又一阵锥刺般疼痛，整个人几乎快要昏厥。这就是幽冥鬼物。作为试炼者，你可以拿到我，但是拿到我之后，你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吗？叮！就在灵修手臂剧痛的时候，系统之声再度响起，请试炼者注意，您已染上了诡异奇毒，请尽快医治，否则将可能有性命危险。系统发生之时，灵修手腕上无数的黑线继续蔓延，等到灵修扯开手臂上的衣物一开，那黑线已经蔓延至右臂上方，距离1个巴掌左右的距离。一旦毒气攻心，灵修将无药可救。望着面前一幕，灵修直播间里3万多名水友顿时目瞪口呆。此刻灵修大佬若想保命，看来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果断切掉右臂。这不就是随手触碰一下诡异油灯吗？灵修大佬今晚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吧？就在直播间里众人惊讶之际，走廊上灵修突然面无表情地取出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他看起来一点也没在怕的。手术刀亮出之后，灵修精准地往自己手臂上一割，刹那间一股可怕的黑血喷涌而出，直播间内无数观众感觉自己被喷了一脸。错愕之际，灵修身上的裹尸布早已找到缺口，大口吮吸起来，无数鲜血自灵修手臂上涌入黄金裹尸布。渐渐灵修手臂上黑煞之气散尽，恢复了原先细腻之感。这手白皙修长，就连不少女子见了也都羡慕不已。鬼神般冷漠的眼神一抬，手中的魂灯再次握紧。下一刻，鬼神令极度战力，旧日支配者气息与黄金裹尸布帝王般的威严一同冲击而下。面对此等威压，白蜡燃魂灯顿时抵挡不住。见过不讲理，没见过像灵修这么不讲理的。鬼神之握下，白蜡燃魂灯彻底屈服。系统提示：恭喜试炼者成功掌握白蜡燃魂灯，你获得了5000点能量。走到门口，灵修强势镇压白蜡燃魂灯。很快的，走廊之上，那诡异的白蜡渐渐化为灯油，随后那灯油又化作易燃易爆的无形气体，全部回到了白蜡燃魂灯中。此时值班室门口，脸上裹着红布的石像冷冷站着，但是在失去了胸前黑气和白煞燃魂灯之后，这石像似乎也一下子失去了令人心慌的威能。这东西看起来就块平平无奇的山间石头。
当然，平平无奇只是这诡异石像的表象。对于能够同时承受黑色煞气和白蜡燃魂灯的神秘之物，灵修绝不会将它看得太过简单。低头看了一眼诡异石像脑袋上的红布，灵修内心一动，直接将诡异石像收入储物空间中。这一收，惊悚系统除了提示灵修获得未知蒙眼石像外，再无任何提醒。对此灵修也不曾多想，等到今晚试炼结束，灵修有的是时间研究这东西。走廊上诡异之物全部被灵修收下，迎面一阵风吹来，周小薇和同伴不由得一阵哆嗦，忍不住将双臂抱在胸前。半夜的冷风迎面吹着，但周小薇二人身上却没有紧张神色，更多的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另一边，灵修很快打开了值班室的门，门一开，屋内一股散发着恶臭的灼热气息扑面而人，映入灵修等人眼帘的是一个像烤箱一样被烧得通红的房间。此时再看房间里的3名试炼者，3人早已没有了声息。3位试炼者皮肤腐败，面露惶恐之色，伸手抓着门板，紧紧叠在一起。3具尸体浑身冒泡，死状极惨，他们被活生生烤熟了。不久前，值班室里不还有呼救的声音吗？这就全没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眼看着3名试炼者就这么倒在自己面前，灵修的瞳孔惊恐而愤怒地收缩起来。这是他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惊悚世界的残酷。在这个世界，面对着无数强大的诡异，试炼者们要么生，要么死，中间没有任何余地。一直以来，因为丧失恐惧，灵修在面对各种鬼怪的时候都拥有着极大的心理优势。但眼下3位试炼者的死亡，却给灵修带来不小冲击。3人的离世，深切地刺激到了灵修，提醒灵修，在这个世界里，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没有扛过试炼，最终都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灵修也很难想象屋内的3人在临死之前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折磨，但从他们绝望地趴在门口处，伸手刨着门板的模样来看，这3人在临死之前一定非常痛苦。呵，值班室前，在经历了极其短暂的震惊之后，灵修很快便收下了自己心底的愤怒。惊悚世界如炼狱一般，无比残酷。眼下面对生人的惨死，灵修虽然愤怒，却也无可奈何。人死不能复生，眼前这3名惨死的试炼者带给灵修唯一的忠告就是不要死，好好活着，变大变强，挖掘惊悚世界真相，彻底掌控着吃人的世界。你们安息吧。值班室门口望着已然惨死的3名试炼者，灵修不再多说什么，身上寒冰气息一放，原本灼热如烤箱的房间温度瞬间降了下来。而另外一边，面对着被滚烫热气烘烤的不成样子的3名试炼者，周小薇和美女同伴瞳孔急剧收缩，滚烫的泪水在2人眼眶中不断转动。同时望着地上紧紧叠在一起的3具熟尸，周小薇胃中一阵翻涌。当着死者的面不得亵渎，周小薇2人只能用手捂着，唯有灵修不为所动，他早已见过一切。值班室门口望着3名死者，灵修缓缓地蹲下身来，从自己的储物背包中取出医用手套和手术刀后，便在3具尸体上查看起来。望见这一幕，周小薇和同伴再也忍不住，一个转身跑到走廊外边，不住呕吐起来。面对着浑身散发焦臭味尸体，灵修大佬是怎么下得去手的啊？更何况不久前他们几个还活生生的和大家站在一起，此时摸尸，难道灵修大佬内心不会怪怪的吗？回想着今晚经历的种种，周小薇2人吐得更快。而此时灵修直播间中弹幕同样爆炸，满屏皆是卧槽，牛逼，666666，各种惊叹之词如雪花一般占满整个屏幕，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滑稽的声音。55555，灵修大佬，我刚刚泡好泡面，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小伙伴们，你说我这满桌的卤大肠还吃不吃？深夜看惊悚直播果然刺激。另外一边，就在灵修动手翻尸的时候，突然间那叠在3人最上方的尸身张开了口，这尸满嘴焦黑，张口之时，一股可怕的恶臭扑面而来。面对着恶臭，灵修脸上的超治愈面具又一次咧开嘴巴，露出了夸张的笑容。是的，他在狂笑。狂笑之际，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发现庚金琉璃火。庚金琉璃火，传说中天地间9大异火之一，主治疗，主杀伐，杀生为护生，斩业非斩人，稀有等级 S+。庚金琉璃火，黄豆般大小，虽然只有小小一点火苗，可当它突然从诡异尸身中吐出的时候，整个值班室中顿时被一股强烈的琉璃之光笼罩。这光看起来像在医院，又好似在某个追悼会现场，与之前饿死鬼等人遭遇的极乐之光有些许相似，又有不少差别。灯火笼罩下，整个空间氛围诡谲。这是漆黑的走廊上，望着值班室里突然散发出的奇光，周小薇2人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也是在这个时候，走廊尽头，一位后背佝偻的老者拄着拐杖，在面露红光年轻人的带领下缓步而来，望着琉璃火出现的方向，开口便道：年轻人，将那一火交出来，否则死。此言一出，一股可怕的潮汐浪涌瞬间自走廊尽头翻涌而来，将值班室内外几人全部包裹住。此时再看整个金融大厦，黑夜中煞气弥天，几乎整栋大楼全落入了神秘老者掌控之中。可怕的潮汐浪涌间，灵修手处庚金琉璃火，刹那间无数关于金融大厦过往历史翻涌而来。100多年前，金融大厦所在的城区乃是天南省郊区一块天然沼泽湿地，湿地内生活着一头200多年的老驼，老猿就是乌龟。时光流转，随着城市扩张，不知不觉100多年前的城市郊区变成了如今的繁华地带。30年前，一间房产公司拍下了金融大厦所在之地，之后便是大规模的开发，足有30几层楼高的金融大厦，几乎只用了3年不到的时间便全部建成。建成之日，金融大厦张灯结彩，
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整栋大厦内诡异之事不断发生。先是底层的居民无缘无故溺死在自己马桶之中，接着又有人在暴雨之中看见百鬼夜行，而驱赶百鬼的正是一位佝偻着后背的可怕老头。关于金融大厦的猛鬼传说就这么流传了30多年，直到这天晚上，灵修等人来到，吾在此地修行多年，只要吞噬了庚金琉璃火，就能成为一方鬼神，而这栋大厦也将彻底沦为吾修行的仙域。从此阴阳两界任我通行。漆黑的走廊上，神秘老者推动可怕的潮汐之气，缓步向灵修等人而来。他手握龙头拐杖，面容苍老，那满是皱褶的老脸上，2颗豆大的眼珠散发着贪婪、愤怒之光。在过去的30年间，为了练就庚金一火，神秘老者在大厦中已经整整杀了78个人。今天身上散发奇异气息的失恋者到来，让神秘老者凑成了庚金煞局所需之数。在杀死了9981人后，终于传闻中罕见的庚金琉璃火被神秘老者炼成了。为了这一火，神秘老者已经苦苦等了300多年。在这种情况下，老者绝不可能将庚金一火拱手相让。动物成精成怪，在惊悚世界各种诡异任务副本中并不罕见，但是像神秘老者这样能够完全化为人形随意走动的却也没有多少。漆黑的走廊上，老者每往前走一步，身上便散发着可怕的杀伐气息。老者一路横推而来的潮汐之气，普通生人以肉眼凡胎望去，感觉就像一团空气。然而此刻周小薇和同伴却紧紧捂住口鼻，整个人几乎快要窒息断气。300年精怪，恐怖如斯，这老者简直就是恶鬼。冰冷、幽暗、窒息。大厦走廊内，老者拄着龙头拐杖缓步上前，而这边灵修耳边却响起了系统提示之声。叮！300年老驼鬼，由年迈老驼死后怨气凝结于尸身之上而成的恶鬼，作为畜生道恶灵，游离人间，作恶多端。技能：恐怖潮汐、龙卷、禁锢、统御亡魂。夙愿：吞噬庚金琉璃火，进阶 F 级鬼神。等级 A 级，鬼仆数量81。弱点：移动速度缓慢，不知自身已经身死。将300年老驼尸身找到并摧毁，可击杀该鬼。超度老驼，完成金融大厦副本可获得8100点治愈值。诡异医术青囊金1部，物资宝箱星号1。任务倒计时3小时，请试炼者在天亮之前将老驼鬼击杀，否则您将永远被困在本空间中。狭促的值班室中，当听见系统密集的提示声时，灵修眉头微微一皱，随后做出了一个令直播间中无数观众意想不到的举动。他张开嘴，直接将300年老驼梦寐以求的庚金一火给吞了。神秘的一火，既然能够让诡异老驼300年来孜孜不断的追求，想来一定是个好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与其白白让老驼吞了，倒不如先进自己的口中。面对着强大恶鬼的索要，灵修直接将宝物吞没，就很勇。难道他一点都不担心神秘老驼的怒火，或者庚金一火的反噬吗？直播间中几万名观众目瞪口呆。另一边，在吞下了庚金琉璃火后，灵修顿时觉得自己喉间、气管、胃部一阵可怕的生疼，诡异的灼烧之感直袭灵修全身。惨烈的嚎叫间，灵修身上爆发出一道可怕的琉璃之光。那琉璃之光散发着幽蓝异火，一点点渗透出灵修的皮肤，仿佛要当场将灵修皮肤撑爆一样。疼，每一寸肌肤都如万蚁啃噬般的疼。此时，走廊上面对着突然被人吞没的异火，神秘老头先是一愣，随后回过神来，冷笑道：“区区的肉体也敢吞噬庚金一火，年轻人，你这是在找死！”老头冷嘲热讽间，灵修身上那黄金裹尸布又一次行动起来，将灵修身上那染着火光的肌肤一寸一寸包裹着。庚金琉璃火很可怕吗？对于黄金裹尸布来说，只要自己的宿主没死透，他就能生生将宿主从死亡关口硬拽回来。在黄金裹尸布的包裹下，灵修又一次变成了诡异滑稽的木乃伊。而木乃伊中，灵修的痛苦依旧，只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性命之危。现在灵修所等待的是一场惊艳世人的涅槃。此时，值班室外，当黄金裹尸布将灵修彻底包裹起来的时候，原本还在嘲笑灵修愚蠢的老头，突然感觉到庚金琉璃火的气息彻底消散在了空气之中。那琉璃火可是老头苦苦追寻了300多年的东西，他怎么可能轻易让它消失一空？于是，老者暴怒，身旁面露红光的鬼仆停下脚步，原地抬起老头，快速向值班室方向奔走。在有人抬送之后，老者终于不再龟速前进。很快，老头便来到了值班室中。来到值班室内，抬眼，老者所见只有一具悬挂在天花板上的诡异木乃伊。有道是纸包不住火，这悬挂在天花板下的木乃伊，他不可能吞了庚金琉璃火吧？望着木乃伊，老者眉头微微一皱，好一会才高声疾呼：“不对，那一火就在裹尸布中！臭小子，敢抢我的东西，死吧你！”老者说话同时，手中的龙头拐杖一动，瞬间一团黑色的水龙自拐杖中涌出，重重冲向木乃伊腹部。面如枯槁的老驼在金融大厦一带生活了300年之久，在老驼看来，庚金煞局中没有谁有资格成为自己的对手。五行之中，土生金，金生水，眼下神秘老者所使用的水系咒法，在庚金煞局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面对那悬挂于房梁之上的木乃伊，神秘老者手中挥出一道可怕浑浊的黑龙，黑龙一出，直袭灵修腹部，轰的一下将灵修从房梁上重重撞飞。臭小子，你跑不掉的！眼看着自己手中的黑龙以极高的速度撞向灵修，老驼脸上露出了一丝狠厉之色。然而，就在老驼面露凶光之时，那被黑龙水柱狠狠撞飞的木乃伊，却仿佛遭遇到了一股反作用力一样，直接向着老驼和2个鬼仆方向冲击而来。这一冲速度极快，老驼和鬼仆猝不及防，顿时和木乃伊撞得满怀。强烈的碰撞之下，2位鬼仆瞬间化作血光齑粉，而老头也有些始料未及，
整个人身子一缩，背后隐隐浮现出一尊老龟身影。在老龟身影的护持下，老头才没有像两位鬼仆一样猛然间魂飞魄散。另外一边，灵修木乃伊在撞开老头之后并没停下，轰隆一阵声响，灵修身影直接撞开值班室玻璃，整个木乃伊飞速冲了出去。啊！这金融大厦值班室距离地面至少25米高，灵修这一往外冲，若是重重的坠在地上，还有命没有？你小子死了没关系，可别浪费了老夫的庚金一火！望见这一幕，老头大惊，气鼓鼓的瞪大双眼，然后缓缓的转身，艰难的挪步往破碎的玻璃墙边走去。走路的动作慢得出奇，慢腾腾来到墙边上一看，却见高楼之下白雾弥漫，街道上除了几辆小车外，空空如也。先前飞出玻璃窗外的木乃伊竟不见下落。不对，大厦墙边风冷冷的出来，站在风口还一会后，老者猛然抬头，却见金融大厦镜面一般的外墙上，那包裹着灵修的木乃伊就像一枚蚕茧一般，由一根绷带悬挂着，正在100多米高的外墙上左右摇摆。挂在这么高的地方，小伙子，你不怕吗？破损的窗边，老头异常愤怒。而看趋势，灵修这家伙似乎还有继续往天台上逃离的意思。呵，望见这一幕，老头一阵冷笑。老夫期盼多年的庚金琉璃火，岂能就这么拱手让人？目光牢牢锁定灵修，下一刻，老者身子一飘，整个人竟也诡异地挂到了墙面上。他双脚垂直于外墙，笔直耸立的墙面对他来说就像笔直的马路一般。老头就这么如履平地，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呼哧呼哧，深夜狂风中，灵修所在的木乃伊左右摇摆，而老头则像是太空漫步一般，带着咄咄逼人之势，冷眼向灵修追击而来。这画面远远看去十分恐怖，十分瘆人。然而仔细揣摩，却又有点滑稽。原因无他，作为一头老乌龟，神秘老者的前进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是，这老者垂直于金融大厦墙面缓步向上的画面，确实让人头皮发麻。但是，您老往上走的速度未免也太慢了吧？您搁着晒月亮玩呢？此时，灵修直播间中，水友们哈哈哈大笑，直播人气狂飙至5万。另外一边，当神秘老驼一步一步向自己追击而来的时候，木乃伊内的灵修如坐海盗船一般，整个身体在高空之上大幅摆动。摇摆同时，灵修却仍不忘自己的任务。他通过鬼神令传音给值班室里的双生鬼差道，根据庚金煞局的排布来看，那老头的尸身很有可能就藏在金融大厦地底1-20米的地方。你现在马上召集周小薇等人到地下停车场2层，找到大厦内所有能够找到的挖掘工具，一定要在3个小时内把那老乌龟的尸身挖出来销毁。惊悚世界的鬼差们转职负责维护阴阳2界安稳之事。在听得灵修传音之后，双生鬼差内心明白，当即转身，冷漠地望向周小薇等，用一种威严恐怖的语气冲周小薇道：“你们2个随我来。”那来自阴间的诡异之声吓了周小薇2人一跳。另一边，双生鬼差不等周小薇2人反应过来，开了口后，自己便撑开双手，以纸扎人独有的走路姿态，企鹅般缓步，威风地走出了房间。周小薇2人见鬼差神态严肃，又考虑到这鬼差跟在灵修身边，今夜也帮了大家不少忙，周小薇2人便不再多想，直接跟了进去。一路，双生鬼差神色冷漠，打开电梯，领着众人直接下到地下停车场。来到此处后，双生鬼差很快找到了一些储存在安保室的消防破拆设备。放开神识，四处查看之后，双生鬼差领着周小薇2人来到了一处散发着诡异气息的低洼之处。这个地方位于整栋大厦西北方向，在8卦中属乾卦，五行属金，乃是整栋大厦中最为重要的方位之一，主寿主财。如此重要的方位，本该有高山一般气势如虹的格局，但此地山不高，气不实，西北之风冰冽刺骨，此地却不能阻挡风雨，泄掉寒气，不利生机，不利发展。金融大厦西北之势本就不稳，就停车场格局来看，此地一条下向的道路正好冲击西北角，在风水上又犯了大忌。金融大厦格局如此，难怪这个地方到处都有恶鬼。这边在来到了庚金煞局核心之地后，周小薇2人只感觉此地潮湿污浊，冰冷阴暗。停车场里24小时长明的灯光在此地显得暗淡无光，那些停在西北角的车一辆辆就像深陷泥淖一样，车身蒙着一层厚厚的湿土。家里的车脏成这样却没有人管，这车位的主人还好吗？周小薇等人刚刚靠近，便只觉得自己的肩膀、膝盖等一阵生疼。这个地方好古怪。2人跟随鬼差谨慎地来到西北角，这边鬼差却直接操控着一把破拆器，突突地往地面上捣鼓，一点也没有担心被物业驱赶的意思。这阴间思维果然和一般人不一样。突突突，西北角地面因为鬼差的破拆而一阵震荡。望着面前一幕，周小薇2人瞪大双眼，瞳孔微缩。这边双生鬼差则将一部破拆器凭空推过来，冲着周小薇2人道：“砸开地面，往下挖。”周小薇2人满脸疑惑。这边双生鬼差却不管那么多，将那仍旧发动着的破拆机推到2人面前后，自己穿过几道墙面，消失在了2人视野之中。周小薇2人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抬眼却见西北角四周不知何时已经聚集了上百头恶鬼。在这些恶鬼中，既有脑袋上插着菜刀，浑身仍在淌血的杀猪匠，也有腰上贴着姨妈巾，不知是何来历的假大妈。各种鬼怪来袭，使得原本已经相当阴森的停车场一下子更加寒意逼人。周小薇和同伴当场吓呆了，惊恐值99狂飙。另外一边，双生恶鬼在离开一阵子后，不知从附近什么工地找来了一辆中小型的室内挖掘机，一到西北角现场，也不管周小薇2人如何震惊，直接开挖。双生恶鬼自己开网的同时，还不忘分出一个化身，手持长鞭，冲着身旁一众恶鬼道：“光愣着干什么？赶紧的，都给老子动起来！”月色下，就在双生恶鬼领着一众鬼怪挖掘地面的时候，
金融大厦外墙上，那形如枯槁的老驼正气势冲冲地逼近木乃伊。他的移动速度虽然缓慢的有些滑稽，但他手里的龙头拐杖却也不是开玩笑的。老夫短时间内追不到你，难道我炼化了上百年的黑龙还杀不掉你吗？凄冷夜色中，灵修一边炼化庚金琉璃火，一边在黄金裹尸布的牵引下，在光洁如镜的墙面上晃荡。而老驼手中挥出的黑色水龙，则像高能火箭炮一样，一炮一炮打向灵修。黑色水龙打在大厦墙面，轰的一声，立刻就在外墙之上砸出恐怖深坑。神秘老头是真的气。另一边，木乃伊内，灵修浑身被一股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火焰牢牢包围着，整个人既像坐海盗船一样，此起彼伏，不住摇晃，又好似深入幽冥无尽，经历了无数生死折磨。就在神秘老头水泡无尽的狂轰乱炸下，终于，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炼化庚金琉璃火，炼化过程中，您的鬼神体质同步进行融合。恭喜你拥有了黑铁鬼神实力，可统御鬼差数5。当代鬼神晋升途径：黑铁、青铜、白银、黄金、钻石等。黑铁鬼神可震慑10尊 A 级恶鬼。您获得了特殊技能异火冲击庚金琉璃火。异火冲击可令你的枪械装备拥有无限子弹，更多功能请试炼者自行探究。您获得了特殊技能疗愈庚金琉璃火。疗愈技能将在您施展医术时发挥出惊人作用，琉璃之光可治疗世间一切恐怖外伤。无尽夜空中，庚金异火的融合使得灵修变得更加强大，极度战力、旧日支配者等强大气息亦同时冲天起。当亲眼目睹灵修身上的气息笼罩住整栋大楼的时候，直播间内5万多名水友直接看呆了。一人掌控一栋大楼，这真的是试炼新人所该拥有的水平吗？虽然在惊悚世界中有着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说法，但是灵修大佬领先同期新人的幅度未免也太大了吧？他这笼罩金融大厦的恐怖气息，在整个惊悚世界的资深试炼者中，恐怕也只有排名最靠前的那100名试炼者才有可能爆发出来吧。一时间，直播间的水友们感觉自己不是在看惊悚直播，而是在看一部热血动漫，这不比勃然。另外一边，当灵修彻底炼化了庚金异火后，300年老驼立刻感觉到了庚金异火气息的消散，他被木乃伊里的臭小子给彻底炼化了，这是可忍，孰不可忍？金融大厦外墙上，在感受到庚金异火气息消散之后，神秘老驼目光一愣，口中爆发出一阵龙吟般的老龟咆哮。下一刻，整个金融大厦的外墙便如同潮汐一般被猛烈掀翻，那无数玻璃、钢筋堆积而成的恐怖浪潮，在老龟推动之下，急速地向灵修席卷而来。轰隆隆，半空中虽然灵修木乃伊的摇摆速度很快，却也架不住这玻璃钢筋浪潮来的汹涌。不过片刻，灵修身躯便已经被那玻璃龙卷给彻底吞没。一时间，直播间水友们眼前所见尽是一片雪花。灵修大佬不会有事吧？扑通扑通，惊变间，直播间小伙伴们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可怕的玻璃龙卷中爆发出了一道核心幽蓝、外围黑煞的恐怖气息。冲天气息下，浑身缠绕绷带，露出面部、前臂、脚踝的灵修神色凛然，漂浮在了空中。他在飞，他居然在飞！直播间小伙伴震撼加999。浴火重生之后，灵修大佬震撼登场。他浑身散发着鬼神、战力、深海支配者气息，无数强大者的气势在灵修身上不住流转。而那黄金木乃伊给人的感觉亦是一尊神皇，他看起好强大。黑暗中，无数的玻璃残片、断裂钢筋在灵修身旁不住席卷的，然而他们却无法伤及灵修分毫。大厦外望着气势凛然、威严而出的灵修，300年老头脸上暴怒之色更浓。在老头看来，今天灵修之所以有这能耐，全拜庚金琉璃火所赐。没有庚金琉璃火，这小子啥也不是。狗东西，把我的庚金一火还来！望着灵修，300年老驼开始臭骂。暴怒间，他的鼻子朝天而起，又大又圆，看起来像头乌龟，又有那么点像猪鼻。今天看老夫不生吞了你的肉！怒是真的怒了。夜色下，神秘老驼接着不住翻涌的玻璃碎片，踏浪一般疯狂地向灵修冲击而来。而这边灵修则缓缓地举起了，在庚金一火下，这枪无限子弹。望着那急躁而来的老头，灵修也不客气，砰砰砰，直接开火。臭小子，你以为就这点火光就能拦住我吗？凄冷的夜色中，暴怒的老驼冲着灵修所在的方向不住地狂飙突进。半空中，灵修手中幽蓝色的子弹则不住地打来。那老驼个人的移动速度虽然缓慢，但浑身上下却始终包裹着一团无形的气息。当灵修手中的子弹打来的时候，老驼身上的气息正好把子弹全部推开。与此同时，在脚踩了玻璃龙卷之后，神秘老驼上升的速度也快了很多。眼看着他那老迈而恐怖的身影便要来到灵修身边，此时老驼身后一尊如山一般的巨龟恶象正张着血盆大口，冲着这无边的夜色不断咆哮。砰砰！今晚尽管老驼身上包裹着一层无形的护罩，但是护罩再强也架不住灵修的子弹多。前进过程中，灵修手中的子弹终究还是有那1-2枚穿透了防护，直接打在了老驼身上。可惜老驼乌龟出身，皮粗肉厚，庚金一火打出的每一枪看似恐怖，却也无法给老驼造成真正实质性的伤害。面对此景，老头笑得更狂。转眼，这恐怖的强者已经来到了灵修面前，他脚踩无数玻璃碎片，双手紧紧握住龙头拐杖，来到灵修面前，唰的一下，从龙头拐杖中抽出一把锋利的长刀，恶狠狠杀向灵修胸膛。夜色下，眼看着锋利长刀带着无尽寒芒划过自己的面前，灵修颇有些诧异的瞪大双眼，内心恐怖之波动0杠1。惊讶间，灵修冷声开口：“等的就是现在。”话音刚落，灵修手上的黄金绷带再度控制好灵修手上肌肉，冷冷开枪。
在电光火石间找准空隙，砰，直接一枪重重砸在老头印堂之上。老头的防御极强，灵修这一枪虽然无法将老头直接杀死，但是正对印堂猛然来这么一下，神秘老头也吃不消。刹那之间，老头身子一翻，整个人重重的从100米高空坠落，眼看着就要当场砸向地面，摔个4分5裂。下坠过程中，老头双目一凛，手中的长刀往那墙上恶狠狠一扎，身体重量拖着长刀不住下滑。整个过程虽然玻璃狂飞，钢筋乱炸，但不管怎样，老头坠地的趋势还是止住了。另外一边，先前老头突然伸出长刀，灵修抓住老头挥刀刹那，近距离直接开枪。灵修枪中的子弹虽然打中了老头，但老头手里的长刀却也同时划开了灵修的胸口。灵修皮肤很白，肌肉匀称，老头一刀划过，鲜红的血滴立刻沁了出来。与此同时，灵修胸前的黄金绷带狂躁飞舞，如此凌冽的一幕彰显着老头实力不差。但即便老头强悍如此，如今的灵修却也不是等闲之辈。夜空中，当老者手里的长刀划开灵修的胸膛时，那黄金裹尸布胡乱飞舞了一会后，很快便又紧紧地纠缠在了一起，如同包裹木乃伊一般，将灵修的胸膛扎实地包裹起来。在黄金裹尸布的超强治愈下，灵修身上的伤不值一提。或许这就是强者间的较量。灵修直播间中5万多名水友看得热血沸腾，不少正在吃夜宵的小伙伴们手中拿着筷子，看得目瞪口呆，忘了进食。此时，金融大厦外面对着韧性十足、难以击伤的灵修，神秘老头显得异常暴怒。在连续尝试几次进攻无果之后，终于老头一声狂怒，放弃大招：“臭小子，是你逼我的！今夜我就算摧毁整栋大厦，也要取你性命！”惊悚世界中明明天道，讲究因果。神秘老头为了修成鬼神，藏身金融大厦所在的沼泽之地已有300年之久。过往岁月中，神秘老头击杀了9981人，本身已经沾染了大量因果。今夜他若真摧毁大楼，杀死整栋大厦内2000多居民，必有天罚。神秘老头这是气急败坏，破罐子破摔了。凄冷夜色下，就在老头狂怒之际，无边黑夜中，老头身上一股如山的煞气冲天而起，一头老迈的玄龟再度出现在老头身后。那龟足有3、5辆卡车那么大。当他那恐怖的身影趴在大厦外墙上时，天空中乌云密布，乌云之中惊雷滚滚。凄冷的街道上刮起了无边的狂风，一股无穷无尽的压迫直袭灵修心头。这就是300年恶鬼的实力吗？这老头好强大的气息！半空之中，面对着极度暴怒的老头，灵修内心惊恐之波动0-3，微微一惊，代表着此时形势非常严峻。下一刻，异变开始。轰！漫天惊雷之下，大厦之中无数的水管爆裂，随后大量的水柱如同长龙一般冲击而出。水龙席卷之处，地板、墙面尽数摧毁，足有200多米高的金融大厦瞬间便如同遭遇地震般强烈的晃动起来。啊！眼看着金融大厦的倾塌之势就在眼前，灵修直播间中无数的水友惊讶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所有人的心揪成一团。无数漆黑如墨的水龙很快就将灵修团团包围起来，可怕的肃杀之力令人喘不过气。高楼不断有钢筋碎片往下坠落。臭小子，你感到害怕吗？大招之下，神秘老头满脸狰狞，而另一边脸上戴着治愈面具的灵修却在这个时候露出了一抹修罗般的微笑。怕？我为什么要怕？老头，当你始终将目标锁定在我身上的时候，咱们今晚的对局就已经分出了胜负。此时，灵修身上鬼神战力之气更加明显。一听这话，老头心里莫名一惊，忍不住道：“臭小子，你说的胜负已分是什么意思？”面对老头的疑惑，灵修没有回答，他只是默默地悬浮在无尽的水龙之间，等待着最终结局的分晓。此刻，金融大厦地下停车场在双生鬼差的带领下，一群鬼者挖出了一头死而不腐、面容恐怖的老龟。这龟足有1辆卡车那么大。而此时，来自阴间的鬼差正在对这巨型乌龟进行着拘捕封印。这一夜，按照系统提示，灵修只需击溃老龟本体，就能战胜恶灵，完美通关金融大厦试炼。但是，作为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的鬼差，双生恶鬼在见到如此优异的一具老驼尸体的时候，又怎么可能放过呢？地下停车场内，面对着如同大卡车一般死而不腐的大乌龟，纸扎鬼差念起了阴司拘捕咒，在百鬼围观下，很快的一道强力的封印出现在了老驼上空。此时大厦外部，当灵修开口表明胜负已定的时候，老头微微一惊，很快的他便察觉到了地下停车场发生的变化。眼下，整栋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在老头的催动下，水管炸裂，地动山摇，在无尽的夜空中摇摇欲坠，岌岌可危。面对着地下停车场突然发生的变局，老头姿态狂怒，裹挟着无数的黑色水龙，便要往地下空间猛冲。对于老头来说，更尽一伙固然重要，但自己的本体亦不容有失。利弊权衡之下，老头终究选择保命为上，先解决下边的麻烦再说。而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又怎么可能给予老头机会？在老头横推成片外墙，疯狂俯冲的时候，灵修身影紧随其后，手中黄金裹尸布牢牢地缠着双臂，砰砰，一枪两枪，流离一伙子弹，一颗颗正中老者后脑。神秘老者哪怕防御再强，他的脑袋又怎么可能经受得住流离一伙如此频繁的打击？渐渐的，疯狂俯冲的老头展现出颓废之势，那踩在黑色巨浪上的身躯变得越来越不平稳。他被打得十分难受，却又无可奈何。老头恨啊！大厦外墙就在神秘老头即将一个长龙冲破地面，直接扎进地下室时，半空之上，灵修目光一凛，手中的黑色手枪换成了锋利的手术刀。随后，黄金裹尸布绷紧，赋予灵修手臂极大的动能。
紧接着，锋利手术刀猛然一击，直接精准扎进老头脑干里，在一个枯木一般的后脑勺上精准找准脑干位置。此等水平，若非优秀的外科医生，绝对无法做到。一时间，神秘老头那绿豆般的双眼瞪得像铜铃。而就在神秘老头脑干被灵修的手术刀击穿的同时，地下停车场内纸扎鬼差同时完成了拘捕封印动作。一张无形的雷网笼罩在卡车一样的老头身上，将这老头五花大绑起来。同时，鬼差手中指路明灯散发出灰暗光芒，将那雷网不断的收紧，将老头气息和老者残魂彻底割裂开来。啊！金融大厦两处空间双管齐下。就在卡车一样的老头被鬼差封印之后，半空中那正在向地下室猛冲的老头猛然一僵。下一刻，灵修手中的手术刀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轰的一声，老头那年迈强势的身体化作无数细小的碎片，散落于凄冷的黑夜之中。哗啦一阵巨响，那些被老头裹挟而动黑色水龙如同暴雨一般冲向整个街区。轰隆隆，天上惊雷滑落。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超度老驼，完成金融大厦副本，获得8100点治愈值，诡异医术青囊金1部，物资宝箱星号1。叮！副本奖励结算中，您一共获得了800点恐怖积分，您获得 S 加评价。由于您在金融大厦的试炼中成功挖掘并破解了本副本的世界观，您额外获得了白银宝箱星号1。副本完成，您可以选择马上退出副本，或在1分钟后自动离开。试炼结束，您的惊悚直播暂时终止。午夜，当灵修开始进行系统结算的时候，世界各处无数的观众手机、电脑屏幕一挥，被动退出了直播间。同一时间，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恭喜试炼者，您本次试炼直播在线观看人数突破 5.2 万人，您获得了里程碑奖励终极人气宝箱。您有13条价值1万加的置顶留言未读取。当海量的信息向灵修脑海涌来的时候，灵修身影自楼顶降落，硬生生在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砸出一个深坑。那裹着黄金绷带的身影出现在了纸扎鬼差和周小薇等人面前。此时，神秘老驼已经被拘，周小薇等人也进入了系统结算程序。今晚由于灵修的帮助，周小薇等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试炼评价。对于周小薇等人来说，今晚的系统奖励将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提升。因此，在望向灵修的时候，周小薇二人眼神之中充满了感激。望着缓缓从半空中降落的灵修，周小薇快步上前，冲着灵修道：“灵修，今天晚上多亏了你，咱们的试炼即将结束，不知道你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做个朋友？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的恩情。”周小薇说话时，眼里满怀感激之情。然而另一边，灵修的神色却比较冷淡。讲真，周小薇人美声甜，加之一对令人炫目的大长腿，年纪轻轻的她看起来就像位韩流艺人。试问一下，在这天底下，有谁会拒绝这样一位美女的主动邀请呢？不过就是留个电话号码，以便将来联系，应该不是很难吧？然而面对周小薇的主动请求，缓缓降落在老驼面前的灵修却只是微微抬起双眸，望着周小薇道：“今天大家能够一起完成副本，算是缘分一场。我在整个试炼的过程中，更多还是考虑自己，并没有一味想着要帮大家，所以报答什么的就不用了。这个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若是有缘，我们会再见面点。”灵修这话刚刚说完，另一边纸扎鬼差已经调动指路明灯，彻底将卡车一样的老驼装进明灯空间内。由于老驼体型太大，指路明灯刚刚将其收敛，灵修耳边便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您的下属双生鬼差明灯空间已达上限，请试炼者尽快清理，否则明灯空间内的恶灵、鬼物等将在72小时内烟消云散。”叮！恭喜试炼者成功退出副本空间，您回到了青山医院。是夜，在随口拒绝了周小薇交个朋友的请求之后，灵修带着纸扎鬼差退出了大厦副本。当他重新回归青山医院的时候，一股冰冷潮湿的诡异气息再度压迫而来。再抬眼，灵修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青山医院停车场里。停车场里一片寂寥，大大小小几百辆汽车在灰白色的灯光下落满灰尘。来到此地，回想着今晚试炼过程，灵修有种恍若隔世之感。就在这时，灵修耳边再度响起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完成副本试炼，目前你有2个物资宝箱，一个人气宝箱，一个白银宝箱暂未开启。以上宝箱将在您退出副本后24小时内消失，请试炼者尽快处理。”啊！黑暗中，看看那正在四周到处游荡的黑煞保安，灵修内心微动。系统奖励的物资宝箱，自己当然得开。只是在开启宝箱的过程中，自己周围的环境如果能再安全一点就好了。联想于此，灵修很快便将在青山医院内拥有一间自己独立诊所这一目标提上日程。这个目标不仅关系到灵修未来一段时间在青山医院得立足，同时也关系到裂口女任务的完成程度。因此，灵修并不打算拖延太长的时间。今晚金融大厦的副本结束了，这1-2天，灵修便可以着手准备独立诊所的事情。而此时，在刚刚经历了一夜的试炼之后，灵修身心疲惫，他并不打算继续冒险，前往青山医院寻找可以利用的空间，以免碰上无法解决的恶鬼。在地下停车场中寻找到了一处黑煞保安较多、相对安全的位置之后，灵修直接打开了自己身上的一个物资宝箱。宝箱一开，系统提示之声立刻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打开一个物资宝箱，您获得了能量饮料星号3，您获得了聚光手电筒星号1，您获得了录音机星号1，您获得了冲击饼干星号5，您获得了惊悚币星号3。宝箱之内一共5件物品，怎么说呢？奖励一般。再随手打开一瓶能量饮料，大口喝下之后，灵修将物资箱内的物品全部放到了自己的储物空间中。接着打开第2个物资宝箱，系统之声随之响起：“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打开一个物资宝箱，您获得了五鬼搬运符星号3，
您获得了泰山符星号3，您获得了摄魂香星号30。灵修这一次开启的宝箱主要与东方玄教符咒之术有关，此类符咒在惊悚都市内极受欢迎。比起第一个宝箱中的奖励，灵修这一次开箱显然更赚。连开2个宝箱，灵修意犹未尽。既然要开，那就将剩下的2个全部都开了。开完下线休整，等体力恢复之后，再回到青山医院探索。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开启一个终极人气宝石箱。您获得了一枚储物空间拓展符咒，拓展面积相当于10个标准集装箱。您获得了特殊符咒画地为牢。您获得了800枚惊悚币。储物空间拓展符吗？地下停车场里，当看到系统提示的时候，灵修双眸不由得微微一抬。先前由于神秘老驼体积太大，双生鬼差指路明灯里的空间几乎撑爆。如今在得到了10个标准集装箱的拓展符后，灵修便可以长时间保存老驼尸身，等到自己在青山医院中站稳脚跟后，再慢慢摸索。至于画地为牢这个咒术也有点意思，它可以对恶灵和试炼者进行一定程度的定身，定身效果根据施咒者和中咒者之间的差距而定。尽管画地为牢这个咒术并非100%一定能够成功，但是这样的咒术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有机会能够帮助试炼者绝地翻盘。于是灵修满心欢喜地笑纳了。4个宝箱开了3个，此时灵修还剩一个打破副本世界观的白银级宝箱暂未开启。在将前面3个宝箱中获得奖励全部整理好后，灵修稍稍调整情绪，打开了最后一个宝箱。宝箱一开，整个地下空间内光芒大盛，随后响亮的系统之声响彻整个地下停车场。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打开一个白银级宝箱，您获得了特殊 SSS 级天赋恐惧降临。系统描述：公元2031年，惊悚世界降临人间，在全球上百万试炼者中存在着这么一批神秘强者，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将惊悚世界中所掌握的能力体现到现实世界中的能力。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就是搭建结界，打开阴阳2界空间，将惊悚世界中的恶鬼召唤到现实世界中，影响阴阳2界平衡。作为一名黑铁级鬼神，您深感阴阳2界平衡不容破坏，关键时刻，您获得了特殊天赋恐惧降临。恐惧降临，作为鬼神，您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将您在惊悚世界中所掌握的能力获得的物品提取到现实空间。目前黄金果实部、鬼神令和旧日支配者气息等已自动提取至现实世界，其余技能和物品的提取需要试炼者自行选择，并消耗一定能量。更多奥秘，请试炼者自行探索。漆黑的地下停车场中，随着 SSS 级天赋恐惧降临的到来，灵修感觉到自己身上突然搅动起一股诡谲莫测的气势。在恐惧降临到来之前，灵修感觉现实世界和惊悚世界有着楚河汉界般明显的鸿沟差距。可当恐惧降临彻底与灵修融合在一起后，灵修突然惊觉，在这地球上，原来现实世界就是惊悚世界，惊悚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它俩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罢了。从唯物辩证的角度来看，你不能说自己只看到硬币的正面就拒绝承认反面的存在，也不能因为深陷硬币阴暗的一面而否定这个世界存在着安稳守序的一面。在地球上，现实世界和惊悚世界一体双生。那自半年前突然降临的惊悚世界，感觉就像古往今来曾被无数人描述过的阴司炼狱一般。作为硬币的两面，惊悚世界和现实世界除了试炼者登陆外，自然还有其他的方式相连。那些自惊悚世界中获得不俗实力的强大者，自然也希望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现实世界中。莫说什么统治世界、建立唯一帝国，通过惊悚世界的能力获得不俗根基、大笔金钱的想法还是有的。正因如此，在惊悚世界降临之后，现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曾向媒体和公众表示自己曾经遇见过鬼。现实世界恶鬼出没，这并非危言耸听。此时，青山医院中在连续开启了4个宝箱之后，灵修在恐惧降临天赋的洗礼下，对惊悚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此时的他虽然仍旧是个试炼新人，对于惊悚世界中的其他试炼者接触也不多，但手中掌握了不少惊悚世界核心世界观的灵修，绝不能用评价一般新人的眼光来衡量。处理完宝箱，再看属性。试炼者灵修，目前等级3，试炼场数3场，力量9，速度11，精神力17，恐惧值浮动 1-5， 治愈值9300，天赋极度战力等级3，恐惧降临等级1，旧日支配者等级1，特殊物品鬼神令、银色项链、黄金裹尸布、超治愈面具、医生执照、白蜡灯、光头石像等。技能青囊医术、五雷正法、寒冰。能量值3000年10月，惊悚币1300，试炼积分1550。仅仅经历过3场普通试炼的灵修，一身属性比起不少已经完成过10几场试炼的资深者还要恐怖。宝箱开完，属性看完，灵修也有点累了。停车场里在打了一个哈欠后，灵修看了看自己身旁那一脸茫然的双生鬼差，开口说道：“我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你替我在这青山医院中随处逛逛。我交给你一个任务，那就是找到青山医院的幕后管理者，向管理者申请一间能够独立使用的诊所。这间诊所最好能够面向街道，能够和青山医院之外的患者进行交流。”灵修说到这边，再次看了看模样滑稽却又不失威严的鬼差道：“这青山医院虽然有些恐怖，但我想凭借你阴司鬼差的身份，这点任务应该可以轻松完成。”这边面对着气氛诡谲的青山医院，双生鬼差脸上始终带着一抹严肃的表情，那严肃的表情挂在他那惨白的纸扎脸上，配合2道诡异的腮红，显得格外滑稽又十分吓人。这种级别的鬼物，恐怕也只有从小丧失恐惧的灵修，才能在他面前内心毫无波澜，一点惊恐之意都没有了。停车场里，在听得灵修的吩咐后，纸扎恶鬼呆板严肃的脸上，双眼微微一抬，望向灵修，认真的点了点头。
开口道：“主公，这件事交给我，吾保证顺利完成。”好。听闻此言，林修不再多说什么，默念一句退出惊悚世界，随后系统检测降临。林修身上虽仍有未完成的任务，但符合暂时退出的条件。很快，停车场中，林修的身影逐渐变淡，在纸扎、鬼叉满脸震惊中退出了惊悚世界。上一次林修进入惊悚世界的时候，是在自己位于城市郊区独立的豪华别墅里。这次回归，林修仍在自己的房间中。一位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举目无亲的年轻人，在还未正式进入职场前，就已经拥有了一栋独立别墅，这合理吗？这不合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林修虽然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有能够让他继承100万家产的双亲，但是他的爸妈却留给了他一个从小丧失恐惧的离谱天赋。在丧失恐惧的情况下，林修从小到大胆量、见识皆异于常人。在不少正常人看来，绝对不能触碰的黑市行医，对于林修来说却没有多少阻碍。早在成为东海医院正式的见习医生前，林修就已经是一名黑市上成熟的医生。在华夏黑市中，有的是各种各样有钱有势的大佬和海量普通医生们处理不了的疑难杂症。面对着顶级药员们身上的复杂病情，一般人若是没有一颗惊人的大心脏，根本不敢走向手术台。黑市里遍地流金，只要有本事就能赚钱。这就是林修小年纪就坐拥豪华独栋别墅的原因。这一日，就在林修离开惊悚世界回归东海的时候，惊悚论坛上舆论早就炸开了锅。震惊！号称新人噩梦的猛鬼大厦背后，操控者竟是一头300年老乌龟。东海市新人借助鬼差超额完成金融大厦试炼，本次副本奖励惊人。本月最佳新人林修，一身诡异气势震撼世界。当林修以木乃伊扮相出场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顶级大佬，在某些恶灵眼中，他就是王。短短1夜时间，惊悚论坛上与林修有关的各种词汇冲上热榜。超级新人、鬼差、裹尸布、卡车一样的乌龟等，成为了无数试炼者一次又一次点击讨论的焦点。不过2-3个小时，全网和林修有关的视频点击数超过了1亿。论坛上所有和林修有关的话题热度加起来，直逼惊悚世界12天王。12天王乃是惊悚世界中最为强大的12名人类试炼者。有消息称，这12名试炼者和他们身后所代表的势力，早在惊悚世界降临之前，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提前开启了恐怖试炼。这些天王本身来自于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几大家族和政府势力。半年之后，惊悚都市中一元换届，这12名天王亦是最有力的竞争者。未来若是惊悚世界和现实空间彻底融合，12天王和他们背后的势力亦将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宰。林修作为一名只参加过3场恐怖试炼的新人，区1个副本之后，自身热度就能够和12天王比肩。由此可见，之前在金融大厦中，林修给大家带来的震撼有多深。次日，华夏某处，当林修金融大厦试炼的视频全球传播的时候，一间豪华的办公室里，名身材高挑、戴着墨镜、长相英俊的年轻人架着腿，半仰着躺在沙发上，打量着桌前几名黑衣人。黑衣人个个身高190公分往上，黑西服、黑皮鞋，显得异常强悍干练。在打量了黑衣人一番后，长相英俊的年轻人这才开口道：“你们确定那个新人就在东海市？”对此，一名黑衣人头目道：“是的，二少爷，我们经过多方排查，消息来源可靠，绝不会出错。”听闻此言，英俊的年轻人双眸一抬，开口说道：“既然如此，那你们就派人去了解一下这个新人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和鬼差签订了契约。”年轻人说到这边，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轻蔑之色。最近一段时间，虽然惊悚论坛上对那位叫做林修的新人评价不差，可若不是有鬼差契约，那家伙怎么可能战胜300年老驼？找到林修，让他交出鬼差契约之法，若是不从，你们就尽管上些手段。年轻人冷着目光，安排好事情。几名手下道了声是，随后领头的黑衣人又道：“少爷，林修一事我等早有安排，在东海市，我们有一个合作了许久的二流家族，这个家族在我们的帮助下，拥有了一定从惊悚空间中召唤惊悚世界中召唤恶灵的能力。那林修虽然贵有超级新人之称，但是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即便是在惊悚世界中表现不俗的新人，当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真正遇到恶鬼的时候，也会吓得不轻。这一次，我们先让东海市的家族出门，下内思，等到那个叫林修的家伙心态炸裂时，我等再找机会出手。不管那新人再怎么强悍，他终究都得乖乖投降。”听见这话，沙发上的英俊年轻人缓缓地抬起头，稍稍挪动了下自己价值7、8万的墨镜，看了看几名黑衣人，最后不屑一顾地笑道：“你的主意不错，去吧。”黑人听后连连点头。突然，年轻人似乎又想到了什么，望着手下道：“东海一事，你们秘密进行，不要让大房那边知道。豪门之中，大佬们往往背了大房、二房好几个老婆、情人，眼下黑衣人们的老大正是豪门中的二房。”听得二房少爷此言，手下们会意，道了声手下明白，便不再多说什么，点点头，恭敬地退出房间。一天后傍晚，东海市人民医院一处偏僻的巷口，这天天飘着雨，气温有点凉。傍晚时分，夜幕降临，在距离巷子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白色商务车，车内坐着2名东海当地中年人，还有2位黑衣大汉。众人在巷子口守候多时，只为等待一人出现。老徐，你确定那个叫做林修的新人就在这人民医院工作？望着雨雾中一片阴霾的巷口，黑衣人开口问道。对此，东海本地大叔开口说道：“二位尽管放心，找人这种事，若是放在东海之外，我俩不敢给你们任何保证。可要到了东海，我兄弟2人绝不会弄错。二位尽管耐心等候，用不了多久，那小哥就下班了。”东海本地大叔一边说，一边看看时间，末了又道：“都说这刚下雨的时候最容易翻车，天色将黑未黑的时候最容易吓住人。二位且耐心等待，一会我们安排在巷子里的惊喜，
一定可以将那小哥吓得魂飞魄散。听得此言，黑衣人不再多说什么。此时，正坐在商务车内盯着前方的黑衣人等并没有注意到，就在距离商务车不远的一个高处，一位身穿黑色绑带连衣裙、肩膀敞露、大腿白皙的纯欲风美少女，正饶有兴趣地望着面前的一切。一头长相凶恶的 F 级恶鬼，两头形如黑犬的邪煞。陈无敌，为了对付一名区区的失恋新人，你手下这批人可真是下了血本啊！纯欲风少女可盐可甜，既清纯又性感，年纪20出头。下着秋雨的傍晚，纯欲风少女独自一人站在高处，身旁吹过的冷风细雨对着美女却没有丝毫的影响。长发微动，这少女完全就是无数少年眼中的梦中情人。然而，就在少女自言自语的同时，她的身后出现了一尊气势恐怖、面无表情的恶灵。恶灵浑身散发着灰色煞气，少妇模样，一件单薄的吊带裙下是少妇恶灵那惨白、淤青却又散着异样美感的大长腿。她的头发湿哒哒的，浑身带着弥天煞气，只看一眼便足以令人浑身发寒。可是就是这样一尊顶级恶煞，她在纯欲风少女身后却是一脸恭敬、忠心耿耿。她是纯欲风少女的守护灵。至于少女是谁，目前不得而知。此时的她只是饶有兴趣地望着不远处即将从医院后门回家的灵修。和商务车里心思诡谲的黑衣人不同，纯欲风少女脸上始终带着平淡的微笑。她相信，不管巷子里的东西如何恐怖，今天灵修一定有能力渡过难关。灵修哥哥，当年那场可怕的战役之后，我们家还欠着你爸妈人情呢。今天家儿好不容易找到了你，您可别被陈家派来的恶灵吓坏啊！惊悚世界变化莫测，想要在未来的惊天变局中获得一线生机，不管你我，只能不断变强。傍晚，细微的雨滴不停落下。商务车内几名正在焦急等待灵修的黑衣人在家儿说话的时候，疑惑地拉开窗户，往身后的高塔望去。可是身后那高塔除了一片阴霾之外，哪有什么人影？所以刚刚那被人窥视的感觉是我的错觉。商务车内，黑衣人疑惑地皱起眉头。而另一边医院门口，众人期待已久的灵修则撑着一把雨伞，缓步出现在了众人视野之中。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一把雨伞，浑然不知地走来了。傍晚时分，天色昏黄，在帮助医院里的陈山教授完成了一台难度不小的手术后，灵修独自一人撑着黑色雨伞，缓步从医院后门走了出来。这医院后门位置偏僻，到了天黑之后，阴气森森，一般很少有人从这里经过。而灵修作为东海市医院的见习医生，则早就习惯每天从东海医院的后门走。原因很简单，从医院后门离开，不管是去各种餐馆、商城还是地铁站，相对的路程都比较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害怕的阴气森森，灵修一点感觉都没有。时间下午7点多钟，深秋时节，小巷里天早已经黑透。灵修在走出医院后，倒也没多想，仍旧按照往日习惯，缓步走进了巷弄中。眼看着灵修走进小巷，那藏在商务车里的4人不由得一笑，其中一位更是直接摇摇头道：“灵修啊灵修，不得不说，你这家伙胆子确实不错。这平日里没什么人走的医院后门，你走起来就跟自家后院一样。不是我说你，你这种人就是欠社会的教训。一会在经历了恶灵的洗礼之后，我希望你还能如此淡定。”一听这话，东海本地大叔道：“管事，你别太高看了现在的年轻人。依我看，这家伙等会大概率会被吓破胆。啧，小伙子，记住你现在高冷的表情，一会可别吓尿啊！所谓的超级新人，不过就是笑话好吗？”冰冷的细雨中，就在商务车内众人议论纷纷之际，走在路上的灵修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望着雨幕，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他下意识地停下脚步，抬眼向自己身后一座高塔望去。高塔之上似乎存在着什么东西，可当灵修转身望去时，那塔上却空空如也。当灵修将自己的注意力缓缓从高塔处收回时，巷弄口的一辆商务车又引起了灵修的注意。好家伙，为了确保医院救护车的出行通畅，这东海医院附近的几条街道全部都是禁停区。你一辆这么大型的商务车就这么明晃晃地停在巷弄口，你丫的不怕贴条？或者你这车是想做些什么？望着不远处的商务车，灵修神色平淡的一笑，随后压低了自己的雨伞，缓步向前走去。往前又走了几步，突然灵修心头一紧，一股压抑的气息瞬间逼面而来。这种感觉有古怪。疑惑之际，灵修稍稍抬眼，四下一看，不动声色继续往前走。很快，灵修的身影从一个垃圾箱旁经过，刚走了2步，突然垃圾箱旁一双惨白发灰的手猛然伸了出来，一把抓住了灵修的脚踝，一下子将灵修绊住。等到灵修诧异停步，低头看去的时候，却见垃圾箱旁的地面上坐着一位酒气冲天、50多岁的中年大叔。大叔身形又高又壮，躺在地上，一抬头，双眼之中散发出一股可怕的灰黑之气，一对眼睛黑得吓人，只见瞳孔，不见眼白。他的手粗壮有力，抓住灵修的脚踝之后，就像一只强而有力的机械手臂一样，死死的不肯松开。不知不觉间，灵修的脚踝已经淤青了一块。此时，小巷里的路灯受到大叔身上煞气的感染，忽闪忽闪，发出滋滋怪异的声响，整个小巷里的光线忽暗忽明。巷子口一阵风吹来，令人不由浑身颤抖。这中年大叔双目阴森恐怖，一看就不是常人。望着地上那满脸凶恶的大叔，灵修稍稍一愣，随后他的嘴角微微上扬，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这可是灵修在成为试炼者后第一次在现实世界中遇到恶灵，一头喝酒中风后跌跌撞撞落入水中淹死的恶鬼。怎么样，大叔，你藏身此地是为了找人替你完成什么心愿吗？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黑市鬼医，怎么样？要不要我帮你洗洗胃、醒醒酒？灵修说前2句话的时候，语气还带着一丝善解人意，而当灵修说到醒酒的时候，
他的态度已经变得冰冷起来。很显然，在自己每天都会经过的巷口，一头神秘恶鬼突然拦住自己的去路。在这种情况下，林修不会认为这大叔是来和自己交朋友的。而另外一边，当中年大叔恶狠狠地抓住林修时候，听着林修所说的话，恶鬼大叔一脸懵逼。在这世上，一般人猛地遇见恶鬼，不是应该马上失声尖叫，惊慌失措吗？你这家伙如此淡定的表现是怎么回事？难道大叔我长得不够凶狠吗？我可是人见人怕、纵横世间的恶灵啊！按照预想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小子不是应该被吓得双腿发软了吗？呵！垃圾箱旁，就在林修缓缓收住雨伞，好帮大叔醒酒时，坐在垃圾箱旁双目发黑的大叔早就怒了，他的口中发出一阵冷冷的低笑，随后松开了自己宽大的鬼手，冷冷地站了起来。化身恶鬼的他身高足有2米，站在1.83米的林修面前显得异常高大。他肩膀宽厚，右肩上带着深可见骨的黑色伤口，手中还拎着一个放大了1号的绿色酒瓶。这酒瓶一看应该是恶鬼大叔煞气幻化之物，同时也是大叔用来砸别人脑袋的家伙。呵！巷子里，恶鬼大叔龇牙咧嘴，一股带着弥天酒气的恶臭扑面而来。大叔口中2排牙齿看着比恶犬还要恐怖。与此同时，大叔身后2头身形瘦长、一身黑皮，如同家犬一般的阴邪鬼物缓缓而出，像2条狼狗一样拦在林修身侧。昏黄巷弄，恶鬼挡道，无处可逃。臭小子，面对大叔我如此阵势，我就问你一句，怕不怕？垃圾箱旁，中年大叔高举着酒瓶，将那大1号的玻璃瓶子往自己口中一塞，咕噜咕噜喝了好几口诡异的液体。醉意醺醺之下，大叔虎着一张无比凶恶的脸，望向林修道：“臭小子，本大爷今天有话问你，你老实回答，不然你的下场会非常凄惨。”这一日，巷子里，恶灵大叔说话时，声音重重叠叠，十分吓人。就在恶灵大叔和林修冷冷对峙的时候，一位难得医院后门走出的医生，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脚步轻快地走进巷子里。此时，巷子里气氛压抑，鬼气滔天。在有心人操弄之下，恶灵大叔的身影完完全全展露在世人面前。这年轻医生在走进巷子的时候，脚步轻快，口中哼着小曲。今天晚上，他要去见自己的秘密情人，整个人别提有多开心。可是，就在年轻医生一路往前，来到距离林修和大叔不远的地方时，他突然有些愣住了，目光一瞥人高马大的恶灵，口中忍不住道：“现在的人啊，都什么素质？怎么，这喝酒了还想拦路抢劫？”年轻医生看了一眼被恶灵大叔拦住的林修，尽管此时的他内心对于林修存在着那么一点点同情，但有道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年轻医生同情归同情，在经过林修和恶灵身旁时，医生也只是鄙夷地看了林修和恶灵一眼，便要匆匆离开。这一看不要紧，年轻医生顿时和恶灵大叔四目交接。当恶灵大叔那只有黑色瞳孔、毫无眼白的诡异大眼睛出现在年轻医生视野中时，年轻医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娘的，眼前这拦路抢劫的大叔压根不是人，他是鬼好吗？我的妈呀！年轻医生虽然每天在医院里工作，可是身为牙医的他，哪有林修那般波澜不惊的沉稳？望着恶灵大叔，年轻医生顿时吓出尖叫啊的一声，裤裆上一湿，望着恶灵，双眼一翻，倒在地上。偏僻的巷弄突然出现一名年轻医生，这是林修和恶灵大叔所没想到的。而当年轻医生吓傻了晕倒在地后，恶灵大叔又将自己的目光缓缓望向林修，伸出自己粗壮无比的大手，抓住林修的衣领道：“怎么样，臭小子，你吓住了吧？对于你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大爷我就是绝对的主宰。今日你落入我的手中，别想逃走。”哦，一听这话，内心毫无波澜的林修开口了：“你想问什么赶紧问，不然我可就出手了。”面对着小巷里拦路的恶灵，说实话，林修本身并没有什么耐心。可是当恶鬼大叔说他有话要问自己的时候，林修又隐约察觉到了恶灵大叔似乎别有图谋。正因如此，林修才会耐着性子等着恶灵大叔先开口，看看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拦住自己又为了什么。另外一边，面对着态度如此嚣张的林修，恶灵大叔也是被气得不行。可不管怎样，眼下这小子已经被自己牢牢掌握在手心中，恶灵大叔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御灵者交代的任务，获得一顿丰厚的犒赏。呵，面对着一脸不屑的林修，恶灵大叔再度开口道：“臭小子，我问你，你是不是在那个世界中和一位鬼差大人达成契约，成为了鬼差大人的奴仆？”啊！一听这话，原本还饶有兴趣听大叔讲话的林修顿时一头雾水。我在那个世界和一位鬼差大人签订契约，成为了鬼差的奴仆，这都什么鬼？林修看了看自己刚刚从口袋中摸出来的鬼神令，脸上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这鬼神令是林修从惊悚世界带出来的，按照林修现在的身份地位，他可以同时统御5名鬼差。身为黑铁鬼神的林修，在惊悚世界中的地位远高于一切鬼差。在之前的试炼者，林修之所以能够操控双生恶鬼，那是因为他地位超然。至于鬼差奴仆什么的，听起来未免有些滑稽。恶灵大叔，你看不起谁呢？小巷子里，抬眼望着满脸暴躁的恶灵，林修微微一笑。现在他终于知道，原来这恶灵大叔是为了探明鬼差一事而来的。一头来自那个世界的普通恶灵，绝对不可能对鬼差之事如此上心，也绝不可能在自己结束试炼后如此迅速找到自己。联想到惊悚系统曾经提示林修，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少实力高深的试炼者，能够从惊悚世界中召唤恶灵，因此林修内心微动，认为大叔背后一定另有其人，否则凭借着恶灵大叔这酒鬼脑袋和他这微薄的修为，绝不可能生出如此事端。于是望着恶灵大叔，林修冷声开口：“我确实和一头鬼差产生了联系，所以那又怎样？大叔，我问你，今天是谁派你来探查消息的？”林修说到这边，双目缓缓向下，
看着恶灵大叔那紧紧抓住自己衣领的大手，随后身上鬼神之气加之极度战力、旧日支配者等不讲武德全部释放开来。面对灵修身上如此恐怖的气息，仅有 F 级修为的恶灵大叔当场惊呆。作为一头只知道泡在酒缸里的弱鬼，恶灵大叔哪里见过灵修这种气势？一时间，恶灵大叔当场吓呆。讲真，若非人死之后没有消化排泄系统，此时在面对灵修如此恐怖的气息时，恶灵大叔早就尿了。臭小子，好可怕的气息！此时巷弄中，面对着灵修身上突然爆发出的惊人之气，恶灵大叔感觉自己像是握住了一颗滚烫的火球，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一时间，恶灵大叔吓傻了。好一会功夫，恶灵大叔才见灵修白色外衣下一道散发着顶级幽冥气息的黄金绷带缓缓延伸出来，包裹住了灵修的拳头、手腕。这绷带对于一般圣人来说，或许就是一条老旧之物罢了。可是对于身为恶灵的大叔来说，这绷带却是大凶之物。恶灵大叔离世多年，见过不少恐怖凶物。可是，即便大叔将自己过往多年所有见过的凶物全部加在一起，那些东西也都没有眼前的黄金绷带凶。这尼玛不带这么玩！恶灵大叔感觉自己真快吓尿了。眼前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年轻人，自己打不过呀！我的妈呀，这家伙是顶级大佬吧？那个世界的鬼差们，充其量就只配几大佬踢鞋好吗？妈妈，我后悔了，我不该出现在这里。我好想逃。小巷子口，当灵修被恶灵大叔拦住的时候，商务车内的几个人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众人怎么也想不到，灵修这家伙年纪轻轻，居然没有被一脸凶恶的大叔给吓住。看看刚刚那倒在地上的牙医，这才是正常人的表现好吗？联想到惊悚论坛中曾经说过，灵修是个恐惧值所死的家伙。现在商务车里的众人终于稍稍看出了灵修的不凡，忍不住暗道一声：这小子不简单。可是，就算你这小子胆量比一般人大一点，那又怎么样？按照惊悚世界目前的发展来看，一般的试炼新人根本不可能将自己在惊悚世界中获得的能力体现到现实世界中。也就是说，面对着恶灵大叔，灵修，你别无他法。你小子在金融大厦试炼中得到的那把黑色手枪，压根没有带到现实世界中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小子就等着被 F 级恶灵活折磨死吧。用不了多久，在东海市的某个角落便会出现一具无人认领的年轻尸体。比起普通的杀人事件，这恶灵杀人一般世俗界的警员们根本无处查起。多年以后，你也将被世人忘记。呵，夜幕之中，商务车内的几人望着巷弄一阵冷笑。而这边，在灵修满脸微笑的询问下，一双大手牢牢擒住灵修胸口的恶灵大叔151时，将今日清晨东海市2位御灵者如何找到自己，如何许以诱惑，要求恶灵大叔在这边拦住灵修等事，全部讲了出来。当听完大叔的描述之后，灵修不由得微微皱眉，忍不住自言自语道：东海徐家吗？你们为什么要找我？身为一名黑市鬼医，灵修对于东海市几大家族的当家之人非常了解。通过恶灵的描述，灵修很快就锁定了自己目标。今晚灵修可以断定，这驱使恶灵半道拦路之人就是东海徐家的人。只是这东海徐家的人拦住自己，目的又是什么？带着疑惑，灵修的目光越过大叔肩膀，不动声色地向巷口的商务车望去。眼看那商务车内一片漆黑，灵修收回目光，冲着大叔开口又道：你这家伙既然已经被拘到了现实世界，看来短时间内也是回不去了。既然如此，那你就暂时留在我的身边，当个仆从，我有什么消息也好有人可以吩咐。灵修说到这边，鬼神令中一道威严无比的天地法则瞬间落下。这道天地法则虽然无法让恶灵大叔瞬间进阶为纸扎鬼刹，却仍旧可以对大叔形成不容置疑的约束。在这之前，恶灵大叔早被灵修吓破了胆。此时在被鬼神令气息禁锢之后，恶灵大叔更是浑身一颤，随后望向灵修，颤颤巍巍道：鬼神大人，小的有眼无珠，冒犯鬼神威严。从今往后，小的改邪归正，为大人之命是从。好。一听这话，灵修心头微动，随后又对恶灵大叔道：既然如此，你放开一阵黑雾遮蔽视线，我走过去那商务车方向看看，注意演得逼真一点啊！听见这话，恶灵大叔愣了一会，好半天才反应过来。随后，恶灵大叔冲着灵修露出一个小的明白的眼色，高高举起自己粗壮的右臂，口中怒骂道：臭小子，你好生无礼！说完，那可怕的拳头便照着灵修的脑门轰了下去。这一轰，恶灵大叔浑身溃散，化作一团弥天的黑雾，将整个巷弄牢牢包围起来。不远处，望着那出拳挥向灵修，却自己炸成一团黑雾的恶灵，商务车中，东海徐家2名试炼者疑惑地皱起眉头。另外一边，2位黑衣人内心亦有所动。此时抬眼再向车前望去，却见车前一片漆黑，这种感觉犹如末日降临。不对，车厢内一名黑衣人神色大变，掏出车座旁一把冲锋枪，突突的便往车门外开了几枪。一边开枪，一边还冲着开车的司机道：他娘的，这黑雾鬼怪是典型的恶灵鬼域，你赶紧开车，一刻也别停留，我们被人反包了。惊悚世界降临半年，当现实世界中的恶灵突然暴起的时候，即便是豪门世家的仆从，也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够对付。黑衣人们虽然有能力从惊悚世界中拘出 F 级恶灵，可实际上黑衣人们对付恶灵的手段也没多少，他们不曾从惊悚世界中提取到太多能用的技能。此时面对无边黑雾，黑衣人们只感觉一股强烈的气息压迫而来，而这股气息意味着之前东海徐家拘来的那个大叔已经不受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黑衣人等也只能想方设法快逃。驾驶室内面对着黑衣人的惊慌失措，那开车的本地司机同样吓了一跳。在慌乱摆弄了一阵刹车离合之后，终于那商务车猛地发出一阵咆哮，冲着黑暗重重撞了出去。
车内2位黑衣人动作频频，一位开枪扫射，一位盯紧司机，掌控全局。终于，在2位黑衣人急切的运作之下，这车冲破黑暗，冲出巷口。时间下午7点03分，气温16至19摄氏度，天空中飘着小雨，天气微冷。巷子口望着飞速而去的商务车，浑身中了2、3颗子弹，黄金裹尸布上沁出鲜血的林修微皱眉头，咬咬牙忍不住道：“啊，没想到你们车上这几人还挺灵敏的，我都还没来靠近就被察觉了。”此时，由于黄金裹尸布的关系，林修身上的伤其实并不严重，但可惜的是他没能拦住对手。另一边，望着浑身散发强悍邪气的林修，恶灵大叔浑身又是一阵发抖，惊恐之际，忍不住嘲笑自己刚刚怎么有勇气将林修拦住，这家伙身上的气息好恐怖。这边眼看商务车已经走远，林修收回目光，不再多说。现在他要找个地方取出嵌在自己血肉之间的子弹。另一边，远处高塔上，那位纯欲风少女在见到林修中弹后，内心一阵心疼。原本他想出手帮林修拦住黑衣人等，但一想林修哥哥本事不差，他一定有办法挖掘出今日事情真相。如此纯欲风少女就不越俎代庖，提前帮林修哥哥办事了。眼下徐家等人布置的迷局，正好可以帮助林修哥哥成长。这一日，东海郊区一处隐蔽的工厂里，林修独自一人坐在一间干净的手术室中，对着一面高清镜子处理着自己的伤口。先前在林修走向商务车的时候，车里的人突然举起一把威力不俗的冲锋枪，向着林修疯狂扫射。当时虽有黄金裹尸布替林修卸下了绝大多数的伤害，但由于黑衣人的火力实在太猛，林修身上还是中了几颗子弹。眼前林修所在的手术室是林修几年前按照黑市规格修建的。如果说林修身边什么最值钱，那么眼前这间手术室的建造价格便占据林修原有身家2/3以上。这个地方是林修在进入惊悚世界之前为自己打造的坚固堡垒，只要有这么一间手术室在，林修便不怕没有退路。白天，林修是东海市人民医院一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年轻实习生；夜晚，林修则是足以轰动整个东海，甚至是江州省的顶级鬼医。双重身份双管齐下，即便未被惊悚世界选召，林修总有一天也能成为一方大佬。在隐蔽的工厂手术室中，林修平日里有2名信得过的助手，但由于近日之事牵扯到东海几大家族和惊悚世界恶灵，因此林修并没有通知2名下属前来手术室里帮忙。在黄金裹尸布和酒鬼大叔的出街御物的帮助下，林修很快便取出了自己身上的几枚子弹。有黄金裹尸布在，林修甚至不需要为自己清理和包扎伤口，黄金裹尸布直接搞定。夜里，林修身上裹着绷带，独自一人坐在手术台上，若有所思。在防御和疗伤这2件事上，黄金裹尸布有着惊悚世界中绝大多数防具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今天的重弹事件却也充分证明，目前这个阶段，黄金裹尸布并非无所不能。今天傍晚，如果商务车里的火力再猛烈一些的话，自己可能就真的倒地不起了。巨大的高清镜子前，林修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伤口，在获得了鬼神体质后，林修感觉到自己现实中的身体似乎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增强。在清理子弹的过程中，林修可以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伤口上有一股不小的作用力，正在一点一滴的身上的子弹往外挤。目前林修的鬼神体质只达到了最入门的阶段，便有这样的效果。试想一下，如果林修的身体素质继续往上提升的时候，那么将来一旦中弹，林修的伤口是不是就能自行将子弹挤出身体呢？再强一点，是不是能够做到刀枪不入？联想于此，林修内心微动，身为鬼医的他，很快便将继续提升鬼神体质一事提上日程。在确认自己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之后，林修看了看身边一脸恭敬的酒鬼大叔，开口说道：“从今日起，你替我潜伏到东海徐家，徐家那边有任何风吹草动，你立刻前来汇报。对于这种对手，我们既不能大意，也不能轻饶。记住几个关键。第一个点，你前期在潜入徐家的时候，可以利用你恶灵的身份搞点事情，吓吓他们，先抑后扬，这样可以抬高你的身份。第二，当徐家人开始围剿你，动用到了你处理不了的对手时，你可以主动认怂，成为徐家忠诚的鬼仆。之后我们每周2次在东海医院停尸房见面，其他时间或者地点，你不要主动找我，就算咱们意外碰面，你也要把我当做敌人，以免暴露你自己的身份。”酒鬼大叔虽然人高马大，但在林修面前却怂得要死。听得林修的吩咐，酒鬼大叔连连点头。当听完林修的话后，恶灵大叔晃动自己手中巨大的酒瓶，忍不住又道：“主上，你让我潜伏在徐家人身边，这是我可以去做，可万一徐家方面有断手段，一下就看出端倪，那可如何是好？”一听这话，林修淡然一笑，从口袋中取出了自己从惊悚空间里带出的鬼神令牌，将一道奇特的气息打在大叔身上，随后道：“我这令牌可以保证你不受搜魂法术影响，同时也可以帮助你在受到致命一击的时候保住神识，只要我手中的令牌不碎，你就不至于彻底魂飞魄散。”林修此言一出，酒鬼大叔那散发黑气的双眼中立刻流露出一丝惊喜的神采，冲着林修点点头后，酒鬼大叔道：“既然主上能够保我一命，那小的也不再有任何后顾之忧。眼下咱们这世界中的御魂者虽然有些手段，但是真正能够对我等恶灵造成伤害的却少之又少。主上放心，只要不是遇到顶级强者，小的保证完成任务。”好，望着满脸自信的酒鬼大叔，林修满意的点了点头，开口道：“过段时间我找个方法把你重新射回那个世界，到时候我对你进行一些实质的改造提升。另外，你要是自己误打误撞回到那个世界，你可以来青山医院找我。”林修神色平淡道：“青山医院？”手术室中一听林修这么说，酒鬼大叔猛地浑身一颤，望着林修，满脸佩服，忍不住道：“原来主上大人是自青山医院而来，怪不得您本事如此了得。青山医院那种阴森恐怖的地方，可不是小的这区低等恶灵所能前往的。主上您要是有什么吩咐，还是在这个世界的医院召唤小的吧。”酒鬼大叔一边说，一边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望见这一幕，手术台上的林修不由得又是一笑。
回想着自己在青山医院中所遭遇过的一切，林修抬起双眸道：“青山医院其实也还好，至少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能把我吓到。其实也还好。”手术室里，望着神色自若的林修，酒鬼大叔脸上露出大疑惑表情。青山医院，那可是连惊悚都市中最为强悍的几个鬼王也不敢随意造次的地方，到了主上的口中，却变成了也还好。我的天，如果青山医院叫做也还好，那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地方才是真正的阴森恐怖？那座医院可是传闻中顶级炼狱啊！一次惊悚试炼后，引出了东海市一线家族的针对。在完成了简单的手术之后，林修内心升起了警惕之心。此时的他终于意识到，惊悚世界的降临不仅仅是给世人开辟了一个恐怖的历练空间那么简单，它的存在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已经非常之深。所以，东海徐家的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找到自己的呢？惊悚直播、官方论坛。想到此处，林修微微一皱，但脸上并没有太多焦虑之色。东海徐家虽然通过惊悚直播找到了自己，但林修可以明确自己黑市门诊和独栋别墅2个据点不曾被人发觉。东海医院实习医生的身份曝光，这件事虽然值得警惕，但对林修来说却也不算是致命危机。相反，这实习医生的身份反而能够替林修释放大量烟雾弹，迷惑对手，为林修提供一定的战略缓冲空间。眼下东海徐家找到自己，林修已经知道对方是冲着鬼差契约而来的。由此可见，纸扎鬼差虽然在阴司鬼神系列中属于最低等的存在，但是对于目前这个阶段的试炼者来说，他们仍旧是高不可攀的顶级存在。也就是说，林修在掌握了双生鬼差后，他在惊悚世界中所获得的优势还是挺大的。而且，除了双生鬼差之外，林修还能继续统御4尊鬼差，甚至利用鬼神令的特性控制不少的鬼仆。在足够多鬼差的帮助下，林修很快就可以拉开自己和其他普通试炼者之间的差距。这一日，坐在偏僻工厂手术台上，在完成简单的手术之后，林修将徐家风波一事交给大叔处理，自己则决定再次进入惊悚世界中处理一些事情，早点将青山医院门诊的事情搞定。青山医院一事对于林修来说意义重大，在惊悚都市中，有不少试炼者被恶灵斩去手臂、双腿，或者身中诅咒剧毒。这些情况，试炼者们若是无法解决，即便回归现实世界，也很有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死去。而如果试炼者们能够在惊悚都市中找到诊所及时就医，情况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华夏黑市中，各种求医的大佬们有钱有势，惊悚都市中顶级的试炼者们自然更不用说。也就是说，在另一个世界中，医术高超的鬼医同样值钱。之前在完成了金融大厦试炼后，林修获得了一本奇异的医术青囊经。这青囊经由一张巨大的人皮制成，上边密密麻麻书写着大量的文字。这些文字中，除了大量的医案外，还有不少神秘诡谲的药方以及海量的配图。林修在获得了恐惧降临技能之后，除了系统自带的几项技能提取，唯一选择的就是将这青囊经带到了现实空间中。这些天里，林修除了上手术台的时间外，其余时间都在研读这部神秘的青囊经。几天功夫下来，林修受益无穷，就连现实世界中的医术也迎来了意想不到的提升。对于林修这样的黑市诡医来说，原本他的外科医术就已经达到了某种极限，短时间内想要再上一个台阶本身是很难的。但是这部自惊悚世界而来的青囊经就有如此惊人的提升效果。讲真，若不是因为林修还想把恶灵大叔派到东海徐家处调查情况，今天晚上林修可能就直接取出青山医院的手术刀，直接对恶灵大叔进行友好的解剖了。这天晚上，在处理好了自身的伤口后，林修并没有着急回到别墅，而是选择从手术室中直接前往惊悚世界。对于林修来说，不管是海边别墅还是工厂门诊，都是自己最为隐蔽的藏身之处。从这2个地方登陆惊悚世界，林修不怕被人打扰。至于今日徐家窥探之仇，这笔账林修早晚是要和徐家人算的。可是，在摸清徐家人的真正底蕴和真实目的之前，林修并不着急行动。在双方实力不明的情况下，林修选择继续埋头发育。等到酒鬼大叔替自己送回一些有用的情报之后，林修便会找机会亲自前往东海徐家讨要说法。甚至林修相信，用不了多久，自己便会在惊悚都市和徐家的人相遇。而如果是在惊悚世界相遇的话，那可就有意思了。林修身边有的是问候徐家人的手段。手术台上，在确认手边的事情差不多处理完毕之后，林修选择重新回到惊悚世界，继续攻略青山医院。对于目前这个阶段的林修来说，变强才是王道。默默观想青山医院，感受惊悚世界的气息。没过多久，一股阴冷潮湿、令人万分压抑的气息逼面而来。林修视线缓缓收缩，转眼，青山医院漆黑的停车场已经出现在了林修面前。望着空空荡荡的停车场，林修不由得摇了摇头，暗道一声：这每次登陆都在停车场里，终究不是办法。今天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拿下一间房间。停车场里，不等林修心绪稍定，这边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欢迎回到惊悚世界。检测到试炼者离开的这段时间，您所统御的鬼差魂魄受创，请您尽快找到鬼差，为其治疗，否则其将在72小时内魂飞魄散。叮！检测到试炼者离开的这段时间，您所统御的鬼差为您取得了青山医院沿街诊所01号店坐诊资格。3天内通过青山医院考核，您将成功拥有青山医院沿街1号门诊店。青山医院沿街门诊店属于青山医院下属机构，可对内对外招收病人。优秀的门诊医生可获得青山医院晋升资格。漆黑的地下停车场中，面对着惊悚系统一连串的提醒消息，林修心头一愣，一抬眼却见裂口女小倩带着一位断了脑袋、身形狼狈的鬼差缓步向自己走来。一见林修，裂口女直接说道：“林医生，你的人我保住了，这次你又欠了我一个人情。”地下停车场中断了头颅的双生鬼差，在裂口女的护送下，捧着自己的脑袋，一脸衰样，狼狈而来。
这厮五官看着虽然又衰又弱，天生一副倒霉相，但行走间又不乏鬼差威严，典型的顶级大佬见了懒得理睬，走在路上又能吓哭各种小朋友的存在。望着一路狼狈而来的双生鬼差，林修眉头微微一皱。在拥有了鬼神体质后，林修对于惊悚世界中的各种鬼怪气息异常敏感。在见到双生鬼差第一眼后，林修便感受到了那位在鬼差脑袋上留下杀招的恶灵实力不差。好家伙，青山医院不愧是一众试炼者们最为忌讳的存在之一。这双生鬼差要是放在别处，一般鬼怪见了连碰都不敢碰，到了这边，青山医院的大佬直接一刀砍了，而且一点都不给双生鬼差重新接回脑袋的机会。此时，林修虽然未曾亲眼目睹双生鬼差和神秘大佬的交战，但通过双生鬼差身上散发出的诡异气息，林修多少还是能够想象那场争斗的惨烈。而且看着双生鬼差那眉头紧锁的头颅，林修完全可以大胆的判断，在与对手交战的时候，双生鬼差几乎单方面被虐，而且被虐得极惨。啊，你这是为了帮我拿到1号房的认证许可才被人砍了头吗？望着怀抱头颅的双生恶鬼，林修开口说道：“你这次表现得不错，我会找机会重赏你。”一听这话，仍心有余悸的双生鬼差眨了眨眼，又将双眼一斜，望向自己身旁的裂口女，一对眼珠连续动了几下。见此情景，林修会意，缓缓地将自己目光望向裂口女，感激道：“多谢小倩美女出手帮助，算上黑骨虫，我已经欠你2次人情。”裂口女小倩本身长得很好，只是因为脸上那可怕的裂痕，使得小倩的性情变得乖张暴戾。在这惊悚世界中，但凡有人敢拿小倩的外貌说事，或者当着小倩的面对着小倩脸上裂口露出任何一点迟疑，惊恐之色的必遭小倩报复。为了不让外人对自己的容貌指指点点，因此一般小倩在外行走的时候，都会习惯用特殊的面罩将自己的裂口遮住。原本在面对林修的时候，小倩也是这么做的。可是自从上次二人在电梯相遇，林修竟当着小倩的面流露出了只有医生才有的独特关怀后，小倩的内心便悄然起了变化。正是因为在面对自己这诡异的裂口时，林修表现极佳，不但眼神中不曾流露出任何怪异的神色，而且对于小倩本身也毫无畏惧之感。因此自从第一次见面后，小倩便将林修的身影记在了脑海之中。她看得出林修虽然扬言要为自己的裂口做缝合手术，但是他的体质魂力其实很差，即便如此，小倩亦不在意。在林修离开青山医院的时候，小倩找到了一位倒霉的强者，从他手中抢到了黑骨虫，送给林修。这一次，当林修的手下为了林修门诊之事到处走动的时候，小倩一跟在鬼差身后帮忙处理了不少的事情。最终，当双生鬼差和医院里一位实力惊人的主任级医师爆发冲突后，小倩主动挺身而出，保住双生恶鬼魂魄，这才有了今天的事情。而自从上次林修在裂口女面前展露出了波澜不惊的神色之后，过去一段时间，原本内心一片阴冷的裂口女也似乎变得越来越开朗，摘下口罩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今晚裂口女来见林修的时候，就是不戴口罩的。讲真，这小倩若是不她看那裂口的话，光看她明亮的双眼、曼妙的腰身，倒也是个顶级大美女。只可惜她的嘴裂开了。今晚在听到林修称呼自己为美女后，本就有意在林修面前摘掉口罩的裂口女芳心不由得一动，望着林修，俏脸微微一红。脸红时，小倩那诡异的大嘴微微一翻，不受控制的露出那2排惊人锋利的大牙齿，还有那红嫩诡异的长舌，看起来就很恐怖。感受着自己的裂口不由翻动，芳心微动的裂口女顿时大惊失色起来。裂口女小倩被禁锢在惊悚世界多年，这是她第一次当着一名异性的面流露出少女的芳心。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她的脸上却出现了一副足以吓退世间一切生人恶鬼的丑陋面容。是该死的诅咒！一时间，裂口女敏感的内心再度掀起波澜，望着这诡谲的世界，浑身散发出惊人气势。诡异的邪煞之气一出，整个青山医院为之晃动。小倩不愧是可以轻易撼动青山主任级恶灵的存在，暴躁之际，青山医院不少病患鬼哭狼嚎。美妙少女化身顶级恶鬼，在这种情况下，林修医生作为一名试炼新人，他应该会被当场吓得晕死过去，从此再也不敢出现在自己面前了吧。望着林修，小倩内心泛起无比复杂的情绪。她看重林修，喜欢林修，同时她的性格又十分敏感脆弱。眼下万一林修在自己面前露出一丁点害怕、嫌弃之色，裂口女担心自己会忍不住直接杀人啊！这天底下恶心的臭男人实在太多了。地下停车场中，裂口女思绪复杂，可是就在裂口女脑海中的思绪千回百转之时，她却看到林修神色自若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她的眼中除了之前的感激之色外，似乎看不到其他更多的变化。裂口女恐怖而丑陋的面容，在她面前看起来好像一点事都没有啊！望见这一幕，小倩有些愣住了。她缓缓地晃动着自己手上一把可怕的锋利蝎鞭，双眼牢牢盯着林修，内心中开始怀疑这林医生是不是被自己当场吓死，僵在原地了。就在裂口女打算挥出蝎鞭试探林修的呼吸时，这边林修双目中的焦距重新回归，望向裂口女道：“你这脸上的伤口带着好诡异的诅咒，我们若想治好这伤，就必须找到诅咒的源头。”啊！地下停车场内，当听见林修的话后，裂口女浑身一颤，脸上露出了激动的表情。无数声音从她脑海中飘过。我的天啊！在见到了我如此可怕的面目后，林医生竟然一点嫌弃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想着为我治疗。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人？林医生真是医者仁心啊！爱了，爱了！此时，林修直播间中人气开始上涨。当发现裂口女那恐怖而娇羞的面容时，所有的人头皮发麻，眼睛想从屏幕上挪开，目光却又被一股极其诡异的氛围吸引着。你说这裂口女姐姐明明长着一双这么好看的双眼，还有那足以令世间无数男子为之疯狂的性感身材，可为什么她的嘴这么恐怖啊？
看着这么一张狰狞恐怖的大嘴，谁亲得下去？这裂口女姐姐在面对灵修大佬的时候，为什么不戴口罩啊？妈妈，我害怕。另一边，当发现裂口女一脸娇羞地望着自己时，灵修不由得一愣，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在某个瞬间，他突然觉得裂口女好像有点喜欢自己，这不是真的吧？看看裂口女那足以惊艳世人的双眸，再看看单薄的护士装下那腿那腰，灵修忍不住又是微微一笑。虽然对于裂口女诡异的面容，灵修并不感到害怕，但是人鬼殊途，灵修岛也不至于疯狂到非得把裂口女推倒，女人只会影响我出刀的速度。另一边，裂口女在心生波澜之后，眼看着灵修神色淡然，仍旧是先前依着人心般的关切目光，渐渐裂口女也压制住了自己内心的感激和冲动。随后，那夸张的裂口逐渐收敛，眼神也恢复到了原先冰山美人的状态。直到这个时候，裂口女才又重新开口道：“林医生，我脸上的伤由来已久，但是在过去这么多年间，你却是为数不多一眼就看出它来自于某种神秘诅咒的。尽管你目前还是个新人，但我相信交给你，总有一天你能帮我解决好。”一听这话，林修点了点头道：“这事你尽管放心，我既然已经答应下了，就绝不会推脱。”接着，林修又道：“关于你之前所说的主任医师，我想请教一下，他是什么来历？”林修话音刚落，这边裂口女脸色微变，随后道：“林医生，咱们医院的主任医师个个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之前你这仆从遇到的那位，虽然被我暂时赶跑，但他并非打不过我。那家伙充其量就是不想沾染我身上的诅咒，甚至是看不惯我的样子罢了。”裂口女实话实说道：“这一次我替你保下鬼差，算是运气加巧合。毕竟当我遇到鬼差的时候，他手中已经拿到了1号诊所的正式契约，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主任级医师，也没法将他就地正法。这事暂告一段落。我劝你，在你真正站稳脚跟之前，不要去招惹那些家伙，否则很有可能会遭到非常严厉的报复。”哦。停车场内，眼看着裂口女一脸关切，林修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皆是为了自己。既然对手太强，那就暂时不去招惹。但这笔仇，林修肯定是记下的。他将自己的目光缓缓地望向抱着脑袋的双生鬼差。这边刚刚吃了败仗的鬼差则不像裂口女那么谨慎，但感受到林修的目光后，双生鬼差直接急切道：“主公，我记得那个伤我的主任医师模样，那家伙就是一具焦尸，如同黑炭一样。下次要再遇见他，我一定将他指认出来。”听见这话，林修淡淡的点了点头，不再多说什么。又看了看纸扎人那黑漆漆的脖颈之后，一抬眼对裂口女道：“接下来我打算先去接管1号诊所，你这边有什么打算？”望着林修，裂口女神色再度收敛，接着道：“按照惊悚世界的天地意志，你们这些试炼者在进行某些测试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直接参与的。例如接管诊所这件事，作为医院护士的我便不能插手。”裂口女说话时，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关切之色。据我所知，在咱们医院的1号门诊里，有一个比主任级医师还要恐怖的存在，而且比起尸身强悍的黑炭头，那个存在是更加恐怖的精神攻击。我劝你一句，如果你没有办法完全克制住普通生人对于黑暗、未知、阴冷、绝望的恐惧，那你还是先别打开1号门诊为好。想活命，就等再经过5、6个试炼后，再打开那扇大门。否则，当你的双脚踏进门诊的时候，那令人绝望的恐惧将彻底吞噬你。你还没为我治愈伤口，我可不希望再也见不到你了。裂口女言尽于此，眼神之中满是真诚之色。而另外这边，在听完裂口女的描述之后，林修心头微动，开口道：“极致的恐惧吗？我喜欢。”一直以来，林修一直期待着被惊悚世界选召，而他为什么这么期待？为的不就是在这个地方找回自己丢失的恐惧？如果说青山1号门诊里的那位是位尸身强悍的高手，短时间内林修或许便暂随他去了。而如果1号门诊里的那位能够给试炼者带来极致的恐惧的话，那么林修说什么也得试试。此时林修直播间内，当望着林修在裂口女满怀忧心的描述后，脸上却流露出异常兴奋的表情时，直播间里无数的水友连连摇起了头。呵，疯了！林修大佬虽然是目前这个阶段惊悚世界中最为顶级的新人，但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持续不断的高压试炼，还是把林修大佬给逼疯了。在得知1号诊所内的那位异常恐怖后，林修大佬明显有些哭笑不得。惊悚世界成功的又逼疯了一个。林修大佬，青山医院的水很深，您还是赶紧放弃吧。青山医院停车场里，在与裂口女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交谈之后，裂口女主动开口道：“林医生，关于1号房，我能说的都说了，我这边还有点事需要处理。至于你什么时候去探索1号房，您便自己拿主意吧。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你准备的更充分点，再前往门诊处收房。”这边面对着裂口女的关切，林修满脸感激的点了点头。眼看着裂口女转身离去的模样，林修收敛目光，不再多说什么。等到停车场内只剩下林修和双生鬼差2人，林修才一拍双生鬼差那摸不着头脑的肩膀道：“走吧，我们收房去。”这边双生鬼差仍在想着刚刚裂口女的警告，听见林修这么一说，不由得吃惊道：“主公，刚刚小倩护士不是说了吗？那1号房异常危险，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要咱们千万别深入其中。”哦，此时双生鬼差的紧张是有道理的，只是极致的恐惧听起来很可怕吗？林修可是恐惧值所死的男人。面对着一脸忧心的鬼差，林修开口道：“我就去看看，不行就退出来，有鬼神体质在，短时间内我死不了。再者，我不接管诊所，拿什么东西给你缝合脑袋？”林修说到这边，一伸手便从双生鬼差那捧着脑袋的手中抽出了一张生硬的白色凭证。凭着一到手，林修眼前浮现出了一连串系统消息：青山医院
1号门诊行医凭证，稀有程度 S 级。行医要求拥有青山医院医师执照，正式行医后，试炼者每月可获得青山医院3000点惊悚币坐诊分红。门诊处每月将迎来各类随机病患。目前凭证状态未激活。好家伙！停车场内望着自己手中的行医凭证，林修不由得冲鬼差感慨道：“这稀有等级 S 级的门诊凭证你是怎么得到的？”对此，双生鬼差的回答是：“那日自主公离开之后，我便在医院中闲逛。那天晚上，一位浑身发灰的老头出现在医院1楼，亮出了门诊凭证，要求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按照他的要求完成任务。那天晚上，老头告诉众鬼怪，他丢失了2根骨头。我鼻子比较灵，在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在一处垃圾房里找到了老头的腿骨。作为回报，老头便将这凭证送给了我。也是在那个时候，那个自称是主任医师的黑炭头盯上了我，在老头离开之后，公开和我打了一架。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哦，望着手捧脑袋，一脸无奈的鬼差，林修又一次道：“你这次的功劳我记下了，放心，我不会亏待有功之人。如此便多谢主公了。”纸扎人一边伸手摸摸自己头顶上那圆鼓鼓的帽子，一边无奈的说道。自己摸自己的脑门，这模样逗笑了直播间不少的观众。漆黑的停车场中，当林修选择读取门诊凭证之后，他的系统列表中多了一连串长期任务，探索青山医院1号门诊，在青山医院内接诊第1位病人，完成第1台手术等等。同时，青山医院完整的地图再次出现在林修系统列表之中。根据地图上的标识来看，青山医院的1号门诊位于整座医院的西南方向，门诊一面背靠医院，由一条漫长的走廊连接着，与医院各个角落相通。走廊后边甚至可以走到医院内部的小院里。而门诊的另一边则面对着阴森诡异的大街，通过街道，门诊室里的医生们可以看见外边的车水马龙，鬼影重重。而医院外的鬼怪们则可以通过门诊室的大门，绕过医院前厅，直接选择自己中意的医生就诊。青山医院的门诊在惊悚都市中那可是十分稀缺的资源。惊悚都市中，多少的顶级恶鬼为了寻求青山医院的就诊医治，而不得不苦苦排队等候，1天2天，甚至是1年2年。也正因为青山医院外徘徊着无数的顶级恶鬼，因此这座医院才会在试炼者们注意到它的时候，直接被定性为9大禁区之一。没有哪一位试炼者敢在青山医院附近闹事，除非他活腻了，一门心思找死。此时，青山医院内在明确了1号门诊的位置后，林修也不耽搁，从自己的背包中取出6枚惊悚硬币，投入医院的自动贩卖机中。林修直接购买了2瓶功能性饮料，一瓶自己喝了补充体力，另外一瓶则随手丢给了双生恶鬼。在目前这个阶段，惊悚世界中的货币购买力极高。纸扎鬼差本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见到林修抛来的功能性饮料后，双生鬼差一阵机灵，一手抓着自己的后脑，一手则连忙去接饮料。饮料是接住了，可是一手握住冰镇饮料的鬼差却没手去开。抬眼看着自己的主子已经走远，无奈双生鬼差只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脑袋放在地上，盲人摸象般慌慌张张打开瓶盖，本能往原先嘴巴处一倒，那冰冷的饮料立刻淋了鬼差一身，就很尴尬。望着这一幕，直播间中3万多名水友直接哈哈哈哈。与此同时，一众水友们不由得感慨起林修的豪气。要知道，在目前这个阶段里，惊悚世界里的一枚普通货币在玩家手中已经炒到2100多块，而500多枚惊悚币在惊悚都市中就已经可以购买下一套100多平米的商住房。在这种情况下，一瓶价值3块惊悚币的饮料，林修大佬怎么喝得下？另外一边，在喝下了系统出产的功能性饮料后，林修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和精神状态都有了不错的提升。至于惊悚货币高额的购买力，作为一名天天关注惊悚论坛的新人，林修自然也是知情的。只是在林修看来，自己花大约华夏币6000多块钱的价值，买一瓶能够快速恢复和维持状态的药水，这种价格其实并不吃亏。惊悚世界中到处都面临着极致的生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试炼者们如果能够随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那不比精神萎靡来的值钱。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能赚钱，就没有人会怕花钱。之前在经历了金融大厦的试炼后，林修手中积累了2000多枚惊悚币。如今青山医院的问诊格局悄然成型，只要门诊一开，长期赚钱也是可以预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林修实在很难为几枚普通的硬币而心疼。对于有钱人来说，花6000钱若能保一命，那可太值了。漆黑、冰冷、灯光忽明忽暗的青山医院中，在喝下了系统出产的功能饮料后，林修领着双生鬼差一路往1号门诊而去。一路在遇见了几位面目冰冷的医生、病人之后，林修二人通畅无阻地来到了门诊街区。比起潮湿阴冷的停车场、住院部等，这个地方果然又诡谲了几分。林修和双生恶鬼站在走廊尽头，抬眼望去，整个门诊部诡异气息游荡，无数肉眼可见的灰色絮状之物漂浮在半空之中。风一吹，各种絮状物飘荡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像冰冷的湖。在望见这阴森诡谲的走廊后，林修内心的恐惧值波动0.5。在这惊悚世界中，能够让林修的恐惧值飙升的这么高的地方，可以算是十分顶级的大恐怖了。此时，直播间内无数的观众望着冰冷诡异的门诊走廊，早已头皮发麻，紧张到忘了呼吸，恐惧值狂飙99。这种地方不是一般人应该来的吧？扑通扑通。另一边，在面对着引起了自己内心0.5恐惧值波动的诡异走廊，林修脸上渐渐浮现出一抹兴奋的笑容。他又一次戴上了系统出产的超治愈面具，一瞬间，林修脸上的笑容更加夸张。这小子看起来真就一点都没在怕的。林修不怕，直播间的水友们却彻底疯了。我的妈啊！望着这寒意逼人的走廊，林修大佬却露出了这般诡异的神情，这合理吗？我不理解。果然不出我所料，林修大佬其实早就疯了。眼下面对着如此恐怖的门诊走廊，林修大佬并非毫无感觉，
而是他的精神状态早就被青山医院可怕的高压给彻底压垮了。我们现在在看的是一名崩溃者拙劣的表演。哈哈，话虽这么说，但我感觉还是蛮有趣的，毕竟恐惧值锁死这件事很罕见啊。直播间中，既有认为灵修已经彻底疯掉的水友，当然也有相信灵修确实实力不俗的粉丝。当灵修直播间中无数人嘲笑般打出666的时候，同样也有些人注意到了超治愈面具下灵修那波澜不惊的眼神。此等神采，如鬼神一般，冷眼看着世间的一切，这种情况怎么能说灵修害怕？他戴上那超治愈的面具，应该只是为了装逼吧？此时，直播间的水友们并不知道，灵修的超治愈面具上附带着一个特技——弱点侦查。超治愈小丑面具，等级2，防御值15-23，特性威慑、治愈、弱点侦查。也就是说，在即将走向门诊1号房的时候，灵修之所以戴上了面具，不是为了装逼，而是为了更好的进入战斗状态。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于超治愈面具的特性，灵修十分喜欢。走进门诊区，一路从17号门诊走过，刹那间，灵修只感觉到自己身上一阵寒意彻骨的酸疼，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絮状物在触碰到灵修时，转眼就彻底融化开来。这些由无数恶鬼的怨气、痛苦凝聚而成的漂浮物，如同恐怖的诅咒一般，一旦触碰到生人身上，便会在人的意识之中引发出强烈而诡异的幻想。可是，对于自幼丧失了恐惧的灵修来说，这些漂浮物所蕴含的诅咒却好像失效了一般。它们超过90%被灵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所隔绝，有一部分通过灵修的双眼、口鼻进入了灵修的血液之中。这些诡异的漂浮物一旦进入生人血液，立刻便会释放出诡异的生物电，刺激人类神经，令人在极度的恐惧中当场崩溃。可惜，这些漂浮物在进入灵修的血液中后，却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它们似乎被灵修身上诡异的血脉气息全部吸收，化作了提升灵修修为的养分。对于这漂浮在空中的絮状物来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走廊上一路走着，当灵修路过13号房的时候，突然间13号房里传来一阵诡异的女子之声，那高低起伏的声音有几分恐怖，又有几分令人害羞。灵修隔着门窗往门诊里一看，却见一名身穿白色大褂的医生正站在一张桌前，神色冷漠地盯着床上一名病态美丽的女子。一针两针，那医生正面无表情地缝合着女子腰上的伤口。青山医院的大夫们医术高超，在门诊医生的缝合下，不出2天，女子的蛮腰便可以恢复如初，一点伤痕都没有。这一日，女子的腰上受了十分严重的伤，但此时的她却似乎并不怎么在乎自己身上狰狞的伤口。撇去伤处不看，干净床单遮盖下，这女子在医生缝合的时候伸出了双腿，一双白花花的大腿在狭窄的病床两边晃啊晃。门诊里的2人明明正做着极其正经的事，可不知为何，当女子口中发出奇怪叫声，再配合她那不断摇晃的大长腿，还是让人瞬间浮想联翩。13号房外，林修只稍稍瞥了门诊一眼，很快便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往前走时，口中不由得自言自语道：“这女子大有问题，下次自己坐诊的时候可别碰到她。”就在林修身影彻底从13号房经过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到，那在床上胡乱怪叫的女子正稍稍抬起自己的头，一双俏眼饶有兴趣地望着刚刚从门外经过的林修。在这惊悚世界中，有时候就是你越怕什么，他就偏偏越来是吗？望着林修离去的身影，病床上的女子又一次发出了令人脸红的声音，脑海之中早就记住了林修的模样。呵，青山医院门诊区，林修一路从17号房往里走，在经过了形形色色如炼狱般的门诊房间后，林修终于带着双生鬼差来到了1号房前。这1号房同样恐怖，这个地方位于整个门诊区最深、最偏远，也是最神秘之处。此地从7号房开始，全部空落落的，房间里没有坐诊医生，走道里没有灰暗的灯光和漂浮物，和之前热闹的门诊区相比，这个地方仿佛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空无一人，阴冷低沉，年久失修，一片死寂。这个地方静悄悄的，基本上只要有任何一点响动，立刻便可以引起无数人内心的恐慌。门诊等候区的塑料座椅早已老化，上边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林修来到此处，四处看了一眼，最终将自己的目光落在了那标有1号房的门诊位置上。看了看自己身边的一脸惶恐的双生鬼差，林修接着开口说道：“你要是害怕，就在这等里等我，我完成1号房的考验后，再来会喊你进来。”一听这话，双生恶鬼如获大赦般长长舒了口气，将自己的头颅高高举在胸前，抬眼望着林修，开口说道：“多谢主公体谅，小的就在此地等候，绝不乱走。”林修神色平淡的点了点头。另外一边，双生恶鬼在情绪稍缓后，眉头不由得又皱了起来。今天林修主公1号房试炼的时候，虽然不带自己，可若是林修主公在1号房里没了，自己不也得跟着魂飞魄散？想到此处，双生恶鬼无奈的叹了口气，想了想，还是跟了上去。阴司鬼差作为惊悚世界最底层的公务执法者，在面对绝大多数普通幽灵的时候，他们高高在上，实力超群。可是，在真正的大恐怖面前，阴司鬼差就像炮灰一般的存在。来到1号门前，望着神色平淡的林修，双生恶鬼额上的冷汗便啪嗒啪嗒的往下掉。另一边，在缓步走向阴森黑暗、没有半点灯光的1号房时，林修的心跳稍稍加快，整个人不由得兴奋起来，恐惧值再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狂飙。临档期，是了，这就是害怕的感觉，令人有点紧张。妙啊！林修很喜欢自己身上突然出现的应激反应，这种应激反应使得林修整个的状态瞬间拉满。眼看着林修的手就要碰到1号门诊的把手，就在这个时候，全球3万多名水友的直播屏幕上跳出了可怕的一幕。注意，你所观看的主播接下来将进入极度阴冷之地，请您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老人，
小孩和有心脏疾病患者，请提前离开。啊，这惊悚直播间此时发布的警告，在惊悚世界降临之后的大半年中是极其罕见的。上一次，当12天王中的一位高手遇到屠村之祸，短短一夜间足有上千名试炼者意外惨死的情况下，惊悚直播间好像也不曾听出这样的警告吧？对于惊悚世界来说，这善意的提醒实在是太罕见了啊！大家都是明白人，谁不知道惊悚世界越是善意，便代表了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越大。眼下灵修大佬即将面对的鬼怪，很有可能是一位足以屠杀一城的恐怖存在。妈呀！此刻灵修直播间中，系统善意的提醒只持续了3秒，随后便化作一团血雾，烟消云散。下一秒，灵修的直播间炸了，无数的弹幕狂飙。卧槽！惊悚世界降临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被官方提醒吓到。接下来，老人、小孩和心脏疾病患者，请离开是吗？巧了，我偏偏就不是这3类人中的一种。妈妈啊，我不敢看，谁快来和我一起看直播？讲真，我突然在房间里有点待不住了，不行，我得去一个人多的地方再看直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别慌，咱们弹幕护体刷一波。此时，青山医院内对于从来不看直播数据的灵修来说，他并不知道，因为系统的提醒，自己的直播间弹幕已经炸了。当他的手缓缓地放在1号门诊室上时，一股彻骨的冰冷瞬间袭击而来。这种感觉和灵修当初第一次登陆惊悚世界，第一次打开试炼房时颇为相似，但手心传来的疼痛感却几乎是当时的100倍不止。眼下若非灵修手上缠着绷带，他的手可能会被直接冻伤。一上来就是这么大的手笔，感受着手心上那刺骨的寒冷，灵修淡淡一笑，提振精神，很快把手一推，随后一间面积不小，分别有问诊区、沙发接待区、检查区、诊疗区的大型门诊室出现在了灵修面前。这个地方很大，可惜房间里一片黑暗，灵修一眼望去，也很难将所有的一切都看清楚。啪嗒，伸手尝试着打开墙面上的灯，那灯亮倒是亮了，可是灯光前后持续不到1秒，立刻炸裂，整个房间再度陷入了死寂的黑暗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房间深处一道莫名而诡谲的轻叹声传来。灵修抬眼望去，房间角落里没有人，可给人的感觉却是那个地方站满了人。呵，这号称整个青山医院设施最为齐全、地方最大的门诊室，果然不简单。让我看看，在那漆黑的角落里，到底是谁在叹息呢？1号门诊室中，就在无数直播间观众的心悬着的时候，灵修已经独自一人离开门边，向着门诊室深处走去。嘻嘻，就在灵修往前走时，门诊室中一阵瘆人的银铃般的笑声悄然而来。这声音听起来像个6、7岁的小孩童。听见这个声音，灵修身侧的鬼差莫名有些紧张，他伸出自己短小的纸扎手，想要伸手拉住灵修的衣角。可灵修是谁？他又怎么可能做出如此扭捏姿态？灵修那高大的身材往前一走，双生鬼差的小短手立刻落空，就很尴尬。呵呵，这一主一仆走动间，但银铃般的笑声再度传来，这声音像是挑衅，又像是冷冷的威胁。我的姑奶奶啊喂，您能不能别这么笑了？到底是谁啊？这笑声好瘆人。这秋老虎当头的日子，我怎么感觉像寒冬腊月？不行不行，我得赶紧把我的棉被裹紧。这一日，惊悚世界直播频道，当超级新人灵修主动挑战青山1号房的消息传出之后，不过几分钟，整个直播间瞬间炸了，包括几名实力不俗的天王在内，大量的试炼者涌进了灵修的直播间。一下子，灵修直播间的观众从最初的3万多人，一直飙升到6万、10万。等到几位大佬登场，并且随手打赏了高额礼物后，灵修的直播间人数直接爆炸性增长，几乎每1秒钟，直播间的观看人数都在变化。一眨眼间，已经30几万，并且一路冲着100万人气继续狂飙。这一夜，几乎每一位进入灵修直播间里的观众都会得到一条来自系统官方的友情提示：任何有心脏疾病的患者，还有老人、小孩，请立即离开。但是，惊悚世界直播间里的观众是些什么人？众人能够接触到直播频道，便代表着已经拥有了试炼资格。在经历了惊悚世界的摧残之后，众人还会怕官方这么一句友善的提醒？即便真有人为此感到担心，但是看看这整个直播间中的大佬，众人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今晚灵修的直播间要出事，恐怕也是大佬们先遭殃吧？那藏在惊悚世界的鬼怪们不至于针对小虾米下手。联想于此，直播间中大小观众皆坐定观望，闲来没事各种刷屏。与此同时，青山医院1号门诊室里，当那诡异的女孩笑声传来时，双生鬼差能够感觉到自己头皮一阵发麻。在快步跟上主攻后，发现灵修面具下的神色仍旧没有任何变化，双生鬼差不由得心生感慨。漆黑的房间中，就在灵修和双生鬼差一路往前走的时候，突然间，天花板上的灯光又是一阵闪烁。短暂的亮堂之后，无数的灯管炸裂，一大堆玻璃碎片如同锋利的刀片一般狂躁而来。面对此等危局，灵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自行发动，一堆碎片在扎入黄金绷带后，瞬间失去了威力。而对于灵修来说，这样的打击一点疼痛感都没有。强大的怨气导致房间里电压剧烈波动，使得天花板上的灯光承受不住，瞬间炸裂。在门诊室特殊压抑的环境下，这种变化确实是蛮吓人的。可是对于一直在寻找恐惧感的灵修来说，这种水平未免也简单了吧？所谓的1号房就这。另一边，在灵修用裹尸布护住自己的同时，那有纸扎糊成的双生鬼差则没那么幸运了。方才大量的灯管炸裂，刺穿了双生鬼差的身体，双生鬼差的脑袋上更是被扎入了无数碎片。此时的他看起来就像个可怕的麻子，一双眼睛布满红色的血丝，模样是真的惨。嘻嘻，黑暗中望着灵修和双生鬼差这对状态不一的主仆，黑暗中的小女生又一次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从灵修和双生鬼差耳边响起似的。可当灵修二人抬眼的时候，四周除了黑暗，什么都没有。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确实让人挺难受的。听着那诡异小女孩的笑声，直播间中不少水友的心揪成一团。大家都是有点经验的试炼者，光从声音，众人便可以听出这小女孩的实力绝不简单。对于小女孩的恐怖预期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众人的问题是，那藏在黑暗中的小女孩究竟在哪里？她的怨念来自何方？杀人手段又是什么？这些谜团若不一一破解，试炼者们深陷这么一个诡异门诊室，恐惧值不断在极高的水平波动，时间一长，精神和体力都将被全部耗尽。等到试炼者的整体状态达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黑暗中的诡异果断出击，到时候那诡异之物只需花费极小的代价就能将试炼者击溃。正是由于对对手的不了解，试炼者们在接触未知空间、未知恶灵的时候，内心中才会存在着所谓的恐惧预期。而对于恐惧的预期，有些性格谨慎的试炼者往往会将自己内心预想的恐惧值拉到极高，以期在遇到真正的恐怖之物时，内心好有所准备。而有些胆大或者不信邪的试炼者，在进入某些空间的时候，则会将自己的恐惧预期拉得极低，认为惊悚世界里的鬼怪也就那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吓着自己。当然，事实证明，在惊悚世界中，越是不信邪的试炼者，下场往往越惨。对于这世间的诡异之物毫无恐惧、敬畏之感，那你就等着凉凉吧。此刻，走在1号门诊室里的灵修尚未真正接触到任何诡异之物，而直播间的水友们却早已提前紧张起来。这种紧张就是恐惧预期拉满的表现。伴随着小女孩那银铃般的诡异笑声，再看看灵修此时淡定的神色，灵修直播间中上百万的水友们几乎可以断定，灵修就是个不信邪的家伙。呵，灵修大佬啊，灵修大佬，诡异当前，毫无恐惧感，您的心实在是太大了。直播间众人带着紧张情绪刷新着弹幕。就在这个时候，门诊室中，灵修已经来到了先前仿佛站满了人的角落中。来到此地，迎面一阵阴森的冷风不断吹来，原本漆黑的空间一下子泛起青光，青光之中白雾弥漫，放眼望去犹如鬼门关口。大半夜的站在这么一个幽暗之地，未免也瘆人了吧。直播间中无数水友紧张地屏住呼吸。也是在这个时候，角落中白雾弥漫而来，等到那雾气稍微散去的时候，突然十几位穿着黑色西服、面色惨白的青年人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了灵修和无数直播间水友的视野里。这些黑衣人面如白纸，眼睛嘴角挂着血红，一双双眼睛目中无人似的直勾勾看着前方。再看这几人的脚，一个个撑着脚尖，脚后跟离地，一看就不是正常人。卧槽，这些黑衣人哪里来的啊？脸贴得这么近，是想吓死本大爷吗？灵修直播间中，当黑衣人们突然面无表情的出现时，不少水友心跳陡然加速，吓得丢掉了自己手中的平板、手机，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间，小心翼翼重新拿起自己的手机，往屏幕上一瞥，却见那些站在幽暗处的黑衣人们仍旧贴脸似的望着前方，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看起来不像在瞪着灵修，倒像是在瞪着万千水友。死！一时间，无数水友头皮发麻。而此时，面对着几乎贴着自己的面具、鼻翼冷冷出现的黑衣人们，灵修内心恐惧值波动0-1。短暂诧异之后，灵修往后退了一步，抬眼一看，幽暗的青光中，这面无表情的黑衣人至少有6-7人。刚瞥了一眼，灵修耳边便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触发1号门诊第一个隐藏任务——永久的禁锢。任务要求，请试炼者化身为黑衣人，与黑衣人们并肩站在1号门诊的角落，体会黑衣人们被永久禁锢的心情，寻找突破口，为黑衣人们解封。系统提示：30分钟内，试炼者若无法为黑衣人们寻求突破，则任务失败。任务失败后，试炼者将和黑衣人们一起被永久禁锢。啊！一场失败用将被永久禁锢的试炼吗？直播间中，望着惊悚系统给出的历练要求，直播间的水友们瞬间炸毛，惊恐预期直接拉满，小心脏砰砰乱跳。这1号门诊的试炼当真好难啊！在惊悚世界中，没有人想被永久禁锢。望着系统要求，灵修直播间一些水友的手不禁颤抖起来。众人终于意识到，今天晚上灵修大佬这场试炼为什么难了。所以在面对着可能被永久禁锢的风险时，灵修大佬会选择放弃任务，还是继续进行呢？这件事光想想就让人很紧张。而就在众人没来由紧张的时候，1号门诊里，灵修的眼前又跳出了一串奇特的系统提示：黑衣人、豪门保镖，夙愿保护大小姐顺利长大，死因诡异的禁锢。一大群豪门保镖吗？这和1号门诊有什么关系？望着视野中的系统提示，灵修内心微微一动，又看了之前的任务要求，双眸一抬，直接选择进行隐藏任务。选择一出，直播间内一片哗然，不少试炼者直接惊呼：我的天，灵修大佬傻了吧？这可是永久禁锢任务，稍有不慎可就满盘皆输了呀！为了一个小小的门诊室，把自己的小命永久搭在惊悚世界中，这么做真的值得吗？另外一边，当灵修选择进行隐藏试炼后，黑暗中一阵幽冷的气息飘来，随后灵修的身体就像被急速冻僵一样，浑身肌肉变得僵硬起来。他的脸上治愈面具自行褪去，面部神经失去作用，目光顿时失去神采，变得呆滞冰冷起来。与此同时，他的脚尖慢慢的点起，整个人拔高不少。等到直播间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灵修早已缓步走进了黑衣人队伍之中。那些面白如纸、神色僵硬的黑衣人将灵修牢牢包围在核心，如同最亲密的伙伴一样，如影随形的陪伴着他。一时间，阴冷、绝望，甚至是死寂、恐慌，无数负面的情绪涌向了灵修和一众直播间水友的心头。此时的灵修真被冻僵了，而且无法挣脱。嘻嘻，
黑暗中，当灵修被黑衣人们裹挟，变成僵硬模样的时候，那诡异的银铃笑声再度传来。而此时，这笑声更加得意，仿佛他的阴谋已经得逞。这1号门诊室幽暗的角落中，当灵修脚尖点起，整个人以诡异的姿态站在黑衣人队伍中后，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浑身四周到处都是令人绝望的冰冷。在这一片恐怖的冰冷中，灵修尝试着动动自己的手指、脖颈，可惜的他浑身僵硬，竟连眼珠也动弹不得。这就是所谓的永久禁锢吗？通过对生人所有肢体器官的封禁，让那澎湃的意识在无休无止的绝望中挣扎，直到最后痛苦的死去。扑通！此时，灵修若还能感受到自己心跳的话，他一定可以察觉到自己的心跳快了几分。恐惧值狂飙0-5，惊悚世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此时，当1号门诊内的灵修被那令人绝望的气息牢牢禁锢住的时候，直播间屏幕外无数的水友们感同身受，不知不觉屏住呼吸，浑身似乎也一下子变得僵硬起来。这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无力感，真的好让人绝望啊！就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候，灵修直播间的弹幕风格却突然跑偏。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试炼者如果突然想上厕所，那可怎么办才好？扑哧，望着这样一条弹幕，原本无数紧张的要死的试炼者突然笑出声来。很快便有人回怼道：“我擦，这都什么时候了？生死关头，你有什么生理需求，不能先憋回去吗？楼上那个，您是来搞笑的吧？”灵修的直播间中，紧张的氛围下夹杂着一片欢声笑语，而站在黑衣人身旁的灵修却只感觉到身旁同伴们身上那长久的绝望和怨气正在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渗透。他们要把灵修感染成自己的同类人，要将灵修长久地留在自己的队伍中。咱们被永久的禁锢在无休止的绝望中，而你既然已经来了，就是同伴，你就别想再走了。大量冰冷的怨气如同诅咒一般，一点一滴在灵修的身上蔓延。同样，这样的怨气也通过直播间屏幕向着全球无数的观众传递着。一些胆子较小的直播间观众早已忍不住从家中的柜子里抽出棉被，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也是在这个时候，灵修耳边响起系统之声，叮！检测到试炼者身上积累了大量的怨念，您即将进入黑衣人们残余的记忆碎片中。僵硬、冰冷。秋天，落满黄叶的院落中，一位身穿黑衣的护卫正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不远处的一座大型庄园。此时，庄园内一位美妇正满头大汗，躺在一张舒适松软的大床上，痛苦地嚎叫着。今日是她的临盆之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融入黑衣人残余碎片中，目前您的身份是庄园保镖。凄冷的院落里，当灵修的意识和黑衣人的记忆残片融合的时候，他化身成了一名黑衣保镖。尽管此时的他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系统消息，但是当黑衣保镖残存的意识带着他不断在院落里徘徊的时候，灵修还是能够感觉到今晚庄园内将有大事发生。哗啦！树林里，就在灵修试着熟悉周围的一切时，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可怕的暴雨迫使庄园内的家丁尖叫着不停往豪华别墅中赶。黑衣保镖同样也在躲雨的过程中。刷！黑衣人的记忆碎片十分庞杂。前一秒，灵修记得自己还在躲雨，下一秒，黑衣人残余的记忆碎片便带着灵修来到一处散发着诡异血腥气味和女子体香的暖房之中。暖房里，一位面色苍老、坐在轮椅上的强势老者，在女仆的推动下，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童，指着灵修，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道：“从今往后，你便是我庄园大小姐的守护者。从今天起，你必须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啊！这暖房之中，灵修化身的保镖在接过襁褓中的孩童时，还没来得及看清产房中美妇的模样，也来不及多问什么。下一刻，灵修的视线一换，一股可怕的追杀气息瞬间从身后袭击而来。面对恐怖气息，黑衣保镖神色冷漠地向前奔跑着。再看保镖的怀中抱着的，不正是不久前轮椅老者交给自己的婴儿？此时婴儿已经1岁左右，尚看不出是男孩女孩，但是黑衣保镖的脑海中却有着一道进入磐石的信念：保护大小姐。也就是说，灵修此时怀中的婴儿是个女孩。砰！这一次，面对着身后可怕的逼杀气息，灵修的意识在黑衣人身上附着了很久。那令人绝望的追击者，在黑衣人残留的意识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黑衣人抱着女婴在巨大别墅夺路而逃的过程中，身后一阵枪响传来，下一刻，黑衣人灵魂离体。等到灵修反应过来的时候，黑衣人已经变成了巨大庄园树林里一尊白色的石膏雕像。这是第一个黑衣人记忆中残留的记忆，随后是第二个黑衣人。开局黑衣人的视野仍旧出现在树林之中，随着记忆的流转，这名黑衣人仍旧成为了大小姐的守护者，脑海中同样只有一个坚如磐石的信念：保护大小姐周全。这一日，深秋暴雨，原本已经安定了1年的庄园再度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一名强大的追击者再度出现了在庄园内部，黑衣人带着大小姐夺命而逃。这一次，在强大追击者的逼迫下，黑衣人带着大小姐坠入了冰冷的水潭之中。等到灵修意识回归的时候，黑衣人早已变成了庄园树林里第二尊雕像。记忆仍旧从树林中开始，不知不觉间，原本襁褓中的大小姐已经3周岁了。现在的她学会了走路、奔跑，还学会了简单的语言。这一次又是深秋诡异之日，大小姐生日。这一天，那可怕的追击者又来了，整个庄园笼罩在莫名的诡异里。逃！这一次，黑衣保镖和3岁的女孩被困在一处农舍之中，黑衣保镖背后受到重击，魂魄离体而亡，再度恢复意识，已经变成石膏雕像。第4年、第5年、第6年，这种现象一共持续了7年。在这7年里，庄园大小姐一共换了7位保镖，每一年大小姐的生日都会有一名诡异的强者前来追杀。追杀的结果，每次都是以黑衣人的魂魄离体结束，一次又一次遭遇死亡。
对于碎片记忆的接受者来说，堪称史诗级折磨。一开始，当灵修经历第一次死亡的时候，他并没有太直观的感觉。第二次，灵修开始感到剧烈的疼痛、愤怒、不甘和绝望。第三次时，灵修那丧失恐惧的内心竟意外地出现了1秒钟的惊恐。死亡，那种幽闭、窒息的感觉，哪怕是这世间最没有恐惧感的人，也感到厌恶和害怕。第四次，之前4名黑衣人死亡的瞬间痛觉全部叠加在一起，指数般爆炸。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铁打的身体，恐怕也吃不消。然而，面对着如此强烈的痛楚，灵修却表现出了常人意想不到的坚韧，因为他知道，此时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最多就是精神上的打击。他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因此，只要灵修意志不曾崩溃，那么7名保镖死亡前的恐怖阴影对于灵修的打击，最终都将归零。正因如此，灵修才会紧咬牙关，硬生生挺过7次难关。不得不说，灵修大佬确实是个狠人。直播间里，一众水友虽然很难对黑衣人的死亡感同身受，但是众人通过灵修魂魄离体时，一次比一次惨烈的叫声，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共鸣。要知道，灵修大佬那可是在近距离面对裂口女都不至于喊出声来的顶级存在啊！在这世界中，能让灵修大佬发出如此痛苦嚎叫的，一定非常可怕。所以7次死亡之后，黑衣人残余记忆副本应该结束了吧？直播间中，面对着那电影般回放的记忆碎片，水友们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然而事情却远没有水友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别忘了，这次的隐藏任务考验叫做什么？永久的禁锢。在找到破局之前，灵修将永远陷入困局之中。7次死亡体验完了，随后灵修的面前画面一变，他出现在了庄园妇女分娩大小姐的那一年。一切重头开始。望着面前一幕，别说是直播间几十万水友，便是灵修自己本人也有些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经历了7次让人痛不欲生的死亡后，自己迎来的竟是重新开始。所以，此时的重头开始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且为什么是7年，而不是6年或者8年？7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在女孩7岁结束后，庄园内的追杀风波也跟着终止了？亦或者说，在第7年的时候，大小姐终于还是被追击者杀死，一切陷入了噩梦般的僵局，所有记忆重来一次。这一次，面对强大的追击者，灵修化身的黑衣人仍旧无法逃过追杀。第1年死，第2年死。这一次，灵修所体验到的每一次死亡，全部在之前第1轮的痛苦之上叠加。当初在遭遇第1轮的第7次死亡之后，灵修整个人已经彻底达到了崩溃边缘。而在这崩溃的边缘之上，灵修所体会到的每一次死亡，都像有人硬生生地剥开自己的指甲，一点点撕裂血肉一般。不，这些痛楚，那都是人活着的时候所能感受到的。而此时，灵修在黑衣人身上体会到的，则是比这更痛苦几百倍、几千倍的折磨。每次灵修在体验到黑衣人死亡前的痛苦时，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觉得这一次的体验算是到了极限的边缘，再来就崩溃了。然而，就是在如此高压的情况下，当灵修从一名黑衣人记忆转换到另一名黑衣人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舒缓后，他又一次生生地扛下了所有的折磨。直播间中，眼看着灵修在面对死亡时那足以令无数人头皮发麻的惨烈嚎叫时，无数水友额上的汗珠悄无声息滑落下来，然后缓缓地按动键盘，在直播间里扣出几个字：大佬牛逼，是个狠人。此时，惊悚世界永久的禁锢副本中，当灵修经历到第21次死亡折磨的时候，叮的一声，灵修耳边响起一串清脆悦耳的系统之声。恭喜试炼者，在经过连续的锤炼后，您的鬼神体质有所提升，获得了300点经验。定，您的精神强度提升了，您开启了精神领域预见，在某些情况下，你将能预见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该天赋为被动技能，试炼者无法主动使用。也是在这个时候，系统之声继续响起。叮，请试炼者注意，您的黑衣人记忆体验次数即将达到上限。当您完成所有体验，若无法破解庄园迷局，您将和院落中的石膏雕像一起被永远禁锢在这座庄园里。啊，所以说副本考验的极限这么快就到来了吗？在接下来几次考验中，若是自己不能够发现庄园问题的关键，就将被永久的留在这个地方，无休止的体验禁锢和死亡。哼，那将是多么令人心底发毛的恐怖！面对系统的威胁，灵修承认自己又一次怕了。他不怕痛，不怕惊吓，结果却怕无休止的重复和无聊。不得不说，眼下系统的这波威胁相当有效。一时间，灵修内心恐惧之波动0-3，算是非常惊恐了。所以，接下来几次记忆回溯，就是自己最终的机会了。眼下，当系统之声发出的时候，灵修正以石膏像的形式矗立在已经显得有些破败的庄园之中。是的，破败。这是灵修在经过3次恐怖的死亡历练后，注意到的眼前这座豪华庄园最大的变化。第一次，当灵修的意识随黑衣人进入庄园的时候，庄园内部光鲜亮丽，十分气派。而当灵修结束了第1次记忆循环，再度进入庄园内部的时候，却见庄园内部早已蒙尘，原本那些穿着华丽的女仆、家丁等，这一次都变得暗淡无光，表情呆滞。到了第3次，灵修等人所在的院落早已年久失修，一派死寂。庄园内，女仆家丁眼中散发出黑色的死亡气息，那些名贵的餐具上落满了灰尘，就连产妇床上那黑衣人来不及匆匆一瞥的美貌女人，皮肤也似乎彻底失去了光泽。所以，这是为什么？带着大量的疑惑，灵修开始了第4次令人头皮发麻的死亡循环。在这一次死亡循环里，庄园的破败更加严重，黑衣人倒下时，灵修所体会到的痛苦也更加恐怖。终于，7次惨烈的嚎叫之后，灵修又一次沉沦。看来灵修又得经历一次生不如死的折磨了。望着这一幕，直播间中无数水友忍不住发出一声长叹，破局看起来遥遥无期。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当林修又一次被诡异的石膏像禁锢时，他的嘴角突然浮现出了一丝笑容。他似乎已经找到了破局关键。如此，永久禁锢副本中，在一片萧瑟的秋风里，林修开启了自己第5轮、第6轮、第7轮试炼。说好的上限始终没有到来。这一轮试炼就是7次恐怖的死亡体验，而每一次体验，林修所感受到的痛苦都是之前所有痛苦的叠加。这都啥呀？眼看着林修一次又一次陷入循环，直播间里不少观众厌烦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林修直播间里，一位带有12天王标记的匿名者突然发出的几条弹幕，瞬间引发惊呼。在刚刚结束的几轮试炼中，林修读取记忆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似乎已经放弃了碎片中的所有细节。林修这么做，要么他已经彻底臣服，破罐子破摔，直接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死亡循环之中，要么就是他早在某个环节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破局的关键。现在的他之所以仍旧陷入死亡记忆中，那是因为他在薅系统的羊毛，他在等待死亡循环的极限到来。什么？一见这几条弹幕，再看看那带有12天王标记的匿名称号，林修直播间中的水友们再度炸开锅。不是吧？这不是真的吧？面对如此痛苦的死亡体验，林修大佬居然跟玩似的，拿着惊悚系统薅羊毛？不会真有人这么狠，一次又一次尝试可怕的死亡体验，就只为了薅惊悚世界的羊毛吧？这惊悚世界的羊毛要是这么好薅，这个世界早就强者遍地，多如牛毛了。在直播间的水友们看来，那位带着12天王标记的强者所说的话虽然有些道理，但这是在众人看来仍旧有些匪夷所思。在许多水友看来，林修大佬更像是已经陷入了永久的沉沦之中。今晚直播间的水友们之所以守在这里，不过就是为了看看林修这位超级大佬的最终结局罢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永久封禁在一个枯燥而乏味的空间里，应该会非常绝望吧？而且在被永久封禁的时候，试炼者还需要每天重复各种死亡，这种钝刀割肉的感觉，还不如干脆直接死掉算了。另一边，神秘庄园内，当林修连续完成第99轮死亡体验之后，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恭喜试炼者在经过连续的锤炼后，您的鬼神体质达到了第1重，获得了黑铁级鬼神防御。叮！您的精神强度提升了，您获得了天赋技能控物。在您的精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您可以通过意念短时间的操控某些物品。该天赋为主动技能，但需要您的精神力作为支撑。目前您的状态为试炼者林修，目前等级3，试炼场数3场，力量15，速度17，精神力30，恐惧值浮动1-10，治愈值9300。天赋极度战力等级2，恐惧降临等级1，旧日支配者等级1。精神天赋御剑控物，特殊物品鬼神令、银色项链、黄金裹尸布、超治愈面具、医生执照、白蜡灯、光头石像等。技能青囊医术、五雷正法、寒冰。能量值3000年10月，惊悚币2175，试炼积分1950。叮！检测到黑衣保镖们记忆残片能量即将消耗殆尽，请试炼者尽快寻找破局之法，否则您将被永久禁锢在此方世界之中。不久前，惊悚系统曾经提醒林修，他的试炼上限即将到来。可林修这家伙体质特殊，每一次当林修状态达到极限的时候，稍作调整，等到下一次死亡体验来临，林修又恢复了状态，身体和精神承受极限，进一步提升。就这样，在碎片副本的高压下，林修的个人上限一次又一次创下新高，看起来仿佛永远没有上限。如此特殊的体质摆在面前，当初林修一进入惊悚空间便获得 SSS 邪神天赋极度战力，便也就能够理解了。极度战力，无尽灰暗世界，恐惧源头的散播者。作为恐惧的起源，林修拥有令人感到震撼的抗压上限，倒也不足为奇。这一夜，在一次又一次刷新抗压上限之后，终于碎片副本没能等到林修的极限到来，反而把自己给干趴下了。在黑衣人记忆碎片即将彻底崩溃之前，林修修炼出了鬼神体质第1重。如今的他终于实现了之前自己在工厂手术室中的想法，打造出一副可以扛得住普通子弹进攻的身体。此时拥有黑铁级体质的林修，就算撇去黄金绷带的防护，也能硬生生扛下普通冲锋枪1-2秒的疯狂进攻。若是加上黄金绷带，林修甚至有机会在枪林弹雨中来去自如。惊悚系统这羊毛薅得不错。呼哧！第99次死亡体验结束，第100次正式开始。这一次，林修意识恢复过来时，他的身影仍旧出现在庄园树林中，但是比起出到记忆副本的时候，眼前这座山庄早已一片凋零。当一阵秋风吹过的时候，不远处的庄园一片风雨飘摇，屋顶塌了，墙也垮了。屋子里，那女仆家丁早已化作一堆枯骨，老者如枯木一般坐在轮椅上，美貌产妇浑身散发可怕的死亡气息。唯有那刚刚出世的小女婴浑身充满了光彩，她哭声响亮，皮肤稚嫩，看起来是那么的活泼。此刻，在从鬼一样的仆人手中抱过女婴时，林修脑海中仍旧是那个坚如磐石的信念，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大小姐。女婴出生，眼看着那1年1度的恐怖追杀又要开始。房间中，林修抱着女婴，直接疯狂地往外奔走。就在这个时候，林修背后那渗人的杀气袭击而来。或许是因为将近700次接触，在面对这可怕的追击者时，林修居然一点敬畏对方的意思都没有。抱着女婴跑动的时候，林修极尽敷衍，偶尔还放慢了脚步，看一看身后那黑雾一样的追击者，就很离谱。此刻，直播间内望着一路奔走的林修，无数水友感觉到自己的心砰砰直跳着。林修大佬，这可是你最后一次的机会了，在这最后一次逃亡中，您若是再不把握机会，你可就要永远被困在副本空间了。您还跟那追击者闹呢？说好的，老人，小孩暂时退出直播间，您就给我们看这。
说来也对，看您这慢条斯理的样子，我们确实都快被吓死了。这要心理素质不好的，还不早被急得住进医院了。记忆碎片副本中，就在一众水友感慨之时，突然林修又做出一件令无数人匪夷所思之事。在带着大小姐一路奔走的时候，林修毫无挣扎停下脚步。在原先1号黑衣人倒下之地，林修猛然转身望向身后的追击者。与此同时，林修身上恐惧降临，天赋爆发。林修将自己的黄金裹尸布、极度战力、旧日支配者气息等全部拉进副本空间。当3道帝王般的顶级威严同时爆发时，即便是身后的追击者也不免感到震惊。他的身上黑雾稍稍散去，身影逐渐清晰。林修看清了此人的面容。而另一边，追击者在林修转身后，黑雾下的面容稍稍错愕，随后砰的一声，一枚带着可怕气息的子弹打来。这一次，林修没有倒下，倒下的是1号保镖怀中的小女婴。小女婴中弹了。这一夜，林修直播间中，当看着林修化身的黑衣人凛然转身，将自己怀中的大小姐当作挡箭牌，挡住了来自身后追击者的子弹后，直播间观众们瞬间目瞪口呆。不少人手中的泡面、饮料洒了一身。卧槽，不是吧？林修大佬这么狠，直接把大小姐给卖了？这碎片副本的最终意志，不就是保护好大小姐，避免她受到任何一点伤害吗？在最后一次副本机会中，让大小姐身受重伤，甚至灰飞烟灭，林修大佬这是亲手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之地啊！所以林修大佬要和这些石膏雕像一样，被永久的禁锢在这种荒芜的庄园中了吗？一代超级新人就此沦为传说笑话。在林修转身用大小姐挡住追击者子弹的时候，直播间中弹幕飞涨。就在无数人为此感到惊叹的时候，现实世界中却也有不少的顶级高手为此发出惊呼。望着林修最后那凛然的目光，忍不住惊叹道：原来放下守护才是碎片副本破局的关键。不得不说，这惊悚世界的迷惑性实在太强了。在林修果断做出反转之前，我们全部被骗了。此时庄园副本内，当追击者的子弹穿透大小姐稚嫩的心脏时，不论是那开出致命一枪的追击者，还是林修怀中的大小姐，脸上揭露出无比震惊、疑惑的神情。无尽的岁月里，追击者与黑衣人们不停地做着斗争，他从未想过庄园内的黑衣人会有突然倒戈的一天。他的脸清晰无比地出现在林修面前。而另一边，林修怀中的大小姐虽然只是个刚刚出生、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但是她的眼神之中却流露出了无比诧异的神情，一切全都透着诡异。也是在这时，林修耳边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突破永久的禁锢副本，你完美的破解了永久的禁锢世界观，您获得了特殊技能禁锢。禁锢在某些条件下，您可以将特定的亡灵或试炼者禁锢在您创建的独立空间中。目前您已初步掌握荒废的庄园空间、冰冷黑暗的青山医院、1号门诊室中。当林修成功破解副本之后，他的身影重新回到了门诊室黑暗的角落里。此时的他仍旧垫着脚尖，浑身僵硬地站着，而他身边则是7个惨白的石膏雕像，他们正是庄园副本中那7位曾奉命保护大小姐的黑衣人。如今他们的灵魂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永久地禁锢在了石膏雕像中。而不久之前，林修差一步也和他们一样，化作第8座石膏雕像。嘻嘻，黑暗中就在林修逐渐恢复状态，神色平静地从石膏雕像中走出的时候，1号门诊里又一次传来了银铃般冷漠的嘲笑声。这声音使得一直在石膏雕像旁等候的双生恶鬼不由得又打起冷战。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中大量水友的直播屏幕上开始闪烁出诡异的雪花，这是顶级恶灵出现前的不祥征兆。一时间，直播间里无数水友绷紧了神经。也是在这个时候，啪的一声，1号门诊室一处靠墙的地方亮起昏暗的灯光，借着灯光望去，却见灯光之下，一座几立方米大小的鱼缸里正不停地往外冒着寒气。那寒气形成诡异的白烟，烟中似藏着诡异毒素，引得观望者心跳不由加快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惊悚世界资深试炼者来说，大家一般都会选择趋利避害，尽可能远离这正在不停咕咕冒泡的鱼缸。然而，在望见鱼缸之后，林修却心无旁骛地走了上去。来到鱼缸边，右手缠紧黄金绷带，手中握着一把锋利手术刀，刀刃之上根茎琉璃火，蓝色火焰不断流转。此时，林修亮出武器，态度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告诉鱼缸中的恶灵赶紧现身，否则吃我一刀。面对飞刀，鱼缸内的恶灵似乎也察觉到了林修的态度，在嘻嘻笑了2声之后，唰的一下，一位仅有2-3岁大小，双臂抱膝，皮肤惨白，五官深邃，样貌绝佳的小女孩神色冰冷地出现在了鱼缸里。小女孩一出，整个门诊室中气温顿时下降到冰点，甚至就连整个青山医院也蒙上了一层诡异的氛围。这是……望着小女孩，灵修直播间中的水友们同时发出惊呼，因为这小女孩不是别人，她正是不久前那位在记忆副本中被黑衣人忠心守护的大小姐。同时，从小女孩一抬眼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来看，这绝对是一头足以震撼人世的顶级恶灵。死！一时间，无数水友手心发凉，紧张的说不上一句话。而此时1号门诊室中，在被灵修发现藏身之地后，小女孩黑着眼眶，满脸不屑地望着眼前这位并不怎么强大的新人医生。随后，小女孩冷声开口道：新人，我没有想到你如此胆大妄为，竟敢在黑衣人们的记忆碎片中杀了我。哼，你这么做，难道就不担心我的报复吗？小女孩此言一出，鱼缸之上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甚至整个房间墙面、地板也可见霜气。同时，一股强大的压迫感通过屏幕直袭无数直播间观众心头。众人望着屏幕，一时间便只感觉自己的身影早已被小女孩牢牢锁定住了一般。
此刻，青山医院上空，可怕的风暴气团不住流转，闪电和暴雪同时出现，一念之下，天地变色。这是一头连12天王都不敢轻易触碰的顶级存在，他真的很强。直播间水友们肾上腺素和恐惧值一起，直线狂奔。1号门诊室中，灵修恐惧值波动 0-5， 低头望向水中那神色冷漠的女孩，灵修说道：“在记忆碎片中，那几名黑衣人看似是你的忠诚保镖，但实际上他们在进入庄园之前就已经被种下了诅咒，而他们所中的诅咒只有一点，那就是替你去死。正因为那几位黑衣人一直陷入替死诅咒中，所以他们的内心中才会有坚如磐石的信念，那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守护好你这个大小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想从这些黑衣人的记忆碎片脱身，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打破诅咒，不要替你去死。而在黑衣人们记忆残片所形成的世界中，想要不替你去死，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杀掉。这是一个毫无难度、非常简单的判断题。青山医院1号门诊室中，面对着一脸冷漠的大小姐，灵修神色平淡地说出了副本世界破局关键。在那个深秋冰冷的庄园世界里，7名黑衣人保镖绝对忠诚，毫无怨言地守护着大小姐。在黑衣人看来，守护大小姐就是他们本能的天命。但是，这样的天命到底又是从何而来呢？黑衣人可能至死都不曾发现，其实早在大小姐诞生之前，他们就已经被人炼制成了石膏雕像。也就是说，从大小姐出生的第一天起，这7名前仆后继的黑衣人，他们本身就不是活人。一直以来，守护着大小姐的都是黑衣人们强大的魂体。而正是因为早就中了替死诅咒，所以在大小姐成长的过程中，这些黑衣人们才会在每一年追击者到来之前，带着无比忠诚的信念，准确无误地出现在大小姐身旁。由于当初制作替死诅咒的幕后之人实力过于强大，因此即便7年之后，大小姐已经离开了庄园，但是7名黑衣人的残魂却仍旧年复一年，不断地出现在庄园之内，守护着大小姐。从此，7人魂魄陷入了永久的禁锢之中。想要打破禁锢，唯一的方法就是破解替死诅咒。没有了必须守护的目标，7位黑衣人的魂魄才能得到解脱。此刻，惊悚世界直播间中，当灵修语气平缓地道出真相时，直播间无数水友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妹的，原来碎片副本中那7名黑衣人保镖之所以对大小姐那么忠诚，居然是从一开始就遭人陷害。今晚灵修大佬要是不道出真相，我等还被蒙在鼓里呢。”哼，原本看保镖们对大小姐如此忠诚，我对此还产生共情，生怕大小姐在对手追击之下出现半点差错。现在想想，这从小被人保护的大小姐，只怕也不简单。这小女孩从一开始就是踩着7条人命长大的。现在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刚刚灵修大佬要直接灭掉这小女孩了。这么一位刚出生就沾染了7条性命的杀人凶手，留他何用？面对真相，灵修直播间中除了大骂诅咒者恶毒的水友外，也有一些比较搞笑的弹幕。碎片世界的真相很简单吗？这是一个毫无难度的判断题。灵修大佬，我怀疑你在嘲讽我的智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看透真相。不得不说，灵修大佬就是牛逼。大佬说的都对。与此同时，1号门诊室中，面对着灵修波澜不惊的面容，鱼缸里的小女孩微微一笑，她动了动身子，抬眼望着整个世界。一时间，她仿佛听见灵修直播间内无数水友的谩骂和嘲讽。可是，这些恶毒的谩骂和嘲讽，对于小女孩来说又有什么呢？对于弱者，小女孩从不放在眼中。鱼缸中，小女孩再度缓缓抬眼，望向灵修，开口道：“看破诅咒，那又如何？新人，1号门诊是我的地盘，想活命，立刻给我滚！”女孩说话同时，鱼缸里的水凝结出无数冰刀，冷冷地对准灵修。小女孩这是要直接对灵修动手了啊！这强大的压迫在前。望着小女孩，灵修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随后道：“大小姐，作为一名被禁锢者，你又何必在我面前逞能？作为地缚灵，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我的助手，和我一起掌控这座1号门诊。”灵修此言一出，1号门诊内原本已令人十分窒息的氛围进一步跌入谷底。而面对着灵修这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试炼者，大小姐也是怒了。她抬眼，一双散发着诡异气息却又非常好看的眼睛牢牢锁定灵修，开口说道：“新人，我虽然是地缚灵，但想要杀死你，绰绰有余。”地缚灵，惊悚世界中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束缚在某个地狱之内无法解脱的恶灵。确实，一切就像大小姐所说的那样。尽管因为某些原因，大小姐被人禁锢在了1号门诊室内，但是就大小姐的实力而言，她要杀死灵修一点难度都没有。她实在不明白，在自己面前，灵修为何如此嚣张？难道这家伙一点都不怕自己吗？拜托，本小姐可是青山医院中最为强大的恶灵之一，本小姐不要面子的吗？另外一边，面对着浑身散发着可怕杀气的大小姐，灵修心态依旧平稳。望着大小姐，灵修开口说道：“久远之前，在大小姐你出生的庄园内，有着老中青3代继承人，老者是你的祖父，中年人是你的父亲，青年则是你的兄长一辈。”灵修道：“在很久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段里，您的父亲因为某种原因失去了性命，而在您父亲过世3年之后，你的母亲怀上了你。那个时候，偌大的山庄中只有您的祖父和您的母亲居住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您母亲的身孕不得不让人感到怀疑。也是在那个时候，尚未出生的你便被神秘的强大者锁定，降下了追杀诅咒。而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有人在庄园内部树立起了7座石膏雕像，以替死诅咒的方法保证你长大了7岁。大小姐，你说我的这些分析对吗？1号门诊室中，面对着极其强悍的大小姐，灵修娓娓道来。而鱼缸里大小姐早已诧异地瞪大了双眼。新人，你怎么会知道这些？1号门诊室内，当灵修缓缓道出庄园内幕的时候，那结满冰刀的鱼缸里，
寒气不住沸腾，看起来十分恐怖。面对着大小姐的震惊，灵修微微一笑。不久之前，在灵修所得到的《青囊经》中，有这么一个篇章，描述着阴神离体之法。所谓阴神，便是指生人离体的魂魄。这阴神形状似鬼，却仍有生人气息，不受天地间诸多禁忌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无数修道之人提升自身精神、巡游四方、壮大自身的不二法门。在现实世界中，灵修曾研习过阴神一篇，但由于现实世界中各种世俗阳气过于强大，而灵修本身能量又太多一般，因此在现实世界中，灵修从未实现过阴神离体。而到了1号门诊，尤其是在进入碎片副本后，灵修一次次经历那些令人痛不欲生的死亡循环。渐渐的，他的肉身、精神还有阴神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在陷入第7次死亡循环之后，灵修的意识脱离黑衣人记忆的禁锢，以阴神游历的形式出现在了整个庄园之中。灵修在庄园老者的房间、藏书室，还有大小姐生母的房间中，皆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经过1年又1年的观察，灵修最终得出了无数令人震撼的真相。此时，1号门诊内，面对着大小姐的诧异，灵修自然不可能将自己已经能够实现阴神离体这件事告诉大小姐这么一位外人。毕竟，阴神离体这件事，不管是在惊悚都市还是现实世界，那都是极其震撼人心的存在。作为自己鬼神之躯外又一强大的杀招，灵修绝不可能在毫无意义的情况下将它曝光。我能阴神离体，能夜游惊悚都市而不被世间一切鬼神修士察觉。在这种情况下，我何必告诉别人我的秘密？鱼缸前望着满脸愤怒的大小姐，灵修接着说道：“大小姐，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多年以前那位一次又一次对你发动进攻的人，应该就是你的兄长吧？又或者他应该算你的侄儿？”神秘庄园内，年轻的丈夫去世后，美丽的妇人却在3年之后成功怀孕，诞下一名可爱的女孩。与此同时，在这家中唯一能够主事的是一位还不算年迈的老爷子。在这种情况下，美丽妇人肚子里的孩子究竟从何而来，不得不引发外界遐想。青山医院1号门诊室中，当灵修一点一滴分析当初神秘庄园格局的时候，鱼缸里的大小姐怒了：“新人，你这是在找死！”冷漠之声下，鱼缸炸裂，无尽恐怖的煞气瞬间向灵修扑面而来。在一阵令人窒息的压迫之后，寒雾散去，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漂浮着身躯，神色冰冷地出现在了灵修面前。同一时间，一双无形的手牢牢地掐住了灵修的脖颈。灵修那向来淡定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眼看家族丑闻外泄，小女孩动了杀机。然而，面对着杀意冲天的小女孩，灵修脸上仍旧没有半点畏惧之色。她接着说出了一大堆令人匪夷所思的真相。父亲离世3年，自己的母亲却意外地怀上了孩子。在得知真相后，庄园内年轻一代强者降下诅咒，并且对你进行了长达7年的追杀。而为了避免你中途陨落，你的祖父提前在庄园内牺牲掉7人性命，布置下了替死格局。在庄园第3代的追击者看来，他每一年都成功地杀死了你。然而，每一年当你的生日即将到来时，那弥漫在庄园上空的诡异气息还是让追击者发现了真相，原来你一直没死。由此，年复一年，你的兄长或者说是侄儿对你展开了无休无止的追杀。这样的追杀一共持续了7年，直到逐渐强大起来的你发现了他的落脚点——青山医院。灵修说到这边，小女孩强加在灵修脖颈上的压迫似乎放松了许多，而灵修则继续说道：“在找到了你的兄长之后，你2人展开了无比漫长的争斗，最终你的兄长下落不明，而你则被永久就禁锢在了这1号房中。”啊，这……阴森冰冷的直播室中，当听见灵修一点一滴揭开庄园旧闻的时候，小女孩有些惊呆了。她实在不能理解，仅凭借黑衣人记忆中的点滴碎片，灵修是如何看透自己来历的。这新人怕不是开挂了吧？联想于此，小女孩突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猛然间，小女孩突然感觉自己的兄长好像回来了。另外一边，面对着小女孩的诧异，灵修并没有多说什么。今天晚上，作为一名试炼者，灵修在废弃的庄园内逗留了600多年。在这600多年间，灵修除了不断的修炼阴神之外，同时也搜集了大量和小女孩、老爷子等相关的资料。正因如此，灵修才可以在所有人都毫无预料的情况下，直接接近了真相。想要获得小女孩的信任，执掌1号门诊部，灵修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帮助小女孩解除地缚灵限制。而想要帮助小女孩解除的缚灵限制，灵修最好的办法就是破解小女孩的身世之谜。小女孩身上的地缚灵诅咒是在她和自己的兄长斗法时留下的。她的兄长正是青山1号门诊上一代主治医师，一名不知道在惊悚世界中混迹了多少年的强大者。唯有同时解决1号门诊上一代主治医师和小女孩内心最大的困惑，灵修才能安稳地成为新一代掌控者。在你们的庄园内有一间密室，密室中有一具被尘封了多年的冰冷尸体。久远之前，你们的老爷子从这具冰冷的尸体身上提取了某些精液，并且通过诡秘之术，使得你们的母亲怀上身孕。而这具冰冷的尸体不是别人，正是你们早就已经身亡的父亲。你们家中的老爷子利用你们父亲早已死气沉沉的精华，孕育了鬼神资质逆天的大小姐，这便是全部的真相。1号门诊内，面对大小姐，灵修直接动用禁锢技能，打开1号门诊和庄园世界的传送空间。灵修相信，只要大小姐和1号门诊前代医生进入庄园，顺利见到庄园密室内的各种诡异笔记，他们内心中的疑惑就会从此烟消云散。此时，1号门诊室内面对着突然出现了禁锢时空之门，小女孩愣了许久。但也是在小女孩沉默不语的时候，她发现1号门诊内那长时间禁锢在自己身上的地缚灵诅咒似乎有所消解，这代表着那位已经被自己杀死的侄儿或者说兄长正在鼓励着自己重新回到庄园探索真相。只是，
作为一名没得感情的杀人机器，顶级恶灵，本小姐为什么要探求真相？在这世上，任何胆敢质疑本小姐存在的人，统统杀死就可以了。1号门诊室内，面对着灵修在真相面前的推波助澜，小女孩再次变得邪性逆天。讲真，今天哪怕灵修所说的一切就是真相，那又怎样呢？这样的真相，不过就是证明了9远前那个家伙对于自己的追杀不过是场笑话，自己手刃仇人，其实就是杀死自己的兄长罢了。这种真相很让人感动吗？此时对于小女孩来说，她的内心只有愤怒，她只想杀人。也是在这个时候，1号门诊室中，灵修脸上再度出现了超治愈面具，望着一脸愤怒的大小姐，灵修的脸上没有半点震惊和恐慌，她只是神色平淡的微笑着。她知道，此时的大小姐虽然浑身怨气，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拒绝真正的真相。等到了那个密室之中，她一定可以明白整个大家族为了她的诞生所耗费的巨大心血，那一切当真叫做用心良苦。而这一切，总有一天大小姐都会明白。1号门诊室中，面对着唾手可得的真相，大小姐表现出了愤怒、不解，甚至是无尽的嘲讽。她望着灵修，冷笑起来。而另外一边，灵修却仍只是神色平淡地望着大小姐，她的眼神之中满是深意。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在望着灵修那古井一般波澜不惊的眼神时，不知为何，原本邪性逆天的大小姐突然猛地一动，内心深处泛起一股莫名的悸动。你为什么从始至终如此自信？此方世界那令无数人喘不过气的压迫，难道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你来到这个地方，到底想追求些什么？突然间，他对灵修这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同时也对将来和灵修一起在1号门诊内共事产生了一丝兴趣。呵，真是个有意思的年轻人。你应该庆幸，今天晚上我并不想杀人。冰冷的1号门诊室中，望着神色淡定的灵修，大小姐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强者独有的淡然笑意。说实话，尽管一直以来大小姐都知道房间里的7座石膏雕像不过是自己的替死鬼，但是对于如此忠诚的仆人，大小姐内心还是有那么一丝感怀的。今日灵修凭借自身意识，连续100多次体验了黑衣人保镖们的记忆碎片，同样在大小姐内心掀起了一丝波澜。在她潜移默化的意识中，灵修早就被标记为和黑衣人保镖同类的守护者。同时，当灵修最终反转结局，将黑衣人记忆碎片中大小姐击杀之后，不知为何，1号门诊里的大小姐竟有种放下、解脱的被治愈感。这一切，小女孩从未当着灵修的面表露出来，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她的存在。门诊室内，在最后看了灵修一眼之后，小女孩收起了自己内心的淡漠和杀意，望着那古老的庄园，缓缓地飞了进去。她彻底摆脱了1号门诊对自己的束缚。另一边，在小女孩进入庄园之后，叮的一声，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恭喜试炼者成功掌握青山医院1号门诊部，您获得了800点历练积分，获得了白银宝箱星号1，获得了3名门诊护士编制，您获得了3000惊悚币奖励。啪嗒，系统声中，1号门诊内的灯光重新开启。这是一间规模不小、拥有等候区、就诊区、医疗区的大型门诊室。在这个地方，除了一些极其复杂的手术外，几乎所有的医疗门类都可以直接进行。在掌握了1号门诊室后，灵修等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小天地。从此以后，他便可以像在华夏黑市一样，开始对外问诊。叮！恭喜宿主成功成为青山医院门诊医生，您获得系统任务：医疗救治。任务要求：1周之内治愈3名特殊鬼怪。任务奖励：青山医院贡献值300点，医疗宝箱星号1。任务失败，遭遇青山医院医务监察室高层问责。本任务将在试炼者完成新一轮惊悚试炼后开始计时。叮！您的新一轮惊悚试炼将在1天后到来，请宿主提前做好准备。这一夜，当灵修轻松劝退小女孩前往废弃庄园寻找真相的时候，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整齐划一的在公屏上扣出了问号。说好的前方高能，极度危险，老人小孩暂时退避呢？我们等了一夜，结果就这。此时，面对着一众试炼者的疯狂刷屏，一位标记为100场资深试炼者的水友突然发话了：各位，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了？当我们第一次打开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全部中了那位1号门诊的诅咒。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如果灵修真能成功化解一切危机，那咱们一点事都没有。如果灵修不能化解危机，那么我们中超过90%的人将全部伴随诅咒倒下。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期待真正的惊悚吗？啊，各位，在这个恐怖降临的年代里，平平淡淡才是真，大家还是多期待自己身上的诅咒赶紧散去吧。不是吧，不是吧，这好好的看个直播，咱还能身中诅咒了？这不科学啊！此时，灵修直播间中，在经历过100场试炼的顶级大佬发出弹幕之后，直播间中无数的水友开始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诡异手段，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查。最终，有超过30%以上的资深者发出惊呼：自己的身上真有诅咒！资深者们尚且如此，那些还没找到方法测试的新人，大概率也是跑不掉了。我的妈呀！一时间，灵修直播间里一片哀嚎。这些诅咒究竟从何而来？什么时候落到自己身上的？众人一无所知。这一切难道真是自青山医院1号门诊室而来吗？可是那小女孩看起来虽凶，在面对灵修大佬的时候也就那样，光做样子，众人也没真见她怎么发威。就这么一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女孩，她真能悄无声息地对直播间里无数人种下诅咒啊！你可别开玩笑了。也是在这个时候，之前曾在直播间中发言过的12天王及大佬发出弹幕。在惊悚世界中，有些怨灵，当他出现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向4周散发诅咒。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没有防备的试炼者都会中招。而眼下你们所见的1号房小女孩，就是这种级别的恐怖怨煞。
今天晚上众人之所以觉得他平平无奇，是因为灵修牢牢掌控了全局。他通过简单的记忆碎片，直接摸清了小女孩和1号门诊的关系，将小女孩所有的关切拿捏得死死的。正因如此，我们才没有见到这小女孩真正的爆发。否则，一旦1号房陷入小女孩恐怖的鬼域之中，那今天晚上我们所见的将是难以想象的大血腥、大恐怖。那个时候可就真是老人、小孩、生人退避了。12天王级别的大佬言尽于此，不再多说什么。对于他这个级别的自身者来说，小女孩身上所散发出的恐怖诅咒虽然复杂，但只要花点时间，他还是能解决的。至于灵修直播间中其他水友们身上的诅咒，抱歉，今天晚上就算是真正的天王老子来了，恐怕也管不了。呵，是夜，全球各地，当12天王级大佬一锤定音之后，灵修直播间里无数水友头皮发麻。什么是大血腥、大恐怖？一场足以让100万人中90%以上倒地不起的诅咒，就叫大血腥、大恐怖。现在水友们开始有点后悔点开灵修的直播间了。滴答滴答，也是在这个时候，当恐怖的诅咒通过直播屏幕四处扩散的时候，一些感觉敏锐的水友开始察觉自己房间中怪怪的。在靠近卫生间的地方，滴答滴答，不时有水滴声传来，阴暗的角落里似乎站着什么啊！所以1号房中的诅咒竟将惊悚世界中的恐怖降临现实了吗？好家伙！眼下灵修直播间里的水友虽然有70%以上都是经历过3场左右恐怖试炼的资深者，可即便是这样的资深者，在现实世界中面对真正的诡异时，也毫无应对之法。众人只能在绝望中噩梦般死去。我的妈呀！我不想死啊！黑夜里，不少试炼者盯着灵修直播间的屏幕，感觉自己头顶一阵又一阵发凉。与此同时，青山医院1号门诊室内，在成功接手了1号门诊之后，灵修打开系统列表，查看1号门诊日志。突然间，一排新奇的文字吸引到了灵修的注意。深夜11点07分，大小姐出现，强大的诅咒气息散发，通过特殊渠道对全球110万观众施加诅咒。大小姐诅咒等级提升1级，目前等级9级。1号门诊传说值提升1万点，恐怖值提升100万。叮！恭喜试炼者，系统检测到特殊随机任务，收回大小姐诅咒本源。任务要求：试炼者通过自身鬼神之躯吸收大小姐诅咒，壮大极度战力和旧日支配者气息。任务成功，奖励治愈点10万。任务失败，沾染110万试炼者因果。但试炼者参加各种试炼活动的时候，您所处在的位置将被系统标明被身中1号房诅咒的试炼者察觉。1号房内，面对着系统突然给出的随机任务，灵修微微皱眉。在惊悚世界中，试炼者们在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最讨厌的一件事是什么？那就是暴露。没有人会想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坐标等暴露在恶灵对手面前。眼下灵修虽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自己怎么和100多万名试炼者扯上关系，但通过1号房的系统日志描述，灵修还是隐约看出了端倪。今天晚上，大量的水友通过观看自己的直播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诅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人身上的诅咒不能解除，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灵修将被这100多万直播间的观众记恨。身中诅咒这件事对于直播间的观众来说，绝对算得上是飞来横祸。可是对于灵修来说，这件事何尝不是无妄之灾？他大小姐下的诅咒与我灵修何干？眼下对于系统突如其来的任务，灵修心思平淡。可眼看着系统描述吸收大小姐诅咒本源可以壮大自身极度战力和旧日支配者气息，灵修岛也有些动心了。他不知道今天晚上1号房大小姐施加在诸位试炼者身上的诅咒有多深，但他可以确定，这110多万人，哪怕每个人身上只给予自己一丝力气，那么自己的极度战力和旧日支配者也能得到非常恐怖的提升。再加上完成任务后自己可以白得10万点治愈值，而这10万治愈值在青山医院中已经足够医好无数的疑难杂症。在这种情况下，灵修觉得今晚这个随机任务自己还是非常有搞头的。想到此处，灵修微微一笑，直接选择了接受任务。叮！灵修决定一出，突然之间，全球范围内100多万名水友的直播屏幕上跳出一行系统消息：此刻青山医院1号门诊大夫林修愿意吸收您身上的诅咒之气，请问是否给予？我没看错吧？灵修大佬居然愿意主动吸走我们身上的诅咒，这是什么大善人？所以咱们只需点击确认，今晚这场风波就解决了。这一夜，灵修直播间中，当系统消息突然跳出来的时候，无数水友微微一愣，而有些愁眉不展，正苦于无法对付1号房诅咒的水友，更是想都没想，直接选择了确认给予。娘的，诅咒这种东西怪吓人的，让他一直留在自己身上，指不定一会就会整出什么幺蛾子。不多时，直播间中再度出现新的弹幕：小伙伴们，我已经确认交出诅咒了，现在我神清气爽，身体倍棒，手里的泡面也更香了，是吗？直播间中，在一些领头水友的带动下，无数的观众纷纷选择了确认，将自己身上的诅咒直接交出。另外一边，1号房内，当大量的水友突然交出自身那一丝一缕的诅咒时，灵修这边却感到了一股无比恐怖的气息瞬间排山倒海而来。下一刻，系统之声大作，叮！检测到试炼者遭遇极其强大的诅咒攻击，您自身的黄金绷带鬼神体质启动防御机制。尚不等灵修完全反应过来，眨眼间，灵修身上鬼神气息高度爆发，同时那帝王般的黄金裹尸布瞬间自灵修身上钻出，将灵修像个木乃伊一样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刹那间，灵修又陷入了某种被无尽恐怖包围的窒息状态，整个人身处木乃伊中，如同浸泡在母梯子宫等待新生一样。与此同时，无数散发着黑色气息的诡异诅咒如同狂躁的风暴一般
在1号房内将灵修所化的木乃伊严严实实的包裹起来。妈耶！各种诅咒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1号房内，在决定接受诅咒的时候，灵修曾经想过，直播间水友们交出诅咒的热情可能会挺高，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众人的热情竟会这么高。所以在这世上，怕死的人还是占据绝大多数的。讲真，今天晚上如果是灵修自己作为一名直播间观众，结果莫名中了诅咒，那么他一定会选择不交出诅咒，这东西留在自己身上好好研究，难道他不香吗？在惊悚世界中，想要变强就别太怂。1号房内，不管灵修内心怎么想，那可怕的诅咒气息终究是回来了。无数可怕的黑气一层又一层涌向灵修所在的木乃伊，渗透黄金绷带，恶狠狠地钻了进去，触碰到了灵修的血肉肌肤。啊！转眼间，大量的诅咒便如银针刺骨般，狠狠地扎进灵修的身体内。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接受一缕诅咒气息，您的极度战力气息提升 0.001%。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接受一缕诅咒气息，您的旧日支配者气息提升 0.001%。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接受一缕诅咒气息，您的恐惧降临气息提升 0.001%。一丝诅咒就是一次生死折磨。不得不说，自从体验了700次黑衣人记忆后，林修真在自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是夜，林修直播间中愿意交出身上诅咒气息的水友至少在100万以上，如此，林修便需遭遇100万次恐怖的折磨，而这些恐怖的诅咒气息加起来，则是足以令天地变色的恐怖力量。讲真，当初大小姐在1号房露面的时候，她都没有想过，自己当初自然而然向外散发的诅咒气息，竟会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到1号房内。当初大小姐出场时，她身上的诅咒气息就像一层灰雾一般，见者有份，每个人都受到了一点感染。当时就大小姐自身而言，她所消耗的能量其实不多。然而，这些低能量的诅咒自从进入生人体内之后，便开始了强大的自我繁衍。他们通过吸收宿主和生人周围一切气息，壮大自己。别看眼下的他们能量仍旧不强，但是比起脱离大小姐的时候，这些能量早已增幅了100倍，甚至是1000倍不止。一个人身上微量的诅咒之气扩大100倍，1000倍并不算什么。论理，它仍旧是不起眼的诅咒气息。可是，当100万人身上的诅咒同时扩大1000倍100倍的时候，这场诅咒的规模可就直接发生了惊天巨变了。眼下，这从漫天涌来的恐怖诅咒气息，莫说1号房内的大小姐不敢接收，便是青山医院最顶级的几位大佬感受到后，也只能诧异的瞪大双眼，悄无声息的躲开，内心暗道一句：1号房门诊里的那位，当真是个狠人。与此同时，1号房内在吸收各方诅咒的时候，林修一次又一次经历了向死而生。今天晚上，幸好林修身上有那自幽冥而来、掌控生死的黄金绷带保护，否则实力平平的他，早就在无数可怕的诅咒中被轰成一堆枯骨，甚至连渣都不剩。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海量诅咒气息，您的极度战力气息提升3倍。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海量诅咒气息，您的旧日支配者气息提升3倍。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海量诅咒气息，您的恐惧降临气息提升3倍。此时此刻，惊悚都市青山医院上空，无尽的风暴裹挟着大量的风雪，肆意而狂躁地刮着。整座医院在恐怖的天象下显得无比脆弱，住院部里无数生人、鬼怪、躯体、鬼哭狼嚎。同一时间，在经历了无尽的折磨之后，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恭喜试炼者成功经受住海量诅咒考验，您的极度战力气息提升至 S 级。叮！恭喜试炼者成功经受住海量诅咒考验，您的恐惧降临气息提升至 S 级。叮！恭喜试炼者成功经受住海量诅咒考验，您的旧日支配者气息提升至9级。您获得了特殊拟态技能深海霸主克苏鲁最强拟态克苏鲁 S 级特殊技能，释放该技能后可召唤深渊鬼域，将宿主自身拟化为旧日支配者克苏鲁，获得技能无尽风暴死灵之矛。好，1号房内自从灵修的几项天赋技能得到大幅提升之后，他身上所能接受的诅咒之源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少。而就在灵修最强拟态技能降临的时候，整个1号房包括无数水友的直播间内顿时传来一阵可怕的深渊巨兽龙吟之声。巨兽沉吟间，无数直播间水友顿时觉得自己眼前一黑，整个人仿佛瞬间陷入了无尽的深渊一样。一道极致冰冷的气息笼罩在每个人心头，可怕的窒息感瞬间涌来。这是深渊降临吗？无数水友肩头、膝盖、关节各处开始酸痛起来。同一时间，1号房内灵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崩解，随后一头足有3米多高，带着无尽潮汐之意，章鱼头、人脸、蝙蝠翅膀、手握长矛的恐怖巨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惊鸿一瞥间，无数人心生战栗。伴随最强拟态旧日支配者克苏鲁形象，时隔多年又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很快，随着灵修撤去拟态气息，1号房内那可怕的巨人身影散去，灵修那肌肉匀称、毫无瑕疵的赤裸上身出现在直播间水友面前。直播间内无数女粉瞪大双眼，我的天啊！刚刚那一闪而过的巨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为什么只看了他一眼，我便浑身颤抖，毫无抵抗之意？这种级别的存在，真是我们这个阶段的试炼者所能掌握的吗？我感觉刚刚那可怕巨人身上仿佛笼罩着上百万人的恐怖诅咒气息，所以灵修大佬竟又在这不经意间完成了惊人的蜕变了吗？不知道为什么，在给出了自己身上的诅咒气息后，我突然有种被治愈的感觉，所以这真是恐怖游戏吗？23333，各位，咱别急着讨论那恐怖主宰啊！难道说直播间里只有我一人发现灵修大佬的身材是真的好吗？那匀称的腹肌我好想摸。1号房内在经历了将近100万次的生死折磨后，
原本对于这世间便不存在任何恐惧感的灵修，一下子变得更加冷漠起来。此时的他便如同那来自深渊的旧日支配者一般，心似主宰，站位极高，带着一身强大的气息，放眼望去，这世间除了那些最顶级的神秘存在，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自己探索的了。以前他不懂为什么在一群超人的动漫中，奇遇老师总是一副生无可恋，对啥都提不起兴趣的样子。现在他懂了，当一个人强大到一定程度时，世间的一切便很难引起他的兴趣。灵修本就是个丧失恐惧之人，如今再加上拥有克苏鲁般足以主宰一方的惊人实力，在这种情况下，灵修突然对这世间很多事情一下子更提不起劲来啊！感觉这样的人生还真挺无聊的。1号门诊室中，在经历了一阵索然无味的闲者时间后，神色淡漠的灵修眼中又慢慢恢复了一丝光泽。因为就在刚刚，在经历了上百万次的生死诅咒之后，灵修除了在心态和体质上得到了无尽的锤炼之外，在那郁郁重生的黄金果实部中，他还见到了无比惊讶的一幕。那是一个由惊悚世界所连通的更加强大和恐怖的鬼神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任何一个文明遗址内的鬼神，一念之间都足以将一座城市、一片海洋瞬间炼化。更有甚者，可以将庞大的星球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就是在如此恐怖的鬼神世界中，灵修见到了一批深入其中探索的地球人类。这些人类似乎是在惊悚世界中获取到了一定的凭证之后，才转身进入了这个更加强大的鬼神世界中。然而，这个强悍的鬼神世界实在是太过恐怖了。当时的人类在进入鬼神世界后，一直被牢牢地限制在了一处仅有普通国家大小的灰暗森林之中。而在这昏暗森林之内，即便是一头普通的蜘蛛，也足以让整个人类探索小队团灭。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冒险者在灰暗的森林中整整探索了3年。3年之后，人类冒险小队人员折损90%以上，最终无奈地通过惊悚世界退回到了现实世界中。而在这个人类冒险小队上，灵修见到了一对十分恩爱的夫妻。他们作为当初人类冒险小队中的一员，深入无尽之地，经历了无数的冒险。在离开鬼神世界前，夫妻2人在一处神秘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具被黄金果实部包裹的强大帝王尸身，并且从帝王尸身上夺取了果实部。扑通！不久前，当灵修亲眼所见年轻夫妻将那黄金果实部带离的时候，灵修内心猛然一跳，总觉得这夫妻2人和自己存在着莫大的关系。而那黄金果实部也似乎是从被年轻夫妇带走之后，便一直在惊悚世界的某个角落中等待着自己的到来。所以，这一切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吗？若是如此，那岂不是说，其实地球上的人类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掌握了进入惊悚世界的方法，甚至还通过惊悚世界进入到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回想着脑海中自己所见到的一切，灵修淡漠的眼神中不由得流露出一丝不屈的倔强和冷漠的探索目光。他很肯定，只要自己还活着，有生之年，自己便一定要把真相找出来。这一夜，除了发现神秘的鬼神世界外，灵修整个宇宙时空同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这种了解，就好像当初地球上的人类突然发现自己所居住的地球并非宇宙中心一样，一种开天辟地般的震撼感直袭人心。无尽的宇宙之中，不同的世界、时空之间存在了明显的界限和禁锢。同时，不管是地球、惊悚都市，还是鬼神世界，都存在着无数的天地法则。这些天地法则就像一条条不容触碰的天规一般，笼罩在这世间每个人的头顶。即便是那些强大到足以影响整个惊悚都市格局的顶级存在，在这些天道法则面前，仍旧渺小的如蝼蚁一般。在茫茫无尽的宇宙之中，每个世界都存在着可怕的天地法则。只要天地法则一发威，在这世间，任何顶级存在都会瞬间化为齑粉。呵，在阴阳3界之中，不管试炼者们再怎么变强，在天地法则面前，都像玩具一样显得滑稽而可笑。所以，如果想要打破此方天地的禁忌，就必须突破那些无尽的天道法则，是吗？眼下，对于人世逐渐生无可恋、提不起任何兴趣的灵修，在感受到那一道道如同高压线般的天地法则之后，内心突然被激起了莫名的斗志。试想一下，鬼神世界中那些将一颗颗星球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恐怖存在，那得是多么恐怖的存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生若不想为蝼蚁，那就尽可能的变强，摆脱天地的禁锢，成为更加强大的存在。与无尽鬼神世界中那些真正的强大者相比，灵修此时身上所掌握的能量就如尘埃一般，甚至就连某些强者的1/1也比不上。自己还有很强的进化空间，所以那就继续吧。1号房内，望着灵修那英俊逼人、神色淡然的目光，直播间的水友们并不清楚灵修内心究竟迎来了怎样的变化。而直播间内某些强者在感受到灵修的目光后，内心却不由得猛地一跳，内心不由得暗暗道：在经历了方才100万级诅咒的接受之后，这灵修似乎变得更强，隐隐有惊悚都市顶级强者的风范了。只是一位刚刚进入惊悚世界不到1个月时间的纯路人，他真的有如此惊人的潜力，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爬上到足以比肩顶级强者的高度吗？这不可能吧？或许今天晚上大家都被灵修的直播给欺骗了，又或者灵修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能够轻而易举地接下100万级别的诅咒，一切皆和灵修身上的那件诡异的果实部有关。所以灵修身上的这件果实部到底是什么来历？它真能让一位实力平平的普通人在承受100万高压的情况下轻松度过难关？联想于此，不少大佬默默地在灵修直播间中留言，重金求购黄金果实部，不论价格，只要你敢开价，我就敢买。然而这样的求购信息对于灵修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黄金果实不早就和灵修融为一体，就像灵修的左膀右臂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灵修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左膀右臂卸下来卖掉？所以这些求购消息看着诱人，但它绝对没有市场。当然，
不管黄金果实部这件神一般的装备灵修会不会出售，直播间中，当神秘大佬们一次又一次将求购信息置顶出来的时候，直播间内水友们的惊叹便一直不曾停过。关于黄金果实部的各种猜测、评价，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一篇接着一篇出现在惊悚论坛官网之上。一夜之间，灵修和灵修所掌握的黄金果实部直接冲上热榜，黄金果实部更是直接获得5星评价，被一众水友们直接捧上了年度最热神器排行榜。而在年度神器排行榜中，水友们天亮的评价大概凸显出了以下几个点亮。第一个亮点，高额防御，这是一件足以卸下 A 级恶鬼致命一击的顶级防御装备。在金融大厦试炼中，我曾亲眼见到300年恶鬼在黄金果实部面前无计可施。第二个亮点，孕育重生，通过一段时间的追踪，我们有理由认为黄金果实部可以帮助宿主抵挡下海量诅咒的同时进攻，并且将外界诅咒力量转化为宿主重生能量，帮助拥有者不断变强。第三个亮点，肌肉掌控，力量增强。第 N 个亮点，攀爬、禁锢、折断、防火，使试炼者免于窒息。这一夜，1号房中就在灵修开始熟悉自己未来一段时间将长期使用的门诊室中，各种舆论和评价如同雪片一般飞来。一开始，灵修还饶有兴趣地打开来观看，内心暗暗赞叹这直播间的室友们眼睛毒辣得很。可是当各种评价来得多时，灵修又不免感觉自己受到了打扰。这大好的夜晚，咱安心研究惊悚世界里的医术不好吗？于是灵修直接关闭各种评价，甚至直接关掉了直播间，自己一个人带着双生鬼差开始在1号门诊室内潜心研究各种医疗设备。这一夜，寂静冷清的1号门诊室里，就在灵修潜心研究各种设备的时候，原先那被长久禁锢在石膏像内的黑衣人逐渐解封，他们石膏一样的灰白脸上开始出现一丝人类独有的纹路。石膏褪去，7名黑衣人便如陶瓷做的兵马俑一般，冷声地站在了灵修身后。同一时间，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在您的推动下，古老庄园永久禁锢瓦解，您获得了7名 A 级鬼勇保镖。A 级鬼勇保镖，伤害371-415，技能终极枪法，贴身守护，穿墙。叮！系统提示：恐惧降临，可将 A 级鬼勇狙限制现实世界，每次提取大约需要消耗能量300点，目前您所拥有的能量10万点。叮！经过一段时间的探查，1号门诊大小姐似乎发现了某些重要的线索，她陷入了漫长的冒险之中。叮！您获得了大小姐的初步信任，拥有了 S 级伙伴、邪灵体质、庄园大小姐的初级守护。您获得了大小姐的特殊技能诅咒散发，诅咒散发 S 级技能。当您遇到难缠的对手时，您可以主动降下诅咒，降低对手时运，增幅状态、武器效果等。诅咒降临，可使现实世界中普通生人肉眼看见鬼怪。叮！系统提示：在成功进阶为青山医院门诊医生后，您拥有了自由进出青山医院的资格。如果有时间，就请到医院外边看看吧。另请试炼者注意，您的新一轮试炼将在1天后到来，请您提前做好准备。这一日，就在灵修关闭直播间，开始潜心研究惊悚世界医学的时候，华夏某地一座豪华庄园内，一名身穿西装、40几岁的中年人按下屏幕上的暂停键，冲着在场10几名气势不俗的各方大佬道：“各位，看完灵修的这段试炼，你们有什么感想？”此时，会议厅屏幕上播放的正是不久前灵修将近700次的死亡循环和灵修强行吸收100万诅咒的一幕。这是一座位于华夏核心之地的顶级庄园。今天晚上，有资格坐在会议厅内的几乎都是华夏境内顶级大佬，惊悚世界12天王、100大高手等。不少便出自于眼前这些大佬们所在的家族。在过去一段时间，大佬们通过各自家族的顶尖资源，将自家晚辈推到惊悚世界顶级试炼者的行列，而家族中的晚辈们则反过来通过自己的历练，为各大家族争取到了惊悚世界中不少的资源，甚至是地盘。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和循环。而这一日，豪华庄园内来自华夏各大家族的代表，则就突然异军崛起的灵修展开了讨论。会议室里，面对着中年人的询问，一位来自江州的老者道：“这位名叫灵修的新人崛起已有一段时间了。作为我江州东海市的一名试炼者，他很早便进入了我江家的观察名单中。通过今晚的表现来看，不得不说，这位叫做灵修的新人还是有点水平的。但是这小伙子的水平究竟怎么样，我这边接触不多，不好评价。倒是京城陈家，我想你们在这方面挺有发言权。”老者说话的同时，缓缓将自己的目光望向靠近主位一位面目英俊、30不到的青年人身上。青年人名叫陈玄策，乃是当代惊悚世界12天王之一。在感受到江州老者的目光后，陈玄策微微皱眉，当即开口道：“江老，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陈玄策说话时态度十分冰冷，别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在场10几名大佬中，他的实力却是最强大的几个。另外一边，面对着一脸冷漠的陈玄策，江州老者倒也不心急，他慢悠悠的抬眼望向陈玄策身后的一名随从。随从一愣，随后上前凑到陈玄策耳边道：“少爷，不久前2房那边曾经派人前往东海，联合东海的一个家族，在市区里包围过这个叫做灵修的新人。在那场围杀中，2房那边从惊悚世界引来的恶灵突然失控，导致对灵修的抓捕没有成功。在这场围杀中，2房那边曾经动用过冲锋枪，在社会上造成十分负面的影响。不过少爷放心，负面风波我们目前已经摆平。”“呵，是吗？”会议桌旁，当听见手下如此汇报的时候，陈玄策目光冰冷，缓慢抬眼望向众人。陈玄策这才开口说道：“各位，围困灵修一事，我之前并不知情，今天咱们云聚于此，最主要就是讨论如何处理这位新人。我还是那个态度，今天晚上咱们的同盟怎么决定，我陈家就怎么执行。至于围杀灵修这样的事，我陈玄策在此向各位保证，短期之内不会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过去几年间，华夏几大家族为了能够在惊悚世界中试炼利益的最大化，在几个大佬的牵头下，10几个家族形成了一个还算牢固的试炼者同盟。如今同盟里的大佬云聚庄园，为的就是讨论如何处理灵修一事。而在陈家随从点出2房围杀灵修一事前，试炼同盟本身已有一个初步的共识，那就是针对灵修此人，目前试炼同盟以拉拢为主，若实在拉拢不成，该打压再打压。正因为目前这个阶段，试炼同盟里的诸位大佬有意将灵修纳入麾下，恶意的围杀有可能将彻底打乱大佬们的算盘，因此在得知2房的举动之后，陈玄策才会直接冷声向在场的诸位同修表示，类似的事情短期之内不会再发生。而会议室中的大佬们认识陈玄策也不是1天2天，众人知道陈家大少是个说到做到、杀伐果决的狠人，他既已保证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短期之内陈家就不会酝酿出相同的事故。于是会议继续进行，和惊悚论坛上试炼者们热议的一样，诸位围绕着灵修特殊的体质，还有黄金果实部等展开了讨论。众人皆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灵修这位超级新人一定通过某种手段，从惊悚系统的手中获得了某种不俗的体质，而他手中的黄金果实部则至少是传说以上的装备防具。至于他的体质到底是什么，这黄金果实部的完整属性又是什么，目前众人不得而知。各位，不得不说，这灵修确实是惊悚世界降临至今我们在百大家族之外发现的最出色的新人。既然大家对于这位新人都有拉拢的意思，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大家就各凭本事，尽量把他争取到手吧。我在这还是同样一个观点，这位超级新人能用就用，若是实在不能争取，到时候该杀也就杀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这家伙落入黑暗同盟或者黄金家族手中。黑暗同盟和黄金家族皆是惊悚世界最顶级的试炼者联盟。黄金家族作为惊悚世界中最顶尖的存在，其势力至今无人能够撼动。黑暗同盟则是全球范围内最早一批进入惊悚世界的强大者组成的同盟，他们藏于暗处，行事黑暗，对于黄金家族、试炼同盟等皆有渗透。在过去一段时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几场100人以上伤亡的大型恶灵袭击事件中，隐约皆有黑暗同盟的身影。这是一群妄图通过绝对的恐怖统治整个世界的强大者。在惊悚世界中，试炼同盟有着自己的组织、地盘和利益诉求。对于灵修这样一位开局便拥有100万直播粉丝的超级新人，试炼同盟当然不愿错过。所以，不管动用什么手段，在场的大佬们都要在黄金家族和黑暗同盟动手前将灵修争取过来。试炼者灵修目前等级5，试炼场数3场，力量15，速度17，精神力30，恐惧值浮动1-10，治愈值193000，天赋极度战力等级 S， 恐惧降临等级 S， 旧日支配者等级9，最强拟态。精神天赋御剑控物，特殊物品鬼神令、银色项链、黄金果实部、超治愈面具、医生执照、白蜡灯、光头石像等。技能青囊医术、五雷正法、寒冰、画地为牢、禁锢、诅咒散发。能量值52000-3500，惊悚币5175，试炼积分1950。这一日，在经过一夜的研究后，灵修对于惊悚世界里的各种医术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一夜钻研，当灵修放下自己手中的一本医师手册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的第2天的傍晚。在过去的一天里，青山医院内阴沉沉的，作为封闭已久的1号门诊，灵修在研究医术的过程中，并没有迎来任何一位病人。刚放下书，稍微伸展了一下懒腰，这边纸扎鬼差拖着自己猎猎作响的身子，端着一盘热腾腾的羊杂面和几块面包，还有功能饮料，来到灵修面前，望着灵修，开口便道：“主公，吃饭。这是我刚到医院自动售卖机上买的。”对于双生鬼差这个助理，灵修甚是满意。因此，鬼差在面对顶级鬼王的时候，实力一般。但是在邪气逆天的青山医院里，也只有他这种级别的幽灵才敢四处走动了。双生鬼差哪怕实力再弱，他也仍旧是敢在主任级医师前出手的存在。这家伙办事利索，花钱也很干脆。就这么一份晚餐，纸扎鬼差一共花了灵修35块惊悚币，换算在现实世界中的华夏现金的话，大概是73500元，简直贵得离谱。然而面对着纸扎鬼差端来的天价食物，灵修想都没想，直接举起筷子大快朵颐。在惊悚世界里挣惊悚世界的钱，在这种情况下，试炼者们没必要天天算着汇率花钱。这羊杂面、牛角包贵是贵了点，但香是真的香。在连续研究了一整天后，灵修早就饿坏了。一大碗羊杂汤下肚后，灵修肚中一暖，整个人状态恢复了许多。用完餐，来到休息室，拉开沙发床，小憩一会，又来到淋浴室，冲了个热水澡。就在灵修刚刚换好衣服的时候，叮的一声，系统之声响起，请试炼者注意，您的第4场惊悚试炼即将开始，本次试炼将在3分钟之后开始传送，请试炼者提前做好准备。检测到试炼者已达成直播100万人气里程碑，您有5个高级人气宝箱未开启。本次试炼直播热度持续100万以上，试炼者将获评5星主播，请问是否立即开启直播间？目前试炼者全球直播排名798名，目前您有312万华夏币打赏未领取。冰冷灰暗的1号门诊室内，灵修稍作停留，很快系统之声再度响起，3分钟倒计时结束。叮！欢迎来到民国山村参加盛大婚礼。民国11年，江夏省山村富商之子周涛迎娶省城千金李小潘，在这喜结良缘之日，作为富商友人的你受到邀请前来祝贺。这是一个闭塞而古老的山村，尽管外边的世界早已经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新，然而在这寂静的山村里，到处都是古朴的乡民和各种令人闻所未闻的奇特风俗。有人看到，在山村外的乱葬岗上，深夜里有僵尸出没。尽管对于神秘山村充满忌惮，但不管怎么样，
作为富商友人，你还是赶在了周家大公子新婚前来到了这里。周家在外经商多年，家大业大。当你来到山村，见到周家那占据了半座山头的庄园之后，彻底惊呆了。据说，在这山村内，超过70%的农田皆是周家地盘，超过90%佃农都在为周家打工。偏远山村，富贵人家今日因为家中公子的新婚而张灯结彩，好不热闹。一大早上，山村内吹吹打打，迎亲队伍绵延好几公里，从山外将省城千金大小姐给迎了进来。现在惊悚试炼正式开始，本场试炼人数11人，试炼时间12小时以上。1号门诊内，伴随着系统之声，灵修面前出现了一团冰冷的迷雾。等到灵修回过神来时，迎面一阵冷风吹来，灵修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了一处光线昏暗、土地生硬的竹林之中。林间鬼气森森，看似清晨，又好似黄昏。望着周围环境，灵修不由得微微皱眉，内心暗道：我这是降临在了周家外围。心头疑惑尚没有人回答，就在这个时候，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由于规则限制，您目前所掌握的天赋技能等有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山村之地诡异莫测，请宿主尽快前往周家庄园，参加今晚在周家院内举行的婚礼晚宴。在天黑之前未能赶到周家的试炼者将被淘汰，受到系统严惩。惊悚系统严禁于此，不再发出任何声音。竹林内冷风一阵阵吹来，那风吹过试炼者皮肤的时候，风声中隐约间夹杂着一阵古怪的鸟鸣和叹息之声，给人一种感觉，那林中似乎有什么人正蹲在阴暗的角落中，面色冰冷的低头叹息着。呵，此情此景过于瘆人。望着面前一幕，灵修刚刚开启的直播间内，上百名水友开始感觉到莫名的紧张。我的妈呀，这竹林好诡异啊！讲真，我感觉自己现在惊恐值至少狂飙至75了。要我一个人待在这么一个地方，我当真受不了。所以系统提到的周家庄园到底在这片竹林的什么地方呢？为什么灵修大佬的试炼开场每次都给人这么强的压迫感啊？不行，我有点害怕，我得裹紧我的小棉袄。一堆人心头砰砰直跳肩，也有眼尖的人发出了十分清醒的弹幕。面对如此诡异的树林，灵修大佬恐惧值波动0-1。我 TM 真是服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像灵修大佬一样如此处变不惊啊？这诡异的树林难道一点都不瘆人吗？无不理解。阴森鬼气弥漫的竹林里，当灵修站稳脚跟后，那冷风之中又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笛声，笛声悠扬却又透露着冷漠，冷漠间似乎带着某种指引，告诉着竹林中的试炼者：你赶紧从林中出来，朝着我笛声的方向走来，否则便是死。竹林里地势颇高，抬眼望去，竹林坡下竟是一片白茫茫的雾气。灵修打开系统列表，却见上边写着山村婚宴进程1进山，完成进度1%，目前幸存者人数11人。系统提示：新的试炼已经开始，请试炼者尽快进入山村，开始下一阶段进程。您的进程完成度将决定您本场试炼的最终评价。查看完系统列表，低头，灵修发现自己身上穿着一件简单的民国西服，黑色皮鞋，皮鞋稍稍有些紧，并不是很合脚。衣服不合身，那换成自己的怎么样？对此灵修微微一笑，却没有着急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之前系统宝箱赠送的全套棒球服，因为灵修很清楚自己现在所处的年代特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比较特殊。作为富商的朋友，灵修若想顺利进入山村，得到村民的认可，那他就不能有超出民国范围的奇特打扮，以免引起山民不必要的怀疑。在检查完穿着的同时，灵修同时注意到了系统列表上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由于规则限制，您目前所掌握的天赋技能等有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所以说，这样的削弱大概会达到什么程度呢？站在竹林中，灵修试着打开自己的右手，调动能量，将自己体内的庚金琉璃火催发。这庚金琉璃火在黄金绷带的帮助下，早已彻底融入了灵修的身体里。基本上，只要灵修体内有足够的能量支撑，一瞬间灵修就可以点燃一片火海。然而，这一次当灵修尝试催发一火的时候，他的身上却出现了一道奇特的压制力量。这股压制力量将原本灵修足够释放到拳头大小的火焰压缩到了只有绿豆般大小。那火苗晃晃悠悠地出现在灵修手中，感觉就像从一次性打火机里冒出来一样。外边微风一吹，一火当场就会熄灭。望着自己手中那晃晃悠悠的小火苗，灵修不由得笑了一笑，掌心一收，火苗熄灭。接着，灵修试图释放极度战力旧日支配者气息，发现这些气息亦被一股极其古怪的地狱法则所压制着。短时间内，灵修若想将它们100%释放出来，自身恐怕得付出极高的代价，而这种代价极有可能伤及灵修性命，根本得不偿失。也就是说，在进入山村副本之前，灵修身上所得到的各种能力完全受到了系统的压制。当一名顶尖高手瞬间失去90%实力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绝望、恐慌，甚至还会有不小的愤怒。然而竹林中在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异样后，灵修眼神之中却不曾流露出半点负面情绪。那笼罩在整个山村的恐怕禁锢之力固然惊人，但是这一切和灵修之前所接触到的天道法则相比，却只不过是萤火之光罢了。充其量这山村里所笼罩的气息，就是放大了近万倍的禁锢领域。比起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天道法则，此时这放大万倍的禁锢领域，在灵修看来就是一个不错的研究模板。若是自己能在今天这场试炼中完美破解万倍禁锢领域，那不管是对自己的禁锢技能，还是试探天道法则，都将有很大的帮助和提升。念及于此，灵修利用青囊经中的记载，悄然分出一道阴神，提前一步游走于山村之间，自己则收拾妥当，气定神闲地朝山下走去，开始自己今天的第一个试炼进程——进山。民国时代，偏僻山村，作为商人的灵修，在不久前接到了好友的邀请，前来村庄参加婚宴。
可不知道为什么，在进山的过程中，灵修莫名其妙昏迷。等到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昏迷在了一处竹林中。眼看着竹林内气氛诡异，灵修所扮演的商人心下不安。为了尽快摆脱山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商人不得不加快脚步，一路往山下村庄赶去。这一日，竹林中，在确定了自己的任务行程后，灵修并未像自己所扮演的商人那样，内心充满惶恐。他一边不紧不慢地往山下赶，一边则利用庚金琉璃火炼化着系统赠予的黑色皮鞋，让这黑色皮鞋变得更加合脚，让他不至于在某些关键时刻成为自己逃离危险时的阻碍。就这样，灵修一路下山，眼看着一座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山村出现在了面前，灵修心下一喜，正想向山村走去，突然间，路上一阵冷风吹来，白雾遮住了前路。等到灵修回过神来的时候，却见雾中的香路旁蹦蹦跳跳，出现了2道身形奇高、浑身披满白条、白色如蜡的诡异身影。这2道身影手持哭丧棒，走在香路之上，每走3步，身子便要猛然蹦高，似乎正受着某种诡异力量的指引。每蹦一次，2道身影手中便会洒出无数铜板一样薄薄的白色纸钱，纸钱飘飘洒洒，不少直接落入了灵修的怀中。这是阴差过境，生人回避。面对此等阴差，山村里流传着2大规则：一者莫要贪财，阴差们洒落的纸钱，活人千万别捡，你有命捡，没命花；二者莫要好奇，在阴差过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和阴差们产生任何眼神上的交流，否则你会被阴差视为同类，直接将你带走。而此刻，阴冷的香路边，灵修除了顺手拿起掉落在自己怀中的纸钱外，顺便还抬眼望向了不远处的阴差，视线正好和阴差交汇在一起，2个禁忌他全都犯了。呵，冰冷香路上，望着手拿纸钱、一脸平淡的灵修，2位蹦蹦跳跳的阴差停下脚步，其中一人更是瞪大了自己那散发着黑气的双眼，脸上露出一抹邪性笑容，缓缓向灵修走了过来。我的天啊，灵修大佬，你未免也太不谨慎了吧！这偏僻荒村里的白色纸钱你也敢捡？难道惊悚论坛上那些关于阴差过境的禁忌，您一个都没听过吗？当白面阴差转过脸来盯着灵修大佬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停止了。妹的，看灵修大佬的试炼，我感觉比自己亲自上场还吓人。至少我们平时不会闲着没事去触碰各种禁忌啊。我突然感觉，就算裹着小棉袄也不够暖和，不行，我要上棉被。这一日，偏僻的山村小路上，当那四处撒着纸钱的阴差突然停下脚步，缓缓向灵修走来的时候，灵修内心并不像直播间中的水友们那么复杂。此时，他的眼前跳出了一道系统面板：山村婚宴进城易遭遇突发事件，你获得了随机任务，躲避过路阴差的拘魂，难度 S 加级，失败概率90%。任务成功奖励：隐身符星号3，神行符星号3，立式符星号3。系统提示间，不远处那身材奇高的白色阴差已经手持哭丧棒，带着诡谲气息压迫而来。在惊悚世界中，不论是何种鬼怪，亦或者是恶灵，他们有可能很强，但就压迫力而言，恶灵、鬼怪们的实力绝对比不上阴差。毕竟不管怎么说，在这个世界上，即便是实力再弱的阴差，他们的背后都有着天道规则的庇佑，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法器，硬生生将生人魂魄从活人的体内勾出来。这一点是很多恶灵绝对做不到的。此刻，面对着胆敢和自己四目相对的灵修，白面阴差脸上露出了邪魅的一笑，随后手中的哭丧棒一甩，那哭丧棒立刻化为了一条长长的恐怖铁链，直接将灵修的脖颈套牢。这一套，白面阴差只需轻轻一拉，便可以将灵修的魂魄从他的身体里恶狠狠地拽出来。下一刻，灵修身体呆呆站在原地，而他的魂魄将目光呆滞地随2位阴差走向远方。对于惊悚世界中的普通试炼者来说，今日当白面阴差成功套上拘魂锁的时候，死局便已形成，无人能够反转。望着面前一幕，灵修直播间中大量的观众头皮一麻，瞬间忘了呼吸。不少人惊讶间，脑海中更是早已冒出了热榜标题：超级新人灵修在新一轮试炼中意外触碰阴差禁忌，遭遇锁魂，就此陨落。此刻，山间小路上，当白面阴差手中的铁锁套上灵修的脖子时，整个山里小路上全是铁锁拉动的诡异声响，十分瘆人。这边在成功套上了灵修之后，白面鬼差也不废话，将铁锁往自己的肩膀上一扛，拉着灵修生魂便要往远方走去。然而，就在白面鬼差拉着灵修魂魄往前走的刹那，山林间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面对阴差锁魂，灵修神色平淡地站着，铁锁一动，灵修的魂魄并未被拉出身体，同时他的身上爆发出了一道无比耀眼的金光，金光一现，正在往前走的白面鬼差顿时只觉得自己仿佛拉起了一座大山，肩上压力陡然增加。瞬间，白面鬼差彻底惊呆了，他扛着铁锁，难以置信地转身，定眼一看，却见灵修身上光芒万丈，如同金色传说。这是鬼神大人！呵，谁能想到这山野之间，一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富商书生，他的真实身份竟是鬼神。在阴司序列中，白面阴差和纸扎鬼差一样，属于最低等级的办事小吏，而灵修作为一名黑铁级鬼神，在阴司序列中已经算得上正儿八经的大人。这要是放在华夏古代，灵修便是妥妥的副城隍、判官一级的存在，手下阴兵鬼差成百上千。在这种情况下，两头区区的白面阴差在他面前算个啥？今日这山村副本对于试炼者的修为虽然有着极大的压制，但是类似于鬼神体质这样的特殊气息是不受万倍禁锢领域影响的。白面鬼差们受天道庇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拘役生人魂魄，而灵修身为黑铁级鬼神，他的身后也有天道痕迹。白面阴差想要拉动灵修的魂魄，就必须破除灵修的鬼神金身，而白面阴差若想破去鬼神金身，自身修为至少得比现在提升几千倍。
只要两头阴差无法打破天道禁锢，在灵修面前，这两头鬼差就只是供人驱使的下人，小吏永远也不可能翻身。鬼神大人！乡间小路上，面对着浑身散发金色气息、威严无比的灵修，两位阴差彻底惊呆了。先前那位凛然居住灵修的阴差，神色慌乱地抽回了自己手中的铁锁，将它重新幻化为哭丧棒。望着一脸冷漠的灵修，阴差直接跪了下来，不住磕头道：“鬼神大人，小的有眼无珠，冒犯天威，实在罪过。还望大人看在小的是初犯的份上，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们吧。”两位阴差一边说，一边重重的磕头，那一副无奈的哭丧脸，又一次惊呆了灵修直播间中的众人。我的妈呀，这啥跟啥呀？为什么堂堂的拘魂阴差在生人面前竟会如此卑微啊？鬼神大人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阴司统治序列中的一环吗？我不理解。哼，不得不说，灵修大佬就是灵修大佬，今天这反转，我是万万没想到。灵修大佬 YYDS 啊，谁说惊悚试炼可怕了？每次看灵修大佬的直播，我都感觉有被治愈到。哈哈哈。乡间小路上，望着两位瑟瑟发抖的阴差，灵修懒得和二人计较。此刻，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化解危机，完美的完成突发任务，摆脱阴差追捕。您获得了300点试炼值。您获得了隐身符星号3、神行符星号3、立式符星号3。叮！您获得了进阶任务，盘问两位阴差出现在偏远山村的目的。叮！两位阴差对于试炼者表达出了臣服之意，请问是否立刻收服？偏远山村，两头白面鬼差来了又走，手中握着哭丧棒，身后空空如也，一个魂魄也没有。所以他们是自阴司中出来公费旅游，四处闲逛的吗？这很显然不可能。乡间小路上，面对着两头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白面鬼差，灵修目光微动，选择了接受进阶任务，同时选择了将两头阴差纳入自己鬼神令的统御之中。目前灵修的鬼神令一共可以统御5名下属，今天算上两头白面鬼差，灵修也还有2个统御名额。而且即便今日灵修成功统御了两头阴差，将来若是两头阴差不好用了，灵修也可以随时将他们从自己的统御体系中踢出，清理出新的编制名额来。因此对于收服阴差之事，灵修不需要太过谨慎，只要看到合适的能用的，灵修便可以随时居易过来，供自己驱使。荒草丛生的小路上，当灵修确认收服两头阴差后，阴差魂魄中不少记忆瞬间翻涌而来，进入灵修脑海。下一刻，系统之声继续响起道：7天之前，阴司之地检测到偏远山村共有17人意外身亡，为了拘捕这些突然枉死的魂魄，阴司之地派出了两头阴差前来捉拿。然而当两头阴差来到山村之后，却突然失去记忆，迷失方向。他们在山村之中绕了很久，在撒出了大量纸钱之后，最终一无所获，只能按照规定的时间返程前往阴司交差。叮！身为阴司鬼神，您获得了特殊任务，帮助阴差寻找失落的17条枉死魂魄，将枉死之人送往阴司。任务成功，奖励护体金光咒300阴德；任务失败，扣除300点阴德。系统提示：阴德太低的试炼者有可能遭遇天雷诅咒，目前试炼者阴德不可查。另外，系统提示：偏远山村内似乎存在着某种针对于地府阴差的神秘力量，试炼者在将两头阴差带入山村的时候，可千万别让对手发现哟。白雾弥漫的山路上，当灵修面前跳出一大串系统消息的时候，地上跪着的两头阴差突然变成了2张蜡纸做的纸片人。这纸片人大约只有灵修巴掌大小，风一吹，这纸片人便晃晃悠悠地落到了灵修手中。当灵修接住纸片人开始，上边系统提示：阴差纸片人注入生魂气息后，可短暂召唤白面阴差参与战斗，阴差出现时间持续1分钟，阴差等级 A 级，技能拘魂。呵，小路上在查探完纸片人的讯息之后，灵修不由得摇了摇头。原本两头阴差作为灵修的下属，只要灵修愿意，就可以随时随地召唤他们。然而在这禁忌重重的山林之中，为了避免让欺瞒阴差的神秘者发现阴差再度犯为山村，系统大佬直接将两头阴差幻化成了纸片人。这么做虽然可以避免阴差的去而复返，引起山村中神秘存在的注意，但同时也限制了试炼者们通过白面阴差镇压普通鬼怪，提前获得各种好处的可能。当然，系统这么做在限制阴差能力的同时，也一下子将绝不能让山村诡异存在发现阴差的紧张感彻底拉满。任何一位并不是很有底气的试炼者，在伸手握住纸片人的时候，第一个感觉绝对就是害怕和紧张。今日灵修之所以面对着纸片人，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那是因为他从小就没有恐惧。所以什么绝不能让山村中的诡异存在发现阴差的紧张感，这件事在灵修身上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山村小路上握紧拳头，收好2个纸片人，灵修抬眼望向山村，继续一路向村中走去。在路过一处冰冷的溪水，一座古朴的山村缓缓地展现在了灵修面前。村中大小人家200多户，远远望去，村里炊烟袅袅，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柴火香、稻草香，给人一副生机盎然的山村之感。尤其是那沿着村中小路一路铺满的燃放过的红色爆竹，更是为这山村平添着喜庆。抬眼望去，灵修的富商朋友家就在这山村小路的尽头。灵修独自一人来到村上，沿着一路喜庆的爆竹往山庄中走去。山村里看起来热闹非凡，可是整条路上，不管是宅中院外，一个村民都没有。沿路的喜庆和各家各户的冷清，形成了一股极其强烈的对比，一股令人心底发毛的死气，就这么不经意地散发出来。所以，一个充满喜庆却空无一人的村庄很可怕吗？作为一名从小丧失恐惧的家伙，灵修不懂惊悚世界为什么这么安排。正一路缓慢地向富商家走去，突然，无比寂静的村落里传来一阵强烈的嘈杂之声。一群神色慌张的年轻人推开了一处篱笆栅栏，
失声尖叫地跑在村路里。众人从那篱笆小院内冲出后，迎面向着灵修狂奔而来。望着灵修，一位穿着民国学生服、扎着双马尾的女大学生连忙道：“前面的朋友快跑，我们身后有东西。”双马尾学生口中的东西二字十分精髓，只一眼，灵修便判断出了眼前这群慌乱夺路的人和自己一样，是一群试炼者。所以这群试炼者背后的东西会是什么？带着疑惑，站在村路正中的灵修缓缓地让开了半个身形，任凭神色慌乱的大学生们从自己的身边跑过。众人一过，突然篱笆院中传来一阵尖锐的老鼠叫声。瘆人的叫声中，一大群双目发红、浑身散发着黑气的老鼠冲着灵修等人所在的方向狂奔而来。老鼠数量之多，令人瞠目。远远看去，这些鼠怪至少100-200头，黑压压的发足狂奔，一路如同潮汐，向着灵修和大学生们追来。所以这个时候，我应该头皮发麻，害怕极了，对吗？面对成群的鼠怪，灵修很难过自己内心一点害怕的意思都没有。不就是一群龇牙咧嘴的小东西吗？灵修实在不懂，为什么自己身边刚刚跑过的大学生们会吓成那样。他缓缓地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了一盏白色纸灯，稀有级传说鬼物白蜡燃魂灯。白蜡燃魂灯，传说来自九幽杀伐之地的特殊明灯，以上古鬼脑为燃烧之物，吸收天地之间无尽煞气，壮大自身。特点：烧融、铸造、护体、禁锢。喜庆而又寂静的山村里，面对着突然如潮水般涌来的老鼠们，灵修不动声色地取出了白色纸灯，将纸灯缓缓倾倒，瞬间，一道足以令无数人感到窒息的恐怖压迫感冲击而出，一道诡异的白蜡一下子铺满整个乡间道路。前一秒还在疯狂往前狂奔的老鼠们，在冲入白蜡之地后，口中吱的一声发出惨烈嚎叫，身形瞬间被白蜡吞没。一时间，灵修耳边系统之声不断响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捕获一头邪化老鼠，您获得了2点能量值。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捕获一头邪化老鼠，您获得了2点能量值。这是灵修手中的白蜡灯被压制了90%威力后所爆发出的结果，吞没全部200多头老鼠。这些白蜡大概需要3分钟，和鼎盛时期的白蜡领域相比，就还蛮菜的。此刻，山村小路上，当灵修轻而易举拦住邪化老鼠的时候，不远处一众大学生全都惊呆了。他们小心翼翼地停下脚步，再三确认那些可怕的老鼠再没有追击能力后，这才缓缓地来到了灵修身边，惊魂未定地冲灵修道了声谢谢。另外一边，在收回白蜡灯后，灵修并没有马上回应几名年轻人，而是稍稍看了下系统列表，自言自语道：比起在其他副本的时候，这个地方每次使用技能能量消耗大概是外界的3倍左右。还好，今天这些老鼠为自己反哺了600多点能量，否则今天这场出手根本就是得不偿失。简单计算好消耗水平后，灵修这才稍稍抬起双眼，看了看自己身旁几位满头大汗的年轻人，开口道：你们也是试炼者？此言一出，几名大学生脸色一变，沉默片刻，才听其中一名男生说道：是的，这位大佬，很高兴遇见你。在惊悚世界中，很多时候试炼者们彼此之间是存在着竞争关系的，因此在很多副本中，试炼者们并不喜欢过早地暴露自己的身份。眼下几名大学生虽然也有这方面的顾虑，但是众人一来被灵修所救，欠了人情，二来灵修言语中对于自己试炼者的身份也没有任何遮掩，在这种情况下，几名大学生自然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面对大佬坦诚相待，没准今天的副本还能够被大佬带飞。另外一边，在确认了几位大学生的身份之后，灵修沉默了一会，看了看地上那些逐渐被白蜡吞噬的鼠怪后，开口问道：你们进村之后为什么不直接前往婚宴现场，而是招惹了这些东西？对此，先前曾焦急提醒灵修赶紧让开，篱笆院里有东西追击的双马尾女生道：这位先生，我们在进村之后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们前往村中某地挖出特殊香玉，以此充当进入富商宅院的敲门砖。为了找到特殊的香玉，我们四处寻找，不想却惊动了村里的鼠怪。双马尾说话时，豆大的汗珠从他白皙的脸颊上滑落，一路滑落到了雪白的脖颈之间。从样貌上看，这是一位长得十分不错的小美女。而灵修这边在听得双马尾美女的解释之后，神色平淡的点了点头，冲着几人淡淡一笑道：比起你们需要挖到特殊之物才可以进入婚宴现场，我的任务似乎简单了许多。那么祝你们好运，我先去婚宴现场了。作为富商朋友，灵修本身就是山村婚宴的受邀之人，今天他只要在婚宴开始前准时到达现场就可以了。啊！山村小路旁，双马尾美女等人虽然和灵修只有一面之缘，但是灵修先前从容解决鼠怪的一幕，还是深深地感染到了几名试炼者。在诸位试炼者眼中，灵修这位长相英俊逼人的帅哥，简直就是大佬中的大佬，好吗？眼下众人在一片慌乱之中，好不容易抱上了灵修的大腿，又怎能轻易放开？望着灵修转身而去的背影，双马尾美女一咬背齿，连忙开口道：这位先生，您能不能帮我们挖到传说中的香玉？作为回报，我们会在副本结束之后支付先生5枚惊悚币。5枚惊悚币大概就是华夏现金1万多块钱。为了一个小小的试验任务，直接花费1万多块钱，眼前这几名试炼者看来也是家境不差了。可是灵修是谁？在进入新的试炼副本前，灵修刚刚吃了一顿晚餐，花费了35枚惊悚币。对于灵修而言，大学生们提供的5块钱报酬，就像出门买一瓶饮料的钱。这种情况，灵修怎么可能会心动？于是，在稍稍转身看向几名大学生之后，灵修缓缓地从自己的背包中取出了一面夸张地面具，摆出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另外一边，望着灵修那戴着超治愈面具的侧脸，双马尾美女突然发出一阵惊呼：这个面具，他是灵修大神！我的妈，咱们居然遇到了灵修，这不是真的吧？惊悚世界中，直播系统在对试炼者的副本冒险进行直播的时候，往往会对试炼者的面部特征进行一些特殊处理，因此
即便试炼者们在直播频道上见过无数次灵修英俊的脸庞，在直播结束后，除了一些极其特的顶尖高手，一般人还是很容易将灵修的脸忘记。在这种情况下，超治愈面具对于很多试炼者来说，便是他们记住灵修的最主要标记点。望着一路远去的灵修，双马唯美女星跳加速，随后越过白蜡区，快步上前，一把抓住灵修，将一枚血红色宝石递了过去，开口道：“灵修大佬，这是一枚十分稀有的血红宝石，请你帮我。”叮！血红宝石，一种来自冥界，可以拥有炼器、阵法、傀儡制造的特殊宝石，稀有程度 A 级。喜庆而诡异的村庄内，当双马尾大学生伸手拉住灵修，将一块散发着鲜红气息的宝石递过来时，原本已经打算离开的灵修停住了脚步。灵修自认不是什么慈善家，但如果其他的试炼者开价合适，他还是非常愿意打工的。于是他缓缓地望向双马尾大学生，在双马尾大学生满脸紧张的时候，语气和缓地说道：“芋头在什么地方？走吧。”一听这话，双马尾学生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连忙冲着灵修道：“根据我们的任务提示来看，山庄要求的特殊芋头应该是在村内一些比较阴冷的角落，并且系统特别点出，这种香芋喜欢长在屋瓦下、房屋中，一般的野外极难寻找。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整个村落里头四处寻找，由此碰到了那些红眼鼠怪。”哦，听得此言，灵修稍稍抬眼，四处看了看村庄道路，不再多说什么，抬脚就走。几名大学生见后，满脸震惊。等到灵修走了有一段路后，众人才猛然反应过来，这灵修大佬走路时如此自信，淡然，没准他对于特殊香芋的下落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众人反正在村里也找了大半天了，既然灵修大佬有想法，那大家就跟上去看看吧。就这样，众人随着灵修从村中主路挪到小路，又走过几处人家后，一行人来到了一处背山临水的农家小院前。这农家小院占地大概400-500平，门前屋后种满了树。来到此地，大学生们不由发出一阵惊呼，这个地方好奇怪的风水地气，这里距离我们刚刚出发的地方也不远，咱们怎么一直没有发现？难道刚刚咱们几个全部被鬼遮眼了？这个地方距离婚宴山庄明明就只有一步之遥啊，我们当时不应该错过啊。就在众人感叹之时，这边灵修已经率先一步进入农家院内。院子里地面干净，没有杂草，鸡窝里一阴的石槽，饮水设施齐全。厨房边堆满过冬用的柴火。走到屋中，大厅内摆的一张八仙桌看起来一尘不染的样子，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颇有生活气息。然而整个屋里屋外一个人都没有，安静的十分诡异。当灵修缓步走进屋中的时候，里屋厅堂上挂着2张灰白色的遗像，遗像上一男一女，看起来好似一对夫妇。两人目光冰冷，似笑非笑地挂在墙上，明明是年轻模样，照片中2人却都穿着老年寿衣。上了年纪的公婆装穿在2位极其年轻的夫妇身上，乍一看瞬间给人一种浑身冰凉、头皮发麻之感。灵修来到屋中，抬眼和墙面上的夫妇对视了一回，这边女大学生等一一走了进来，望见夫妇俩那直勾勾的眼神，女大学生当即发出一阵惊叫道：“我的妈呀！”心跳陡然加速间，却见灵修已经来到了里屋。这是一间还算干净的房间，一张土砌的床炕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一床被子，一张桌子上放着油灯，还有一件尚未打完补丁的衣服。进屋一看，仍旧充满着山村生活气息。然而这屋里依旧一个人都没有。与此同时，屋中角落几株紧挨一起，几乎占据了大半个屋子的芋头植株，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特殊的芋头找到了。今日和灵修一起参加惊悚试炼的大学生，从小城里长大，从未见过生长在地里的芋头。今天一见这几乎和屋子同高的植株，不由得发出惊叹：我的天，没有想到原来这芋头的植株长这样。这几株芋头怕是有3米多高吧？3米多高的芋头植株，在华夏南边和南阳倒也并不稀罕，只是这长在屋中，而且还是长势极旺的芋头植株，灵修还是第一次见。与此同时，那伞盖一样绿油油的芋头叶下，隐约散发着诡异的黑气，黑气中带着一股奇特香味，这一切皆叫人感到不安。望着巨型植株，渐渐的，大学生们升起了一股压迫之感。也是在这个时候，房间中灵修开口说道：“东西我帮你们找到了，你们自己挖吧。”说完这话，灵修再次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了白蜡燃魂灯，右臂一动，轻轻提在手上，意思是你们尽管挖芋头，出了什么事情我来处理。见到这一幕，大学生们内心大受鼓舞，很快便有2-3人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铁锹、锄头，开始大肆挖掘。吭吭，那生硬的锄头敲在农舍地砖之上，发出阵阵声响。那清脆的铿锵之声在悄无声息的农舍中显得异常突兀。1下2下，试炼者们每一处下去，整个屋中不时有细碎的灰尘滚落，给人一种整个仿佛都在跟着晃动的诡异之感和惊悚预期。这寂静的房屋总给人一种一锄下去有可能就会出事的感觉。而当房间地砖破裂的时候，参与挖掘的试炼者们脑海中则莫名的冒出了大屋里那年轻夫妻的遗像，那2个年纪轻轻却穿着老人寿衣的屋主，给人一种就在试炼者们身边冷眼直视的感觉。一时间，众人不由得后背发凉，小心翼翼抬头看，身后又啥都没有。哼，这恐怖试炼真是怪瘆人。屋里砖头敲开，巨大的植株下，一大片散发着恶臭的黑土裸露出来。当那散发着腐败气味的黑土被翻出时，屋内众人胃中不由一紧，早先吃过的东西差点没呕吐出来。这黑土怎么会这么臭？这芋头株下不会埋着尸体吧？试炼者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同伴的训斥。呸呸呸，你快别乱说，本来这芋头咱就挖得有些心慌，这要真挖出个尸体来，我可真不敢动啊。此言一出，试炼者们赶紧收声。惊悚世界正式降临半年有余，试炼者中真正能够像灵修一样坦然面对尸体，鬼怪的却少之又少。这一日，农舍屋中
几名试炼者正小心翼翼刨着土，众人并没有注意到，就在自己一锄向下刨的时候，玉叶之下不少几乎透明的白色细丝正一点一滴钻向众人鼻下。多亏灵修手中亮着明灯，当这些游丝几乎快要钻进众人鼻下时，那燃魂灯灯火一动，游丝瞬间点燃。望着眼前一幕，灵修直播间内的水友们不由得发出惊呼。说实话，今天不管这几名试炼者最终结果怎么样，别的不说，光是眼前这一幕，屋里的几个大学生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而此时副本之中，对于值没值回票价，几名试炼者们感受并不是太深。当众人在散发着恶臭的香芋蜘蛛下待久了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呆呆的，一锄又一锄下去，完全魔怔。诡异山村挖香芋，没有一点本事的人，很有可能最后都会被香芋迷走。房屋中望着神色呆滞、机械似挖掘香芋的试炼者们，灵修内心颇有感触，渐渐的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惊悚世界危机四伏，简单概括那就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灵修很清楚，今天若不是因为自己拥有鬼神体质，能够轻而易举地隔绝一些初级诅咒和污染邪物，此时的他早就和眼前的几名试炼者一样，被香芋下那诡异的游丝给影响了。眼下灵修虽然用白蜡燃魂灯帮助试炼者们隔绝了大量的游丝，但是这芋头植株下的游丝却如空气中的尘埃一般，到处都是无孔不入。灵修相信，这些人之所以陷入呆滞，很有可能便和这些游丝有关。而通过阴神视角看去，灵修可以见到，此时正在挖掘锄头的试炼者们背上逐渐延伸出了一根银发般的诡异绳索。这绳索延伸至屋顶，穿透瓦片，一直穿入偏僻山村灰暗的云雾之中。所以，这游丝背后的诡异之人是想通过牵引绳的方式，将试炼者们炼化成傀儡吗？望着那一根根细不可察又十分坚韧的牵引绳，灵修内心不由得一动。一锄两锄，农舍小屋中，不得不说，那孕育了特殊香芋的黑土真的很臭。在密不透风的小屋里，那黑土就像是一大缸的呕吐物，加上几百斤臭鱼烂虾，在太阳底下暴晒蒸发起来的味道一般，又酸又臭，令人震撼。许久，终于面色呆滞的试炼者们从地上挖出了一颗又一颗足有2-3斤大小的芋头。这芋头推开表面的黑土一看，倒也是个好东西，难怪那山庄大喜之日还会特地点名要样这芋头做贺礼。时间大概20几分钟，终于试炼者们挖出了将近100斤的芋头，屋内的几颗大型植株也全都倒了。很快，先前那扎着双马尾的大学生来到了灵修面前，一边擦着自己身上的淤泥黑土，一边颇有些心有余悸地对灵修道：“大神，不容易啊，我们总算挖好了芋头了。”挖完芋头，试炼者们呆滞的状态静好了许多，望着女大学生那清澈明亮的双眼，再看看大学生脖子后那眼神至天际的诡异丝线，灵修神色平淡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一听这话，女大学生愣了一下，好一会才道：“感觉还可以吧，就是那黑土真的很臭。”对于自己身上的异样，女大学生一点也没察觉。好吧，望着面前一幕，灵修不再多说什么，将一股白蜡燃魂灯的火气附着在女大学生背后的游丝上后，望向神色还算正常的众人道：“如果没什么事，那就各自进入山庄，完成副本进程吧。”今天灵修凭借着富商好友的身份，不需要通过贿赂主厨的方式就可以进入山庄，而灵修相信，在拿到芋头后，眼前这群试炼者只怕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才能进入庄园内。这些人的副本进度注定和自己不搭。之前灵修拿钱办事，帮众人顺利拿到了香芋，接下来的路众人怎么走，灵修可就管不着了。当然，今天如果众人继续开价，而代价灵修正好也满意的话，他其实并不介意继续帮忙。小屋里，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灵修不再多说什么，抬眼环顾四周后，直接离开小屋。这人才刚刚走到小院，身后冒险者队伍中，一位身材极佳、上身丰腴的美女走了出来，面带微笑，伸手试图挽住灵修，一边走一边冲着灵修笑道：“灵修大神，您既然有渠道进入山庄，不如便带我一个呗，作为回报，我可以做你的一次性情人。等到了山庄，只要副本要求我们过夜，我便可以跟你睡。你想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咱们出了这副本之后，互不亏欠，互不联系。当然，你想长期也可以。”美女说话时，整个上身几乎都已经贴到了灵修身上，而灵修一抬眼看了看美女背后密密麻麻30-40根游丝，不由得笑道：“小姐气运不佳，今天晚上可能会有大凶之兆，我想咱们还是不待在一起为好。”灵修从小丧失恐惧，胆子极大，但他并不喜欢自找麻烦。今日香芋树下的游丝，灵修凭借着手中的白蜡灯已经为大家清除了不少。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眼前这美女脖子后边的游丝还是多得有些吓人。这一切或许和美女本身体质有关，或许和她的贪欲有关。真相到底如何，谁知道呢？小院中，在明确拒绝了性感美女后，灵修不给机会，直接加快脚步离开院落。而在离开之前，灵修手中的白蜡灯激荡起一道无形的烟气，笼罩在了几名试炼者身上。别看眼下这几名身中游丝的试炼者思维行动一如往常，可谁能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就突然被人控制住呢？甚至这群家伙有可能早在挖掘香芋的时候就已经受制于人，谁也说不准。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在众人身上留下白蜡灯火气，为的就是避免这群家伙在被人控制之后突然毫无征兆的对自己出手。到时候只要这群人对自己动手，灵修便可以在一瞬之间烧掉众人背后所有的游丝，让受控者摆脱恶灵控制。在明知试炼者们身中游丝，而自己又有办法将其清除的时候，灵修却从未采取任何动作。这么做算不算腹黑？算不算是恶人？讲真，当挖掘香芋的众人被游丝控制住的时候，有那么一刹那，灵修是想着干脆一把火，直接将试炼者们脖梗悬挂的游丝全部烧掉的。可是当灵修尝试接触游丝的时候，他又发现这游丝背后的诡异之人有点能耐。
林修若想在接下来与这诡异之人的交锋中占据上风，那么此时的他就绝对不能打草惊蛇。眼下试炼者们身上的游丝看似恐怖，但不致命。而刚刚林修如果直接一把火将这些已经产生牵引的游丝直接烧掉，则很有可能会激怒游丝背后的操控之人，从而导致试炼者们直接被杀。若从这个角度看，林修其实算是几名试炼者的救命恩人，而且将来林修也仍有手段为几人解除游丝诅咒的限制，因此在这件事上，林修算不上什么大恶之人。至于林修在和游丝背后的诡异之人产生真正的碰撞前，小屋中的几名大学生们会迎来怎样的发展，那林修可就管不着了。这些人若是能够自行发现身上的问题，当然最好；若是从始至终均无所察觉，那就只能说明他们太弱。在惊悚游戏这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弱小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你能自我发展，挺到最后，那是你的能耐；若是你毫无进展，一直留在原地，那么就算你最后被人炼成傀儡，吸干一身血肉，又能怨谁？在离开小屋前，林修能够在试炼者们身上留下随时监控的白蜡灯火器，并且有意在关键时刻替众人清除威胁。光是这点，对于此时还懵懂未知的试炼者来说，就已经是天大的保障了。山村内，就在林修缓步离去的时候，先前主动提出现身的女子冷冷一笑，白皙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黑痕。呵，不近女色吗？像你这种表面正经的家伙，到了床上还不是一样饥渴？等着吧，只要你是个男人，对那事还有点冲动，你就一定逃不过我的手掌心。院落中，身材丰腴的美女抿了抿嘴唇。就在这个时候，双马尾大学生等装运好特殊香玉，准备离开。望见同伴，开口便道：“小一，你刚刚和灵修大神说什么呢？”看见众人，丰腴美女收敛起自己先前神情激荡、迫不及待的模样，露出一抹高冷的神情，冲着众人道：“没什么，我们快走吧。”众人听后，并未觉得有何不妥，一路出发。另外一边，灵修在离开了几名试炼者后，沿着村里的小路，很快便来到了半山之上。一座黄墙黑瓦、占地近1000亩的庄园，就这么出现在了灵修面前。来到此地，沿着墙根，灵修可以看见不少道贺车马，那车马之上大多驮着贺礼，一辆辆为了贺喜吃酒而来的车，就这么井然有序地排列在富商门外。车是好车，马也是好马，可让人诡异的是，这些前来道贺的车马上同样空无一人。远远看去，给人一种这个地方原本人满为患，可不知为什么，一瞬之间，所有的人却突然人间蒸发的诡异之感。再想想那空无一人的寂静村落，令人不禁怀疑，今天这个副本是不是一个活人也遇不到啊？热闹的婚宴上一个活人都没有，那还敲打个屁，热闹个屁，这未免也太瘆人了吧！一时间，灵修直播间里不少水友的恐惧预期再度飙高，就还蛮可怕的。呵，山庄外，灵修独自一人走在寂静冷清的队伍中，恐惧值波动0-0。无声间，灵修来到了门户大开的山庄门口。这个地方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灯里透露出灰色的光。乍一看，山庄里仍旧空无一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试炼者们真要动身往山庄里一探吗？望着面前一幕，灵修直播间里一众水友不免再度紧张起来。而这边，灵修却想都没想，抬起脚便直接从山庄大门跨了进去。目光望向宅院深处的各种建筑，打算四处走走。但就在灵修的双脚刚刚迈进山庄的时候，突然一位面色冰冷、身穿家丁服饰的青年人突然脸对脸、冷不丁地出现在灵修面前，挡住了灵修去路。与此同时，灵修耳边嗡的一下传来一阵诡异的钟鸣声响，怪声、怪人，二者叠加之下，猛然间，灵修直播间中大量水友的心高高跳进，整个人差点没从椅子、床上直接蹦出去。妹子的，本来大家都已经习惯这村庄无人了，结果你这家丁一点招呼都不打就直接跳出来，你丫的是想吓死人吗？而且按理说，刚刚灵修大佬抬眼向前看的时候，这山庄漫长的青石路上啥也没有，所以你这家伙究竟是怎么出现的？你脚步这么轻，脚程这么快，所以你是人吗？他娘的，吓死我了！此刻，山庄内被冷面家丁突然拦住去路后，灵修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诧异之色，恐惧值波动0-0.5，稍微有被吓到，谢谢。停住脚，向后退了2步，和冷面家丁拉开距离之后，灵修这才缓缓地抬起自己的双眼，将面色清白、毫无表情的家丁打量一番后，从自己的西装怀中掏出一张血红极其鲜艳的请帖递了上去，意思是告诉家丁，我是你们家的客人。冷面家丁在接过血红色的请帖之后，倒也不耽搁，直接当着灵修的面打开一看。如此扫了几眼后，冷面家丁这才抬眼，用一道十分生硬、冷气十足的声音道：“小红，这位是老爷的客人，你带下去厢房好生伺候。”是。冷面家丁话音刚落，一名穿着民国丫鬟装、前凸后翘、姿色不差的小女子从家丁本后转着圈，转过身来，一双小手当即将灵修拉住，小手冰凉，一摸寒意彻骨。公子，您在想什么呢？快随我来吧。山庄门口，在被小红轻轻一握后，灵修眉头微微一皱，身上鬼神气息稍稍散发，整个人显得威严无比。而此时，小红满脸热情，嘴角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但是在这灿烂的笑容间，她整个人却给人一种莫名的冰冷感、诡异感，仿佛她的热情都只是浮在表面，随时都有可能变天一样。明明是热情好客的表情，但这眯着眼笑的丫鬟却给人一种莫名的感觉，她看起来好凶啊！为什么凶？因为诡异，因为邪性，因为捉摸不透，虽然给人的感觉凶，很凶，特别凶。嘤。面对这么一个突然出现在冷面家丁背后的古怪丫鬟，谁敢跟他走啊？妈妈呀，我不玩了，我想离开。讲真，今日在这副本中，如果不是受限于系统要求，
一般人哪里会在明知诡异的情况下，还硬要参加什么山庄婚礼啊？青石路上，当灵修身上的鬼神之气自动散发时，这诡异的丫鬟若是什么鬼怪的话，那么她的身体必受鬼神气息影响，轻则被鬼神之气重重弹开，重者直接炸断双手。然而，在触碰到灵修身上的鬼神之气时，小女子却没有任何反应，她只是轻轻地将灵修的手搭在自己的手臂上，只要便轻摇着身子，一路将灵修往山庄里的厢房里。一路上，她那妖娆的身子不时触碰到灵修。饶是灵修平日对男女之事没有太多的想法，在这诡异丫鬟的撩拨下，竟也有了一丝感觉，就很离谱。山庄内一路无人，但路上却不时有杂乱之声传来。一时有人喊着东西赶紧搬运好，别弄错。一会有人惊呼西边村来的几位乡绅必须招待好。一会院落中又有戏子呜呜咽咽之声，给人的感觉山庄深处到处都是人，就差试炼者跟前啥也见不着。这边厢房很快到了，这是一座位于整座山庄东南面的一座独立小院，小院内大大小小有3、4间厢房。这个地方院里院外树木高大，山村里天气本就灰暗，这大树一遮，厢房里一点光都没有。吱呀，小院中领着灵修一路前来的丫鬟缓缓地推来了一座厢房房门，门一开，一股厚重的灰尘扑面而来。嗨，厢房内有一张桌，一张床，桌上有油灯，床上有被褥，但是不管是那桌、那床，甚至是门口、窗台，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这地方哪里像是婚庆人家待客之地？丫鬟小红，你闹哪样呢？一时间，各种危险预期开始蔓延。疑惑之际，丫鬟小红凑到灵修身边，用自己湿润而冰冷的嘴唇贴在灵修耳边说话：“公子，这边怎么样？管家的说，让我在婚宴开始前一定要伺候好你呢。所以，在这偏远山村中，主人家在晚宴正式开始前，还有招待客人休息一番的服务。怎么样，公子，咱们进去玩玩？”啊，这老树环绕，灰尘满屋的厢房院落，你叫我进去玩玩？面对如此诡异的一幕，一般来说，试炼者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啥都别管，直接转身离开，有多快跑多快，有多远跑多远。留在这么一个诡异的地方，这不是找死吗？望着姿色不差、身子妖娆的小红，灵修直播间中至少有一半的水友见了，想直接转身就跑。眼看着厢房外的灵修不为所动，直播间里的弹幕瞬间暴涨。我的天，灵修大佬为什么还没有动作？他不是犹豫了吧？正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刚刚拒绝了一位身材曼妙的大学生，这会子面对姿色更好的小丫鬟，灵修大佬动心了。他不会真想跟丫鬟小红那个吧？啧，这事虽然有些可怕，但想想还有那么点小刺激呢。灵修大佬，你要真有想法就直接上吧，不要怂。大家都是男人，我们绝对不会笑话你。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有多少人能抵挡得住诱惑呢？此刻，山庄厢房外，面对着满脸热情却又诡异妖娆的小红，灵修好一会功夫都没有说话。所以他真的心动了吗？答案是没有。此时灵修之所以站在厢房外一动不动，是因为他发现这个名叫小红的丫鬟和一般的活人有点不同。按理来说，这人活于世，自有命数，不论是从面相、手相，甚至是走路姿势、眉宇之间，稍微懂点命理之术的人都能看出一个人短期、长期的命数走向。而在熟悉掌握诡异医术倾囊经后，灵修多多少少也算是个命理专家。更何况除了掌握命理之术外，灵修本身还是人间鬼神，基本上只要他想算什么就能算什么，一算一个准。因此在与小红刚刚接触的时候，灵修便一直在推算小红的命数。结果在连续推算了3局之后，灵修发现小红的命数一片空白，啥也没有。这事就和小红表面热情内里冰冷一样诡异。终于在和小红来到厢房时，灵修确认了一件事，那就眼前这个丫鬟不是人，不是人，却有着人的身体，看似鬼怪又不怕鬼神之气的侵袭。所以他又是什么东西？一开始灵修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灵修想起自己口袋里放的2张纸片人后，才猛地想起了什么。不久前阴司之地检测到偏远山村中有17人意外枉死，为了勾魂，阴司之地派出了2名白面阴差来到山村之地。然而在来到山村之地后，2名阴差却迷失了方向，忘记了使命，直到离开前一个枉死的魂魄都没勾走。眼下丫鬟小红满脸热情，但眼底却没有半点生人之气。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唯一能够做出的判断，那就是这小红吉有可能就是当初17个枉死之人中的一个。眼下丫鬟小红的冰冷身躯就在自己身边，那么她那本该前往阴司之地报道的魂魄又在哪里？偏僻的院落内，在直播间近100万水友的关注下，先前站立不动的灵修有了新的动作。他缓缓地伸出了自己那天才外科医生修长白皙的手，然后将丫鬟小红柔弱无骨的小手轻轻一握，走向屋中。望见这一幕，灵修的直播间炸了。所以说灵修大佬终究还是没有抵挡得住诱惑，他要上了是吗？尽管这是非常离谱，但我为什么莫名有点兴奋？灵修大佬冲啊，不要怂！这边当自己的手被灵修轻轻握住的时候，丫鬟小红热情的脸上顿时洋溢出一抹娇羞的神情，样子好看是真好看，只是这娇羞背后又藏着一丝呆板，仿佛一切神情都是早已准备好的一样，没有半点灵性。这是怎么说呢？虽然丫鬟小红缺乏灵性，给人一种十分诡异的感觉，但不管怎样，她的腰是细的，身子是软的。这单身久的男性就连橡胶玩具都可以冲，更何况是这么一位活灵活现的大美女。所以灵修大佬果然很懂啊。此时偏僻的厢房前，在拉住丫鬟小红的手后，灵修更加断定这个丫鬟根本就是个活死人。
他的命数已尽，却凭着一股奇特的煞气，一直支撑着活到现在。和水友们心中暧昧的想法不同，林修拉着小红，纯粹就是为了调查阴差失落的那17个枉死魂魄的下落。至于亲热什么的，林修没有兴趣，就算有，也不会是跟这么一位活死人。牵着娇羞的丫鬟小红往厢房里走，百万水友们的心再度激动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直播系统非常不合时宜的跳出了一串提醒：目前您正在观看的直播启动了隐私保护，未来一段时间您只能听见声音，无法观看到内容。卧槽！提示一出，直播间内神情激动的宅男顿时爆了粗话。一直以来，大家都以为林修大佬是个厚道人，没想到关键时刻，这家伙居然吃毒食，真是有够气人。另一边，在领着小红来到屋内之后，林修还没说话，小红那柔软的身子已经贴了过来，整个人一边往林修身上摸，一边低声道：“公子。”而林修在进了屋后，则像是变了个人一样，瞬间变得冷漠无情。当小红那冰冷的小手开始往林修胸膛里摸的时候，林修身上一条带着血渍的绷带瞬间将他的手腕死死缠住。接着，直播间里的众人便听见林修用一种几乎接近于性冷淡的语气道：“你别动，我自己来。”自己来是什么意思啊？一时间，林修直播间里不少美女粉丝脸上一红。不知为何，林修这几乎禁欲的声音竟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自己来，用最高冷的声音说着最欲的话。我的天，林修大佬好有魅力啊！此时，布满灰尘的厢房里的，当林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用力抓住小红的时候，原本还一脸热情娇羞的小红突然变得十分愤怒。她的眼底冒出一股黑气，嘴里整齐的牙齿变得锋利而参差起来，一副咬人的样子，口中发出呵呲呵呲的低沉之声。接着，林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直接离体，将小红大半个身子完全捆在了屋中，一条绷带更是直接从小红那露出了锋利牙齿的嘴上穿过。刹那间，满脸无辜的小红就只能发出如诉如泣、呜呜咽咽的声音了。这声音听起来有那么点古怪。先前一大堆抱怨看不到画面的水友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忍不住在内心狂呼：“大声点！”而屋内在控制住小红之后，林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进入山村庄园，开启副本第2阶段不安的等待。”系统描述：进入庄园后的你发现这个地方四处充满着古怪，不论是负责接待你的家丁还是丫鬟，身上都透露着不祥的气息。今晚的婚宴大概会在有时末戌时处开始，19点，在这段时间你必须经历一个艰难的等待。那么在这段时间，你是否想做些什么呢？勇敢的试炼者，您不如和身边的丫鬟交流交流感情吧。叮！系统提示：在漫长的等待期间，你也可以悄悄潜入庄园内四处探寻，以此触发隐藏任务，但是这么的前提是您可以甩开身边的丫鬟。另外，在婚宴开始前，四处走动有可能会触怒庄园内正在巡逻的家丁，请试炼者谨慎选择。房屋里，在系统提示林修顺利进入山村副本第2阶段的时候，林修神色一如往常。他先是看了看那被裹尸布捆绑 play 的丫鬟小红，随后召唤出一头白面阴叉，以一种奇特的声音道：“这个人的魂魄在哪里？”关进小屋，调查真相，这才是林修要做的事情。林修说话的时候，声音频率十分特别，在常人听来，这就是一段嗡嗡嗡的高频之声。而白面阴差听后，却只觉得威严无比。短暂诧异后，白面阴差猛然间脸色一变，这才回想起来，原来自己和同伴这一趟进入山村是为了搜捕17名枉死的魂魄。阴司鬼差身上有天道庇护，平日里身上自带一股威风，面对恶灵鬼怪的时候从来不怂。同时，因为有天道加持，因此阴差们的使命感也很重。之前2头阴差因为受人影响，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这次在林修威严之声的提点下，白面阴差重新回忆起来，整个人的状态刹那间绷紧起来。望向林修，同样以高频声音说道：“回禀上官，我和老二此番前来山村，正是为了搜捕这些枉死冤魂。今日若不是得您提点，我等差点误了大事。”这话林修听得真切，而在其他人听来，却好像是院里的昆虫在咕噜咕噜。屋里，白面阴差一边说，一边放开自己的神魂，在丫鬟小红身上不住搜索。这一日，偏僻的厢房内，在恭敬的见过林修后，白面鬼差将自己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小红身上。只有通过搜索，阴差才能回答林修刚刚的问题：小红的魂魄在哪里？然而半天之后，白面阴差却仍一无所获。一时间，白面阴差满脸焦虑之色。见此情形，林修淡然一笑，随后开口道：“你别急，你把搜索枉死冤魂的方法告诉我，我替你到山庄中四处追寻。”一听这话，白面鬼差瞬间瞪大了双眼，望向林修，那一双恐怖的鬼眼直勾勾地看着林修，那模样令人感觉害怕。而这边林修却不为所动，仍旧满脸威严，带着超治愈的表情望着鬼差。另一边，白面鬼差的面容虽然夸张，但他却没有半点生气的意思。他之所以瞪大了双眼，不是因为林修竟敢当着自己的面索要搜魂之法，而是因为林修作为堂堂的鬼神大人，居然愿意帮助自己处理问题。我的妈啊，这鬼神大人的心胸未免也太宽广了吧！正是因为感激，白面阴差才会激动地瞪大双眼。屋子里这一人一鬼僵持了好一会后，林修才听到白面阴差用一道十分激动的语气道：“鬼神大人大恩，小的没齿难忘。”一边说，白面鬼差一边便将阴司符箓中最为低等也最为实用的搜魂大法告诉了林修。而林修本身拥有人间鬼神的地位，学习起搜魂之术的时候信手拈来，只跟着白面阴差念了几次便直接学会。学完了搜魂之术，林修又看了看白面鬼差，随后便道：“好了，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退下吧。”一听这话，白面阴差道了声是，随后便听噗的一声，白面鬼差重新变成了一张白蜡纸。接下来房间里又只剩下林修和丫鬟小红。抬眼
望着不远处那被黄金裹尸布牢牢捆起来，口中不停发出呜咽之声的小红，灵修的双眼微微一动。不得不说，在黄金裹尸布的缠绕下，这小红的身材是真的好。可是那又怎样呢？灵修进入惊悚世界，并不是为了看美女的，他要寻求的是能够让自己真正感到恐怖的刺激。房里，在最后看了小红一眼后，灵修心念一动，将鬼神令中的双生恶鬼换了出来，接着又将不久前自己从双马尾大学生手中得到的血红宝石抛给了双生鬼差，开口道：“你用这东西做出一个半米多高的傀儡来，能扛能打，伤害高点的。四目恶鬼 F 级低阶鬼差，法器纸扎袍、鬼差鞭、指路明灯、治疗药物、10香反生丸，特技传说阴阳三界，本体必加双生恶灵。双生恶鬼原形态 B 级邪煞，擅长控灵、炼化、摧毁。之前在灵修刚刚结束的金融大厦副本中，双生恶鬼凭借一手以假乱真的傀儡炼化之术，令人印象深刻。如今来到偏远山庄，灵修不要求双生恶鬼炼出和真人等高的傀儡，只需要他随便打造出一个打手，远远的藏在草丛墙下跟着自己，等到必要时候帮自己挡枪就行。这边在从灵修手中接过血红宝石之后，双生鬼差满脸兴奋，冲着灵修叽里咕噜便道：“主公，这宝石可是好东西，只要它不碎，咱们就可以重复利用。”双生鬼差一边说，一边翻动起自己储物空间中各种材料，接着又道：“主公稍等，我马上就帮你把东西搞出来。”和拘魂阴差一样，双生恶鬼说的话频率古怪，一般人根本听不懂。这边面对着干得热火朝天的双生鬼差，灵修并未多说什么，只是自己利用寒冰之术弹去灰尘后，自己便躺在松软舒适的棉被上休息了。房间里，双生鬼差捣鼓傀儡，发出一阵又一阵床铺摇晃般滋滋呀呀的声音。而另外一边，黄金裹尸布牢牢捆住的小红，口中则不是发出一阵嘤嘤啊呀的古怪之声。那床，一时间，灵修直播间里一众水友们面色潮红，就还蛮刺激的。这灵修大佬真不愧是超级新人，就连搞起事情来都特别持久。算算从刚刚开始，灵修大佬怎么的也得整了快1个小时了吧？而且眼看着他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家伙真是会折腾。如此，大概1个多小时后，操着古怪之声的双生恶鬼摇醒了灵修，开口道：“主公，东西我弄好了。”一听这话，灵修缓缓张开双眼，却见自己床前不远的桌上出现了一具面色僵硬、目散红光的木质傀儡。这傀儡按照灵修的要求，果真只有半米多高，往桌角墙边一藏，十分容易隐蔽。这家伙造型不错，就是有点浮夸。而更让人觉得夸张的是，这家伙手中居然握着一把诡异的枪炮。这枪炮很显然是双生鬼差在金融大厦中游历的时候得到的。一看枪口构造，灵修便大概率猜到这枪管里装的是双生恶鬼原先掌控的那些诡异弹珠。这东西要真通过枪管打击出来，杀伤力还是可以的。山村副本灵修的更金异火等能力遭到了系统的削弱，而木质傀儡则是灵修在进入副本之后才重新打造出来的，他所受到的压制几乎可以忽略不提。在准备好了贴身打手后，灵修将一张阴差纸人交给了他，接着开口道：“接下来一段时间，你我兵分两路，你去帮我找找山庄内其他像丫鬟小红一样因死未死之人，然后配合阴差把他们的魂魄也拘捕回来。”双生鬼差作为地府差吏，对于天道规则的遵守丝毫不弱于拘魂阴差。听得灵修的吩咐后，双生鬼差当即抬起自己的衰脸，正色道：“主公放心，小的保证完成任务。”接着鬼差又道：“主公，小的在炼制傀儡的时候，总感觉眼下这座庄园森冷异常，大有问题。您与小的分头行事，可千万要自个小心。小的给你炼制的这个傀儡，必要时候可以假装成主公的模样，帮助主公迷惑对手。到时候若有事发生，您可以见机行事。一架半米多高的傀儡，关键时刻居然能变成我的样子。”老旧厢房中，望着桌上那面色冷邪，仿佛随时战斗的木质工具人，灵修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奇之色。在利用神识将木质傀儡彻底掌控后，这才转身对双生鬼差道：“你办得不错，走吧。”是了。房间里面对主公的表扬，双生鬼差颇有些得意洋洋的样子，笑嘻嘻的看了看灵修和小红一样，自己化作一道黑烟，钻墙从房间里走了出去。这边在双生鬼差走出之后，灵修来到小红面前，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30几根明晃晃的长针，往小红身上一扎，将小红钉在墙上，自己则抽回了本命道具黄金裹尸布。银针扎下，小红口中发出了一阵痛苦悠长的尖叫声。啊的一声，灵修直播间中画面恢复，在一众水友面面相觑下，灵修的声音已经缓步走出厢房，独自一人走在了偏僻的院落内。此时灵修直播间内弹幕飞涨，各位，你们听见了吗？刚刚那丫鬟小红发出的声音好刺激啊！灵修大佬果然是个猛人，这1个多小时，丫鬟小红只怕被折腾得不轻吧？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可真是勇武。众人一边说，一边看着神色平淡往外走去的灵修。很快便有人忍不住又道：“各位，你们说这是我的错觉吗？为什么我总觉得灵修大佬一番大战之后，竟一点也没有半点疲惫之态啊？这人脸不红，心不跳的，感觉就像刚刚睡醒一般。难道说灵修大佬的恢复能力竟如此恐怖吗？”这一日，山村庄园内，在一众水友的惊叹中，灵修戴着超治愈面具，领着木质傀儡，闲庭信步地走在大院之中。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在被人发现之前，尽可能多地探究整个庄园的秘密，看一看为什么这民国村庄竟会诡异至此，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控制了这座村庄，而这股力量背后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一股能够蒙蔽拘魂阴差，让整个村落都陷入莫名诡异的神秘力量，那可不是一般试炼者可以轻易对付的。这天下午2点多钟，按理这应该是一天中天气最热、
气温最高的时候，然而整座庄园内气温却始终低沉。那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和整个村落的雾气阴霾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令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奇特氛围。远远看去，一片热闹，热闹之中透露着无尽的阴森。啪！山庄宅院内地势开阔，林修自出了东南角的厢房后，隐约中虽然听到了不少家丁走动、呼喊之声，可这些声音飘飘渺渺，林修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也不见有人。走了一阵，就在林修心生疑惑，打算动用阴神四处搜寻的时候，在一处角门附近，隔墙传来了一阵鞭打之声。等到林修心头微动，原地站定的时候，却听隔墙那边传来了几句严厉的呵斥之声：“你们这些畜生，今日是我家少爷大喜之日，如果在天黑之前，你们还不能将这几千斤豆子给磨出来，你看到时候老子不宰了你们！”这一听，家丁这怒斥大有卸磨杀驴的意思。然而，在这呵斥声背后，林修却听见了一些古怪的喘息声。带着疑惑心情，林修稍稍停步，接着墙边的几块石头垫高身子，往院内一看，却见污水横流的院子里，此刻3、4名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拉着一根根粗壮的麻绳，在一座巨大的磨盘前不停地绕圈走动着。走动时，磨盘上大把黑色的豆子散发出令人胃中生疼的酸气，化作一股股墨绿色的汁水流到铁皮桶中。漆黑的污水散发恶臭的豆汁，还有那一个个神色狼狈、肩胛流血的活人，让林修想起了一个名词，叫做人间炼狱。先前墙后家丁的怒斥再度在林修耳边响起：“你们这些畜生，今日是我家少爷大喜之日，如果在天黑之前，你们还不能将这几千斤豆子给磨出来，你看到时候老子不宰了你们！”所以刚刚家丁口中的畜生，原来就是一群活人。呵，果然这山庄邪性得很。高墙外望着不远处正在拉磨盘的几个人，林修的目光又动了一动。眼下这几位拉磨的不是别人，正是不久前和林修一起挖奇特相遇中的几位，其中那位双马尾美女便在人群之中。此时的她仍旧穿着先前的民国学生装，只是因为不停的磨和家丁的鞭打，此时的她长裙破碎，从侧面看就像穿着一身旗袍，那白花花的大腿展露无遗，衣服后背也碎了好几块，那淌血的肩膀后背上狰狞的伤口叫人震撼。所以这群人在交出了奇特的相遇之后，究竟是怎么沦为庄园后除阶下囚的呢？一个两个，望着院落中正痛苦拉磨的3、4名失恋者，林修脸上露出一丝疑惑之色。就在这个时候，林修远远见到了一名男大学生，还有先前曾和林修有过攀谈的身材丰腴的女大学生，手握菜刀，一路兴奋地走了过来。望着院落中正在看管拉磨者的家丁，男大学生一脸谄媚道：“管事大人，你要的羊我们已经顺利宰杀了，不知您接下来还有什么吩咐？”男大学生一边说，一边将2颗沾满鲜血、尚有温度的滚烫羊蛋递给了家丁管事。管事接过羊蛋，双眼之间流露出痴迷之色，随后张开大嘴，一口将那羊蛋咬了下去。羊蛋嘎嘣裂开，一时间汁水四溢，一股白色汁水溅起了男大学生一脸。羊蛋上的汤汁打了男大学生一脸。男大学生虽然满脸尴尬，但抬眼望着管事，男大学生还是很快露出了谄媚的表情。他满脸恭敬，垂手站立在管事面前，等待着管事进一步吩咐。污水横流的院落里，当管事家丁大口吃下羊蛋的时候，没有人发现，就在不远处的墙边，一双眼睛正冷漠地盯着众人。又是一位早已枉死，却对自己的情况毫不知情的活死人。望着命数早已断绝的家丁，林修心头微动，走下墙头，一个转身进入了污水横流的院落内。此时院子里的众人正满脸紧张地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管事家丁身上，担心管事家丁在品尝美食的时候一个不爽，突然抱起，又将那长鞭扬了起来。当林修的身影冷不丁出现的时候，众人莫名一惊，心头猛地一下，像被人用力握紧一般，顿时吓得脸色苍白。等到众人看清来人的模样时，先前那位满脸谄媚的大学生这才发出一阵惊呼道：“林修，怎么是你？”这边林修神色冷漠，没有回答。愣了片刻，先前开口惊呼的大学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身子往管事家丁身边一靠，开口又道：“管事大人，这个头戴面具的家伙和我们一样，都是想混进婚宴闹事的外乡人，您快把他抓住，好向主子邀功。”呵，此言一出，污水横流的院子里气氛顿时变得诡异起来。而这边正在咀嚼着羊蛋的管事家丁在听见闹事的外乡人之后，目光也一下变得冰冷凶恶起来。今晚主子家的婚宴绝不容许外人破坏。放下手中的羊蛋，往林修身上恶狠狠一瞪，瞬间管事家丁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一边从自己的手中抽出长鞭，一边往林修面前走，很快开口便道：“这位客人，晚宴时间未到，您为何在外走动？”管事家丁望着林修，开口便称客人。由此可见，面对谄媚大学生的鼓动，管事家丁还是有自己的一点判断的。在谄媚大学生将林修描述为外乡人的时候，管事家丁一眼便认出了林修的身份是家中客人。可是林修即便是家中客人，那又怎样？晚宴时间未到，您怎可到处走动？正因如此，在望向林修的同时，管事家丁脸上露出了一抹凶狠之色。作为管事，家丁职责所在，那就是在晚宴开始前维护好家中格局，绝不能让一些充满好奇心的客人到处走动，否则一旦坏了晚上的婚宴，那管事家丁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管事家丁手握长鞭，缓步走向林修的同时，一股令人绝望的气息弥漫在整个污水横流的院落之中。唯有谄媚的男大学生和身材丰腴的美女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内心暗道：林修啊林修，都说你是超级新人，可今日你若真落在管事家丁手中，你最多也就是头听话的牲畜。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今日几名大学生失恋者通过奉献相遇，成功进入了庄园后厨。然而在进入庄园之后，大学生们却意外地发现，通过奇特相遇进入庄园的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成为庄园内的贵宾。
在家丁们看来，积极奉上奇特相遇的大学生们，充其量只配做庄园后处理的下人。至于参加婚宴，您想都别想。一开始，家丁们要大学生们在充满沙粒、玻璃碎片的池子里将一大堆黑豆淘洗干净，接着又要众人像畜生一样拉上磨盘，将上千斤的黑豆磨好。面对着庄园家丁的无理要求，心高气傲的大学生们当然选择拒绝。可拒绝的结果却是家丁们狂风骤雨般的鞭打和棍棒。在经历了几场血腥的折磨之后，大学生们终于暂时选择了妥协，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继续在庄园内逗留，完成副本任务，那么众人就能暂时归顺家丁。而在归顺家丁的过程中，满脸谄媚的大学生和丰腴美女表现得最为积极。这两人不但最先向家丁们投降，而且还主动道出了众人的来意，那就是大学生们作为外乡人，众人之所以混进山庄，就是为了破坏今晚的婚宴。眼下山庄内的家丁虽然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没得感情，但是保护婚宴不受破坏早就成为家丁们深深刻画在脑海中的执念。当听见有人打算破坏婚宴的时候，家丁们下手更狠，直接将另外几名尚未投降的大学们当作牲畜一样控制起来，如此才有灵修此时见到的局面。此刻污水横流的院落中，当着管事家丁的面，满脸谄媚的大学生直接喊出：灵修和大家一样，身份是外乡人，来到此地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晚上的婚宴。谄媚的大学生这么做道理很简单，他必须维持自己在管事家丁眼中的地位，如此才能自己在面对其他试炼者的时候取得足够多的优势。哼，老子既已成为人上人，那么剩下的试炼者们便全都当狗吧。今天在主动归顺家丁之后，男大学生尝尽了甜头。就在刚刚，他还在后厨里和身材丰腴的同伴有过一场激动人心的语音。身材丰腴的女大学生，那腰那臀那胃，啧，当真叫人回味无穷。在这种权势迷人的情况下，男大学生怎么可能容得下灵修这个超级新人出面破坏自己的美好格局呢？院落里，当管事家丁手持长鞭缓缓走向灵修的时候，男大学生眼神之中流露出了一抹兴奋邪性之色。而这边面对着满脸狠厉的管事家丁，灵修脸上并没有一丝惊恐之色。他慢条斯理地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白蜡燃魂灯。当管事家丁手中扬起的长鞭照着灵修的脸恶狠狠地打下来时，一股带着诡异气息的白蜡自家丁脚下蔓延而出。不等那长鞭落下，管事家丁大半个身子已经被滚烫的白蜡禁锢起来。管事家丁是个活死人，没面对滚烫的白蜡，他的身上感受不到半点疼痛之意。但是当白蜡上那可怕的阴气渗入管事身体内时，这管事还是忍不住诧异地张大嘴巴，瞪大了双眼，一脸震惊地望向灵修。到了这一步，污水横流的院落里，时间仿佛一下子停止了。灵修大神！污水横流的院子里，当管事家丁被白蜡封住的时候，一众大学生有些激动地望着灵修，而另一边谄媚的男大学生则瞬间有种头皮发麻之感。联想到不久前自己对于管事家丁的怂恿，谄媚的男大学生当即道了声不好。一抬眼，大学生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惶恐之色，转身便要向厨房间跑去。呵，望着快速转身逃离的大学生，灵修不为所动。一时间，谄媚的男大学生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之色。所谓的超级新人不过如此。砰！就在谄媚的男大学生即将跑出院落的时候，灵修身后一头半米多高的傀儡露出小半个身形，砰的一下冲着男大学生开了一枪。当即一颗生硬的弹珠直接击中了男大学生的膝盖，从男大学生的膝盖骨上穿了过去，膝盖上血花四溅。面对如此打击，男大学生口中发出一阵惨烈的嚎叫，嚎叫声中整个人重重倒地，那脸生生砸在地上，整个人一声哀嚎后瞬间昏迷不醒。而另一边，眼看着刚刚和自己爽过一番的男大学生倒地，身材丰腴的女大学生脸色一时一变，转身想要偷跑，可是看看同伴那血肉模糊的膝盖，女大学生终究还是怂了。她整个人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眼神之中流露出楚楚可怜之色，满脸求饶地望向灵修。这边望着姿态妖娆的女大学生，灵修并没有多说什么。像这种手无缚鸡之力之力的女人，只要灵修愿意，她分分钟可以让这女人倒在血泊之中。此时的她脸上戴着治愈面具，身上鬼神气息缓缓流转而出，在管事家丁身上摸索。这管事家丁和丫鬟小红一样，身上不见魂魄，只凭一股煞气，面前维持着意识。所以那些枉死之人的魂魄究竟去了哪里？灵修抬眼仔细望着管事家丁的身体，却见满身白蜡的家丁身上隐隐有一股黑色煞气透出，而这股黑色煞气在污水横流的院子里仿佛受到了某种磁场的指引一般，气息缓缓地偏向了庄园内的某处。所以这个方向会是枉死魂魄的藏身之地吗？仔细观察了一番，灵修收回自己的神识，随后对满院震惊的大学生说道：我有个建议，你们几人可以尽量假扮成家丁模样，留在庄园内搜集一些讯息。后厨这块我希望你们尽量熟悉起来，如果你们能够在天黑之前掌握住今晚婚宴上的所有菜品，那么我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把我所掌握的资讯和大家分享。灵修一边说，一边动用庚金琉璃火之气将捆绑在双马尾女大学生身上的模具绳索烧断，同时对着众人继续说道：我今天救下大家，为的就是让你们帮我忙，把庄园内的方方面面掌控起来。你们若是能够达到我的要求，今天这个副本我可以带你们走得更远，若是达不到我的要求，那很抱歉，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可能会翻脸不认人，当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灵修言尽于此，态度已经非常明确。而这边刚刚被灵修救下的双马尾美女等人在稍稍整理好自己身上的衣物，遮住敏感位置后，很快便来到灵修面前，满脸感激地对灵修说了声谢谢。接着双马尾美女又道：灵修大神，谢谢你又一次帮了我们，后厨的事您尽管放心，在制服住了管事家丁后，我们一定可以完美的混入后厨队伍中。至于今天晚上婚宴的菜品流程等等，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掌控后，在关键的时刻与你联系。今天晚上，不管这诡异的庄园背后存在着什么阴谋，我们一定帮您把它挖掘出来。双马尾美女说到这边，又从自己的储物空间取出了几颗翡翠一般的黑豆，交给灵修道：“灵修大神，这几枚黑豆是我在刚刚淘洗豆子的时候发现的。这些豆子质地坚硬，如同翡翠一般，稍加培养，或许可以种出不错的植株。我在惊悚世界中的天赋是珠宝鉴定，今后灵修大神若是在珠宝鉴定方面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好。一听这话，灵修脸上露出一抹微笑，点头收下豆子，冲着女大学生说了句谢谢。而这边女大学生则道：“比起灵修大神2次出手相救之恩，我这点回报根本不值一提，大神客气了。”双马尾女生长得很美，此刻衣裙破碎的她看起来就像穿着一件旗袍，那微微敞露的裙边露出一双雪白的大长腿，这不经意流露的美腿令直播间内不少水友心动不已。而另一边，面对着主动上前表示谢意的女大学生，灵修只是神色平淡的点了点头，接着又道：“伪装成家丁一事，你们尽快安排好，还有这个被白蜡封住的管事，你们也一定要看管住。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去就来，只要你们能把事情办好，我们有的是合作的空间。”对于今天的试炼，灵修的想法很简单，想要更好的完成试炼，自己就必须从各种细节开始，逐渐掌控全局。而今天晚上，对于山庄来说，婚宴酒席无疑是绝对的重头戏。另外一边，望着灵修，大学生们还想多说些什么，一抬眼，这边灵修早已经领着半米多高的木质傀儡转身离开了院落。没办法，双马尾大学生只能把自己已经到了嘴边的话收住，并且迅速的调整状态，招呼身边的同伴，将2个背叛者捆绑起来，同时也将满身白蜡的管事家丁直接挖了个坑，埋在了污水横流的地砖之下。弄完这一切，试炼者们悄然杀进后厨中，放倒了几名毫无准备的帮工，就这样按照灵修的意图，假装成为家丁。这山村庄园内的家丁们行事虽然诡异，洞察力却很一般。当整个庄园后厨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时间竟没有人发现，在原先的帮工队伍中，竟有几人已被替换。而这边面对着山村庄园准备的那一桌桌诡异的食物，双马尾大学生们则是满脸震惊，散发诡异恶臭，长满青色霉斑的烟熏肉，从黑水中捞出的软绵绵的魔芋和毛豆腐，咕噜噜长着人眼，在水池中不住喘息的怪鱼。山村后厨之中，望着面前一堆堆诡异的食材，众人不由得想起了不久前灵修在金融大厦中的美食试炼。而比起那位厨艺极差的假厨师长，今日山村庄园内所做的美食惊恐程度毫不逊色。在目睹了整个后厨备餐的过程后，大学生们一点食欲都没有了。另外一边，在离开了受困的大学生之后，灵修很快便遇到了系统提示中的麻烦。一支正在四处巡逻的家丁队伍，和后厨的管事家丁一样，这群巡逻家丁内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今天晚上主人家的婚宴绝对不能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任何胆敢在庄园里四处闲逛的外人，统统抓起来。空无一人的山村，再加上如此严密的巡逻，不免给人一种感觉，今天晚上这场山村婚宴大有问题。庄园内巡逻家丁的感知能力十分灵敏，几乎就在灵修注意到巡逻队的同时，巡逻队的成员们也一下子锁定住了灵修。在一处漫长的走廊上，灵修和巡逻家丁们隔至上百米的距离，互相望了一眼。瞬间，家丁们瞪大了双眼，冲着灵修当场便道：“什么人？站住别动！”家丁们一边喊，一边便抄起长棍，向着灵修猛冲过来。在一个限制了试炼者能力的世界里，手握长棍的家丁绝对是十分恐怖的存在。不久前被后厨管事干趴下的大学生们就是一例。当家丁们高喊站住别动的时候，一股强烈的压迫感瞬间袭上试炼者心头。灵修直播间里，一众水友的恐惧值陡升60到75。而这边望着手握长棍一路追击而来的家丁们，灵修脸上并未露出半点惊慌之色，他那戴着面具的脸上甚至露出了一抹浮夸的笑容。是的，他在狂笑，他一点都没在怕的。面对着不远处摆开阵型，从3、4个方向猛然逼迫而来的家丁们，灵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猛然一动，随后带着灵修翻过走廊屋檐。手持长棍的家丁虽然脚程极快，可是众人的速度再快，又怎么比得上灵修在飞？果然，灵修大佬 YYDS 牛啊！望着面前一幕，直播间百万水友满脸兴奋。哼，这边等到家丁跑到灵修原先的落脚处时，灵修早已翻到了数百米外的院落之中，绝不能让那人逃了。庄园内，家丁们感知灵敏，这边灵修刚落脚，很快家丁们便又锁定住了目标，一个个翻过墙头，快速地向灵修所在的方向追击而来。如此迅速的反应力，瞬间又让灵修直播间百万水友们的心再度紧张起来。对于仅参加过3、5场试炼的普通资深者来说，今天庄园内这些家丁们的移动速度、感知能力实在是太快了。对于一般的试炼者来说，想要在巡逻家丁追捕下成功逃脱的几率几乎为0。所以，山村婚宴对于试炼者们的限制一定要这么狠吗？在这么多猎狗一般的家丁追击下，这心理素质要是差一点的试炼者，只怕要当场崩溃了吧？唉，惊悚试炼真烦人。这边无人的院落内，当手持长棍的家丁们疯狂追击而来的时候，灵修脸上没有半点惊慌之色，更看不出有任何气馁的表情，他就只是神情淡然地等在原地。等到几乎所有追击家丁的身影都出现之后，灵修才缓慢地取出一张神行符，催动鬼神之力，将神行符贴在了自己身上。一直等到一个家丁手中的长棍几乎要照着自己的脑门打下来的时候，灵修才一个转身，将一根银针从自己的储物空间抽出，利用一丝更金一火之力，不偏不倚地扎在了巡逻家丁的脖颈之上。刹那间，巡逻家丁就像中了定身符一般，整个人站在了原地，目光变得呆滞起来。唰！这边灵修刚刚定追一个家丁，另外一边又有家丁追了上来。乱局之中，灵修凭借身上的神行符和手中的银针，行云流水般，很快便将剩下的10几名家丁也全部定住。整个过程
前后不到1分钟。在这1分钟里，巡逻家中手中的棍棒至少有10几次险些将灵修的脑袋砸开，而每一次在这种关键的时刻，灵修都能够凭借自己极其沉稳的大心脏和接近于逆天的预判，轻松躲过伤害。如果说在遇到巡逻家丁之前，直播间的水友们见到的只是灵修的各种谋断和惊人的咒术，那么眼下众人所见便是灵修异于常人的武力值。这家伙在近身搏斗上不输惊悚世界中绝大多数的顶级高手。院落里在放倒了整整一队13个家丁之后，灵修当场扒了巡逻队长的衣服和腰牌，找了个隐蔽的角落，直接将衣服换上。一换衣服，灵修耳边再度响起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更换身份，成为富商山庄内的一名巡逻者。您获得特殊任务，维护山庄稳定，清除一切捣乱之人。每清除一名捣乱之人，您将获得300点历练值。叮！系统提示：由于您的身份来历不正，因此当您的身份被人揭穿时，您将面临富商山庄更加严厉的打击，甚至您之前富商好友的身份也有可能因此作废。假扮巡逻队长，机遇和危机并存，由试炼者自行决定。院落里，当灵修换上巡逻队长的衣服后，面对系统提示，灵修内心并没有太大的波澜。讲真，对于假扮巡逻队长的风险，灵修当然晓得，但灵修只要确保自己在扮演的过程中不被外人揭穿，或者揭穿时自己能够不被抓住，那么所谓的风险便是可控的。在惊悚世界中，想要获得高额评价，那试炼者们就绝对不能认怂。别的试炼者就暂且不说了，要知道灵修可是从小就丧失了恐惧值的超级新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害怕。唰！凄冷的院落内，在换好了巡逻队长的衣服后，灵修重新回到人群之中，手掌画刀拍落在原先巡逻队长身上，巡逻队长当场瘫倒。在将巡逻队长往假山草丛中一丢后，灵修调动鬼神气息，一一取走巡逻队员脖子上的银针，随后冷声对巡逻队员们道：走吧，今日少爷大婚，我等责任重大，千万不能耽搁。巡逻队员们虽是诡异之人，脑子还是有的。面对灵修的冷声训斥，一名队员疑惑地开口道：队长大人，我们刚刚不是在抓捕一名捣乱者吗？为什么我们会呆在这站着？对此，灵修冷着目光回答道：那捣乱者有些本事，刚刚把大家全都定在这里，现在他已经被我驱逐了，而等提起精神来，不要再失误，否则你们一个个统统吃不了，兜着走。灵修一边说，一把抄着巡逻警棍，十分嚣张地往前走。巡逻队员们虽然觉得哪里不对，可是对于队员们来说，他们判断巡逻队长的依据却不仅仅是靠着巡逻队长一张脸那么简单。对于诡异之人来说，他们判断同伴的方法更多的通过衣着、气温、体态等来研判。此时惊悚系统既已判定灵修巡逻队长假扮成功，那么在被更精明的大佬认出来前，灵修的身份是绝对不会暴露的。这一日，当灵修化身为巡逻队长的时候，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05分。此时距离婚宴开始还有大概4个小时左右，而山村内11名试炼者基本都已经通过各自的手段来到了庄园之中，开启了各自的第2阶段任务。在这第2阶段任务中，每一位试炼者的遭遇各不相同。比如灵修，当时的他被丫鬟小红带到了偏僻的厢房，为了调查17名枉死之人，灵修在漫长的等待中主动选择了离开。而实际上，当时如果灵修按部就班，乖乖留在厢房里等待，庄园内的诡异其实也不会轻易放过他。在系统定性的难熬的等待中，厢房内外总会有其他惊悚的事情发生，比如已经和试炼者产生温存的丫鬟小红突然消失不见，比如厢房外突然出现神秘身影，比如火光、雾气包围了院落等等。总之，在这漫长的等待中，灵修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得不离开厢房外出探索。而只要外出探索，灵修就会有所发现，推动剧情发展，亦或者不幸巡逻队抓捕，导致副本失利。这就是惊悚试炼，考验无处不在。除了灵修之外，双马尾大学生等7、8个人，他们的身份就是一群普通的城市大学生，来到山村纯粹就是为了调查村里的离奇事件。而在婚宴前，大学生们所面临的考验就是如何摆脱后厨大佬们的控制，并从山庄之内获取任何对自己求生有帮助的线索。诡异无处不在，破局的方法同样无处不在。但说实话，今日之局，双马尾大学生等要是没有碰到灵修，他们今天的试炼评价将会十分凄惨，甚至有可能全部失败。眼下，双马尾大学生们在重新夺回试炼局面后，开始按照灵修的意图，在婚宴后厨寻找着各种诡秘线索，为的就是在关键时刻能够将整个山庄迷雾一样的布局全部串联起来。除此之外，山庄内还有3名试炼者始终没有露面。叮！恭喜试炼者，您的仆人双生鬼叉发现一具活死人之躯，并将其成功禁锢，您获得了100点试炼点。这一日下午，就在灵修领着10几名巡逻队员威风凛凛的四处巡逻时，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算上双生鬼差发现的几具活死人，截止下午3点，灵修已经控制住了超过11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却始终没有发现这些活死人的魂魄。在这世间，有人死去就会有离体的魂魄，离体的魂魄按照天道法则全部都前往阴司，任何脱离阴司掌控的亡魂最终都有可能成为引爆一方灾难的定时炸弹。因此像偏远山村内这样下落不明的阴魂，灵修和白面鬼差等无论如何都要将他们找出来。白面鬼差这么做是为了交差，而灵修这么做是为了刷阴德攒技能。阴气森森的午后，灵修带着巡逻队员到处游走，突然之间，一位神色慌张的仆人自一处暖阁小院中跑出，迎面撞上了灵修等人的队伍。望着灵修等巡逻队员，仆人停下脚步，大口喘息，好一会功夫，这才说道：各位，大事不妙了，3姨太的屋中有鬼怪啊！此言一出，巡逻队员们个个面露惶恐之色，一些胆子比较小的更是下意识开始往远离暖阁小院的方向后退。别看在试炼者眼中，
这些巡逻队员们一个个身上都散发着诡异的气息，但是在巡逻队员自己的眼中，他们也是人，普普通通的人。院中仆人所谓鬼怪之说，顿时把这些普普通通的巡逻队员给吓住了。唯一神色不变的，只有他们的队长灵修。也是在这个时候，灵修耳边响起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遭遇突发剧情，3亿太房中的鬼怪。任务要求，请试炼者火速前往3亿太房内，探明鬼怪真相，帮助3亿太解决烦恼。任务奖励：黄金宝箱星号1，3亿太好感度提升。失败惩罚：扣除800试炼点，3亿太厌恶值大幅提升。任务时间30分钟。任务难度3颗星。好家伙！小院外面对着神色慌张的仆人，灵修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接着一按仆人的肩膀，开口便道：老弟莫慌，我随你去会会那鬼怪。一听这话，仆人神色大变，忍不住骂道：娘腿子的，老子好不容易跑出来，你叫我跟你回去，你当我是傻子？任务难度3颗星。这样的突发剧情，对于一位只参加过几场惊悚试炼的新人来说可不简单，万一处理不好，轻则断手断脚，重则当场暴毙身亡，总之风险极高。所以灵修大佬真要去触碰这种突发任务吗？这种任务虽然往往奖励都不错，但是感觉没必要啊，这万一打不过，那可就惨了。直播间内无数水友望着面带从容微笑的灵修，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而此时山庄里那自3亿太院中跑出来的仆人在被灵修拉住后，脸上也是千百个不愿意。面对着院子里可怕的一幕，倒霉的仆人只想赶紧逃跑，可是倒霉的仆人就力气而言，又哪里是灵修的对手？灵修可是人间鬼神，父城隍级别的恐怖存在，一出手便可以将200斤壮汉直接提溜起来。倒霉仆人在被灵修抓住后无处可逃，眼看着灵修意志坚定，无奈倒霉仆人只能耸肩低头，带着灵修转身往回走。这才刚刚走了几步，众人便听见院落里传来了一阵恐惧至极的惊叫声。听见这样的惊叫，倒霉仆人瞬间脸色煞白，双腿瘫软，大腿间隐约渗出几滴尿。这边灵修不为所动，拎着仆人继续往院子里走。走近远离，一座暖阁小屋出现在众人面前，肉眼望去，暖阁内黑雾森森，一看果然有鬼怪作祟。来到此地，倒霉仆人脸色早已铁青，他再也走不动了。面对这样的情况，灵修淡然一笑，随后望着仆人冷声道：你冲里面喊一声，就说我来救人了。此言一出，倒霉仆人如释重负，当场道：三姨太，我搬来救兵了，巡逻队长马上就来救你。这话喊完，灵修将人一放，倒霉仆人当即瘫倒在了地上。另一边，黑雾弥天的暖阁小屋内，当听见外边来了救兵时，屋内的鬼怪一阵暴怒，刹那间，一股可怕的冲击波自屋内爆发而出。几名胆子比较大的巡逻队员刚试图靠近，轰的一下，全部被一股可怕的力量重重撞飞出来，一下飞出10几米，摔在地上，生死未知。见此一幕，巡逻队员们吓得更呆，再也没有人敢靠近。唯有灵修望着屋内，神色不改。在屋内黑气爆发的同时，灵修缓步向前，刹那间，无尽的黑雾如同巨大的猛兽向灵修吞噬而来。直播间屏幕前所有的水友瞬间只看见一片漆黑，下一秒，一阵可怕的猫叫夹杂着凶猛的兽吼猛然扑面而来。一时间，无数水友只感觉一头猛虎正从黑暗中向着自己强势杀来，所有的水友的心顿悬一线。屏幕外，水友们尚且恐惧至此，惊悚世界中试炼者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灵修大神啊！无尽的黑暗中，就在水友们心生震撼的时候，突然间又是一阵惨烈的猫叫兽吼声传来。如果说刚刚众人听见的第一声兽吼是房间中鬼怪冷冷的威胁和强势逼杀的话，那么此时传来的这声猫叫兽吼则显得有些狼狈、震惊，甚至还有些许的恐慌。惨烈的猫叫声中，黑雾逐渐消失。等到直播间水友们逐渐看清屋内的情况时，却见屋中一头足有半米长、体重不轻的黑色大猫正被灵修的黄金裹尸布五花大绑，像陷入蛛网一样挂在半空之中。大猫的四肢被黄金绷带牢牢地撑开，可怕的拉扯之力使得大猫口中不住发出惨叫。屋中那可怕的黑气就是从大猫身上散发出来的。此刻由于黄金裹尸布的禁锢效果，黑猫身上大量的雾气散不出来，屋中的能见度也就好了许多。此时黄金裹尸布下，大猫四肢被拉扯得异常难受，在被挂在口中后，大猫喉中不住咆哮，发出一阵又一阵可怕的嘶吼。讲真，此刻若非众人已经见了大猫真实面目，这隔着黑雾听去，大家还以为发出声音的是一头山林猛兽呢。你这猫不错，可以做我贴身随从。怎么样，跟我走吧，我给你买肉吃。一听这话，被挂在半空中的大猫口中顿时发出一阵更加尖锐的咆哮。这惊笑声中，恐惧只有3分，愤怒和不满占据了绝大多数。也是在这个时候，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制服 F 级灵兽低阶黑豹。低阶黑豹等级3，力量17，速度35，精神力10，技能黑雾袭杀、前行、夜视、镇魂。系统提示：如果培育得当，低阶黑豹有望进阶为高阶灵兽，更多培育方法请试炼者自行探索。好吧，你这家伙原来不是猫，是豹。是豹也可以，这行走在黑夜中的灵豹挺适合当人间鬼神的贴身护法灵兽的。出门做个试炼，顺便白捡一只猫，感觉还行。此时暖阁之中，面对着神色冷漠的灵修，低阶黑豹仍旧一阵又一阵低沉而沙哑的咆哮着，那声音仿佛是在警告灵修：臭小子，你最好祈祷我永不脱困，一旦老子脱困，你看老子宰不宰你。呵，面对低阶黑豹歇斯底里的咆哮声，暖阁中灵修不为所动。先前你这大猫行动自如的时候，我都不怵你，现在你这家伙都已经被绑成这样了，我还会怕你的危险？在黄金裹尸布面前，
你也就是一秒被擒的货。房间里面对着不停狂躁叫嚣的黑猫，灵修目光一凛，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不断的将黄金裹尸布勒紧，再勒紧。大猫生性狂躁，一开始面对步步收紧的黄金裹尸布，大猫还不屑一顾，只是一味疯狂地咆哮着。等到黄金裹尸布的压迫力越来越强后，大猫终于感到了害怕。这裹尸布就像一座高达万仞的恐怖金山一般，从四面八方不住地压迫大猫的肋骨胸腔，几乎要将大猫身上的鬼邪之气全部散尽。终于大猫再也抵抗不住了，喵的一声惨叫，一道可怕的鬼神气息落在大猫身上，大猫至此成为灵修身边灵宠。叮！恭喜宿主成功收服 F 级灵兽低阶黑豹，您获得了一个低阶灵兽培育礼包，灵兽绳星号1，灵兽口粮星号30。暖阁中，当低阶黑豹身上被打上鬼神烙印之后，他彻底服了。而一旦黑豹彻底服气之后，他一身的暴力气息很快便收敛起来，转眼变成了一头无比温顺的猫。这边灵修望了黑猫一眼，将那黄金裹尸布一抽，黑猫顺势便从半空中掉落下来。这家伙本是后背朝下落，身子尚未砸到地上，猛然的一个翻身，四肢缓缓落地，几十斤的猛兽之躯落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房间里伴随着黑猫的落地，原本嘈杂的暖阁顿时变成了一片死寂。黑猫在落地之后，先是十分顺从地走到灵修身边，匍匐身子，冲着灵修拜了几拜，表示臣服。之后又缓缓起身，冷着目光，将自己的视线牢牢锁定在房间中两位被束缚住了手脚的女人身上。这两位女子，一位30出头，身材妖娆，风韵十足；另外一位16、17岁，身子刚刚长开，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小美女。这两人先前被黑豹以妖术控制，正要好好的折磨一番，不曾想关键时刻灵修前来救驾，坏了黑豹的好事。此时两位女子被黑豹用一团麻绳捆在床上，脸色无比惊慌。当摆脱束缚的黑豹再次出现在二人面前的时候，两位女子口中呜呜咽咽，整个人极力挣扎，眼神之中充满愤怒和绝望。也是在这个时候，两人身上一热，一团诡异的蓝色火焰烧断了二人身上麻绳。眼看着自己也摆脱了束缚，床上原本正不断挣扎的美妇猛然往黑豹身上一踹，口中道：“你这没良心的畜生，我平日待你不错，你为何这样对我？”女子身穿旗袍，小腹平坦，这一踹风光无限。而这边面对美女，黑豹不再有任何进犯之举，他只是冷着脸站在床前，护在灵修身边。直到这个时候，美妇才重新注意到了灵修的存在，抬眼望向自己面前这位年轻帅气的巡逻队长，猛地一下，美妇心头竟莫名激起了一股荡漾之情。望着灵修，美妇双目迷离，忍不住道了声：“小哥好帅。”紧接着，美妇似乎察觉到了自己的坐姿不雅，赶紧夹住双腿，脸上露出了一抹害羞的红晕，一双大大的眼睛含着秋波，默默地望着灵修。叮！很快，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恭喜试炼者成功结束突发剧情，你获得了一个黄金宝箱。山庄老爷的三姨太对您好感度大幅提升，愿意与您交换。您面临剧情选择：选择1，以巡逻队长的身份直接推倒三姨太，和三姨太交欢之后获得山庄秘闻；选择2，拒绝三姨太的示好，后果三姨太好感度大幅下降或急剧上升。”好感度大幅上升，有意交欢是什么意思？交欢就是那个吗？暖阁内面对着双目迷离，仿佛随时都可以的三姨太，灵修微微皱眉。说实话，这三姨太身材样貌其实都挺可以的，尤其是那平坦的腹部，旗袍下的双腿，放眼看去确实不错。但出门做趟任务，为什么这山庄内的女子一个个都想卖弄身子？或许是偏远的山村，大家都枯燥惯了，所以一见稍微长得还可以的异性，立刻就有了想法。可那件事不是应该和自己喜欢的人做才比较有感觉吗？灵修实在搞不懂，说服商老爷的三姨太能有什么乐趣？于是望着躺在床上满脸温存的三姨太，灵修直接开口道：“三姨太，你快别这样，小的职责所在，奉命守卫庄园安全。您身体要没大碍，还请快起来。”灵修这话本即有可能触怒三姨太，可没想到三姨太一听，整个人心都暖了，望着灵修，不由得沉吟道：“哦，年轻忠诚，小哥你真的好帅。”同时系统提示三姨太好感大幅上升。直到这个时候，灵修的眉头才忍不住皱了起来。这都什么跟什么？我这边明明拒绝了你，而你对我的好感度却大幅上升，这是闹哪样呢？三姨太你这完全不照套路出牌啊！此时的灵修并不知道，其实早在自己到来的时候，三姨太和身边的小丫鬟早就被邪性逆天的黑豹搞得春心荡漾。今天低阶黑豹霸凌两位女子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是刚刚在黑豹的淫威之下，三姨太和小丫鬟在无边的恐惧中，身上还是自然而然产生了某些反应。原本三姨太和小丫鬟痛苦欲绝，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如同盖世英雄般突然出现，救下两人，而且从始至终一副刚正模样。这种情况下，三姨太怎么可能不喜欢？暖阁之中，面对着高大帅气的灵修，三姨太浑身瘫软。此时几乎只要灵修愿意，他便可以直接让三姨太情绪泛滥。只可惜面对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灵修蓦的想法。眼看着屋内的氛围越来越暧昧，灵修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缓缓转头看了看自己身旁的黑豹，当即冷声说道：“收起你的淫威，我这边还有话要问这两人。”一听这话，灵修身边的大黑豹猛然感受到一股顶级的鬼神气息，浑身一颤，赶紧将自己身上那可怕的黑雾全部收起来。黑雾散尽，这下三姨太二人眼光正常了许多。望向灵修，三姨太更是难得的露出尴尬之色。知道尴尬，那就是有了廉耻。有了廉耻，接下来的话就好谈了。三姨太，今日少爷大婚在即，可是咱们的庄园内却处处透露着诡异，这一点不知三姨太察觉了没有？
灵修此言一出，大床上惊魂未定的三姨太顿时警觉起来，看了看大猫，又看了看灵修，这才说道：“小哥，要说古怪，还真有那么一点古怪。一切要从3个月前，老爷从山上挖出了一坛秘宝说起。”一坛秘宝？暖阁内望着满脸矜持，神色中稍稍有那么几分羞涩的三姨太。灵修知道，因为自己的成功解救，关于山庄背后秘辛的剧情，自己已经顺利推进了。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今日灵修虽然还有没有找到那17条枉死之人的魂魄，但如果能够在晚宴之前提前了解过去3个月山庄内外发生的变化，那灵修相信自己距离破解谜局估计也不远了。暖阁里，在从床上起身后，三姨太带着自己的小丫鬟小心翼翼把门窗关紧，随后冲着灵修道：“3个月前，一位自称风水先生的术士来到了我们村庄，向我们家老爷讨要施舍。我们家老爷自幼便笃信风水玄术，面对风水先生的求舍，我们家老爷相当大方，当场便送了200枚银元。那风水先生也是有意思的家伙，在得了银元之后，风水先生哈哈大笑，当即便称赞我们家老爷果然是个乐善好施之辈，何该举足兴旺，迎来大兴。”灵修听到这边，笑而不语。三姨太接着又道：“3天之后，得了银元的风水先生，在我们家老爷的帮助下，领着我们村上近100名乡民，浩浩荡荡进入了深山之中。在经历了几天几夜的挖掘之后，我们家老爷在山中一处风水之地挖到了一坛黑土，那黑土之下藏着一大堆金银，还有无数的法器。这些金银和法器，按照老爷和风水先生的估算，价值连城。”三姨太说到这边，脸上又一次露出了惊恐之色，目光一瞥黑猫，开口又道：“老爷发财，这本是好事，可自从老爷挖开密坛之后，我们村中便怪事不断，一下子变得阴森起来。首先是我们家大少爷，这少爷本是我们家独苗，从小身体便不大好，如今好不容易长大18岁，该成亲了。结果在老爷挖开密坛后，我们家这独苗又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此时暖阁中的三姨太年纪虽然比周家少爷大不了多少，但是作为周老大爷的小妾，从辈分上看，三姨太算是周家少爷的妈。因此在提到得病的周家少爷时，三姨太眉头紧锁。接着三姨太开口又道：“自从3个月前我们家这独苗病倒后，我们这些当姨太太的已经好些日子没看到他了。而如今老爷既已安排少爷大婚，想来少爷身上的病应该是已经大好了，这事我们都替老爷和少爷高兴。”三姨太说到这边，接着又道：“再说怪事，当时老爷和村民跟随风水先生进入深上后，除了带回一大堆秘宝外，还带回了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条蛇。”三姨太说到这，气便不打一处来，一双凤眼恶狠狠地瞪了黑猫一眼后，开口又道：“这黑猫便是当初老爷从山里带回来的，3个月前它就只有小奶猫那么大，谁曾想3个月后，这厮竟好似半头黑豹了。”一想到自己先前险些受辱的画面，三姨太忍不住呸了一声，又道：“你这个良心的家伙，老娘养了你这么久，你竟想着侮辱我！”此刻面对妇人的撒泼，黑豹心头相当不快，老子就是看上你了，想跟你玩一玩，怎的，不行吗？讲真，此时若不是灵修在一旁冷冷站着，黑豹早就一把扑上去，将三姨太的衣裳全部撕开，然后尽情的蹂躏了。暖阁中，当三姨太说出了山庄秘闻之后，针对风水先生、17位枉死之人，甚至是周家大少爷往日情况等，灵修又问了许多。面对灵修的问题，凡是三姨太知道的，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惜作为一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富商小妾，三姨太平日里只知道养鸟养猫，对于山庄内的格局变化知道的太少了。这一太太甚至就连周家少爷现在的病究竟是大好了还是变坏了都说不出来。而关于周家少爷迎娶的新娘子对象，这三姨太同样一问三不知，就很离谱。呵，果然民国时期有钱人家的姨太太地位其实还是蛮底下的，在很多时候姨太太充其量就是高阶仆人罢了。家中老爷恩宠，姨太太地位就高；家中老爷不恩宠，姨太太啥也不是。套完了三姨太口中的关键讯息，灵修差不多也该走了。时间下午4点，暖阁内，灵修起身告别。三姨太，今天这黑猫我便暂时收下了。今日咱们家少爷大婚，关系重大，我还得带着兄弟们四处巡逻。一听这话，半依偎在大床上的三姨太眯眼一笑：“这位小哥，你别装了。今天你虽然一身巡逻队长打扮，但我看得出来，你品性端正，本事不差，你绝不是我山庄仆人。一般情况下，我山庄内的仆人在听见主人屋中发出的惊叫声时，根本不会这么积极来救。哪怕真有人不怕死救下了主子，在主子百般诱惑下，真正能把持住不乱来的也没有几个。呵，不得不说，这三姨太倒也是个明白人。听到你绝不是我山庄仆人的时候，暖阁里灵修微微睁大双眼，随后神色淡然的点了点头，默认了这件事。这边三姨太微微一笑，倒也没纠结什么，冲着灵修又道：“小哥，今天多亏了你，我才能不被这黑毛畜生侮辱。你的恩情，三姨太记下了。今晚婚宴之上，你我若再次相见，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尽情的吩咐我。”说到这边，三姨太脸上露出一抹愁容，开口又道：“另外，万一今天晚上我们山庄内若真有大事发生，到时候妾身还请先生多多担待，就妾身一命。危难关头，人都怕死。”暖阁内听见三姨太这话，灵修目光微动，表示理解，随后便对身旁的黑猫道：“今天晚上这三姨太的性命便记在你身上，你仔细看守好。”此言一出，大猫虽然并不痛快，却也不敢反抗。另一边，三姨太满脸感激：“叮，恭喜试炼者发现山庄玄妙，您获得了新的试炼任务。任务1，探寻三姨太所说的3头灵兽，每收服1头灵兽，奖励炼兽礼包星号1，试炼点300。任务2，探寻黑檀秘宝，每获得1件黑檀秘宝，奖励炼器礼包星号1，试炼点300。任务3，探索黑檀秘宝与山庄婚宴的联系，挖掘山庄婚宴真相。任务完成度将影响您本次试炼的最终评价，探索难度 S+。
又是 S 加任务。三仪太院落内，就在灵修收服了黑豹往外走时，耳边不时响起系统之声。当任务3提示挖掘真相将影响最终评价的时候，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基本可以断定，灵修距离破解山庄迷局、诡异山村世界观就只剩最后的一步之遥。灵修大佬果然还是猛啊！环观山村试炼中的绝大多数试炼者，此时都还在为了求生而奋斗，灵修的进度可以算得上是比较快的了。这一日下午，在辞别了三姨太后，突然灵修耳边再度响起了系统之声。叮！由于山庄主人发现了您已远离厢房，四处走动之事，目前正下令家丁对您进行追捕。叮！您的富商好友身份已失效，您丧失了以富商友人出席山村婚宴的资格。系统提示：面对家丁的追捕，请试炼者尽力逃脱，一旦被捕，您的本次试炼将有可能以失败告终。叮！检测到试炼者目前身份为庄园家丁、巡逻队长，您获得了特殊任务，搜捕庄园内的捣乱者，包括失踪的富商友人，抓获富商友人，奖励白银宝箱星号1，试炼点500。好吧，奖励倒是不错。三姨太院落外，望着系统突然发布的2条相互矛盾的任务，灵修不由微微一笑。系统这么安排，这是要我抓我自己的节奏。灵修当然不可能抓自己，但是通过这件事，灵修还是看出了山庄内部的快速反应能力。他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房间，由此可见，除了丫鬟小红外，山庄内对于各位宾客还有很多的监视目光。这好好的一场婚宴，为什么要搞得如此戒备森严呢？那富商老爷或者说风水先生到底在搞什么鬼？此事有待挖掘。快点往这里看看，绝不能让那人给跑了。晚宴还没开始，客人们怎好到处乱逛呢？找到他，打断他的狗腿。这一日下午，山村庄园内，就在灵修听见系统消息的时候，一支步伐飞快的巡逻队正在庄园内快速游走。来到灵修等人面前，巡逻队员们齐刷刷望向灵修，开口便道：“几位，你们有没有见到什么可疑人员？”一听这话，灵修脸色一变，当即正色道：“我刚刚好像看见什么人翻墙过去了，众人快随我来。”此言一出，巡逻队员们全都神色一凛，道了声是，随后便在灵修这个巡逻队长的带领下，向着庭院深处追击而去。时间就这么来到了下午5点多钟，深秋的山村早已黑透。此时，偌大的村庄里，放眼望去，只有山庄内见得到灯火，而这灯火全是诡谲、刺眼，散发着黑气的红色。这红色远远看去，既有喜庆，也有压力，一股不安的感觉笼罩在整个庄园内。眼看着山庄内吹吹打打，越来越热闹。灵修一行也颇有收获，除了抓获了2位潜入山庄捣乱的山贼之外，甚至还意外地发现了2名从未露面过的试炼者。这2名试炼者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竟在山庄西边的一个角落里布置了诡异的5行阵法。当灵修领着巡逻队员闯入其中的时候，5行阵法爆发了不俗的威能，一阵剧烈的隆动中，蟒蛇一般平地崛起的巨岩如同火车一样袭向巡逻队员。灵修一时不防，身后的队员们早已死了好几个。当时灵修身份为巡逻队长，为了试炼者的身份不至于曝光，灵修带着剩下的几名巡逻队员凛然破阵。在挖掉5行阵法中几块强大的装饰后，那可怕的巨石阵瞬间瓦解，2名藏在院落中的试炼者被巡逻队员包围起来。一番交手之后，2名试炼者丢出了几颗白雾惊雷，一时间白雾弥漫，雷光闪烁。等到巡逻队员们反应过来时，2名试炼者早已消失无踪。2名试炼者逃脱之后，巡逻队员一脸懵逼。唯有灵修直播间内的水友们知道，在这场斗法中，如果不是灵修有意放水，2名试炼者根本无力逃脱。同时，2名试炼者更不晓得，就在2人自以为天衣无缝，逃离追捕之后，一头诡异的木质傀儡跟上了他们的步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2位的一举一动将全部落入灵修掌控之中。如此一来，今日山村内11名试炼者，包括自己在内，灵修一共见到了其中的10位，还有1位灵修从未见过，不知此人身在何方。叮！恭喜试炼者成功以巡逻队长身份抓获2名山贼，您从山贼口中获得了部分和深山黑潭有关的情报，您获得了120点试炼积分。呵，山庄内一阵低沉的恶灵叹息传来，时间如同流水一般匆匆而过，不知不觉晚上6点，距离山庄婚宴开始已经越来越近了。在临近晚宴开局的时候，终于山庄内热闹了起来。那些先前被山庄主人以各种方式禁锢在山庄各处的宾客亲友们逐一现形，每一人脸上洋溢着喜气而诡异的笑容，在山庄内部不停走动。一时间，山庄内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只是这鼎沸的人声在漆黑的夜色中，如同一锅被压抑住的沸水一般，咕噜咕噜，显得异常沉闷和低沉。热闹间四处透露着诡异。也是在这个时候，灵修又一次来到了庄园后厨。刚刚来到后厨之地，一阵阵浓郁的食物香气瞬间扑面而来，好香！这一夜，山村庄园内为了招待各位远道而来的宾朋，富商老爷准备了大量的珍馐美食。当灵修脱离巡逻队员，一路来到此地的时候，那一个个蒸笼上各种食物的气息压抑不住，扑面而来。闻着香气，灵修浑身一暖，瞬间如同坠入暖阳之中，嘴里口水分泌，肚子咕噜一响，浑身的毛孔一下子全被打开。渐渐的，灵修心生荡漾，忍不住眯起了双眼。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试问一下，在这世间有谁能够拒绝最为顶级的美食？别说是灵修，即便是直播间中的百万水友，在面对热火朝天的山庄后厨时，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迷离之色。隔着屏幕，众人仿佛闻到了阵阵迷人的香气。啊，我好想吃啊！后厨边就在灵修目光稍稍晕眩的时候，突然间，灵修身上鬼神之气极度战力，旧日支配者3大顶级气息同时爆发。此时，
尽管灵修的修为受到了山庄副本极大的压制，但三股帝王级气息同时爆发的时候，整个山庄内外还是不由得一阵震荡。在这股奇异的震荡之下，山庄内无数宾朋迷离的目光中，似乎一下子恢复了某些神采。可惜，由于灵修收敛的太快，短暂清醒后，四处走动的宾朋又一次回到了原先浑浑噩噩的模样。变化之快，时间之短，令人惊诧。山庄内部的诡异存在，在某个刹那似乎有所惊觉，想要追踪时，灵修身上强悍的气息早已消散一空。此刻无事发生。庄园后厨内，在感受到了大量诡异食材所形成的特殊氛围后，灵修的目光微微收敛，趁着左右没人，灵修独自一人走过院落，来到一处火光烧得正旺的蒸笼下。这是来到蒸笼旁，灵修鼻翼微动，眼神之中流露出了些许之色。作为诡异医书青囊经的所有者，灵修对于各种食材药品有着极高的敏锐度。之前在1号房摸索的时候，灵修也曾找到了上千种诡异药材的样本。此刻闻见蒸笼内的味道，灵修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利用手上蛮力稍稍打开蒸笼，却见氤氲的蒸汽内，一道烤乳猪一般的粉蒸肉缓缓现形，在那一层的蒸粉之下，片片蒸肉整齐划一的排列在一起，被蒸笼内的热气一熏，犹如片片水晶薄片。按理，这是一道令人垂涎的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当灵修闻着蒸汽内各种诡异的香料气息时，神色却始终不平静。这确实是一道会令人胃口大开的美食，没错。但是，这样的粉蒸肉同样可以杀人。在现实世界中，一般的食客若是吃上这么一口粉蒸肉，轻则仙气飘飘，如坠云海，产生幻觉；走出店铺，路上见到母猪也能认成美女；重则自以为自己力大无穷，恍如上仙，来到高楼顶端，望着那无尽的都市，纵身一跃，当场超脱。呵，有点意思。灵修实在难以想象，像这样一盘巨型的粉蒸肉，到时候若是摆到宾客面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除去粉蒸肉不说，这后厨里每一个锅里烧的、油里烹的，皆是诡异。这恐怕得金身罗汉级别的神位，才能销售这么多顶级美食吧。后厨内，灵修四处查看着今晚的婚宴菜品，突然，他的背后传来一道冷冷的声音：“站住！你在干什么？”说话的同时，一把锋利的尖刀瞬间抵在了灵修的腰上。灵修身上裹着黄金裹尸布，轻轻松松便可以卸下利刃伤害。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灵修内心自然没有半点感觉。恐怖值波动0-0。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面对如此打击的时候，灵修还是露出了无比惊恐的神色。诧异的回头，却见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奴仆正满脸不善地望着自己。他的身后还有双马尾大学生等人。望见这几人，灵修浮夸的眼神中，这才真正流露出诧异之色。眼下自己面前这些人，正是灵修下午在后厨家丁手中救下的几名试炼者。原本这些试炼者按照灵修的吩咐，在山庄后储藏的好好的，但当灵修此时在望见他们的时候，这些人背后那无形的丝线已经长得密密麻麻，他们彻底被山村内部诡异的幕后之人控制住了。此时，面对着背后布满丝线的大学生等人，灵修目光一凛，很快收回了震惊之色，望着面无表情的众人道：“看来今晚的好戏终于要开场了。”面对着几名面无表情的年轻人，灵修身上先是泛起一层庚金琉璃火，下一刻，法器白蜡燃魂灯出现，一道白烟过后，灵修的身影原地消失在了几名大学生面前。面对着如此诡异的一幕，化身傀儡的大学生们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抬头呆若木鸡地望向四方，观察灵修下落。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位浑身裹着绷带、诡异如木乃伊之人出现在了双马尾大学生背后，双臂一搂，直接将把双马尾美女从人群中带走。下一刻，这足有80多斤重的美女便和木乃伊一起出现在了漆黑的院落之中。哗！一道火光之后，双马尾美女身后道道无形的丝线全部燃烧一空。渐渐的，双马尾美女回过神来，先是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脖颈，虽有颇有些诧异道：“我这是在哪里？”说话间，猛地一抬眼，却见一具浑身散发着恐怖威严的木乃伊正面无表情地站在自己面前。惊悚世界内，试炼者们最担心遇见的就是各种处理不了的诡异。在望见这木乃伊的时候，双马尾美女不由得浑身一颤，头皮发麻，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里双瞳急剧收缩，整个人都不好了。但也是在这个时候，木乃伊里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别慌，是我。”随后，绷带散去，一位长相英俊、令人心下大暖的年轻帅哥出现在了双马尾美女面前。望见这帅哥，双马尾美女一颗悬着的心顿时冷静下来，望着帅哥露出了感激的微笑。漆黑的院落里，面对着一脸感激的双马尾美女，灵修语气平缓地开口道：“今晚的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跟着我，先说说今天下午的情况。”原本面对身缠诡异丝线的大学生们，灵修其实是可以一把火全部救下的，但这么做，灵修将无可避免地打草惊蛇，使得今晚操控大学生们的诡异之人提前锁定自己。灵修要的是看清整个山庄的格局，找出这座山庄真正的诡异之处。在所有谜题破解之前，灵修并不想过多地暴露自己，因此在5、6名大学生中，灵修只暂时救下了其中1名，确保自己充分掌握局势，剩下的几个灵修便直接作罢了。另一边，望着恍如天神一般一再救场的灵修，双马尾美女小宁内心充满感激，在仔细看了灵修一眼后，开口说道：“灵修，多谢你。”又道：“今天下午我们本按照计划好好的潜伏在厨房内部，不知为何我们的几个的意识却突然变得模糊，整个人直接变成了行尸走肉般的傀儡。尽管一整个下午，小宁感觉自己就像傀儡一样，但是在化身傀儡四处游走的时候，小宁还是有点收获的。黑暗中，小宁惊魂未定，望着灵修又道：“灵修，据我所知，我们的后厨的头领是一位身材肥胖，至少有3米多高的诡异之人。身为厨师长的他，远远望去就像高墙一样。
而在我们化身为傀儡的时候，脑海之中莫名出现了一个念想，那就是找机会做掉厨师长，掌握后厨。小宁说到这边，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口袋，似乎摸到了什么东西后，暗道一声，还好，这东西还在。随后，这双马尾美女摊开了自己的手心，将一瓶小小的药剂递给了林修道：“今天下午，我们几乎在所有的食物里都加了这个东西。”啊！一听这话，林修微微一惊，接过小宁手中药伞，将瓶盖打开，手指一沾，往自己的嘴里一放。望着面前一幕，小宁还有林修直播间屏幕前上百万的水友全都惊呆了。这来路不明的白色药伞，林修大佬，您说长就长，说往嘴里放就往嘴里放，您未免也太勇了吧？您就不怕这药伞有问题吗？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啊？我不理解。黑暗的角落里，离林修大胆尝试药伞的举动吓坏了小宁等人。而这边略显干涩的药粉入喉之后，林修瞬间感觉到一股诡异的气息穿透了自己的食管，胃部正在血液之中到处蔓延。一时间，林修体内的鬼神体质、黄金血液等皆被激起。这白色药伞的药力虽然神秘莫测，但是在鬼神体质和黄金果实部的面前，却也只是个弟弟，很快就被林修自身血液炼化的一干二净。下一秒，林修缓缓抬起双眼，望向满脸震惊的小宁，开口说道：“这东西，你们既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掺入每一盘食物中，可见它微量食用的药力并不强，所以我随便吃一点应该不过分吧？”啊！一听这话，小宁呆了一下。确实，按照林修所说，他这么做那确实是不过分。可问题是，林修大佬，您刚才用手指沾着吃下去的量，是别人一桌10个人6、7道菜才有可能吃下肚的量啊！就这，您居然跟没事的一样，你的体质果然大有问题。角落里，小宁短暂诧异之后，很快又听林修说道：“今天晚上山庄内部气氛诡谲，既有掌控大局、大宴宾朋的主人家，也有暗中操作、偷偷下药的傀儡操控者。所以这些人到底想做什么呢？”林修想到此处，抬眼又看了看双马尾美女，开口说道：“你还记得最早让你们去村上找特殊相遇的那个人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一听这话，小宁愣了一愣，随后道：“让我们去找特殊相遇的是庄园内的一个门房，那门房就住在靠近后厨的一个小屋里。”接着，小宁又道：“今天下午，那个人拿到相遇之后，就去找了肥胖厨师，之后我们就被带到了后厨之中，成了一群帮工。”双马尾美女说到这边，忍不住又问：“怎么了，林修大神？你是觉得这门房有什么问题吗？”呵，一听这话，林修内心忍不住一笑：“这门房要没什么问题，你们几个会在挖完相遇之后被人控制。只是这门房是有问题，但它和厨师长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此时照林修推断来看，几名大学生是炼者，虽然是被门房一脉引进后厨的，但是在化身傀儡后，几名大学生脑海中又出现了做掉厨师长的念头。由此可见，门房一脉很有可能与厨师长之间并不属于同一个阵营。门房一脉想要将自己控制的傀儡引进后厨，他们就必须拿出足够具有代表性的食材打动厨师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自己的傀儡安插到后厨之中，偷偷施加药粉。无形的丝线，神秘莫测，除非体质特殊之人，否则绝对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山庄门房通过特殊相遇，悄然将自己的傀儡安插到后厨之中，偷偷下药。转眼间，山庄晚宴便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门房一系安插的傀儡，除了双马尾小宁之外，其他的几位还在后厨里按照原先计划操控着每一盘食物。而另外一边，山庄的家丁仆从们则在四处忙碌地奔走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派喜庆的庄园中，四方宾朋们到处走动，逐一入席。无人的角落里，在简单地询问了山庄门房的一些特征后，突然林修二人身后传来了一道非常诡异的低沉之声：“主公，之前枉死的17人魂魄我找到了，不过现在小的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些枉死鬼的魂魄，小的暂时拘不到。”说话者不是别人，正是纸扎人一样的双生鬼差。庄园角落里，面对神出鬼没的鬼差，林修内心稳得一批，毫无波澜。双马尾美女猛地乍见如此鬼怪，却着实吓得不轻，胸口一阵明显的剧烈起伏，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这面生四目的诡异幽灵正是林修的手下。知道了来者是林修的手下，小宁内心稍安。只不过这双生鬼差是真的吓人啊！冷风下，双马尾美女下意识抱紧双臂，浑身一阵哆嗦。这时，林修望向双生鬼差，开口说道：“你说的那17人魂魄在哪里？”一听这话，双生鬼差忙道：“回禀主公，目前小的已经查明，那17位枉死的魂魄就在庄园少爷身上，他们被神秘之人装进了魂珠之中，被今晚的新郎贴身带着。”是哦。一听这话，林修目光微微一凛，接着道：“那新郎官带着魂珠做什么？”此言一出，双生鬼差当即回答道：“回禀主公，那新郎官小的刚刚见过，整个人病恹恹的，看起来命不久矣。那小伙带着魂珠，只怕是为了续命啊。”是哦，禁锢17位枉死之人魂魄，只为续命，这山庄果然邪性的很。略微沉默片刻，林修目光一动，望向双生鬼差，接着又道：“那新郎官身上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你拘捕17人魂魄有难度？”对此，双生鬼差的回答道：“禀主公，今晚大婚在即，那新郎官附近护卫太多，个个武艺不错，赤手空拳就能打到亡魂。再加上那新郎官周围隐隐约约环绕着一层强大气息，因此小的不敢随意靠近，这一不小心，小的可能把命都给丢了。”大婚在即，新郎官周围布满严密的看守，这点林修可以理解。接着，林修独自沉吟：黑檀秘宝、风水先生、新郎官、盗窃山贼、诡异傀儡师、尚未露面的新娘。所以今天晚上各方势力到底在争夺什么？夜幕下，
及时将近，一阵冷风吹来。对于今晚的格局，林修看得比双马尾美女清楚许多，但是此时从她那波澜不惊的神色中，双马尾美女却看不出什么。感觉对于今晚的大局动向，林修大佬似乎早有把握，又好像没有。这会子，林修大佬刚刚问清了门房先生的动向，所以他的下一个举动应该就是去找门房先生进一步了解情况吧。双马尾美女小宁正想着呢，突然又见林修上前一步，伸手一拍双生鬼差的脑袋道：“走吧，咱们拘捕魂魄去。”遵命，主公。眼下双生鬼差来找林修，自然就是为了寻找主公帮助的。一听这话，双生鬼差并未多说什么，点点头，拎着指路明灯，前边带路，便要和林修一起离开。这边双马尾小宁却彻底惊呆了，内心忍不住一阵万马奔腾道：“我的天啊，林修大佬，你这决策未免也太鲁莽了吧！明知道那新郎官身边护卫重重，难以靠近，在这种情况下，你居然还想去拘捕亡魂？您这不是厕所里点灯找死吗？”那神秘的新郎官，按照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逻辑推断，都会觉得他是这次试炼副本中最为关键的 BOSS 之一吧。在今天这种11人副本中，神秘新郎官这种级别的存在，没有7、8个人联手，怎么可能搞定？黑暗的角落里，望着神色平淡，想都没想就直接往危险之处而去的林修、鬼差、双马尾美女，内心不由得一阵感慨，总觉得林修这人脾气、能力什么都好，就有点古怪。这林修大佬好像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彻底看清格局。哎，无奈啊。角落里，尽管此时的双马尾美女觉得林修的举动极不靠谱，但是不管怎样，这林修大佬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决定以身涉险，双马尾美女也不能将恩人弃之不顾。沉默片刻之后，双马尾美女直接跟到了林修身边。此时，林修和双生鬼差手上同时提着一盏灯。双生鬼差手上的是每一位阴间鬼差标配的指路明灯，作用是指引那些浑浑噩噩的幽灵踏上黄泉之路。林修手上提着的是白蜡燃魂灯，这燃魂灯是林修在上一个副本中得到的。据双马尾美女所知，目前林修手上这盏燃魂灯在惊悚论坛上的估价已经狂飙到了300多万，几乎相当于一辆不错的豪车。白蜡燃魂灯传说来自九幽杀伐之地的特殊明灯，以上古鬼脑为燃烧之物，吸收天地之间无尽煞气，壮大自身。特点：烧融、铸造、护体、禁锢。此时走在2盏诡异明灯之下，不知为何，双马尾美女突然感觉自己身上莫名一阵暖意。在白蜡灯温暖的灯光下，双马尾美女大腿上、胳膊上一些伤口正在慢慢愈合，自动治愈。这是林修在获得了燃魂灯后又自行挖掘出的新功能。在从300年老头的尸身上提取了部分精魄之后，林修甚至大幅提升了白蜡燃魂灯的护体功能。因此此时双马尾美女小宁觉得身上一暖，绝对不仅仅是身体暖和这么简单，她是确确实实得到了增幅。是夜，热闹的庄园中，山庄后厨仍旧热火朝天的忙碌着。当林修和双马尾美女缓步离开时，一位面色乌黑的老头发现了自己掌控下的傀儡少了一个。傀儡数量的减少令神秘老头感到愤怒，但好在少了一名傀儡暂且影响不了大局，因此老头对此并未过多纠结。今天早上，早在几名傀儡大学生找到自己的时候，面色青黑的老头就已经注意到了这几人的不凡。正是由于老头想将几名大学生牢牢掌控下，他才会特地安排了奇特相遇一局。如今自己手下的傀儡虽然跑了一句，但是刚刚在磨盘院落走动的时候，老头又找到了一位膝盖受损，还有一位身材不差的大学生。这2个消失了小半天的种子选手，他们重新被老头划入麾下。嘿，等着吧，老子手中的傀儡凑够了，下一步便先杀死后处理的掌控者。大红灯笼高高挂，却又透露着莫名诡异气息的山庄里，双马尾美女小宁满脸惊奇地跟在林修和双生鬼差后边。渐渐的，双马尾美女发现自己进入了隐形状态。面对如此诡异的情景，林修直播间里的众人也都惊呆了。直到许久之后，才有人发出惊呼道：“是隐身符！”林修大佬居然将隐身符投入到了白蜡灯里，经过白蜡灯的照射，灯光范围内的试炼者全部成功隐形了。我从未想过惊悚世界里的隐身符还能有如此妙用。我的天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黑市上一张隐身符至少能卖12万天价吧？12万！直播间里弹幕刚刚刷过，望着眼前的数字，不少人诧异地瞪大了眼珠，但同时也有人露出了轻蔑的笑容。这种关键时刻能保命的东西，12万要真能买到，那也值了。一张隐身符到底值不值12万？双马尾美女目前还不清楚，但此时的她却是真正体会到了隐身符的妙用。是夜，庄园里到处都是家丁、宾朋，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关注的目光。然而，就在涌进的人群中，林修却如同夜游神一般，闲庭信步地在人群中穿梭。当林修从众人身边走过的时候，空气里微微有风在动。明明有无数人诧异地向林修所在的方向投来疑惑的目光，可偏偏在如此多目光的注视之下，林修的脸上却没有半点的表情波动。所以，这家伙居然一点都不慌吗？尽管隐身，可咱们毕竟就在人群之中啊，万一有人碰翻了您手上的灯，那咱们不得全部暴露了？出于对恐惧和不安的预期，小美女一颗心总是突突地跳动着，扑通扑通。在这种情况下，她才真正的意识到林修手中的符咒隐形效果是真的好，同时也意识到了林修大佬，他确实拥有着一颗令人震撼的大心脏，他做到了许许多多常人所做不到的事情。这种人难怪只经历了2、3场恐怖试炼就能快速崛起，他注定是办大事的人。这天晚上，山村里很热闹，那些一整天都未在村落里露面的村民们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在山庄各个角落里。他们或是和富商家的家丁们形成护院队伍，或是和下人、丫鬟一起，
招呼宾朋，更多的则是早已入座，洋溢笑容，等待着美食上桌。林修和小宁二人就这么在人群中走着，双生鬼差独自一人在前边领路。很快，态度极其嚣张的林修便穿过了婚宴大厅，来到了戒备更加森严的后院之中。此地距离新郎官的婚房不到几百米的距离，可就是这短短几百米的距离，沿路上双马尾美女却至少见到了30名精英级以上武者。在惊悚世界民国时空中，精英级武者那可是血肉强盛，一拳就能轰飞 C 级恶灵的不俗存在。这下小宁终于知道为什么双生鬼差在发现了他的目标之后还得回来搬救兵了。阴司鬼差对付 A 级以下恶灵容易，对付血气方刚的壮汉那可就有点难了。只是话说回来，这双生鬼差对付不了精英武者，换成了灵修大佬就一定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双马尾没记错的话，这灵修大佬应该只有6级左右吧。按照一般6级试炼者的水平来看，灵修大佬的力量值最多不超过9，就这怎么和30多名精英武者过招？而且众所周知，灵修大佬可是目前惊悚世界中有名的医生。一般来说，医生们的武力值都是远比普通试炼者低的，因此小宁判断此时灵修大佬的力量值最多只有5-6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大佬若真想和30几名精英武者正面硬刚，恐怕是在找死。灵修大佬越往新房方向走去，双马尾美女内心越慌。渐渐的，她突然觉得自己跟着灵修大佬到处走动，根本就是个笑话。这大神级别试炼者的心思，绝不是自己这种普通人所能揣测的。双马尾美女长这么大，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无语过。但也是在双马尾美女暗自无奈的时候，突然灵修那充满磁性、温和的声音传来：“你觉得这栋房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当听见灵修这么说时，双马尾美女一愣，一抬眼，却见那红色的灯光下，一座漆黑的房子突兀地出现在二人面前。这房子里里外外装饰得十分喜庆，可是喜庆之间却又透露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阴森。一想到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晚上新郎新娘洞房之处，双马尾美女不由得有些头皮发麻。讲真，尽管自己是位已经经历了2-3场恐怖试炼的资深者，但是双马尾美女觉得自己的胆子并不是特别大。这边不等双马尾美女回答，提着白蜡灯的灵修已经缓步地走向新房。抬眼看看新房外2位浑身漆黑、手持长棍、影子几乎快要顶到房檐的诡异之人，想都没想，直接推门进去。望着新房外2道身材瘦高的黑影，双马尾美女感觉自己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一颗心突突地撞击着胸口，惊恐值在90至95之间不停波动。2位诡异黑影把关，咱们就这么走进去，真的好吗？带着紧张的心情，双马尾美女紧紧跟随在灵修身后。漆黑的夜色下，当灵修推门的刹那，从外人看来，这门口就像起了风。风推开了门，感觉似乎有人从这门里走了进去，仔细一看，又什么都没有。新房外2位浑身漆黑的诡异之人瞪大双眼，随后风停，新房的门重新关上。2位诡异的黑人重新恢复严阵以待的神色，望着远方。而另外一边，灵修和双马尾美女走进新房里，迎面是一条地面平整、散发着青黑气息的走廊。灵修2人走在路上，走廊上不时发出嘟嘟声响，那光洁的青黑地方仿佛可以将人影映照出来一般。这一夜，山村庄园新房里，当灵修和双马尾美女走在漆黑的走廊上时，耳边不时传来一阵又一阵低声的呜咽。那低声的呜咽，好似年轻女子的不安抱怨，又好似神秘妇人低声的狞笑。双马尾美女走在路上，内心总有股不安的感觉，总觉得自己的身后似乎有什么目光正在关注着。带着不安的征兆，双马尾美女随着灵修缓步上前，不知不觉来到走廊的尽头，眼前的空间顿时为之开阔。在一大片冷清的房屋中，一张挂着红色幔帐的漆黑大床出现在2人面前。大床上，一位长相英俊冷漠、皮肤白皙吓人、身穿红袍的年轻人默然端坐，一股莫名诡邪的气息自英俊男子身上不停散发。望见漆黑大床上面色冰冷的男子，双马尾美女内心不由得一阵紧张。好家伙，这男子到底是人是鬼？他身上的邪性好吓人。此时，灵修和双马尾美女面前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今晚大婚的关键主角新郎官周涛。这一夜，周涛面无表情，冷静坐在床边，做着最后的梳妆，等待吉时到来。几位好似双生鬼差、面如同纸扎人一样僵硬的女仆，正围绕在周涛少爷身旁不停忙碌。几个人为周涛整理妆发，几个人为周涛整理大衣，而周涛则轻启薄唇，口中唱着古怪的曲调：为救李朗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新鲜。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玉阶前，人人夸我潘安茂，原来纱帽罩婵娟。周涛唱的曲叫做《女状元》，曲子前2句听着倒也新奇有趣，到了后半句可就诡异起来了。一句人人夸我潘安茂，原来纱帽罩婵娟，点出了状元郎的身份，其实是个女婵娟，说白了就是女扮男装呗。此时，周家庄园内，新郎官面色英俊，同样貌似潘安。当一位貌似潘安的帅哥突然唱出这样的曲调时，不免令人心生疑惑。开阔的大厅里，当灵修2人向着周涛望去时，周涛的脸和手如同腊月的白霜一样，毫无血色，白得渗人，薄唇微动，手上轻轻打着节拍。虽无怒意，周涛身上却仍不由自主地散发着一股邪灵威严。为救李朗离家园，双马尾美女小宁是个读书人，当听清周涛所唱的曲子时，她不由得浑身一抖，抬眼望向灵修，忍不住开口道：灵修大神，这周家少爷唱的曲子好诡异，他不会像曲子里唱的真是个女貂蝉吧？对此，熟悉面相的灵修微微一道，
这人不是女儿身，不过她的骨子里确实是个女性的灵魂。啊，这……大厅中，双马唯美女听见这话，猛地愣了许久。而这边灵修则继续道：“一位从小心思细腻、颇有女子心思的富家少爷，这就是今晚咱们面对的新郎官。一位始终把自己当成女子，却又不得不在家族高压下熟读四书五经，整天和各种男子厮混在一起的美男子奇人。看来，就今晚这场婚姻而言，眼前这位公子并不如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顺从，是吗？”黑暗中，当听见灵修这么说的时候，双马唯美女内心泛起不小的波澜。她没有像灵修、青囊经一样观人面相的手段，无法一眼看穿一人的根底，但双马尾美女却很清楚，在惊悚试炼者，类似于周家少爷这种明明是男生身体，体内却住着女生灵魂的例子并不罕见。对于他们来说，外面的世界无疑是复杂的。外人对于他们投来的诡异目光，就像一根根锋利的银针一样，对从小到大对他们的心灵形成极其强大的压迫，造成了艺人们从小心理的扭曲。而且，像这种心思细腻的奇人，在很多诡异世界中，往往拥有着非常惊人的通灵体质。在很多试炼副本中，这样的奇人基本就是顶级 BOSS 了。然而，在今天晚宴之上，这位奇人公子却只是被压迫的一环。试想一下，今晚婚宴大局中的棋子都能有如此奇特的体质和邪气，那么这次副本的最终 BOSS 又将拥有怎样的格局？漆黑诡异的走廊尽头，望着轻盈戏曲的周家少爷，双马尾美女取出了一把用普通宝石碎片镶嵌过的漆黑匕首。这漆黑匕首是双马尾美女利用自己的宝石工艺天赋锻造出的三星武器。这武器虽然没有办法和某些大佬的传奇装备相比，但是在普通试炼者中也算是非常不错的存在了。今晚漆黑大殿中，诡异婚床上的周家少爷带给双马尾美女的感觉实在是太不好了。在强烈的恐惧预期下，双马尾美女甚至觉得自己的隐身效果早已经被周家少爷看穿。这奇人在床榻上轻轻唱着女状元，既有对家中父亲安排婚事的不满控诉，同时也是对隐身在黑暗中的自己的轻蔑嘲讽。应该用不了多久，这周家少爷就会直接动手了吧？黑暗中，双马尾美女有点不敢观察周家少爷的目光，但就在双马尾美女下意识躲避周家少爷那冷冽的目光时，突然她的耳边响起了系统提示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您的队友灵修成功击溃新郎官周涛，您获得了300点试炼积分。叮！命悬一线的周家少爷已死亡，山村晚宴发生巨变，您的气息被某个强大的存在锁定了。叮！恭喜试炼者，您的队友成功触发了隐藏任务，扮演周涛，扮演周涛越长，契合度越高，所获得试炼积分副本奖励越高。叮！山村婚宴在即，您的队友灵修邀请您扮演周涛侍女，请问是否接受？漆黑的大厅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系统消息，双马尾美女小宁有些愣住了，还没来得及搞清房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屋外一股强大的气息已经压迫而来。是谁杀死我周涛？漆黑冰冷的婚房中，当系统提示周涛气息断绝的时候，山村内一股可怕的气息瞬间压迫而来。婚房里，双马尾美女来不及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气息已经来到了走廊之外，距离灵修二人只有一步之遥。危机时刻，双马尾美女里来不及多想，接受或者拒绝。面对系统选项，双马尾美女直接选择了接受。选择刚刚做出，大厅里一道诡异气息降临，下一刻，双马尾美女面色突然变得僵硬起来，整个人变成了如同纸扎一样目光呆滞的侍女。这模样和之前围绕在周涛身边的那些女子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而就在双马尾美女完成变化的时候，走廊外一位面容苍老、皮肤清白的诡异老人拄着拐杖快步而来。当老人那浑浊的目光往屋内一望的时候，屋檐下整个开阔的空间顿时为之冰冷。这老人身上强悍的鬼邪气息令人感到无比压迫，纸扎面容下的小美女瞬间惊呆了，皮肤如此，脚步沉重，面色清白。这是僵尸吗？这边双马尾美女一脸震撼，老者一进屋却将自己的目光直接锁定在了婚床之上，望着婚床上那面如白纸、英俊高冷的周涛，老者莫名一愣。好半天后，双马尾美女才听老者开口说道：“我儿无恙否？”此言一出，婚床上的男子沉默了许久，好一会功夫，才见男子轻轻挑起眉头，一举一动间帅气逼人，又不乏倾城女子独有的温柔，又冷又帅又飒又柔，完完全全就是极品公子和大美女的完美结合。抬眼间，高冷的男子轻声开口：“我很好，你出去。”简单一句话，直接对神秘老者下了逐客令。而听见这话，神秘老者却没有多说什么。多年以来，他似乎早就习惯了儿子对于自己的冷漠，现在他还能开口和自己说话，叫自己出去，可见他一点问题都没有。房间里待了片刻，终于老头不再纠结，冲着高冷男子诡异一笑，最后开口说道：“我儿，1刻钟后我会让人引你出去，到时候你就在我山庄门口好好的等候新娘子吧。今晚爹爹我希望你可以为我周家添一个大胖小子。”老者说完，缓步转身，身后一大片黑雾弥漫。呼呼，开阔的房间里，当老者转身离开，许久之后，原本一直憋着一股气的双马尾美女小宁才开始大口大口的喘起气来，内心里有种如释重负之感。直到这个时候，双马尾美女才有心思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整个屋中。此时，开阔的房屋里，那面容极佳的男子正满脸冷漠地坐在床头，他那高冷的姿态，任谁看了都会觉得他就是周涛本人。然而，双马尾美女却很清楚，此时坐在大床之上的不是周涛，而是灵修。这点，双马尾美女是经过系统消息验证过的。只不过，这好好的灵修怎么就成了周涛？
这点双马尾美女极不理解。砰！房间中，就在小宁满心疑惑的时候，婚床之上重重一响，一具厚重的木乃伊硬生生从房梁之上砸落到了婚床边缘，滚落地上。随后，木乃伊打开，地上躺着的不是别人，正是早已气绝身亡的周涛。这不是吧？房间里，小宁看了看地上，又看了看房梁，这才猛然反应过来，原来刚刚在神秘老者进入房间的时候，这周涛本尊一直像个木乃伊一样被高高的挂在房梁之上，距离婚床只有1步之遥。我的妈呀！一想到这，小宁不由得头皮发麻。试想一下，刚刚在老头进入房间的时候，包裹着周涛的木乃伊要是被老头发现自己和灵修大神还有命无命，那老头皮肤僵硬，目光瘆人，从气息上看绝对是个刀枪不入的诡异僵尸。这种级别的存在绝非一般试炼者所能对付的。灵修大佬刚刚高高挂起周涛的举动完全就是在玩火，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胆子这么大，他好勇啊！婚房里，面对着满脸震惊疑惑的小宁，灵修并没有多说什么。刚刚灵修做了许多事情，首先是利用白蜡灯的特性开辟出了诡异的禁锢空间，在一道如同白墙的高温烟雾下，灵修快速地逼近了婚床上的周涛，并且取下了周涛脖颈上那禁锢了17条人命的诡异吊坠。也是在这个时候，周涛意识恢复，望着灵修，周涛的脸上似乎没有任何震惊的面容。这位内心深处住着家人的奇男子，在恢复意识的刹那，冲着灵修冷漠一笑，随后咬舌自尽，去意坚决。要他这么一位大美人娶妻，这辈子都没可能。婚床上，周涛的死亡惊动了山庄主人。关键时刻，灵修用裹尸布将周涛包裹起来，吊在梁下，自己则利用鬼神体质的特性，缓缓地改变了面容。在漆黑的环境下，灵修只需戴上魂珠，故作冰冷，以此来蒙蔽早已化作僵尸的周家老爷，没有半点问题。眼下，灵修扮演周涛的格局已成，那么在接下来的婚宴中，为了挖掘到更多的副本真相，灵修也只能代替周涛继续扮演新郎。婚床旁，望着早已死去的周涛，灵修身上的鬼神体质继续流转，时间在灵修面无表情间悄然流走，而灵修的面容则与周涛越发趋同。另外一边，在灵修默默改变面容的时候，从灵修手中取得17名枉死魂魄的双生鬼差也没有闲着，他把灵修手边的2位纸片人阴差换了出来，一起破解魂珠。就在灵修默不作声的同时，3位阴间鬼差打开了冰冷浑浊的珠子。刹那间，17头邪气逆天、充满怨念的恶煞出现在了整个房间之中。面对着灵修等人，17头恶煞也不管青红皂白，满脸暴怒，直接动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17头恶煞被困在魂珠之中，受尽折磨，他们早已经受够了。杀！拿命来！漆黑的婚房里，当双生鬼差等打开续命魂珠的时候，续命魂珠内17头枉死恶灵瞬间暴怒而出。在惊悚世界中，枉死恶灵本就怨气极大，在枉死之后又被人莫名禁锢了一段时间，每天包取生魂，为人续命，这种折磨绝非常人能够忍受。正因如此，17头怨灵才会如此暴怒。角落中，望着瞬间将整个屋子挤得满满当当的恶灵，双马尾美女脸上露出震惊之色。在这17头怨灵之中，双马尾美女看见了熟悉的面孔，曾经在后厨之中用一套诡异的长鞭控制住好几名试炼者的强悍家丁。在看见强悍家丁的魂魄之前，双马尾美女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今天早上见到的那个家丁竟是个僵尸一样的活死人。作为一具没有魂魄的躯体，当时的后厨家丁实在是太强悍了。而除了双马尾美女外，另外一边，灵修则在这17人中见到了曾经服侍过自己一段时间的小红。此时的小红一身红装，满脸怒气，在那恶灵队伍中舞着长袖，唱着小曲，一股莫名的邪杀之气在整个屋中蔓延。这是一头足以在短时间内降临人世，杀死无数年轻宅男的诡异恶灵。望着眼前一幕，灵修直播间中不少年轻小伙下意识缩了缩脖子，同时大量水友的直播屏幕上弹幕飞涨。我的妈啊，这么多暴怒的恶灵群魔乱舞，今天灵修大佬身边的几个鬼仆开始搞事情了。这几个一脸衰样的仆从完全就是在帮倒忙好吗？摊上这么几个鬼仆，灵修大佬也算是倒霉透了。妈妈呀，我开始有点怕了，这刚刚走了个僵尸，17头枉死的恶灵又出来闹事了。此时灵修直播间中弹幕飞涨，房间中双马尾美女面色苍白，慌的一批，唯有灵修脸上不见半点惊恐的表情。17头被禁锢了好几天的恶灵很恐怖吗？他们充其量就是一群张牙舞爪，没有多少伤害力的虚影罢了。婚房前，面对着四处暴冲的恶灵，不等灵修出手，这边3位鬼差早已扬起自己手中的长鞭，啪的一下重重打在恶灵之上。前一刻恶灵们还在暴走呢，当这鬼差长鞭落下的时候，17头暴怒的恶灵顿时一脸懵逼。而当双生鬼差等身上的阴差威严爆发时，17头暴怒的恶灵更是忍不住浑身一颤，望向双生鬼差等大佬时，暴怒的眼神中逐渐流露出畏惧之色。另一边，望着17头开始出现畏缩之意的恶灵，双生鬼差等目光更加冷漠，手中一挥鞭，冲着17头恶灵当即怒斥道：你们几个通通给我排队站好！面对精英武者，老子没有手段对付；面对你们这几个小小恶灵，老子还能被你们吓住了？房间里，鬼差长鞭一出，恶灵们只觉得一股可怕的阴间气息瞬间袭来。天道威严前，17头恶灵不敢造次，在阴差们冰冷目光的关注下，一个个收敛起先前的群魔乱舞，化作无辜难民，满脸丧气地站在屋中，一个个按照阴差们的指示排队站好。呵，望着眼前一幕，鬼差们心思平静，在他们看来，阴司威严面前，枉死之灵乖乖听话，理所当然。往死者的队伍整理好了，在清点完人数，
确认无误之后，两头纸片人化身的阴差来到灵修身边，恭恭敬敬的鞠躬道：“大人，感谢您的鼎力相助。如今17条魂魄，小的们已经找齐，这就返回阴司交差。”说完这话，其中一名纸片人阴差将手一伸，把一枚能够增强阴魂实力的丹药，充满诚意的递到灵修面前道：“鬼神大人，小小丹药，不成敬意，还请收下。”纸片人手上的奇异丹药散发着不俗气息，一颗便可以让一头普通的 F 级魂魄实力暴增，领悟技能。此丹一出，灵修直播间不少水友顿时心动，无数人在灵修尚未做出决定之际，直接高声喊道：“这丹药卖不卖？3万块，我要了！”而房间里面对着阴司鬼差递来的丹药，灵修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了一声，便直接将这宝贝收入囊中。都说阴司之地，小鬼难搞，但是今日灵修所做的一切，却帮了2名鬼差大忙。在拥有绝对实力的情况下，收受阴司鬼差的礼物，灵修并不怕被小鬼恶搞，反倒是成功送出了丹药的2位鬼差感激涕零。这边17条魂魄找到了，2位阴间鬼差在拜谢灵修之后，领着强悍家丁、小红等人缓步离开。而屋中望着已经破碎不堪的续命魂珠，灵修陷入了沉思。在用白蜡灯油脂将破碎魂珠包裹之后，没多久，灵修手中出现了一个诡异的魂珠模型。望见这模型，灵修直播间里不少大佬再也坐不住了。我擦，灵修老弟这是悄无声息就打造出了法器模型了吗？照着节奏下去，灵修老弟不会是想批量生产续命魂珠吧？惊悚世界内能够为人续上一命的关键之物，此刻山村副本中灵修翻刻魂珠模型的举动看似平平无奇，却瞬间惊动全球。惊悚世界内台面上的3大势力瞬间闻风而动，试炼同盟、黑暗同盟、黄金家族内皆有掌权者直接拍板，短时间内无论如何都要寻到和灵修一样可以翻刻法器模板的装备。若是实在找不到，那就找机会继续和灵修接触。翻刻法器、魂珠的生意，3大势力无论如何都要参一脚。另一边，房间里，在送走2位鬼差之后，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完成进阶任务，您获得了300点阴德，获得了护体金光咒。护体金光咒顶级道家异能，修炼至极致，可以催发金光护体，金光一出，邪煞退避。叮！检测到试炼者身上存在大量治愈值，治愈值可转化为储备阴德，消耗储备阴德，你的金光咒可以快速满级。阴德就阴德，储备阴德是什么意思？”漆黑的房间中，对于惊悚系统突然给出的提示，灵修愣了一愣。但通过治愈值可以转化储备阴德这件事，灵修对于储备阴德还是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储备阴德大概就是一些可以用来提升个人修为、修炼法器的特殊阴德。这些特殊阴德和惊悚体系所认可的正统阴德存在许多的共通之处，但在具体使用上又有不少差别。此时，灵修对于整个惊悚世界的了解还不够深，对于特殊阴德的理解到了这个程度也差不多了。沉默片刻，灵修终于做出了决定：系统，我要将3000点治愈值转化为储备阴德。决定一出，系统之声响起：叮！检测到试炼者要求，正在为你进行储备阴德转化，进度1%。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将3000点治愈值转化为储备阴德，请问是否立刻用来进行金光咒的提升？听得此言，灵修不曾犹豫，直接开口道：立刻提升。话音刚落，突然间，灵修身上一股来自冥冥虚空、无尽大道的精纯气息翻涌而出。精纯气息作用下，灵修先是丹田之上泛起一道金光，随后那金光沿着灵修的各路经脉、主要穴位不断蔓延。恍然间，灵修便如同一尊透明的水晶人一样，身上每一个经络都能那金光照得一清二楚。而灵修自身修炼的阴神也在这个时候不断变强，身上蒙上一层强大的金光。无尽虚空中，灵修水晶一般的本体和蒙着金光、灰蒙蒙的阴神相互对望，互相印证，互相变强。无数的天道气息就这样在灵修和阴神之间流转。时间一点一滴流逝，终于，灵修身上的储备阴德全部消耗殆尽，水晶本体和阴神也逐渐融合为一。当灵修缓缓张开双眼的时候，眼前仍旧是一片漆黑的魂房。与此同时，系统提示：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融合3000点储备阴德，您获得了满级金光咒。啊！一听这话，灵修不由得一愣，怎么这就满级了？您这金光咒未免也太好提升了吧？你怕不是闹呢？此时的灵修并不知道，在惊悚世界中，所谓的阴德是非常值钱，3000点阴德足够城隍级别的鬼神炼制出3-4把传奇武器，足够让一名普通的阴差有机会成为低等级阴神。从阴差到阴神，别看只是区区的一步之遥，但实际上对于世间无数的阴差来说，那可是几百年都无法逾越的鸿沟。噼里啪啦，漆黑的魂房内，在经历了短暂的惊讶之后，一脸高冷的灵修缓缓地从床上站了起来，右手一伸，一道可怕的金光带着雷电气息，噼里啪啦，直接照亮整个空荡荡的房间。金光之下，整座阴气森森的婚房看起来就像幸福阳光照耀下的美丽小屋，治愈感十足。之前由于周涛的抗拒，整个山村之内其实一点婚宴喜庆的感觉都体现不出来，而现在在温暖的金光之下，突然灵修直播间里无数的水友都想结婚了。由于这金光咒是灵修在进入山庄副本之后所得到的，因此金光咒的威力不受山村禁锢法阵任何的限制。是夜，满级金光咒照亮山庄，无数人沐浴在温暖之中。短短时间内，风水先生、老太爷等都被惊动了。众人无比诧异地向周家少爷的小屋投来目光，但就在众人投来目光的刹那，那满级金光咒直接收敛，婚房所在方向仍旧是一片诡异漆黑，放眼望去啥是没有。
但是不论是风水先生还是老太爷，内心却大为不安。不等婚房这边有任何动作，一位戴着金丝眼镜、面色冷峻诡邪、穿着绸缎长褂的中年男子便和周家老爷一起快步来到婚房。门一推，两位长者快步走向灵修所在的方向。二人身后还跟着一条浑身漆黑、面目可怕、足有10几米长的巨大蟒蛇。那蛇目光冰冷，四处游动，长信一吐，一股强大的气息震撼人心。婚房深处，在感受到了老太爷等人的可怕气息后，正在扮演服侍丫鬟的小宁一颗心猛地纠结在一起。好家伙，不是说好1个钟后才会让新郎官外出迎接新娘吗？怎么这才一盏茶的功夫，人又来了？婚床旁，丫鬟小宁满脸紧张地看了看灵修，又看了看地上那早已没有半点气息的周涛，顿时感到杀劫已至。一股莫名的危机感使得小宁内心恐惧值狂飙99。大敌当前，这下完了呀！然而就在丫鬟小宁无比担忧之际，灵修再度展开动作，先是用黄金裹尸布猛然包住地上的周涛，将周涛往婚床上一丢，然后灵修面色再度冷漠下来，就着婚床不冷不淡地坐下。这边灵修刚刚坐下，风水先生、老太爷还有那邪蟒早已经来到灵修面前。望着那冷漠坐在婚床上的灵修，长相不差，40多岁的风水先生一声冷哼，快步来到灵修面前，伸出略微有些灼热的手搭住脉象，直接下降灵修的手腕握住。片刻之后，风水先生微微皱眉，不由得沉吟道：“周公子，你这脉象。”风水先生一边沉吟，一边抬起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一对金目死死地盯着灵修，似乎是想从灵修的脸上看出一点破绽。这边灵修没有任何回答，只是神色冷淡地和风水先生对望。高手在前，搭脉测试，这波值得惊恐值99。此刻灵修直播间内无数的水友惊奇地查看起灵修的各种数值，当发现灵修的惊恐值竟只有0-3的时候，无数水友顿时喊出卧槽，这样的大心脏简直离谱。另外一边，漆黑的婚房内，风水先生那略显灼热的手在灵修手腕上搭了许久。终于，老太爷忍不住了，冲着中年人开口便道：“先生，我儿脉象可有什么问题？”漆黑婚房内，面对富商老爷的提问，风水先生沉吟许久，终于缓缓抬起了头，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灵修，接着道：“老太爷，令公子的脉象没有问题，只是令公子的眼神仿佛变了个人。”变了个人吗？听见这话，老太爷也是一愣，好一会功夫，才听老太爷道：“脉象对，人就没问题，那灵胎绝不能让他跑了。”老太爷说到这，颇有深意地看了看自己的儿子一眼，随后道：“我儿，咱们派出去游村的花轿已经回来了，我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新娘子你无论如何都要接下。”关于娶亲一事，家里的老爷和少爷之间一直颇有矛盾。此刻老太爷话音一落，婚房内氛围一下子紧张起来。一直以来，家中的大少爷都跟个小娘子似的，心思细腻，喜爱戏曲女工，冷脸时如冰山一样，将人拒之千里。即便是老太爷在他面前也不敢多说什么。此刻新娘子已经接回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关于此事，家里的仆人们一颗心可都悬着呢。眼下周家少爷已经没有了回头路，那么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周大少爷会不会突然整出什么幺蛾子，非要反抗老爷子的决策呢？婚房里，包括风水先生、纸扎人一样的丫鬟在内，所有人的情绪都非常紧张。然而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灵修微微一笑，冷脸从床上站了起来，穿着一身新郎官的红袍，帽插宫花，帅气的不行。他真如春风得意，即将娶亲的新郎官一样，大步上前。整个过程，老太爷、风水先生等全部瞪大了双眼，盯着灵修看。直到这周家大少爷彻底走到婚房外时，众人才忍不住在内心中发出感慨：这世间怎会有如此英俊帅气的男人？讲真，老太爷都有点开始怀疑，眼前这飒气十足的年轻人不是自己的儿子了。氛围诡谲的婚房外，当灵修独自一人来到门口时，他稍稍停下了脚步，抬眼看向整座庄园夜色。之后，众人便听灵修这周家少爷冷声道：“你们愣着做什么？走吧。”一听这话，老太爷等才回过神来，各自转身缓步来到灵修身边。看了看这令人捉摸不透的少爷后，周老太爷看了看身边的丫鬟女仆，还有那邪气十足的巨蟒，开口道：“你们几个好生跟着少爷，把新娘子接进家来，不得有误。”几位女仆听见这话，面色一凛，恭恭敬敬地道了声是。随后所有的人便簇拥到了灵修身边，各种女子身上的香味瞬间扑面而来。说实话，若不是因为这周家少爷从小对女子便没有兴趣，光凭周家这么多莺莺燕燕，周家少爷身边恐怕早已妻妾成群。迎亲的事情，老太爷安排妥当。最后看了一眼高冷的儿子之后，老太爷不再多说什么，拄着拐杖再度离开。今晚是周家独苗娶亲的日子，周老太爷有的是事情。另一边，就在周老太爷走后，灵修耳边再度响起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瞒过周老太爷、风水先生，您的周家少爷扮演度极高，您获得了500点试炼积分。”叮！检测到一条诡异的巨蟒正对您投来不善的目光，试炼者，你为什么不试着让他知道你的厉害？系统提示：收服3亿泰所说的3头灵兽，每收服1头灵兽，奖励炼兽礼包星号1，试炼点300。低阶巨蟒，等级3，力量25，速度18，精神10，技能绞杀、黑雾、邪眼、石化、弱。呵，一头小小的 F 级灵兽也敢对自己投来不善的目光。喜庆而诡异的山庄内，面对着惊悚系统友善的提示，灵修脸上始终带着一抹淡然而不屑的微笑。此时的他，因为任务需求，没有办法戴上夸张的治愈面具。
但是通过灵修的表情，直播间中熟悉灵修习惯的人还是自动脑补出了那超治愈的笑容。面对那投来不善目光的邪蟒，水友们哈哈大笑。小爬虫，你注意到灵修大佬那不屑的目光了吗？就你这区10几米长的身躯，我敢打包票，你绝下不住我灵修大佬。别看大佬一脸高冷，但实际上他在笑，那可是超治愈的，非常可怕的狂笑。山庄里，灵修确实没有被那10多米长的黑色巨蟒吓住，但是灵修身后的双马唯美女却被吓得不轻。拜托，我弟乖乖，这可是一条10多米长的大蛇呀！这蛇要是爆发起来，随便一下就可以把自己和灵修大佬给吞了吧？而且不是说这天生的灵兽鼻子都很灵吗？要知道，今天自己和灵修大佬可是2个假冒者，这一回要是让这邪蛇发现端倪，那不得是一场血腥屠杀？唉，跟着灵修大佬，自己平白无故得的试炼点挺多的，但是想要白的试炼点，自己果然还是得冒点风险啊！我只是一位想在阵法宝石之路上有所钻研的小女生罢了，为什么要让我承受这些？妈妈，我有点慌。漆黑的夜晚里，双马唯美女内心害怕归害怕，但是既然决定跟了灵修，她便一句抱怨也没有。这点灵修看在眼中，并没有多说什么，但她内心非常满意。像这样的伙伴，将来自己如果有宝石制作的需要，肯定还会找他。甚至在回到惊悚都市后，灵修也可以将他引荐到青山医院来。在惊悚世界里，不是所有的试炼者都有能力在青山医院立足的。任何从青山医院走出的试炼者，到了每个惊悚副本中都是炙手可热、受人追捧的存在。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山庄里，在一众丫鬟和大蟒蛇的押解下，灵修2人很快就来到了山庄门口。放眼望去，夜色笼罩下，一支吹吹打打、十分喜庆、十分诡异的队伍正摇摆而来。漆黑的村庄道路上，一支喜庆的婚宴队伍自远处村口方向一路吹打而来。这队伍喜庆是喜庆，但是在那红彤彤的吹打队伍中，那一个个仆人家丁表情却过于僵硬。知情的知道这是周家新娘子游街的队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鬼王嫁女。从村口到山庄路途并不算太遥远，但是那送亲的队伍摇摇摆摆，看起来却至少要大半个时辰才过来。望着村口的一幕，即将成为新郎官的灵修倒是一点不着急。不管这送亲的队伍打算耗1小时、2小时，灵修都等得起。同时在等待新娘队伍的时候，灵修也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比如丢掉金豆子。豆子是之前灵修降服黑豹时系统奖励的宠物口粮，加上满级金光咒后，现在的它就是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金豌豆。这豆子吃起来挺香，打起人来很疼。啪嗒啪嗒，在等待送亲队伍的时候，灵修闲来无事，手中抓着一大把金豆子，1颗2颗，不停往黑色邪蟒脑袋上丢。这黑色邪蟒脾气大得很，当灵修抓着第1颗金豆子往黑色邪蟒脑袋上丢的时候，黑色邪蟒滋的一声，当场炸裂，半身挺直，一身鳞片散发寒光，态度极其嚣张。面对如此可怕的大蛇，灵修直播间内无数人心跳加速，包括灵修身旁的双马唯美女，情况也是如此。蛇呀，这可是 F 级10多米长的大蛇呀！在惊悚世界目前这个阶段中，能够轻松对付 F 级灵兽的试炼者没有几个，一头 F 级灵兽发威起来，恐怕就连10头 C 级恶灵也能轻松干翻。灵修大佬压根就是找死！此时面对灵修举动而感到慌张的水友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当初灵修在面对同为 F 级灵兽的黑猫时，只用了区区的黄金果实布便一招控制住对手。同为 F 级灵兽，那低阶黑豹在灵修面前不值一提。眼前这血蟒看起来体型虽然大了许多，气势也更加惊人，但是 F 级灵兽就是 F 级灵兽，黑色血蟒看起来再怎么可怕，它的能力终究有限。啪嗒啪嗒，一颗金豆子引起黑色血蟒暴怒，2颗金豆子使得血蟒脑袋发懵，3颗金豆子，黑色血蟒双目早已晕眩。好！山庄门口面对着面色冰冷、无法无天的灵修，黑色血蟒气到爆炸。长这么大，黑色血蟒从未见过如此嚣张之徒。黑色血蟒想要反抗，想要杀人，奈何满级金光咒势如千斤，每一颗豆子重重砸来，都犹如陨石坠地、山崩地裂一般。黑色血蟒确实想反抗，但是每一次进击却都被金豆子砸得头晕目眩，生活不能自理。娘的！尽管黑色血蟒不会说话，但此时的他很想骂人。老子要吃了你！1颗2颗，在等待着送油村队伍将新娘子送来的时候，不停拿着自己手中的豆子砸血蟒。一开始黑色血蟒确实暴怒，可渐渐的这黑色血蟒也支撑不住了，望向灵修的目光中露出了一丝祈求。他再也没有了一开始的嚣张，而这边灵修却只是1颗2颗继续随意的丢着。终于等到黑色血蟒再也坚持不住的时候，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收服 F 级灵兽黑色血蟒，您获得了炼兽礼包星号1，试炼点300点。低阶巨蟒，等级3，力量25，速度18，精神10，技能绞杀、黑雾、邪眼、石化、弱。呵，黑色血蟒很难对付吗？你看他这不就屈服了？整个过程多简单。热闹但是诡异的山庄门口，黑色血蟒屈服了。暗中那曾和黑色血蟒一道狩猎的黑豹，内心里头暗自摸了一把冷汗。作为鬼神大人身旁一头忠诚的灵兽，今天晚上低阶黑豹除了照看姿色绝佳的3姨太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负责打探整个庄园内的情况。此时低阶黑豹除了替邪蟒老兄捏了一把冷汗外，他的目光还冷冷地盯着黑暗中几个莫名的窥视之人。这些莫名的窥视之人和鬼神大人一样，身上带着独特的试炼气息，他们藏在暗中仔细观察着迎亲队伍，
内心里头不知盘算着什么。凑近一听，低阶黑豹便听一名试炼者冷声开口道：“二位，你们说这周家的大公子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英俊过头了？据我打探所知，这周家公子好像从小都把自己当成女儿身呢。这次周家老太爷要他成亲，只怕在他肩上压了不少重担。”此言一出，一旁一位声音低沉沙哑的老者态度冰冷道：“我们不用管这周家少爷和他老子有什么纠葛，我们只要记住，咱们的最终目标在他身上就是了。这小子今晚绝不可能逃出我们的掌控。”此时，藏在暗处说话的两位试炼者不是别人，正是不久前被灵修所装扮的巡逻队长驱赶喝退的试炼者。作为五行阵法高手，两名试炼者在今日进入副本之后，便领到了一个不错的剧情分支，和一位神秘之人结成同盟，想要从老太爷风水先生手中抢夺黑潭风波之后的关键秘宝。今天在被灵修所装扮的巡逻队长驱逐之后，两名试炼者一度十分狼狈。关键时刻，还是那位神秘先生跳了出来，帮助两人稳住了阵脚。而且在帮助两人稳住阵脚后，那神秘先生还给两人带来了2个可以打下手的伙伴。这两人同样是试炼者，一位膝盖上被莫名击穿，瘸了一腿；一位年纪轻轻，身材妖娆，是个颇值得玩味的风骚娘们。二人的来到，使得阵法高手们的队伍实力顿时增加。今晚配合那神秘先生，阵法高手相信自己一定能有所收获。眼下山庄内良辰吉时将至，几名试炼者终于见到了传闻中的周家公子。周家公子啊，周家公子，您帅是帅，可是您恐怕到现在都不知道，今晚这局您就是个棋子，是个宝器吧？是夜，就在灵修等人站在山庄门口等待新娘子进门的时候，几位窥视者暗中打量，记住了周家大少爷的模样。同时，一场与秘宝争夺有关的布局也在悄然展开。另外这边，灵修在用金豆子打服黑色血蟒后，稍稍抬眼，目光正视前方。此时的他仍旧面如无表情，俨然一副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的高冷模样。远处那八抬大轿抬着新娘子，一路吹吹打打，摇摆而来。不知不觉间，一队身披红装、面白如纸的迎亲队伍便缓慢来到了山庄门口。迎亲队伍有点吓人，那大红轿子中的新娘子也不知道长着啥样。灵修直播间中，一众水友们盯着屏幕，敲了一阵，不由得笑出了声。呵，管他的呢，反正今天晚上也不是咱娶亲，不管那新娘子是人是鬼，是丑是美，反正只要灵修大佬喜欢就行。别说，今天晚上这件事仔细说来，倒有点像开盲盒。按照先前老爷子言语中偶尔透露出的一些细节，今晚山庄里没准会强压2位新人直接洞房呢。到时候如果新娘子长得还行，那也就算了，万一那新娘子长得抱歉，那灵修大佬恐怕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山庄门口，迎亲队伍一路吹打而来，好不热闹。在一阵喜庆的唢呐声中，灵修亲自上前来到八抬大轿处，轻挑门帘，亲自迎接新娘子。门帘一挑，轿子里一位身材婀娜、穿着红衣、蒙着盖头的新娘子迎迎而坐。尽管看不出新娘子的样貌，但就是这惊鸿一瞥，也足以引起世间无数男子的惊呼。哇靠，这新娘子的身材是真的好啊！那盈盈可握的腰，那胸，那腿。望着新人，八抬大轿外，灵修绅士地伸出了自己的手。新娘子感受到后，轻启薄唇，道了声谢谢，声音不大，但很好听。直播间中一众水友听了，顿时嗨了起来。屏幕上疯狂地出现一大堆可，这声音我太可了，光凭这声音我直接爱了。灵修大佬今晚艳福不浅啊！这新娘子哪怕真长得不怎么样，蜡烛一吹也是一样啊！木了，纤纤玉手缓缓地搭在灵修手背之上，这一搭，望着新娘子的手，灵修内心莫名一动。新娘子那几近完美的腰身，令人心神恍惚的动听声音，还有那如艺术品般完美无瑕的玉手，一起身，整个人稍稍凑过来，那柔软温热的身体，淡淡的体香，所有的一切对于灵修来说都是不小的刺激。作为一名性格高冷的男生，对于对象的选择，灵修向来非常挑剔。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竟会对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子内心产生波澜。或许是因为今晚喜庆的氛围作祟。山庄门口，灵修在将新娘子请下花轿后，任凭媒人将新娘子领进家中，而他则是有些失神的望着新娘子那婀娜的腰身，眼神中逐渐露出一丝疑惑之色，口中喃喃道：“这女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在新娘子迈过周家大门，彻底消失在灵修视野之前，灵修内心莫名有种冲动，想要上前掀开新娘子的盖头，但最后他还是忍了。灵修若想看看新娘子的真实面目，他有的是机会。是夜，山庄中婚宴照常进行，良辰吉时已到，灵修和新娘子在双方媒人的引荐下来到了大厅之中。终于，哪怕灵修长这么大，从未想过婚配之事，此时的他还是出现在了婚姻的殿堂之中。婚姻之事，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良辰吉时，灵修和新娘子来到大厅之中。厅中，老太爷高坐主位，正房夫人不在了，姨娘们只能满脸热情地站在老爷身后。随着新人到来，村里的贤士开始推导新人拜堂成亲的进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大厅上，婚礼的仪式开始很短，但每一个瞬间对于灵修来说又莫名漫长。当灵修和领着新娘子跪拜天地的时候，他的脑海中隐约闪过某些奇特的画面。他明明知道自己目前正身处副本之中，眼前这位新娘子也并非自己命中注定之人，但是在和新娘子一拜天地的时候，灵修的内心中却仍莫名的掀起波澜之感，总觉得眼前这位和自己拜过天地的新娘子就是自己的人了。这很可笑，不是吗？要记住，这只是一场戏。大厅之上，灵修心情平淡地告诫自己，在无数人关注的目光下，完成了最终的夫妻对拜。
接下来便是先将新娘子送入洞房，而灵修作为新郎官，他还得留在现场招待各方宾朋，和各位宾朋一道享用那些只有神仙胃口才能消化的绝顶美食。莫名诡异的食物吃进肚子，足以叫人癫狂。今晚注定是场群魔乱舞的大戏，灯笼高挂，一派喜气的庄园内。今天晚上，周老爷非常开心，他从未想过今晚儿子和新娘的拜堂竟会如此顺利。果然，就像风水先生说的一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禁锢后，自家这儿子像变了个人似的。宴会上，面对着那透明如水晶、包着八宝珍馐的大餐，周老太爷胃口大开，命人用刀将那一层薄薄的水晶切开。之后，整个餐桌之上光芒万丈，如同金色传说，一股极其浓郁的香气瞬间扑面而来。美食配好酒，餐桌上在大口大口吃了不少食物后，周老大爷开始痛快的劝酒。一时间，整个山庄内酒香肉气混杂在一起，诡异中平添一股莫名气息。而就在山庄宾朋们大口喝酒、大碗吃肉的时候，人群中一群目光冰冷、行踪诡异的试炼者开始了他们今晚的布局。今晚在完成了一些系列剧情任务后，这群试炼者们获得了最终的目标，夺取山庄内部价值最高的至宝九世灵胎。这灵胎将在周家少爷和新娘子第一次结合后，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而想要夺取灵胎，试炼者们就必须在灵胎出世前压制住山庄内一切有能力反抗的力量。这天晚上，热闹的庄园里，当灵修与新娘子拜堂成亲，几乎完成了整个仪式之后，各路亲朋们开始了彻夜的狂欢。那由白尾鳗鱼制成的卤面、臭桂花做的糕点，还有诡异黑豆末的嫩豆腐，搭配上发毛的红肉、黏糊糊的糖醋鲤鱼，对于直播间的水友来说，山庄宾朋们每一次落快都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这山庄里的宾朋实在太猛了。而这边面对着满桌丰富的佳肴，宴席上的绝对主角灵修自然也无法摆脱这场考验。他在风水先生、老太爷、满屋宾朋，甚至是姨娘们的关照下，一口一口进着美食，一口一口喝着美酒。整个过程，灵修面不改色，此等气概，气度非凡，令人震撼。看着灵修大快朵颐、来者不拒的样子，渐渐也有水友开始怀疑，那满桌的菜肴是不是挺好吃？哎，真的好想试试啊！叮！恭喜宿主成功服用腐朽的龟肉，你中毒了。您的鬼神体质对于微量毒素有所抗拒，您获得了毒素抗性+1。你在自己所食用的食物中发现了微量的麻痹毒素，这种微量的麻痹毒素会让人在心脉渐衰的情况下，身体逐渐僵化，变为僵尸。您的鬼神体质对于微量麻痹毒素产生了抗性，您获得了毒素抗性+1。宴席上，灵修推杯换盏之间，接连受到2重毒素的影响。一重毒素来自于诡异食物本身，这类毒素因人而异。有的人服用之后上吐下泻，高烧不止，但在床上躺几天后便可以生龙活虎，恢复如初。有些运气好的，甚至还有机会提升内力。而更多的人则会在吃完一整桌宴席之后，身子难以承受，1-2个时辰内便会直接横死路口。一餐晚宴，毒害全村。由此可见，周老太爷心思之恶毒。第2种毒素，如果灵修没有猜错的话，它应该来自于山庄背后另外一群神秘者。这群神秘者在很早之前就混入了山庄之中，暗中一直寻找机会和周老太爷较劲。这群人不但利用诡异的傀儡之术控制住了好几名试炼者，而且还利用几名试炼者偷偷在今晚的酒食中下了毒。如果说周老太爷筹备的酒席是为了毒害全村的话，那么暗中偷偷下第2层毒的神秘势力，就是为了从中截胡，将周老太爷设局杀死的村民们全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周老太爷谋杀村民们的手段确实恶毒，而暗中下了第2层毒的神秘势力同样不是什么好鸟。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服梅化生肉，你中毒了。您的鬼神体质对于微量毒素有所抗拒，您获得了毒素抗性+1。你在自己所食用的食物中发现了微量的麻痹毒素，这种微量的麻痹毒素会让人在心脉渐衰的情况下，身体逐渐僵化，变为僵尸。您的鬼神体质对于微量麻痹毒素产生了抗性，您获得了毒素抗性+1。这天晚上，大厅里好不热闹。而在庄园深处靠近婚房的地方，几名5行术士高手正在一名眼镜先生的带领下做着某些诡异布局。这名眼镜先生40多岁，留着一头颇为斯文的头发，乍看之下整个人呆呆的，但在眼镜先生布局的时候，他的眼中却不时流露出一丝凶光，令人震撼。他的身旁大大小小跟着7-8名实力不俗的试炼者，但是几名试炼者在他面前却掀不起任何风浪，目光呆滞，乖巧的如傀儡一般。此人正是今天晚上的另外一名下毒者。今晚除了灵修、双马尾美女和另外一位一直没有露面的试炼者外，其余的几名试炼者全部落入了眼镜男的掌控之中。呵，一群堂堂的试炼者，在一般的剧情副本中，那就是天赋异禀的修行之人，不管在怎样的世界里，都拥有着常人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以大学生为首的7-8名艺人，却全部落入了诡异之人的掌控之中。这是说出去实在丢脸。到了这一步，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眼镜男身边的几名试炼者基本可以宣告任务失败了。而在惊悚世界中，试炼失败便意味着死亡，无法挣脱束缚，只能沦为傀儡，生死由人。这世界从来都是这么残酷。时间推移，是夜，在一众神秘人布置5行术数格局的时候，灵修这边冷着一张英俊的脸，和一大堆浑浑噩噩的村民们交杯换盏，不知吃进了多少诡异之物。终于，当婚宴将散之时，系统之声再度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在服下大量微毒食物后，您获得了中等毒素抗性。在鬼神体质和满级金光咒增幅下，您的中等毒素抗性提升为高等毒素抗性。此时，灵修的属性：试炼者灵修，目前等级6，试炼场数3场。
力量17，速度19，精神力30，恐惧值浮动1-11，治愈值1.1万。天赋极度战力等级3，恐惧降临等级3，旧日支配者等级5，高等毒素抗性。特殊物品鬼神令、银色项链、黄金裹尸布、超治愈面具、医生执照、白蜡灯、光头石像等。技能青囊医术、五雷正法、寒冰、禁锢、恐惧散播、金光咒、满级。灵兽低阶黑豹、血蟒。能量值45000，惊悚币4357，试炼积分8100。吃一顿满是各种毒素的大餐，吃完啥事没有。这天晚上，望着面色冰冷、不停进食的灵修，一旁的双马尾美女小宁都惊呆了。作为一名资质普通的试炼者，小宁只在餐桌上吃了一块小小的生鱼片，结果便在宴席外边大吐不止。在灵修针灸的帮助下，这才勉强恢复状态。这满桌的美食，小宁是无福消受了。她实在是搞不懂，这么多东西，灵修大佬是怎么吃下去的？这家伙的胃，难道是铁胃吗？喜庆的婚宴上，山庄各处灯笼里，烛花剪了又爆，爆了又剪，好不热闹。或许是由于早在晚宴之前，山村里的居民们就已经周老太爷的控制，因此在吃完酒席之后，村民们倒也没有当场呕吐。众人就像白天里不知道散落在何处一样，在交杯换盏之后悄然离开，散落在山村各处。今夜难道没有任何风波吗？眼看着山民散尽，婚宴现场一片狼藉，负责照看灵修的双马尾美女满脸震惊。而这边在喝了一整碗酒后，灵修却突然开口对双马尾美女说道：今晚山村里的格局有点意思，我这边有7头石膏傀儡，战斗力不俗，一会你带在身边，由我身边的鬼仆带领参加战斗。战斗的目标就是不能让人破坏我的洞房花烛。啊！即将散场的婚宴上，当听见灵修这么一说的时候，双马尾美女吃了一惊，不知道灵修在说什么。不能让人打扰大佬你的洞房花烛，这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大佬你是真想和那新娘子啪啪吗？双马尾美女说到这边，脑海中跑过无数画面，俏脸不由一红。而这边灵修却只是淡然一笑，冲着双马尾美女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今天晚上这山村秘宝的出世，极有可能和婚宴上的新人脱离不了关系。灵修说到这边，淡淡又道：接下来我把双生鬼差和几具傀儡全部交给你，你要做的就是在秘宝出世的时候义无反顾地站在我这边，到时候血蟒、黑豹也会站在咱们这边，我想关键时刻咱们出其不意拦住对手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你能够很好的配合我的行动，那我将会在副本结算之后给予你额外的报酬，报酬金额不少于300金悚币。啊，这婚宴现场当听见灵修这么一说的时候，双马尾美女有些诧异地瞪大了双眼。而另外一边，在婚宴结束后，布防严密的周老太爷很快又派了一大堆人将灵修团团包围起来，也不管这新郎官到底愿不愿意，领着灵修便直接又往婚房方向走。此刻婚房方向看起来仍旧漆黑而诡异，和之前没有半点不同。但是此时屋子里却点着红烛，红烛照耀之下是一位身材婀娜、含苞待放的美人。尽管一夜的畅饮早已让灵修忘记了先前在山庄门口初见美人时内心莫名的悸动，可不知为何，当灵修的脚步一步步走向婚房，眼中那盖着红色盖头的美人身影越来越清晰的时候，灵修的心跳却莫名加速起来。难道说我这是心动了吗？这不合理。灵修缓步向婚床方向走着，突然那神出鬼没、脚步几乎没有任何声音的周老太爷牵着一条饿狼般的黑犬来到了灵修面前。那黑犬气势十足，当他突然出现在灵修面前的时候，一点畏惧之意都没有，半个身子往灵修身上一扑，龇牙咧嘴，一阵低沉的咆哮之后，整条狗在灵修身上不停乱嗅。如此恶犬看着怪吓人的。当这恶狗突然扑过来的时候，灵修直播间中不少水友被吓得不轻。而这边灵修面色冰冷，不为所动，面对恶狗内心惊恐之波动0-0，一点都没在怕的。与此同时，灵修耳边响起一道冰冷的系统之声：低阶黑犬，等级5，力量35，速度21，精神15，技能撕咬、黑雾、夜视、血斩。这狗龇牙咧嘴，看起来普普通通，没有想到它的力量、速度等竟比黑豹、血蟒高出许多。秀秀！婚房前眼看着儿子儿媳都要成双成对了，这周家老太爷却突然带着恶犬出现在儿子面前，任凭恶犬在儿子身上嗅来嗅去。这要是换成一般家庭，恐怕早就翻脸了。而这边灵修这是神色冷漠，任凭那恶犬反复嗅着。好半天后，这恶犬的脏爪才从灵修身上下来，转头冲着老爷吠了2声，那语气好像在说：老爷子，这人我验明正身了，没有问题。这边周老头在听得恶犬的狂吠之后，僵硬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诡邪的笑容。随后周老头将狗绳一牵，冲着灵修说道：我儿春宵一刻值千金，老爹我就不打扰了，今晚你好好加把劲，争取把事做成。说完这话，周老太爷随手一样，随后一团白色的雾气弥漫开来，道道诡异而暧昧的气息直接钻进灵修鼻子里。周老太爷撒完诡异粉末，本也没打算听见灵修的任何回答，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一向高冷的儿子却突然开口说道：爹，你这狗不干净，小心出门被人用绷带给捆了。啊！灵修这话来的没头没脑，周家老头听后满脸疑惑，稍稍停步，见自家这乖儿子没有其他话要说，周家老头才一声冷哼，牵着恶狗缓步离开了房间。周家老太爷离开后，灵修屋中就只剩自己和床上穿着红装的美人。喜庆的灯火之下，美人腰身如卧，姿态盈盈的在床边坐着，她的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都莫名的牵动着灵修的神经，迫使灵修脑海中不断出现一个奇特的声音，告诉灵修，她就是那个对的人。所以这是媚术。床榻边，
林修不解自己莫名的心动到底是为了什么，但不知不觉间，林修却突然满脸通红，望着床上美人，她的身子，她的手，林修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坐到了美人的身边。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新娘子，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此时，林修面带微笑，双目含春，眼神之中早已没有了向来的高冷。当望见面前一幕的时候，林修直播间里的弹幕飞涨。我的天啊，林修大佬把持不住了。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出在刚刚周老太爷撒的药粉吗？林修大佬，你可一定要控制住自己啊！这副本你都掌控到如今这个程度了，要是在这最后的关键一步失手，那也太可惜了吧！好家伙，年度好戏再度上演。林修大神，不要怂，直接把这新娘子给推翻，当场和她啪啪啪。这一晚上，林修直播间内的水友们呈现两极分化，既有为林修可惜，希望林修赶紧恢复理智的，也有搬着小板凳前排吃瓜，就为了看顶级好戏的。而此时，婚房之内，林修虽然双目迷离，但是意识却是清醒的。他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现在很难受，但是作为一名冷淡之人，林修的眼神又没有半点特殊的感觉。所以这是怎么回事？精神分裂呗。林修修炼阴神的时间不长，按理说他现在这种极端矛盾的情况是极有可能导致走火入魔，从此浑浑噩噩无法超生的。但好在林修体质特殊，前有人间鬼神之躯打底，后有满级金光咒作为陪衬，因此林修一时竟没有走火入魔。他进入了阴神修炼体系中，新手极难操控的凝神观心节奏，这是低等级阴神向着阳神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世间，修炼鬼神体质者可入阴司，成为阴司大佬；修炼阳神者可入天界，成为传说中的神仙罗汉。此时，林修距离真正的大佬虽然仍有遥不可及的距离，但进入凝神观心的他，却已经比很多人提前拿到了迈向巅峰的门槛，路一下子走宽了。此刻，对于自己身上的状况，林修并不了解。他的阴神摒弃凝神，闭眼观心，如同金身罗汉一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窥视着整个房间，那目光仿佛窥视着一整个宇宙。而另外一边，林修的身体却不断的发热滚烫。他缓缓伸手摸到了新娘子那光滑无瑕、略微有些冰冷的肌肤，而床上的新娘子却只是微微一震，毫无反抗，甚至他还稍稍将自己的身子靠近了一点，更加贴近林修，让两人的状态更加亲密。这一动，林修浑身上下血脉喷张，刺激坏了。这喜庆而昏暗的房间里，林修和新娘子此刻的动作不多，但是二人任何一点细微的动作都在牵动着无数观众的神经。时间流动的多么缓慢，眼看着林修和新娘子一点点靠近相拥。终于，林修直播间中有室友再也坐不住了，拿着自己的直播设备高声狂喊：你倒是掀开他的盖头，让我们看看新娘子啊！水友的狂喊很快化作弹幕飘到屏幕之中。此言一出，一众水友皆有同感。瞬间，林修直播间的弹幕上飘满快掀开他的红盖头。婚房里不知道是不是听见了水友们热切的心声，床上默默摸索了一番的林修突然有了新的动作。他双手缓缓地抱住了新娘子的双臂，一双眼睛满怀激动，瞪得大大的，仔仔细细盯着新娘子脸上的红盖头。所以林修大佬终于要动手了吗？直播间里眼看着林修即将接近最为关键的一步，这边林修直播间里突然又有水友刷出了弹幕：林修大佬，你接下来的动作可要谨慎啊！掀开了新娘子的红盖头，你可就回不了头了。要知道，今天晚上山庄布局的关键就是让你和新娘子结合，然后孕育出九世灵胎啊！这九世灵胎一听就是顶级凶物，想要灵胎出世，你们极有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一般情况下，试炼者们的直播间中是很少出现字数如此漫长的弹幕的。而当这些弹幕突然从屏幕上刷过的时候，直播间里一片静谧。确实，一切就像弹幕所说的，一夜之间想让所谓的九世灵胎出世，一般的手段怎么可能？所以先前老太爷曾经随口提过的九世灵胎，在出世的过程中，一定是要消耗大量的灵能和血肉的吧？灾局在前，想要避免沦为妻子的唯一办法，恐怕只有放弃新娘子，转身离开这座婚房了吧？所以不管怎样，林修大佬一定要挺住啊！无声的夜色下，红烛摇曳的婚房中，面对着近在咫尺的新娘子，林修胸口起起伏伏，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面前的美人。当林修直播间无数水友刷出不要啊，千万别掀开红盖头的时候，林修微微一笑，他的状态似乎恢复了，自信充满治愈的笑容再度出现在林修的脸上。望着新娘子，林修缓缓地伸出了自己的手，将那名贵的红盖头轻轻一掀。在那几乎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一张倾国倾城、纯欲到了极点、几乎无可挑剔的脸出现在了林修面前。望着这美丽的脸庞，林修顿时呆了。这人林修确实见过，3天前在东海医院接诊的时候，林修曾与一位穿着衬衫的美女擦肩而过。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她的模样却深深地刻在了林修的脑海中。而且当时穿着衬衫的美女虽然看似不经意和林修擦肩而过，但这美女给林修的感觉却像设计好的久别重逢，她是刻意来见自己一面的。在这种情况下，林修一直努力地回想自己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和这美女见过。可惜几天过去了，林修都已经重新开始了一段新的惊悚试炼，他仍旧想不起来自己和眼前的美女在哪里见过。而这边刚刚被林修亲手掀起盖头的美女，脑海中还回想着自己方才和林修的温存，她的手不经意地划过自己的手臂、腰间，每一次触摸都是那么温柔。眼前这位美艳到了极点、极品纯欲风美女不是别人，正是不久前曾在东海医院外的高塔上默默窥视林修和徐家接触的那位神秘之人。而且林修的记忆并没有出错，当初林修在医院擦肩而过的美女，
确实就是这位纯玉峰美女，而且两人的擦肩而过也确实是纯玉峰美女设计好的。只是他从未想过自己就这么不经意的擦肩而过，居然就这么灵修哥哥给记住了。这位美女，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我的天，她不就是惊悚世界12天王之一的嘉儿？我听说她身边拥有一尊极其强大的守护灵，那守护灵一怒之下可以掀起滔天巨浪，直接吞没任何一座人口上千万的城市。而且据说这位嘉儿大神已经成功完成守护灵召唤，将那守护灵带到现实世界中了。现在不论是在惊悚世界还是现实都市，嘉儿小姐都是不容忽视的顶级存在。这一夜，当灵修亲手掀开新娘子盖头，新娘子彻底露出真容的时候，全网惊呆了。这嘉儿小姐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婚房里？莫非她就是今天一直没有露面的第11位试炼者？可是论理，像嘉儿小姐这样的顶级大神，他们是很少和只经历过1-2场试炼的普通新人排在一起的呀。嘉儿小姐莫非是动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才让自己掉入了新人试炼区？所以她来新人试炼区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成为灵修大佬的新娘？这不可能吧！这一日，山村试炼中系统标明试炼者共有11位，而在这11位中，除了从未露面的嘉儿，其他的几位正在关注直播的水友们多少都有些了解。众人怎么也没想到，这神秘的第11位试炼者竟会以如此意想不到的方式出场。所以这嘉儿小姐难道是山村副本中原先便预定好的新娘人选吗？又或者嘉儿小姐是通过某种手段替换了原先的新娘人选，自己取而代之，最终来到了这关键位置？这是听来颇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仔细想来，今天灵修大佬都可以悄无声息的击杀周涛，将新郎官的位置取而代之。既然如此，那么贵为惊悚世界12天王之一的嘉儿取代新娘又有何不可？此时山庄婚房内，当嘉儿那几乎无可挑剔、倾城绝美的面容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灵修呆了许久。从小丧失恐惧的他，难得感觉到自己心跳正在加速，那是一种莫名紧张的感觉。这感觉就好像有许多野马在自己的心头奔腾。尽管内心充满疑惑，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心头乱跳后，灵修终于还是开了口：“你是失恋者。”另外一边，面对着小时候就曾经见过，而且感情极深的灵修哥哥，嘉儿并没有过多地表露出自己的感情，因为他知道灵修的身份特殊，不到关键时刻，他的过去绝对不能暴露。小时候，灵修哥哥有些是忘了，倒也不错，至少不会被人突然挖出。望着灵修，可爱又迷人到极致的嘉儿淡淡一笑，随后道：“是的，灵修，我观察你很久了，叫我嘉儿。”此时，嘉儿并未打开自己的惊悚直播间，但他知道灵修背后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盯着。面对着灵修，嘉儿以一种颇为高冷的前辈姿态道：“今天你杀了周家的新郎官，我控制住了荒村外的新娘，想要获得这个副本的最终奖励，我们必须相互配合。配合之事有些困难，或许你可以尝试把直播间暂时关掉。”啊！一听这话，灵修有些愣住了。眼看着灵修有些不大理解，这边嘉儿眯眼一笑，继续说道：“有些秘密我们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告诉外人。”灵修是个聪明人，嘉儿此言一出，灵修便知道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嘉儿想搞些不为人知的大动作。对于同样化身新人的嘉儿，灵修还是颇有些好感的。他知道嘉儿的本事不差，有能力掌控全局。既然这女生对于接下来的副本进程有想法，那自己就暂时配合看看。于是望着嘉儿，灵修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随后啪的一声，灵修直接召唤出系统，关闭了直播画面，只留下一点声音。灵修这一关，全网上百万直播观众不干了。这好好的灵修大佬关什么直播啊？大佬，您这么做可就见外了，大家都是自己人，您快把画面打开啊！新婚之夜，洞房花烛，灵修大佬这个时候关闭直播，莫非是想和嘉儿小姐那样配合？松软婚床，绝世佳人，灵修大佬，你不能这样啊！漆黑婚房中，烛光飘摇。在确认灵修已经关闭直播间后，嘉儿仍未向灵修表明自己的任何身份。而灵修本就是个心思深沉之人，对于嘉儿的身份，灵修内心颇有些猜测。但有些话不到关键时刻，他绝不会问。在关闭了直播后，灵修二人只是稍稍互相看了一眼，便已经形成了默契。就在此时，嘉儿继续开口道：“九世灵胎是风水先生和周老太爷在开启黑檀秘宝的时候，意外在一处小小的铜棺内发现的诡异之物。这灵胎本是一团浑浊之气，开棺之后形成一片灰黑色水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周老太爷将这灰色水晶研磨成粉，让周家少爷吞服，渐渐在周家少爷体内重新恢复浑浊之气。今晚只要周家少爷和新娘子顺利结合，将灵胎气息渡入新娘子体内，那灵胎将吸食新娘子母体精华，孕育而出。九世灵胎孕育而出后，作用不明，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吞服灵胎，试炼者至少可以平添300年修为，直接跻身12天王序列，是吗？漆黑婚房内，听着嘉儿的解释，灵修默默点了点头。关于灵胎之事，灵修在控制住周家少爷后，其实早有察觉，只是他所掌握的信息不如嘉儿多罢了。在听见嘉儿如此解释后，灵修目标更加明确，一抬眼冲着嘉儿直接便道：“周家少爷体内的黑浊灵气，我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医术提取出来，但我这边缺乏母体。”灵修说到这边，上下打量了一番嘉儿那几乎令人疯狂的完美身躯，开口又道：“你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应该不会是想贡献自己的身体吧？”噗！听见这话，嘉儿灿烂一笑，随后整个房间中空气一冰，一团水雾自地上翻涌而出，白浪翻涌间，一具浑身赤裸、完美无瑕的女尸出现在了灵修面前。漆黑的房间中，望着水雾中冰冷的女体，嘉儿开口说道：“这就是山村副本中原本的新娘。我在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僵化，现在的她唯一的作用就是充当母体，以助九世灵胎的诞生。”听见这话，灵修神色平淡的点了点头道：“以人体养胎，这是挺邪性的。”此言一出，嘉儿不由得又笑了一笑：“怎么样，你后悔了吗？灵修，
你若是不喜欢，咱们可以不做。面对灵修，佳儿态度温和，什么事都可以顺着灵修。此时的他就差没有开口喊灵修哥哥了。而另一边，面对着佳儿的充满回旋余地的询问，灵修脸上面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变化。生老病死，天各有命。自从成为一名医生后，我见过了太多的死亡。正所谓人死如灯灭，人死不能复生。在我看来，在这世间，任何一具尸体都一样，在尸身主人断气的刹那，他身上的任何人伦道义都已经松绑。一个一生为善的好人，若是死后化作恐怖僵尸，那么僵尸造成的杀戮应该算在谁身上呢？有些道理，若要硬扯起来，是讲不清道不明的。蚁人养胎虽然邪性，但这母体既然早已丧失了生命体征，那我也不会再过多地把它当人看。对尸体投入太多的感情，做不好科学研究。我本人其实也挺邪性的。漆黑的婚房中，在得到了可供90灵胎降生的母体之后，灵修很快进入了状态。望着灵修背影，佳儿心有所动的点了点头，不再多说什么。而另一边，灵修则化身绝世鬼医，不需要任何人的指引，直接进入了指引90灵胎出世的节奏。这件事原本按照周家老太爷的安排，他们是希望今晚的2位新人通过最亲密的身体接触，完成洞房之后，把灵胎从周家少爷体内直接过渡到母体身上的。然而这件事因为有灵修和佳儿的参与，导致90灵胎出世中最为关键的环节破碎。如此一来，为了推动90灵胎的最终出世，灵修只能自己动手。宽大的婚床旁，望着床上的周涛，灵修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中。他在床边待了片刻，随后伸手拉开了周涛的衣服，将周涛的肚子露了出来。伸手按按周涛的肚子，灵修开口又道：“周涛体内的灵胎气息已经成型，此时正凝聚于周涛丹田至下身之间。接下来，我可以用比较干脆的刀法，直接将周涛体内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精华一出，我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那精华注入母体之中，促使90灵胎顺利着床，为其诞生做准备。”灵修身后，佳儿听到这边不住地点着头，他的眼里充满了对灵修的赞许和期待。而直播间中，无数光听见声音不见画面的水友们却不干了：“灵修大佬，你能耐不差啊！这90灵胎降生引导的活你都干了，我佳儿女神这边做什么？灵修大佬不愧是灵修大佬，大佬面前即便是12天王也无事可干，大佬光芒无人能挡。”这边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正嗨着呢，突然众人又听灵修开口说道：“在灵胎引渡的过程中，我担心会引起阴阳混乱，百鬼来潮。我的修为有限，在极度的混乱中可能无法自保。你若想和我一起得到最终奖励，我希望在一会天地出现异变的时候，你能站在我这边，毫无保留的保护我。”啊！灵修说话这话，直播间的水友们全都呆了。而这边众人却听见佳儿十分干脆的道：“没问题，灵修哥哥，你既然敢把后背交给我，那佳儿也绝不会让你失望。我愿意一直守护灵修哥哥。”灵修哥哥，佳儿此言一出，包括灵修在内，众人不解，而佳儿却只是望着灵修，淡然一笑，不再多说什么。另一边，灵修听见这话，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神中带着一丝感激之意，说了句：“若是如此，那就多谢了。”引渡灵胎，百鬼暴躁，这点灵修心底其实早有准备。实际上，今天晚上就算没有认识佳儿，在有黄金果实部和满级金光咒的帮助下，灵修也是有机会在天地异变中存活的，避免自己被无数恶鬼拖入无间。他之所以特地强调让佳儿保护自己，为的就是和佳儿之间确立一种明确的合作关系。若是佳儿愿意全心全力的帮助自己，那么在最终的副本结算时，灵修自然愿意让利。若是佳儿在巨变之中只顾自己的利益，那么灵修可能便会将佳儿列为不可接触之人。他不过是试探性的提醒佳儿注意接下来自己的选择。他从未想过佳儿会直接喊自己哥哥，所以这位在东海医院就开始刻意制造见面机会的小美女，真是冲自己来的。她和自己到底是什么关系？漆黑的婚房中，面对着乖巧可爱的佳儿，灵修不再多说什么。作为一名从小丧失恐惧的家伙，哪怕是只有1%存活机会的顶级冒险，灵修的内心也不会泛起任何波澜。眼下引渡90灵胎之举，灵修至少有70%的概率可以毫发无损的活到最后。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就跟没在怕的了。伸手轻轻按摩周涛已经有些生硬的肚子，一抹的气息缓缓地从周涛肚子上往下推，一股奇力一直推到了周涛下身隐蔽之处。感受着手中传来的一丝冰冷和僵硬，灵修目光一冷，手起刀落，道血光间，不少精华快速而出。下一刻，灵修手上泛起一道婴儿拳头大小的庚金琉璃火，庚金琉璃火包裹之下，那道精华被牢牢禁锢。与此同时，山庄内部刮起一股可怕的阴风，那些早已默默散去的村民，一个个吊着眼珠，露着生硬的脸，口中发出呵呲呵呲的声响，缓步向着婚房出走来。幽蓝色的火焰诡异莫名，内中精华散发着无尽的因果和强大的怨气，怨气一出，震撼天地，一时间百鬼夜行。呵呲！山庄内那些食用了大量诡异食材，同时服用了麻痹药粉的山民们开始双眼发白，目泛青光的往灵修二人所在的婚房方向走。此刻，婚房外，风水先生穿上一身道服，摆上祭坛，祭坛上3柱高香、符纸、糯米、铃铛。今晚，满村山民皆是风水先生兵将，在百鬼夜行的时候，这些山民将英勇无畏地挡在婚房面前，清除百鬼，击杀怨灵。这便是风水先生和老太爷过去一段时间所做的精密布局。今天晚上，只要成功吞服90灵胎，风水先生便可道行暴涨，返老还童，变成2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周老太爷则可以彻底跳脱3界，成为僵尸界的翘楚。如此大好的局面，风水先生绝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
黄纸撒钱，糯米开路，在百鬼夜行真正到来之前，风水先生指引着几百名山民们缓步地往婚房方向走。但就在风水先生手握桃木剑，剑扎引路指的时候，突然之间，风水先生手上的铃铛炸裂，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哐当当，起弹之际，望着炸裂在地的铃铛，风水先生瞬间呆了。惊诧时，风水先生体内一股强烈的气息翻涌而出，瞬间，风水先生脸色一变，一道滚烫的鲜血一下子从风水先生的喉间呕了出来。在搬运山民行尸的时候，风水先生遭到了极其强烈的反噬，根基竟隐隐出现了动摇。望着那铺满祭坛的黑血，风水先生愣了许久，脑海中无数画面闪过，眼看着那些诡异的山民一个个从自己身边走过，突然，风水先生目光一凛，眼神之中流露出愤怒之色，冲着山庄黑暗处便喊：“四眼仔，别躲了，我知道是你！”风水先生此言一出，黑暗中没有任何回答。哼，望着面前一幕，风水先生一阵冷笑，随后从自己身后的包裹中取出几枚诡异的阴雷，冲着某个假山方向道：“四眼仔，你我师出同门，你别以为能瞒得过我！”眼看着风水先生手中的阴雷就要丢出，黑暗中一位四眼仔缓步走了出来，望着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上10几岁的风水先生道：“我的好师兄，几年没见，你怎么还是如此毛毛躁躁？我知道你手中的阴雷威力大的惊人，可是那又怎样？你这阴雷若真伤得了我也就罢了，要是伤不了我，还把那9世灵胎给搞没了，那可真就得不偿失了。”四眼仔隐蔽在山庄之中，偷偷布局已久。他相信今天晚上自己的同门师兄绝不可能丢出手中的阴雷，也正因如此，四眼仔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走到风水先生面前。死！黑暗中望着缓步走出的四眼仔，周老太爷身边的黑狗发出了一阵饿狼般的低笑，龇牙咧嘴，浑身炸毛。而另一边，周老太爷的牙槽也莫名胀大起来，2颗巨大的僵尸獠牙逐渐显露出来，手上锋利的指甲不断伸长。周老太爷，老山民僵尸了，今日好不容易得了天大机缘，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计划被人破坏？因此，不等风水先生和四眼仔较上劲，周老太爷已经开始发威了。呵，四眼仔作为一名风水术士，潜伏山庄已有一段时间，关于老太爷的能耐，四眼仔自然也是清楚的。可是这老太爷就算再怎么厉害，普通的山民僵尸终究有个上限。今晚四眼仔手下有的士兵，他绝不可能让周老太爷和自己的师兄掌控局面。周老头，你这死而不倒的老东西，就你这点能耐，也敢逞能吗？婚房前望着满脸狰狞、阴气森森的周老太爷，四眼仔冷声说道。说话同时，2名实力不俗的五行术士自假山后边走了出来，口中念念有词，瞬间巽位之上，一道阴风自老太爷左后方狂躁而出，一下子将这僵尸老头包围起来。同时，地面上巨石隆起，一块接着一块，如同大山一般砸向老头。猛烈攻势直接拉起战端，一下子就连黑狗都卷入了战斗。黑暗中望着不远处的战斗，先前按照灵修指示默默观察的双马尾美女有些呆了。她用力地握紧自己手中的匕首，看了看自己身旁的四眼鬼差，还有身后那几个面无表情的黑衣人。她不知道自己应该什么时候出手，唯有双生鬼差神色平淡，一点不慌。这家伙跟他主子一样，遇到危局稳得一批。婚房外倒是风水先生和四眼仔这对同门师兄弟僵持住了。风水先生不动手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四眼师弟背后出现了几个诡异的傀儡。这些傀儡一个个看起来大学生模样，年纪轻轻，但是他们身上却散发出了不俗的气息。论单打独斗，风水先生自认自己可以一个打师弟3个，可若是加上师弟背后这么多傀儡，风水先生可就有些搞不定了。另外一边，四眼仔之所以一直没有动，是因为他在担心一件事，那就是今天早些时候，那位曾经凭借一己之力抓了自家几名山贼，还强势驱逐了2名五行术士的巡逻队长。那巡逻队长既然拿着周家的俸禄，那么今天晚上他应该会出面帮周家的忙吧。而除了巡逻队长外，四眼仔还从几名大学生口中得知，在今天混入山庄的一人中，还有一个叫做灵修的家伙。这家伙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本事不差。四眼仔担心关键时刻，这个叫做灵修的家伙有可能突然出现闹事。一位巡逻队长，一位灵修，在这2股势力尚未完全露面之前，四眼仔不想跟自己的好师兄拼得刀刀见骨，到时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可就大大的不好了。是夜分为诡谲的山庄中，四眼风水术士自以为高明的掌控着全局，唆使手下将自己的师兄团团包围起来。几个月前，早在山中黑檀秘宝开启时，四眼仔就已盯上自己的师兄了。这对从未和谐过的师兄弟，最终走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眼下四眼仔之所以一直没有动手，是因为他忌惮于那藏在暗处的巡逻队长和神秘的异人灵修。只是此刻的四眼仔并不知道，自己最忌惮的巡逻队长和异人灵修其实是同一个人。四眼仔自以为自己掌控大局，但其实他所掌握的大局只在第3层，而灵修所掌握的大局在第10层，两人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百鬼出没的深夜，现实世界中上百万直播间水有的屏幕一阵又一阵闪烁。从百鬼夜行开始，灵修的直播频道开始逐渐恢复，画面一开，直面恶鬼。水友们虽然吃了一惊，但也总算是有东西看了，众人心下大喜。深夜里，直播屏幕画面闪烁间，一个个面目惨白、面庞发青的孤魂野鬼缓缓地从面前走过。这些孤魂绝大多数目标明确，自荒山中缓步而来后，一个个如同觅食般，手脚麻利地向9世元婴所在的方向奔去。但也有一些奇怪不合群的，走到一半，突然莫名转过头来，一张丧气的鬼脸，冷不丁转头冲着水友们目光所在的方向停留上几秒，猛地一下把水友们吓得不轻，恐怖值直接飙高，差点没把手中的屏幕直接狂甩出去。
我的亲娘爷，这百鬼夜行，光看着就如此吓人。灵修大佬此时身在阵中，真不知是什么感受。我敢断言，惊悚系统肯定在什么地方卡 bug 了。在这世上，没有惊恐值永不浮动的人。别看灵修大佬此时恐怖值波动0-1，但我肯定灵修大佬此时一定慌的一批。别说百鬼夜行了，在这世上，就算是10鬼堵门，恐怕也没有多少人敢给那恶鬼开门吧。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我的小棉被凉飕飕的？惊悚世界里的鬼怪，不会真的可以被召唤到现实世界中来吧？另外一边，婚房之内，灵修在取出了周涛体内的精华后，他的四周各种气息便不再受控制，变得极端暴躁而诡异起来。灵修站在床边，但整个却仿佛站在了风极宇宙，随时都有可能倾倒的悬崖边。身后是早已沦陷的土地，面前是无尽的风暴和深不见底的黑色海洋。处于漩涡中心的灵修，如同凌渊骑快马一般，每一步都有可能导致自己的坠落。在这种情况下，要说不紧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这人本身是个变态。而恰好灵修就是这么一位感觉不到害怕和紧张的人。周涛血迹斑驳的尸身旁，灵修手握精华，缓缓地将自己的目光往下女子尸身。这女子浑身光滑，腹部平淡，双腿修长。当灵修缓缓地将自己的右手靠近女子时，地面上10几头浑身散发着可怕恶灵气息、面目呆滞而凶狠的孤魂野鬼钻了出来。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吞噬尚未出世的九世元婴。把东西留下！恶灵们的每一声低嚎都十分瘆人，让人听后不由得浑身冰冷，头皮发麻。但面对着这些普普通通的恶灵，灵修却不为所动。他再度将自己的手伸向了女子腹部之间。不，你会后悔的。房间里，眼看着灵修即将动手，地面上冒出的孤魂野鬼越来越多，无数孤魂野鬼伸出了自己的手，抓向灵修。那剃刀一样近在咫尺的利爪，再度使得灵修直播间里的神友们头皮发麻。眼看着那山呼海啸一般的恶灵气势几乎要将灵修手上的庚金琉璃火扑灭的时候，突然间鬼巢之前出现了一道诡异的金色大网。大网一出，一大波鬼巢全部被隔绝到了大网之外。这山中恶鬼们向来暴躁，哪里受得了这鸟气？房间中大网一出，众鬼狂怒，瞬间全部诡异之气统统压在了大网之上，疯狂摇晃拉扯，一个个恶鬼开始鬼哭狼嚎，大声狂叫，声势之大令人震撼。眼看着便排山倒海的气势便要冲击而来。然而这婚房中这大网却不知是何物织成，异常坚韧，在众鬼疯狂的撕扯下，大网虽然摇晃得异常剧烈，可却一点被撕毁的感觉都没有。夜色下，反倒是独门独户的婚房剧烈的摇晃起来。望见眼前一幕，神友们不仅失声一笑，暗自诧异道：这金网如此牢固，一会不会房屋塌了？这金网还没倒吧？一张能够瞬间拦住百鬼夜行，将山崩之势拦于咫尺之外。网的这边地动山摇，网的那边平静如水，这得是多大的能耐，才能有如此强势的控场手段？所以这张金色的大网应该是12天王之一的嘉儿女神布置的吧？灵修大佬虽然厉害，但他毕竟还只是个新人啊。直播间内神友们议论纷纷。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名带着12天王标记的匿名者发出了弹幕。这条弹幕一锤定音，那大网是顶级的金光咒，而据我所知，嘉儿身上并没有类似的技能，嘉儿女神身上没有类似的技能，那么这张金色的大网就只能是灵修大佬织成的呗。我的天啊，这灵修大佬感觉有点猛啊！望着面前一幕，直播间外几名来自华夏高层的管理者内心不由一动。不久前，由于神秘人的召唤，6、7头恶鬼自惊悚世界而出，包围了一辆满载孩童的校车。由于目前这个阶段，试炼者中有能力将自身技能投送到现实世界的少之又少，因此在面对只有区区 B 级的恶灵，当时华夏高层竟束手无策，结果导致在那场灾难中，校车内30几名儿童全部不幸被恶灵掳走。而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华夏高层能够拥有如此顶级的金光咒的话，那么那些区区的 B 级恶鬼又何足为惧呢？看来灵修这位已经红得发热的超级新人，华夏官方也该积极拉拢了。满级金光咒异常牢固，坚不可摧。婚房内，当看到那天罗地网般的金光咒时，嘉儿也不免有些呆了。望着灵修，嘉儿脸上又一次露出了赞许的眼神。灵修哥哥，你比我想象中还要优秀。这边在控制住了九世灵胎的精华后，灵修能够感觉到一股可怕的戾气正在自己身上不断的绞杀。九世灵胎藏在漆黑的黑潭之下，已有100年之久，在他身上始终压着一口无比厚重的铜棺，令九世灵胎久久不能出世。长久积累的怨气，使得九世灵胎早已成为煞体。眼下，哪怕灵修正在帮助九世灵胎出世，他也不得不受无边煞气的影响。好在灵修本身也是个煞体，他的极度战力、恐惧散发，也绝非一般人可以承受的。九世灵胎出世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大体上就是把灵胎载体从父亲体内转移到母体之中即可。但整个过程，灵修却感觉自己像是在10万倍重力场中进行一样，每一个动作都变得异常艰难、异常缓慢，就连空间也似乎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扭曲。一边是百鬼夜袭，一边是可怕的空间扭曲。在这种情况下，灵修竟然还能面色平静、波澜不惊地操控一切，神友们也是服了。漆黑的婚房内，灵修将自己的手轻轻地放在母体平坦的腹部之上，一道巧劲过后，那早已僵硬的母体突然的一下发出一阵轻吟之声，随后那带有特殊精华的庚金琉璃火完全融入了女子的身体里，一团火焰带着九世灵胎精华在母体腹部中流转。渐渐的，女子的小腹见风就胀，如同怀孕一般。望着面前一幕，金色大网外，百鬼们叫得更加疯狂。对于山中的恶鬼们来说，尚未植入母体的九世灵胎价值最高，直接吞服灵胎精华，
恶鬼们可以直接晋升为一域鬼王，震撼一方。而对于他们来说，成功出世的九世灵胎啥也不是，甚至由于九世灵胎的强大，将来山中百鬼还不得不臣服于他。所以，成功出世的九世灵胎对于山中百鬼来说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杀！另外一边，婚房外，四眼仔夜观气象，隐约察觉九世灵胎已经顺利进入母体。此时距离九世灵胎顺利出世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不能再等待了。尽管传闻中的巡逻队长和灵修一直没出现，但四眼仔还是决定不等了。他打算直接对自己的师兄动手，控制住风水先生加老太爷，那九世灵胎无论如何都跑不掉。师兄，多年不见，让我重新见识一下你的道术吧。院落外，望着满脸谨慎的风水先生，四眼仔冷声说道。说话同时，几名大学生背后的傀儡丝线绷紧，一个个冷着双眼，从不同的方向向着风水先生包围而来。其中不少人更是直接亮出了武器，长刀、铁链，还有枪。另外一边，化身僵尸的周老太爷和2位五行术士高手站得正酣，场面极其混乱。望着这些来者不善的艺人，风水先生眼带愤怒之色道：四眼，这么多年你还是那么邪性，当初师傅把你逐出师门并非没有道理。四眼听见这话，轻蔑一笑，不为所动。这边风水先生一手握着桃木剑，一手抽着一沓黄色符咒，一边跺着步子，一边念念有词。祝词完毕，轰的一声，风水先生手中的符纸乍燃，道道火光卷着符咒四处飘散。符纸飘散下，一些被四眼仔设局控制的村民开始目散青光，从婚房方向转过身加入战场。一时间，风水先生声势不差。呵，望着面前一幕，四眼仔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师兄，我的好师兄，过去你和师傅总说我邪性，可你又比我好到哪去？这些山民本命不该绝，但你却为了一己私利，将他们统统杀死。哈哈，你这个人说一套做一套，根本就是个人面兽心的狗东西。四眼仔这话说的风水先生颇有些羞臊。山村黑潭之事，风水先生本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哪里知道关键时刻竟被自己的同门师弟横插一脚。风水先生向来爱惜自己的名声，所以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四眼仔必须死。只要杀了四眼仔，就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山村黑潭干的事，那么自己就永远是堂堂正正、作风正派的那个人。轰！婚房外，就在风水先生和四眼仔冷冷对峙的时候，那些受到风水先生驱使的村民早已经猛烈地扑向了几名大学生傀儡，而风水先生也没有闲着，从背后抽出一沓新的符咒，长剑一划，一道可怕的火球便瞬间冲向自己的师弟。黑暗中，火光照耀，望着那一团灼热的火焰，四眼仔眼镜上全是光芒，而他的眼里则是止不住的兴奋。火光重重地撞在了四眼仔身上，面对火光，四眼仔浑身猛然腾起一股可怕的黑气。轰的一声，一阵猛烈的碰撞之后，四眼仔浑身毫发无损。望着眼前一幕，风水先生双眼猛烈收缩，冲着师弟开口便道：四眼，你还说你不邪性？你要不修炼邪术，身上这煞气从哪里来？对此，四眼仔不由笑道：我的好师兄，师弟我邪得光明正大，而你正直的十分猥琐呀。四眼仔的邪气确实挺强的，风水先生正统的道家符咒打在他的身上一点事都没有。但就在这两人激烈对战的时候，灵修直播间有些水友闲着没事拉动视角，将注意力放在了这屋外的战场上。望着四眼仔那笼罩周身3毫米的黑煞之气，不少水友噗的一下笑出声来。四眼仔身上诡异的煞气看起来确实挺可怕的，但是和灵修大佬恐惧散播的异能相比，他身上这点煞气就是个弟弟好吗？在战斗的时候，灵修大佬身上的煞气名为实体，别说是方圆10米，就算是上百米高的大楼也能完全笼罩起来。光就这点来看，和灵修大佬相比，四眼仔简直弱爆了。哇呀！呜！凄凉的夜里，婚房之中，那浑身光滑的母体在融入了九世灵胎的精华后，肚子见风就胀，渐渐的便好像10月怀胎一般，整个肚皮圆鼓鼓的，腹中胎儿眼看就要出生。面对此情此景，金光咒外的百鬼们更加疯狂，众鬼伸出利爪，不断摇晃大网，同时猛烈地拆卸着房梁、地砖，地震般剧烈晃动的婚房眼看就要塌了。而婚房之下，灵修不为所动，他的手轻轻地搭在光滑女子冰冷的手腕之上，查看着女子的脉搏。这女子在出现在灵修面前时，本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是九世灵胎的到来，使得光滑女子重新有了诡异的脉象。这诡异的脉象，一般人其实很难把握。灵修之所以能够掌控它，主要还是得益于之前自己从副本试炼中得到的诡异医书《青囊经》。这青囊经除了记录了世间无数奇异的药物之外，对于现实世界中无数神秘的脉象也有记载。此时，光滑女子脉象沉重、滚滑，稍稍分神便很难检测得到。当脉搏中九世灵胎的胎息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灵修双目微微一抬，望向不远处，正面带微笑，满脸轻松观察自己的家儿。灵修正色道：关键的时刻到了，接下来我会撤去大网，全力保九世元婴的出生，到时候天地之间阴气倒悬，恶鬼冲击，我希望你能保我1刻钟时间。这边嘉儿小姐姐原本正满脸微笑地欣赏着无所不能的灵修哥哥，当听见灵修这么一说的时候，嘉儿面色微变，绝美的脸庞上流露出无比认真的神色，冲着灵修开口说道：没问题，交给我。嘉儿是个能办事的人，本身实力也令人震撼，他的保证令人信服。这边望着一脸认真的嘉儿，灵修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嗯了一声，手上一股鬼神气息催动，下一刻，那肌肤光滑的女子突然猛然瞪大了双眼，口中发出了一声惨烈的叫声。紧接着，女子身上青筋绷起，浑身用力，一双惨白的手紧紧地抓住了灵修的手臂。怨尸临盆，
九世灵胎出事在即，因为意外而惨死的妇人，在孕育灵胎的过程中满脸怨气，瞪大双眼，惨烈嚎叫时，一双愤怒的眼睛里不时散发可怕的煞气。这煞气冲天起，不比四眼仔那几毫米的护体气息厉害得多。婚房现场，女尸身上冲天的怨气和九世灵胎本身的煞气结合在一起，在漆黑的夜色之中形成一个可怕的倒悬漩涡。漩涡一成，轰的一下，山庄里周老太爷精心打造的婚房瞬间轰塌。而伴随着婚房的轰塌，灵修同时撤去了金光咒织就而成的大网。一时间，百鬼的侵袭，倒悬的漩涡，高速旋转的房屋碎片交织在一起，如同可怕的杀人机器冲向灵修。危机现场，灵修将原本的金光咒织成一张小网，小网如同一件薄薄的衣服，牢牢护在女子身上。女子身体因为灵盆在即而不同起伏，同时满脸怨煞之气，模样可怕至极。但是在金光咒的保护之下，女子生产的过程倒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另一边，面对着可怕的风暴，灵修身上除了脑袋和双手，其他的部分全部被黄金裹尸布紧紧包裹，裹尸布上散发着一层莫名的光泽。而即便是灵修身上没有被裹尸布包裹的部分，金光咒的气息亦十分强盛，任何一块坚固的石头、梁柱冲击而来，与那金光咒一碰，当场破碎，化为齑粉。九世灵胎降生的核心之地，灵修护住产妇，不动如山。比起平静如水的风暴中心，外围的一切可就复杂多了。嘉儿，惊悚世界12天王之一，面对着最以瞬间摧毁整座山村的可怕气息时，脸上溢露出了谨慎之色。在惊悚世界里，试炼者根据各种灾难现象的恐怖程度，将各种灾难分为普通级、困难级、噩梦级、毁灭级、天灾级。眼下山村里这场灾变来得又快又急，它无疑是噩梦级的恐怖存在。这种噩梦级的恐怖存在，就连嘉儿身边那能够掀起滔天巨浪的守护灵也不敢轻易碰触。风暴中心面对着强势压迫而来的恐怖怨气，嘉儿召唤出了那位浑身湿哒哒、长发披散、穿着白色吊带睡裙的美妇守护灵。美妇一出，一道强大的雾气屏障瞬间将嘉儿、灵修等保护起来。灵修所在之地本就平静，在获得美妇守护灵这道加持之后，九世灵胎的降生变得更加平稳。雾气护罩内时光静好，而此时的护罩之外却是完全另外一番光景。从透明的护罩向外望去，外边排山倒海，各种可怕的气息如同末世海啸一般，向着灵修二人所在的地方狂躁地翻涌而来。也得亏嘉儿身边的守护灵足够强大，此时才能不受任何影响。九世灵胎诞生之地风平浪静，守护灵护罩外却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作为黑潭风波的始作俑者，即便是修为不差的风水先生，也没有预料到九世灵胎诞生之时动静竟会如此恐怖。前一刻，风水先生还在指挥山民和自己的师弟激烈作战，下一刻，可怕的倒悬风暴来至，风水先生和四眼师弟措手不及，只能各自退到一边，调动手段，艰难抵挡。整个过程中，风水先生和四眼仔被伤得不轻，而几名试炼者中，甚至有人直接被风暴中的碎片残渣劈开胸膛，死状极惨。婚房屋外唯有一股势力不动如山，他们是由双生鬼叉领衔的灵修队伍。面对着无休无止的可怕风暴，双生鬼叉从主攻的法器之中调出了一尊诡异的石像。这诡异石像正是当初在金融大厦上提着白蜡燃魂灯、双眼蒙着红布的可怕光头僧侣。双生鬼叉早在跟随灵修之前，便已对诡异石像的属性十分熟悉。石像一出，风波稍定，确保了纸扎一样的鬼差不至于被狂风吹走。这风波为什么这么可怕啊？我的好师兄，你这一次到底惹了什么？是夜面对着那几乎毁天灭地，一下子就将无数山民僵尸和夜行百鬼摧毁殆尽的可怕风暴，四眼仔一边闪躲，一边发出难以置信的疑惑。而另外一边，面对四眼师弟阴阳怪气的询问，艰难闪躲的风水先生目光冰冷地瞥了他一眼，嘴上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此时的他身上符咒被风暴间拉扯的电光点燃，可怕的雷霆夹杂着阵阵大火，令风水先生十分难受。面对着此情此景，风水先生大胆断定，今夜周家的那对新人早已荡然无存，没有人能够在风暴核心存活下来。然而就在风水先生笃定风暴核心必然没有生人的时候，此时金光咒笼罩下的光华女士旁，林修正化身妇产科医生，为早已经断气多时的女子引产。这女子此刻虽然青筋浮起，一双眼睛恶狠狠地望着天穹，但实际上她身体冰冷，浑身僵硬，想要她顺利生产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可即便如此，林修还是通过了他那黑市诡异神秘的手段，一点一点将女子体内气息诡异的婴儿给推了出来。渐渐的，林修眼中出现了九世灵胎那充满煞气、无比诡异的青色脑袋，这脑袋上没有一点毛发，湿漉漉的，十分吓人。而伴随着九世灵胎的出现，女子口中恶鬼般可怕的惊笑声更加瘆人，那声音冲向天穹，刺激着每个正在观看直播的水友们的耳膜。一时间，一道无比可怕的怨气回荡在整个城市上空。今夜，无数人双眼呆呆地盯着自己手中的屏幕，在如此可怕的声音刺激下，今夜注定无眠。我实在不了解，在如此恐怖的声音下，灵修大佬是怎么做到面不改色的？他在接生，他居然再给一具已经断气许久的女士接生，所以他真的一点都不怕吗？扑通扑通，还有那脑袋发青的灵胎，看着就是顶级煞体好吗？放任这么一具恶煞出世，真的没问题吗？帮助此等怨煞出世，是要沾染因果的吧？眼看着女子腹部之下，那婴儿的头颅一点点扩大、滑出，水友们感觉自己的头皮早已发麻，内心里真的很害怕。时间在无比压抑的气氛下缓慢流走，就在整个山村的房屋几乎都被可怕的风暴连根拔起，整个山庄只剩下一片废墟时，那传闻中的九世灵胎终于在灵修的推动之下
整个身子划出母体。而当九世灵胎划出母体的刹那，金光骤下的女子又一次爆发出了无边的怨气。在那可怕的怨气声下，女子的身体迅速干瘪，一开始是皮包骨，接着连骨头也塌了下去。风一吹，整个女子瞬间化作一片粉末，消失在了夜色之中。如此可怕的变化，惊呆众人。与此同时，原本被灵修抱在手中的青色婴儿突然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呵呵。笑声之下，整个时空顿时为之凝滞。他的笑仿佛是在笑世人愚蠢，仿佛是在笑天道不公。原本风暴狂躁的声音被青色婴儿低沉怪异的笑声完全压制下来，所有人的注意力一下子被这不得了的声音给吸引住了。这声音难道是九世灵胎成功出世了？令人心头压抑的冷声之下，风暴外的风水先生瞪大了双眼，同时眼神之中流露出了惊喜、贪婪之色。抬眼往下风暴核心，却见风暴核心里一尊青色灵胎正隐隐显露身形。灵胎煞气弥天，威严恐怖，他的气息正是风水先生所需要的。炼化了他，风水先生将成为这个世界上百年难得一见的道尊级高手。一道符咒可令山河变色。欣喜之际，风水先生手握桃木剑，疯狂向九世灵胎所在的方向奔去。与此同时，周老太爷、四眼仔等人在感受到九世灵胎出世的气息后，皆有所动，口中一阵低吟，一个个奔向风暴核心。而就在众人奔向风暴核心的时候，那可怕的风暴中隐隐约约两个神秘的身影投了出来。望见这两个身影，风水先生疑惑皱眉，忍不住在内心惊讶道：此时灵胎面前怎么可能还站着活人？这两人莫非是周老太爷的儿子、儿媳？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推算，灵胎出世时怨气极大，光凭周家儿子、儿媳那病恹恹的模样，是绝对不可能在九世灵胎面前存活下来的。所以他们是谁？他们是四眼仔安插在灵胎身边的关键人物。我的妈啊！这次我大大的失算了。风暴外围，联想于此，风水先生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身上宽大的袖袍在狂风中不住摇摆。另外一边，在见到九世灵胎前的两个身影时，四眼仔也是莫名一惊。现在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今晚自己一直担心的灵修还有巡逻队长一直没有出现了。原来这些家伙早就被自己的师兄暗中安插在九世灵胎身边了呀！呵，果然要论城府、心机，还得数自己的师兄。此时，四眼仔和风水先生各有误会，都认为九世灵胎前的神秘之人是对方的人马，因此两人在奔向灵胎之时脚步飞快。而就在二人即将靠近原先婚房就职的时候，突然一道诡谲的气息迎面逼来。下一刻，一位提着诡异灯笼的鬼差带着7名强势的黑衣人保镖拦在了风水先生和四眼仔面前。望着风水先生等人，提灯鬼差表现得异常强势，冰冷的四目一抬，浑身威严散发，开口便道：没有主公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近现场。啊！面对着突然强势拦路的阴司鬼差，风水先生等人浑身一颤。此时却见四目鬼差身旁跟着一尊诡异的光头石像，那石像和四目鬼差一样，同样提着灯。两盏诡异怪灯下，风水先生等人竟有种莫名心慌的感觉。四目鬼差和光头石像的强大超出了风水先生等人的想象。破损的婚房前，四目鬼差强势拦路。原本若是风水先生和四眼仔两方试炼联手，他们在经历一番苦战之后，或许能够顺利的从四目鬼差面前通过。但很可惜，四目鬼差早就算准了这两人并不齐心，因此在没有了百鬼夜行和山明僵尸后，四目鬼差和光头石像不出任何一位对手。与此同时，风暴核心内，浑身青色的九世灵胎在出世之后，口中发出了一阵轻蔑的狞笑。可怕的狞笑声中，九世灵胎缓缓地张开双眼，他的双眼内有着一对奇异的重瞳，重瞳之中似有蛰龙游走，小小的身躯浮在半空之中，如同古代帝王家中被遗弃的暴力太子，如同曾受万民朝拜的诡异魔神。小小灵胎稍一抬眼，天地之间各种气息为之凝滞。扑通！此时此刻，面对着无比强势的九世灵胎，即便强大如家，心跳也不由得急剧加速。身为12天王的家尚且如此，此时全球上百万的直播间的观众更不用说了。不少观众面对着气势逼人的九世灵胎，感觉自己的目光就像被这重瞳之人牢牢锁定一样，心底发寒，身上却莫名一阵燥热。扑通扑通，发红的脸上隐约能够听到一股股鲜血在耳膜旁快速流动的声音。这种情况在惊悚世界中，水友们的惊恐值绝对超过了99，距离被吓出毛病当场昏厥只有一步之遥。众人远在另外一个时空，尚且感受到如此恐怖的压力，所以此刻身处风暴核心，正冷眼和九世灵胎对峙的灵修大佬，只怕当场吓坏了吧。他的惊恐值波动终于要突破99了吧。如今具有历史性的一幕，我一定要好好截图。直播间里，就在水友们强压心头的惶恐，开始查看灵修惊恐值的时候，望着屏幕上0-3的波动值，水友们再度惊呆了。不可能，在这世上绝对不可能有人在面对如此强大的恶煞时还如此震惊。果然，灵修大佬的惊恐值卡 bug 了。此时的他一定早就呆若木鸡。此刻，风暴现场面对着冷冷发笑、君临天下般的九世灵胎，惊恐值波动0-3的灵修想起了当初自己初见裂口女时内心泛起的那一股惊恐感。这种惊恐的感觉令灵修曾经一度肾上腺素狂飙，整个人异常兴奋。但可惜，惊恐感持续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在熟悉了裂口女的样貌后，灵修内心就连最后的惊恐都没有了。此时，面对着刚刚出世的九世灵胎，灵修内心的感受同样如此。九世灵胎一身煞气迎面冲击而来，感觉上是挺恐怖的。但可惜，这种恐怖的煞气对于灵修来说没有半点震慑之意。姿态高冷，懂得吓人，很厉害吗？说实话，在许多人眼里，
这九世灵胎就是食物罢了。不但风水先生想炼化它，就连之前百鬼夜行中最弱的孤魂野鬼也巴不得生吞了这玩意。九世灵胎一身煞气，确实有点吓人，但是这玩意只有养起来才会足够强大。风暴核心面对着满脸轻蔑、仿若魔神的九世灵胎，灵修目光一动，下一刻，一道无比密集的金光纣网直接将九世灵胎捆绑起来。九世灵胎被禁锢了上百年，本就憋了一肚子怨气，如今好不容易借着母体重临世界，在重临人世之后，九世灵胎要报复，要疯狂杀戮，要灭了这个世界，要亲手杀掉曾经辜负过自己的所有人。如此恐怖萦绕胸前，九世灵胎怎么可能让人白白将自己禁锢起来？如果说一开始九世灵胎对于眼前这位亲自为自己接生的帅哥只是轻蔑的话，那么现在九世灵胎彻底怒了。出示第一滴血，他打算拿眼前这位帅哥开刀。哇！金光咒网络里，九世灵胎极度暴力，目光一冷，口中发出一阵愤怒的尖叫之声。尖叫声横扫而出，瞬间漫天的风暴平息，无数的残垣断壁在九世灵胎的摧残之下瞬间炸裂，整个山庄瞬间就像被彻底荡平一般。可怕的尖叫声中，九世灵胎那青色的皮肤凝固得像顶级的瓷器一样，手臂一撑，金光咒网络胀大，再一撑，那金色的网络便隐隐出现破碎之意。呵，满级的道家法术很厉害吗？今晚百鬼夜行也撕不破的防御，我九世灵胎2、3下就可以撑破。黑暗中伴随着九世灵胎的动作，一股可怕的杀气瞬间弥漫在整个山庄之中。远处，即便是早已将九世灵胎当作秘宝炼化之物的风水先生等，也不由得心下一寒，这灵胎实在是太恐怖了。哇！黑暗中，就在众人心慌之际，这边九世灵胎又是一声尖笑。可怕的尖笑声中，金光咒顿时炸裂，浑身裹挟着可怕杀气的九世灵胎一下子冲击到了灵修面前。恶狠狠的重瞳一瞪，九世灵胎青色的手一下子抓住了灵修的脖颈，同时口中冷冷发声道：“胆敢围困本尊，死！”一时间，灵修脸上露出痛苦笑容。别说，这九世灵胎手劲还真大。九世灵胎3分像鬼，3分像神，身体素质异常惊人。这小鬼一怒之下，直接折断灵修脖颈，没有任何问题。望着面前一幕，灵修直播间中无数水友屏住了呼吸。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众人却见灵修痛苦的表情之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不等九世灵胎和水友们反应过来，灵修身上恐惧气息降临，随后黄金裹尸布凛然而出，将九世灵胎牢牢捆住。与此同时，黄金裹尸布上金光咒大放光泽。黄金裹尸布本就是这世间不可多得的传说道具，此物可震慑世间一切帝王级高手。地级装备再加上捆绑之力十足的金光咒，这下九世灵胎更难挣脱。哇！放我！战场之上，灵修强势使出黄金裹尸布，本就有些不讲道理。而就在九世灵胎愤怒挣扎之际，一口之后巴掌大小的诡异铜棺出现在了灵修手中。诡异铜棺是灵修阴神四处游荡的时候，意外从风水先生的房中发现的。那个时候，风水先生正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灵修假扮的周家公子上，灵修的阴神便顺利地进入了风水先生的房间，并且在木质傀儡的帮助下得到了神秘的铜棺。这铜棺正是当年黑潭里神秘高手禁锢九世灵胎之物。几个月前，风水先生和老太爷将九世灵胎从铜棺之中放了出来，让他寄生在周家少爷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才有今天灵胎出世的场面。在这世间，能够很好禁锢九世灵胎的法器不多，这口神秘的铜棺正是其中一件。夜色下，当灵修突然祭出神秘铜棺的时候，不远处的风水先生脸色一变，下意识摸了摸自腰间。此时，风水先生腰间一块黄色布袋，布袋里装的正是一具小小的铜棺。如果说自己的铜棺是真的，那么不远处那铜棺什么？如果自己身边的铜棺是假的，那么不远处那小子是怎么得到正品的？想到此处，风水先生忙不迭拆开自己腰间的黄色布袋，一看自己腰上挂着的哪里是什么铜棺，那根本就是一块莫名其妙的白蜡，好吗？所以这一晚上自己竟一直揣着这么一块诡异的白砖出门，这尼玛！风暴外围，风水先生手握白砖，用力砸碎。风暴现场，当黄金裹尸布将九世灵胎牢牢捆住的时候，九世灵胎戾气冲天，不断挣扎，小小的身躯，这灵胎变化莫测，时而如出生的婴儿，只有襁褓大小，时而就像罗汉，胀大的像一尊金身大佛。九世灵胎这一伸一缩间，目的无非就是想考验黄金裹尸布的韧性，想要将黄金裹尸布彻底撑破，好让自己逃离现场，大开杀戮。但是黄金裹尸布那可是神鬼世界中震撼顶级鬼神的存在，九世灵胎固然强大，可光凭它的伸缩变化，还是无法对黄金裹尸布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伤。九世灵胎的挣扎看似恐怖，好像是灭世的大魔头，随时都有可能会从裹尸布中冲出来，大杀四方，直令天地变色。但是在九世灵胎的暴躁之下，黄金裹尸布一次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因此，九世灵胎的暴躁挣脱，不像恐怖的威胁，倒像是绝佳的广告。一时间，惊悚论坛上关于黄金裹尸布的报价进一步飙升。这件装备的价格从最初的1、2万飙升至7、8万，又从7、8万飙升至34、4万。而自从上次黄金裹尸布冲上年度最热神器排行榜后，市场上关于黄金裹尸布的报价就从未低于100万。今晚在见识到了黄金裹尸布的强悍禁锢能力之后，市场上关于黄金裹尸布的报价进一步飙升，从最初的100万起步，一路狂飙，直逼1000万。如果说之前的黄金裹尸布只能勉强换回一辆普通豪车的话，那么现在的裹尸布已经价值一栋豪宅。当然，这只是最普通的市场预期罢了。在真正的大佬看来，灵修身上的这件黄金裹尸布绝不容小觑。如果这家伙愿意出售黄金裹尸布的话，大佬们甚至愿意拿10套1000万级别的别墅来换。
价值数亿的公司股票也没有问题。毕竟这可是一件能够在惊悚世界中疯狂保命的顶级装备啊！对于真正的有钱人来说，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命更重要的了。风暴现场，面对着不断尝试挣脱、气势如虹的九世灵胎，灵修步伐沉稳。在打开了神秘潼关之后，灵修直接将自己身上的庚金琉璃火和鬼神气息全部打在潼关身上。神秘潼关上存在着诡异莫测的久远禁忌，除非是手段极其高明的炼器专家，否则一般人根本无法获取神秘潼关的使用权。灵修不过是名进入惊悚世界不到1个月，什么炼器手段都不曾掌握的普通新人，因此他也不敢自称是什么炼器专家。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只能动用一些更加流氓的手段，比如利用人间鬼神的气息，以强悍的蛮力硬冲神秘潼关。这潼关灵修炼化已有一段时间，说实话，如果不是这座神秘的山村存在着异能禁锢的话，灵修恐怕早就利用鬼神气息将神秘潼关上的禁忌全部冲开了。此刻面对着狂怒挣扎，随时都可以冲破禁锢大杀四方的九世灵胎，在新人队伍中也唯有灵修可以做到临危不乱，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慢条斯理的炼化潼关，这种感觉即便是不少资深大佬那也是绷不住的，就特别离谱，特别夸张。禁锢我者，我将以雷霆手段施以最为恐怖血腥的报复，一人你将为你今夜的所作所为付出血淋淋的代价。这天晚上，天地之间阴森之气倒悬，当九世灵胎尝试突围的时候，他一身可怕的邪气幻化成一尊散发着金色光泽、无比巨大的水晶佛陀。这佛陀乍看之下威严庄重，令人心生震撼。然而仔细观察，却见这佛陀的双眼散发着可怕红光，这哪里是佛，根本就是一尊杀人无数的魔。佛与魔，一念之间。可不管这九世灵胎究竟是佛是魔，两种法相皆代表着九世灵胎的强悍。这佛在可怕的风暴中如山一般一点一点胀大，巨大的身形一点点挤到黄金裹尸布之外，眼看着黄金裹尸布好像要撑不住了，耳边传来九世灵胎冷冷的威胁，不少水友内心不由得开始打鼓。但也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灵修面前的诡异潼关爆发出一道奇异的幽蓝色光芒，那奇异光芒如同剧烈燃烧的庚金琉璃火焰，一下子灼烧到九世灵胎身上。接着，这光芒化作无边吸力，将九世灵胎直接吸入潼关之中，而黄金裹尸布则完好无损地从九世灵胎身上抽出，化作一道万丈符箓，将诡异潼关牢牢包裹起来。异人，你不能关押我！破损不堪的山庄内，面对着突然施以禁锢的潼关，九世灵胎异常愤怒。他的诡异之声有婴儿的尖锐清澈，也有老者的深沉威严，两种语调夹杂在一起，可怕的冲击力震撼人心。然而这声音就算再怎么可怕，那又怎样？一个即将被彻底关押的恶灵罢了，他掀不起任何风波。轰！风波中潼关虽小，可当这潼关被重重关上的时候，它所造成的动静却足以让整片天地为之震撼。潼关关闭，天地之间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山庄里，当灵修面前的诡异潼关重重盖上的时候，现场包括全网无数的水友皆是一脸懵逼。所以九世灵胎真就这么被解决了？整件事直到最后也没有出现任何一点意外啊！不是吧，不是吧，这事不会真这么简单吧？按照九世灵胎的强势来看，这潼关大概会在几十秒后突然爆炸吧？然后恐怖 BOSS 凛然出世，一招荡平世间一切渺小生灵。对的，结局一定是这样的。凄凉夜色下，全网无数水友翘首以盼，就等灵修手中的潼关出现问题。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水友们提着紧张的心不停张望，期待着接下来一场更加精彩的战斗继续爆发。今天晚上不管怎么说，灵修大佬还有嘉儿女神两位其实都还没怎么出手呢。九世灵胎 vs 灵修大佬嘉儿女神，这画面一定很好看。众人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可惜结果却是残酷的。是夜，在无数水友翘首以盼下，残破山庄内那可怕的倒悬风波开始偃旗息鼓。从开始如同冰山倒悬，到后来像一棵棵巨树到处旋转，直到最后就只剩下一道道不成气候的阴风，遇到残垣断壁阻拦，瞬间消散。这可怕风暴的消亡，代表着九世灵胎的颓势。望着面前一幕，全网惊呆。所以今天晚上的 BOSS 大战真就这么结束了？这可就有点意思了。九世灵胎裹挟着不世之威，强势出关，一出场便要大杀四方。但是面对着毫不讲理的灵修，今夜九世灵胎啥事没做，直接被当场镇压，堪称惊悚设计降临以来所有副本中最离谱、最悲催的 BOSS。今天晚上，灵修大佬凭借手中的黄金裹尸布，还有诡异潼关，创造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战役。今后不管是谁在提到惊悚世界最快战役的时候，绝对绕不过灵修今晚这道坎。这天晚上，月色之下，当无尽的阴风散去时，风水先生、老太爷、四眼仔全都呆了，还有那些被灵修以庚金一火烧去傀儡四县的大学生，情况同样如此。众人愣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听到风水先生开口说道：“这家伙刚刚封印住九世灵胎，状态必然疲惫，这时候趁他病要他命。四眼，你我联手，先解决了这厮，之后九世灵胎精华，我们再来分成。”一听这话，四眼仔内心猛然一动，瞪大双眼，冲着貌合神离的师兄道：“啊，老伙计，原来这家伙不是你的人。”对此，风水先生没有回答。他在招呼四眼仔后，很快就将自己的目光望向了周老太爷。和周老太爷互相看了一眼后，两位实力不俗的高手瞬间向着灵修和嘉儿所在的方向袭来。四眼仔犹豫片刻，知道九世灵胎一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哪怕他再看不上自己的狗屁师兄，这个时候也只能选择和他联手。
于是凄凉的月色下，山庄内原本制造事端的几位幕后高手同时杀入阵中。原本因为9世灵胎的禁锢而显得平静的废墟，顿时又紧张起来。一时间，无数的水友和双马尾美女一起紧张的瞪大双眼，各种弹幕疯狂而出。今天灵修大佬封印9世灵胎，创造了最快顶级 BOSS 清除速度。如今面对3位战力不俗的精英 BOSS， 灵修大佬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吧？僵尸老太爷皮粗肉厚，不怕疼痛；风水先生一套火符，震撼人心。还有那4眼仔各种艺术，神秘莫测。今天晚上灵修大佬搞不好要翻车啊！处理不好这3个 BOSS， 灵修大佬之前所有的收获，怕是要白给了。辛辛苦苦忙了一场，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这是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啊！夜凉如水，愁云惨淡的夜空下，3位顶级大佬来得很快，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镇压9世灵胎，您身上的异能禁锢解除了。一时间，灵修手中剧烈晃动的诡异铜棺恢复平静，同时无数澎湃的气息自灵修身上翻涌而出，气势之强，即便是强悍如家身旁顶级的守护灵，脸上也露出了一丝震撼之色。紧接着，黄金裹尸布自诡异铜棺上抽出，如同神级战袍一般包裹在灵修身上，绷带上散发出不实威严。与此同时，一道更金琉璃火自灵修身上燃烧而出，伴随着琉璃火焰，一道足有6多米高、人身、章鱼头、蝙蝠翅膀、手握死神之矛、掀起无尽风暴的可怕巨人出现在灵修背后。这是灵修的旧日支配者天赋。传闻中散播恐惧的克鲁苏降临，一矛掀起一道又一道可怕潮汐。周老太爷、风水先生等强势向灵修袭来，面对着可怕的死神之矛，还有黑色潮汐，毫无准备。刹那间，3人皆被死神之矛气息洞穿，胸口之上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3位精英 BOSS 确实挺强的，奈何灵修的旧日支配者天赋是从100万观众诅咒中获取的能量。3位精英的防御再强，几百名、上千名观众身上的诅咒气息就足够将其秒杀了。从风水先生突然暴起到灵修彻底掌控战局，整个过程前后3秒，灵修又一次创造了最快击杀记录。但同时，灵修也因为精疲力尽而脸色一白，直接倒在了废墟之中。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封印9世灵胎，完成了山村副本，获得 1.1万治愈值，获得天生邪物、深渊凝视1枚、机械8臂副手1套，物资宝箱星号1。叮！副本奖励结算中，您一共获得了1200点恐怖积分，您获得了 SS 级评价。由于您在山村副本中成功挖掘世界观，您额外获得了钻石宝箱星号1。副本完成，您即将在1分钟后退出副本。月色下，眼看着灵修神色颓废的倒下，几名刚刚恢复神智的大学生目光牢牢锁定在灵修身侧的诡异铜棺上，可是，一抬眼望见嘉儿女神那关切的眼神，还有一脸衰样却又十分强悍的4眼鬼差，众人终究还是怂了。不管是嘉儿女神、少妇守护灵，还是4眼鬼差，这些统统是大学生们惹不起的对象。时间流转，1分钟后，灵修顺利退出副本。叮！恭喜试炼者，您本次试炼直播观看人数平均峰值达到了130万，您获得了里程碑奖励，直播月度10强，你获得了1个月度10强大礼包。系统提示声中，灵修最后看了一眼身边的嘉儿等人，尽管在离别之际，灵修并没有对嘉儿多说什么，但他知道用不了多久，自己和嘉儿还会相见，到时候自己心头的一些疑惑可以再向嘉儿提出。至于之前那位双马尾美女，灵修并不确定她是否愿意来到青山医院发展。如果双马尾美女愿意，灵修相信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自己找到东海市来，到时候灵修自然会想办法将她带入青山医院，为她在青山医院内谋取一定的发展空间。副本结束，啪嗒，阴冷潮湿的1号门诊室内，当灵修身影重新降临的时候，房间里的灯莫名闪烁了一下，而不远处鱼缸里的谁有不得咕噜咕噜冒起气泡。随后一阵令人心底发毛的笑声自鱼缸深处翻涌而出，伴随诡异笑声，一位身穿红色连衣裙、皮肤白皙的小姑娘出现在了冰冷的水池之中。灵修抬眼望去，小女孩正好也猛地张开眼睛，四目相对，在这灯光昏暗的房间里，猛然面对这么一双可怕的大眼睛，就问你怕不怕？灵修不知道直播间的水友怕不怕，但他是不怕的。唰，水缸中眼看着自己冰冷的目光没有吓到灵修，身穿红衣的小女孩颇有些无奈，她嘻嘻一笑，手臂一伸，整个人直接穿透玻璃从鱼缸中飘了出来，来到灵修面前，看了看灵修，开口说道：你这是去参加试炼了？说话的小女孩不是别人，正是原先1号门诊的地缚灵，那位亲手杀了前任1号门诊医师，而被某种神秘之力禁锢在1号门诊的千金大小姐。此刻面对小女孩的询问，灵修神色平静地点了点头，看了一眼身旁的4眼鬼差。4眼鬼差会意，一个转身去往门诊室外的自动售货机里，花费了90多枚金悚币，为灵修购买了一套精品套餐。套餐中有滚烫的葱烧海参、香喷喷的炉熏火鸡，还有分量十足的意大利面和美味浓汤。灵修一边进餐一边冲着对小女孩道：我这次外出历练，消耗的力气有点大，你容我先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再说。小女孩看了看灵修面前堆积如山的食物，没有多说什么。而当灵修随手将一个比巴掌大一点的铜棺放在餐桌上时，小女孩面色不由得一惊，冲着灵修道：医生，你这铜棺好邪性。对此，灵修平淡道：还行吧，里面关着一个9世灵胎，这灵胎我打算想办法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养着。灵修所说的另外一个世界，自然就是现实世界。灵修在说这话之前，为了避免麻烦，直接选择了屏蔽自己的直播语音。他很清楚，如果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全网屏蔽，直播间里的水友必定当场惊呆，将一头足以引发恐怖风暴。
如同暴力太子一般，神魔同体的恶灵召唤到现实世界中去，这不大好吧？水友们一听，怕不是要当场开口询问灵修大佬，你这是想改变整个世界的秩序吗？话说回来，传闻中惊悚世界12天王们好像也把自己的守护灵给召唤到现实世界中了吧？如果传闻是真的话，那么灵修大佬把9世灵胎带到现实世界中去，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全球各地不是时常传出恶灵伤人事件，所以说将恶灵召唤到现实世界是可以实现的吧？一想公开自己的想法，有可能引起诸多的麻烦，灵修干脆选择屏蔽。可即便如此，现实世界中各方势力却也早就行动起来。试炼者联盟、黑暗联盟、黄金家族，包括华夏高层等，对于山村副本中大放异彩的灵修非常感兴趣。隶属于各方势力的舆情侦查人员开始疯狂搜罗数据，准备报告。侦查人员相信，用不了多久，自家老板肯定就会要求自己赶紧把关于新人灵修快速崛起对于未来对于惊悚世界格局的影响报告呈递上去。到时候，如果老板们开口，而自己手上一点东西都没有，那可就有点难堪了。另外一边，灵修一边吃着大餐补充体力，一边打开直播频道，观察着直播间的各种动态。虽然灵修只是一位初入惊悚世界的新人，但是对于惊悚直播的节奏还是挺熟悉的。在查看直播打赏的时候，灵修发现了不少关于黄金果实部、神级金光咒的求购气息。可惜大佬们的开价都很诱人，可惜灵修并没有打算出手。钱对于拥有诡异医术的灵修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概念。试问一下，漫长而健康的长寿和银行里一连串的数字，哪个更吸引人？1号门诊室内，灵修简单吃完一桌食物，体力稍稍恢复之后，门外一股诡异的气息传来。门口吱呀一响，一位身穿白色大褂、身材妖娆的女子缓步走了进来。诡谲的气氛下，1号门诊室的门开了。身材妖娆的女子走进门诊之后，缓缓地摘下了口罩，露出了极度夸张、恐怖的面容。她是惊悚都市最为知名的都市传说之一——裂口女。望见裂口女，门诊室中的红衣女孩脸上稍稍露出谨慎之色，看起来就像一只随时可能炸毛的小猫。很显然，裂口女身上诡异的气息让红衣女孩感到十分忌惮。而这边，灵修刚刚吃完一大桌满满的食物，按理在这种情况下，乍见裂口女恐怖的脸庞，灵修应该当场把自己胃中的食物全给呕出来。但是对于裂口女那夸张的面容，灵修早已免疫。望见这位身材妖娆的小女生，灵修只是像见了普通朋友一样站起身，微微一笑，将裂口女迎了进来。而裂口女则是眯着眼睛，咧了咧嘴唇，望着灵修，像刚刚的红衣小女孩一样问了句：“你刚刚完成试炼？”灵修对此点了点头道：“是的，我刚历练回来，你们就到了。”裂口女本就是带着心事直奔灵修而来的，听见灵修这么一说后，裂口女直入主题道：“林医生，我听说你门诊室有3个护士编制，是吗？”不等灵修回答，裂口女接着又道：“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加入你的门诊室。”裂口女这么说的时候，她那锋利的牙齿缓缓咧动，露出一丝诡异的锋芒，看起来怪吓人的。而听见这话的灵修也有些愣住了。作为惊悚世界中最为神秘的都市传说之一，裂口女除了表面上较为人所熟知的恐怖气息外，她的背后还有十分复杂、不为人知的诡异背景。别的不说，光是裂口女身上的诡异诅咒，相信在整个惊悚世界中便没有多少试炼者敢轻易碰触。裂口女愿意主动加入灵修的门诊，对于1号门诊来说，自然是不可多得的提升。但是这也同样意味着灵修将不得不承担下裂口女背后所蕴藏的一切风波，招揽一名大将，同时背负一定的风险。这么做对于灵修来说，值得吗？1号门诊室里，面对着裂口女的请托，灵修稍稍愣了片刻，随后便直接伸出了自己的手，对裂口女开口说道：“当然可以，欢迎你的到来。”整个思考的过程，灵修前后只用了不到3秒钟的时间。面对着灵修如此果断的回答，直播间中上百万水友有些惊呆了。招揽 S 级都市传说进入麾下，灵修大佬，你可真是惊悚世界第一人啊！你这么做固然很勇，但是你不怕这背后自己所需要承担的风险吗？关于风险，灵修自然是想过的。但是自从灵修下决心要解决裂口女身上诅咒的时候，灵修其实就已经背负上了得罪裂口女背后势力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灵修是否将裂口女纳入麾下，有些风险他都已经无法避免。既然风险无法规避，那么灵修为什么不好好的享受它呢？早日将裂口女纳入麾下，引为同伴，灵修还可以更早获得裂口女加盟为自己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灵修内心最为直接的想法。有些事情既然无法抵抗，那就尽情的享受它。另外一边，作为一名不幸的人，虽然裂口女早就知道灵修医者仁心，对于自己非常宽容，非常友好，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提出想要加入1号门诊室的时候，灵修居然会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这林医生果然是个大好人啊！裂口女一感激，身上的诅咒气息就会不由自主的散发，脸一红，嘴一咧，娇羞的模样使得小姐姐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恐怖了。望着这一幕，灵修直播间里不少水友心头狂跳，下意识捂住了眼睛。而这边裂口女则有些娇羞的望向灵修，开口说道：“林医生，你不问问我为什么要突然加入你的门诊室吗？”听见这话，灵修抬起双眸，仔仔细细看了看裂口女，接着开口说道：“我们是朋友，在我来到青山医院的这段时间，你帮了我很多的忙，所以我这门诊你随时想来都可以来。至于原因，我想在适当的时候，你自然会跟我解释的。”一听这话，裂口女缓缓点了点头，随后开口说道：“1个多月后，在惊悚都市议员选举之前，我们医院神秘的副院长会对整个医院医疗体系进行大规模的年度考核。在经过大规模年度考核之后，优秀的门诊科室将有机会代表我们青山医院参与整个惊悚都市议员角逐。在林医生到来之前，我一直是青山医院的自由人员，
哪个科室需要我，我就作为临时聘用人员参与其中。但是林医生到来之后，我从你的身上看到了某些非常适合参与惊悚都市议员角逐的特质。我相信你有机会借助青山医院这个平台一飞冲天，成为整个惊悚都市中最有权势的36人。裂口女说到这边，接着又道：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林医生能够将自己的门诊招牌打响，到时候您的门诊科室将非常忙碌。而一旦科室忙碌起来，如果林医生还想继续往上提升，那么您将遭遇非常多繁琐的日常事务。小倩不才，对于青山医院各个科室的运作和管理颇有些经验。我有心推动林医生出来参加本届的惊悚都市议员选举，所以自告奋勇加入了林医生的1号门诊。漆黑的门诊室中，裂口女的态度十分诚恳。而另外一边，林修则有些惊了。原本林修以为裂口女突然提出加入自己的科室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或者某些私人的事情，没有想到这位身材妖娆的女子加入门诊，竟是为了推动林修参加惊悚都市议员选举这样的大事。3个月后，惊悚都市议员选举，新当选的议员将在未来5年内左右大半个惊悚世界的局面发展。对于地球上的试炼者来说，议员选举绝对是1等1的大事。裂口女小姐姐是真的一心想帮助林修腾飞啊！林修挺忙的，除去裂口女提到的议会选举和惊悚世界不定期的恐怖试炼外，青山医院方面，林修身上还有一个1周内必须接诊3名特殊鬼怪的任务要求。现实世界中，他正在监测自己潜在的对手东海徐家。除此之外，山村副本里与自己颇有渊源的嘉儿小姐，之前愿意追随自己的双马尾美女，林修都要找时间进一步接触。还有裂口女身上的问题，曾经把双生鬼差揍一顿的医院主任，当初被自己放走的神秘大叔，他口中的密码在项链里。1号门诊小女孩后续副本进程，300年老驼的巨大尸身，直播间里各种求购装备的置顶打赏，很多事情林修都必须一一处理。再算上林修本身东海人民医院的实习工作，黑市鬼医，林修感觉上竟好像得日理万机一样。但好在林修身上有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可以缓一缓的，比如300年老驼的尸身，林修知道在惊悚都市中有个地方叫做屠宰巷，那里的屠夫专门处理各类牛鬼蛇神。林修若想将自己手中的老驼尸身变现，大可让双生鬼差把300年老驼送到屠宰巷去，当场切割售卖。而裂口女身上的问题极其复杂，凭借林修现阶段的医术，缝合裂口女脸上的伤痕没有问题，但如果林修想彻底解决裂口女身上的诅咒，林修还得继续提升一下自己的修为，甚至要在青山医院中继续精进一段时间的医术。所以短期内裂口女的任务，林修也可以时而推进，时而暂停。反正在加入自己的科室后，林修之前领取的裂口女任务，时间上已经没有那么紧迫了。这么一算，在接下来的1周内，林修倒也不是特别忙。在完成了副本试炼后，他完全可以轻松的下线休息几天，然后回到青山医院里打开门诊，迎接自己的病人上门。在完成门诊任务的过程中，林修如果还有闲暇的时间，自然可以将自己手头还没处理的一些事情慢慢的拿出来整理。这么一看，林修倒也有的是事情。所以在吃饱喝足之后，林修接下来要做什么？那当然是按照原计划先下线休息。青山医院气氛诡谲，尽管医院里的恐怖氛围对于林修本身来说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心理负担，但是林修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生人，哪怕他拥有人间鬼神的身份，他还是比较喜欢晒晒太阳，吃吃热乎食物的。家里的床再怎么也比1号门诊内舒适。当然，林修之所以突然想要下线休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想尝试一下像直播间弹幕里说的那样，将某些顶级的守护灵带到现实世界中去。弹幕里说，嘉儿身边那位年轻的少妇就是一尊曾经在现实世界中出现的一尊强大守护灵。之前林修在山村副本里和那位浑身湿哒哒的少妇守护灵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知道少妇守护灵实力不差。在目前这个阶段，少妇守护灵若真能降临现实世界，那么嘉儿小姐也算得上足以震撼一方的诸侯级存在了。林修虽然从小丧失恐惧，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人。若非如此，林修也不会狡兔3窟，光是医疗工作室和住处就有好几处。之前东海徐家和几个黑衣人突然找上门，让林修感到了莫名的危机感。在面对神秘的窥视之人时，林修虽然拥有黄金裹尸布这种级别的保命神器，但是在战斗力方面，林修明显还是有所不足。光靠黄金裹尸布能杀人，但是比较累。而林修之前收服的酒鬼大叔未免又太弱了些，带着那家伙迎战对手，画面感、震慑力未免有些不足。如果自己能够像嘉儿一样，将一尊实力比较强大的守护灵召唤到现实世界中去，那么今后在面对一些对手的时候，林修的保命手段便能多出许多。而且光就战斗画面而言，一尊恐怖的大家伙看起来还是挺吓人的。有些对手，林修要么不动，要么一旦决定动手，林修便要在物理和心理层面双重击垮对方。正好之前在完成大小姐副本的时候，林修获得了大量的诅咒气息，他的恐惧降临天赋也因此得到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林修完全有能力将9世灵胎召唤到现实世界中。眼下林修闲着无事，下线休息，一来为了吹吹风、晒晒太阳、看看月亮，二来自然是为了尽早的将9世灵胎给带出去。凄冷诡异的1号门诊中，在交代好裂口女小姐姐帮助自己留意医院内需要帮忙的诊科之后，林修默默地关闭了自己人气极高的直播间，随后选择恐惧降临，带着9世灵胎直接离开惊悚世界。啪嗒，是夜，东海市郊区某个废弃的工厂里灯光闪烁。就在林修回归现实世界的同时，工厂外围黑暗的角落里，2位神秘之人正举着手电在荒草丛生缓步向库房方向走动。其中一人年纪稍轻，30左右的样子，走在荒草里满脸紧张；另外一人40多岁模样，一脸阴沉，一副见惯世面的模样。40多岁的中年大叔走在前头，年纪稍轻的走在后头。不知为何，
荒草丛里突然刮起一阵冷风，年纪稍轻的一位不由得浑身打了一阵哆嗦，一把抓住中年大叔的衣角道：“老兄，你感觉到了吗？这地方怪阴森的，你说那工厂里不会有鬼吧？”一听这话，中年大叔嗤之以鼻，忍不住埋汰自己的小弟道：“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觉得这世上有鬼？今天晚上你尽管放100个信，跟着我，有肉吃。”中年大叔是废弃工厂附近一名没有工作、整日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不久前，他在废弃工厂里发现了一辆崭新的川崎 H2。好家伙，别看这摩托车不大，随便一辆能卖40几万元。眼看着这废弃工厂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来人了，因此中年大叔才会领着自己的小弟在深夜里偷偷潜入这个地方，想要将那价值不菲的摩托车偷走。作为一名科学拥护者，中年大叔绝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除非让他亲眼看见。凄冷的夜色之下，东海市荒凉的城郊旧工厂，两名鬼鬼祟祟的大汉正缓步往库区方向行进着。突然间，一阵冷风吹来，工厂里原本还算开阔的视野一下子变得阴冷起来，雾气弥漫开来。大叔手中的手电筒灯光开始发散。呼，感受到四周诡异的变化，30来岁的青年人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瞪大双眼，使劲摇晃同伴的手臂道：“喂，老哥，你感受到了吗？这地方好古怪。”听得此言，中年大叔不屑一顾地笑道：“平日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老二，你实在太怂了。”中年大叔这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确实，平日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可问题是，大哥，咱俩现在就是在做亏心事啊！咱们平白无故偷人家的车，亏不亏心啊？工厂里大雾越来越浓，青年人的脸上害怕之色也越来越重，唯有大叔鬼迷心窍，抓着老二的手，满脸坚定地往库房里边走，一边走还一边对自己的小老弟说：“咱俩就是来偷一辆没有人要的摩托车，咱俩能有什么坏心思？”走着走着，发现自己的小老弟话越来越少，中年大叔不由得一愣，来到库房面前，眯眼往里边一望。别说这大雾弥漫的晚上，库区里鬼影重重，确实有那么点意思。那库房里仿佛真有那啥。不是吧，不是吧？库房外，中年大叔愣了一会，最终贪欲战胜了恐惧。他娘的，今晚这库房里要真有那啥，老子也认了。咱两个大男人阳气这么重，这地方要真有那啥，只怕也得退避三舍。你说对吧，小老弟？夜色下，在动手打开库区之前，或许是因为太过安静，中年大叔下意识回头望向自己的同伴。这一看，中年大叔当场惊呆。此刻库区门口，原本一路跟随中年大叔的小老弟，不知何时早已没了生机。他面如土粉，七孔流血，一对眼睛恶狠狠地上吊着。他死了。当中年大叔转身望向他的时候，青年人眼珠一动，那急剧收缩的瞳孔突然下嘴，嘴角一咧，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住了中年大叔。唰，下一刻，一双冰冷而惨白的手瞬间伸了起来，恶狠狠地抓向中年大叔，口中发出一阵又一阵低沉的诡异咆哮。那声音仿佛在埋怨中年大叔：“你娘的，刚才叫你走你不走，现在把老子害死了吧？你他娘的害死老子，你也别想走！老大哥，拿命来！”啊！凄冷厂房中一阵惨烈的尖叫划破夜空，仿佛整个城市都能听到。下一刻，砰砰两声，中年大叔摆脱束缚，整个人重重撞在库区门口，口中发出一阵又一阵凄凉的求饶声：“你别过来啊！”绝望的求饶声持续了好一会的时间，可惜无人来救。渐渐的，中年大叔的气息越来越弱，最后再也没有了半点声音。大概15分钟后，厂区库房里啪嗒一声，一阵明亮的灯光亮起，一位长相极其英俊的帅哥来到库区，随手摘下川崎摩托上的安全头盔，整个人跨上坐骑，轰的一声将油门开启。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从惊悚世界回归的灵修。此时的他除了抱着一个颇为拉风的机车头盔外，另一手上还拿着一个极其诡异的青铜铜棺，身边跟着一个只有半人高却长着大叔模样，脸上杵着4枚眼睛的诡异大叔。灵修在来到库区之后，耳边不时传来一阵扣扣扣的敲打声，那声音就像拿着脑袋不停地敲击着空心钢板一般。听见这声，灵修启动机车，带着疑惑循声而去。来到门口，却见这库房外不知何时竟站着2位身穿廉价西服的神秘大汉。2位大汉，一位40多岁，一位30多岁。此时2人浑身僵硬，面色冰冷，身体直愣愣地杵着，正不断用自己的脑袋敲击着库区的铁门。灵修刚刚听到的扣扣声正是从这里传出。望见面前一幕，灵修微微一愣，再看看库区外几位瑟瑟发抖的孤魂野鬼，灵修似乎懂了什么，抬眼望向那些藏在库区水泥管后边的孤魂野鬼，灵修半跨在车上，冷声说道：“这2个人是你们害死的。”灵修冷漠威严的声音一出，那些躲在暗处的孤魂野鬼吓了一跳，一个个瑟瑟发抖起来。所有的孤魂野鬼藏在暗处不敢现身。面对此等场景，灵修倒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面色平静地等待着。等了好一会功夫，孤魂野鬼们仍不见出来。这边双生鬼差发火了，从腰间抽出一把长鞭，重重砸在地上，开口便道：“主公问话，还不赶紧出来应答！”长鞭一挥，不远处鬼怪们藏身的水泥管瞬间破裂。轰隆隆，面对着如此强悍的鬼差，孤魂野鬼们再也不敢躲藏。很快，几名孤魂野鬼便在一位黑老大模样的横死之人带领下，来到了灵修面前。灵修身上散发着恐怖的人间鬼神气息，对于孤魂野鬼们来说，灵修便仿佛太阳一般的恐怖存在。来到灵修面前，孤魂野鬼们满脸谨慎，恭恭敬敬的点头哈腰，学着鬼差模样也道了声主公。这边灵修看了看那满臂纹身、肌肉强壮的黑老大，不由得笑了笑。几个普通的游魂罢了，
没想到还有组织。接着林修又道：“在我的地盘胡乱杀人，你们好大的胆子！”林修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稍稍严肃。此言一出，几位孤魂野鬼如同坠入冰窖一般，连忙跪倒在地，瑟瑟发抖道：“主公在上，小的们知错了，还请主公念在我等是初犯的份上，饶了我们这次。”眼下，林修面前的几个孤魂野鬼待在废弃库区里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因为灵修厂区布置特殊，几个孤魂野鬼藏身此地，受到了莫名的庇佑，白天不至于被外边毒辣的太阳活活晒死。孤魂野鬼们心存感激，因此今晚才会特地出手解决了2位毛贼。平日里对于厂区里的孤魂野鬼，主公向来视而不见，没有想到今天晚上主公大人竟然看到大家了。库区门口望着满脸紧张、瑟瑟发抖的孤魂野鬼们，林修并没有多说什么。这边双生野鬼在检查了2个不停撞击铁门的大叔之后，回身对林修道：“禀主公，今夜惨死的2人命犯劫煞，今晚就算不死在咱们这，也会横死街头。今晚这件事不能全怪咱们厂区里的孤魂野鬼。”双生鬼差说到这边，接着又道：“今晚这2位横死之人，由于惊恐过度，一口煞气堵在口中，无法吐出，逐渐演化成了活尸。不知主公打算如何处理这2个家伙，还请主公示下。”灵修厂房中到处都是监控，2位毛贼进入厂区内的一举一动，灵修内心早就一清二楚。当听见双生鬼差这么说时，灵修语气平淡道：“既然这2位对咱们这库区感兴趣，就让他们俩留下来当个保安。还有，你们几个也别想跑，就在这帮我看着园区。”林修一边说，一边调动恐惧降临气息，从自己的储物背包中取了几根清香，一叠纸钱，低头看了看自己面前跪着的黑老大和他身边的几个手下，开口说道：“这些清香，你们先拿去享用，厂区看得好，我自然重重有赏。”林修一边说，一边调动异能，将那清香和纸钱堆到厂区角落，用根茎琉璃火给点了。随后，林修身形往车上一跨，穿骑摩托车发出一阵野兽般的低吟，林修和双生鬼差便消失在了无尽的黑夜中，只留下库房门口一众孤魂野鬼一边想要犒赏，一边感激涕零。这一日凌晨2点，在经过漫长的恐怖试炼后，林修从郊区工厂一路回到了别墅家中。这是林修几处秘密住所中面积最大、装修最豪华的一座。作为一名黑市鬼医，林修在过去几年间曾经救助过不少各界大佬，赚到了足够他购置多处房产的钱。深夜里，在回到家中之后，林修并没有闲着。在停好车后，林修拿着自己手中的诡异铜棺，来到大厅中一处什么也没有供奉的佛龛前，取了清香，摆上香炉。随后，林修将自己手中的佛龛往桌上一放，开口说道：“九世灵胎禁锢在诡异铜棺里的感受怎么样？如今我把你从神秘山村带到了另外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你若愿意为我所用，便享用我3炷清香。从今往后，我每日供上1桌香案，作为俸禄。”林修这话还算客气，但没想到此言一出，佛龛之上的诡异铜棺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铜棺颤抖之际，一股无比强悍的阴冷气息亦在整个屋中不断的蔓延。下一刻，林修客厅里的茶几、桌椅，甚至是沙发、墙面也跟着不住抖动起来。呵，望着面前一幕，林修淡然一笑，神色平淡的开口道：“怎么，你不愿意吗？”对此，九世灵胎并没有回答，只是铜棺之上的强悍之气散发得更加恐怖。下一刻，客厅里不少茶几炸裂，墙上的装饰画框跌落下来。屋外那漆黑的游泳池开始冒出一串又一串诡异的气泡，森冷异常。不等林修继续开口，铜棺之内一道极其尖锐的孩童之声爆发出来：“异人，放了我，否则要你好看！”诡异孩童冷声威胁之际，林修屋内各种物品颤抖得更加剧烈。无声夜色下，散落在海边的别墅群笼罩在一股莫名的诡异气息下，伴随着诡异孩童的冷声威胁，整个海边气温骤降了不少。而林修所在的独栋别墅群更是彻底笼罩在了一片黑影之下。此等恐怖的威严下，即便是东海市最强大的通灵之人，恐怕也不敢轻易靠近调查。这地方看起来就像是青山医院第2，他娘的，有点吓人。别墅大厅里，面对着态度嚣张、异常愤怒的九世灵胎，林修不由得冷冷一笑，开口又道：“怎么被关了这么久，火气还这么大？既然已经被关，你以为你还能逃脱得了吗？”佛龛之上，神秘的铜棺裹着黄金裹尸布，套着满级金光咒，上边还有一张极其恐怖的泰山符。铜棺里，九世灵胎极力挣扎，却也只是从棺体内散发出一道道森冷气息罢了。凭借诡异铜棺原有的禁忌，再加上灵修施展的各种手段，九世灵胎没有300-500年的功夫，别想再从铜棺内挣脱。不想被重新炼化，九世灵胎唯一的选择就是赶紧妥协。佛龛上面对着灵修冷冷的嘲讽，诡异铜棺颤抖得更加剧烈。灵修话音刚落，这边九世灵胎便愤怒说道：“异人，老子是前明太子，高高在上的皇族，你想驱使本尊下辈子吧？前明太子很了不起吗？拜托，顶替了前明的大清都不知道已经亡国多久了。话别说太死，我相信你会妥协的。”鬼气弥漫的别墅中，面对着态度强硬的九世灵胎，灵修微微一笑，随后身上 SSS 级天赋极度战力爆发。极度战力之下，诡异铜棺原先封印迅速运转起来，一道足以令前明太子痛不欲生的强烈压迫感迅速袭向铜棺之内。前几百多年，九世灵胎的魂魄被禁锢在诡异铜棺内，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如今加上 SSS 级极度战力之后，诡异铜棺禁忌之力100倍提升。前段时间好不容易已经摆脱了禁忌之苦折磨的九世灵胎，哪里再肯承受这般痛苦？当100倍增幅的禁忌之力降临时，铜棺之内立刻传来了九世灵胎的哀嚎之声：“啊，痛痛痛！”九世灵胎可怕的哀嚎引起灵修屋外泳池海啸般的波涛汹涌，可怕的巨浪冲垮地下电缆，啪嗒一下导致别墅电缆箱爆炸，
一股可怕的电流冲击着四面八方。下一刻，大半个街镇全部停电，阴气弥漫，异常吓人。也是在这个时候，别墅里九世灵胎终于服软。啊，痛痛痛！主公，饶了我，饶了我！我服了，服了就好。东海城郊独栋别墅里，在九世灵胎彻底屈服之后，灵修身上极度战力移动，连同诡异潼关一起，将一道强悍无比的鬼神气息打在了九世灵胎身上。从此，鬼神印记代替诡异潼关，只要九世灵胎不老实，灵修一个念头就可以让九世灵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打上印记，灵修将黄金裹尸布收回手中，同时撤去了泰山符和满级金光咒。所有禁忌打开，砰的一下，佛龛上的诡异潼关顿时炸开，一道散发着诡异阴冷的气息瞬间自潼关内猛冲而出。随后，一位3、4岁大、眼眶发黑、身子发青、指甲锋利的小鬼猛然飞到灵修面前，口中发出一阵恶狠狠的尖叫声，一只手掐住灵修脖子，另一只手直接插向灵修脑袋。九世灵胎的手异常锋利，即便是几公分厚的钢板也能瞬间扎穿。这手要是直接扎向灵修，绝对可以将灵修的脑壳彻底挖开。九世灵胎淤青的手上指甲特别锋利，那尖锐的指甲眼看着已经来到了灵修瞳孔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的反应绝对是瞳孔收缩，肾上腺素狂飙，整个人彻底紧绷起来。然而面对九世灵胎暴躁的打击，灵修却只是不为所动地站在原地。在九世灵胎锋利的指甲刺破自己的眼珠之前，灵修目光微微一抬，随后身上的鬼神之气爆发，轰的一下，九世灵胎被一道无形的气息擒住，整个人重重地撞向灵修家的墙。轰隆隆声响下，整个海边别墅区都在颤抖。呀！墙壁上面对着身上可怕的鬼神之气，九世灵胎满脸痛苦之色。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出了诡异潼关之后，自己仍受到了莫名禁忌之力的影响。有这禁忌在，九世灵胎就永远不可能翻身。刚刚九世灵胎是口服心不服，这下九世灵胎彻底服了。主公，快放了我！求求你，我再也不敢了。别墅里面对着不停求饶的九世灵胎，灵修神色平淡地走到了他面前，看了看这位始终不大老实的熊孩子，灵修冷着目光，放开鬼神禁忌，任凭这小鬼颓然跌落在地。随后，灵修将一枚乌黑发亮的珠子丢到了地上。见到这丹药，九世灵胎愣了一愣，而灵修身后半个人高的双生鬼差却满脸羡慕。这东西是当初诡异山村2位白面鬼差送给灵修的大补丸，这大补丸灵修自己用不上，双生鬼差却是艳羡得很。自己鞍前马后伺候灵修这么长一段时间，主子也没能把这大补丸赏给自己。没有想到九世灵胎只是刚刚归顺，便得到了如此重赏。所以在这世上，当真是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双生鬼差内心有点不平衡。此时墙根下望着那黑不溜秋的大补丸，九世灵胎愣了许久，抬眼望见双生鬼差那艳羡的神情，九世灵胎不由得笑了起来。看来即便自己又哭又闹，但是在主子的心里，自己的地位还是比双生鬼差高出许多的。这双生鬼差空有一副官差威严，但他这股威严顶多也就是吓吓孤魂野鬼罢了，在自己面前他啥也不是。嘿，四眼仔，你也不看看你那副衰样，配合本太子平起平坐吗？同样是当仆从，九世灵胎刚刚加入灵修麾下第一天就开始内卷起来了。咕溜，墙根边看了看双生鬼差那满脸不爽的模样，九世灵胎赶紧抓起那黑色的大补丸，一咕噜吞下肚去。下一刻，九世灵胎身上一股强劲的气息流转，迅速扩散开看。那佛魔同体的巨大法香，犹如一座大型水晶雕像一般，再度出现在了灵修和双生鬼差面前。大补丸刺激下，九世灵胎隐隐约约领悟出了新的技能——震撼袭杀。这望着面前一幕，双生鬼差内心更加羡慕。另外一边，九世灵胎则狂笑起来。在九世灵胎看来，如今的自己充满了澎湃的阴魂之力，除了受限于主公之外，自己几乎天下无敌了。但也就是在九世灵胎欣喜狂笑的时候，突然灵修取出了鬼神令牌，将一道鬼神气息注入双生鬼差的引路魂灯之上，同时开口对双生鬼差道：“炼制大补丸的方法我已掌握，过段时间你带上300年老驼和我身边的钱去屠宰象和鬼市，替我换些炼制材料来，到时候我炼制出的大补丸放在你这边分配。另外，我已把部分鬼神权限下放给你，今后若有需要，九世灵胎可暂时由你调度，他的一些训练任务我也会交给你去安排。”灵修此言一出，原本一脸丧气的双生鬼差顿时眼前大亮，望向灵修，感激涕零道：“主公大恩，小的没齿难忘。”在灵修将黑不溜秋的大补丸丢给九世灵胎的时候，双生鬼差以为从今往后，九世灵胎便要彻底取代自己在主公前的位置，自己将从此受到冷落。可没有想到，在主公看来，自己这位忠实的老臣还是相当值得信任的。呵，一枚区区的大补丸算什么？今后主公炼制出来的所有大补丸，皆由我这边分配。九世灵胎，你不过是一个区区的新人，主公大人看中你的能力，因此才会将自己手中目前所拥有的唯一一枚大补丸交给你。将来你若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你看主公理不理你。独栋别墅里，有人欢喜，有人忧愁。这边双生鬼差是高兴了，九世灵胎却是愁容满面。而灵修看了看自己身边的2位手下，脸上却没有过多的表情，他只是微微一笑，看了看自己的屋子，便冲着2位恶灵道：“把我客厅打扫干净，在我休息的时候不要四处捣乱。”随后灵修缓步转身，一路走上2楼，打开电视播放新闻，然后脱衣服洗澡。微微发烫的热水冲掉疲惫，氤氲的水汽惹人沉思。山村试炼结束的第2天，深秋季节，天气晴好。东海市属于华夏南方城市，太阳出来了就不算冷。这一天一夜没睡的灵修正在工作室中研究着一些诡异医术和现代医疗的结合。
突然之间，一股阴冷气息飘来，一位满脸衰样、长着4颗眼睛的鬼差穿过墙壁走了进来。望着认真工作的灵修，双生鬼差举着明灯等候了片刻，直到灵修停下手中的动作，带着疑惑的目光望向双生鬼差时，才听这家伙道：“启禀主公，在距离我别墅3.5公里外的东海大桥上发生了恶灵袭击事件，预测恶灵等级 A 级，鬼域范围300米，危险程度困难级。目前那恶鬼正在大桥之上大肆扬言要杀尽所有人质。根据鬼差守则，拘捕作恶邪煞，主公方面可以获得海量功德，同时吞噬恶煞亦有助于主公成长。目前东海大桥上局面正趋于混乱，请问主公是否立即前往？在现实世界中镇压邪煞也能获得功德吗？”工作室里面对着双生鬼差的请示，灵修心头一动，却没有多说什么。抬眼望见紧随双生鬼差而来的九世灵胎，灵修开口又问：“这事你有什么想法？”一听这话，九世灵胎忙一脸兴奋道：“主公大人，A 级恶鬼在主世界中可不多见，今天咱们好不容易得到风声，又岂能错过？吃了那恶鬼，可不比2-3颗大补丸强。”九世灵胎说话时，口中露出一排无比锋利的牙齿，眼神之中藏不住的跃跃欲试。这家伙被诡异潼关禁锢多时，早已迫不及待想要战斗。看了看神色激动的2头恶灵，灵修默默点了点头，随后站起身来，道了句：“我也是第一次在主世界听见 A 级恶灵作乱的消息，走吧。”一边说，灵修一边往工作台外走去。眼看着2个手下穿墙而过，灵修一时也走到墙边，整个人被墙面挡出去路后，灵修这才难得一笑，暗道一声：“好家伙，这墙有点厚，看来为了畅通无阻，下次咱还得学个穿墙术。”开门下楼，走到车库，开上价值40几万的川崎摩托车，灵修一路赶往东海大桥方向。东海大桥是东海市于20几年前修建的跨海大桥，位置在城市东南，连接着东海市人口最为密集的商业区和地势更为开阔的开发区。在开发区南边最为得天独厚的位置，东海市实力最强大的房地产商开发了10几栋独栋别墅，灵修的房子就在这个区域。自滨海别墅区一路开上开发区公路，灵修身下的川崎摩托时速渐渐来到了16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速度对于一些级别较高的豪车自然没什么问题，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机车来说却是十分难以想象的速度。灵修身上有黄金裹尸布和金光咒2大顶级防御神器，按理他想将自己身下的摩托开到多快都不要紧，但奈何公路条件不允许，灵修可不想开着开着整个人就在天上飘。川崎摩托在公路上如同野兽一般咆哮，公路旁双生鬼差和九世灵胎各自化作一道阴风，满脸兴奋紧紧跟随。刚刚转入开发区没几分钟，灵修一路便开进了东海大桥衔接匝道。刚上匝道，却见不远处整座大桥黑雾弥天，那可怕的雾气如同一尊强大的猛兽一般，将整个桥身吞进肚中，一股强烈的压迫之气令人震撼。灵修一行刚刚上了匝道，却见黑雾外100米外的地方警灯闪烁，汽笛长鸣。不等灵修靠近，远处便有神色焦虑的警员高声喊道：“前方道路封锁，任何车辆禁止驶入东海大桥。前方正在高速行驶的摩托车辆，请你立刻掉头。”面对着广播提醒，刚刚上桥的灵修右手稍稍用了点力气，以金光咒护住机车引擎之后，刹那间川崎摩托发出一阵强烈的轰鸣，唰的一下，一众封锁现场的警员只感觉一阵金光撞开防护，从那弥天的黑雾中冲了进去。至于进去的到底是什么，一众警员从头到尾都没有看清，一直到灵修身后的金光已经彻底消失之后，才见一名警员眨眨眼睛，不可思议道：“各位，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辆摩托车开过来？”对此，其他的警员也愣住了。或许有吧，谁知道呢？这一日，就在灵修进入诡异黑雾的同时，东海市大桥被黑雾吞噬的新闻早已在网上炸了锅。面对大桥上弥天的黑雾时，华夏官方给出的回答是：大桥上一辆满载易燃化学品的运输车突然爆炸起火，以至于大雾弥天。但是根据某些小道论坛消息，东海大桥附近有些办公楼居民在迷雾初起时拍到的画面显示，真相或许并不那么简单。有人见到在一辆满载的大巴车上，突然之间涌起一团可怕的黑雾，那黑雾如同巨人一般，一把将大巴车握住，随后便随着诡异巨人的咆哮，整座东海大桥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所以那黑雾一般的巨人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握住大巴车，要封锁大桥？还有最重要的是，那东西到底是什么？莫非这世上真的有鬼吗？惊悚世界降临半年，在这世上仍旧有超过90%的群众对于另外一个世界一无所知。就在东海市网上舆论各种猜测的时候，惊悚论坛上早已炸锅。震惊！罕见 A 级鬼怪封锁东海大桥，300多名路人沦为人质。东海市爆发近年来最严重猛鬼危机， A 级鬼怪作祟，东海市恐将被毁。顶级恶灵绑架人质，封锁大桥，谁能成为救世主？12天王之一的晋王李天直言，东海市恶灵体质特殊，杀伐恐怖，散落华夏境内的各大顶级高手，若无法在短时间内大批量前往支援，东海市将成为华夏第一个因为恶灵作乱而沦陷的城市。短时间内如果没有高手支援，东海市将彻底沦陷。这惊悚论坛上，当看见晋王李天发出这样的警示时，不少试炼者脸色一变，顿时感到头皮发麻。A 级鬼怪，别说是降临到现实世界中，即便是在惊悚都市里，恐怕也没有多少试炼者能够对付吧。更何况在惊悚世界中，诸位试炼者还有异能符术可以使用，而到了现实世界中，超过90%的试炼者啥能力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众人拿什么去和 A 级鬼怪斗？按理像东海市这种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市中试炼者的总数应该不少，
但是在这一大批试炼者中，真正能赶到东海大桥参加战斗的能有多少？东海市本地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其他远在全国各地的试炼者们。想到此处，惊悚论坛上的水友们不免对于东海市的前景异常悲观，感觉这座人口超2000万的顶级大城市无人能救了。另外一边，就在惊悚论坛上无能为力的试炼者大感悲观的时候，一位名为小七的记者却突然在论坛上开启了直播。各位，这里是东海市跨海大桥城市晚报记者小七为您现场直播。此时，全球无数水友正焦急地关注着东海方面的状况。当小七开启直播的时候，直播间里一下子涌进了10几万观众，同时各种弹幕刷满直播间。东海小七，你是惊悚世界中以神行侦查见长的11级资深者小七吗？你既然身处事故现场，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控制 A 级鬼怪？我想凭借你资深试炼者的实力，应该可以和那鬼怪周旋吧。东海大桥上面对着水友们的质疑，小七无奈地笑了一笑。今天身处事故现场却仍冒着性命危险开启直播的他，早就想过自己开启这场直播的后果。面对灾难，全网无数的喷子无人挺身而出，而一旦有人深入现场，喷子们便会认为此人应该合理牺牲，否则你算什么资深者？狂风大作，黑雾弥天的大桥边，面对着疯狂刷过的弹幕，小七顶着风暴高声喊道：各位水友，不是我不想挺身而出，而是我实在无能为力。我虽然贵为11级资深者，但是我在惊悚世界中的能力却一点也没有带到现实世界中来。今天我但凡有那么点本事，我就直接上了。说到这边，小七不免语带悲切道：各位，今天的直播大家且看且珍惜吧，眼下我也是恰好在这大桥上，才有机会给大家带来这场报道。一旦 A 级恶鬼发威，咱们的通讯可能便要中断了。将来我若是倒下，请你们记住，在这场事关人类未来的顶级灾难中，曾经有人从第一现场发回最宝贵的直播画面。记者小七说到这边，内心早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打算。确实 ，A 级恶鬼面前，尚未觉醒能力的试炼者和普通人没有半点差别。如此慌乱的环境下，记者小七能够如此及时的发回报道，已经十分了不起了。这黑雾到底是什么？谁来救救我们啊！这一日，就在记者小七发回报道的同时，黑雾弥漫的大桥上，300多人城市居民乱作一团。他们有原先大巴车上的乘客，也有因为黑雾弥漫发生交通事故而被滞留在大桥之上的乘客、驾驶员。一开始，当灾难降临，桥上发生连环追尾的时候，不少脾气火爆的司机跳下车来，冲着前车疯狂怒骂。而当那足有10几层楼高、面容恐怖的黑雾巨人出现时，脾气火爆的司机们被吓得摔倒在地。随后，整座大桥乱成一团，黑雾巨人仍在大桥之上愤怒地咆哮着，而整座桥面上大量的路人群众则歇斯底里地奔逃。海面之上，狂风大作，可是这狂风却无法将黑雾吹散，反而和黑雾结合在一起，形成可怕的风暴团。东海大桥在可怕的风暴下摇摇欲坠，相当吓人。一些盲目奔跑的群众甚至没有死在恶灵手中，便直接从大桥上坠入了咆哮的大海里。大桥之上，车灯闪烁，汽笛哀鸣，好一副末世场景。小七直播间中望着面前一幕，无数试炼者陷入无声的寂静之中，感觉大桥上逃难者的痛苦哀嚎，总有一天也会印证到自己身上。时间上午10点07分，东海市绝大多数区域天气晴好，然而东海大桥方向却是一片恐怖的黑暗。在小七发布报道的同时，一支由东海市高层组建的1人队伍快速来到现场，他们开着20多辆消防车和10几架直升飞机来到现场。面对着那10几层楼高的恐怖恶煞，东海方面首先采取驱逐手段，扔出大量的震慑符、退散符、闪光弹。这些符咒、弹药确实对 A 级恶灵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可是这些损伤却相当有限。试炼者们的进攻感觉就像拿着10几箱的燃烧瓶进攻一座安保设施极其完善的高楼堡垒，这燃烧它得扔到什么时候才能将整栋堡垒摧毁？这边东海高层组织的试炼者没能对 A 级恶煞造成任何影响。A 级恶煞在被试炼者们搞得恼火之后，一拳重重挥过，当场便有2、3架直升飞机被毁，坠入无边的大海之中。东海市高层救人不成，反倒造成了更大的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东海高层压力如山。这一日，就在东海市高层远程指挥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间，一架武装直升机汇报，就在刚刚，有一位单枪匹马驾驶着豪华摩托车的年轻人出现在了东海大桥之上。此刻，这位单枪匹马的年轻人正站在大桥中心，冷眼注视着几十米高的黑雾巨人。他好像在说，让黑雾巨人乖乖投降，免受皮肉之苦。啊！东海市指挥中心当听见手下的试炼者如此汇报时，中心室里几位大佬当场拍桌站了起来，口中大骂：这年轻人到底在干什么？他在找死吗？愚蠢！东海大桥，记者小七继续为您报道。轰！这一日，东海大桥上，就在记者小七开启直播间没多久，大桥上一阵强烈的机车轰鸣声传来，一道奇异的金光从小七面前闪过。面对着那听起来十分高档的咆哮声，小七愣了许久。等到声音停止时，小七才忍不住问道：各位水友，刚刚是我的错觉吗？我好像感觉有一道金光从我面前闪过。面对小七的疑惑，直播间的水友们立刻道：小七，那不是你的错觉，刚刚确实有东西从你面前快速经过。接着，水友们忍不住又惊呼道：快看啊，在大桥边缘停着一辆豪华机车，如果没看错的话，这车应该是川崎 H2 吧，像这样的车市场价至少40万起步。哪位大佬如此奢侈，竟买得起如此顶级的玩具？我好羡慕。黑雾弥漫，狂风大作的东海大桥上，
就在水友们疯狂刷着弹幕的时候，众人通过小七的镜头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不远处，那位骑着川崎 H2 的大佬来到大桥边后，停下车，一翻身便直接攀到了大桥铁索之上，整个人如同杂技团演员一般，踩着铁索一路往上走着，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桥塔顶端。自桥塔顶端望去，那身形高大的黑雾巨人感觉也就不那么惊人了。年轻人一路沿着铁索向上，整个动作行云流水，全程惊呆了直播间里的众人。死！我的妈呀！所以这神秘的年轻人是杂技团的高手吗？如此剧烈摇晃的大桥上，只有巴掌粗的铁索，他居然像平地爬坡一样，一点点走上去了。讲真，咱就算有攀登铁索的本事，恐怕也没有胆子爬上去吧？这家伙的惊恐值，怕不是锁死的吧？小七直播间中，水友们议论纷纷。而这边在来到桥塔中部的平台上后，年轻而英俊的灵修则缓缓抬起双眼，面对着大雾中满脸暴怒的黑雾巨人，开口说道：“大哥，你差不多得了，乖乖投降，免受皮肉之苦。”资深者小七到了现实世界中后，虽然一点能力都没有，但是作为一名专业记者，他的直播能力是真的强。眼下，当神秘年轻人攀爬到桥塔之上时，小七这边早已经准备好了大疆无人机，对神秘年轻人的一举一动进行直播。当灵修语气平淡的要求恶鬼投降，免受皮肉之苦的时候，全网炸锅。卧槽，我没听错吧？这个年轻大佬居然要求恶鬼投降？这话听起来怎么就这么古怪呢？哈哈，神秘大佬，不得不说，您的幽默感还真强。前方的大象注意了，现在通知你，你已被我蚂蚁大军包围，现在请你马上投降，以免遭受皮肉之苦。哈哈哈！神秘帅哥，你怕是不知道 A 级恶鬼的强大吧？要知道 A 级恶鬼那可是足以毁灭一整座城市的恐怖存在啊！小七直播间中，水友们态度尚且如此。大桥上面对着那蝼蚁一般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帅哥，恐怖的黑雾巨人同样感到疑惑。面对灵修，黑雾巨人先是一阵愤怒的咆哮，随后一双如同烈火燃烧的血红眼睛牢牢地锁定灵修，冲着灵修恶狠狠地开口道：“年轻人，你这是在挑衅我吗？”黑雾巨人此言一出，整个大桥都在颤抖，尤其是塔尖部位，巨人声音传来，灵修耳边不停嗡嗡直响，如同雷鸣一般，真的还蛮恐怖的。灵修惊恐值狂飙0.0.01，紧接着灵修开口又道：“为了一己私利，吞没大半座城市，实在没必要。一旦摧毁东海，你再也没法回头。你的雾化技能不错，同时也能在海上掀起不小波澜。跟着我，我帮你强大自身。”呵呵呵。黑雾笼罩的大桥上，当听见灵修这么一说的时候，黑雾巨人忍不住笑道：“年轻人，你以为你是谁？就你这小小的身板，也配指使我？” 面对着态度如此强硬的恶鬼，灵修陷入了沉默。而这边东海市指挥中心却早已经乱成一团。面对着武装直升机传回的画面，指挥中心的大佬破口大骂：“那年轻人到底在干什么？他这是在挑衅顶级恶鬼，他就是个疯子！”面对着突然出现在塔尖的灵修，指挥中心直接下令，要求武装直升机战斗人员在必要时候撒出大网，直接把塔尖上的疯子拉下来，前往别再让他挑衅恶鬼了。另外一边，就在灵修陷入沉默的时候，黑雾巨人继续作恶，他不断的咆哮，如同神明一般驱逐着大桥上的人。望着如此情景，灵修微微一笑，接着又道：“恶鬼，你仍不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灵修开口说着话时，语气已经有点冰冷。听见这个声音，黑雾巨人吓了一跳，一张恐怖的大脸瞬间向灵修所在的方向望了过来。见着灵修一脸冷漠，模样吓人，黑雾巨人愣了一会，随后道：“老子好不容易从炼狱之中挣脱，如今这座城市就是老子的天下，我凭什么听你的？”哦，一听这话，灵修双眸微抬，所以你是死不悔改的意思哥？灵修语气淡淡道。呵，面对灵修此言，恶灵一阵咆哮，随后一道恐怖的铁拳恶狠狠向着灵修挥来。年轻人，你还没资格教训我！铁拳挥动之际，这边灵修神色冷漠，缓缓地从自己身上取了个面具戴在了脸上，随后一道无比夸张的超治愈微笑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啊！望着这超治愈面容，全网水友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个面具不是灵修大佬的贴身标记吗？所以今天东海市的超级救世主竟是灵修大佬。我的天，我感觉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兄弟们，我就说一句，这不比博然。在惊悚世界中，试炼者全网直播的时候，脸部会出现特殊的模糊处理，因此即便灵修在惊悚论坛上已经拥有不错的名气，但在他真正亮明身份之前，整个网上真正能够一眼就认出他的水友也没多少。此刻当灵修将超治愈面具戴在脸上的时候，全网观众一下子将他认了出来。在灵修到来之前，直播间气氛有多沉闷，眼下当灵修亮明身份的时候，水友们便有多兴奋。所有熟知灵修大佬的水友们都知道，在惊悚世界中，一旦灵修大佬戴上面具，便意味着事情开始变得严重，灵修大佬要发飙了。哈哈，万万没想到，这胆敢爬上塔尖的年轻人就是灵修大佬。别说，这灵修大佬还真就是个恐惧值所死的家伙。从这超治愈面具来看，所以灵修大佬果然掌握了从惊悚世界中提取异能的方法了，对吗？一开始我很害怕，可当灵修大佬戴上面具的时候，我知道今日这局稳了。哈哈，恶鬼巨人，你现在恐怕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吧？这一日，东海大桥上，面对着突然戴上夸张面具的灵修，恶鬼巨人确实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灵修以一副极其诡异的模样出现在他面前时，恶鬼巨人脑袋上出现一连串问号。小伙子，你这是搞毛你？
眼看着面具之下，灵修神色冰冷，颇有些威严，制裁之意。恶鬼巨人先是吓了一跳，随后整个人暴怒起来，冲着灵修冷冷说道：“臭小子，你以为你是谁？在这座城市里，还没有人能教训我。”说话同时，黑色巨人那足以轰塌高楼大厦的铁拳猛然向着灵修所在的方向袭击而来。伴随着铁拳，一阵可怕的风暴将记者小气的直播设备刮得呼呼直响。望着面前一幕，原本才刚刚放松心情的水友们又一次紧张起来。灵修大佬确实挺强的，可是面对如此恐怖的巨人，他真的有能力对付吗？灵修大佬不会刚刚在现实世界中露面，下一刻就要当场陨落了吧？灵修大佬如果当场被恶鬼巨人杀死，这将成为本年队最好笑的笑话。直播间中气氛紧张，无数水友下意识屏住呼吸。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灵修身边刮起一股奇特的青色旋风，一位只有3、4岁大，浑身只裹着一件红色肚兜的小孩出现在灵修面前。面对着那呼啸而至的巨大铁拳，青色小孩冷声说道：“主公，9世灵胎请求出战。”面对恶鬼巨人的打击，灵修本想自己出手，随手将恶鬼解决，没想到9世灵胎自己再站了出来。面对着突然申请出战的9世灵胎，灵修倒也没多说什么，缓缓收起自己5级雷法后，眼眸微抬，手臂稍稍一舒，冲着9世灵胎开口便道：“去吧。”一听这话，9世灵胎极其兴奋，一双诡异的重瞳望向铁拳方向，然后伸出自己瘦瘦巴巴的上肢，还有那只有一丁点大的小拳头，整个人挡在灵修面前几米的地方，迎着那呼啸而至的铁拳伸手一挡。轰隆隆，塔尖之上，面对着9世灵胎的小铁拳，整个黑雾鬼域中传来一阵雷鸣般的碰撞声响。强烈声响中，整座大桥摇晃得更加激烈。激烈的晃动之下，弥天的黑雾逐渐散去。当塔尖上的景象逐渐清晰时，众人却见一位只有3、4岁的青色小孩轻轻松松挡下了恶鬼的铁拳。接着，小孩目光一狠，口中呀的一声尖叫，下一刻，恶鬼巨人庞大的身躯轰隆隆重重向后退去，他的铁拳竟一下子被青色小孩给推开了。后退过程中，恶鬼巨人满脸惊讶，异常狼狈。这一头足有几10米高，随随便便就能封锁一座跨海大桥的超级恶鬼，在拳头碰撞的过程中，居然败给了一位不到半米高的小鬼。天底下竟有如此离谱之事！惊悚论坛上，当看见无比高大的恶鬼巨人踉跄后退的时候，大量的水友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呼吸感觉都快停掉一样。这件事实在太夸张了。而就在众人无比震惊的时候，有水友发出惊呼：“各位，如果我看错的话，这浑身发青的小屁孩应该就是传说中的9世灵胎吧？灵修大佬居然将如此恐怖的顶级恶煞从惊悚世界召唤过来了。”在过去半年中，12天王之所以为12天王，就是因为他们身边拥有着令人感到震撼的守护灵，并且据说他们全把实力强悍的守护灵召唤到了现实世界中来。如今这浑身青色的小屁孩，如果坐实是9世灵胎，那么12天王的格局恐将彻底改写。光凭灵修大佬成功召唤出9世灵胎一事，他就能够被称为第13天王。只是光就战力而言，这灵修在第13天王中究竟能够排到第几名，还有待研究。今天9世灵胎和恶鬼巨人一战，就是最好的考验。惊悚论坛上，当记者小七将镜头对准灵修和9世灵胎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9世灵胎和恶鬼巨人将有一场顶级恶战。而这一战究竟打得怎么样？直播间中近10万水友拭目以待。现场，当恶鬼巨人被9世灵胎一拳轰退，连续退后好几步之后，他的神色开始变得认真、愤怒起来。他知道，眼前这个光着脑袋、目光冷斜的小鬼绝非善茬，这家伙很有可能拥有和自己差不多的能量，所以这家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想来坏自己的好事。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才从那个炼狱般的世界挣脱，来到了这生人遍地的花花世界，恶鬼巨人再也不想回去了。他要吞掉眼前这座大桥，要兴风作浪，将整个东海市炼成人间鬼域。而在自己实现这个目标的路上，任何敢阻挡在自己面前的家伙，杀无赦。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您跟我开玩笑呢 ？A 级鬼怪，黑雾巨人一怒，后果非常严重。轰隆隆，小子，你将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东海大桥下，浪涛汹涌，可怕的浊浪如同染墨一般，漆黑可怕，汹涌的潮汐一阵又一阵，疯狂地撞击着大桥，仿佛要将整个天地完全吞没一般。而大桥之上，恶鬼巨人在发出愤怒之声后，两双巨大的铁拳继续向着灵修所在的方向狂攻而来。面对着恶鬼巨人疯狂的铁拳，灵修不为所动，两双铁拳间一道青色身影快速闪动。这边灵修尚未挪动半步，塔顶前恶鬼巨人已经被9世灵胎打得连连后退，和灵修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面对着如此强势的9世灵胎，恶鬼巨人异常愤怒。在恶鬼巨人看来，灵修是今天第一个出场胆敢挑战自己权威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恶鬼巨人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快将灵修这个始作俑者就地正法。正因如此，哪怕在对局之中，恶鬼巨人遭遇到了9世灵胎咄咄逼人的进攻，他的眼里还是只有灵修一个人。塔顶上，灵修越是淡定，恶鬼巨人就越是怒火中烧。臭小子，你是看不起我吗？你有种出来和我单挑，只懂得躲在小孩后面，算什么英雄？大桥之上，面对着神色高傲的灵修，恶鬼巨人异常愤怒。而面对着恶鬼巨人喋喋不休的挑衅，终于超治愈面具下的灵修说话了：“我不是故意躲在小孩后面，而是我一出手，战斗就结束了。”灵修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没有刻意夸大，说得多么夸张。但是此言一出，不单恶鬼巨人愣了一下，就连惊悚论坛上的水友们也顿时炸锅了。哈哈，灵修大佬，你果然很勇啊！我没听错吧？灵修大佬，你是说你一出手就能解决恶鬼巨人吗？
所以，灵修大佬，你是觉得自己是奇遇老师，一拳超人？尽管灵修大佬您这话说的极不靠谱，但我非常爱听。看您直播实在是太治愈了，哈哈哈哈！此刻，惊悚论坛上一片欢声笑语，而这边恶鬼巨人的脸却有些挂不住了。臭小子，你说你一出手，战斗就结束了？你这家伙把老子当什么了？你真以为本大爷是你做的胚胎，可以任凭你随意拿捏吗？本大爷不发威，你把我当把软柿子了？哼呵呵！东海大桥上，面对着面容冷淡、极其嚣张的灵修，恶鬼巨人异常愤怒。为了能够尽快击杀灵修，恶鬼巨人出手越来越快，越来越猛。可怕的拳风吓得大桥之上的群众急声高呼，论坛上无数试炼者瑟瑟发抖。此等恶灵，一拳就可以轰塌一座100米高的大厦，在他面前，一般试炼者根本不可能撑过3个回合。今天，灵修大佬所面临的压力不小啊！漆黑的大海上，恶鬼巨人疯狂进攻，企图逼近灵修，但是他的对手九世灵胎又岂是一羽之辈？面对着那狂风骤雨般不停袭击而来的超级铁拳，九世灵胎从容应对。A 级恶鬼的恐怖铁拳，近一点也无法从九世灵胎身上打开缺口。望见这一幕，论坛之上大量的水友频频点头。九世灵胎有如此实力，看来灵修大佬13天王的位置算是坐稳了。小鬼头，没有想到你这身子骨还挺硬。东海大桥上一段时间的疯狂进攻，使得恶鬼巨人有些疲惫，而这种疲惫的状态又一次让恶鬼巨人想起了在炼狱之中不好的经历。由此，恶鬼巨人变得更加愤怒。没有人能阻挡我统治这座城市的步伐。疯狂的进攻中，眼看着塔尖上的灵修不为所动，恶鬼巨人目光一冷，道了声好。既然你不肯动手，那我就只能使出杀招了。大海上，面对着一直藏在九世灵胎背后的灵修，恶鬼巨人终于不再等待。他右手凭空一抓，随后一道可怕的火球出现在了浓浓的黑雾之中。那火球浓烟滚滚，烧红一大片黑雾。恶鬼巨人将它拿在手中，猛然一掷，刹那间，那火球便如同9天之外的陨石一般，径直冲向东海大桥中部。恶鬼巨人的想法很简单，面对本大爷的宣战，塔尖上的小子，你不是不肯动手吗？好，那本大爷就直接弄他整座大桥，到时候看你出不出手。你若出手，老子定将你打得头破血流；你若不出手，那你就等着跟着桥上的几百人一起葬身大海吧！哈哈，你们这些活人不是最讲究道义、最喜欢广积阴德吗？今天这么多人因为你而葬身鱼腹，我看你怎么承受这其中的因果！轰隆隆，可怕的火球之下，东海大桥再度发生剧烈的震动。可怕的震动间，终于东海大桥再也承受不住，桥上的牵引铁索猛然一阵拉扯，下一刻，桥面断绝，桥上的大巴、轿车、路人等等纷纷从那断裂之处坠落桥下。啊！望着面前一幕，惊悚论坛上不少人发出惊呼。今天灵修大佬 vs 恶鬼巨人，原本整个战斗过程都还蛮完美的，可一旦东海大桥倒塌，造成大量伤亡的话，那么灵修大佬的传奇将大打折扣，甚至他还将为此背上永久的骂名。在300多人惨死的情况下，灵修大佬今天还不如不出现在现场呢。轰隆隆，造价10几亿的东海大桥在恶鬼巨人的疯狂进击下快速倾塌，无数人发出绝望的尖叫，迅速坠海。望着炼狱般的恐怖场景，记者小七甚至有些不忍记录。此时，当记者小七再度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大桥塔尖的时候，却见那塔尖也在缓缓地向大海倾塌。覆巢之下无完卵，东海大桥垮塌，今天桥上所有的人都完了呀！灵修大佬，都这种情况了，您还不为所动，面无表情地待在塔尖之上，你这个激怒了恶鬼巨人的家伙，快要毁掉整座城市了！哇啊！救命啊！我还不想死啊！呜！茫茫大海之上，东海大桥正在倾塌，无数群众大声尖叫，疯狂求助。望着屏幕前的一幕，不少直播间的观众逐渐心灰意冷，忍不住冷笑道：看来所谓的灵修大神也不过如此，在真正的灾变面前，这小子最多也只会装逼，啥也不是。此时，记者小七凭借着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艰难地抓着一个护栏，同时飞速地操控着自己的无人拍摄飞机。与此同时，无人机拍摄的画面里，灵修神色平淡地站在正在倾塌的塔尖上。如今的他面对灾变，脸上仍旧没有半点惊恐。这种淡然，若是放在平时，必定会受到无数人的追捧，直呼666。而现在灵修的淡定，更多遭致的却只是直播间观众的不耻。人都是这样的，面对危难，不一定每一个都愿意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但是在危难面前，如果所谓的强者不愿意挺身而出，那么围观的群众就会对强者投来鄙夷的目光，认为这所谓的强者根本就是妄人、废物。这都啥时候了，您还在那装呢？死吧，统统死吧！东海大桥上，就在无数人心慌不已的时候，恶鬼巨人高高昂起头颅，大声咆哮的。桥下巨浪滔天，那些无辜坠桥的群众一旦掉入海中，绝无生活的可能。绝望的情绪不断蔓延着。然而，就在众人无比绝望的时候，突然间，原本正在倾塌的东海大桥猛然一颤，一道强大的旋力硬生生将正在倒向海中的桥面给拉住了。与此同时，那些不幸坠海的路人猛地一下，全部掉在了一张柔软细密的金网之中。这金网自断裂的桥面上延伸而出，一边拽住桥身，一边兜住下落的路人。金网巨大无比，韧性十足，网面一撑，网上的路人一点疼痛感都没有。啊！这惊悚论坛上望着面前一幕，一众水友诧异的瞪大了双眼。大海上那奇特的金网则是在兜住桥面之后，
缓缓拉伸。原本正以末日之势倒向海中的东海大桥，一点一滴逐渐挺直了腰身。大海之上，东海大桥断裂重连的画面异常雄伟壮观，一下子全网观众热血沸腾。金光咒是灵修大佬的金光咒，我的妈啊！我原本以为金光咒施展到极致，能够兜住一辆车、一堵墙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谁能想到这金光咒的上限竟是兜住一座跨海大桥。现在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大桥倾塌的时候，灵修大佬仍旧如此淡定，如此波澜不惊了。因为在灵修大佬眼中，他是真的没在怕啊！站在塔尖一动不动，就能轻易兜住一整座大桥，我要能做到这点，我也装逼啊！好了，不说了，我这里只有一句话：灵修威武，大佬牛逼，66666。灵修大佬永远敌神，灵修大神真不愧是青山医院走出的强者啊！黑浪滔天的东海大桥上，当灵修突然动用金光咒将大桥重新拉起的时候，恶鬼巨人愣了一愣。当鬼这么久，恶鬼巨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离谱的一幕。这满桥金灿灿的光芒到底是怎么回事？暴怒之下，恶鬼巨人开始伸手拉扯巨网，可是那巨网却异常坚韧，任凭巨人如何拉扯，这巨网都没有半点断裂的意思。恶鬼巨人一身蛮劲，感觉还不如金光咒的1/10，这就有点尴尬了呀。大海中，恶鬼巨人一边拉扯巨网，一边还要面临九世灵胎一拳又一拳，天崩地裂般的打击。在九世灵胎的进击下，恶鬼巨人原本暴戾的脸上开始出现痛苦之色，整个人颇有些应接不暇。作为一头大家伙，被九世灵胎一顿暴锤，恶鬼巨人着实狼狈。漆黑的海面上，狂风呼呼吹着。在用金光中将断裂的东海大桥重新粘合之后，灵修稍稍抬眼，望向不远处正在练拳的九世灵胎道：“差不多得了，结束吧。”九世灵胎性格顽劣，一般人很难驾驭他。但是在听见灵修的指令后，九世灵胎却不敢有丝毫违逆。到了声是战局之中，九世灵胎重瞳一睁，冲着恶鬼巨人当即冷道：“大块头，不得不说，你确实是个不错的沙袋。今日与你对战，我很满意。”接着九世灵胎又道：“根据主公意思，你要么跟我走，要么死，你自己选择。”呵呵呵。大海上一听这话，恶鬼巨人再度狂怒，冲着恶鬼巨人狂躁挥拳道：“我说过，你没有资格命令我，是吗？”面对着不知死活的恶鬼巨人，半空之中，九世灵胎冷冷一笑：“要比金身法相，你可不如我。”九世灵胎此言一出，凌空盘腿，同时眼神之中爆发出一股无比恐怖的邪恶目光。骇人目光下，一尊比恶鬼巨人还要高大几分的水晶大佛凛然而出。这佛3分神圣，7分邪性，正是九世灵胎历经无数浩劫修来的强大法身。恶鬼巨人一团黑雾，如同高楼大厦般掌控住东海大桥。他的巨人法身确实挺猛的，但是和几乎凝为实质的水晶大佛相比，恶鬼巨人还是太弱了。之前九世灵胎是因为一直把恶鬼巨人当陪练，疏通禁锢，所以才一直没有爆发法身。眼下主公大人既已明令结束战斗，这边九世灵胎就不好再随意折腾了。此时面对着不知轻重的恶鬼巨人，九世灵胎还是那句话：要么臣服，要么死。黑雾弥漫的东海大桥上，望着那如山一般的恐怖水晶法相，恶鬼巨人心神大撼。原本在降临东海市的时候，恶鬼巨人神识扫荡八方，发现这座满是生人的城市里没有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恶灵。正因如此，恶鬼巨人才敢大胆现出真身，打算从东海大桥开始吞没整座城市。惊悚世界，修行不易。此时望着满脸威严的大佛水晶，恶鬼巨人彻底怕了。我草你妈！九世妖童，你既有如此本事，刚刚为何要和本大爷打得如此有来有回？你是故意给老子希望，然后又将老子推入无底的深渊啊！老子好不容易从那炼狱之地逃出，结果又遇到你这个你们这群煞星！大桥上望着面戴夸张面具、一脸治愈的灵修，看看掌控水晶佛像、一脸狂傲的九世灵胎，还有那从始至终提着一盏明灯跟在灵修身边一言不发的4眼鬼差，恶鬼巨人内心突然涌现出一股强烈的无力感。之前在灵修和九世灵胎爆发前，恶鬼巨人觉得自己哪一个都打得过，现在再看灵修的团队，恶鬼巨人突然感觉自己很有可能连灵修身边那提灯的鬼差都不一定打得赢。这些家伙真不知是干什么吃的，吃饱没事拿自己开涮，很好玩吗？恶鬼巨人真快要吐血了。黑雾弥天的大桥上，眼看着九世灵胎伸出巨大的佛掌，一双巨手即将冷冷地向自己的脑袋盖下。终于，恶鬼巨人妥协了。他拱起双手，耷拉下眼神，瞥了一眼九世灵胎，随后冲着灵胎背后的灵修高声求饶道：“大人，我错了，大人，请你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此，灵修没有说话。大管家双生鬼差站了出来，一提明灯，开口说道：“你进来吧。”一听这话，恶鬼巨人如遇大赦，不敢反驳，道了声是。随后那摩天楼般的庞大身躯便迅速往惨白的明灯上一钻。这一钻，一道可怕的狂风瞬间向灵修等人袭来。灵修一行如同遭遇巨型海啸一般，被那恐怖的黑雾一阵又一阵冲击。强烈冲击之下，灵修等人神色淡然。渐渐的大海之上，风波收敛，劫后余生的东海大桥，黑雾消散，天边金色的阳光洒落下来。桥上面对着逐渐回暖的气温，还有那波光粼粼的海面，无数幸存的路人脸上揭露出了庆幸的表情。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天地之间恢复平静的时候，一位长相英俊的年轻人正缓缓地骑上自己心爱的小摩托，一路往东海城区方向而去。这位骑车离去之人不是别人，正是灵修。面对着灵修大佬离去的方向，记者小七还想继续工作，不曾想就在无人机跟随灵修一段距离时，突然屏幕上雪花一闪，之前那位一直跟在灵修身边一脸衰样无比威严的鬼差突然一下子出现在了无人机面前。
当满屏雪花的屏幕上突然出现双生鬼差那诡异的脸庞时，全网观众连同记者小七皆吓了一大跳。双生鬼差不声不响地盯着屏幕，仿佛盯着满世界的人。尽管从始至终双生鬼差都没有说一句话，但是小七却明白双生鬼差的意思，那就是自己的直播该结束了。记者小七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恶鬼巨人自己打不过，既然恶鬼巨人打不过，那么封印了恶鬼巨人的四眼鬼差自己就更别想了。四眼鬼差此时突然在自己面前对自己进行无声的警告，这么做已经算是非常客气。如果自己还装作不懂，那灵修方面恐怕就要直接动手了。今天这场自惊悚论坛开始的直播，已经为记者小七赚到了将近130多万的报酬，小七已经赚得足够了。望着双生鬼差极度冷漠的脸，记者小七赶紧关闭了自己的直播。直播一关，全球观众不免一阵惊叹：东海市的直播怎么突然关了呢？记者小七，不要怂啊，继续跟踪报道啊，我们都想知道灵修大佬下一步要去哪里。小七，继续直播，跟踪大佬身后，我直接10万打赏。眼看着论坛中试炼者们疯狂的双屏，记者小七内心微动，在凌乱的大桥上找到自己的车后，小七赶紧调转车头，一路追击灵修而去。直播，小七暂时是不敢直播了，可是作为一名记者，自己追踪新闻、偷拍热点人物的本事还是有的。记者小七相信，只要跟好灵修，今天自己做出的后续跟踪报道一定还能冲上热门。另外一边，在劝阻了记者小七的直播之后，灵修一路往东海城区方向而去。他感受到了自己身后多了几个小小的尾巴，却不再命令双生鬼差做出任何反应。而灵修身后，除了记者小七外，还有几架武装直升机正在紧紧跟随。武装直升机上，面对着一路向城市狂飙的灵修，通讯员向指挥中心急切地汇报道：目标灵修目前正在向东海市区方向移动，预测目标身边共有 A 级以上恶灵3头以上，该目标极度危险，一旦进入城区，后果不堪设想，请指挥中心指示。今日开着直升飞机外出执行任务的都是东海市有些实力的惊悚试炼者，这群人受到华夏官方和各大家族的培养，忠于华夏官方和各大家族。今日恶鬼巨人的强大，众人已经见识到了，在这种情况下，试炼者们绝不想让带着定时炸弹的灵修进入城区。就在试炼者们焦急向指挥中心汇报的时候，指挥中心传来一道令人意想不到的指示：目前预测目标即将前往东海市人民医院，武装直升机，你们的追踪任务已经完成，请全部返回。重复，武装直升机，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请全部返回。啊！直升机上一听这话，试炼者们愣了许久，但是高层旨意，众人不敢违逆，在最后跟踪了灵修1、2个街区，武装直升机们调转方向，回到了指挥中心。此时，城市街区里在召回了武装直升机后，指挥中心内几名官方大佬正焦急地望着街道上各处监控。眼看着灵修即将进入东海市医院，一名老者开口说道：这位年轻人由我亲自会见，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和这位优秀的年轻人达成合作意向。老者说完，直接转身离开，不等众人反应过来，老者已经化作一团诡异的水汽，消失在了众人视野里。陪同老者一起消失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大美女。东海城区，在收服了 A 级恶灵后，灵修并没有返回自己的住宿，而是一路回到了工作单位。灵修这么做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他知道在解决了大桥风波之后，自己的身后必然会多出无数的小尾巴，只要自己不出手，这些小尾巴绝对会一路不停地跟着自己。灵修至今仍是个没什么安全感的人，能做到狡兔3窟的时候，他就绝对不会过多暴露自己身上的线索。更何况东海市医院自己每个月都有2578.6块实习工资呢，这笔钱足够自己给好几辆车加油，他不香吗？这人活在世上，钱总是要赚的。城市街区中四处穿行，化身阴风的双生鬼差紧紧跟随在灵修身后。望着那到处都是的监控系统，双生鬼差开口说道：主公，我感觉到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窥视的目光，请问主公是否需要小的施展一点法术，把这些监控探头全部炸了？一听这话，灵修微微一笑：我要真想躲避这些探头，有的是方法，你不用着急，跟紧我就是了。转眼间，众人来到了东海市医院。刚刚来到医院大厅，迎面便见美女教授陈珊和小护士丁香走了过来。这两人是灵修在东海医院的上司搭档，同时也是惊悚世界的试炼者。今日东海市大桥爆发莫名危机，在不明真相的群众看来，东海大桥处不过是发生了一场大火，而在真正知情的人看来，先前东海大桥的一幕着实恐怖。为了应对危机，美女教授陈珊和小护士丁香原本正源的待命，准备随时支援东海大桥。但是就在诸位医生准备出发的时候，前方传来消息，东海大桥危机已经化解，目前大桥之上无人伤亡。此言一出，陈珊、丁香无比震撼。而当两人打开惊悚论坛时，关于灵修以顶级金光咒护住大桥，力挽狂澜的消息早已传遍整个惊悚世界。热度最高的一条帖子，甚至已经获得了100多万打赏。看了看帖子上那冷冷站立在塔尖的神秘年轻人，再看看眼前的灵修、美女教授和丁香，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帖子中的顶级大神和自己面前实习工资仅有3000不到的年轻人会是同一个人吗？毕竟他俩都叫灵修，都有着天才一般的手段。望着灵修、美女教授和丁香，正不知如何开口，眼一动，却见人来人往间，灵修身旁多了一位只有半米多高的四目鬼差，还有一位悬浮在空中的青皮孩童。两位常人肉眼无法直接看到的恶灵，不正是传闻中的双生鬼差和九世灵胎吗？美女教授和丁香早就知道灵修是青山医院的试炼者，也知道今天试炼者们口中议论的高手极有可能就是自己身边的伙伴，但是在得到强而有力的证据前，教授二人仍旧不大敢相信这件事。
直到此刻，双生鬼差和九世灵胎面无表情地站在自己面前，陈教授二人才真正地意识到，自己的面前正站在惊悚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新人高手。林修，恭喜你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人来人往的大厅中，身为教授的陈山主动向林修伸出了白皙柔软的手。林修正要伸手和教授一握，突然间，一股强大而诡异的水泡自林修身边冒出，一名老者右手随便挥动，便将双生鬼差和九世灵胎射在手中。水雾中，老者身形在擒住鬼差后，身形快速向前。在一边往前过程中，一边冲着林修道：“小伙子，跟上来！”望着面前一幕，在现实世界中仅有微薄实力的陈山、丁香惊呆了。而林修面对着突然从自己身边将人抢走的老者，并未多说什么。看了看老者身后紧紧跟随、样貌倾城的女子，林修内心微微一动，很快便跟了上去。东海市人民医院作为东海市区最为先进的医院之一，白天的时候人满为患，而神秘老者在擒住双生鬼差后，整个人便如同鬼魅一般，在人群之中快速穿行。他明明是个活人，可走起路来却像一团迷雾一样。诡异的身躯撞过人群，医院里路人、患者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老者的速度很快，即便是跟随老者而来的美女，面对老者的步伐，也不免跟得有些吃力。倒是林修，身上一团金光咒，跟在老者身边，闲庭信步，就像在逛自家后花园。那轻松写意的样子，仿佛在告诉老者：说实话，我是故意放慢速度等你，不然我还可以更快。医院中，面对着实力如此强悍的林修，老者脸上不免也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大厅里快速穿梭，上楼。终于，一段时间后，老者、林修还有那位好看的大美女出现在了医院顶楼一处豪华的空中花园里。呼哧呼哧，视野开阔的顶楼上，当众人好不容易停下步伐，那美女不由得双手撑在膝盖上，呼哧呼哧不停地喘息着。她很美，皮肤很白，长得很好看，而且林修见过她好几回。她是佳儿。顶楼花园里，在停下脚步与老者、佳儿见过之后，林修身上一道凛冽的鬼神气息爆发。强悍的鬼神之气下，双生鬼差、九世灵胎直接瞬移回到林修身旁。调回手下，林修并未多说什么，但姿态却早已表明，那就是对老者说：你虽然拘走了我的手下，但如果我不愿意配合，你也没办法对他俩做什么。我之所以随你到顶楼来，就是想听听你要说什么。另外一边，林修的强悍也有些震撼住了神秘老者。他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的林修，实力竟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强悍许多。好，真不愧是那个人的儿子。顶楼花园上，面对着实力不俗的林修，老者脸上流露出了赞许的神色。当年在那个地方，若非你父亲的英勇，当初我华夏派出的上百位冒险者，很有可能一个都回不来。老者这话说的突然，听见这话，林修原本平淡的脸上，双眼渐渐睁大，瞳孔收缩。林修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儿，他曾经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爸爸妈妈都很爱自己。但是在自己2、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出现在自己身边的频率越来越少，直到后来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小时候人的记忆总是模糊的，当林修重新记事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孤儿院的孩童。也是在那个时候，林修发现和同龄人相比，自己好像没有多少的恐惧感。上一次在接收1号门诊的时候，林修窥视到了黄金裹尸部内某些诡异的冒险画面。通过这些画面，林修隐约察觉到了自己父母的气息，总觉得黄金裹尸部之所以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很有可能与多年前父母或者其他某些人的安排有关。这一日，医院顶楼花园里，当神秘的老者突然提到自己的爸妈时，林修瞳孔微微一缩，随后开口说道：在下林修，不知这位前辈如何称呼。此时老者仍带着满脸赞许的目光望着林修。当林修开口说话时，老者这才稍稍回过神来，眯眼一笑道：老者名中，华夏东部战区诡异战线负责人。老者说到这边，接着又道：年轻人，今日东海大桥风波，多谢你了。作为华夏东海战区负责人，老者明中负有守卫疆土的职责。今日远在300多公里外的明中和佳儿，在得知东海市被恶鬼袭击之后，火速赶回东海。面对鬼雾弥天的东海大桥，明中二人本想直接出手，可当二人发现东海大桥上站着的人正是林修之后，二者改变主意，直接回到了指挥中心，将战场掌控权毫无保留交给林修。二人这么做不是因为懒怠不负责，而是因为二人在看到了满级金光咒的强悍之后，知道即便是自己出手，也不可能比林修做得更加完美，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大战而造成无辜的人员伤亡。林修是最佳的灾难解决者。正因如此，明中和佳儿二人才会一直憋到东海大桥风波结束之后，才突然出现在林修面前。顶楼花园面对着满脸客气的明中，林修淡淡的点了点头，随后道：级恶鬼对我有用，我不过是顺手将他收了，先生不用感谢我。一听这话，明中愣了一愣，好半天后才道：年轻人，比起你的父亲，你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当初在那战场之上，你的父亲一腔热血，为我们的团队牺牲太多，当年他若是能自私一点，没准还能回来。明中说到这边，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多了，一抬眼迎着林修的目光，明中赶紧收住了话头。而这边在注意到老者闪烁的目光后，林修脸上倒也没有太多的表情变化。关于父母的消息，林修当然想知道，但是在尚未熟悉的陌生人面前，林修从不会过多地表露自己的情绪。眼看着神秘老者欲言又止，林修这才淡淡的开口道：所以你跟我父亲很熟。唉，面对着心思如此沉稳的林修，明中不由得叹了口气，随后道：年轻人，关于你父亲的一些事，我暂时无法给你任何回答，但是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
那就是加入东部战区诡异战线。老者明中说到这里时，神色不由得有些激昂起来。今天，加尔与明中来到灵修面前，除了当面向灵修表示感谢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招揽灵修加入东部战线。在说出自己的目的之后，老者明中从自己的怀中取出了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里装着3枚如同水晶一般浑圆透亮，外边却蒙着一层金光的特殊丹药。丹盒之下，一卷丹书，一枚铁券，皆散发着不俗气息。老者将几件神秘之物递给灵修，开口又道：“年轻人，这3枚凝气丹是华夏高层对于您今日大乔之举的感谢。你别看这几枚丹药不大，这几枚丹药随便一颗都能在黑市之上卖到1000万以上。”盒子下的这本丹书出自宋元古墓，铁券则是明朝的，这上边皆有不俗气息，研究价值极高。这2件罕见之物代表的则是我华夏高层的诚意。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东部战区军衔准将起步，只要稍稍积累一点战功，便可以获得少将军衔，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将军。加入战区就是准将，只要立功就是将军。东海医院顶楼面对着明中老者的招揽，灵修内心不为所动。说实话，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在见到明中之前，灵修内心中并没有为某个组织团体效力的想法。此刻他之所以有耐心听明中说话，一来是因为这老者一开场就提到了自己的爸妈，二来则是因为家儿。灵修很清楚，当初在山村副本的时候，正是因为家儿的暗中帮助，自己的副本才会进行的异常简单。对于这位一直默默帮助自己的小美女，灵修颇有好感。顶楼花园面对着满脸期待的老者，灵修陷入了沉默。终于，老者这边率先绷不住，冲着灵修又是一笑道：“年轻人，如果你暂时不想加入我们也可以，但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够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不久之后，惊悚都市即将展开新一届的议员选举，到时候这场选举必将卷起全球无数风云。为了确保我华夏在新一届的惊悚都市议会之中占据足够多的席位，我们希望和您达成某种战略合作。在竞选开始之前，我们可以为您提供3亿现金、47619点惊悚币作为竞选活动基金。而我们的要求是，在完成竞选之后，您能作为华夏代表团的成员加入我们的议员小组。只要您愿意合作，竞选经费我们这边立刻送上，丹书和铁券同样属于你。又是惊悚都市的议员选举吗？”作为一名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惊悚世界的有心人，灵修对于议员选举一事了解还是蛮深的。只是一直到裂口女、明中等人找到自己之后，灵修也从未表达自己到底参不参选。灵修生性沉稳，很多事情不到最后时刻，灵修绝不轻易表态。只不过灵修不表态，并不代表其他人不着急。惊悚世界风云诡谲，包括华夏在内，全球最主要的几个国家都想要在惊悚世界中尽可能的获得更多的地盘和权势，争取掌控惊悚都市议会，便是包括华夏在内不少国家高层近期最忙碌的事情。灵修作为一名顶级的新人高手，今天又有如此惊艳的表现。早在灵修用金光咒夺住东海大桥的时候，上边就已经直接拍板，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一定要将此人拉拢进东部战线。在惊悚世界中，都市的议员们代表着极高的权势，不论是对市政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还是对一些诡异之地进行探访督查，都是议员们天然的权利。甚至试炼者们一旦成功当选，还能得到惊悚都市一笔特殊津贴，调动一支不俗的安保力量。这些权利，各国高层自然不可能让他白白流落到一些不明不白的人手中。对于有能力竞选惊悚都市议员的竞选者，各国高层要么争取，要么毁灭。总之，那些久在上位的人一定要确保自己能够掌控大局，不管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惊悚都市里。医院顶楼面对着明中提出的合作条件，灵修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沉默。好一会功夫，明中二人才见灵修微抬眼眸。关于议员竞选一事，我可以和华夏高层合作，但是有2点我不能保证。第一点，我不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成功当选为惊悚都市议员。第二点，我不能保证每一件事都完全听从你们上面的指示。我只能保证，一旦合作意向达成，在团体运作上，绝大多数的议题，我会跟着你们小组的方向走。一听这话，年纪不小的明中轻轻叹了口气，道：“比起你父亲，你果然有很大的不同。”一双眼睛仔细望着灵修，老者开口又道：“按照上面的意思，只要灵修先生愿意和我们达成合作意向，在大方向上支持我们的议员小组的运作就可以了。”老者说到这边，压低声音又道：“灵修先生，这次惊悚都市议员选举，包括你在内，我们一共争取到了100多名合作者。而如果咱们的这些合作者能够有20%最终进入议会，那么将彻底掌握整个惊悚都市。惊悚都市新一届议员席位共有36席，只要争取到18席以上，便算掌握过半席次。拥有过半席次的议员小组，在推行任何议案的时候，都要远比其他的团队简单许多。若是动员的好，想要完全掌控议会流程，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全球共有这么多的国家组织、财阀正全力谋取议员席位，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方面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占据超过1半的席位，真的有可能吗？在这过程中，不会突然出现什么幺蛾子吧？想到此处，灵修笑了一笑，望着明中，开口又道：“这次高层全力冲刺议员席次，是每个人都提供3亿资金和4万多点惊悚币吗？”一听这话，明中连连摇头，忙道：“不，灵修先生，一般人竞选都市议员花不了这么多钱，在我们物色的100多名试炼者中，能够拿到3000万补助的，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存在。您之所以能够得到3亿现金补助和将近5万的惊悚币，是因为华夏高层对于您寄予了极深的厚望。在很多高层的眼中，您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这么多的资金支持，纯粹就是为了助力您在青山医院和惊悚都市更上层楼。不管您对于加盟东部战线如何看待，上边永远都把你当成自己人，是吗？”灵修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在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华夏高层之所以如此支持自己，很有可能与久远前发生在自己父母身上的事情有关。明中老人说，上边永远把灵修当作自己的人，所以是不是因为上边觉得在当年的某些事情上，上边对于灵修的爸妈有亏欠呢？灵修进入惊悚世界，为的是寻找自己失落的恐惧感，探寻一下自己为什么会和绝大多数的人不同，这是表面原因。说实话，灵修进入惊悚世界就是为了探明自己的身世，查出当年自己的爸妈为什么会突然无缘无故失踪，明白了当年在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灵修自然也就知道为什么自己会丧失恐惧了。与华夏高层合作，便有机会调取当初那场神秘世界探索的各种资料，资料里没准便有大量和自己父母有关的消息。哪怕由于各种原因，当初那个世界的探索资料已经被毁，或者被华夏高层彻底封存，以至于就连明中老人提起这事也都三缄其口，不敢多谈。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灵修相信只要自己愿意探寻，总有一天一定可以把真相给挖掘出来。既然华夏高层始终把自己归类为自己人，那灵修便暂时承下华夏高层的好意，在能够合作的范围内与华夏方面展开合作。至于在华夏高层眼中自己到底是自己人还是工具人，灵修在和华夏高层深入接触后自然会做出自己的判断。有些人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那就走。在拥有恐惧降临后，即便是面对华夏高层，灵修也有能力在一天之内在无数高手眼皮底下脱离监管，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不管将来形势如何，3亿现金47000枚金悚币灵修先拿了。花园顶楼，灵修把3枚散发着金光的透明丹药给收了，同时现实世界和惊悚都市里也获得了来自华夏方面的多笔转账。在完成一系列操作后，老者明中继续开口说道，灵修先生，尽管您目前还不愿意加入我们东部战线，但是关于您的一些特殊待遇，我们还是会替你安排好的。从今天起，您的身份档案将被我华夏军政、企业、金融系统等标记为3星级特殊人员，在您办理银行业务、工作等方面，您的3星身份将为您提供很大的帮助。在各大军区，凡是将军级以下的军人见了你都必须恭敬行礼。你拥有拯救一整座城市的强大能力，这份荣誉是你应得的。面对着华夏高层给予的特殊荣誉，灵修内心并没有太多的感觉。对于他来说，除了账户里的钱突然多了许多之外，今天不过是平平无奇的一天，和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抬眼看了看老者明中，又看了看明中身后始终一脸微笑、倾国倾城的佳儿，开口说道，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佳儿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为了寻觅灵修而来到东海。当听见灵修这么一说的时候，佳儿开口说道，灵修，小时候我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相处，有些事情你现在可能已经忘了，但我还是那句话，不论发生何事，你可以永远相信佳儿，我会一直坚定地站在你的身后。佳儿这么说的时候，眼神之中充满坚定，望着灵修就像小时候一样。这边在感受着佳儿的目光，灵修内心莫名一动，脑海中猛地闪过些许小时候的画面，院落、榕树、诡异的脸，画面闪烁，异常模糊。当灵修屏气凝神，想要将其完全看清的时候，那画面便已彻底消失，只在灵修脑海之中留下了一道道令人恐惧的危险讯息。这种危险讯息突然出现在活人脑海之中，若是心脏承受能力差一点的，很有可能会被当场吓死。即便是心理素质强如灵修，在面对此等讯息的时候，也不由得脸色发白，强烈的疼痛袭来，道道冷汗从灵修的额头滑落下来。望着面前一幕，佳儿满脸惊讶，连忙关切问道，灵修哥哥，你没事吧？一听这话，灵修摆了摆手，并未多说什么，而明中则是连忙提醒佳儿道，当年的事目前灵修先生回忆不了，这件事需要等到一段时间后才能慢慢挖掘，现在咱们能不提就尽量不提。明中此言一出，佳儿神色微变，不再多说什么。这边在经历了一阵短暂的痛苦之后，灵修脸色煞白的抬起了头，一双眼睛看了看明中和佳儿。和绝大多数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不同，在明中当面提及当年的事比较敏感时，灵修并没有多问什么。对当年之事，灵修看起来一点都不关心似的。面对心态如此沉稳的灵修，明中再度感慨，这样的年轻人自己驾驭不住，同时内心默默又道，灵修真不愧是小小年纪就能拥有少将待遇之人啊！别看华夏之地军人无数，可实际上能够做到将军级别的又有几个呢？灵修从心智和实力上看，便绝对是个强人。另外一边，面对着逐渐沉默的明中、佳儿，灵修一句多余的话也没说。而灵修之所以不说，不是因为他一点都不好奇，而是他知道所有的真相其实就封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关于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只要灵修足够强大，他自己也能从脑海中把真相挖掘出来。比起将希望寄托于一个神秘而强大的国家机构，灵修倒不如从自己的身上好好挖掘。正因如此，当明中开口提到当年的事比较敏感时，灵修才没有多说什么。至于佳儿所说小时候他俩曾经见过这件事，灵修还是可以肯定的。在自己模模糊糊的幼年记忆中，佳儿的身影确实不止一次出现过。既然咱们小时候就认识，那以后有机会可以多交流。有时间你可以到青山医院坐坐，你身上的隐疾，我想办法将你清除。顶楼花园上，在稍稍恢复状态后，灵修开口对佳儿说道。而另一边，当听见灵修突然提到隐疾的时候，佳儿浑身莫名一动，随后望向灵修，开口说道：“我记住了，灵修哥哥，近期内我会尽管前往青山医院和你见面。”作为惊悚世界台面上的12天王之一，在这世上鲜有人知道佳儿身上藏有隐疾，也只有灵修这样从青山医院里出来的医生，才能不动声色看穿一切。别的不说，光凭这点，灵修的医术便已经超过了惊悚世界绝大多数试炼者。对于灵修，佳儿是100%信任的。
既然灵修愿意帮自己解决身上的问题，嘉儿便可以将自己完全交给灵修。顶楼上，在得到嘉儿的明确回答后，灵修默默点了点头。接着灵修又道：“除了东部战线和议员选举之外，你们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吗？”一听这话，明中愣了一下，随后尴尬一笑道：“我们没别的事情了，灵修先生，接下来的事情，希望我们可以合作愉快。”好。当听见明中这么说的时候，灵修双眸一动，看了看明中，最后看了看嘉儿，道：“既然没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那好，灵修先生慢走。顶楼花园上，明中一句慢走还没说完，这边灵修稍稍走了2步，纵身来到天台边，身子一跃，这个人已经从高楼上跳了下去。望见这一幕，明中二人吓了一跳，快步来到天台边，眼看着正在急速下坠的灵修来到半空，身影突然消失不见，二人这才反应过来，灵修已经重新回到了惊悚世界。顶楼花园下，一座如同镜面一般的景观水池，正是灵修登陆游戏的依仗。对于惊悚世界，一般试炼者的登陆方法是找到一面光洁的全身镜，直接穿入其中。仔细想来，也只有灵修这种不怕死的家伙，才会选择从30几楼高的地方往下跳，来登陆游戏。从这么高的地方去寻找地面上一面小小的水池，这万一要是没跳好，那可是要粉碎碎骨的。所以啊，不得不说，灵修这个家伙真是艺高人胆大。唉，顶楼天台上，面对着早已经消失无踪的灵修，明中老人无奈地摇了摇头。对于灵修这么一位实力强悍的高手，明中确实不好多说什么。而另外一边，在明确灵修已经重新回到惊悚世界后，嘉儿稍稍站直身子，冲着明中道：“前辈，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回游戏了。”一听这话，明中连忙看向嘉儿，眼看着嘉儿正朝天台上一面透明玻璃走去，明中开口又道：“嘉儿小姐，议员竞选仪式上边同样对您寄予了极高的厚望，请你一定加油。”嘉儿听见这话，稍稍停了停脚步，随后美眸微抬道：“放心吧，我会的。”说完，嘉儿那绝代无双的倩影便也消失在天台之中。冰冷诡异的黑暗世界中，当灵修纵身一跃，从天台上跳下的时候，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欢迎回到惊悚世界，编号3579陌生失恋者向您邮箱投递了7000枚惊悚币，请注意查收。编号6265陌生失恋者向您邮箱投递了3900枚惊悚币，请注意查收。”诡异世界里，惊悚币获取困难，即便是强大如华夏官方，也很难通过一个账号直接一下子凑齐价值上亿的4万多枚惊悚币。光从这一点来看，华夏东部战线这一次对于灵修的支持还是极大的。灯光昏暗的1号门诊室中，当灵修的身影突然出现时，裂口女和红衣小女孩很快便聚集到了灵修身边，两双眼睛好奇地看了看这位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的小帅哥。身穿红裙的大小姐最先开口说道：“怎么样，你离开惊悚世界的这2天有什么收获？”面对着管家婆似的小女孩，灵修微微一笑，并未多说什么，而是将自己的目光望向了裂口女道：“怎么样，这2天有人上门问诊吗？”对此，裂口女无奈地摇了摇头道：“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门诊封闭了太久的原因，这2天一直没有病患上门。没有病患上门，便意味着灵修的接诊任务完成不了。”在听得裂口女的汇报之后，灵修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好半天之后，灵修才将自己的目光望向了一直好想有什么话要说的小女孩身上，开口说道：“你有什么事说吧。”直到这个时候，小女孩才连声说道：“林医生，门诊的事你别想了，之前你得罪了主任医师，还想有病人上门。在主任医师掌控下，医院里的病人还没走到1号门诊，就已经被人暗中截留下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想有人前来问诊，是吗？”当听见小女孩这么说的时候，灵修不由得一笑，这主任医师还真是个麻烦。灵修一边说，一边将自己的目光望向了裂口女。作为青山医院的资深美女护士，关于主任医师动向，裂口女自然也是知晓的。只不过出于对灵修的保护，裂口女并不希望灵修太早的与主任医师较劲。毕竟主任医师实力不差，而且不久后由副院长牵头的全院医师测评，主任医师手中的票也非常关键，他的一票能够抵得上其他医生5票。当然，裂口女之所以刻意引下主任医师暗中操控一事，并不是因为他是个怕事之人，而是因为裂口女觉得短期之内灵修很有可能打不过主任医师。评价什么的都是其次，裂口女纯粹不想灵修白受皮肉之苦。如今眼看着大小姐已经将主任医师一事点破，灵修又再一次向自己投来目光。裂口女不再多说什么，脸上的一排可怕的锋利牙齿一动，开口直接表明态度：“林医生，目前这个阶段，我并不建议你和主任医师产生任何正面冲突，但如果你确实想动手，我可以打头阵。你尽管放心，一旦决定动手，我绝不会退缩。”1号门诊内，对于裂口女的表态，灵修非常满意。接着灵修又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之前提到的这个主任医师，咱们是该好好会会了。”灵修说到这边，看了看自己身边的几名手下，接着灵修又道：“截留咱们家的病人是要付出代价的。”灵修一边说，一边从自己的储物背包中取出了一根金色棒球棍，又从惊悚商城中花费1000点惊悚币购买了一张 S 级炼化符。S 级炼化符可注入800点储备功德的特殊强化符纸，炼化符激活后可用于提升装备属性。灵修手中原有的金色棒球棍等级5级，伤害11-19。当灵修利用治愈值转化为储备阴德，激活 S 级炼化符后，金色棒球棍得到强化，符咒一贴，上边爆发出一团奇异耀眼的光芒。随后，一道特殊的系统消息出现在灵修面前：低阶法宝金鸡子，等级5，伤害99，满值，特技强烈晕眩，坚固100倍暴击。小小的一张符咒，直接将普通的棒球棍进阶成低阶法宝。惊悚世界中的阴德系统果然了不得。走吧，咱们会会那主任医师去。1号门诊室内，灵修这一次之所以赶着从东海市回来，
为的就是尽快接诊，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可谁曾想，在这种情况下，医院里边居然还有人从中作梗。好，既然你想玩，咱们就好好玩。金鸡子闷棍，了解一下。冰冷的走廊上，当林修悄无声息地戴上棒球帽，握住金鸡子的时候，裂口女等人不由得浑身一寒。望着林修那神色自若的背影，裂口女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想多了。在林修和主任医师的冲突间，该担心后果的或许不是林修，而是主任。公公他偏头痛，说银两不够重，公公贪污很凶，后宫佳丽不能碰。阴森诡异的青山医院内，一位身穿清朝官服、皮肤如蜡、颧骨高高隆起的僵尸正缓步地跺着步子。前段时间在和郊区几头黑色恶犬争斗的时候，僵尸先生被恶犬搞坏了头。今天僵尸青年好不容易得了几枚沉甸甸的白银，几经折腾来到青山医院，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手艺优秀的外科医生来将自己脑袋缝合。公公他偏头痛，说银两不够重。今天来到青山医院的医生是个潮流先锋。别看僵尸青年穿着一身清朝官服，但实际上他是个十分现代的年轻人，生前接触过电脑，随身听，整个人音乐感十足。在一边往医院里走的时候，僵尸先生一边神清气爽地哼着歌。就这样，僵尸青年一路来到中途，突然间，一位身穿黑衣、眼神空洞、戴着墨镜的诡异之人出现在了僵尸青年面前。僵尸先生一身煞气不俗，被诡异的黑衣人一打，一身阴气却被牢牢压制，整个人动弹不得。刹那间，脑袋歪曲的僵尸先生吓了一大跳。都说青山医院神秘莫测，一般疾病千万别来青山就诊。一开始，僵尸青年还不信邪，但现在他信了。一双散发着恐怖黑气的眼睛猛然瞪向黑衣人，僵尸先生内心有点害怕。另外一边，在勾肩搭背拦住僵尸青年后，神秘的黑衣人冷冷一笑，随后像审问二流子一般，冲着僵尸青年道：“怎么样，小伙子，你来我们医院做什么？”僵尸青年此时早已吓得不行，面对大佬的提问，僵尸青年忙道：“大哥，我脑袋坏了，我来医院缝缝。”接着，僵尸青年又十分乖巧地道：“我在外边听说青山医院新开了一家门诊，规模挺大，是个新医生。如今新医生新店开业，优惠力度不小，我打算去那边瞧瞧。”僵尸青年在和黑衣人说话的时候，注意到黑衣人衣服里藏着一件青山医院胸牌，想来这大佬应该是青山医院的工作人员吧。面对工作人员说出自己的就诊打算，那是相当稳妥。咱是来就医的，不是来乱的。在明白了自己的来意后，工作人员应该会满脸微笑的把自己放开吧。僵尸青年畏畏缩缩，瑟瑟发抖。而另外一边，在听见僵尸青年打算前往新开门诊的时候，黑衣人冷冷一笑，随后一道无比恐怖的气息降临。僵尸青年原本脑袋歪着，只是简简单单的偏头痛，现在僵尸青年感觉自己整个脑袋全都裂了，这伤没有几百两银子，恐怕没有哪个医生愿意帮自己医治。医院入口，僵尸青年握着自己手中仅有的10几两白银，欲哭无泪。在大佬评出的城郊荒野上，僵尸青年守着一座破旧的木屋，想要赚上几百两银子，谈何容易？咱的命怎么这么苦？来趟医院不但没有缓解病情，反而还加重了。青山医院入口，面对着神秘大佬的老街，僵尸青年欲哭无泪。这边神秘大佬搭着僵尸青年的肩膀，继续道：“小伙子，我看你来趟医院也不容易，这样吧，你这病一般的医生也医不好，你若信我，我给你另外指一个去处，你到了那边治疗费打9折。打9折，这事听起来不错，可问题是，即便是打9折，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僵尸青年还是负担不起啊。妈妈呀，我为什么这么倒霉？”诡异阴森的青山医院这边，僵尸青年正不知道如何回应神秘大佬。突然，两人身旁一道诡异的声音响起：“主任，你看看是不是你的东西掉了？”一听这话，神秘大佬眉头微微一皱：“老子神通广大，能掉什么东西？”嘴上是这么说，但出于本能，神秘大佬还是不由得低头一看。这一看，地上光溜溜的，啥东西也没有。他娘的，谁在整我呢？望着地面，神秘大佬眉头一皱。这时却见不远的地方，几颗诡异的弹珠响着清脆的声音缓缓滚来。这弹珠感觉上蛮诡异的，但是就这东西能吓住神秘大佬？哼，哪里来的孤魂野鬼，也敢在此作祟？面对着光滑地面上突然出现的几颗弹珠，主任医师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笑容。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主任医师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身后传来一股不祥的气息。面对着诡异之气，主任脸色突变，猛地直起腰身向后看去。这视线还未完全转向身后，突然间，主任面前金光一闪，一根诡异的球棍瞬间砸向主任的脑门。嗡！作为青山医院一名顶级医师，黑衣主任的脑袋十分僵硬。球棍一击，主任脑袋上发出一阵嗡嗡嗡的声响。强烈撞击下，主任头晕目眩。强烈的天旋地转间，主任似乎隐隐约约见到一位手持金色闷棍的帅哥，正面无表情地站在自己面前。你他娘的搞偷袭！你小子不讲武德！主任医师兜兜转转，嘴里一句话没能说完，舌头一吐，眼睛一歪，整个人便晕倒在了大厅之中。面对眼前一幕，僵尸青年彻底吓傻了。在青山医院里袭击工作人员，这可是要倒大霉的，僵尸青年害怕极了。而另外一边，在放倒了主任医师后，手持闷棍的帅哥也终于露出了自己的面容。这年轻人很帅，在将人放倒时，眼神也很坚决。当僵尸青年害怕地望向年轻帅哥时，却见年轻帅哥抬眼，将自己的目光望向大厅，开口冲着角落道：“我这边只能遮住10秒监控，你们几个动作要快，把这家伙衣服拔干净，丢掉医院外。快点，黑煞保安很快就要过来了。”年轻帅哥此言一出，黑暗角落里
一位满脸衰样的鬼差领着好几名黑衣鬼怪，瞬间从角落中涌出来，拖着昏迷不醒的主任医师，直接离开现场。金鸡子低阶法宝，全力一击，可震慑一切 S 级以下恶灵。这一日，林修身上带着黄金裹尸布力量增幅，再加金鸡子百倍暴击，猛的一下，放倒实力远超自己的主任，问题不大。青山医院主任级医师，成名多年，他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那比钢板还厚的脑壳会被人一棍敲晕。在过去几天里，主任医师也算是拦截了林修不少的客人。如今林修这一棍子下去，也算是收回点利息了。医院大厅里，双生鬼差等赶在医院监控恢复前，将主任医师扒的只剩下一条底裤，然后将这浑身发黑的家伙赤条条丢到了大街上。另外一边，当望见林修等人一系列行云流水的操作之后，僵尸青年彻底吓呆了。他没有想到，在素有9大兄弟支撑的青山医院内，竟还会发生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闷棍事件。这敲晕工作人员的年轻帅哥，未免也太无法无天了吧？刚刚主任医师的强悍令僵尸青年感到害怕，眼下年轻帅哥的残忍果决同样令人震惊。这家伙在放倒神秘的黑衣人之后，不会马上拿自己开刀吧？自己撞见了年轻帅哥的好事，难道他还不把自己给杀人灭口了？联想于此，僵尸青年忍不住瑟瑟发抖。此时的他再也没有兴致唱什么，公公他偏头痛，说银两不够重了。大厅里，就在僵尸青年满脸紧张的时候，林修目光一瞥青年，开口说道：“你脑子有问题，得补一补。”啊！一听这话，僵尸青年呆了一下。我脑子是有问题，但关你屁事！你小子怕不是故意在骂人？眼看着僵尸青年一脸不屑，林修微微一笑，接着道：“今天的事，你当做什么都没看到。我保你成为郊区僵尸王。”成为郊区僵尸王？林修此言一出，僵尸青年浑身猛然一颤。要知道，作为惊悚都市城郊一名落魄青年，小僵尸每日在夹缝中生存，他早就受够了颠沛流离的苦。如果说青山医院里真有大佬能够带自己提升，成为郊区一霸，那僵尸青年今后的日子可太幸福了。我真的可以成为僵尸王吗？僵尸青年颇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林修，而这边林修却只是微抬眼眸道：“追随我，我保你成一方大佬。”话太多，下一个吃闷棍的就是你。嘶！大厅中望着林修那淡漠的神情，想象方才帅气青年干脆利落的闷棍，僵尸青年浑身又是一颤。一边是僵尸王，一边是闷棍。在沉默了片刻之后，僵尸青年很快有了答案，眼一抬，冲着林修信誓旦旦道：“老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今天这事我绝不会出卖你。”很好。望着僵尸青年，林修最后道：“事成之后，到门诊部最后一间房找我。”门诊部最后一间房，1号房。大厅中，僵尸青年满脸惊讶地望着林修。而另一边，在和僵尸青年说完话后，林修缓缓转身，走回阴森诡异的门诊长廊。当林修身影彻底消失的时候，几名发现监控失灵的诡异保安才匆匆赶来查看。眼看大厅里只有僵尸青年一人，黑煞保安们一下子全部将他包围起来。僵尸青年本就惊魂未定，见此阵仗，当场吓傻。眼看着黑煞保安们一个个凶狠的模样，僵尸青年当即举起手来：“是不是我做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别抓我！”此时的他早已经打定主意追随林修。今天不管黑煞保安们问自己什么，僵尸青年只有一句话：不知道，没看见，别乱说。另一边，黑煞保安在将僵尸青年团团包围后，突然大街上一阵极其强烈的震荡传来。弥天的恐怖之气中，主任医师狂怒道：“何方宵小，竟敢偷袭本大爷！老子杀了你！”主任医师狂怒着从医院外赤条条的奔进来，一身杀人气息令人震撼。主任一怒，众鬼皆惊。然而主任医师的狂怒在面对着无比森严的青山医院面前却显得十分渺小。主任身上那强烈的阴气刚刚引起门诊楼的震荡，随后高层方面一股更加诡异恐怖的气息便直接降下，强压在主任身上。主任医师空有一身逆天的本事，在此等强悍的气息下，也只能瞬间偃旗息鼓。来自医院高层的警告如同一盆冷水泼在主任医师身上。在被卸去了一身邪气后，主任医师穿着一件单薄的底裤，望着四方。大厅天花板上各处监控闪烁着红光，正好将主任医师的丑态拍得一览无遗。主任医师愣了许久，脸上终于再次露出愤怒之色，眼一瞪，身影快速来到僵尸青年面前，一把抓起僵尸青年的衣领道：“臭小子，是你派人打我！”面对强势的主任医师，僵尸青年害怕极了，但是一想到不久前林修的承诺，还有身旁实力不俗的黑煞保安，以及刚刚主任医师受到的警告，僵尸青年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冲着主任医师，僵尸青年当即撒泼起来，大声嚎哭道：“青山医院打人了！病患来医院不但得不到治疗，还被打成重伤！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在刚刚主任医师遇袭事件中，僵尸青年确实全程都没有参与，而且也真被打成重伤。此时他的身上还有主任医师的掌印，在这种情况下，僵尸青年哭诉起来有理有据。很快，黑煞保安中一位职位不低的监理人员开口说道：“主任，这病患是我们的医院的客人，请你不要这么对他。”直到监理人员开口，主任医师的态度才缓和一些，将僵尸青年从自己的手中放了下来，双眼一瞪，用一种愤怒而质疑的目光望着僵尸青年。而这边僵尸青年反正没犯事，有安保监理人员在，他也不怕被打，所以他也一脸笑嘻嘻地望着主任，得意洋洋间，僵尸青年甚至有点想唱歌。公公他偏头痛，说银两不够重，你小子不要太嚣张，刚刚你明明就在我身边，你什么都看到了。医院大厅内望着逐渐放肆的僵尸青年，主任医师一脸狂怒。主任医师的怒火吓了僵尸青年一跳，但很快僵尸青年又镇定下来。各位大佬，你们在说什么？我是真不知道啊。倒是这位主任，你怎么回事？
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身子，你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僵尸青年一边说，一边拿着自己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主任医师，极尽挑事姿态。主任医师满脸狂怒，又不好对僵尸青年动手，于是他只能把自己的目光望向诸位安保。安保们负责着医院的安全，自然明白主任医师的意思，望向僵尸青年，忙道：“这位客人，我们的主任医师受到了莫名袭击，刚刚整个大厅里只有你一个人，你真什么都没看见吗？这件事您必须说清楚，否则您也有嫌疑。”黑煞保安说话的声音很冷。哦，一听这话，僵尸青年这才稍稍配合了点，开口说道：“各位，我是确实不知道啊，刚刚这个主任医师他把我脑袋摁着，我身上本来没什么伤，结果被他给弄出了一大堆毛病。我之前正低着头脑袋疼呢，突然间就听见主任大人大叫一声，啊的一下，主任被一道阴风拖到了医院外边，然后你们就来了。各位，我根基单薄，势力弱小，就连看病的钱都是在荒地坟场里好不容易凑到的银两，就这我能搞什么事情？你们就算给我100个胆，我也不敢在青山医院闹事啊。”僵尸青年这话说的相当在理，安保们听得连连点头。僵尸青年实力微薄，那个袭击主任医师的嫌犯若想隐瞒自己的动向，僵尸青年确实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他。只是如此一来，主任医师遇袭不就成了悬案了？大厅中几位安保沉默了许久，这才抬眼望向主任医师道：“主任，今天这事您看怎么处理？”主任医师此时正憋着一肚子火呢，眼看着几名安保开始消极怠工，主任医师冷冷一笑：“你们的监控呢？”安保们回答：“我们什么也没拍到。”简单的一句话把主任医师气得不轻，当场破口大骂：“你们这群没用的废物！”黑煞保安们本也不是善茬，主任医师此言一出，黑煞保安们当即回答：“主任放心，这件事我们一定替你查过水落石出，请你给我们一些时间。”说完，安保监里结合队伍，领着手下们一路离开，前往马路上寻找真相。一大堆人离开的时候，甚至没有将僵尸青年带上，由此可见，黑煞保安们也并不是很想处理主任遇袭这件无聊的事情。望着冷漠离开的保安队伍，主任医师黑漆漆的脸上流露出一抹凶光，凶光之下，一排雪白的牙齿显得尤为突兀。等着吧，3天之内，老子一定把真凶找出来，到时候老子要你好看。这边主任医师正恶狠狠地发誓呢，一抬眼却见僵尸青年正悄咪咪地往门诊区走去。望见僵尸青年缩头缩脑的样子，主任医师忍不住开口呵斥道：“臭小子，你干什么？”这可怕的威严之声吓了僵尸青年一大跳，他小心翼翼地回头，见主任医师人光溜溜站在那里，没有上前追打自己的意思。于是僵尸青年开口道：“怎么，你个狗屁主任把我打伤了，还不许我就医？我警告你，现在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如果你再敢拦着我看病，我就大喊大叫起来，我相信在医院中一定有人能治你。老子虽然没钱，但我也是你们青山医院尊贵的客人。”青山医院中确实有人能治主任医师。眼看着僵尸青年已经逐渐掌控反击的节奏，主任医师也不好多说什么，望着僵尸青年那猥琐的脸，主任医师不再多说什么，一声冷哼，化作一团雾气消失在了大厅之中。另一边，眼看着主任医师已经离开，僵尸青年如释重负，赶忙撒起脚丫，一路向着门诊走廊最深处而去。一路上，僵尸青年路过了不少奇形怪状的门诊区，门诊室里传来的阵阵哀嚎，着实把僵尸青年吓了一跳。而等到走廊上各种诡异之声逐渐消停的时候，僵尸青年才猛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片无比幽暗、森冷的空间。比起孤魂野鬼出没、一片荒凉的城市郊区，这个地方更加诡邪，更加瘆人。这里感觉比城市郊区那些僵尸青年从未去过的禁区还要恐怖许多。我的妈啊！这青山医院不是专门接待病人的吗？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如此冰冷之地？来到无人的门诊区中后段，僵尸青年整个人不免又开始紧张起来，如此小心翼翼地往前迈了几步。突然，他的耳边响起了一道冷漠威严的声音：“既然来了，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这位病人，你是来看病的吗？”啊！冰冷的声音一出，僵尸青年吓得一蹦老高，好不容易镇定下来，闻着声音四下一看，却见在自己身后不远的地方，一位脸生四目、只有半个人高的鬼差正举着一盏灰白色的灯，悠悠地指着路。啊，这鬼差，僵尸青年刚刚见过呀，这厮不就是扒光主任衣服的那个家伙吗？所以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面对着胆敢对主任医师下手的鬼差，僵尸医生害怕极了。但也是在这个时候，四眼鬼差开口又道：“走吧，我家主公已经等候多时了，你如今遇到了好时节，今天1号门诊所有的病人全部免费。”你们1号门诊果然是1号门诊，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望着阴森冰冷的走廊，僵尸青年有点不敢往前走了。眼看着僵尸青年一脸犹豫，四眼鬼差忍不住笑了出来：“怎么就这点胆子，你也想当僵尸王？僵尸王，多么动听，多么诱人的词汇！”幽暗的走廊上，僵尸青年听得热血沸腾，望着一脸冷漠的四眼鬼差，僵尸青年忍不住道：“这位大人，你说的主公，莫非就是刚才那位？”一听这话，四眼鬼差淡然一笑，随后道：“去吧，跟随主公，你绝对不亏。”四眼鬼差一边说，一边往大厅方向走。鬼差此举，僵尸青年就有点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僵尸呆呆地站在原地，等了许久，才听四眼鬼差说道：“你自己去1号门诊，我这边还要去宣传门诊免费的好消息。”啊，好吧。阴森走廊上，眼看着四眼鬼差离开，僵尸青年不再多说什么，他一个人担惊受怕地往里走，好半天，终于来到1号门诊处，站在门口犹豫了许久，好不容易伸出手来往门把上一握，突然1号门诊的大门自己打开了，
门后出现了一位身穿性感白色大褂、身材好到不行的大美女。一见美女，僵尸青年忍不住惊呼：“好漂亮的护士小姐，好大！”这边护士小姐听着僵尸青年情不自禁的赞叹，她也逐渐眯起眼来，露出笑容，随后伸出纤纤玉手摘下了自己脸上的口罩。口罩一摘，美女脸上一张散发着强烈恐惧气息、异常锋利、密集的牙齿裸露出来。望着这一排瘆人的牙齿，僵尸青年猛地一惊。作为惊悚都市郊区的无名僵尸，小青年今天着实是吓坏了。裂口女，你是裂口女姐姐？3年以前，当僵尸青年第一次带着意识苏醒在郊区荒野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了裂口女小姐姐和一尊顶级鬼王的惊天大战。那顶级鬼王乃是郊区荒野一代霸主，在他所掌控的领地内，至少有100头 B 级恶灵。这些 B 级恶灵组成恐怖的军团，一般的小僵尸、小骷髅见了只能远远躲开。那些躲闪不及的，最终只能被大佬们不停征召、奴役、驱使，日子苦不堪言。裂口女小姐姐，那可是足以横行整个惊悚都市各大鬼域的传说级高手啊！在她面前，小僵尸可不敢造次。1号门诊前，僵尸青年心里想着不敢造次，但他那因为惊恐而跌落在地的狼狈模样，还是冷了裂口女的心。哼，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望着颓废到底的小僵尸，裂口女小倩一声冷哼，很快又将自己的口罩戴上，自己转身进入了1号门诊室中。另外一边，早已经吓坏了的僵尸青年一屁股坐在冰冷地上，缓了好一会，才从地上站了起来，拖着发虚的双腿，一点一点往1号门诊室里挪。才走几步，一手依靠在玻璃水缸上，突然，玻璃水缸上传来一阵诡异的银铃般的笑声。那笑声仿佛像在嘲弄僵尸青年，又仿佛是要杀人啊！闻着声音，小僵尸目光往水缸里一瞥，却见水缸中不知何时正漂浮着一个身穿红裙的小女生。小女生皮肤惨白，双手抱膝，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僵尸青年，一身鬼王级气息，尤为吓人。我的妈呀！僵尸青年不过是头力气大一点，勉强学会了吐纳气息，能够用手劈开石头的小僵尸罢了。面对鬼王级的高手，他哪里能力对付？呵嘶！这1号门诊前有4目鬼差、裂口女大神，后边又有这诡异的小女孩，这3位不管是其中的哪个，都可以轻轻松松将僵尸青年拿捏死。一想到这，僵尸青年欲哭无泪，忍不住在心头暗骂自己：我怎么这么倒霉？咱好不容易凑了点钱，为什么不在荒村一庄随便找个先生医治？为什么一定要到这阴森诡异的青山医院来？僵尸青年很担心自己会成为惊悚都市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吓死的僵尸。贴着水缸，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好在水缸里的小女孩虽然出声嘲弄僵尸，但她却没有半点出手伤害小僵尸的意思。小僵尸就这么一步步往门诊室里边挪。终于，一位身材高挑、长相英俊、看起来还像正常人的帅哥出现在了面前。一见这帅哥，僵尸青年忍不住道：“帅哥，果然是你，刚刚偷袭了主任医师的那个。”僵尸青年看见的不是别人，正是灵修。而当听见僵尸青年的惊讶之语时，灵修淡然一笑：“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来的就是客人，僵尸先生，您请躺好吧。”啊！这就诊区内望着满脸淡定的灵修，僵尸青年心头猛然一动，望着灵修，连声说道：“是，帅哥老大，你说的对。刚刚我说了什么了吗？哈哈，我啥都没有说，什么主任，什么偷袭，我从来没讲过啊！”哈哈。僵尸青年一阵尴尬的哈哈大笑，这边灵修却没有搭理他，望着床铺，随手一摆，又道：“坐吧，未来的僵尸大王。”僵尸大王几个字，小青年听了异常舒心，最后看了灵修一眼，连忙乖巧的躺在了病床上。好，门诊区内望着乖巧躺好的僵尸青年，灵修啪的将一盏极其耀眼的手术灯打开，冲着僵尸青年道：“你的脑子和脖梗都坏了，接下来我先给你开个颅，在你脑子切掉，把你的脊椎整根抽出来清洗，顺便给你加几根 A 级鬼怪龙筋，增强你的爆发力。”啊，打开颅脑，脑子切掉，再把脊椎清洗干净，这听起来好像不大好吧？帅哥老大，您的医术过关吗？别一会拆了俺的脊椎、脑袋，结果接不上去啊！您要是接不上去，即便我为僵尸，那也是要没命的呀！呜！手术台上，灵修的动作还没有展开，手术台上的僵尸青年已经开始瑟瑟发抖。帅哥老大，我就是来缝补一下脑袋上的裂缝的。您说的这些项目，我好像用不着，要不咱还是算了吧。咱千万别冒着这个险，这万一没搞好，小的下半辈子可就毁了。手术台上，在得知了灵修的医疗项目之后，僵尸青年脸上露出了无比痛苦的表情。他在手术台上不停挣扎，想赶紧从手术台上离开。可是灵修的1号门诊好不容易逮到了这么一个病人，怎么可能让他轻易逃走？僵尸小哥，您可是咱1号门诊重新开业后迎来的第一个客人，而且您的病例极具典型性，在这种情况下，咱1号门诊免费大放送，不仅帮你解决痛苦，而且能为您带来极其可观的实力增幅。您既已躺在手术台上，那就乖乖的配合吧。1号门诊手术台上，就在蛮力不小的僵尸青年不停挣扎的时候，裂口女小姐姐拖着一个托盘，缓步来到僵尸青年面前，不动声色取出一根极其夸张的大针，往僵尸青年胳膊上一扎。下一刻，僵尸青年猛地瞪大双眼，意识还在，但浑身却早已动弹不得。直到这个时候，灵修才再度开口：“我给你注射的是诡异版麻醉药剂，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你可能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身体正在发生的变化，但你不用太过害怕，顺其自然就行。”啊！面对着灵修所说的顺其自然，手术台上的僵尸青年倒想顺其自然，可他的心没办法淡定啊！他娘的，老子都要被打开颅脑、拔掉脊椎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叫我不要害怕，顺其自然？
手术台边，面对着沉默不语的僵尸青年，林修举起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微微一笑道：“僵尸小哥，既然你不说话，那我就当你默认了。我 TM， 我倒是想说话，但您也得给我机会啊。”手术台上，僵尸青年特别想哭，他想说话，可惜声音却发不出来。好，那事情就这么定了。1号门诊室中，眼看僵尸青年没有反对意见，林修套上干净的医疗手套，默默开启直播。今天林修的直播标题是在线处理各种诡异外科疑难杂症，开颅手术进行中。长期关注林修的水友们都知道，林修大佬出身自青山医院，并且拥有1号门诊。可是这1号门诊大夫的医术水平究竟如何，水友们却并不清楚。直播间中，当看见开颅手术进行中的时候，全网的水友们一下子沸腾了。放开播时，原本只有1万多人的直播间，人气瞬间飙高到30几万，并且一路继续向着100万人气狂飙。此刻，手术台旁，在亲手打开了自己的直播间后，林修穿上干净的外科手术服，像是观察西瓜一样，捧着僵尸青年的脑袋观察了许久。在脑海中形成3维模型后，林修心中有数。随后将青年僵尸身子蒙上，只留下自己需要的手术切口。随后锋利的手术刀在林修手上手起刀落，一阵游走之后，林修在僵尸青年满是诡异气息、沟壑纵横的颅脑中取出了几片肉眼极难察觉、正在高频颤抖的玻璃碎片。这些玻璃碎片来自于某个恶灵大佬，之前就是因为这些玻璃碎片在僵尸青年的脑子里不停高频颤抖，如同道道的黑影一般，一天天吞噬僵尸血肉。正因如此，僵尸青年才会老是偏头痛。玻璃碎片在高频颤抖下，看起来就像是几处诡异的阴影。一般的诡异医生即便发现了这些阴影，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这些碎片清除。当林修轻而易举将几枚碎片轻松清除的时候，惊悚直播间中一些精通医术的不由得瞪大双眼，满脸震惊，忍不住道：“这小子是怎么捕捉这种高频碎片的？他的手法我没看清楚。”回放，必须回放。直播间中，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当林修的碎片清除手法引发大佬们惊呼的时候，其他的水友们则是直接贡献出了各种赞美之词。卧槽，这都可以！靠，这些碎片到底是什么？林修手术刀切下了一堆阴影，阴影这东西人手能拿住？满屏刷过，全是优雅的中国字。手术台上，僵尸青年的脑袋沟壑纵横，一片青淤，寒气直冒，看起来就像是一块被浸泡了许久的冻奶酪。当林修将青年脑海中的碎片清除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僵尸青年顿时感觉自己眼前一亮，整个世界一下子清晰了许多。这种感觉妙啊，妙归妙。手术台上，僵尸青年来不及赞叹，很快便听见自己耳边传来了一阵骨头切割之声。僵尸青年来不及多想，便已经料到帅哥大佬正在切割自己的头颅。我的妈呀！僵尸青年是个胆子不大的小年轻。当听见那一阵又一阵瘆人的切割声在自己耳边响起的时候，僵尸青年浑身冰冷。而直播间中望着林修行云流水轻松切掉僵尸脑袋的一幕，直播间中不少水友忍不住拍手叫好起来。林修大佬好快的手法，这头颅切割之术恐怕得解剖过上百具尸体才能如此娴熟吧。众人惊叹间，这边林修早已完好无损的将僵尸青年的脑袋从他的脖子上割离。僵尸青年和脊椎的接口异常平整，刚刚僵尸青年所听到的锯骨之声不过是错觉罢了。当然，不管是不是错觉，当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脑袋和身体分离后，僵尸青年还是害怕极了。诡异的门诊室内，被切割下脑袋的僵尸青年，整个头颅被林修浸泡在了一个黏腻冰冷的水缸之中。当那黏腻的液体涌入僵尸青年脑壳中时，僵尸青年只觉得自己神情一震。随后，直播间里的水友们便清晰地看见，在水缸轻轻的摇晃中，僵尸青脑壳里多年堆积的灰尘、黄土等被一一冲出，而原本已经干瘪的脑壳，则是在神秘液体的浸泡下一点一点膨胀。一股奇异的金光和鬼神气息在僵尸青年脑壳四周不住流转，默默为僵尸青年纵横的沟壑。这能够修复鬼怪颅脑的液体到底是什么？望着见面前一幕，林修直播间中几位诊所大夫忍不住从座位上蹦了起来。青山医院内，当僵尸青年干瘪的脑袋一点点被浸润修复的时候，医院中某个强大的窥视目光亦是满脸震惊。这能够修复鬼怪颅脑的溶液配比，在林修1号门诊使用之前，从未在惊悚世界中出现过。这是一件足以影响整个惊悚世界的里程碑事件。这种跨时代的配方，林修是怎么得到的？此时，惊悚直播间里绝大多数的水友并没有意识到僵尸小哥的颅脑恢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只是兴致匆匆地看着僵尸青年脑袋里的黄土被一点一滴地清洗出来，感觉特别神奇。而等到林修手中的手术刀干净利落将僵尸青年的脊椎从肌肉上剔除的时候，近100万的水友们再度惊呆。林修娴熟的手法甚至一度让人怀疑这家伙不是医生，而是屠夫。僵尸青年的脊椎被抽出来后，他的躯体实际上就是一副不停散发着阴气的冰冷躯壳。在惊悚世界中，僵尸一族拥有着所谓的不死之躯，但没有僵尸气息的支撑，僵尸青年的身体马上便开始浮现出大量诡异的尸斑，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腐坏着。僵尸小哥虽然脊椎、脑袋分离，但是通过一身湿气的联系，他还是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此时泡在神秘液体中的他实在没有办法骂娘，否则僵尸小哥一定会疯狂地大喊大叫。此刻僵尸小哥的身体开始迅速腐化，而僵尸小哥尸身的腐化速度对于林修来说其实就是整台手术留给他的时间窗口。如果林修不能在僵尸小哥的尸身彻底腐坏前将他的脊椎、头颅重新安好，那么他的整台手术将彻底失败。也就是说，不管林修之前所做的一切多么牛逼，多么惊人，如果僵尸小哥不能完好如初从1号门诊走出去，那么之前林修所做的一切便都是零，甚至还会沦为笑柄。
面对着有限的时间窗口，1号门诊手术台上的氛围逐渐开始紧张起来。当然，紧张的不是灵修，而是僵尸小哥和一众在直播间里看热闹，同时又真心期盼灵修创下崭新纪录的水友们。滴答滴答，时间就这么1分1秒的流转着。手术台旁，面对着时间窗口，灵修不慌不忙，在清理了小僵尸脊柱上常年累月积累的一些杂质和旧伤后，灵修一刻也没有停留。一道鬼神之气震荡之后，灵修很快就按照之前约定，为僵尸青年装上了2条能够大幅提升爆发力的妖兽筋骨。整个过程娴熟迅速，没有半点拖泥带水。水友们看得眼花缭乱的同时，又忍不住大呼过瘾。转眼间，僵尸青年身上的几大零件已经全部保养提升完毕。或许是因为之前裂口女小姐姐打的麻醉药剂已经逐渐褪去，僵尸小哥的眼睛开始眨巴，嘴里那用来吸血的獠牙也逐渐露出来。比起被浸泡在透明液体前，僵尸小哥的獠牙瓷实了许多，牙龈也更加饱满，整个人的状态像是瞬间完成了升级。这种感觉好美妙。手术台上，当自己的脑袋被灵修缓缓捧场的时候，僵尸小哥舒服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一个手术台上的病人能够有如此舒适的状态，不得不说灵修的1号诊所还是有点水平的。就在众人对于灵修的手段频频点头的时候，接下来更加离谱的一幕出现了。手术台上，面对着僵尸青年的脊椎和脑袋，灵修手里的手术刀不知何时突然变成了一套缝合针。这针灵修也不曾穿针引线，抓起来便直接开始缝合僵尸青年的后背。没有线，僵尸青年的背怎么缝合？当众人满脸惊奇地望着屏幕时，却见灵修手中突然多出了千丝万缕的金丝，这些金丝跟随着灵修的速度在手术台上不断飘动。这是顶级金光咒签扯出的金丝，这金丝居然可以用来做伤口缝合，这 TM 是什么妙用？1号门诊手术区内，灵修的缝合速度非常快速，不知不觉间，僵尸青年的脊椎、脑袋都已经重新回到了身上。当僵尸青年身上所有的零件全部归位后，灵修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身上鬼神气息再度震荡开来。下一刻，僵尸青年呵呲一声，猛然瞪大双眼，眼中流露出一丝诡异凶光，一道莫名的凶兽气息在僵尸青年身上游荡。如果说在走进1号门诊前，僵尸青年只是个畏畏缩缩、生活极不如意的小混混的话，那么此时的他看起来就像个小有名气、已经开得起豪车、睡得起美女的街区大佬，整个人气质完全不一样。呵嘶！手术台上，僵尸青年胸中一口浊气吐了好久，这才神色凛然地从床上坐起来。从他猛一下起身的姿态来看，这家伙的行动里丝毫没有受到之前拆脑的半点影响。我感觉自己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漆黑的门诊室中，在一连握了好几次手后，僵尸青年惊讶地从病床上翻下，一蹦，整个人猛地飞出去10几米远。刚下手术台，1秒恢复状态。病房里，僵尸青年一路撞翻了好几张床，就这都还没能让僵尸青年停下。僵尸青年一路飞纵向前，轰的一声，整个身子重重地撞在墙面之上，瞬间，整个1号门诊地动山摇，大量的灰尘和砖块轰隆隆掉落下来。得亏青山医院的墙壁够厚，背后又有阴森恐怖的地脉护持，否则僵尸青年这一撞，恐怕能将门诊区好几层楼撞翻。这就是手术带来的提升吗？不但我身上的顽疾全部好了，而且力量还暴增了近100倍。我果真要变成都市郊区僵尸王了！哈哈哈，这种感觉妙啊！1号门诊砖块不停下落的墙壁旁，就在僵尸小哥无比兴奋的时候，双生鬼差走了过来，冷声道：“这次手术医疗价格0元，墙壁损毁维修价格100点金讽币，成会。”1号门诊室内，在撞开了灵修家的墙后，僵尸青年缓缓地从自己口中吐出一股强劲的阴沉之气。僵尸小哥神识之中闪过无数画面，整个人就像春风得意的街区大哥，一挥手，身边无数小弟听从号令。而当双生鬼差冰冷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的时候，原本还神清气爽的僵尸小哥神经猛然绷紧，瞪大双眼，缓缓转过身来。一见双生鬼差满脸冷漠，颇具威严，僵尸青年浑身一颤，当即道：“鬼差大哥，抱歉，我一时兴奋，莫控制住。”前一秒僵尸青年还是个大哥大，此时又变成了小老弟。面对着一脸谨慎的青年小哥，双生鬼差神色平淡的开口道：“100金讽币，你有钱没有？”啊！一听这话，僵尸小哥连忙往口袋里一套，好半天才从口袋中掏出了10几两白银。这10几两白银是原先僵尸小哥从城市郊区赚来的小钱，本想着带到青山医院当做自己的诊金，没想到兜兜转转一大圈，自己竟意外迎来了升级。10几两白银相当于10点金讽币。面对着鬼差大佬开出的100点赔偿价格，僵尸青年哪里赔付得起？于是僵尸青年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望着双生鬼差，一脸尴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另外一边，突然出现在僵尸小哥身后的双生鬼差，倒也没有为难僵尸小哥的意思。望着一脸窘态的僵尸小哥，双生鬼差直接开口道：“既然你赔不起，那就先留下来砌墙，顺便干些杂活，等你做工抵得过赔偿费用后再走。”僵尸小哥一听这话，如释重负。在刚刚得到升级之后，他的内心对于1号门诊早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巴不得找机会留在大佬身边学习一段时间。一听双生鬼差这话，僵尸小哥连忙感激涕零道：“没问题，好，鬼差大哥，我一定留下来砌墙，这是我应该做的。”一个乖巧听话的打杂小哥到手。双生鬼差相当满意，4只眼睛瞥了僵尸小哥一眼后，转头对自己身后几个面色苍白的病患道：“各位，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几天在我们1号门诊房里治疗全部免费，但你们不能闹事，一旦闹事的便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此时，双生鬼差一共从大厅里引来了10几病症相同的鬼怪。
这些鬼怪大多生活在惊悚都市城市中心，平日里做些小摊小贩的生意，身边或多或少都有些小钱。城市里一般的鬼怪实力当然不如增幅后的僵尸小哥，因此当看见一脑袋直接撞开青山医院大墙的僵尸小哥在双生鬼差面前竟如此服服帖帖的时候，一众被双生鬼差引来的病患们不由得吓了一跳，神色微变间暗道一声，这青山医院果然不简单。而这1号门诊位于整个走廊的最深处，阴气那么重，只怕也很恐怖。低眉望着一脸衰样却又颇具威严的双生鬼差，一众鬼怪神色认真的点了点头，再抬眼望着1号门诊室里摘下口罩和蔼可亲的裂口女，还有水缸中那身穿红衣发出嘻嘻笑声的小女孩，众人又一次感受到青山医院的威严，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什么。另外一边，林修刚刚处理完僵尸手术的一些后续事宜，抬眼见到双生鬼差替自己引来10几名病患，林修不由得微微一笑，相当满意的点了点头。当双生鬼差迎面走向自己的时候，林修道：“这些病患，你让小倩一一登记造册，我估计一下，大概24小时内能全部搞定。你让他们全部留下来，等待过程中所有的伙食费我1号门诊全部包了。”林修是个肯花钱、能办大事的人。今天1号门诊第一天正式开张，正是打名声的最好时候。眼下10几名病患的处理，既能让林修快速的掌握惊悚世界的医疗节奏，同时也可以让林修吸引到整个惊悚都市中最有价值的一批病人，身患疑难杂症的恶灵大佬，以及全网正在观看直播的试炼者。恶灵大佬们自不用说。而眼下刚刚进入惊悚世界的试炼，或许绝大多数都还在温饱线附近徘徊，很多人根本付不起任何医疗费用。但是比起普通的鬼怪，试炼者们的潜力毕竟是无穷的。比起惊悚世界原生鬼怪，将来这批人才是自己的营收大户。而且在海量的试炼者中，林修其实也只需吸引到最顶尖的那批客人，就可以确保1号门诊的顺利运转。一切就像他在东海市当鬼医一样。比起将来林修能够吸引到的客人，今天这10几名病患的花销根本不算什么。今天别说林修刚刚得到华夏方面将近5万惊悚币资金支持，即便没有这5万，林修也会自行支付这笔花销。而且这笔花销，林修不止编列了1天的预算，只要1号门诊的名声一天不打开，林修便会一直将免费医疗、免费餐饮的政策持续下去。没办法，林修有钱就是这么任性。另外一边，当听见林修打算将10几名病患全部留下，并且包揽伙食的时候，直播间的水友们全都惊呆了。10几头来历不明的恶灵，林修大佬连问诊都不问，就直接将人留下了。将人留下也就罢了，林修大佬怎么还敢承包伙食啊？林修大佬难道不知道尾大不掉的道理吗？现在林修大佬对鬼怪们这么好，一会你要治不好他们的病，鬼怪们大闹起来，那可是会恩将仇报，拆了你这门诊的。林修大佬，您对于自己的医术未免也太自信了吧？啊，我已经开始为1号门诊的将来感到担忧。这鬼差大佬引来的10几名鬼怪中，有好几个看着就不大好惹。小伙伴们，要不咱们来打个赌，认为林修大佬能够完美解决所有病患的扣1，认为林修大佬无法解决全部问题的扣2。林修大佬实力确实不差，但我绝对不相信林修大佬一直都可以这么顺风顺水。22，我相信林修大佬今天绝对是要把自己给玩崩了。这一日，当林修提出要将双生鬼差引来的所有鬼怪全都留下来的时候，直播间中有精明的小伙伴飞速的算了一笔账。林修要想治理好这么多鬼怪身上的疑难杂症，除去最简单的伙食不说，光是各种医疗耗材、设施消耗，至少需要3000多点惊悚币。若按市场价来算，3000多惊悚币其实也就630多万，对于很多大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可实际上，在惊悚世界完全降临近半年的情况下，3000多枚惊悚币那可是非常紧俏的。大佬们在现实世界中积累的大量资产，在目前这个阶段很难全部在惊悚世界中变现。对于一般的大佬来说，眼下他们要能一口气拿出几千枚惊悚币，那就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存在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林修大佬竟打算直接拿3000多惊悚币出来盲目花销，这家伙是撒币吗？更何况众人听林修的意思，这种免费伙食、免费医疗的状况，1号门诊好像还不仅只打算开展1天。这1号门诊的宣传，要是1天没效果，林修大佬难道就这样1天宣传下去？此时的他，难道有几万惊悚币的资产？呵呵，林修直播间中上百万的水友们见多识广，众人就算再怎么天马行空、富于想象，也绝对不相信林修能有那么多的钱。另外一边，1号门诊室内，在双生鬼差和裂口女安排好一众鬼怪登记造册之后，这边林修已经重新整理好了自己的手术台。一瞥手术区外一脸微笑的裂口女，林修直接开口道：“可以了，下一个进来吧。”裂口女一听，神色温和地点了点头，笑颜如花，样貌可怕，冲着身旁一位身穿白色西装、40多岁模样、面白秃顶、毫无生气的诡异大叔点了点头。随后，这诡异大叔便带着一脸谨慎走进了手术间。一进手术区，迎面一股非常吓人的烟味逼面而来，饶是林修心态沉稳，闻着这股诡异的烟味，也忍不住皱起眉头。等到白脸大叔坐好后，林修将大叔的手抓住，稍稍号脉。片刻后，林修抬起双眼，忍不住不一笑：“你这脉象可真特别，很有研究的价值。”接着，林修又道：“你这大叔常年烟酒过度，如今整个心肺都在燃烧，黑气弥漫在你整个胸腔里，你整个人自然健康不起来。”秃顶大叔从很小的时候就染上烟瘾，不但有烟瘾，而且酗酒、吸毒，意外身亡之后，秃顶在惊悚都市一处烟火缭绕的火器厂工作，常年吸食大量烟火，好不痛快。然而，大叔的痛快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1、2年来，喜爱烟火的大叔身子逐渐扛不住了，他
他渐渐感觉自己的一身鬼气正在消散。按照这个消散速度下去，用不了多久，秃顶大叔将化作一缕青烟，彻底消散在整片天地之间，从此不留半点痕迹。正因如此，鬼怪大叔才会开始到处求医。如今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会一咬牙凑足了钱来到青山医院。手术室前，门诊区，当林修豪完脉，抬眼望向大叔的时候，他很快便给出了手术方针。大叔，你的这副心肺我要了，我把它切割下来，正好当个小火炉，拿去喂几味药。啊！一听这话，大叔满脸吃惊，开口道：这人要是没了心肺，还能活吗？对此，林修神色平淡道：你本来也不是人。接着又道：你这边尽管放心，在切除你的心肺之后，我会用屠宰象买来的新鲜心肺给你换上，保证你在此方世界多活几百年。真的吗？作为一头即将魂飞魄散的鬼怪，秃顶大叔原本想着青山医院的大夫能给自己续命一段时间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没有想到这1号门诊的医生居然想给自己续命100年。对于秃顶大叔来说，100年鬼灵，这不等于重焕新生。另外一边，对于灵修的这个病例，直播间的水友们反应平平。前面僵尸青年被灵修大佬开颅切脑，众人早已经见识过了诡异医术的离奇之处，在见过了前面的手术之后，后边这台手术，众人顿时觉得索然无味，可有可无。唯有那些真正了解诡异医术的试炼者，此时一下子聚精会神起来，因为大家内心清楚，眼下这痨病鬼的症状说起来简单，手术操作起来却极其复杂。秃顶的痨病鬼大叔一身鬼气全部依托在正燃烧着的心肺之上，贸然切除痨病鬼心肺的后果，极有可能导致痨病鬼大叔当场轰的一声魂飞魄散。今天林修若是不直播，或者他不是青山医院1号门诊的拥有者，那么他随便提起医疗方案，胡乱把恶鬼搞死，那都不会有人说什么。而如今林修既然已经站在了一定的高度，处理各种事情，那么他都将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现在他上下两片嘴皮子一动，就说要更换这个更换那个，一会事情要是办不成，到时候就看你丢不丢人。1号门诊室内，不管直播间众人到底是什么心思，在确认了秃顶大叔的病症之后，林修很快便将人请到了手术台上。对于这种简单更换心肺的手术，林修不需要太多的准备，直接上手。这是他从黑市诡医开始便锻炼出的惊人本事。手术台旁，秃顶大叔有些紧张，可是当裂口女将一根明晃晃的打针扎进大叔体内，秃顶大叔即便再有想法，也只能浑身僵直，任人宰割了。滴答滴答，时间流转，手术台上，秃顶大叔双眼直直地盯着天花板，而直播间中一些诡异医生则开始心跳加速，内心不停地盘算着清洗颅脑的神秘液体，一针就能让鬼怪乖乖毫不动弹的麻醉药剂。且不说灵修大佬今天这场持续好几台的手术能不能全部成功，光靠这2件法宝，在未来一段时间，灵修大佬恐怕就能赚得盆满钵满了吧。在这世上，人活着大都一个样，有鼻子有眼，死掉之后却有很大的不同。有的鬼怪只有魂魄，没有躯体，俗称恶灵；有的鬼怪既有魂魄，又有诡异的躯体，俗称活尸、走尸。今日出现在灵修面前的秃顶大叔，就是走尸中的一种。和僵尸青年不一样的是，秃顶大叔作为普通的行尸走肉，他是无法像僵尸小哥一样吐纳天地浊气，炼化尸丹的。他顶多算是一头受到诅咒、邪气影响，拥有部分意识，到处游走的鬼怪，无法像僵尸一样跳出3界之外，不在5行之中。论品阶，僵尸小哥要远高于秃顶大叔，但论生活水平，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打工人秃顶大叔明显要比僵尸小哥好很多。至少秃顶大叔衣食无忧，每天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诡异烟火可以食用。1号门诊手术之中，在做好秃顶大叔的术前诊疗和麻醉工作后，灵修很快就进入了手术状态。手术刀握住手中，开膛破肚，刹那间，一股强烈的污浊之气扑面而来。与此同时，大量焦油从灵修白净的手套下渗了出来，常年累月吸食烟气，使得大叔的胸腔早已污浊不堪。强烈的污浊之气下，一道道低阶诅咒气息，如同恶灵的利爪一般，不断向灵修袭来。这就是替恶鬼们医治的风险，稍有不慎，医师们也有可能中招。当然，秃顶大叔身上的诅咒毕竟不似裂口女身上那么恐怖。面对这种级别的诅咒，灵修甚至不需要动用满级金光咒，光凭自己一身强悍的鬼神气息，就能轻易将其阻挡。打开秃顶大叔胸腔，切割掉那些附着在大叔胸骨上的坏死组织后，灵修没有丝毫的停顿，直接将自己手中的刀对准了秃顶大叔那正如同一盆小火炉不断燃烧着的心肺。长期的灼烧早使得大叔的心肺千疮百孔。灵修的手一摸，大叔的心肺如同木头一般生硬，同时又如老树一般深深扎根在大叔的胸腔中。灵修想要将这么一大块心肺取下来，恐怕得耗费一点功夫。然而面对着如此复杂的组织器官，灵修却只是稍稍动了动双眸，随后便将自己的双手探入大叔心肺之下，直接凭借感觉在自己的视觉盲区内操作。望着面前一幕，无数熟悉诡异医术的试炼者皆忍不住摇起了头，直呼灵修这波操作离谱。是个医生都知道，在常规的外科手术中，医生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获得视野，只有在掌握精准视野的情况下，医生们才能更好地完成手术。在外科手术中，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多少医疗事故就是因为医生下手时，手术刀出现了 0.01 毫米的偏差，一旦切错地方，病人很有可能当场暴毙身亡。这件事在现实世界中如此，在诡异世界中同样如此。秃顶大叔一身鬼气全部寄托在燃烧着的心肺之上，这东西一旦切除不好，秃顶大叔很有可能会当场魂飞魄散。所以灵修这波心肺下的盲操才会引起诡异医生们如此大的惊呼。
而另外一边，手术台上，当灵修的手探入恶鬼大叔心肺之下时，他那堪比钢琴家的手上不时散发出一股可怕的鬼神气息。这鬼神气息在四处蔓延的时候，便如同世间最顶级的探测仪一般，帮助灵修在他的脑海之中绘制出一张顶级的3维图形。凭借着鬼神气息传回的画面，灵修轻车熟路地进行着手术切割，绝不乱切任何一条鬼气。如此大概30秒后，灵修轻轻松松将秃顶大叔心肺切下。当那一整副心肺被灵修用力撤出的时候，大叔身上一缕灰白色的残魂也一道被拉了起来。残魂拉动躯体，手术台上的大叔顿时瞪大双眼，张大嘴巴，口中发出一阵痛苦之声。随后，大叔的残躯重重地倒在了病床之中，而那正不断燃烧着的心肺则被灵修握在了手里。仔细看了看这如同火炉的心肺，灵修淡然一笑，一抬手，这边双生鬼差早已经推着特殊的医疗车来到了灵修面前。灵修将灼热的心肺往一个诡异的保温箱中一放，又从另外一个急冻保温箱中取出一枚几乎没有任何瑕疵、正砰砰直跳的心肺，一把塞入秃顶大叔胸膛之中。30秒，他居然只用了30秒，就将无数诡异认为的充满风险的切除手术给完成了。是假的吧？1号门诊室内，在无数人的震惊之下，灵修开始处理新的心肺缝合工作。比起秃顶大叔之前萎缩的只有木炭大小的小心肺，这一副心肺的体积至少要比先前大了20-30倍。整个心肺拿在手中，体积就已非常夸张。像这么大的一个心肺，想来也能灼烧一段时间了吧？难怪刚刚灵修敢夸下海口，他要为秃顶大叔续命100年。这边，当灵修硬生生无比新鲜的心肺塞进大叔胸膛内时，大叔的身子瞬间大了好几倍，一下子从精瘦大叔变成发福壮汉。青山医院定期从屠宰巷采购的心肺看起来很不错，砰砰乱跳的样子，甚至让人感觉有点好吃。只是如此巨大的心肺，屠宰巷究竟是哪里得来的呢？是从人身上取下来的，还是从鬼身上取下来的？直播间中，好奇的水友们心中没有答案。而手术台上，灵修在将心肺塞进大叔体内后，仍旧开始了惊人的盲操，缝合比拆解难一些。这一次，灵修大概花费1分钟30秒才将全部的事情搞定。对于这样的速度，灵修本身并不满意，但直播间的水友却仍旧惊呼离谱。眼下灵修的缝合过程虽然比切除慢了一点，但整个过程同样行云流水，没有半点的拖延。水友们虽然看不到心肺下的缝合，但是胸腔处的缝合，众人却是看得一清二楚。大家心里很清楚一件事，那就是今天这台手术，灵修大佬是真的会，他一点都没有在胡来。这么快的缝合速度，水友们有点意犹未尽，看得不过瘾啊！灵修大佬，好高明的外科医术啊！1号门诊室内，在装了巨型心肺后，秃顶大叔身上麻醉药剂褪去，整个人慢慢苏醒过来。当望着自己突然胀大了好几圈的肚子，秃顶大叔有些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看了看自己胸腔上那散发着满级金光咒缝合气息的伤口，脸上露出无比惊讶的神情，一咕噜从床上起身。大叔快步来到灵修面前，满脸激动，用力握住灵修的双手，忍不住高声道：“林医生，真是太谢谢你了，我感觉我的心肺比之前强壮了100倍。你高兴就好。”面对着满脸兴奋的中年大叔，灵修脸上仍旧是不冷不淡的表情，望着大叔开口又道：“陈慧，本次手术灵元，您出门左拐时记得领一份日常丹药和午餐再走。”啊！一听这话，中年大叔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脸上露出无比感动的神情，整个人瞬间痛哭不已。呜，林医生，您是9世修行的大善人吗？在帮我解决了多年的顽疾后，您不但1分钱不收，而且还有东西送。我怎么这么好命，遇到了您这么好的医生？这边中年大叔还在痛哭流涕，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治愈1级鬼怪，您获得了10点治愈点。眼看着中年大叔身上不再有任何问题，灵修眼眸微抬，扶起正在痛哭流涕的大叔，语气平淡道：“大叔，咱们的手术结束了，你若是再感激我，一会就找鬼差要一些1号门诊的宣传海报走。到时候我1号门诊的人气高起来，我会记住大叔的功劳。”这边中年大叔正瞅着自己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来回报灵修的大恩大德。一听这话，大叔顿时眼前一亮，忙不迭点头道：“没问题，没问题，林医生您尽管放心，等我回去之后，我一定不遗余力的宣传咱们1号门诊。林医生圣手仁心，医术如神，小的本身就是一个极佳的宣传例子。您放心，等俺出去之后，如果有人不相信林医生的医术，小的就掏心掏肺给他看，这样的宣传够生动了吧？”呵，1号门诊内望着一脸感激、无比兴奋的中年大叔，灵修微微一笑道：“做鬼也要好好活着，去吧。”啊，一句做鬼也要好好活着，如同细火慢熬的心灵鸡汤一般，乍一听没什么感觉。可是当中年大叔停下来细想时，过去多年无数的记忆突然翻涌而来。那时候大叔还年轻，16、17岁背井离乡，在外讨生活。到了27、28岁，好不容易在城里租了一套像样的房子，娶了一位亲朋好友都还认可的美丽妻子，日子似乎正在变好。然而理想的丰满的，现实是骨干的。年轻的大叔空有一腔热血，真的行动起来却仍旧四处碰壁。上司的嘲讽，妻子的嫌弃，甚至是孩子的叛逆等等，最终还是压垮了日复一日沉溺于挣扎之中的大叔。终于，原本兢兢业业、滴酒不沾的大叔开始抽烟、酗酒，甚至染上了毒瘾。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垮下去。当生活的重担彻底压垮了大叔之后，在某个歇斯底里的下午，华夏谋杀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凶杀血案。一位被生活拖垮的大叔，在发现儿子酗酒、斗殴、妻子不洁之后，拿着一把锋利的水果刀赶回家中，刀刀见血。一刀下去，中年大叔是痛快了，解脱了。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
中年大叔真的放下重担了吗？一句做鬼也要好好活着，一下子将大叔深埋在心底多年的心结给挖了出来。在某个瞬间，中年大叔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应该对过去的某些因果、过失进行弥补。面对心结、魔障，中年大叔不但没有感到太大的心理负担，内心反而有种莫名的解脱。比起之前浑浑噩噩只懂得吸收诡异烟火的走失，此时的中年大叔显然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去做。有过执念，放下执念，迷失本心，寻回本心。一旦大叔真能按照自己所想去弥补过去的缺失、遗憾，等到大叔功德圆满的一天，他将往上再走一步，踏上前往生极乐世界之路。啊！莫名的，中年大叔突然感觉自己有被治愈到，一股无比真诚的泪水在大叔眼眶里不停地打转起来。当大叔走出手术区，出门左拐，领到丹药和午餐的时候，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掉了下来。生而为人，我很抱歉。1号门诊，就在中年大叔眼泪掉下来的一刻，那正在角落里打扫卫生的僵尸青年突然自顾自地唱起了歌。曾经说过的不会抽的烟，都已经吸进了好几年。曾经的梦想天真无邪，后来满脑子都是为了钱。每日闭眼许的愿，有几个可以实现？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不分贵贱，但有人生来就被叫做少爷，立志要做社会的前列，可总是败在势力的面前。我想忘了从前的一切，做一个凡事不问的俗人。从今天起远离人群，做一只狡猾的狐狸。一首生而为人，乍一听普普通通，可是当众人猛然从系统直播间中看到中年大叔的回忆画面时，眼睁睁看着中年大叔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挣扎，众人终于还是沉默了。直播间中，镜头慢慢流转，镜头又一次对准了正在有条不紊准备下一台手术的灵修。突然间，不少水友内心皆有触动，一下子从灵修那帅气平静的脸上看见了神秘莫测、玄之又玄的生活道理。谢谢，这碗心灵鸡汤还不错，我干了。也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不少试炼者猛地意识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比起解决疑难杂症、修复僵尸颅脑等什么高深医术，里程碑式革新，灵修1号门诊最惊人的地方，还是它可以正确无误地找到病人心结，消除部分因果。上一次假厨子和饿死鬼魂魄被引入极乐世界的一幕再度出现在众人脑海之中。灵修，一个能够将无数恶灵引向极乐世界的引路人，这是灵修作为13天王之一和其他12位试炼者最大的不同。超度亡灵，灵修可以获得什么？对于直播间绝大多数的水友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知道。而对于灵修来说，帮助亡灵打开心结，不过是他在给亡灵做手术的过程中，面对恶灵诅咒的时候随手做出的举动。这种感觉就好像看到繁华的街道边有人失魂落魄地走到路中，即将面临危险的时候，顺手拉他一把罢了。要说灵修通过这件事获得多大的心灵解脱或者灵魂的升华，倒也没有。只不过灵修这么做，他的内心会比不这么做痛快一点罢了。什么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灵修倒也不曾多想，最多在帮助恶灵解脱的时候，灵修随手获得一点治愈值，能够用来提升自己，如此罢了。1号门诊室内，随着秃顶大叔的离开，灵修很快又遇到了一位捧着自己的眼珠、模样奇怪的恶灵。恶灵身上的诅咒便来自于他那铁球一般不堪重负的眼珠。当他拖着诡异的身子，还有那沉重的眼珠出现在手术室的时候，一团肉泥的眼眶一动，双手托起眼珠，向灵修打了打招呼。不少水友后背发寒，总觉得那2颗诡异的眼珠散发着莫名的贪婪，让人一眼望去顿生厌恶。再往恶灵眼珠上一看，众人更是觉得这充满血丝的眼珠，仿佛在等于正牢牢地盯着自己，想跟自己回家一般。这东西像极了恶心人的跟踪狂魔。而1号门诊室内，面对着携带如此诡异的眼珠的恶灵，灵修只是不由得一笑，随后对眼珠恶鬼开口道：“你这2个东西不错，卖给我300金悚币。”啊，这买卖东西讲究和气，您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卖拉倒。原本这也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没想到一听灵修这话，前来就医的鬼怪突然暴起，高声怒吼道：“小子，你再侮辱我，区300金悚币也想买我的宝贝！”怒吼同时，一股可怕的气息弥散在整个1号手术房中。灵修身旁的手术操作台上，各种锋利的器械不住颤抖。同一时间，一道阴森的鬼域瞬间降临在1号门诊之中，在诡异气息的掌控下，灵修眼前的手术直播间开始出现可怕的扭曲，半空中开始出现大量的眼珠，一双双散发着冰冷目光的眼珠，一对对居高临下，鄙夷地望着即将准备手术的灵修。一股阴森之气主宰了一切。呵，在眼珠们看来，此时的灵修异常渺小。鬼域之内，病人身上那2颗铁球似的眼珠便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而之前灵修在东海大桥上最为依仗的9世灵胎、4眼鬼叉等，皆被隔绝在了鬼域之外。望着面前一幕，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不由得发出叹气之声。连续2场手术成功，使得灵修大佬有些飘了。他终究还是大意了呀。在惊悚世界中，试炼者最忌讳的就是激怒鬼怪，灵修大佬怎么就忘了呢？面对着眼珠子大的惊人的恶鬼，灵修大佬居然敢直接开口要人家的宝贝。现在好了，诡异恶鬼的眼珠领域已经形成，气势之强，就连青山医院的建筑都不由得颤抖起来。没有了9世灵胎的帮助，在如此恐怖的鬼域中，即便灵修大佬拥有惊人的爆发实力，恐怕也很有可能会翻车吧。毕竟在惊悚世界中，以眼珠为法器的恶灵可并不多见，这恶鬼的视野占据了整个手术房。死！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大佬拿什么和他交战？1号门诊室内，在被灵修激怒之后，诡异恶灵和他的眼珠们在整个诡异中不停地流转。一道诡异气息落下，瞬间灵修竟有种被人浑身看穿的莫名之感，惊悚值急剧狂飙 0.03。而另一边，在奇异眼珠的观察下，果然灵修的身高特点，甚至是法器、技能等等，皆被恐怖鬼域给列举出来。
一道灵修虚影被几颗眼珠投影在了手术台上，上边一道信息标明一切：灵修，青山实习医生，法器，金鸡子，手术刀，项链。手术台上诡异眼珠释放出的投影尤为逼真，而且3D 投影上对于灵修身上的几处弱点，比如胸膛、喉间等等，都做出了重点标识，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在特殊鬼域中，只要邪眼恶灵愿意，他分分钟都能对灵修进行弱点攻击，直接将灵修杀死。邪眼恶灵，恐怖如斯。然而，就在无数双眼珠轻蔑地注视着灵修时，手术台上怪眼投放出的3D 模型又出现了一排新的信息：法术、金光咒、满级、双动、防具、黄金裹尸布、品阶、未知。当怪眼模型分析出灵修身上这几件准备技能的时候，原本还有些弱点的3D 模型突然变得金光灿灿，如同天神降临一般，模型之上一点弱点都没有。这怎么可能？面对着身上毫无破绽的灵修，手术台前的怪眼恶灵浑身爆发出了一股震惊、愤怒之气。作为一名能够彻底看出对手底细的恶灵，怪眼病人凭借着弱点击破的手段，不知越级杀死了多少强大的鬼怪。在惊悚都市中混了这么久，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像灵修这样浑身上下毫无弱点的人。这怎么可能？邪眼大佬很清楚，在这个诡异的世界上，除非是神，否则谁都有弱点。而自己之所以在灵修身上看不到任何弱点，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灵修不是人，他是神；还有一种可能，灵修大佬修为远超自己，凭借强大的实力碾压，他在自己的邪眼领域中本身就是如同神灵一般无敌的存在。对手如此强大，自己当然看不出他的弱点。望着面前一幕，邪眼大佬无比震惊。3D 模型上那天神一般的金光几乎要将邪眼大佬闪瞎。而另外一边，望着邪眼鬼怪所给出的模型讯息，全网的观众也都震惊了。满级金光咒，全网第一个无破绽、无弱点的试炼者。灵修大佬这样的身份标示，几乎意味着无敌呀！在拥有黄金裹尸布和满级金光咒的情况下，灵修真的无敌了吗？就黄金裹尸布和满级金光咒的某些特性来说，灵修的毫无破绽确实是无比的。至少就目前来看，惊悚世界中能够完全克制黄金裹尸布和满级金光咒的法器咒术没有出现。可是对于那些存在于惊悚世界深处的顶级大佬们来说，灵修的毫无破绽又似乎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噱头罢了。你毫无破绽那又怎样？身为顶级大佬，我一拳头下去，照样能将你整个人拍扁。当然，这是些顶级大佬的看法。眼下灵修身上所获得的光环，对于全网绝大多数的试炼者来说，绝对是相当震撼的。尤其是对于不少藏身于灵修直播间、很少开口说话的12天王来说，灵修的毫无破绽，对于几位天王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因为对于天王们来说，此时他们眼中所见到的灵修和1号门诊室里的邪眼恶灵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天王们看来，套用上黄金裹尸布和满级金光咒的灵修，确实一点破绽都没有。一位年纪轻轻却一点破绽都没有的对手，这种家伙将来自己要是在战场上遇到了，能打得过吗？12天王们一个个心高气傲。当邪眼鬼叉通过3D 模型证实了众人心中的一些猜想后，几位藏在直播间背后的天王默默起身，转身回到惊悚世界中继续加炼。此时此刻，1号门诊室内，灵修绝对想不到自己不过和邪眼恶灵稍稍对峙了一段时间，便直接在全球各地引起了各位顶级高手的内卷。更没有人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转，无数高手的疯狂加炼正悄然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格局，加速神鬼世界的彻底到来。他只是在满屋的眼睛露出无比惊讶的神情时，开口说道：“你看完没有？看完到我了。”一句到我了还没说完，灵修收起刀落，唰的一下，直接将邪眼恶灵一双宝贝似的眼珠直接从胸前肉瘤上切割下来。伴随眼珠割下，噗的一下，邪眼恶灵整个眼眶还有眼眶中垂下的肉瘤瞬间爆炸，随着一声惨烈的嚎叫，一团血污瞬间袭向灵修。大量的血污带着弥天的诅咒，然后这些血污在碰到灵修之前早已被黄金裹尸布阻挡，洁白散着微微金色光芒的裹尸布上沾满血污，而那血污看起来就像是黄金裹尸布的养料。无孔不入的诅咒被灵修瞬间抵挡，灵修大佬果然毫无破绽。牛啊牛啊！血污散去，双眼黑洞洞，伸手摸不着北的病人口中开始发出哀嚎之声。啊，痛痛！我的眼珠在哪里？灵修，你把我的眼珠怎么样了？手术室里握着2颗邪气冲天，比一般金属还要重伤几分的眼珠，灵修微抬双眸道：“我从你的挂号简历上看，你是来看眼睛酸涩的吧？你说你好好的，为什么要袭击我们医院的医生呢？这2颗邪眼的水很深，你单薄的根基承受不住。为了避免你进一步化作邪煞，这眼珠我替你收了。”灵修一边说，一边看了看正在四处碰壁、万般恐慌的恶灵，开口说道：“作为一头百年恶鬼，你的魂魄本身就能看到路，又何必借助任何眼珠？”啊！灵修此言一出，邪眼恶灵愣了一愣，随后一道诡异的黄金气息，气若游丝般开始在邪眼恶灵魂魄内快速流转。渐渐的，那金光带着几道冰凉之意涌向恶灵眼珠，一道模模糊糊，好像被一层纱布蒙住的世界，瞬间出现在邪眼恶灵的脑海之中。邪眼恶灵果然重新看见了，一抬眼，邪眼恶灵模模糊糊看见了一张无比帅气的脸。比起之前被2颗诡异怪眼控制的视野，眼前这个世界似乎更加真实一些。望着一脸平静的林医生，突然间，邪眼恶灵顿悟了。原来，刚刚灵修大佬切掉自己的2颗眼珠，真不是在害自己。在切除了诅咒之物后，灵修大佬以强大的法术激活了自己原本已经快要完全丧失功能的视网神经。在重新获得视力之后，邪眼恶灵迎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更是一条无比开阔的全新修行道路。这是一条能够让自己成为顶级大佬的康庄大道。
此时再看看帅气林医生手中的2颗血眼，诡异恶灵突然有种索然无味的感觉。那2颗大铁球似的东西，不要也罢。扣。或许是崭新的视野，令血眼恶灵还有些不习惯。在房间中走动的时候，血眼恶灵仍旧不停地碰头，到最后，他索性摸索着站在了灵修面前，拿头磕着一旁的墙壁，口中不停说道：“林医生，谢谢你。”面对恶灵，这个时候灵修的回答仍然是：“陈慧，本次手术灵园，出门左拐，记得领取午餐、丹药，出去之后帮我多多宣传。”对于灵修的大恩大德，血眼恶灵感怀于心。一听这话，恶灵光秃秃的眼眶中肉流不住颤抖，冲着墙壁又重重磕了几个头后，瞎眼恶灵才磕磕碰碰，缓缓走出了房间。而另外一边，当瞎眼恶灵离开之后，灵修并没有多说什么。叮的一声，他的身上闪出一道金色光芒，与此同时，系统之声响了起来：“恭喜试炼者，1周之内连续治愈3名特殊病人，你获得了900点经验，等级提升到了7级。您获得了240点治愈值，您的1号门诊名气提升了1000，你获得了医疗宝箱星号3。叮！恭喜试炼者迎来新一轮恐怖试炼生化危机，您的试炼将在3天后正式开启。治愈病人获得奖励，这是灵修早就知道的事，所以当自己身上泛出金光的时候，灵修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惊喜，反而是新一轮恐怖试炼的到来，使得灵修眉头微微一皱，不由得道：“这不是才刚刚完成一个试炼吗？新的又来了。”看看自己门外等待的病人，灵修忍不住道：“看来我得加快动作了。”1号门诊室内，当新一轮的恐怖试炼消息降临的时候，灵修愣了一下，很快又回过神来。在明确要加快门诊速度后，灵修低头望着自己手中2颗沉重的大铁球，陷入了沉思。大约半分钟后，灵修稍稍抬头，嘴角边流露出一抹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而就在直播间谁有微微皱眉，开始解读灵修这微笑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突然灵修一张嘴，竟直接将1颗如生铁般沉重的眼珠放进自己口中，嘎嘣一口，直接将那眼珠子咬碎。猛的一下，大量的组织液体自铁球似的眼珠中迸射而出，场面异常惊人。啊！望着灵修大神如此肆无忌惮的一幕，刹那间直播间的水友们炸了。我的妈呀，灵修大佬这是在干嘛？他居然一口咬下了诡异眼珠，大佬的嘴怎么跟裂口女一样锋利？哦，一想到这眼珠刚刚挂在恶灵身上的样子，我便忍不住想吐。不得不说，灵修大佬有时候蛮邪性的，如此诡异的眼珠子，别说让我吃了，我就是看也不敢多看他一眼。这眼珠在盯着灵修大佬啊，他怎么吃得下？不过话说回来，灵修大佬吞噬这眼珠子有什么用？所以他是饿了吗？看21号门诊外摆着好几车大餐，灵修大佬不像如此饥不择食之人啊。大佬的操作我看不懂。灵修的直播间中弹幕飞涨，而另外一般，在吞噬了眼珠之后，灵修喉间一股诡异的冰冷之感不停游走，而当这股冰冷气息钻进灵修胃里的时候，灵修那神一般的铁胃也不由得抽搐起来。强劲的邪力之下，灵修身上的鬼神气息、极度战力等不停的爆发。原本带着观望心情在1号门诊等候的鬼怪们，在感受到如此可怕的气息之后，脸上揭露出恐惧之色，不由得再次感慨：青山医院果然非常恐怖啊！另外一边，在接连吃掉了2颗宝贝似的诡异眼珠之力，灵修身上的恐怖气息越来越浓，身子也越来越难受。终于在强忍住一段时间的不适之后，灵修啊的一声，整个人重重的向后一仰，倒在地上。宿主遇到危险，那还得了。随后黄金裹尸布将灵修里里外外包裹起来，配合起来亲密无间。看来灵修早就想好了生吞诡异眼珠的后果。1号门诊室内，伴随着木乃伊的出现，一道极度战力和深渊气息带着灵修漂浮起来。可怕而逆天的黑气下，灵修身上散发出丝毫不弱于整个青山医院的帝王威严。青山医院堪称惊悚世界9大凶地之一，而灵修一人的气息就能将青山医院强大凶器给比下去，这可能吗？面对着1号门诊室内爆发出的强大气息，一道存在于青山医院的诡异之气散发出了强烈的疑惑之意。他迫不及待地向前往1号门诊处查看。然而因为之前的一场大战，使得诡异存在只能默默地存在一处秘密之地，安心养伤。面对着几乎等同于青山医院的诡异邪气，神秘的存在震撼了许久。可是当他再度细心查看的时候，又发现那气息似有若无，好似一阵烟一样，无足轻重，不足一提。所以是自己伤势太重，犯糊涂了。身为青山医院最顶级的存在，神秘人沉默了许久，终于还是认为1号门诊里的那个家伙不可能拥有比肩整个青山医院的恐怖势力。自己刚才确实是恍惚了，毕竟1号门诊的那个家伙，他才多大？一个区区不到30岁的普通人类，经过几次试炼就能有如此水平。呵，尽管神秘的存在打心底不相信灵修的真实气息能够比肩整座青山医院，但是方才猛然一瞬的震撼，还是让神秘存在默默记在了心中。灵修啊灵修，等着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面的。另外一边，在吞噬了2颗眼珠之后，灵修身上各种狂躁气息不断流转。在感受到了各种窥探的目光之后，灵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轰然一下，将灵修身上所有强大的帝王气息打散。随后一阵又一阵的烟雾弹释放而出。面对着诡异的烟雾弹，都市之中那些暗中窥视的目光也终于消停了许多。灵修一开始散发的气息确实令人震撼，但此时再看，这家伙其实也就是青山医院普通主任级医师的水平罢了。以他目前的年纪来看，他能有主任级医师的水平，确实挺令人震惊的。但是对于那些有能力直接将自己的意识投入青山医院窥探情况的顶级大佬来说，一位主任级医师很难在他们的心底引起任何波澜。而此时黄金裹尸布内，灵修耳边不时响起系统之声：叮！恭喜宿主成功吞噬诡异邪眼，
您获得了大量的邪眼诅咒气息，你的特殊器官深渊凝视正在激活，激活进度1%。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您的机械8臂副手已经完全与您的身体融合，目前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状态。您的特殊器官深渊凝视正在激活，激活进度3%。时间流转，就在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望着帝王般的深渊黄金木乃伊心生震撼的时候，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您的特殊器官深渊凝视已经完全激活，您获得了第3只眼。伴随着激昂的系统之声，灵修身上顿时爆发一股金灿灿的耀眼光芒。耀眼光芒下，灵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一一解开。下一刻，一位异常帅气、额上纹着一缕金丝的帅哥出现在众人面前。此人正是灵修。此时，灵修额上金色纹路散发诡异金属光芒。当灵修眉头微微一皱的时候，那金丝之下仿佛有眼珠在动。而当灵修眉头稍稍舒展的时候，下一刻，一枚无比威严、睥睨时间的第3只眼出现在了灵修的印堂之上。这眼无比深邃，散发金光，眼眸一动，望向前方，如同心怀整个无边无际的巨大星河。只一眼，众人便被灵修帝王般无比帅气的眼神给彻底折服。在如此强大的眼神凝视中，天底下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哇靠，好帅气的3眼仔！所以，刚刚灵修大佬吞下那2颗诡异的眼珠，竟是为了长出这枚眼睛吗？我的天啊！在看到灵修大佬睁开第3只眼睛的时候，我居然有点心动了。灵修大佬好帅啊！我想要和这样的男人谈恋爱。1号门诊室内，在激活了第3只眼深渊凝视之后，灵修3只眼睛同时微微一动，刹那间，整个阴森的青山医院门诊区尽数被灵修收在眼底。灵修的视野一下子从1号门诊区延伸到整条幽深走廊的最深处，走廊上的一切不论大小，全被灵修收在眼底。甚至灵修第3只微微一动的时候，他的耳边还能听见上百米开完自动贩售机发出的嗡嗡声。这种感觉，1号门诊室内面对着如同化作3维立体模型的门诊区，灵修脸上露出了惊奇之色。尤其是当走廊上微小的空气流动和轻轻的恶鬼叹息声夹杂而来的时候，灵修的3只眼睛睁得更大。原本他曾想过激活第3只眼可能会给自己的实力带来一定提升，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第3只眼给自己带来的提升竟会如此明显。深渊凝视不止大大的提升了灵修的视野范围，在灵修脑海之内构建起完整的3维立体模型，而且还从对灵修的其他感官进行了大幅的提升。除了视觉之外，灵修的听觉、嗅觉、触觉等都变得比先前更加灵敏。作为一名对于精准操控要求极高的天才医生，灵修很清楚，这种灵敏度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将是质的提升。散发着金色帝王气息的第3只眼，让灵修浑身散发着不俗气势。望着直播屏幕里的灵修，直播间中不少水友陷入了长久的震撼和沉默。众人脑海中回想起灵修刚刚进入惊悚世界的那一天，当时的灵修多么年轻、羞涩，除了那一直被牢牢锁死在惊恐之外，灵修大佬完全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人。而现在的他，独立掌握着一间不俗的门诊室，身边双生鬼差、9世灵胎等皆是了不起的存在。他本人除了拥有令人震撼的顶级医术外，他的战斗实力同样令人感到震惊。像如此优秀的男人，这世间应该不多了吧？灵修大佬果然是帅。1号门诊内，伴随着时间的流转，灵修逐渐适应了自己身上不停流转的强悍气息。在将一身帝王之气收敛之后，灵修3眸微抬，接下来又做出了一件令人无比震惊的事情。上一次在完成山村副本之后，灵修获得了 S 级特殊器官深渊凝视，而伴随着深渊凝视一起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件顶级之物机械8臂副手。此时，在灵修稍稍的用力下，他的背上黄金裹尸布一点一点打开。在黄金裹尸布四处飞散的时候，灵修背上一道与灵修深渊鬼神气质极搭、散发着淡淡金属光泽的8毛机械臂缓缓展开。机械手臂两边各有4只，加起来一共8臂。这就是当初灵修在完成副本后所得到的收获。在击溃恶鬼巨人之前，灵修在自家密室中待了一段时间。在这段独处的时间里，灵修将自己绝大多数的精力花在了深渊凝视和机械8臂副手之上。甚至在激活第3只眼前，比起这眼睛，灵修对于机械8臂的期待更足。对于一名顶级的外科医生来说，灵修恨不得同时有7、8只手一起操作手术。深渊凝视的激活为灵修的感官带来了不俗的增幅，对于这点，灵修自然是非常欢迎的。但是机械8臂的到来更让灵修激动。天衣无缝的8只手臂，再加上感官能力的大幅提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灵修原本就已经十分顶级的医术将迎来神级提升。长这么大，灵修从未如此兴奋过。而今天，灵修内心确实畅快。在打开了机械8臂之后，灵修3眸一睁，身上再度爆发惊人的帝王之气。与此同时，一阵不俗的怒吼自灵修口中爆发出来。直播间中百万水友关注了灵修这么久，众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向来以闷骚著称男灵修表现出如此激昂的一面。一时间，不少人大受感染。内心清楚，灵修不但是个高冷的禁欲男，同时他也是个能够做到一呼百应、君临天下的征服者。众人在被灵修的情绪感染之后，很快又将自己诧异的目光放在了灵修背后。望着灵修背后那动作不一、相当灵活的机械手臂，水友们不禁发出疑惑：这东西是什么？所以他喵是长在灵修大佬背上的吗？为什么我觉得这灵修大佬的机械臂有点像动漫里唐三的8蛛毛啊？所以大佬，你是猎杀了2000年人面魔猪魂骨了吗？你这魂骨他带不带魂技啊？喂，这边斗罗党正乱入呢，突然又有王者挡道。不对，我看灵修大佬这机械手臂不是8蛛毛，而是鲁班大师的机械手臂。鲁班大师智商250，灵修大佬这手臂怕是从王者峡谷打劫来的吧？所以你会开团，会切对面 C 位吗？1号门诊内，面对着满屏疯狂刷过的弹幕，
林修自然没有任何回答。在适应了自己的新眼睛和新手臂之后，林修相当满意的吐出了一口浊气，随后抬眼重新进入状态。距离新的一轮恐怖试炼还有最后3天的时间，林修打算利用这最后的3天时间，将自己门诊室里的病人全部处理完。之前林修在尚未激活第3只眼和8臂副手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半个多小时解决1名病人。在激活了这2件关键之物后，林修相信自己的手术速度一定可以飞速上涨。门诊室内，林修今天迎来的第4个客人是和林修一样喜欢裹着木乃伊到处走的怪人。他在被裂口女引进问诊区的时候，第一件事便是瞪大绷带下惨白的大眼睛，开口颤颤巍巍道：大佬，林医生，我先说好，我意识觉醒之后天生就是这样，我不是故意在模仿你，我今天是来看病的。哈哈。林修的直播间中，望着双目发黑、面带愁容的木乃伊，一众水友不由得发出了一阵轻快的笑声。不少人其实早就注意到了，在双生鬼差招揽来的病人中有这么一位木乃伊，只是大家并没有想到，这木乃伊的性格居然会如此谨慎。这家伙怕不是被林修大佬刚刚那惊人的气势给吓住了吧？哈哈，小老弟，您其实不用这么担心，林修大佬平日里虽然高冷，但他待人处事还是挺好的，他才不会因为你故意模仿他而生气。哈哈。而另外一边，1号门诊室内，望着一脸谨慎的木乃伊，林修也忍不住一笑，伸手抓过木乃伊的手腕，一搭脉，林修随口又道：放轻松，我是医生，很专业的，我又不会吃了你。这边望着林修那一口整齐的白牙，再想想林修刚刚生吞眼珠子的画面，木乃伊病人内心更加紧张。那微微往后一推的动作，仿佛在说：我的老天爷啊，我就是担心您老吃了我啊！青山医院实在是太恐怖了。面对着无比紧张的木乃伊先生，林修并没有多说什么，在沉默着耗了一会诊后，林修这才又道：你的木乃伊绷带和我的不大一样，我的黄金绷带主要作用是帮助我、辅佐我，属于我的左膀右臂和陈属，而你身上的裹尸布对于你来说则是沉重的负担。相较于裹尸布，你本人更像是他的辅助。陈属，他一直从你身上吸食着血肉精华。林修说到这边，眼眸微抬，脸色变得严肃认真起来。被如此贪得无厌的木乃伊绷带控制了30几年，你还能带着清醒的意识来到这里，这怎么可能？你的这番表现，要么证明你的意识早已被木乃伊掌控，是他让你看起来清醒；要么表明你本人的意志远强于木乃伊绷带，你是一个天生的强大者、掌控者。而不管是以上的哪一点，都证明了现在的你正在伪装。林修说到这边，一脸谨慎的木乃伊小老弟脸色突然一下子垮了下来，抬眼，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愤怒之色。问诊区的气氛也一下子凝重起来。望着氛围突变的1号门诊，林修直播间中的水友们情绪也顿时紧绷起来。众人在一阵哈哈哈大笑之后，突然觉得有点尴尬。比起为人处事细致入微的林修大佬，众人还是太放松了些。今天若不是林修大佬点出木乃伊老弟的根基，众人差点就被这小老弟的胆小谨慎给蒙骗了。而此时1号门诊室里，在被林修看出根基之后，木乃伊老弟也不再隐瞒，他目光冰冷，逐渐收起了先前胆小谨慎的模样，望着林修，一抬眼，浑身散发出一道可怕的灰色气息。随后语带深沉，用一道极其沙哑、恐怖的声音道：年轻人，为了压制住我身上的木乃伊，我在那阴森冰冷之地足足待了35年，为此我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木乃伊冷声说话的同时，身上绷带唰的一下全部解开，随后一副几乎完全干瘪、样貌可怕的躯骸出现在众人面前。那尸骸几乎瘦的皮包骨藏在诡异的木乃伊下，显得异常单薄恐怖。哪怕木乃伊恶灵自己不说，众人从这尸骸上也能见到往日的血腥和斑驳。果然，在惊悚世界里，能够体面存活的恶灵每一个都不简单。门诊区在暴露出了自己可怕的尸骸之后，木乃伊脸上露出了一带霸主的凶光，随后怒斥林修道：年轻人，为了掌控这木乃伊绷带，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几乎每一年都要遭受炼狱般的折磨。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从本侯所受的苦难上来看，你这个年轻人根本不配拥有黄金裹尸布带来的诸多好处啊！刚刚你说你的黄金绷带是你的辅助，你的陈属，这话在我听来实在刺耳。小伙子，你不过是运气好，得到了一件上品神器罢了，而你所受的磨难还不多，你根本不配拥有黄金裹尸布。木乃伊大佬说到这边，脸上早已布满冰冷之色。比起先前胆小谨慎的模样，此时的木乃伊无比张扬，如今的他根本就是个狂妄不羁、雄霸一方的霸主。先前木乃伊大佬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不敢拔高声调，而现在的他声音低沉而恐怖，简单2-3句话便直接令全网无数直播间观众肾上腺素狂飙，恐惧值从60%一路冲击到爆表。面临危险，人类本人感到恐惧，而眼前这个木乃伊则让人感到极度的惶恐。这家伙光是那冰冷的眼神和不屑的目光便已足够吓人。1号门诊区里，一句你根本不配拥有它，使得问诊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而在冷漠嘲讽林修的同时，木乃伊大佬目光中对于林修倒也有3分赞许之意。因为原本在木乃伊大佬的预想中，自己原本那谨小慎微的小老弟模样是绝不可能被人拆穿的，但林修却只通过简单的号脉就看出了自己和诡异绷带间的关系。由此可见，这位年纪轻轻的门诊医师还是有几分本事的。可是那又怎样呢？今日本侯竟已出现在此，你林修手上的黄金裹尸布就只能沦为我的掌心之物。此时面对着鬼气弥天的木乃伊，林修脸上并没有太多的波澜。系统列表上，他的恐惧值已经是在0-0.03间疯狂狂飙。他面对着一脸愤怒的木乃伊大佬，不动声色地打开自己的通讯列表。
通讯列表中很快便跳出了女神尖的留言：林修，我正在看你的直播。现在你面对的对手号称烽火侯，乃是惊悚都市中最有名气的掌权者之一，在即将届满的老一届议会中属于副议长级的恐怖存在。面对他，你一定要非常谨慎。面对着惊悚都市副会长级别的存在，林修感觉自己应该挺害怕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林修内心里的恐惧值就是狂飙不起来。0.03，林修真的很尊重面前这位看起来了不起的大佬了。1号门诊区，望着自己面前的通讯屏幕，林修3只帅气的眼睛同时眨了一眨。屏幕上却见尖儿又道：这位烽火侯在惊悚都市中拥有着3处顶级产业，位于市中心的罗浮宫和水晶金字塔就是他的产业。哦，看到这边，林修内心倒也微微一动，比起仅拥有几万点惊悚币的自己，这位名号为烽火侯的大佬还是挺有钱的。所以在惊悚都市中也有所谓的罗浮宫和水晶金字塔吗？那么这罗浮宫和水晶金字塔到底是仿造主世界规模建造的，还是主世界顶级的设计师们曾经梦游惊悚世界，从这里将设计理念给带了出去呢？门诊区内，望着浑身散发恐怖邪气的烽火侯，林修感觉到自己整个人身上都有一种莫名的窒息之感。烽火侯只是在自己面前站着不动，林修便已感觉压力重重，那种如临深渊一般的压迫感使得林修感到异常的胸闷。若非林修本身拥有着旧日支配者这样的深渊气息，浑身又包裹着黄金裹尸布，面对着木乃伊大佬的压迫，林修恐怕早已当场吐血身亡。烽火侯身上散发的气息预示着这位惊悚都市的顶级大佬并不打算对林修有多友善，而他之所以一直不动手，不过是碍于自己顶级大佬的身份，不想先于林修这个晚辈动手，以免被其他大佬笑话罢了。他是有个有头有脸的有钱人，好面子。而另外一边，林修作为一个恐惧丧失者，他向来是个淡定冷漠、谋而后动者，面对各种鬼怪、顶级大佬，他几乎不可能出现其他试炼者才会拥有的手足失措、方寸大乱。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也不会第一个动手。这边烽火侯作为一位顶级大佬、资深前辈，满脸不屑，一动不动。另外一边，林修老谋深算，像个狡猾的狐狸，他从来没有想过第一个出手。如此一来，尽管1号门诊内气氛已经到了极其冷酷的冰点，但是两位大佬却都只是僵持在各自的位置上，一个都没有动，就很好笑。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流转着。抬眼，当望见林修那一脸冷静、没有半点惊恐的表情时，终于顶级大佬再也忍不住了。烽火侯目光冷漠地盯着林修，随后开口道：小子，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一听这话，林修慢慢收起自己脸上的微笑，随后道：烽火侯前辈实力雄厚，晚辈不敢看不起你，是吗？望着林修那淡淡的笑容，烽火侯忍不住有点想拍桌骂人。啊，好小子，你既已知道本侯名号，想来你对于本侯的实力也有一定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你这家伙不但不害怕，而且还咯着笑呢。就这，你还说你不是在看不起我？你从刚才到现在一直都在笑，你都没有停过。眼看着林修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淡定模样，烽火侯冷着双眼，继续诱导：今天100招内，只要你能把我打趴下，我保证不把你东西带走。烽火侯说话时，整个人异常高傲，异常自信。是哦。面对着烽火侯如此明确的支持，林修缓缓将自己的目光移动到自己视野的右上部。在拥有第3只眼后，林修完全做到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烽火侯厉声威胁自己时，林修见到直播间弹幕上道：55555，这烽火侯好凶啊！娘的，我感觉我已经心跳加速。操，这木乃伊大佬吓死我了！林修的3只眼睛眼神很好，在捕捉到了心跳加速、吓死我了等关键字后，林修不由得感慨道：所以这就是恐惧的感觉吗？为了治愈自己丧失恐惧的毛笔，林修脸上赶忙露出一丝害怕之色，一伸手捂住自己的胸口，颇有紧张道：烽火侯前辈，你这是在逼我？不得不说，林修的演技确实挺好的。当他摆弄出害怕模样的时候，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可问题是，您在感到害怕的时候，你属性面板上那狂飙0.03的惊恐值是什么意思啊？喂，还有，人家真正的恐惧都是在感到害怕的瞬间就直接爆发出来的。您这延迟了大半分钟的恐惧，算是怎么回事？别说烽火侯大佬不相信您真的害怕，就连我们直播间的水友们，恐怕也很难被你说服吧？林修大佬，你一定是在故意激怒木乃伊对吧？直播间中，不得不说，张开3眸，展开8臂副手的林修大佬挺帅的。可是大佬，您就算帅，也不能仗着您英俊的外表就这么为所欲为吧？要知道，您今天面对的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手，稍有不慎，您很有可能就会丢了性命。1号门诊室内，林修后知后觉的恐惧确实激怒了烽火侯。对于林修延迟了将近半分钟才到的恐惧，哪怕烽火侯脑子有问题，也能看得出林修这是故意在演。这小子果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害怕过，他一直保持的微笑，其实就是在嘲讽自己。烽火侯毕竟也是见过不少世面的大佬了，今日面对如此狂妄的林修，烽火侯突然一下子从他的身上感到了一股莫名的邪性。这个叫做林修的家伙，天生就是个帝王胚子，如果不加以限制，用不了多久，这家伙就将变得比自己还要恐怖。呵，作为一名顶级的木乃伊大神，烽火侯绝不允许此事发生。在惊悚都市中，只能存在一名顶级的木乃伊大佬。小子，我的耐心有限，你若再不动手，那我就只能直接把你杀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100招内能够吓退我，我立刻转身就走。1号门诊区内，烽火侯说话时，一身气息更加恐怖，可怕的冰冷气息直令屏幕外的水友们瑟瑟发抖。主公，林医生。这一日，1号门诊室里，当望着平平无奇的木乃伊病人突然对林修发难的时候，裂口女、双生鬼差皆有所动。面对如此危险的病人，
甚至就连平日里对灵修不是那么关心的红衣小女孩，桀骜不驯的九世妖童，脸上都露出同仇敌忾的愤怒之色。众鬼怪、恶灵们想要冲进问诊区帮助灵修，然而木乃伊病人身上所释放出的无边煞气，却形成了一道可怕的水晶护罩墙。饶是裂口女等人实力不俗，强力碰撞之下，却也无法将这水晶护罩打开。木乃伊大佬的实力之强，可见一斑，真吓死个人。另外一边，问诊区里，当面对着已经发出最后通牒的木乃伊大佬，林修眼看着自己的惊恐伪装无法起作用，索性也不故作姿态，直接将目光收敛，随后望向木乃伊道：“前辈，我见你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你确定要挡硬挡我100来招吗？我看你过去几十年修行也不简单，咱还是别拿自己的修为开玩笑了吧。”林修说话时语气平淡无奇，但这家伙话中硬挡、修行不易等词汇，却深深地刺痛了木乃伊大佬脆弱的内心。好家伙，你林修口口声声称我为前辈，但嘴里说的却是让我不要逞强。小伙子，你好嚣张啊！风火猴怒了，成名多年，他还从未像今天这么愤怒过。原本风火猴感觉自己青山医院取件宝物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想到这小小的门诊医生居然跟自己折腾了这么久。这小伙子不会真把他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吧？木乃伊的耐心真的快被耗完了。妹的，你再这样下去，老子连脸都不顾了。风火猴感觉再这么下去，就算灵修不主动进攻，自己也会忍不住出手。这小子拥有着让人瞬间发火的能力。而另外一边，面对着登门踏户、嚣张无礼的木乃伊，直播间的水友们则是一通狂骂：“哼，抢东西就抢东西，还说得如此清新脱俗。怎么，灵修大佬100招内击退你就走？这要是击不退你就直接抢走黄金果师部了呗？你也不看看都成名多久了？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灵修大佬冲压，咱别怕，咱们有100次的机会干他丫的！”此时门诊区里，面对着即将绷不住的风火猴，灵修再度淡然一笑，随后开口又道：“前辈，你确定真要我硬抗我100招吗？又是硬抗，我硬抗你妹啊硬抗！”面对着姿态狂妄的灵修，风火猴目光再度一冷，一身狂傲的气息强烈放出。当那如山一般的压力向着灵修狂躁的压迫而来时，风火猴的态度已经非常精确。现在他就是在强迫灵修出手。灵修若不想死，唯一能做的那就是反抗。面对着风火猴越来越紧逼的姿态，灵修终于也不再多说什么。他的3只眼睛微微一抬，随后身上一道金光爆发，那韧性十足的黄金裹尸布猛然张开，如同一身顶级战袍一样，在满级金光咒的衬托之下，将灵修身上所有的肢体全都包裹好，只留下灵修那飘逸的头发和帅气的脸蛋还在外边。借着强悍气息，灵修整个人漂浮在了半空之上，帅是挺帅的。然而面对英俊帅气的灵修，风火猴却只是不屑地道：“哼，虚张声势。”他身上的灰色裹尸布在感受到帝王般黄金裹尸布的强悍之后，隐隐收缩，强烈地侵蚀着风火猴的身体。这裹尸布的举动仿佛在提醒着风火猴提起状态，全力战斗，别输给对面那个家伙。面对着自己身上主子一般的裹尸布，风火猴脸上露出一丝愤怒之色。作为一名顶级大佬，风火猴成也裹尸布，败也裹尸布。而今天过后，风火猴将彻底夺取黄金之物，代替自己身上这吸血的家伙。门诊区里，风火猴满脸不屑地望着灵修。而这边在稍稍释放出了黄金裹尸布的威力之后，灵修突然又邪魅的一笑，脸上不知何时早已戴上了超治愈面具。熟悉灵修的都知道，对于灵修大佬来说，他要么不搞事，要么就搞大事。一旦灵修戴上超治愈面具，那就代表着马上就要发威了。所以在面对着实力顶天的都市议会大佬，灵修也有能力掀起一段波澜吗？直播间里，水友们开始莫名的感觉兴奋起来。此时门诊区里，灵修额上的第3只眼最先发威。作为被超治愈面具隐藏住的眼睛，这深渊凝视在被遮掩住的瞬间，猛然爆发出一道强烈的金光。刹那间，超治愈面具被劈开一道齐整的裂缝，金光所过之处，整座房屋都在颤抖。配合上超治愈面具，灵修的3只眼看起来也是煞气十足。轰隆隆，金光之下，整栋医学大楼摇晃了许久。终于，风火猴再度开口：“臭小子，还不动手吗？”话音刚落，猛然间，众人却见原本金光灿灿的灵修一下子突然阴沉起来。他的身上鬼神气息、极度战力和旧日支配者的恐怖黑气一层又一层弥漫开来。面对着如此恐怖的气息，水晶护罩外，小僵尸和病患们瑟瑟发抖。而木乃伊大佬则是目光微微一凛，点评道：“不差，有点能耐，但水平有限。”可是就在风火猴点评完灵修之后，灵修3只眼睛猛然朝天一瞪，一身煞气冲天起。恐怖煞气冲天起之际，一道散发着天道气息的令牌突然从灵修身体之中飞了出去。鬼神令，得此令者即为人间鬼神。诡异、强悍、散发着恐怖天道威严的令牌一出，整个空间气氛顿时为之一变。这是面对灵修突然亮出的人间鬼神身份，原本脸上始终带着不屑、轻蔑之色的风火猴突然目光一凛，脸上露出一丝谨慎和贪婪之色。是的，谨慎和贪婪。1号门诊内，面对着突然出现的鬼神令，风火猴脸上交替出现了一对看似相互矛盾的表情。风火猴谨慎，是因为这鬼神令牌确实有点意思，即便自认强悍的风火猴在他面前也不敢有丝毫大意。而贪婪那就更好说了，在风火猴看来，像黄金裹尸布、鬼神令这种难得的神级宝物，只配强人拥有。灵修就像个抱着珠宝到处乱逛的孩子，他坐拥宝物太久了，所以赶紧的吧。风火猴确实等得有些不耐烦了。1号门诊室内，面对鬼神令和极度战力、深渊气息，风火猴稍稍提起精神，轻松以待。在那面前，灵修就像个卯足了劲要和巨人对抗的小孩童。
单纯、愚蠢、无知、可笑。然而，就在烽火侯轻松写意地望着灵修时，突然之间，灵修身前的鬼神令高速旋转，化作一道黑气，裹着万千雷霆，围绕着灵修周身，如黑龙一般咆哮旋转。而在这黑龙咆哮之间，灵修再度抬起自己的三眸，目光平淡地盯着自己的对手。下一刻，灵修右手一动，从黑龙雾气身上抽出了一把如墨一般的长剑。这长刀乃是鬼神令所化，上边除了裹挟天道气息外，满级金光咒、6级雷法、金光、电光交织在一起，也显得特别帅气。在庞大的气息包裹下，灵修手中的长剑缓缓露出真容。与此同时，整个青山医院上空乌云汇聚，电闪雷鸣，异常恐怖。这是望着灵修手中那如墨一般裹挟着雷电的神秘长剑，原本一脸平静的烽火侯脸上突然露出一抹诧异之色。他从灵修手中的剑上感到了一抹不祥征兆。这怎么可能？臭小子，你怎么回事？望着一脸冷漠即将出手的灵修，烽火侯内心突然一冷，脸上露出莫名惊惧之色。这种惊惧的感觉，烽火侯只在当初年轻时初遇诡异裹尸部的时候曾经出现过。自从拥有了不俗的实力后，在这诡异的世界里，已经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起烽火侯内心的波澜。惊悚世界强者很多，烽火侯相信自己不可能一直都不被什么惊动，只是眼下自己的恐慌实在没道理啊！毕竟自己的对手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出道没多久的新人医生罢了，他凭什么让自己感到害怕？烽火侯目光微凝间，这边灵修已经完全将鬼神令所化的墨色长剑握在手中。灵修在面对一般对手的时候，他并不喜欢第一个出手，而一旦他绝对出手，便一定要让对手记住：虚如灵，急如风，不动如山，侵略如火。一剑，天地震动，可怕的剑气自剑端而出，袭向烽火侯。剑气带动下，1号门诊直接被灵修一分为二，劈成两半。从地上到天花板，一条可怕的裂痕，令人触目惊心。这门诊室里，迎面对墨色长剑爆发出的恐怖之威，烽火侯目光一愣，口中发出惊讶之声：如此恐怖的剑气，怎么可能？惊讶之间，说好100招不动弹的烽火侯主动出现闪躲。闪躲之际，灵修挥来的剑气削过烽火侯的灰色绷带，刹那间，几段绷带自烽火侯身上掉落下来。望着面前一幕，烽火侯更加吃惊。对于灰色绷带的韧性，烽火侯心里比谁都清楚。眼下，灵修手中的剑既然能够斩断绷带，那么刚刚如果自己不闪躲的话，那剑气很有可能会直接把自己的胸膛劈开。鬼神令所化墨剑当真恐怖如斯！唰唰，有限的空间内，灵修在黄金裹尸部极度战力，鬼神气息的包裹之下，开始逼近烽火侯，手握墨剑，主动向烽火侯发起进攻。烽火侯饶是自诩为前辈，面对着灵修如此可怕的进攻，他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一身绷带绷到极致，烽火侯当场便与灵修对攻起来。烽火侯修为异常高深，面对锋利无比的墨剑，他在自己身上激起了一层灰色护盾。那灰色护盾看起来像一团雾，可当他和黑色墨剑相互碰撞的时候，护盾上却发出了可怕的惊郁之声。灵修手中的剑很锋利，烽火侯无法直面其锋，但过烽火侯的不断卸力，他还是成功的躲掉了墨色长剑大量的打击。烽火侯能够在高手如云的惊悚都市中坐稳副议长的位置，他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呵，烽火侯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可是说好的100招不动摇呢？木乃伊大佬在灵修面前，您可是一招都没撑住啊！作为一名惊悚都市里的顶级大佬，您既已在灵修的逼迫下动手了，那便算彻底输掉了赌约。就这，你还有脸在这待着？你还不赶紧将用裹尸布将自己裹一裹，找个地洞将自己埋了？你这一招一招的格挡，就问你羞不羞？此时，1号门诊室内面对着灵修手中无比锋利的墨色长剑，烽火侯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格挡之后，突然间，他眼睛中爆发出一股锐利的光芒，诧异的冲着灵修道：“臭小子，你这是利用鬼神令的特性引动了青山医院的部分禁忌，否则你的墨剑不会这么强。”呵，好一件强悍的天道之物！烽火侯简单2句点出问题关键。面对着见识不差的烽火侯，灵修额上的金色眼睛微微一动。今天通过和烽火侯的交手，灵修额上的金色眼睛获得了无数的战斗信息。如果说在今天动手前，灵修还是个剑法小白，那么此时的他已经算得上是一名中等剑术高手了。中等剑术高手，配合上深渊凝视开挂般的视角，还有背上那无比灵活的副手八臂，等于半神剑术高手。今天灵修是因为没有办法给自己的每一个手臂都配上一把像鬼神墨剑一样锋利的长剑，否则9部长剑一道落下，他还在这和烽火侯废话什么？烽火侯，不得不说，你的眼光确实很毒，所以你要不要赌一下，在借助青山医院恐怖禁忌的情况下，我能不能把你杀死？灵修，你真是我见过最嚣张的年轻人。1号门诊室内，浑身裹着木乃伊绷带的烽火侯，如同钢铁侠一般，利用自己坚固无比的双手，不停与灵修手中的墨剑发生碰撞。他当然不相信灵修这个年纪轻轻，只经历过区几场恐怖试炼的小子能够杀死自己。但是凡事都有个万一，灵修利用鬼神令打开青山医院禁忌这件事，确实让烽火侯感到了忌惮。灵修独自一人，当然不可能杀死自己，但是青山医院禁忌可能。烽火侯虽是顶级大佬，但是他并没有变态到像灵修一样，恐惧之所死，对于外部的一切变化都可以做到不为所动，波澜不惊。越是顶级大佬，其实越谨慎，越谨慎，其实就是越怕死。烽火侯很强，所以在面对那些无法杀死他的存在，烽火侯态度非常狂妄嚣张。但同时，烽火侯也很惜命，毕竟自己坐拥海量资产，地位高贵，好多东西自己都还没好好享受。如果随随便便一次外出便死在了不知名的小角色身上，那也太让人懊恼了。
面对灵修的冷声威胁，风火侯内心起了一丝细微的变化。坚固无比的霸主心房出现裂缝，在接下来的对局之中，风火侯的动作不免变得拘束起来。他一方面的防着诡异墨剑的锋利割破自己的灰色裹尸布，另外一方面，风火侯还得防着灵修真的暴起，突然利用青山医院的某些禁忌对自己进行降维打击，直接一击必杀。风火侯可不想死。1号门诊室内，作为顶级大佬，原本风火侯应该对于战局中的整体情况有着全盘的掌握，然而灵修这家伙却似乎早就算准了风火侯的弱点。灵修手中的墨剑就是冲着灰色裹尸布而来的，这墨剑在借助青山医院禁忌后，可以轻松割开裹尸布，而失去裹尸布防护的风火侯不过是一具普通枯尸，面对墨剑根本没有什么防护，由此风火侯变得异常被动。这种被动，在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看来，那就是风火侯被灵修大佬全面压制了。呵，真是万万没想到啊！一位年纪轻轻的试炼者，居然可以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对惊悚都市成名已久的大佬进行长时间的压制。现在，众人终于明白为什么刚刚面对风火侯，灵修一直不出手了。原来，灵修大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进行算计，他在那个时候正是在思考克制风火侯的办法。一旦考虑成熟，灵修一出手，便直接让风火侯100招内不出手的豪言壮语沦为笑话。如果说之前灵修用满级金光咒兜住东海大桥，是灵修成为全球炙手可热试炼者的招牌名场面的话，那么眼下灵修对于惊悚都市副议长的压制，便算得上是名场面 2.0。不管灵修是不是借助了青山医院禁忌之力，今天当风火侯不断仓皇应战的时候，他就已经输了，至少在面子上输得彻底。吭吭吭！1号门诊室内，鬼神墨剑和木乃伊的碰撞，发出一阵又一阵可怕的金属碰撞之声。灵修不慌不忙，精准施策的实战场面，引起了直播间谁有一阵又一阵的惊叹。战斗的一开始，灵修明明就是一个对于剑术招式毫无概念的新人，但是等到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灵修所表现出的能力，竟像是个神级高手，这未免也太惊人了吧！所以灵修身上的变化究竟来自何方？望着灵修额上那异于常人的第3只金色眼眸，不少资深试炼者陷入了沉默。几乎所有人都明白，灵修额上的这枚眼睛不只是帅，它更多的作用是感知全场，预判动态。是它的出现，使得灵修在战场上分分钟取得出人意料的进展，同时也使得灵修今日一战成为了惊悚都市中以弱胜强的经典之战。在灵修疯狂的控局之中，风火侯的仓促应战让他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路边亡灵。灵修，你真以为你能战胜我吗？1号门诊室内，面对着姿态凛然的灵修，风火侯虽然应对的有些仓促，但是整体上他的步调还是沉稳的。在和灵修连续缠斗了100多个回合后，风火侯冷着目光道：面对像我这种级别的感受，你能有如此的应对，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臭小子，是你逼我的，今日我将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怖。战局之中，面对着无比锋利的鬼神墨剑，风火侯虽然从一开始便选择了主动退让，躲避鬼神墨剑的锋芒，然而风火侯毕竟是掌控了惊悚都市大量资源的恐怖存在，战斗之中一味的退让，对于风火侯来说是不可能。此刻，风火侯与灵修说话的同时，身上的裹尸布突然爆发出一道惊人的压迫气息，强大气息散发下，时间瞬间停止，时间暂停，古木乃伊特殊技能时间荒漠，这是风火侯深藏已久的大招，一般情况下他绝不会随便对一名无名小辈使用。今天风火侯也是被灵修逼得没有办法，即便时间荒漠的施展需要风火侯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只要自己能够获得黄金裹尸布和鬼神令牌，那么风火侯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值得的。唰！时间荒漠内，风火侯燃烧掉了自己的一截手掌，那手掌化作无情的流沙，可怕流沙下，1号门诊内的时间被暂时停住。时间一旦停止，灵修利用鬼神令牌调动禁忌之力，这件事就不成立。灵修调动不了鬼神之力，那么风火侯又何惧墨剑锋芒？老子另外一只手反手一掌，就直接把你给拍死了。尽管只要资源充足，风火侯就能重新长回一只手，但此时1号门诊内，风火侯手掌燃烧的代价仍旧极大。今天他确实大意了，他不该为了面子留给灵修那么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灵修没有提前的准备，他就不可能调动什么禁忌之力，更不可能让自己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错失一掌秒杀这个新人的机会。1号门诊室内，风火侯的右手掌在疯狂的燃烧，冰冷的空间里，风火侯眼底满是愤怒之色。妈蛋，老子大意了啊！要是能重来，本侯绝不会为了什么面子白白浪费先手时机。强烈的时间荒漠使得风火侯在时间停止的过程中异常痛苦，口中不停发出一阵又一阵惨烈之声，那是一种痛苦、愤怒、令人心生畏惧的咆哮。直播间内，无数的水友惊恐至狂飙99，好吓人。另外一边，面对着神一般的时间暂停技能，悬浮在半空之中的灵修确实停住了，手握墨色长剑的他，整个人身体一动不动，被禁锢在了时间洪流之中。在时间暂停前的某一个瞬间，当时的灵修似乎察觉到了某种不妥，而当一个人预示到自己可能即将被困入某种绝境中的时候，他的表情应该是无比绝望的吧。可是当风火侯将自己的目光望向封印中的灵修时，他看见的却是一副平淡波澜不惊的神情。所以这小子是没有恐惧感的吗？他在面对时间荒漠如此可怕的压迫之力时，竟一点都不吃惊。这不可能。在某个瞬间，身为顶级大佬的风火侯突然有些怀疑自己的时间荒漠是不是没能成功的将灵修禁锢住，不然这小子展现出的状态为什么会如此从容？就此事而言，风火侯极不理解。要不是此刻风火侯杀意冲天，
已经下决心一刀解决灵修。望着灵修那淡定的脸，他心态恐怕早已经崩了。啊，像灵修这样无所顾忌的新人，自己绝不能留。至于黄金果实部、鬼神令，甚至是灵修额上的那第三只眼，拿来吧你！唰！时间荒漠下，烽火侯身上爆发出一股令人浑身战栗的恐怕气息，左手一动，一道凛然的煞气瞬间杀向灵修的喉咙。在时间静止的荒漠之中，烽火侯手中所激发出的煞气动作异常缓慢，异常清晰。望着面前一幕，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不由得瞪大了双眼，隔着屏幕惊呼起来：“灵修大佬啊！”而另外一边，1号门诊室内，就在众人口中发出惊呼的同时，那如同刀削一般的可怕煞气已经袭向了灵修的喉咙，一刀直接冲向灵修的脖颈。他脖子上肉被切开了，只差一步便要直接切到气管。啊！眼看着灵修的脖子就要被可怕的煞气齐整切开，全球近100万的观众屏住了呼吸，心跳也仿佛瞬间停止了。时间是一股神秘莫测的力量，在目前这个阶段，几乎没有哪位试炼者真正掌握了和时间沟通的能力。即便是烽火侯这种级别的大佬，他也必须在废掉一只手掌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时间技能。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在时间荒漠中被杀，几乎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啊！1号门诊室内，就在无数水友发出绝望的惊呼时，突然之间，灵修3只眼睛一动，一道无比锋利的眼神瞬间爆发而出。这煞气好痛！灵修开口说话的同时，脖颈上的煞气如同烟雾瞬间溃散。煞气散去的同时，另一边灵修已经快速出手，一剑牢牢刺进烽火侯的胸膛。同时，墨剑之上，顶级雷法和满级金光咒一起爆发，大量的紫色的雷霆、金色的咒法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道极其惊人的画面。木乃伊大佬烽火侯的胸口被鬼神墨剑一剑刺穿，死是死不了，但伤却伤得非常重。哦！1号门诊室里，面对着突然插在自己胸口的墨剑，烽火侯眼神中流露出了无比惊讶的诧异之色。那仅存的左手用力地抓住墨剑，一双眼难以置信地望着灵修。好半天，烽火侯才从自己的口中吐出一句：“灵修，怎么可能自己打破时间荒漠？你是如何从时间暂停中跑出来的？”原本按照烽火侯的实力，他是绝不可能被灵修偷袭，一剑刺穿胸膛的。可是，在时间荒漠已经成型的情况下，烽火侯怎么也料想不到灵修竟会突然从时间牢笼中挣脱。烽火侯既然没想到灵修会挣脱，自然也不可能想着他会偷袭自己。呵，门诊室中望着满脸诧异的烽火侯，灵修并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不停地调动自己一身可怕的鬼神气息，将手中墨剑的威能提升到更加恐怖的程度。今天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杀死烽火侯。另一边，面对着一脸决绝、一身杀气比自己还要可怕几分的灵修，猛然间，烽火侯感觉到了一股极其强烈的危机感。他终于开始相信，眼前这个年轻人有能力，而且也有打算杀死自己。他娘的，这小子就是个狠人！惊悚都市，阴云笼罩的青山医院中，在感觉到灵修手中的墨剑对于青山医院禁锢的调动越来越多时，烽火侯终于怕了。他不再细想灵修究竟是如何逃脱时间荒漠的，现在他必须迅速做出更加坚决的判断。臭小子，算你狠！1号门诊室中望着杀意暴涨的灵修，烽火侯眼神之中流露出一股浓浓的威胁之色。随后，烽火侯不动声色地燃烧起另外一只手臂。这一次，灵修的面前升起了一道非常可怕的浓雾。浓雾之中，灵修能够感觉到一股奇特的绷带气息正穿过墨剑，准备偷袭自己。这气息，灵修不用多想，也知道他一定就是烽火侯。面对浓雾中烽火侯的强攻，灵修身上黄金果实布和金光咒光芒耀眼。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候了，烽火侯在逃跑和偷袭间仍在犹豫吗？来啊，在心脏受挫的情况下，能放倒我算你厉害。浓雾中，灵修和烽火侯的较劲非常直接，在利用灰色绷带和灵修缠斗一番后，终于烽火侯放弃了。等着吧，灵修，我们还会再见面的。1号门诊室内，烟雾逐渐散去。当灵修和全网水友回过神来时，1号门诊室内一股可怕的煞气震荡不停。房间里的视野逐渐清晰，在看时，烽火侯原本所在的位置早已空空如也，这家伙只留下一堆灰色果实布残片，自己仓皇狼狈地走了。灵修真的打赢了烽火侯，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吧！1号门诊室里，望着面前一幕，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沉默了许久。所以这是怎么回事？烽火侯大佬真的走了吗？灵修大佬凭借一己之力战胜了顶级高手。直播间中，就在众人疑惑不已的时候，门诊区里的灵修神色疲惫，向后一仰，整个人重重倒在地上。黄金果实布在灵修身上不断蔓延，将他的身子牢牢地包裹起来。而那在战场中异常耀眼的深渊凝视，则缓缓地闭合，灵修的额上像什么都没出现过。林医生，主公！医院里望着突然倒下的灵修，裂口女和双生鬼差等连忙从破碎的水晶护罩中闯了进来，将重新变成木乃伊的灵修抬到1号门诊豪华的休息室中。时间流转，灵修在昏倒之后，惊悚系统直接关闭了直播。而此时，1号门诊医生办公室舒服的大床上，灵修身上黄金果实布不时散发出道异样光芒。叮！恭喜试炼者，您的黄金果实布成功融合灰色果实布碎片，您获得的 SSS 级特殊技能时间荒漠得到了强化。时间荒漠，罕见的时间技能，通过献祭治愈值，您将成功开启时间牢笼。时间荒漠每分钟消耗治愈值3000点。叮！恭喜试炼者，您的黄金果实布成功融合灰色果实布碎片，您获得了 A 级技能诡异流沙。诡异流沙消耗一定的鬼神气息，释放可怕的流沙烟雾。只要试炼者的气息足够强大，
您便可以召唤出可怕的流沙巨人，甚至是一整座荒漠。目前试炼者属性：试炼者灵修，目前等级7，试炼场数3场，力量17，速度19，精神力30，近期恐惧值浮动0，治愈值 2.9 万。天赋：极度战力，等级3，恐惧降临，等级3，旧日支配者，等级5，高等毒素抗性。特殊物品：鬼神令、银色项链、黄金裹尸布、超治愈面具、医生执照、白蜡灯、光头石像等。技能：倾囊医术、五雷正法、寒冰、禁锢、恐惧散播、金光咒、满级、时间荒漠、诡异流沙。灵兽：低阶黑豹、血蟒、低阶天狗。能量值7万。惊悚币46753。试炼积分 1.7 万。这一日，在经过了和烽火猴的激烈的战斗之后，灵修浑身力竭，躺在床上。此时化身为木乃伊的他，整个人呆呆地躺在床上，无法动弹。但与此同时，木乃伊上空，灵修的阴神则是握着一把黑色墨剑，正在不停地练习着自己刚刚从系统商城中兑换的特殊剑谱千机剑术。这剑术系统评价 A 级。原本这剑术对于修炼者的根基身法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任何身法根基不达标的试炼者都无法对千机剑术进行修炼。但是试炼者们所修炼出的阴神却和普通肉身不一样。千机剑术中各种诡谲莫测的剑术，一般试炼者的肉体之躯无法完全揣摩到位，而身为一堆魂魄的阴神则没有这方面的障碍。阴神状态下，灵修修炼起千机剑术行云流水，如有神助。蹭蹭蹭，系统提示：灵修千机剑术熟练度不停上涨。这边是千机剑术不停的上涨，另外一边则是黄金裹尸布根据灵修阴神的状态，不停地改造着灵修的血肉之躯，使得灵修的身体可以轻松地做出千机剑术的所有动作。如此一来，这一天灵修虽然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疗伤状态，但实际上他私底下做的事情却一点也不比一般的试炼者少。甚至就灵修高阶剑术的修炼，他的进展也要比绝大多数的试炼者快了许多。哼，利用阴神和黄金裹尸布的特性疯狂开挂，简直离谱。1号门诊室里，和灵修的本体相比，灵修的阴神没有了那夸张帅气而且异常实用的八臂副手。毕竟这东西原本也不是从灵修身上自己长出来的，没能在阴神状态下获得八臂副手的辅助，光就这点，灵修还是觉得蛮可惜的。但是灵修可惜归可惜，第三只眼在阴神额上出现，灵修还是非常欣喜的。此时黄金裹尸布的包裹中，灵修的肉身因为诡异气息耗尽，第三只眼早突然沉默消失。而眼下第三只眼出现在灵修额头上，这便意味着灵修还有机会再度将它打开。这第三只眼事实上已经完全和自己的身体长在一起了。黄金裹尸布可以融合装备特性，这是灵修在获得裹尸布第一天就知道的事情。这一日，在和烽火猴交手的过程中，灵修正是通过吞噬灰色绷带掌握了时间荒漠。正因如此，灵修才能够在烽火猴的禁锢突然挣脱，杀烽火猴一个措手不及。时间流转，在漫长的疗伤过程中，灵修吞噬的灰色绷带碎片越来越多。渐渐的，灵修看见了在漫长的时间洪流里灰色裹尸布历代的拥有者。他们有神秘莫测的埃及法老，有英姿飒爽的古代试炼者，有诡异的老人，有美艳的少妇。诡异裹尸布流传多代，最终流入到了烽火猴手中。融合了这么多使用者的记忆，灵修对于灰色裹尸布的优缺点很快也有了全盘的掌握。在掌握了灰色绷带的优势、弱点之后，下一次灵修在遇到烽火猴的时候，将让烽火猴陷入更深的被动之中。灰色绷带上禁忌重重，原本即便有人获得了裹尸布碎片，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将烽火猴的弱点掌握。但问题是，灰色裹尸布虽然厉害，但今天他遇到的却是裹尸布法器中的绝对王者。在绝对王者面前，灰色裹尸布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之前烽火猴冷冷的威胁自己和灵修一定还会再见面，而现在处于阴神状态下的灵修已经开始隐隐有些期待自己和烽火猴的再次交手了。时间荒漠可以打开时间牢笼，将自己的对手定住，但是时间荒漠每秒钟需要消耗3000点治愈值，就还蛮贵的。过去一段时间，尽管灵修超额完成了不少高阶任务，但是他身上的治愈值最多也就3万左右。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灵修所能发动的时间荒漠满打满算也只能持续10秒。灵修若想继续延长控制对手的时间，或许他可以像烽火猴一样献祭自己的部分身体。尽管灵修和拥有灰色裹尸布的烽火猴一样，在裹尸布的帮助下可以断臂重生，但是这么做未免太自虐了些。因此不到关键时刻，灵修绝不想像烽火猴一样自残，那是傻子才干的事。想要延长时间荒漠，灵修随便献祭一头大型妖物，比如300年老驼，他不香吗？灰色裹尸布做不到献祭外物壮大自身，但黄金裹尸布可以。黑暗、阴森、诡异的惊悚都市中，灵修在经过整整1天1夜的静养之后，身上的黄金裹尸布再度打开，一张无比帅气的脸露了出来。灵修本就非常帅，在经过1天时间的疗伤后，此时的他看起来就像刚刚温泉疗养一样，整个浑身上下散发着不俗气息，给人的感觉更帅了。这一次有点惊险啊！在重新解开黄金绷带后，灵修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脖颈，他的脖颈上原本有一道因为烽火猴所伤而留下的细微伤口，那细微伤口乍一看像一根细小的绳子，轻轻地绑在灵修的脖子之上，但实际上它是一道十分恐怖的剑伤。这是烽火猴的成名绝技之一，一剑无痕。中了一剑无痕的试炼者，如果不能在3天之内化解剑气，那么他的脑袋和身体将轰的一声彻底分离。在烽火猴初出茅庐的那些年，惊悚都市里不少顶尖的高手就是在中了一剑无痕的情况下，不得已只能向烽火猴妥协，以求烽火猴解除剑气，饶自己一命。也正因如此，
烽火侯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惊悚都市里的亿万富翁、副议长级大佬。在强大的死亡预期震慑下，除非是恐惧值为零的家伙，否则绝大多数的试炼者和亡灵最终都会选择向自己的对手妥协。一剑无痕确实了不起，但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时间技巧，这剑招也不是不能复制。静养一天，灵修早在黄金裹尸布的帮助下，轻松化解了一剑无痕。现在脖子安然无恙的灵修开始打起了模仿一剑无痕的主意。当然，灵修除了打起一剑无痕的主意外，他还惦记上了烽火侯惊人的家产。烽火侯很有钱，光是惊悚币就至少有好几亿，再算上罗浮宫和水晶金字塔，烽火侯的家产在整个惊悚都市中至少可以排到前20。对于陌生人的钱财，灵修本来毫不在意，但是如今这烽火侯无缘无故要取自己的性命，想要抢走黄金裹尸布和鬼神令等，在这种情况下，灵修打起烽火侯的主意不过分吧？之前灵修在融合灰色裹尸布碎片的时候，得到了历代裹尸布主人记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烽火侯。如今在了解了烽火侯所有的秘密之后，在灵修面前，烽火侯便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顶级大佬，而是一个破绽百出、有缺点、有毛病的普通中年大叔。只要给灵修一个合适的机会，灵修甚至可以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将烽火侯暗杀。毕竟在融合了古老裹尸布之后，灵修在烽火侯面前已经可以做到轻松隐形，将自己的气息和烽火侯身上的裹尸布融合在一起。这一日，在完全恢复状态之后，灵修重新开启了自己的直播。而在开启直播后，灵修做的第一件事便有些惊人。他来到安保处，告诉了安保队长自己在医院里碰到了暴怒的烽火侯。安保队长听见这事相当震惊，连忙拿起桌上一个诡异的红色电话，拨给副院长服务中心。当副院长服务中心的电话接通后，电话那头响起了一股阴冷恐怖之声。一位美女举着听筒悠悠道了声喂。当安保中心语带急切地将烽火侯入侵一事说明时，那美女又慢慢地道这件事副院长们已经知晓。前段时间我们医院的竞技法阵出现了一点疏漏，下次像烽火这种级别的恶灵不会再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请你转告我们的医生，让大家放心。美女的声音很好听，但说得很慢，一般的急性子要是碰到她，绝对会被气得半死。而这边安保队长在挂断电话后，则立刻一脸认真对灵修道：你反映的是上边已经知道，副院长中心说事情已经解决了，请你放心。哦，一听这话，灵修不由得微微皱起眉头，接着随后问了句话道：请问一下，之前在遇到烽火侯的时候，我们打了一架，这也没事吗？对此，安保队长猛地一愣，瞪大双眼，过了一会，哈哈大笑道：这位医生，你开玩笑的吧？就你年纪轻轻，见习医生一个，你还和烽火侯交手呢？是哦。这边在听见安保队长这话后，灵修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接着道：安保大哥说的对，我确实没资格和烽火侯交手。灵修一边说，一边往安保中心外边走。今天他之所以来到安保中心打小报告，为的就是试探医院高层对于昨天烽火侯一事有什么看法。现在从副院长中心的态度看来，对于烽火侯的到来，副院长们还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只是这烽火侯进入医院后到底干了什么，医院高层或许并不清楚。眼下就像安保队长所说的那样，身为一名普通实习医生，自己根本没资格跟烽火侯交手，这样挺好的。至于这件事将来会有什么变化，到时候灵修反正就见招拆招了。风波一结束就主动上报烽火侯一事，不得不说，有时候灵修大佬的处事方法是真挺猛的。这家伙感觉什么都没在怕一样。这边才刚刚得罪了副议长级别的大佬，转眼灵修马上就去试探医院高层的意思，这年轻小伙果然不简单。另外一边，在进修了一天之后，灵修的1号门诊继续开张。当灵修展开8臂副手，晃晃悠悠从安保处回到1号门诊的时候，这边双生鬼差和裂口女小姐姐早已经将等候已久的30几名病患安排好。这30几名病患有一部是第一天就被双生鬼差引来的。在灵修静养的这一天里，因为1号门诊提供食宿的政策，吃的东西又比病人们在医院外吃的还好，因此这些恶灵中没有一个离开。另外的10几个则是双生鬼差和僵尸青年在灵修休息的这段时间里又从医院各处引来的。当经过改造，实力不俗的僵尸小哥现身说法的时候，1号门诊很快便又吸引到了一批满怀期待的新病人。这一次1号门诊仍旧按照惯例，凡是前来问诊的恶灵，食宿全包，医疗费全免。双生鬼差和僵尸青年是2个能办事的下属。在灵修休息的这段时间，双生鬼差和僵尸青年早已经完成了1号门诊的修缮工作。另外，由于灵修静养时，木乃伊不时向外散发着强大气息，改变着周围的环境，因此焕然一新的1号门诊寂静中竟给人一种莫名治愈的感觉。不论多么狂躁的病患来到这边，内心里头便不由得多了一份心安。1号门诊的格调比起大战之前提高了许多。灵修一路自门诊区走廊往1号门诊处走，望着走廊上从7号房开始一路空空荡荡的门诊区，灵修不由得又是一笑，内心暗道：这些门诊区每一个房间里都散发着诡异的恶灵之气，代表每一个暂时空置的房间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实力不俗的小 boss。 所以这些空置的房间是惊悚系统安特地为选择驻扎在青山医院的试炼者准备的吗？亦或者这些房间空置在这里只是一个巧合？灵修不管这些空置的房间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形成，眼下自己既然有心在惊悚都市中争夺一定的权力和地位，那么这1号房到7号房所有空置的门诊咱便暂时先收下吧。灵修还有1天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始新一轮的恐怖训练，而在开启新一轮恐怖试炼的时候，灵修便可以将2号房到7号房收编一事交给90灵胎和僵尸小哥去做。如果他们能够在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完美的完成任务，那么当灵修回归青山医院的时候，自然重重有赏。若是这2个家伙在裂口女的配合下
还无法将几间门面给盘下来，那灵修可以就要怀疑他们的能力了。1号门诊区，灵修在回到自己的地盘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双生鬼差道，你这边帮我拨出一部分的钱，我打算把2号门诊到7号门诊全部买下来，打通了做个临时的小医院，把我们门诊自己的住院部给安排上。此言一出，忠心耿耿的双生鬼神色平淡地点点头，冲着灵修道：“好的，主公，这件事我会马上安排。”接着，双生鬼差又道：“盘下这么多间店面，我预计咱们至少得花1.5万金悚币。另外，我们若是真在青山医院内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小医院，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到青山医院的看法。如果我们的动作太大，可能会遭到青山医院的严惩或者追逐。”一听这话，灵修默默点了点头，接着道：“没事，只要我们日后的诊金仍在青山医院内部结算，短期之内出不来太大的问题。而等到医院高层开始注意到我们的时候，咱们可能已经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地盘，到时候这7间门诊对于咱们所拥有的一切来说，或许便不再那么重要了。”好。门诊区里，双生鬼差望着灵修，脸上露出恭敬之色。既是如此，那小的便依照主公命令行事。这边，双生鬼差刚刚提着白色魂灯离开，另外一边未戴口罩的裂口女凑了上来，拿着病患名册让灵修过目，挑选手术名单。当灵修将注意力放在病人名册上的时候，灵修直播间却早已炸开了锅。我的天啊，灵修大佬要不要这么猛？这才多少天啊，他已经开始谋划7家店面了。啧，我堂哥东海市排名前100的顶级试炼者，他自半年前起进入惊悚都市，如今已经顺利通过15个恐怖试炼的他，也就是一间小小便利店副店长了。试炼者们在惊悚世界中想要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产业，简直比现实世界中白手起家还要难上100倍。而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大佬居然悄无声息地盘算起7家店面了。这大佬怎么这么有钱啊？年轻有才，战力爆棚，更重要还长得那么帅。1.5万金悚币，灵修大佬怎么可能拿出来？这样的男人，爱了。时间流转，灵修在回到1号门诊后，很快便开始了新一轮的诊疗。在这一轮的诊疗之中，灵修对自己手头上的病人做了比较细致的规划。那些身上有诡异毛病，短时间内无法通过外科手术医治的，灵修将他们全部暂时收治，等到自己新一轮恐怖试炼结束之后再做研究。那些直观效果强，能够在直播间引起震撼的手术，灵修则是当场安排处理了。在巴比副手的帮助下，灵修如有神助，处理起各种外科手术来，行云流水。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救治诡异病人，您获得了100点治愈值。恭喜试炼者，您的外科手术达到了里程碑标准，成功医治50名特殊。您获得了一个里程碑大礼包 S 级法术诡异核磁共振雷属性。诡异核磁共振可以帮助您更好地了解病患身上情况，同时也可以作为雷属性法术对敌人发起进攻。3天时间扣去烽火后遗战和1天时间静养。灵修前后一共投入了45个小时，对双生鬼差和僵尸青年引来的病人进行了集中医治，平均一位病人耗时不到1个小时。而在这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灵修不但成功解决了每一个病患身上疑难杂症，甚至直接将其中的7名病患超度到了令人震惊的极乐世界当中，使得灵修获得了大量的功德。正因为灵修的手术成功率极高，超度亡灵的功德也不小，因此在系统结算里程碑奖励的时候，灵修才会直接获得了罕见的 S 级技能。S 级技能诡异核磁共振，施展起来和灵修的五雷正法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又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二者相似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雷法，都需要一定的雷属性根基才能激发，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五雷正法恢宏浩大，注重强悍的进攻，而诡异核磁共振则变化多端，令人琢磨不透。除了一定的攻击效果之外，诡异核磁共振的最大特点就是探查。比如面对着一处坚固的堡垒，灵修一掌五雷正法轰下，可能使得堡垒内部发生极大的震撼，但不一定能够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而诡异共振轰下之后，通过反馈，灵修脑海之中很快就可以得到堡垒内部的地形，配合着灵修深渊凝视的特殊能力，灵修可以在极短的瞬间将堡垒内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这一日，在完成了里程碑任务后，灵修放下了自己的一副扶手臂，抬眼看了看满屋徘徊、感激许久都不曾散去的亡灵，灵修微微一笑，双眸微动道：“各位，我有事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你们中若是病症已经医治好的，就请自行离开；若还想请教的，便请暂时等待。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咱们门诊的病人已经越来越多，咱们的免费政策也即将停止，这点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灵修此言一出，本以为不远处的恶灵们情绪将非常激动，谁曾想在面对1号门诊即将开始收费的提醒时，一众鬼怪却没有太多反对的声音。一名在1号门诊蹭吃蹭喝好长一段时间的鬼怪不由得感慨道：“林医生大恩大德，收留了我们一段时间，我等早已是感激不尽，哪还敢期望长期免费白嫖？”一旁马上便有其他鬼怪开口应和道：“是啊，林医生医术如神，任何疑难杂症到了您的手中，就像小儿科似的，手起刀落，病根消除。林医生，您尽管放心，在你外出的这段时间，我们一定不会到处乱跑。我的病认准了，只找林医生医治。1号门诊室内，眼看着自己连日来的努力得到了一部分鬼怪病人的认可，灵修满意的点了点头。关掉直播，再从系统商城中利用储备功德兑换了一些了准备后，灵修静下心来，静等新一轮恐怖试炼的到来。为了新一轮的试炼，灵修为自己的八臂副手准备了一张顶级炼化符。经过炼化，灵修八臂副手的属性大幅上升。八臂副手低阶法宝，等级9，伤害101，特技控物、拉扯、激发等同手臂。而除了对自己的八臂副手进行法宝级增幅外，灵修还为自己的每一只副手准备了一套装备。这一套装备包括了降魔杵、利剑、金轮、
锁、宝弓、斧钺、宝棒等，配合上灵修手中的鬼神墨剑，当灵修在战场上和对手展开战斗的时候，那场面必将极度眼花缭乱。时间流转，散发着诡异气息的1号门诊室内，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恐惧降临，欢迎来到惊悚世界，这里是生化世界，无尽深海。1个月前，身为普通科考人员的你，跟随同伴登上了远洋巨轮，动身前往距离陆地1万多公里远的深海，探索远洋生物发展现状。一开始，你们的科考还算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逐渐注意到了远洋巨轮上一些诡异的现象，比如莫名出现在甲板底部的特殊粘液，漂浮在空中，如同玻璃细丝般的灰尘，还有某些深夜里船舱外飘忽不定的诡异的叹息声。1天前，陆地上一则新闻播报，一股神秘的力量袭击了大洋中心某个国家，导致这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岛国莫名失联。而这个国家距离你们的航线仅有数海里之遥。如今，茫茫大海上，风暴将至，全球各国救援力量无法及时到达，现在似乎只有你们才能救援这个孤悬海外的国家了。叮！恐怖试炼正式开始。本场试炼人数7人，难度3-5星，试炼时间7天。本次试炼共有2种历练模式，分别是战斗模式和庇护模式。战斗模式又称自由人模式，试炼者在选择该模式之后，可以以自由人的身份进入试炼岛国，通过触发任务获取试炼积分。庇护模式又称守护者模式，试炼者在选择该模式后，将被试炼岛国百姓自动视为救世主，庇护越多的试炼百姓，则试炼者的系统评价越高。叮！鉴于试炼者拥有治愈值获取渠道，系统严重建议试炼者选择庇护模式，成为受难者信仰的救世主，试炼者将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另请试炼者注意，选择成为守护者，你有可能受到自由人的攻击。试炼者传送倒计时10秒，请试炼者在传送结束前做好自己的阵营选择。无尽的深海上，可怕的风暴袭击着巨轮。尽管灵修还未正式传送进入恐怖世界，但是恐怖世界那惊人的风暴却已经开始影响灵修。传送前10秒，面对着惊悚系统急迫的催促，灵修神色淡然地抬起自己的双眸，随后道：本次试炼，我选择随机安排阵营。我的天啊！惊悚系统明明强烈建议灵修大佬选择守护者模式，可他偏偏要随机安排阵营，这家伙真的好野蛮啊！此时，面对着灵修大佬即将开始的新一轮试炼，惊悚世界中无数的水友四处奔走相告，分享直播间链接。很快，灵修直播间的观看人数便已经达到了10万，并且在线人数仍在不断飞速上涨。面对着灵修做出的随机选择，直播间中不少水友目瞪口呆。而另外一边，灵修在进行了随机选择之后，整个人很快便被传送进了无尽深海。请试炼者注意，强烈的风暴导致您所在的远洋巨轮出现严重的破损，眼下您正现身可怕的滔天巨浪中，请试炼者在12小时内尽快登上陆地，进入失联的岛国。超过系统规定时间，则试炼失败。是夜，就在灵修等人被传送进生化世界的时候，一艘数百米长、如山一般的巨轮正带着船上无辜的试炼者向大海深处快速倾覆。一众试炼者们刚刚传送过来，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便当场随着这沉没的巨轮陷入了极端的危险之中。狂风暴雨、滔天巨浪，还有可怕的倾斜，以及无处不在的碰撞。饶是试炼者们见多识广，或多或少有些能耐，面对着这比疯狂过山车还要恐怖100倍的巨轮沉没，一个个口中还是忍不住发出了绝望的尖叫之声。当然，在海啸席卷的深海里，区区人类的尖叫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你叫吧，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此时，正在倾覆的轮船上，灵修刚刚进入这个恐怖世界，迎面甲板上便有一道滔天巨浪袭来。巨浪过后，灵修身影平平稳稳地站在甲板上，他的4只机械手臂在黄金裹尸布的包裹下，四平八稳地抓住了甲板上的围栏。他的脸上看不出半点惊恐之色。属性面板上，恐惧值波动0-0.01。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惊恐试炼，灵修大佬的恐惧丧失症不但没能得到治愈，反而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的他，在面对风火猴这种级别的对手，也只有0.03左右的恐惧值。而要知道，之前在面对裂口女的时候，灵修好歹也有近10点的恐惧值呢。哎，自己真是越试炼越对恐惧无感了。无尽深海，巨型游轮随着可怕的巨浪上下飘摇，在无数人绝望的尖叫声中，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进入恐怖世界，您的随机阵营已确定，您的身份是守护者。好吧。说实话，比起守护，灵修更喜欢的是自由。也正因如此，灵修才会在系统强烈建议自己选择庇护模式的时候，还非要对着随机模式来一手。现在面对着自己已经确定的阵营，灵修只有一句话要说，那就是惊悚系统好倔强啊！算了，守护者就守护者。7天后，要是咱守护的失联者过多，惊悚系统到时候您可别后悔。是夜，无尽风暴下，那茫茫深海，海水黑得像墨水一样。当那超级巨轮如同一座迅速向着大海倾斜的时候，不少试炼者强压心头的震撼，很快就近寻找可以利用的救生之物，凭借着自己经历了几场恐怖试炼后所积累的实力，迅速跳入大海中求生。眼下众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在系统规定的时限到来前，赶紧找到那个系统同提示的那个失联国家，进入下一个试炼阶段。望着巨轮上发生的一幕，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不由得点起了头。不得不说，今天和灵修大佬一起参加副本的这批试炼者还是有些水平的。而这边就在绝大多数试炼者开始疯狂求生的时候，灵修却只是不动声色地调动自己的8臂副手，在早已经严重倾斜的走廊上四平八稳地走动。这家伙在8臂副手的帮助下，看起来就像个蜘蛛人。时间1分1秒的推移，
就在灵修巡逻似的走在船舱上时，海上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疯狂地拍打过来。那恐怖的死亡预期使得直播间的水友们心跳砰砰的加速。我的妈呀，灵修大佬，大伙儿都已经逃了，您还待在这船上做什么呀？眼前这处恐怖的黑海看起来能吃人，您就不能痛快点，赶紧走吗？时间流转，此时无尽风暴下的沉船之地，面对着正一点点下滑的巨大游轮，可怕的黑色大海就像怒吼中的猛兽一般，船身沉没掀起了一团又一团恐怖白浪，亦让围观者头皮发麻。屏幕外望着四处正在危险之地四处游走的灵修，不少水友感觉自己的心态受到了深深的折磨。这灵修大佬慢慢磨蹭的姿态是真的让人很着急啊。就这样，灵修进入恐怖副本已经过去了10几分钟时间，在这10几分钟里，巨型游轮上几乎所有的试炼者都已经逃难去了。而在经过一阵恐怖的漩涡吞噬之后，终于灵修和整艘巨大的轮船一起沉向深海。在强大的水力压迫下，灵修根本无处可逃。望着如世界崩毁一般的深海，无数的试炼者瞪大了眼珠，内心忍不住惊叹道：这深海好恐怖啊。而另一边，在随着巨型轮船沉入深海后，灵修耳边响起了几道系统之声。叮！系统检测到试炼者正在沉入深海，您的身体受到了极其强力的水压压迫。叮！你的 SSS 级天赋旧日支配者气息爆发，您身上恐怖的水压被旧日支配者气息抵消了。叮！您获得了水下自由行动的能力，拥有克苏鲁形态，不怕深海，这便是灵修进入副本之后不同于其他试炼者一直在沉没轮船上四处游荡的原因。此时的他背后出现了一道奇异的克苏鲁形象，在克苏鲁狂躁之躯的推动下，灵修背后的巴比副手握着一把锋利的斧头，望着那些禁闭的舱门便是一阵劈砍。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劈开一间密封的房间，你获得了物资宝箱星号1。妙啊！我怎么没想到，原来这巨型轮船其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藏箱啊！不过话说回来，这刚进副本，众人就遭遇了如此可怕的风暴海啸，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就连自保都已经很困难了。仓皇逃路的同时，还有谁能想到摸索轮船？所以说，灵修大佬还是牛啊！不过话说回来，眼下灵修大佬开启了旧日支配者形态，他应该能在深海里待很久吧？若真如此的话，那么灵修大佬岂不是可以一口气开箱开到爽？哈哈，今天的惊悚直播一点都不恐怖，我实在是看得太爽了。这一日，灵修直播间中弹幕飞涨，而在第三只眼被隐藏之后，灵修的视角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如今的他在开箱轮船的过程中，不再像之前一样将一块直播间屏幕摆放到自己视野前方，因此对于直播间水友们的讨论，灵修当然也不能及时参与。此时，无尽的深海里，可怕而冰冷的海水带着极大的压强挤压着灵修的肉身，也多亏了灵修身上有黄金裹尸布，而且提前开启了旧日支配者形态，他才能如此心无旁骛的下潜。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开启了一个冰冻的实验室，你发现了数据诡异尸骸。冰冻的深海郊区，身高 1.61， 体重85，性别女，生命体征无，特性干瘪，可吸收。轮船上诡异的冰库在被灵修强行打开后，瞬间被深海恐怖的水压占满，一道道面容冰冷的鲛人之躯就这么冷漠的表情，风筝似的飘到灵修面前。鲛人们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怨气和诅咒，当他们的目光和灵修对视的时候，众鲛人的眼神中流露出了一丝莫名的诡邪，那神色仿佛在说：陌生人，谢谢你放了我，我不管你是谁，既然你放了我们，那就顺便承受一下我们鲛人一族的怨火吧。呵呵呵。无尽冰冷的海水里，当鲛人尸骸围绕在灵修身边莫名转动的时候，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灵修开荒1号门诊的那天。当时红衣大小姐身上散发的诅咒也是这么恐怖，而今天由于鲛人尸骸数量不少，众人感受到的冰冷之气也更加明显，一些实力微薄的水友们甚至已经开始念起了护身咒。另外一边，无尽深海里，面对着面带恶毒之色的鲛人尸骸，灵修倒也没多说什么，从巴比副手将黄金裹尸布发出，灵修立刻便将一大堆鲛人控制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冰冻的深海鲛人躯骸，您获得了水下呼吸能力加500，您获得了900点能量。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冰冻的深海鲛人躯骸，您获得了坚韧的水下皮肤特性，您获得了790点能量。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冰冻的深海鲛人躯骸，你获得了高级深海技能潜游伏击，您的水下呼吸能力达到了3万，您获得了里程碑奖励诡异的水下生物，您获得了长时间在水下生存的能力。船舱冷库里的鲛人尸体是还蛮多的，但这些尸骸因为长时间的冰冻，鲛人们的行动能力非常一般。当灵修突然出手的时候，这些鲛人尸体瞬间沦为了黄金裹尸布的美味食物。灵修吸收鲛人之躯，获得皮肤韧性和特殊技能。而另外一边，克苏鲁之躯则在黄金裹尸布源源不断的能量提供下，肌肉变得更加发达，身躯变得更加强壮。作为灵修释放的顶级法相，克苏鲁霸气而强悍地矗立在灵修身后。在整个深海中，也只有鲛人躯骸这种只有怨气没有理智的邪煞才敢靠近。深海中，灵修继续游走，不知不觉间，他身上所斩获的物资已经足够他在惊悚都市中买下一辆顶级豪车。这就是灵修潜入深海的收获。凌晨1点，完全沉入深海的巨轮船舱内，灵修发现了不少天然的隔水层。利用尚未被海水入侵的空间，灵修稍作规划，将一些自己以克苏鲁技能释放出的强大冰砖筑成挡水城墙。等到灵修游走至轮船核心之地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水深只有3米左右的密闭空间。而在这密闭的空间里，灵修看到了不少浑身发白、眼珠上吊的躯体。
这些躯体便是原本巨型游轮上的科考人员。此时，当灵修游走在冰冷的海水中时，这些早已惨死的科考人员就像方才的深海鲛人一样，不断地向灵修靠近。外出考察，客死异乡，对于这样的尸骨，枉死的科考人员们当然是充满怨念的。他们就这样吊着眼睛在冰冷的海水里飘啊飘。当然，比起被长期冰冻的深海鲛人，这些科考人员身上的怨气弱了许多。当这些可怕的躯体一具具在灵修身边徘徊的时候，灵修的身上的惊恐值波动为零。甚至当科考人员靠近的时候，灵修还主动凑近观察起众人的工作名牌，偶尔还会伸手将科考人员的手拉住，就着科考人员身上佩戴的门禁设备多看几眼。就这样，在和好几具惨白的尸体有过接触后，灵修得到了几张较为靠谱的门禁卡。砰砰砰！利用克苏鲁强大的深海气息，灵修又一次在核心区降下大量的冰块。确认将海水隔绝后，灵修打开了轮船核心区最后一处密闭的空间。密闭的空间一打开，一股强大的怨气扑面而来。随后，灵修耳边响起了一阵低沉的系统之声。叮！恭喜试炼者，你成功发现了生化世界首个生化样本——裂变的鬼鲛。裂变鬼鲛，神秘世界利用生化技术培育的丧尸类精英及鲛人丧尸，身高 3.5 米，体重180公斤，特征肉身强悍，没有痛觉，技能咆哮水柱、撕咬、袭杀。叮！生化后的鬼鲛细胞快速裂变，治愈能力超强。请试炼者注意，目前您的气息已经被裂变的鬼鲛锁定，战斗已经爆发。3天前，在灵修第一次接收到系统提示新的副本即将开始的时候，灵修内心里曾经产生过这么一个疑问：什么是生化危机？而当灵修翻遍惊悚论坛，搜集到10几分可靠的资料后，灵修知道了类似美国电影里浣熊市 T 病毒引发的丧尸袭击事件，或者像行尸走肉电影里爆发的诡异灾难，就叫做生化危机。总之一句话，有病毒，有丧尸，世界混乱，就是生化危机。这一日，沉默轮船核心区，当一头足有3米多高，如同巨人一般的丧尸鲛人出现在灵修面前的时候，灵修的瞳孔微微一睁，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之色。望着这抹惊讶之色，灵修直播间中弹幕再度迎来一波爆发。哈哈，难得啊，看了灵修这么久的直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灵修大佬眼睛瞪得这么大，所以他一定是害怕了吧？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灵修怕丧尸啊，这未免太离谱吧？不，我觉得灵修大佬怕的不是丧尸，而是他有巨物恐惧。想想当初在灵修大佬开荒青山医院的时候，那个接走中年大叔的悍匪巨人，他好像也有被吓到吧？不得不说，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还是挺有才的。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一条语气平淡的弹幕刷了过去。各位，拜托你们评论前先看看灵修大佬的惊恐值好吗？恐惧波动0，面对丧尸鲛人，灵修大佬完全就没有感觉好吗？眼下，灵修大佬微缩的瞳孔代表的是兴奋啊，在座的各位。所以，灵修是害怕还是兴奋？讲真，灵修还蛮想害怕的，可惜面对着浑身充满怨气、带着恶灵咆哮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丧尸鲛人，灵修真一点感觉都没有。他之所以诧异的瞪大了双眼，眼神之中流露出一股惊讶之色，其实是因为在看到了这个巨人丧尸之后，灵修突然想起了自己在青山医院中还有一条项链密码没有处理。当时交给自己项链的中年大叔，不正是被一头诡异的巨人给带走吗？当时灵修还很好奇，这么恐怖的悍匪究竟是如何培育出来的。现在当灵修看到诡异鲛人的时候，他的脑海一下子大受启发，或许那恐怖悍匪和生化有关。正因如此，灵修脸上才会突然流露出一抹惊讶的神情。此时，轮船核心区氛围诡异非常，那被困在核心舱内的巨型鲛人丧尸，腰部、双臂被一道道粗重的铁链给牢牢捆住。面对着突然开门的灵修，尽管鲛人丧尸一阵暴怒，拖拽着铁链便向着灵修一阵猛冲，但由于行动受限，这巨型鲛人也只能利用自己粗壮的双臂袭激发出一道可怕的水柱，迎面向灵修打击而来。深海鲛人本身实力不差，在完成生化蜕变后，控制能力更加强悍。一道水柱若是放在平地里，轻轻松松冲开一辆重型卡车没有问题。然而，在面对灵修的时候，这水柱却被满级金光咒不动声色地挡了。另一边，核心舱里面对着一脸愤怒的丧尸鲛人，灵修倒也没多说什么，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一把普普通通的黑色手枪，随后更进一伙无限子弹，砰砰砰，大量幽蓝色光芒便瞬间在密封舱里迸射起来。那子弹如流星般，110、325、197。尽管丧尸鲛人拥有着快速裂变、超强愈合的能力，但在几乎完全饱和的一火攻击下，他也无能为力。终于，在密集的火炮下，巨型丧尸还是失去了最后的行动能力，带着一股不甘的怨气，还有那千疮百孔的身躯，倒在了铁索在上，冷冷地挂在密闭舱中。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击杀精英级诡异丧尸，您获得了300点历练值。叮！由于您细心的摸索，您在轮船核心舱内发现了大量珍贵的生化资料。您注意到了眼前这场灾难似乎和多国共同研究的某些秘密事项有关。您得到了一个特殊的病毒箱。无声诡异的沉船中，面对着精英丧尸爆出的各种物资，灵修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说实话，灵修之所以在绝大多数试炼者都已经离开的情况下，还非要留在沉船上搜集物资，为的就是寻找和生化危机有关的资料。灵修相信，作为一艘即将赶赴神秘海域救援的科考船上，那些神秘的科研专家们不可能对这个世界存在的生化现象一无所知。先前那些被冰冻在冷库中的普通鲛人尸骸，便证明了科考船上的专家正在做着某些特殊研究。正因如此，灵修才会一言不发，继续深入。眼下，在获得了科考船上大量第一手的生化资料后，灵修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整个生化世界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同时对于自己即将展开庇护的神秘国度也能有所了解。
只有充分了解情况，掌握了研判态势的能力，林修才能确保自己在这一次的试炼中获得高分。无声的沉船里，面对着自己刚刚到手的战利品，林修在稍稍查看一番后，啪嗒一声打碎了自己面前一个密封完好的医疗保温箱，随后几根散发着绿油油光芒的病毒试管带着极其强烈的冰冷气息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东西看起来好像不错的样子。作为一名顶级医生，林修对待这种医疗物品简直轻车熟路。这边林修的左手还在查看病毒试管呢，另外一边林修背后的副手已经啪嗒一下将试管敲开，一只副手取来全新的针管往病毒试管里一吸，确认无误后，林修的目光移动看向了自己的手臂。啊，这望着面前一幕，林修直播间中不少水友头皮发麻，内心不由得骇然道：我的天啊，林修大佬不会是想给自己注射神秘病毒吧？这林修好不容易获得了如此优异的开局，他不会真想不开，想把自己转化成没得感情的丧尸机器吧？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林修式病毒。看林修大佬的直播确实挺治愈的，但有时候真蛮吓人。所以林修大佬，你是真打算把来路不明的病毒药剂注射进自己的身体里吗？你是打算把自己当成实验道具？众所周知，这人一旦变成丧尸，那可是要丧失意志的，而一旦丧失意志，这人跟死了有什么区别？林修大佬，你今天是打算来一场我杀我自己吗？扑通扑通，全网直播间中，水友们紧张地望着林修的八臂副手，而另外一边，面对这副手上的病毒针剂，林修脸上却没有太多的表情，在露出了肌肉匀称的胳膊后，机械副手噗的一下，直接给林修扎了一针。那冰凉的绿油油的病毒液体就这么顺着针管缓缓地打了下去。咕噜噜，在这绿色药剂被推进林修身体之前，水友们甚至看到了针管中的液体正不住的咕咕冒泡，就还挺吓人的。针剂是注射了，那么接下来大佬身上会发生什么？首先应该是发烧、咳嗽、胸腔、肺部剧烈的疼痛，随后身体表面皮肤开始出现诡异的灼烧感，头发、指甲等生生剥落，皮肤腐坏变薄，大量的血肉暴露出来。而在这个阶段，人的意识也从最开始的害怕、恐慌变得易怒、疯狂，四处攻击路人。等到一段时间后，丧尸们瞳孔涣散，身体扭曲，到了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没个人样，光是那惨白的眼珠、豆大的瞳孔就足够吓人。想想看，一个浑身是血、黏腻的头发挂在光滑的脑袋上，嘴唇变短，牙龈突出，满嘴血污的林修，他还帅吗？林修大佬啊！直播间中，眼看着林修在注射了诡异针剂后，手臂上、脑袋上青筋一根根浮起，脸色变得诡异而苍白。小姐姐痛心疾首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即便是不少男性试炼者，在望着面前一幕的时候，也不免有些心有余悸，总担心自己万一哪一天不小心中了生化病毒，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那该怎么办？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丧尸爱好者，在望见林修身上的变化时，脸上出现了狂喜的神色，内心里巴不得林修赶紧变成丧尸才好。而此时，在注射完针剂之后，林修可以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一阵又一阵强烈的收缩起来，心头的绞痛使得林修额上布满汗珠。面对着身体上出现如此惊人的变化，这次林修应该体会到恐惧是什么了吧？然而面对着身上不适，林修脸上却仍旧看不出有什么变化。他只是独自一人矗立在冰冷的船舱内，好长一段时间一动不动，整个人看起来像呆住了。所以这是在干什么？呆呆不动的林修看起来像一尊雕像，他不会已经被诡异病毒给彻底控制住了吧？这下完蛋了呀！此时直播间的水友们并不知道，林修之所以一动不动，其实是因为他进入到了青囊经中所记载的奇特内景之中。通过奇特内景，林修整个人就像透明了一样，他的意识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身上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内景自查自试，这是多少绝代名医孜孜不倦却无法实现的目标。而林修则通过修炼阴神，轻松达成了这个成就。这件事要说出去，不知道要羡煞多少人。眼下林修的目光颇有些呆滞地望着前方，而他的注意力则是全在自己身上。比刚刚注射的时候，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时间，林修便已察觉到自己体内的生化病毒数翻了好几番。只是这些疯狂暴涨的病毒，在遇到林修体内的金光咒和鬼神气息的时候，却没办法产生任何突破。它们可以影响林修的一些身体组织，让林修难受，却无法穿过血管，彻底融入林修的五脏六腑。当林修身上金光咒稍稍调动的时候，这些诡异的毒气便全被包裹起来，被推到角落。正因为林修有内视手段，而且有把握控制住这些病毒，刚刚林修才会想都不想，便将病毒往自己身上注射。这病毒看起来挺弱的样子，要么咱再放开一点。内视过程中，在仔细研究了一番病毒之后，林修做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举动，放开诡异病毒，让这病毒在自己身上更加快速的游走。限制一放开，猛的一下，林修身上血液颜色一变，所有的内脏一阵翻涌。与此同时，一块又一块恐怖的淤青血痕出现在了林修皮肤之中。望见这一幕，屏幕前的水友们再度发出惊呼，一个个瞪大了双眸。而另外一边，林修耳边则响起了一阵系统之声：叮，请试炼者注意，您目前正受到诡异的 T 病毒感染，请试炼者尽快找出 T 病毒解药，否则您将因为病毒感染而转化为丧尸。注意，试炼者转化为丧尸之后，无法再转变为普通人类，该过程不可逆。叮，由于感染了 T 病毒，您的力量提升了5；由于感染了 T 病毒，您的敏捷提升了10。叮，由于 T 病毒大量聚集，您的疼痛感大幅降低的了。疼痛使人保持清晰，丧失疼痛感的人在触碰到危险的时候，也会缺乏足够的敏感。当林修听到系统提示自己的疼痛感正在大幅降低的时候，他的眼睛中猛地一下爆发出一道惊人的光芒。自己恐惧感丧失，
本来就像个怪人了，他可不想因为感染下病毒而直接变成一个没有疼痛感也没有恐惧感的家伙。小朋友在触碰到滚烫东西时，不知道赶紧躲开，那可是非常危险的。灵修可不想丧失自己对于危险的感知能力，没有疼痛感还不知道恐惧，那不是傻子吗？于是灵修体内金光咒再度爆发，那些正在迅速游荡的 T 病毒很快又被灵修掌控起来。T 病毒小老弟，你还是乖乖的化作我身体里的养料吧。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1300万 T 病毒，您获得了900点能量，您获得了普通病毒抗性。叮！系统提示，在吞噬9000万病毒，您将可以重新唤醒您的第三只眼。冰冷潮湿的船舱内，当听见系统提示自己的第三只眼很快就可以重新唤醒的时候，刚刚控制住 T 病毒的灵修脸上露出了一抹兴奋的神色。那第三只眼可是灵修的开挂神器啊！而望着灵修嘴角突然扬起的诡异笑容，直播间的水友们不由得浑身一颤，一个个难以置信地发出弹幕。卧槽，灵修大佬这诡异的笑容是怎么回事？他看起来好邪性，好诡异，我好喜欢。啧，所以灵修大佬这是成功变成丧尸了吗？但我怎么感觉他身上的淤青血痕正在逐渐褪去？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不理解。在大量弹幕疯狂刷屏的时候，这边灵修的一只副手敲开冰冷的医疗保温箱，与此同时，灵修的另外几只手刷，一下子疯狂地抓起药箱里的2排药剂，想都没想，直接往自己的胳膊上扎。啊！这直播间中望着灵修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水友们瞬间看呆了。妈妈，灵修大佬这是在干嘛啊？那么多双手同时往灵修手臂上扎，这画面未免也疯狂了吧？啊，果然只有我想不到，没有灵修大佬做不到。灵修大佬此番操作再度刷新了我对于惊悚世界的认识。我玩惊悚世界那是在求生，灵修大佬玩惊悚世界那就是在玩。所以灵修大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打针打疯了吗？哈哈哈。另一边，当大量的绿色药剂涌入灵修体内的时候，灵修就像某些广告拍的一样，一下子陷入了透心凉、心飞扬的境界。此刻的他就像现身于一座冰凉冒泡的泳池中，整个人感觉在飘，这种体验还真有点奇妙。与此同时，灵修耳边系统之声不断响起。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1150万 T 病毒，您获得了850点能量，你的皮肤抗性增加了。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1400万 T 病毒，您获得了930点能量，你的皮肤抗性增加了。沉船核心舱内，当灵修整个人透心凉、心飞扬之后，他的身上很快便爆发出了一道极其恐怖的丧尸气息。这丧尸气息之强，就连巨轮核心区强化打造的钢化墙壁也承受不住。那气息一撞，钢化墙壁砰的一声，深深的凹陷下去。而在强烈的气息下，灵修身上快速泛红，大量肌肉、血管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下，黄金果实部再度出动，将灵修像个木乃伊似的包裹起来。无声寂静的空间里，灵修就这么被挂在了天花板下。而大量冰冷的海水则在这个时候翻涌进来，彻底吞没了整艘沉船。无尽的深海里，灵修的木乃伊上不见有半点呼吸征兆，氛围更加恐怖了。叮！恭喜试炼者，您吞噬的 T 病毒总量超过1亿数量值，您获得了特殊技能高级灵敏，拥有该被动天赋，您的移动速度、感知能力等大幅提升。叮！由于您吞噬了大量 T 病毒，您获得了稀有的高阶生化抗体。叮！在您的装备黄金果实部的帮助下，您成功获得了特殊形态丧尸王。在丧尸王形态下，您的力量、速度、爆发、防御提升300%，该形态可与试炼者日常形态自由切换。您获得了特殊技能极寒冰封，该技能自动替换了你的低阶寒冰技能，并与庚金一火结合，威力倍增。叮！在吞噬大量诡异能量后，您的第三只眼深渊凝视重新激活了。时间流转，不知不觉，灵修已经被包裹在了木乃伊里，长达10个小时之久。在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后，灵修的意识逐渐清晰起来。在查看了自己身上的情况后，灵修忍不住吐槽道：“说好的丧尸化过程不可逆呢？怎么一下子自己就变成丧尸王，过程也可逆了？系统你这样好像有点双标，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冰凉的黄金果实部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趁机之后，灵修缓缓地张开了自己的3只眼睛。在深渊凝视开启的情况下，灵修可以清清楚楚地感知到周围一切变化。眼眸微动，灵修身上的黄金果实部瞬间散开。很快，一位浑身肌肉发达、目光冷漠、一头白色短发、胸口带着一轮黑暗日冕纹路的帅哥出现在了直播间中。这是灵修切换为丧尸王后的基本形态。灵修一伸手，刚刚获得的新技能极度冰封便化作一团幽蓝色不住燃烧的寒冰，出现在灵修手掌心中。灵修三眸一动，一股无比强悍的气息瞬间散发开来。此时正值深夜3点多钟，灵修直播间不少水友因为熬不住灵修的果实部进化而沉沉睡去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夜猫子。当灵修以如此帅气的样貌重新出现的时候，直播间里瞬间沸腾起来。各位，请问我是走错直播间了吗？这深海里突然出现的顶级大帅逼是谁？这是哪里来的爱豆？卧槽，这气息冷漠的小哥感觉完全长在我的审美上啊！我身为一个男生，对一次对同性产生异样的感觉，只是他看起来好强大，好冷淡啊！干，楼上的滚粗，灵修大佬是我们广大女生的，羞羞是我老公，谁都不许抢。在众人无尽的赞叹声中，灵修身上的生化气息逐渐收敛，原先那一头黑发、阳光帅气的男生再度出现在众人视野中。此时的灵修帅是挺帅了，但是和刚刚帅到极致的形态相比，感觉还是刚刚那副男女通杀的高冷范更刺激啊！灵修大佬，您什么时候再把刚刚的大帅逼的形态放出来啊？这一日，
灵修是在傍晚5点多钟进入的副本世界，而系统要求试炼者们必须在12小时内找到失联的岛国。如今因为注射了大量的病毒药剂，灵修在沉船里待了10个多小时，现在留给他上岸的时间不多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上，随着巨型轮船的沉没，恐怖的风暴也早已平息。时间是夜凌晨3点，经过一路艰难的跋涉，终于一名20多岁的试炼者成功地登上了一块被大雾笼罩的土地。这里正是系统提示中的失联岛国。叮！恭喜试炼者成功登陆失联国度。作为第一个登陆者，您获得了特殊的试炼宝箱——丧尸干扰器。丧尸干扰器，罕见的丧尸干扰装置，可干扰一切王者以下丧尸，驱使丧尸为您服务。目前该装置功率有限，可控制丧尸数量10，该装置可进化。这大雾弥漫的诡异沙滩上，当系统奖励的宝箱突然出现时 ，ID 名为弑神专家的试炼者脸上露出了一抹难以抑制的惊喜之色。作为现实世界中一名资质平平、每天只懂得按时上下班的公司业务员，弑神专家在平日里有太多的抱怨，但是由于实力不行，弑神专家抱怨归抱怨，表面上却不敢展现出任何的不满，心中长久的压抑使得人心变得扭曲。于是，在被选召进惊悚世界后，年轻的业务员为自己取了一个无比嚣张霸气的 ID。现实中我唯唯诺诺，试炼中我重拳出击。一直以来，弑神专家都提醒着自己一定要变强，一定不能服输。然而现实中的弱者到了惊悚世界又怎能有多强？这是一个真实死亡游戏，没有能力注定无法翻身。于是尽管年轻小哥辛辛苦苦苟过了6、7个副本，但他却仍旧是个啥也不是的小透明。原本弑神专家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不会再有任何进步了，没有想到今天居然让弑神专家得到了极其稀有的丧尸干扰器。这是什么？这是弑神专家逆天崛起的不二神器啊！生化世界里什么东西最多？那当然是丧尸最多了。别人辛辛苦苦登陆失联国度，迎面便要面对无数不怕死不怕疼的恐怖丧尸，而自己只要轻轻松松开动干扰器，就能斩获10具免费的丧尸保镖，简直不要太爽。所以一直以来，老子都有主角光环，对吧？老子在现实中憋了这么久，今天终于迎来了爆发。我于杀戮之中盛放，一如黎明中的花朵。30年河西，30年河东，莫欺少年穷。冰冷沙滩上，弑神专家极度兴奋，刚往前走几步，突然便见到一位身穿比基尼、身上带着淡淡血迹的沙滩美女，正在啃食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望着沙滩美女那丰腴的屁股，弑神专家一下子瞪大了双眼。老子既然有主角光环，那么先拥有1、2个美女不过分吧？望着沙滩美女，弑神专家脸上露出了无比兴奋之色，手中丧尸干扰器一开，整个人不停搓着双手，那口水几乎快要从嘴角滴下来。可以随时控制丧尸，让丧尸乖乖听话的干扰器就很棒。时间流转，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凌晨4点50分多。1个多小时前，在经过一阵短促的奋进之后，志得意满的弑神专家开始操控丧尸，沿着海边街区四处收割资源。不得不说，之前那位弑神专家在沙滩上遇见的比基尼美女是真的不错，刚刚化作丧尸的她摆弄起来手感十足。弑神专家爽是爽过了，但一开始他却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就在刚刚他与比基尼美女交战的时候，他的后背被比基尼美女被划伤了。所以在生化世界被诡异丧尸划伤，人是会发生病变的吧？弑神专家对此很是着急，然后就在弑神专家即将绝望的时候，他手下的丧尸们破开了一辆停留在车祸现场的现代医疗车，并且乘医疗车内找出了一箱疫苗。对于疫苗，系统提醒，失联岛国研制失败的疫苗，注射后有100%可以化解患者体内特殊病毒，并增强注射者体质。面对着这种研制失败的病毒，弑神专家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疯狂地往自己身上注射。就这样，时针过后，系统提醒，恭喜失恋者，您成功注射了丧尸血清病毒，获得了生化抗体，您的丧尸演化过程停止了，您获得力量+7，速度+1。面对着100%的概率，自己都能中奖，弑神专家整个人瞬间嗨了起来，更加觉得在此片天地间，自己就是当之无愧的强者，绝对的主角。丧尸们，随我一起统治整个失联国度吧！这一日凌晨4点50，就在弑神专家已经获得能源补充，成功提高干扰器功率，控制住了15头丧尸之后，刚刚收割外一大批物资的灵修缓步走上了沙滩。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但是昨夜狂暴的风雨，还有整个沙滩上挥之不去的大雾，却使得整个世界看起来异常诡异，异常冷清。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可有人生来就被叫做少爷。说实话，灵修可真羡慕那些与生俱来就有主角命，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家伙，不像自己从小丧失恐惧感，看起来像个变态。命苦啊！走在沙滩上，闲来无事的灵修口中轻轻哼着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沙滩上跑出了一个光着脚的男人。这人匆匆忙忙的来到灵修身边，开口便道：“小哥，我看你刚刚从海上来，所以你也是一名试炼者吧？”“根据系统提示，我是咱们这一批倒数第2个上岸的，而你则是倒数第1，小老弟一个。怎么样？我看这失联国度挺可怕的，要不咱俩组个队，等走上街区，兄弟我带你混，咱俩一起打丧尸。”“是哦。”沙滩上面对着热情的小哥，灵修三眸微微一抬，神色平静道：“抱歉，不用了，我选的是守护模式，救人才是我的职责。”“救人？你居然选了守护者？”寂静的沙滩上，面对着灵修的回答，之前拦住灵修的热情小哥脸上露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望着灵修，接着又道：“在秩序混乱的丧尸世界，咱们失炼者当然是选择打怪升级，比较有优势。你怎么会选择守护者？莫非你想当救世主吗？”热情小哥说到这边，一脸嫌弃的望着灵修。
说实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天生的救世主。那些想当救世主的人，要么是圣母心泛滥，要么就是自以为是天生的领导者。否则一般人怎么会没事想着到处救人？说到救人，热情小哥之前倒是知道一个能力不错的救世主。那个家伙在现实世界中以顶级的金光咒一把拉住了东海大桥，救了一桥人的性命。如今那金光咒拉桥的画面在惊悚论坛上疯狂传播，早已成为试炼者提取惊悚世界技能的经典代表。眼下整个惊悚世界试炼者中就没有不认识那位救世主的。小伙子，你怎么不说话？莫非你觉得你有13天王的能耐，想在我们这个副本中创造出经典奇迹？你不会以为你是灵修吧？哈哈哈！热情小哥颇有些同情地望着自己面前这位最后一个登上岸的小老弟，伸手拍了拍小老弟的肩膀道：小伙子，据我所知，在咱们这个副本中，只要你连续违背3次系统指令，放弃救人，那你就可以成功的转换阵营，成为一名自由的战斗者。当然了，所以改变阵营，你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可不管怎么说，付出代价也总比完不成任务好啊。是哦。沙滩上面对着一脸诚恳的热情小哥，灵修三眸微抬，随后道：这位大哥，你不认识我啊？一听这话，热情小哥愣了许久，一抬眼仔细一瞧灵修的模样，热情小哥忍不住瞪大双眼道：我的天啊，小老弟，你居然有3颗眼睛，你这第3颗眼是怎么长出的？不对，等等，第3只眼，我之前好像听说在高阶试炼者也有3颗眼睛。这人到底是谁？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我最近太忙，都没空刷论坛。眼看着热情小哥一脸惊讶的样子，灵修不再多说什么，一边往前走一边道：我叫灵修。啊，灵修，这名字小哥才刚刚提过。一听小老弟这话，热情小哥猛然瞪大双眼，下意识脱口出道：小伙子，你要是灵修，那我就是第1天王。你这小老弟不老实，老哥好心帮助你，你在这跟我开玩笑呢？是哦，我自报家门，但你却不信，那我只好走了。沙滩上，灵修缓步而动，这边热情小哥一边吐槽，一边望着灵修那高大帅气的背影，沉默了许久，热情小哥的眼睛越瞪越大，好半天才道：这背影好熟悉啊！等等，我想起来了，第3颗眼睛，灵修，真是灵修。热情小哥望着灵修一路远去的身影，浑身忍不住一颤，失声惊讶道：1号门诊的直播报道，我怎么忘了？我最近真是太忙了。眼看着灵修即将走远，热情小哥连忙一路小跑跟了上去。追到灵修，这小哥本想像先前一样一把拉住灵修的胳膊，可一想到灵修大佬那可是了不起的存在，热情小哥又不敢放肆，稍稍跑到灵修跟前，侧着身，一边打量灵修，一边道：灵修大佬，真的是你？我的天啊，你本人比直播论坛上特殊处理的面容要帅上100倍。我刚刚就该想到，在惊悚世界中能拥有3只眼睛的，怎么可能是一般人呢？灵修大佬大人有大量，请恕小弟方才眼拙。哦。从沙滩走到街区的路上，灵修三眸稍稍看了一眼满脸喜悦的热情小哥，开口说道：你为什么一路跟着我？这话说的热情小哥不由一愣，好一会功夫才听热情小哥道：灵修大佬，我是想说，要么我跟着你混吧，咱们相识是缘，既然遇到大佬了，我当然得抱抱您大腿。讲真，大佬您别看我刚刚说我是倒数第2个上岸的，但实际上我老早就来这边了，我之所以一直留在沙滩上没走，就是为了观察观察其他的试炼者。您要不信，我可以让你看看我的系统消息，我其实是所有试炼者中第2个上岸的，我之前还得了系统奖励呢。哦。听见热情小哥这话，仍旧没有太多的回应，而这边热情小哥有点急了，他一边跟紧灵修的脚步，一边开口又道：灵修大佬，你信我这人还是挺有用的，我这边有刚刚所有上岸试炼者的情报，包括第1名的我都有，另外我的隐藏职业是侦察兵，各种特种任务我都能够执行。面对灵修，热情小哥一脸崇拜，这边望着热情似火的小哥，灵修终于稍稍停下了脚步道：你刚刚不说你喜欢战斗，不喜欢救人啊？面对灵修平淡的质疑，热情小哥连忙眯眼道：大佬，您有所不知，对于我们这种普通试炼者来说，之前自由战斗模式确实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但是如果大佬你选择了守护模式，那咱们这个副本的形式又一样了。我不糊涂，我很清楚，如果我想要在今天这个副本中取得好成绩，那就不能站在灵修大神你的对立面。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灵修大佬，你就让我跟着你吧。沙滩边上望着一脸认真甚至有些崇拜的小迷弟，灵修终于再次开口道：告诉我你的名字。此言一出，热情小哥心神大振，连忙道：灵修大佬，我叫周小飞，一名退伍特种兵，特长是隐蔽、侦察、暗杀，性格外向，工作能力强。好。迈向街区的沙滩上，望着一脸认真的周小飞，灵修颇为认可的点了点头。懂得暗杀，你比我强，找时间我向你学习一下暗杀术。大佬，我怎么可能比你强？我就是一个经历了7、8场试炼，还没掌握半点资产的小透明罢了，我怎么敢和你相提并论？靠近沙滩的街区上，周小飞紧紧跟随灵修，在和灵修简单交谈了几句后，周小飞又道：大佬，我们在上岸之后下一步做什么？面对这个问题，灵修看了看周小飞，随后道：找辆直升飞机，我们前往岛国首都看看。啊，这一听这话，周小飞不由得又道：大佬，咱们的目标不是拯救失联岛国上的遇难者吗？怎么这么快就要放弃眼前这座城市了？据我所知，我们目前所在的这座城市至少也有15万名幸存者。对于周小飞的分析，灵修还是蛮认可的，但是对于今天这个副本，灵修却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灵修在整理了轮船上各国科考人员的绝密资料后得出的结论，在周小飞完全展现出他的价值前，灵修觉得自己没必要和他多说。而另外一边，面对着一脸淡定、目标明确的灵修，
周小飞虽然内心也有所困惑，但仍旧相信灵修大佬能够将自己带飞。既然自己已经选择了跟随灵修大佬改变阵营，那周小飞便依计行事好了。两人一路在大雾弥漫、阴森诡异的街道上游荡着，周小飞非常话痨，一边走一边又说起了自己登陆后的所见所闻。周小飞告诉灵修，在这一次的生化试炼中，咱们一共有7位试炼者，而在这7位中，除了你我之外，还有3女2男。在咱们这7人中，对于其他人比较有威胁，共有3位。其中第1位是最早登陆沙滩的人，那个家伙运气好，就比我早1分钟登上了岸，结果获得了系统特殊奖励，崛起得非常快。另外有一位本身经历过生化副本，穿着一身黑色劲装的美女，她似乎对于丧尸习性非常熟悉。周小飞话说到这边便停住了，于是灵修眼眸微抬，开口问道：“你说对其他人比较有威胁的共有3位，还有1位是谁？”哈，一听这话，周小飞尴尬一笑：“大佬，咱们有件事必须先明确一下，那就是我这里说的比较有威胁，指的是对普通试炼者比较有威胁。我在列举这个威胁名单的时候，还没遇到你。”灵修对此点了点头。这边周小飞才默然一笑道：“大佬，我说的第3个对其他人比较有威胁的存在，当然是指我自己了。毕竟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受过特殊训练，曾经一度名扬海内外的特种兵王。”哦，一听这话，灵修不由得又笑了一笑道：“原来是特种兵王，失敬。”这话说的周小飞一脸尴尬，热情小飞连忙摆手，口中说道：“不敢。”两人就这么一路前进，在街上随便弄了一辆跑车，一路前往海滨城镇武装区域。大雾弥漫的海滨城市，城防早已沦陷。当灵修和周小飞来到城镇武装部的时候，这个地方虽然仍旧可以见得到一些特殊的防御巨马和沙袋，但武装部里早已人去楼空，不见半点防备。巨马内外，一群面目恐怖的丧尸正四处游荡着。灵修2人来到这个地方，也不做多余的停留，两人一路强攻，速战速决，很快就在武装部里找到了一处停机坪，直接启动了一辆大型直升飞机。对于直升飞机，灵修是没有学过的。原本在遇见周小飞前，灵修想的是自己现场学，现场摸索；而在遇见周小飞后，学开直升飞机这件事，灵修倒也省了。轰隆隆，大雾弥漫的城市里，特种兵出身的周小飞带着灵修一路来到半空之中。在这种前路未明、到处都是诡异丧尸的都市丛林中，灵修和周小飞2人还敢悍然起降直升飞机，也当真是没谁了。哗啦啦，风暴刚刚散去的城市边缘，望着那早已沦陷的城市，还有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周小飞内心泛起一阵又一阵强烈的波澜。灵修大佬，没有想到啊，我们居然只花了20几分钟就攻进了这座城市的武装部，可比我原先预想的时间整整提前了3-4个小时。所以你身上怕不是有什么丧尸之王的气息吧？不然为什么我感觉之前城市里的那些丧尸都不大喜欢攻击你？那些丧尸如果不是被我们的跑车和直升飞机惊动了，我看他们都不一定会攻击咱们。退役1年，进入惊悚都市半年，周小飞从未像今日这么畅快过。跟随灵修大佬，周小飞一下子找回了当初在营中的感觉，这种感觉不要太爽。而另外一边，面对着满脸震惊的周小飞，灵修则是神色平淡道：“你说的对，我就是丧尸之王啊！”一听这话，正在驾驶直升机的周小飞不淡定了，他诧异地瞪了灵修一眼，随后道：“灵修大佬，据我所知，在今日之前，您从未经历过任何生化副本，就这，您怎么可能是丧尸之王？”哼！周小飞此言一出，灵修忍不住也笑了：“你这人有点意思，你不信还非要问我。”说完，灵修将眼一闭，说了句到了首都后喊我，随后直接闭目养神，不再搭理周小飞。另外一边，驾驶舱内，周小飞一脸懵逼，不敢多说什么。而此时，灵修直播间中，水友们却哈哈大笑个不停。不行了，笑死我了！所以，灵修大佬，你是耿直 boy 吗？人家问什么你就说什么，丧尸王这种秘密，你怎么可以随便承认呢？哈哈，更搞笑的是，你明明都亲口承认了，周小飞这家伙居然不信。这个特种兵王性格有点谨慎啊。不过话说回来，这周小飞逗逼是逗逼了点，但是作为一个小老弟，还是挺尽职尽责的。别的不说，他这直升飞机是开的真溜，这对逗逼组合有点搞笑。哈哈，我礼物送上了。城市上空，灵修和周小飞所在的武装直升机一路飞行，而就在灵修2人一路远去的时候，海滨城市里，一位操控着15头丧尸，身边跟着几个小弟的青年人，正一脸阴鸷地望着天空。你确定刚刚那2个闯进武装部、开走直升飞机的是试炼者？街道里，手握丧尸干扰器的弑神专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了一名不俗的强者。他身边的2个小弟，一男一女，同样也是试炼者。面对着弑神老大的询问，一名男性试炼者连忙道：“是的，弑神大哥，刚刚攻进武装部的其中一位我认识，那家伙叫周小飞，是我的同乡，早些年曾经消失过几年，如今回到我们那边，给一个豪门当了赘婿，平日里做着外卖小哥的工作，看起来平平无奇。还有另外一个，远远看着还挺帅的，但从始至终好像没怎么出手，这家伙给人的感觉就是蛮冷酷的。还有他的额头上好像有一道伤，看起来就像有3颗眼睛。一个平平无奇的青年，还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冷酷的小哥是吗？呵，2位夺路而逃的家伙罢了，不足为惧。”手握丧尸干扰器的弑神专家看了看自己面前10几头暴躁听话的丧尸，嘴角上露出一抹邪性的微笑，随后看了看自己身边的2个手下道：“1天时间洗劫这座城市，副本结束前，我要成为这个国家最强大的王者。”是，2名试炼者齐声应和道。失联岛国不大，在经过了2-3个小时的飞行后，灵修2人远离失控的海滨，一路来到了城市规模更大的岛国首都。这个地方便是整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洋国度核心所在。而当周小飞和灵修刚刚靠近这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武装直升机很快就被城市里防卫力量所发现。一支负责着城市西南面领空安全的队伍
在发现武装直升机后，立刻发来信号道：“前方的直升机，请立即表明您的身份以及意图，否则将被击落。”周小飞曾经是个兵王，面对着城市安保部队的拦截，周小飞不敢怠慢，一转身看了一眼仍在闭目养神的凌修，周小飞小声道：“大佬，我们到首都了。”直到这个时候，凌修才稍稍张开自己的眼睛，望着周小飞，神色平淡道：“告诉对方，我们是代号是 MA32LM， 我们的目的是向国会和大统领汇报情况。”啊，这……周小飞不是傻子，当凌修突然喊出一连串奇异的代号时，他有些震惊地瞪大双眼。他很快就确认，交给自己的代表很有可能就是眼前这座城市的通关关键。于是周小飞忍不住又道：“大佬，这种内部机密你是如何搞到的？”面对周小飞的这个问题，凌修淡淡一笑道：“在登陆岛国之前，我提前做了不少功课，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最后一个上岸？”哦，懂了。城市西南上空，当周小飞使用凌修提供的特殊代码和安防队伍联系之后，对方沉默了许久，随后周小飞二人的电台里边听见对方道：“忠诚的亨利上将，欢迎归来，大总统已经等候多时了。”点头通讯之后，地面防空部队解除警讯。与此同时，2架小型直升飞机自部队营中升起，一路拉起警戒，护卫着凌修和周小飞所在的直升飞机进入城市内部。在经过了一片繁华街区之后，凌修和周小飞来到了安防更加严密、气氛更加严肃的区域。这里有白色恢宏的国会大厦，也有飞行器不许靠近的总统安防区。凌修和周小飞在2架小型直升机的护卫下，进入了距离国会大厦几公里的营地外停下。进入营地，考验凌修和周小飞的时刻才真正到来。之前在城市外围，地面安防查验身份只是第一关，而到了距离岛国核心之地只有一步之遥的营地里，凌修和周小飞的身份免不了需要被重新确认。危机当前，失联岛国内气氛严肃。当凌修二人走下直升飞机的时候，一支荷枪实弹的队伍便来到了他们的面前。一位早已接获凌修讯息的中尉来到二人面前，恭敬而又面带警惕之色的朝凌修二人敬了个礼，随后道：“二位，很抱歉，我们例行公事，必须对二位的身份进行严密的排查。”此言一出，凌修不为所动。而另外一边，兵王出身的周小飞也似乎早就见惯了这种场面。这边自己的老大不慌，周小飞便也不慌。戒备森严的营区里，面对着领头中尉的请求，凌修三眸微动，随后神色冷淡道：“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是受了亨利上将委托，前来传递消息，并且保卫你国的。”凌修一句保卫你国，气势如虹。领头中尉听后，内心莫名一动，随后冲着凌修道：“这位先生，您拥有亨利上将的唯一通关密码，我们确信你与亨利上将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但我想请教，你身上是否有任何能够证明你自己身份的东西？如果您无法表明身份，那我们只能将你暂时关押，等到您的身份明确之后，才能还您自由。”一听这话，凌修倒也没多说什么。此时在普通人面前的他，特地将自己额上的第3只眼给闭了起来。这眼睛一闭，看起来就像一道金色的伤口，倒也不至于引起太多人的震惊。在望向一脸警惕的中尉之后，凌修很快便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一个黑色的保险皮箱。在将保险皮箱丢给中尉之后，凌修又亮出了一张特殊的门禁卡和征调令。随后凌修开口说道：“受亨利上将委托，现在由我正式接管首都安防。”凌修身上存在着鬼神气息、极度战力、旧日支配者等不俗的帝王气息，震慑住一个人数只有区1万多人的安防兵营，问题不大。在听得凌修此言后，中尉和一众荷枪实弹的士兵心头猛地一惊，抬起双眼，满脸震撼地盯着凌修。一纸调令，接管一国安防。不得不说，凌修大佬真的好帅气，好牛逼啊！只是这无缘无故的，你一个陌生人，人家一国军队能随随便便交出安防吗？直播间中近百万水友在赞叹凌修气势如神的时候，不免眯眼一笑，忍俊不禁，总觉得这高冷男人有时候还挺幽默的。这小子除了胆子特别大之外，有时候也很会搞事情。而另外一边，当凌修给出调令，宣布接管营区安防的时候，现场负责接应、审查凌修身份的特种队伍确实有些惊呆了。众人从军多年，很少从凌修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感受到如此威严的气势。一时间，这支10几人的军队一下子被震慑住了。别说几名营中士兵，一旁就连向来有着兵王之称的周小飞，在感受到凌修身上的惊人气势时，整个人也是呆住了。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士，周小飞很少遇到像凌修这么恐怖的家伙。果然，这个号称毫无破绽的男人，真是一点都不简单啊！另外一边，核心营中士兵们震撼归震撼，但是换防一支核心军队的关键头领，哪里是中尉等人所能决定的事情？于是，在见到凌修手上的调令之后，中尉脸色一变，双脚一并，冲着凌修行了个军礼，随后冲着凌修道：“这位长官，请你稍后，我们这边马上确认您的身份。”中尉一边说，一边集结自己的队伍，一群人将凌修和周小飞牢牢护住，领着二人离开停机坪，一路进入了一间戒备森严、颇为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领头中尉在将凌修二人领到会议室后，神色恭敬地取走凌修手中的调令，又说了声请首长稍后，随后将会议室的门一关，自己则领着手下们快速离开，前往营地参谋区寻找更高级别的长官，辨认凌修的调令和身份。中尉和士兵离开后，宽敞的会议室中只剩下凌修和周小飞二人。凌修在交出调令后，整个人倒也挺放松的，这边人一走，这边凌修已经自己拉开一张高档的靠背椅，将腿架在桌上，开始新一轮的闭目养神。这边周小飞站在凌修身边，等了好一会功夫，见门外没有人来，这边凌修也没有动静。终于，周小飞再也忍不住开口道：“凌修大哥，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今天带我来这边，是不是打算通过控制岛国中枢的方式，调动军队，清除丧尸，以达到完成守护任务的效果？”一听这话，凌修倒也没有睁开眼睛，直接闭目道：“是的，我们2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我们身为守护者，
哪怕再怎么累死累活，四处奔波，也不可能让这个国家彻底解封。所以，想要获得高额的系统奖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完全掌控这个国家，通过我们的调度，将绝大多数的丧尸清除。林修说到这边，便不再多说什么。而另外一边，周小飞则是满脸震惊，望着林修，忍不住道：“林修大佬，在和你一同前往首都的时候，我曾经无数次试着推演，作为守护者的你，将怎样完成今天这个副本。我曾想过，你可能会在城市中心某个人口密集的地方，建立起一个顶级的避难所，供城市里的幸存者前来避难。也想过你可能在偷偷控制某个战略要地，然后吸引一批丧尸前来厮杀。只要我们庇护的百姓足够多，或者杀死的丧尸足够多，那我们就算是出色的完成任务了。而不管是建立庇护所，还是掌控某个战略要地，在我的想象中，就已经算是非常难以完成的5星级难度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林修大哥，你竟然从一开始就想着控制一国。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想要从这次的副本中获得高额奖励，那么控制一国军队，使得眼下这座岛国恢复往日平静，才是最好的选择。只是，我们这么做，风险难道不会太高吗？这一国的掌权者真能乖乖听咱们的话，凭借您的一张调令，就将整个国家的军队指挥权全部交出来？周小飞说到这边，神色不免有些焦虑起来，道：“林修大哥，刚刚那个中尉离开已经有点时间了，我担心现在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大妙。如果眼下这个岛国的实际掌控者不愿意交出实权的话，那么在我们的调令传递上去的时候，对方很可能会直接对我们下手。而且，我们的调令越真实，对方下手便会越快。毕竟不管是乱世还是治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都是那么令人着迷。大哥，我觉得你的总体目标是没错的，但是你刚刚拿出调令的举动实在太冲动了。”高档的会议厅中，一直闭目养神的林修在听见周小飞的这一番后，终于缓缓地张开了自己的双眸。他很高兴周小飞对于眼下局势的判断，周小飞能够想到这么多，说明他脑子不差，是个聪明人。这家伙真不愧是兵王出身。于是，在稍稍抬眼的时候，林修望向周小飞，接着又道：“你说我刚刚拿出调令的举动太冲动，那么要是换做你，你会怎么做？”啊！一听这话，周小飞定了定身，随后很快道：“大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先进入城市，了解一部分要员，偷偷接近他们，将这些要员控制起来，然后再想办法掌握整个岛国的最高权限。”周小飞说完这话，林修慢条斯理地从自己的位置上起身，随后又道：“如果你这么做，你预计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掌握这个国家的中枢？”听见这话，周小飞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好一会功夫才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需要2-3个月才能达成目标，而那个时候，我们的副本早就结束了。”周小飞说到这边，林修淡淡一笑：“所以咯，我之所以要故意送上调令，为的就是速战速决，争取时间。”说完这话，眼眸一抬，冲着周小飞道：“来了，准备战斗吧。”这就准备战斗了吗？和林修大佬相比，兵王出身的周小飞感觉自己弱爆了。此时正处在会议室中的他，根本没有察觉到外边有什么不妥。但是见林修那向来从容淡定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警惕之色，周小飞便知道今天这事绝不简单。这边周小飞整个人刚刚警惕起来，门外轰的一声，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来，随后一道威力巨大的火箭弹便直接轰散会议室大门，冲着林修和周小飞袭击而来。面对着如此突然的打击，周小飞目光一瞪，身上恐惧值飙升65，从0飙升至65，周小飞算是比较淡定的了。一般人面对着几乎近在咫尺的火箭弹，恐惧值绝对爆表，直接往90加狂飙，面容惊恐，呼吸局促，身体发抖，动作变形。周小飞作为曾经的兵王，他的心理素质算是比较强大。而就在这电光火石的千钧一发间，周小飞目光一瞥组队状态中的灵修经恐值，灵修经恐0-0.01，所以灵修大佬是真没在怕的，这家伙的恐惧值真锁死了。我的妈呀，我不理解。会议室内面对着突然从门外轰进来的火箭弹，灵修神色淡定，脚下一动，将一张巨大的会议桌翻了过来，踢向火箭弹来时方向。这实木制成的会议桌，哪怕再坚固，也绝不可能抵挡得住实战火炮。然而当灵修踢翻桌椅时，在上边附着上一道满级金光咒，效果又不一样了。在满级金光咒的笼罩下，那实木制成的会议桌坚固得就像钢板一样。轰隆隆，那火箭弹遇到实木桌，瞬间发生剧烈的碰撞，强烈碰撞下，会议室门口爆发了一阵地动山摇的恐怖爆炸。大量尘埃下，饶氏核心军营的房子经过特殊加固，爆炸中仍旧倾塌不少。爆炸发生，情况不明。巨大尘埃下，周小飞快速行动起来，在会议厅中找了一个合适的角落，赶紧隐蔽。这人一旦行动起来，恐惧值也会跟着呈现下降趋势。此刻，周小飞身上恐惧值浮动45-60，强烈的心跳逐渐变缓。在找地方隐蔽好后，周小飞本能地寻找灵修的下落。在周小飞看来，灵修大佬的实力远超自己，既然自己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找到隐蔽的场所，想来灵修大佬应该也没有问题吧。可是就在周小飞抬眼四处望去的时候，他却见到了无比惊奇的一幕。此时大量尘埃中，灵修身上散发着一道淡淡的金光，和之前相比，他的位置压根就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面对着外边来路不明的打击，灵修大佬压根没在躲。而此时他身上的恐惧值波动已经变成一条直线0-0。这望着面前一幕，周小飞再度惊讶地瞪大了双眼。眼下的他感觉自己不是在和一个正常的人并肩战斗。灵修大佬如此疯狂的举动，要么是神，要么是神经病，总之他不正常。另外一边，在利用实木桌椅爆破火箭弹之后，灵修的三眸微微一抬，透过尘埃，会议室外的一切布局，灵修皆看得一清二楚。眼下会议室外，灵修一共看到了3支荷枪实弹的精英队伍，
人数大概在45人左右。而在这45名精英队伍间，灵修还看见了100多头双瞳涣散、面色恐怖的丧尸。这些丧尸在精英队伍的驱赶下，一方面被当成了炮灰，另一方面也是岛国方面的进攻利器。145多名进攻者，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的数量。发动一个顶级的加强连，用来对付灵修和周小飞2位年纪轻轻的普通人，岛国有关方面也算是十分慎重了。大量的烟雾下，会议室外的加强连精英队伍，一个个士兵脸上露出警惕之色，戴着高精尖作战头盔的侦察员迅速探查着战场情况。当他们发现尘埃之下居然有一道神秘的身影不怕死地站在路中间时，所有的侦察士兵全都愣住了。精英士兵们见过不怕死的，却没见过像眼前这个年轻人这么不怕死的。妈蛋，望着那人姿态凛然的模样，精英士兵们感觉自己受到的侮辱。于是很快侦察士兵们便向神秘人所在的方向丢出了红色标记弹。望着那红色标记弹，会议室外40几把冲锋步枪唰的一下迅速对准目标，突突突，大量的子弹形成可怕弹幕，瞬间向神秘人方向袭击而来。一颗子弹代表着一次致命的杀伤，40几把冲锋步枪同时开火，意味着单方面的屠杀。面对神秘的接管者，今日核心营的最高防务长官当真一点手下留情的意思都没有。噗噗噗！会议室中面对着大量袭击而来的子弹，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下意识心跳加速，一些胆子小的水友甚至忍不住发出惊呼，开始闪躲起自己的直播屏幕。隔着屏幕，水友们尚且如此恐慌，会议室现场真不知灵修大佬怎么过。然而就在水友们下意识闪躲那可怕的枪林弹雨时，会议厅中一张巨大的金色网格挡在了灵修面前。这网格密密麻麻，弹性十足，所有的子弹打在网格上后皆无法穿透。无法穿透那也就算了，那一颗颗子弹在扎向金色网格之后稍稍往前一冲，随后这金色的网格便爆发出了一股极其强劲的弹性。强大弹力下，上百颗冲锋子弹压弯金色网格，随后唰的一下，所有的子弹直接向着精英队伍所在的方向反弹出去。这大雾弥漫的会议厅外，士兵们肉眼所能看清的范围极差，但是子弹呼啸而来的感觉，士兵们还是相当熟悉的。面对着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子弹，精英士兵们瞬间陷入了惊慌。作为一名相信科学的士兵们，众人哪里想过自己打出去的子弹能够瞬间反弹？子弹来得太快，躲是有机会躲，但是效果不佳。刹那间，精英士兵们倒下一片，唯有那些不知疼痛、面容恐怖的丧尸们还在歇斯底里的前进。叮！系统检测到试炼者恶意屠杀幸存士兵，您被扣除了300点试炼点。叮！系统检测到试炼者恶意屠杀幸存士兵，您被扣除了300点试炼点。会议室中，面对着大量倒下的精英士兵，灵修耳边不断响起系统之声。面对着惊悚系统300300的试炼点惩罚，灵修脸上不见任何波澜。很快，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系统检测到试炼者成功击杀普通丧尸，您获得了300点试炼点。作为一名守护者，灵修击杀普通幸存者将受到惩罚，而击杀丧尸又可以获得奖励。而今日在岛国核心营地中，精英士兵和普通丧尸实际上是一伙的，这两边的人根本无法分清。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复杂，任何一件事都很难用非黑即白来概括。会议室外，一大批精英士兵倒下了，而大量的丧尸则仍旧向着灵修所在的方向奋勇进击。他们的身形佝偻，面容恐怖，一般人哪怕只是盯着他们的眼睛瞧，也会被吓得不轻，整个人忍不住瑟瑟发抖。而此时，会议室里面对着神色平淡的灵修，丧尸们脸上流露出了极其愤怒的面容。他们疯狂地冲到灵修面前，露出自己可怕的爪牙，向着灵修狂躁地抓来。但是面对着无比坚固的金光咒，丧尸们却始终无法突破。那金色的大网看起来平平无奇，却又像一件无比强悍的法宝，将会议室内和会议室外隔绝成2个世界。望着面前的金色大网，灵修直播间里的水友们莫名心安。一些在惊悚试炼上迟迟无法获得突破的水友，不由得暗自惊羡，心想如果自己在试炼中也能像灵修大佬一样获得金光咒这样的顶级神通，那该多好。此时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并不知道，金光咒虽然好用，但是这法术不练到满级，它的作用其实就像手电筒一般，除了能够照明、进攻、防御效果都非常弱。灵修眼下满级金光咒的水平，大概也就相当于一名优秀道人不眠不休、辛辛苦苦修炼80年的水平吧。一般人想要拿金光咒来抵御子弹和丧尸，除非拥有极高的功德和强大的转换手段，否则想都别想。这就是满级金光咒。会议室里，面对着那一个个扑到大网上的恐怖丧尸，灵修很快也展开了自己的动作。首先，灵修身上丧尸之王气息爆发，猛的一下，上百万谁有无比期待的那位白发大帅逼又一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随后，隔着金光咒大网，灵修身上极度冰封气息在更金一火的带动下，无限子弹一般不断的打向恐怖丧尸。一道极度冰封，也就是小石子大小，可一旦炸到丧尸，冰封气息爆发，瞬间便能将恐怖丧尸冻成冰棍。在这种情况下，冰冻的丧尸只要受到任何外力的攻击，便会直接4分5裂，碎成好几块。极度冰封下，一股可怕的冰原气息在整个会议室里绵延。面对着灵修的惊人手段，藏在角落里的周小飞目瞪口呆。作为一名十分擅长扮猪吃老虎的赘婿兵王，周小飞参加过这么多个副本，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清闲。面对着100多头恐怖丧尸，周小飞竟一件能做的事情都没有。论逼格，灵修大佬还是更胜一筹。而另一边，灵修在消耗了不少能量，击溃了一排一排蜂拥而来的丧尸之后，会议室外的动静也终于消停了许多。灵修逐渐收敛起自己的能力，头发退回先前的黑色。看了一眼身后的周小飞后，灵修撤去了金光咒大网，身形一动，唰的一下，这位英俊的小哥便直接来到了加强连队伍的最后方。
以一道可怕的白蜡气息定住几名中年大佬后，林修眼眸微抬，开口道：“诸位，时间过了这么久了，想必我们的身份你们也已经确认过了吧？”这些人便是核心营加强连的真正指挥者。面对着姿态凛然的林修，还有自己脚下那滚烫灼热的白蜡，中年大佬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惊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不来。这些人常年掌握着失联岛国核心最高权力，面对着自己不喜欢的对手，向来心狠手辣，从不留情。然而今日在面对着无比强大的林修时，众人的内心深受震撼。终于，大佬们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神。眼前这个面对100多名丧尸却仍旧不为所动、轻松进退的年轻男子就是神。鬼邪的白蜡之地望着满脸冷漠的林修，营地大佬们希望长久的静默下去。然而当自己身上的白蜡温度进一步提高的时候，营地大佬们终于还是扛不住了。很快，大佬队伍中一名军装打扮的大叔开口说道：“这位先生，你们的身份我等已经确认过了，您手中的国防最高调令真实有效，我们可以确认你是亨利上将的委托人。”这边军营长官虽然已经服软，但另外几名高层却仍在硬撑。接着便有人道：“先生，现在你虽然初步掌握了局面，可若没有我们出面，短期内你也很难掌握我军整体大局，这点你必须清楚。”会议室外，对于中年大叔这话，林修微微一笑，眼眸微动，望向众人，随后便道：“说实话，你们几个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我需要你们帮忙掌控局面，那我完全可以将你们全部炼成傀儡。”林修这边说的平淡，而另外一边，核心高层们听后，内心却猛地掀起万丈波澜。在林修面前，核心高层们之所以还敢硬撑，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林修眼中，自己多少还有点用。而如果眼前这个先生真有能力将自己炼成傀儡，那众人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用？于是面对着林修，营地里的核心高层内心防线彻底崩溃。接着便有一人直接道：“先生，我们愿意向你投降，但眼下丧尸作乱，我国中分成关键两派，先生若想完全接管我军大权，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救出我们的总统。”叮！恭喜失联者成功绑架7名失联国度军政高层，你获得了隐藏任务，解救失落的总统。任务描述：在大洋岛国失联之前，岛国上爆发了可怕的丧尸危机。在丧尸危机下，岛国高层亦出现了剧烈的动荡，代表着一国最高象征的总统在这场震动中突然消失。现在你斩获了部分与总统失踪有关的讯息，请失联者尽快做出行动，解救总统。本次营救奖励失联点 1.5 万，随机异能宝箱星号1，惊悚币800。任务失败，遭遇 S 级诅咒惩罚，为期1周。失联岛国核心军营内，当林修成功制服7名军政高层后，几名高层大佬告诉林修，不久前就在亨利大将奉命外出寻求陆地诸国帮助的时候，几名军方高层突然发动叛变，控制住了失联岛国很大一块地区。目前众人所在的国度核心区虽然还没有彻底落入叛军手中，但由于总统突然遭遇绑架，从办公府邸失踪，因此正规军仅存的半座城市眼看也要守不下去了。今天当林修带着亨利上将的调令前来时，正规军们虽然确认了上将调令的真实性，但同时众人对于林修的真实目的也产生了怀疑。毕竟自从前段时间亨利上将失联后，那些领头叛变的家伙几乎都是亨利上将曾经的部下，如今在正规军的眼中，昔日辉煌的亨利上将早已经不值得信任。为了彻底掌握核心区的军政大权，营地里的7名大佬最终决定不经过任何谈判，直接将亨利将军选定的接班人除掉。面对林修和周小飞，说实话，正规军们的手段还是十分残忍的。就这么一群不要命的家伙，林修实在想不到他们怎么会在丧尸爆发的时候如此迅速地丢掉大半座国土。控制住7名核心高层，林修算是掌握住了大半个岛国首都。然而在深入参谋营地和7名核心高层进行一番探讨之后，林修发现目前正规军们所掌控的权限要远比自己想象的糟糕许多。别说正规军们所掌握的全国军队只剩下7、8千，便是最关键的空军、海军、核心区的正规军们一个也没有。之前那些出现在城市西南面负责拦截空中飞行物的部队，不过是正规军陆军系统的武装直升机罢了。本来接下这么一支7、8千人的队伍，对于一般的失联者来说，已经足够做很多的事情了。然而对于一心想要全国上下一盘棋的林修来说，这些被困在都市核心区的7、8千人队伍，难免显得有些不够用。所以眼下对于林修来说，尽快寻回总统，使得失联岛国上下重新拧成一股绳才是关键。林修相信失联岛国各大军队叛变的时间不长，只要除掉一些顽固者，剩下的队伍最终还是可以统一指挥的。但就像霍去病19岁封大将军，孙策18岁称霸江东，李世民少年时便随父起兵一样，林修天生就是个统领者。在拥有强大个人实力的情况下，林修唯一要做的就是整合高层。只要将失联岛国高层复杂的局面搞定，林修便可以着手清理那遍布全国的丧尸。周小飞，你留在这边接管核心营地，然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正规军方面掌控的丧尸情况摸清楚。另外，关于这个国家丧尸起源，还有目前各大城市的现状，我也希望你能尽快掌握。会议室内，作为一名守护者，林修知道单靠自己一人是完成不了太多事情的。他希望已经绝对追随自己的周小飞能够尽快的帮助自己掌握一些局面。而另外一边，周小飞也是个能办事的人。一听这话，周小飞当即表示没有问题，告诉林修自己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办好。对于周小飞的表态，林修还是比较认可的。随手召唤出双生鬼叉，让他带着白蜡燃魂灯和周小飞一起坐镇核心军营后，林修转身便要离开。面对着即将离开的林修，周小飞忍不住道：“老大，你这是打算独自一人去寻找失踪的总统吗？失联国度的叛军实力不差，你可千万别大意了。”周小飞说完这话，看了看林修那淡定从容的脸，不由得又道：“算了，大哥你能耐过人，我的提醒感觉有点多余。”
哦，听见这话，林修不再多说什么，来到营区大楼的边缘，纵身从30多米高的地方跳下，消失在了众人视野中。高楼上望着林修大佬纵身跳下的地方，周小飞满脸惊讶。尽管周小飞早就知道林修大佬在拥有果实部和金光咒的情况下，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周小飞还是不由得感到震撼。作为一名特种兵，周小飞有过上千次的伞兵空降任务，而当初周小飞可是整整花了1年的时间才克服了高空恐惧。和林修老大相比，自己克服恐惧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另外一边，林修直播间内对于突然高空跃下的举动也有些猝不及防。惊悚直播强烈的代入感，使得一众水友瞬间心跳加速。那强烈的过山车感觉引起了无数人的惊呼，好些人差点没下意识把自己手机丢出去。在一大片惊叫声中，林修从30几层的高楼一直下坠到距离地面只有几公分高的时候，身上的黄金果实部才突然飞出，抓住墙壁将林修拉住。在被黄金果实部拉住之后，林修借着重力，整个人如同坐海盗船一般迅速往上一荡。借着这一荡，林修背上的巴臂负手一翻，调整姿态，整个人便平平稳稳地从10几米的高空落到了地上。整个过程林修轻松写意，而直播间内一众水友却被吓得不轻，不少人纷纷在公屏上打字：林修大佬，您下次从高空跃下的时候提前跟我说一声好吗？我被你吓死了。林修大佬，你是故意的吧？你非得整张脸距离地面这么近的时候才拉高吗？我心都差点跳出来了。生化危机试炼第1天，这一日中午，就在林修离开核心营地，根据自己手中掌握的线索，前往叛军掌控区解救总统的时候，海滨城市里弑神专家通过自己手中的队伍突袭临近城郊一个上还有些许安保力量的营地，一下子将自己的手下扩充到了3名试炼者、15头丧尸、45位普通士兵。有了这支基础队伍后，弑神专家的推进速度更快，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弑神专家就像滚雪球一般疯狂赚钱，迅速扩张地盘。渐渐的，弑神专家突然觉得凭借自己的实力，自己若想要成为这个国家的王，似乎也不是不行。于是弑神专家逐渐把自己的目光放到了距离海滨城市的国都之上，只要占领这座岛国的首都，弑神专家便可以数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资源。成为一国之内至高无上的存在，这件事想想都让人兴奋。尽管这一次试炼者们在这个生化世界仅能逗留7天时间，但只要是神专家能够登上那荣耀的巅峰，在离开副本之后，他也能成为惊悚世界中不可多得的诸侯。在掠尽一国资源的情况下，什么13天王、超级新人，见到自己都只能通通靠边站。这一日夜晚8点多钟，就在弑神专家带着他的手下们疯狂崛起的时候，海岛首都西南一处豪华的富人区中，林修独自一人潜入了一座占地足有8000多亩的庄园里。这个地方一户人家便足以抵得上别处3、4座村庄的大小，庄园的富裕程度可见一斑。生化危机下，夜晚的庄园静悄悄的，除了那大雾弥漫下散发着温暖灯光的大别墅，还有那偶尔开车经过的一支巡逻队，庄园内几乎再没有任何声音。城市里四处可见的疯狂丧尸，在这里也难觅踪迹。一墙之隔，天壤之别。难怪华夏古人会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来批判这个世界的不公。这边林修独自一人默默潜入庄园。根据林修手头上掌握的线索，这个足有几个村庄大的庄园内就住着岛国叛军的几个最高首领，而根据林修的判断，那位突然失踪的大总统很有可能就被关押在庄园内的某个地方。夜里，空气冰冷，那弥天的大雾让行走在庄园内的人感觉自己浑身湿哒哒的。是夜，巨大庄园一处高档奢侈、带有独立游泳池的别墅中，几位金发碧眼、面容高贵的中年政要正在各自女伴的陪同下开着简单的派对，借着一个暖暖的篝火和一大堆美食小酌，回想着过去一段时间岛上爆发的丧尸之乱，几位高层领导脸上不由得流露出一番感慨之色。交杯换盏间，一位留着八字胡大叔道：“各位，你说我们突然切断咱们国家一切对外的联系通道，真的不会引起国际上的反感吗？还有亨利上将，万一他突然提前回国，我们该怎么办？”果然，庄园内大佬们的派对氛围虽然和谐，但是在一片奢靡之下，大佬们的心却仍不平静。游泳池边，面对着八字胡大叔的感慨，一名目光阴鸷的中年人道：“皮特，亨利将军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现在大统领在我们手中，只要我们稳定国内局势，将政权平稳交界，到时候即便是国际上有意见，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在英智中年教训自己的同伴时，突然间大雾弥漫的别墅区内传来一阵稀奇古怪的声音。冥冥中有人用一道极其低沉的声音道：“各位，你们相信报应吗？”这声音来得突然，发出声音的人似在众人耳边，又仿佛在千里之外。听见这声，众人内心不由得一寒，总觉得自己好像见鬼了。只是生化危机爆发的世界里会有鬼吗？生化危机的世界里当然有鬼。不久前，为了成功绑架岛国总统，叛军们对于总统的车队发出了突然袭击。在这场袭击中，总统身边共有17名护卫被叛军头领们活活打死。此时，大雾弥漫的别墅中，17名刚刚被打死没多久的护卫，苍白着脸，顶着额上黑黢黢的枪口，慢慢悠悠地从泳池尽头向着叛军头领们走来。望见这一幕，叛军头领们惊呆了。作为一群熟悉掌握各种生化武器的科技狂魔，众人哪里想过这个世界上真有鬼？越是没见过鬼怪的人，在初次见到恶灵的时候，内心的恐惧便越强烈。面对着不久前刚刚被自己杀死的总统卫队，叛军统领们瞪大了双眼，一个个迅速拔起手枪，疯狂地向护卫军方向拼命射击。只可惜那鬼怪们飘飘忽忽，叛军们的子弹虽然打中了，但是鬼怪们压根不疼。此时，灵修直播间内，当望见6、7名叛军头领在 F 级恶灵面前歇斯底里的时候，直播间里的上百万水友不由得一阵心寒，忍不住暗道一声：果然，在惊悚世界里，鬼怪
才是最容易动摇人心的存在。即便是在丧尸横行的国度里，普通的低阶鬼怪也比强悍野蛮的丧尸更加吓住人。这些总统护卫的亡灵是灵修在庄园内四处查探的时候突然撞上的。当时，这些惨死在叛军枪口下的恶灵带着一股强烈的怨气，在叛军们居住的地方漫无目的的徘徊着。而灵修只是在遇见他们的时候稍稍动了些手段，很快这些惨死的总统护卫们便带着灵修顺利的找到了叛军统领。夜色下，叛军统领们面对着几乎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F 级恶灵疯狂开枪，而另一边灵修则带着水友们默默地藏在别墅中的某个角落。今天，灵修并不打算亲自对叛军头领们下手，他想要在 F 级恶灵的帮助下直接击溃叛军头领们的心防。只要叛军头领们崩溃，那么灵修接下来的营救之旅便不需要再浪费什么力气。恐惧是一种气氛，当一个你平日里有说有笑，每天见面的好朋友突然有一天冷着个脸，面无表情地站在你面前，任凭你怎么跟他开玩笑，他都没有任何回应，这个时候你怕不怕？而如果这个时候整个家里或者宿舍只有你和他两人，他又偏偏这么瞪大了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你，你内心又作何感想？或许有些人和灵修一样，到了这种程度，内心仍旧毫无波澜。那如果在你朋友出现前的几分钟，你刚刚收到一条短信，告诉你你的朋友已经在某场事故中死去了，你怕不怕？人的恐惧就是在各种限定条件下被一点一点催发起来的。此时，大雾弥漫的别墅外，面对着明明已经死去的总统卫队，平日养尊处优的叛军头领们确实吓坏了。尤其是当这些卫队恶鬼涉过泳池，眼角带血，缓步地走到叛军头领们面前，将这些头领硬生生逼到角落的时候，头领们更感觉自己浑身冰冷，头皮发麻，整个人仿佛浸透在冰冷的水池一般，肩胛骨一阵一阵的发寒。往日里众人内心做过的亏心事，也在这个时候一一涌上心头。当恶灵们向着叛军头领伸出利爪的时候，叛军首领们依偎在一起，眼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眼前的几头恶灵，同时也看到了平日里自己所犯下的罪孽。那曾经逼迫年轻模特堕胎、跳楼、禁锢明星的司法部长，见到了10几名美女，因而正冷着一张鬼脸向自己索命。那曾经开车撞死自己竞争对手的财务部长，感觉自己好像被人逼到了一处荒芜的公路上，一辆灯光刺眼的大卡车正带着强烈的呼啸向着财务部长冲击而来。啊！我错了，我不想死，饶命啊！各种强烈的幻觉下，叛军首领们下意识地用手护住自己的头部，整个人情绪惊恐到了极致。呵，望着面前的一幕，灵修直播间中那些经过数个恐怖试炼摧残的水友们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笑容。就这么几头普普通通的 F 级鬼怪，至于把你们吓成这样吗？你们这些家伙还叛军头领呢，一个个屁大的胆子都没有！哈哈，你们现在惊恐的模样，像极了我当初进入惊悚世界的样子。不对，我当初刚刚进入惊悚世界的时候，好像也没这么惨。哈哈，你们真太菜了。不过话说回来，灵修大佬对于恶灵的操控是真的好啊。一般的 F 级恶灵，哪怕数量再怎么多，又怎么可能将一国叛军吓成这样？讲真，灵修大佬，您真的不懂什么叫做恐惧吗？您今晚这现场布置得很好啊，我觉得您应该叫做没有人比我更懂恐惧吧。董王大人，是你吗？月色下，当 F 级恶灵们吊着双眼，恶狠狠逼近叛军大佬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在鬼神气息的加持下，确实比一般恶灵更恐怖。而就在一众叛军头领情绪即将崩溃的时候，灵修独自一人，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手臂、脚上缠着些许黄金裹尸布绷带，八臂负手，暂时收敛，脸上还戴着名贵的墨镜，可惜就是第三只眼没遮起来。可即便如此，灵修整个人还是看起来又帅又飒气。别墅区里，叛军头领们被 F 级恶灵吓得瑟瑟发抖。当白雾中灵修的身影缓步走来的时候，叛军头领们仿佛看到了一道光。要说灵修本人在发光吗？那也没有。但是在这如此吓人的环境中，从远远的地方突然走来一个正常人，在这种情况下，众人哪能不激动啊？看着灵修，那不得像看着一道超治愈的光。这边灵修自角落中走出，神色淡漠的来到鬼怪和叛军头领面前。灵修才一靠近，一众 F 级鬼怪们立刻被灵修身上不俗的气息吓得面容失色。在惊悚世界里，人家是人怕鬼，到了灵修这边却是鬼怕人，这算什么道理？说实话，灵修将自己从头到脚仔细查看了一番，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可怕的。这边鬼怪们带着胆小谨慎的面容急匆匆退开，灵修的身影一下子便凑到了叛军头领们面前。此时首领们身边那些如花似玉露着大长腿的女伴早已经被吓傻了，而几名大佬在见到还算正常人的灵修时，一堆人则是迅速扑了上来，牢牢地抱着灵修的大腿，开口道：这位先生，您行行好，救救我们，这些鬼怪实在是太恐怖了。鬼怪们很恐怖，灵修当然知道，只是这东西吓不住灵修罢了。别墅泳池边望着一脸惊慌失色的叛军大佬们，灵修微微一笑，随后摘下自己的墨镜，望着一众大佬道：各位，你们说的恐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像我现在这样？灵修说完，继续裂开自己的嘴，随后他的脸颊上出现了一道极其血腥狰狞的伤口，在这生生拉扯的伤口之间，一颗颗散发着暴躁气息的尖锐牙齿长了出来。那牙齿又密又急，远远望去，一颗颗仿佛小鬼一样，各自活动，各自咆哮，相当吓人。就这样，灵修嘴边的伤痕一直裂到了耳根深处，那血红的伤口、骨骼和白色黏腻的淋巴组织纠缠在一起，看起来尤为吓人。怎么样，各位，我现在帅吗？冰冷的白雾中，灵修缓缓咧嘴的时候，一条又细又长的猩红大舌头吐了出来，往大佬们脸上轻轻拂过。啊！
望着面前一幕，原本以为抓住救命稻草的叛军首领们双眼一瞪，脸色煞白，肾上腺素狂飙，惊慌失措的瞳孔牢牢锁定灵修。好一会功夫，才听众人颤颤巍巍道：“好恐怖，你不是人！”话还没说完，砰的一下，大佬们心脏承受不住狂飙的血压，一个个当场昏迷不省人事。是夜，豪华别墅中，灵修直播间内，当望着男神一般的灵修大佬突然变成恶灵的时候，一众水友在惊呆的同时，不由得发出阵阵惊叹：“卧槽，灵修大佬这是怎么了？他这是变成都市传说裂口男？他是怎么中了诅咒的？他不会私下和裂口女小姐姐接吻吧？”裂口女的脸虽然可怕的点，但是她的脸蛋身材是真的好啊，这口罩一戴不都一样吗？裂口女小姐姐，我可以的。各位，说真的，你们难道不觉得灵修大佬现在的样子很可怕吗？说实话，如果不是我在灵修大佬的直播间观看时长已经超过100小时，灵修这样子能把我吓死。呜！系统大神快还我男神！直播间中，直到这条弹幕刷出，一众水友们才突然陷入了沉默。确实，就像上边这个水友说的那样，大家是因为对灵修大佬比较熟悉，所以才没有被灵修大佬裂口男一样的样子吓住。不然若是放在平日，众人要是在惊悚都市的大街上遇到这么一个帅气而诡异的家伙，绝对会被吓得半死，心跳加速，忘记呼吸。一些实力较弱的试验者，甚至有可能会直接被吓出毛病，就像从前试炼者们害怕裂口女小姐姐一样。另外一边，别墅区里，面对着突然被吓晕过去的一种叛军，灵修脸上露出了懵逼的表情。今天，灵修的想法很简单，想要控制叛师连岛国全局，自己就必须从心智上镇压这些善于反叛的家伙。而想要从心智上镇压这些家伙，灵修最直接的想法，那就是吓一吓他们。裂口女形象是灵修在进入惊悚都市中为数不多被稍微吓到一下的诡异模样，这模样对于世间不少俗人皆有震撼效果。因此，在想着吓叛军的时候，灵修直接想到了裂口女的样子。如果灵修没记错的话，当初自己在遇见裂口女的时候，惊悚值波动好像没超过15吧。灵修用这形象来吓叛军们，本想着这么做，自己一方面既能震慑对方，另一方面又不至于把事情搞得太过严重。谁曾想，自己裂口男的形象一出，这些堂堂的军政首领居然一个个全都吓倒了。这些家伙的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这么弱啊？游泳池边看着一个个昏迷不醒、面色痛苦的军政大佬，灵修无奈地摇了摇头，可怕的大嘴一张，那诡异的舌头舔舔上下颚，灵修这才慢慢地将自己可怕的裂口闭了起来。眼一动，耳根边上的恐怖裂痕开始愈合。很快的，那位大家熟悉的灵修帅哥又一次出现在了水友们面前。望着灵修完好无损的脸庞，水友们一颗颗悬着的心这才总算安定下来，内心忍不住暗道：还好灵修大佬没事，不然大佬一直以裂口男的形象出现，这直播咱可不敢看了。这边水友们正感慨着呢，弹幕上马上有人发出了灵魂般的拷问：各位，你们有谁知道灵修大佬变化成裂口男究竟是用了什么的手段吗？灵修大佬这转换自如的手段，一般人只怕也掌握不了吧。大佬有这能耐，不管在什么副本中面对任何恶灵，只怕都能轻松蒙混过关吧。而且不只是欺骗恶灵，大部分 A 级以下鬼怪在灵修大佬这么恐怖的形象前，恐怕也不敢乱来吧。灵修大佬又一次站在了食物链顶端，一切正如直播间水友所说的那样，灵修变化成裂口男的手段确实不简单，这东西叫做真实幻术。这幻术出自诡异医书《青囊经》，幻术意味着虚假、伪装，而真实意味着灵修的幻术级别极高，几乎没有破绽，无限逼近现实。对于地球上的人类来说，众人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本就由无数的信息要素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当虚拟的零和一组成的数据足够充分、足够完善的时候，网络世界都可以被无数人当作真实。更何况，灵修今日用来构成真实幻象的要素中，带着隐隐的天道气息。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敬神一般的存在，否则根本没有人能够看出灵修施展的到底是什么神通。既然无人能够看穿，那么灵修的裂口男变化便是现实。眼下，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虽然看不穿灵修的变化，但是在一众讨论之后，众人内心不免又形成了一个疑惑的观点，那就是裂口女小姐姐本就对灵修大佬有那么点意思，那么在见到大佬这裂口男的样子后，会不会直接彻底爱上他？毕竟对于小倩来说，在这世上她自己能够遇上的同类其实不多。这一夜，豪华别墅边在收敛了自己的裂口男模样后，灵修又一次将自己的目光望向了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众人，手边旧日支配者的气息一动，刹那间，不远处的泳池翻涌起一道极其可怕的潮汐，瞬间向着房屋方向翻涌而来，一下子将大佬们吞没，一个个卷入泳池之中。水下强烈的窒息感袭来，使得水下的叛军们一个个踉跄着瞪大了双眼。而在旧日支配者恐怖的压迫下，身处泳池的众人仿佛被禁锢在无限的深渊一般，一股强烈的恐惧气息笼罩在诸位大佬心头，众人只能不停地挣扎，眼看着死亡就在眼前，水下的众人绝望地瞪大双眼。就在这个时候，深渊气息退去，众人无尽的深渊一下子变成了普普通通的泳池。借助水的浮力，大佬们一个个痛苦地浮出水面，狂吐不已。抬眼又一次望见水面上的灵修，大佬们浑身不由得一颤。待到眼睛边上的水渍退去，众人彻底看清灵修模样的时候，惨白的脸色这才稍稍好看一些。眼前这个神秘的年轻人看起来虽然恐怖，但他现在的样子至少也比先前裂口时的模样好多了。豪华别墅里，面对着长相英俊的灵修，几名叛军统领们狼狈地爬出泳池，满脸谨慎地望着这位恐怖的大佬。此时，灵修身后站着之前被叛军们杀死的一众总统护卫，望着护卫们那惨白的面庞，再想想灵修之前化身裂口男的恐怖模样，众人大气不敢多喘，
憋了这么半天，众人这才听见灵修开口道：“各位，我就问一句，总统在哪？希望大家好好回答。”这一夜，众人在连番经历了恶鬼索命、裂口难刺激和深渊恐惧之后，内心的防线早已崩溃。此时面对灵修的提问，叛军们哪里拒绝？唉，说实话，在这世界上能够做到一国高级将领的，哪一个不是有点本事之人？其实，今晚当别墅中第一次出现诡异现象的时候，诸位叛将便已经猜到夜里的风波很有可能与总统大人有关。可谁能想到，为了这么一件事，眼前这位先生竟能把人吓成这样。要早知道您如此折腾，就是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我们几个直接乖乖投降不就好了？至于您这么大费周章吗？冰冷泳池边，面对着灵修提问，叛军头领强压心头震撼，缓步起身，开口说道：“先生，您要见总统大人，那就随我来吧。”叛军统领一边说，一边领着灵修等人往别墅地下车库走去。很快，众人便来到了豪华别墅地下2层。漆黑的地下车库，一辆顶级的悍马豪车停在里边。面对着豪车，叛军统领稍作停顿，回身看了灵修一眼，开口道：“这位先生，总统大人被关押的地方在庄园地下，距离我们这个地方还有几公里远的一个堡垒里，我们必须开车去。”陌生环境，叛军头领突然提出乘车要求。这事若是放在一般试炼者面前，试炼者们一听，脸上必定会瞬间流露出谨慎之色。然而，此时地下停车库里，在灵修和叛军首领2人之间，更紧张的人反倒是叛军统领。这家伙尽管主动提出了乘车的要求，但是他的脸色煞白，一颗心脏突突的跳着。他实在是害怕，在自己突然提出无理的要求后，灵修大佬会突然露出裂口男的形象，眯着眼睛笑嘻嘻道：“好家伙，你让我乘车，是想加害于我吗？”眼下，叛军统领早就灵修吓破了胆，以至于他做每一件事都显得十分谨慎。而另外一边，早就对方圆数公里完成探查的灵修，对于叛军统领的乘车请求却没有多想。今天晚上，他本可以撇开叛军，直接去救总统，但是总统一救，叛军这边一定会惊动。在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叛军们提前有所准备，灵修想要震慑叛军，达到全国一片齐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因此，今天晚上，灵修在开始行动前便已经选择好了方向，先叛军后总统。只要制服了叛军，加上核心营方面自己便已经算是初步掌握了失联岛国全局。在这种情况下，解救总统，灵修不过是为了锦上添花，完成任务，顺手薅一薅系统羊毛罢了。地下停车库里，叛军首领瑟瑟发抖地站在车边，而另一边，灵修早已神色冷漠，将车门一看，自己坐了上去。等了好一会，眼看着叛军首领还不上车，灵修这才冷不丁开口说道：“走吧。”叛军头领这才不由得啊了一声，连忙打开车门，坐到了驾驶位上，颤颤巍巍将豪车发动，看了一眼车库外站立迎送的伙伴，叛军头领内心不由得暗暗叫苦，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这么倒霉，必须和眼前这位诡异的帅哥单独待着。叛军头领是真的怕。呼，地下庄园，漫长的地道中，不管叛军头领怕是不怕，在连续的哆嗦下，他总算是将豪车开动了起来。就这么在地下工事中前进了3-4公里，一座巨大的3层堡垒出现在了灵修2人面前。来到这个地方，灵修见到了一支支装备精良的队伍，还有那一笼笼被关押在铁牢里、被重型卡车四处运送的丧尸。这里是个丧尸研究基地，走在堡垒中，四处空气冰冷，湿气极重。这个地方属于典型的世家重地，随随便便就能养出恐怖恶灵。来到此处，叛军头领仍旧不敢怠慢，领着灵修一路进入到了堡垒最深处。在堡垒深处，叛军们扣押着失联岛国不少高层政要。来到这里，望着灵修的背影，叛军头领一度想着要不要借着地下堡垒的手下们将灵修制服。当这样的念头冒出的时候，叛军头领心跳加速，默默地从自己的口袋中取出了一把黑色手枪，举着枪站在灵修背后，将那枪对准了灵修半天。终于，叛军头领还是放下了自己心中最后一丝反抗之意，因为他发现在他面前的这个男人压根没有任何破绽，这家伙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一般，让人根本不敢开火。他喵的，简直离谱！反抗的念头就这么被掐灭在了萌芽之中。望着那不远处好似莫名一笑的灵修，叛军头领便忍不住想要扇自己几个巴掌。刚刚都市传说和旧日支配所打来的震撼，自己难道已经忘了吗？今天自己若是能够成功关押灵修，那也就是罢了；若是关不住，自己还有命没有？不得不说，今天晚上灵修的对于叛军头领心理上的震慑还是十分有效的。就这样，灵修在头领的带领下，走马观花的走遍了大半个基地。2人来到基地最深处，这个地方灯火明亮，但明亮的灯光下，阴森感却更胜其他地方。这里一看就有了不起的大人物。来到此地，叛军头领中终于再次开口：“这位先生，我们的总统大人就是被关在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虽然戒备森严，常人难以逃脱，但由于我们的总统大人也有些本事，因此在将总统大人关押之后，便一直没有见过他。先生，您既然能够找到我们，顺利来到这边，想来您和总统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吧？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了。”灯火明亮却又无声寂静的堡垒深处，这里地面如同水晶，仿佛随便一点尘埃落下都能激起一阵波澜。而失联岛国的总统就被关在这么一片寂静之地深处。无声的白光下，在小心翼翼和灵修说完话后，叛军头领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将继续前进的主动权让了出来。另外一边，面对着停步不前的叛军头领，灵修倒也没多说什么，目光一动，很快便缓步走向了水晶之地深处。来到深处，将自己的手放在那厚重而冰冷的门把手上，稍稍停顿。这是一扇科技感十足、无比巨大的白色大门，也不等直播间的水友们准备好，灵修直接将那门给推了进去。眼看着一座关押着一国首领的监牢就这么灵修轻易推开，直播间中的水友们诧异的瞪大了双眼，这事好像不大合理吧？这关押总统的门
他锁了吗？此时直播间里的谁友并不知道，水晶之地其实就是个激光监牢。之前的水晶之地其实就是个激光大牢，唯有将激光关闭之后，外边的人才能顺利的走到白色大门前。说实话，有门外的激光在，这个地方锁不锁并不重要。关于水晶之地的激光这件事，灵修本身是知晓的。正因为灵修曾做过实验，自己身上的金光咒可以反弹大量激光，所以哪怕这水晶之地的监牢不曾关闭，刚刚灵修也是敢独自一人默默走进来的。此时水晶之地深处，门一开，和明亮水晶之地形成鲜明对比的黑暗扑面而来。那白色大门之后，可怕的黑暗如同无尽的深渊，吞噬着世间一切的光芒。那是一种令人感到深深绝望，连光都无法逃逸的恐怖黑暗。望见这黑暗，不少人瞬间治愈了。直播间中弹幕连连。死！这黑暗的房间感觉好可怕啊！灵修大佬，要么咱算了吧，这种地方咱不探也罢。望着这深渊，我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此时灵修直播间中的水友实在无法相信，在这么可怕的地方居然关押着人。在这种地方被关上一段时间，别说是人，恐怕就连神仙也会彻底疯掉吧。叛军头领们所说的总统真在这个地方吗？这里怕不是个陷阱吧？水晶之地尽头，就在无数水友满脸震惊的时候，这边灵修已经抬起脚走入了无尽的黑暗中。诡异的监牢里，这边灵修的双脚刚刚探入，身后那原本可以轻易推开的白色大门，瞬间便如同可怕的机关一般重重关上。听那声音，一般试炼者是别想再轻易将它打开了。所以说，这无尽的黑暗之地果然不简单啊！扑通扑通，直播间中一众水友带着紧张的心情，跟随着灵修大佬干脆利落的脚步，小心翼翼地在整个神秘空间里探索。一开始大家都还蛮怕的，但是灵修大佬的脚步四平八稳，感觉上眼前的黑暗似乎无法遮住他的眼睛。直到这种情况下，水友们紧张的心才稍稍平静许多。然而就在众人稍稍放松警惕的时候，突然间整个黑暗监牢里传来一阵极其低频恐怖的尖锐之声。那声音直冲冲的灌脑来，从这边的耳膜刺进去，从那边的耳膜刺出来。猛的一下，现实世界中不少水友被这诡异之声刺激，耳中鼻下直接流血。一瞬之间，百万水友一同受伤，这在惊悚试炼历史上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件。隔着一个世界，水友们受到如此伤害，黑暗空间中灵修大佬受到的打击又该如何？一片惊慌失措中，无数水友一边稳住自己身上的情况，一边焦急地向直播屏幕望去。目光一瞪，却见那无尽的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银灰色的明日光芒。那光芒自灵修的右拳轰出，猛的一下，一道好似日冕迅速壮大的光芒轰向了黑暗中两道诡异的身影。重击之下，黑暗空间里一道道闪电似的霹雳光芒闪烁，一下两下，终于啪嗒一声，足有上千平米的黑暗空间四周墙面散发出道道灰色光芒。在灰色光芒的驱散之下，终于原本深渊式的恐怖空间变得不再那么吓人。而此时再看灵修身影，灵修身上从始至终散发着一道淡淡的金光咒光芒，先前那足以刺穿耳膜的恐怖之声并未对灵修造成任何伤害。灵修再度坐实毫无破绽的男人这个称号。现实世界中无数的水友虽然受了轻伤，但面对眼前这一幕，众人内心仍旧无比震撼。所以刚刚到底是什么东西害大家受伤？形势稍缓的灰色空间中，带着强烈的疑惑，水友们见到了一大片无比光洁的地面，还有几百米外一张水晶式的大床。此时冰冷大床上，一位面带震撼之色，身材极其火爆，穿着名贵礼服的金发美女不可思议地瞪大双眸，一双美丽的眼睛牢牢盯紧灵修。而不远处的墙面上，两头皮肤散发荧光、身体素质顶级的丧尸正浑身浴血，趴在墙根之下，痛苦地喘息着。所以刚刚发出惊笑的就是这两个家伙。直播有风险，围观需谨慎，看来下次大家都得注意了。啪嗒啪嗒，灰色空间内，面对着缓步走来的灵修，金发美女脸上眼神更加复杂。而这边灵修在来到美女面前后，轻轻开口道了句很高兴见到你，总统大人，瞬间惊呆众人。啊，这直播屏幕外边望着面前的一幕，一众水友瞪大双眼。总统大人，你说面前这国际模特般的顶级大美女竟是总统大人？灵修大佬，您开玩笑的吧？不得不说，这失联岛国的国民眼光确实毒辣，这美女总统我爱了。另一边灰色空间里，当灵修彬彬有礼地向自己问好时，美女总统脸上惊讶之色仍旧没有丝毫消退。她满脸震惊地看了看灵修，又不可思议地看了看不远处的丧尸，最终忍不住道：到底是谁？为什么可以一拳将两头 S 级丧尸击飞？作为失联岛国最高首领，灰色空间里的金发美女是生化世界中极其罕见的精神操控者。正是因为从小拥有异于常人的异能，金发美女才能够在强人林立的岛国中，从一名议员助理做起，最终成为至高无上的大统领。这一次，由于身边一位亲信的背叛，金发美女被国内的叛军制服，带到了神秘堡垒之中。美女总统是个精神系异能者，这件事试炼岛国内知道的人不多，但是美女总统是顶级武者，这点叛军高层还是知道的。为了避免美女总统逃脱，叛军们将美女关押在了眼前这个不见天日的诡异地方，并且在这空间里放入了两头 S 级丧尸。若非金发美女异能强大，在和两头 S 级丧尸周旋的时候，金发美女早就被杀了。黑暗空间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金发美女成功控制了两头 S 级丧尸。无声的黑暗中，美女总统手握两头绝无仅有的顶级丧尸，对于她来说，原本这就是绝佳的翻盘点。然而，美女总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挖角过来的两大悍将，就这么被人一招秒了。她实在不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这人是传说中的丧尸之王吗？这不可能吧，他看起来身上没有半点丧尸的特征。灰色空间内，眼看着灵修并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很快，美女总统目光一冷，接着说道：“你们这些叛军早点死心吧，我是不可能归顺你们的。啊，我早就说过，答应国际组织在我们的国土上进行生化实验，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好结果。”金发美女说话的时候，身上自然而然散发着一股总统威严，这是久居上位之人才能锻炼出来的特殊气质，同时也是目前这个阶段灵修需要着重锻炼提升和培养的。当然，眼下金发美女的姿态虽然不差，但是作为更加强大的掌控者，灵修倒也不至于被美女总统的气势所震慑。面对着一脸高傲、态度坚定的美女总统，灵修微微一笑，随后开口道：“我在远洋巨轮上受到亨利上将的委托，前来拯救你国。这是亨利上将的信物。”灵修一边说，一边将自己从沉船核心区得到的一件特殊信物丢给了美女总统。这特殊信物是灵修在各国交往机密中翻出的，同时灵修也是在翻阅各国机密的情况下，知道了亨利上将外出求援等事。有了这些基础，灵修才制定了接管失联岛国安防，从全国层面解决丧尸之乱的试炼策略。这是恐怖试炼开始的第一天晚上，灵修能够在这第一天晚上就大致掌握岛国高层，这样的进度也算是把握得非常不错了。而此时，冰冷的大床上，金发美女满脸诧异的接过灵修丢来的一枚勋章。这枚勋章是当初亨利上将外出求援的时候，美女总统特地私下召见上将，亲自授予他的。当时，美女总统心知亨利此去十分凶险，因此特地提醒亨利，将来如果亨利无法顺利回国，便让亨利让信得过的人带着这枚勋章前来。美女总统是个精神异能操控者，面对勋章，美女总统能够轻松地感受到这上边没有亨利上将的任何怨念，相反的，这勋章上竟还有一丝期盼和激昂。这样的气息让美女总统初步认定，眼前这位年轻人是可以信任。可是，单凭这么一位手无寸铁的年轻人，他真的可以拯救自己的国家吗？刚刚年轻人口中所说的拯救你国，听起来虽然不错，但仔细品味一下，怎么有点中二？所以，眼前这位年轻小哥，莫非也是个二次元爱好者？呵呵，好吧。美女总统承认，在如此漆黑的空间中被关押了这么久，自己有点疯魔了。对于灵修的出现，美女总统的内心无疑是震撼的。至于中二什么的，美女总统倒也不觉得有多么严重，甚至灵修莫名的高冷，反倒让美女总统轻松许多。灰色空间内看了看灵修帅气的脸庞，再看看不远处那始终爬不起来的2头 S 级丧尸，终于，美女总统还是强行稳定了心神，开口说道：“年轻人，谢谢你的到来。不过眼下我们国家内部分裂眼中，你想要拯救我们，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哦。大床前，面对着美女总统的感慨，灵修神色平淡道：“总统阁下，如果你说的分裂是指正规军和反叛军交锋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目前这2股势力我已经搞定了。”啊！此言一出，美女总统再度瞪大双眸，她实在是想象不出，究竟是怎样一个强大的人，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自己国家内最为顽固的2大势力全部搞定。小伙子，你这样牛，要么这总统位置你来做。灰色空间里，抬眼望着灵修，美女总统拖着一串铁链，缓缓地起身，在冰冷铁链的禁锢下，美女总统的身材、美腿流露出异样的美感。在稍稍靠近灵修后，美女总统这才开口说道：“年轻人，如果你确实想拯救我们的国家，那就放开我。如今我虽然失去了对2大势力的掌控，但是在全体国民中，我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如果你想在我国内集体对抗丧尸之事，我想我可以帮得上忙。”灰色空间内突然起身的美女总统贴灵修贴得很近，她那丰满的身子几乎贴到了灵修胸口。面对如此近在咫尺的美女，灵修微微一笑，向后退了一步。随后，散发着恐怖气息的鬼神墨剑出现手中，唰的一下，干净利落，直接帮助美女总统解脱。啊！在被束缚的数天之后，美女总统终于再次获得了自由。面对灵修，美女总统口中发出一阵舒服的轻盈。在动了动手腕之后，美女总统身上强大精神力散发，硬生生将角落里的2头 S 级丧尸给拉了起来，冲着灵修开口便道：“谢谢你，我们走吧，帅哥。”这就要走了吗？灰色空间内，当美女总统主动大方地往房间外走的时候，灵修却突然睁开了自己额上的第3只眼，与美女总统隔着一段距离道：“你先走，我马上就出来。”一听这话，美女总统不明所以，停下脚步，疑惑地看了灵修几眼后，最终还是出于某种程度的信任，默默转身，一直走到白色大门口，利用自己强大的武力和2头 S 级丧尸将门推开后，站在门外，这才停了下来。而另外一边，在确定美女总统已经距离足够远之后，突然间，灵修身上爆发出了一道足以震撼整座地下堡垒的可怕气息，一股强烈的黑气将灵修整个人包裹起来。黄金裹尸布出现了，如雪的短发也出现了，一片强烈的峥嵘间，轰隆隆，整个地下堡垒开始地动山摇。这是望着面前一幕，美女总统双眸急剧收缩，一股前所未有的强烈危机感瞬间袭上心头。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地下堡垒中，就在美女总统万般错愕的时候，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破解诡异空间，您获得了半神之物湮灭碎片。暗物质，无尽宇宙中特殊的物质之一，擅长吞噬光源，创造湮灭，质量恐怖。叮！受到湮灭物质影响，您的身上出现恐怖的伤痕，您的生命值正在急速下降。原本灰色的空间中，随着灵修四周恐怖气息的不断震荡，一股极致的黑暗吞没了一切，那是连光都感到恐惧的黑暗之源。黑暗之源下，时间停止了，
而堡垒内美女总统、叛军统领等在黑暗吞噬下则瞬间失去意识。而在无尽的黑暗之中，灵修再度被黄金果实部包裹成了木乃伊。木乃伊前，一枚足以撼动山河、体积却极其微小的菱形碎片，正裹挟着可怕的灭世之威，向着整个宇宙不断爆冲。在这极致的黑暗里，灵修的金光咒更金一火，无法起到任何作用，唯有黄金果实部还在拼命抵抗。原本在面对一切邪祟不曾屈服，甚至可以说一点损伤都没有的黄金果实部，在这爆冲的暗物质能量中，也开始出现一道又一道的破损。由于黄金果实部的破损，灵修身上的一些地方甚至露出血肉，伤口处异常血腥狰狞，无边的黑夜，暗物质在蔓延。就在灵修情况堪忧的时候，地球上上百万名直播间的水友正在疑惑地摆弄自己的手机，望着黑如石墨的手机屏幕，大量的水友发出疑惑。所以我的手机坏了。水友们的疑惑没有人回答。地下堡垒中，面对着不断爆冲的暗物质，灵修身上旧日支配者的强大法相出来了，极度战力的惊世气焰爆发了，丧尸之王的极致生化紧随其后。然而这么多顶级气息在湮灭物质面前却统统支撑不过1秒。如果在灵修果实部彻底损毁之前，灵修和湮灭碎片的较量无法分出胜负的话，那么灵修最终只能沦为湮灭碎片的养料。这是一场极致的冒险。无尽的黑暗中，灵修三眸无法看见自己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唯一剩下的观察通道就只有内视。而在湮灭物质强烈的爆冲下，灵修的每一次内视消耗无疑都是巨大的。时隔数日，灵修又一次找到了当初在大小界庄园内一次又一次死亡的感觉。不，这一次在面对湮灭物质的时候，灵修身上所体会到的痛苦是上一次的100倍，甚至是1000倍。所以灵修是在自虐吗？当然不是。不久前，在灵修刚刚打开美女总统所在的黑暗空间时，他就发现了这个地方不寻常。若是没有任何妖孽，这里怎么可能会有极致的黑？于是，在走进黑暗空间的时候，灵修一直都在观察这个地方到底与别处有什么不同。最终，灵修在整个监牢底部发现了诡异的暗源，堡垒中一条诡异的管道通向美女总统所在的房间。正是因为这暗源，美女总统所在的监牢才会呈现出了恐怖的黑暗。当初叛军们在岛国地下发现了这么一个奇异之处，并为此修建了庞大的工事，建造了诡异的监牢。这个地方向来只关押叛军阵营认为的最为重要的罪犯。一般情况下，除了像美女总统这种精神系异能者可以在被关押的情况下利用精神力四处探索，自己和自己玩，还有灵修这样的异类之外，普通人类罪犯一进入到这种地方禁闭，不出1天直接投降。而当时灵修在研究地牢结构的时候，便开始思考堡垒地下那散发着诡异气息的暗源是如何被长期禁锢在地下的。当灵修发现湮灭物质四周存在着某种诡异阵符的时候，他找到了控制湮灭物质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放大100倍的诡异阵符直接炼化它。无尽岁月前，湮灭物质自茫茫宇宙中坠入眼前这个世界，在即将完全溃散前，湮灭碎片通过某种特殊的阵符，使得自己能够较为完美的和周围一切融为一体，停止继续溃散。这种阵符使得湮灭物质继续在这座星球上存在了上百亿年的光阴，直到最终阵符降低，湮灭物质面临最后的消散。在这种情况下，湮灭物质遇到了试图征服自己的灵修。没有谁愿意被征服，尤其是被比自己弱的普通人类征服。正因如此，在面对灵修的时候，湮灭物质才想要逃逸。逃逸向茫茫宇宙，对于已经成为微小碎片的湮灭物质来说，意味着最终的灭亡。可是那又怎样？老子宁愿灭亡，也不要被人征服。所以他暴冲，他疯狂，与我融为一体，难道不好吗？就在湮灭物质不断爆冲的时候，突然之间，无尽黑暗中，灵修身上爆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他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淡定从容的微笑，如神一般。神说要有光，于是这世上便有了光。无尽的黑暗中，当灵修突然掌握局势，身上爆发出一道耀眼光芒的时候，不少水友面露惊叹，内心中发出一阵由衷的感慨。果然，在绝境中，灵修大佬总能创造希望。这就是大家喜欢看灵修直播的原因。这家伙不仅仅是不怕鬼，而是真的天不怕地不怕，与生俱来一股豪爽之气直冲云霄。另外一边，可怕的黑暗中，灵修身上爆发出一道强烈的金光咒，而在这强烈的金光咒下，灵修身上的黄金果实部爆发出了一道精纯的水晶光泽，与金光咒耀眼的光芒相互辉映，熠熠生辉。这是9眼前，为了防止最终的破灭，湮灭物质利用诡异的高频阵符铸造起了属于自己的防火墙。而灵修在针对湮灭物质的时候，同样注意到了这股高频震动的存在。在灵修看来，自己若想彻底控制湮灭物质，那么掌握高频阵符便是这其中的关键。眼下，灵修之所以能够从湮灭物质可怕的黑暗中脱困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寻找到了这种高频阵符的规则。利用规则，灵修寻找到了突破口，自然而然也就释放出了光。只不过，在利用诡异的高频阵符释放出技能之前，灵修从未想过自己身上的技能竟会得到如此意想不到的提升。灵修是利用黄金果实部的吞噬技能，对于湮灭物质的高频阵符进行解码的。当黄金果实部与湮灭物质对抗的时候，海量的信息如同一串又一串零和一的数据一般翻涌进灵修脑海里。在经过大量的计算和模拟之后，灵修的身体包括黄金果实部在内均掌握了其中的某些规则。当灵修和黄金果实部将这些规则利用起来的时候，身上便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样光芒。此时的灵修并不知道，其实长久以来，湮灭物质的高频阵战都保留着最原始、最初级的造物规则。湮灭物质利用宇宙最初的造物规则，确保自己不会彻底湮灭。而灵修模仿湮灭物质的高频阵战，其实就是学到了宇宙最初的造物规则。
在这世间，谁才能够掌握造物规则？答案当然是神，造物者。灵修模仿和学习了造物者的最简单规则，因此哪怕灵修的学习时间有限，掌握的只是最粗浅的皮毛，他也能受益无穷。这就是灵修为什么突然爆发时，一身招数突然大幅增强的原因。灵修此时身上的黄金咒和水晶光泽，看起来就像是净神级高手的专属。当然，如今的灵修距离净神级修为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他的技能只是看起来像净神，但是就威力和效果而言，和真正的净神者还是有极大的差别。堡垒空间，在灵修高频阵战的技能下，原本正在迅速逃逸的湮灭物质被困在了黄金果实部所爆发出的水晶光泽之中。那水晶光泽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顶级的监牢。在黄金果实部散发的水晶光泽出现前，原先整个地下堡垒皆被黑暗吞噬，那是一种比黑夜更加极致、密不透光的黑。而当水晶光泽困住湮灭物质后，堡垒四周方圆100米，那可怕的黑暗逐渐收敛，如同被巨兽鲸吞一般，全部涌向水晶方向。不知不觉间，灵修身前的水晶光泽自行高频阵战，逐渐凝聚成一个菱形外壳，将一团极暗物质全部包裹其中。四周大量的黑暗仍旧不停向着菱形水晶方向倾泻。当黑暗被不断拉扯的时候，堡垒四周逐渐恢复到正常。那仿佛陷入时间荒漠而昏迷不醒的美女总统、叛军首领等，在周围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逐渐清醒过来。片刻后，当美女总统缓缓睁开双眼，她所看见的便是一道净神般的身影在和一股极致的黑暗拉扯。那场面像极了光明和黑暗的超级对决。四周各种元素气息暴躁流动，望着面前一幕，美女总统瞳孔急剧收缩，身上精神系异能伴随着灵修和湮灭物质的较量而不断爆冲。在这强烈的精神震荡下，美女总统陷入了时间洪流中。她见到了当初世界各国开始兴起生化项目的时候，也见到了在失联岛国某处秘密的实验室中第一头诡异丧尸的诞生。从第一头丧尸诞生到局部混乱，从局部混乱到科研盗窃、丧尸流转，从丧尸流转到城市及骚乱爆发，从城市骚乱到举国沦陷、失联。局势的发展就像一颗火种丢入装满炸药的仓库，从一个点到一个面，剧烈爆发，场面瞬间失控。奇异的时间洪流中，美女总统回顾过去的一切，早已如坠冰窖，浑身冰冷。但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女总统精神世界中高速流转的画面却没有停止。她看见了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在失联岛国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不远处，那位宣称自己已经控制了岛国国内2大局势的年轻人，在未来一段时间带领正规军发动大规模决战，最终在一场顶级大战中战胜神秘对手，凭借一己之力将失联岛国带回到了曾经安稳的局面。未来时空一次次诡异莫测的变化，一次次力挽狂澜，这就是眼前的年轻人吗？长相英俊的他看起来像个坐拥上千万少女粉丝的超级爱豆，但在美女总统所看见的预言中，他却是个救世主。这家伙给人的感觉无所不能。堡垒空间中，这边灵修和湮灭物质的交流仍在继续，而另外一边，美女总统的精神力仍旧深陷时间洪流中无法自拔。未来几天，当眼前的年轻人带领大家镇压了全国局势后，眼看着天下太平。然而就在一切宣告终结之际，在一处人山人海的广场上，砰的一枪，一道远程狙击突然间爆发声响，一枚无坚不摧的子弹贯穿了救世主的头颅。这堡垒空间中，当湮灭物质和最低等的造物规则相互碰撞拉扯的时候，美女总统精神异能大受影响。在强烈的磁场下，美女总统看得一清二楚。就在失联岛国动荡局势即将完全恢复的时候，一颗子弹贯穿了救世主的头颅。失联岛国由此为引，再次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动荡之中。这不是真的吧？诡异的时间预言使得刚刚苏醒过来的美女总统陷入了强烈的震撼之中。另外一边，在掌握了粗浅的高频震荡规则之后，灵修和黄金果实部齐心协力吞噬湮灭物质所带来的极致黑暗。终于，灵修面前的菱形水晶碎片越来越黑，黑的就像整座星球被人硬生生抠去一块。水晶鳞片体积很小，可看起来却质量无穷，仿佛随时可以压塌一座大山。终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灵修面前的水晶片将堡垒方圆数百米所有诡异莫测的黑暗全部吞入肚中。望着面前一幕，原本一直面无表情与湮灭物质不断较劲的灵修脸上又一次露出了平淡的笑容。这笑容看起来很温暖，很治愈。淡淡微笑间，灵修目光一动，那质量极重的鳞片瞬间随着灵修的目光漂移，然后进入了灵修的口中。直播间中，当望着灵修毫无顾忌地吞下黑色鳞片的时候，上百万水友瞬间瞪大双眼，口中发出一阵难以置信的惊呼。先前黑暗物质的恐怖，大家有目共睹，那是一股连黄金果实部都可以消融的可怕气息。想想那连光线都能吞噬的黑，众人都觉得可怕。先前在黄金果实部的帮助下，您都受了那么严重的伤，而现在你居然敢把它吞下，这万一刚刚那黑色物质突然在你肚子中爆发，你拿什么抵挡？就在万千水友无比震惊的时候，地下城堡内灵修耳边系统之声不断响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没湮灭碎片，你完美的融合了黑暗气息，获得 SSS 级天赋黑暗本源。黑暗本源，在当前时空中，你掌握了较高权限的黑暗守则，在无尽的黑暗中，您可以轻松的隐蔽身形，增加伤害，撕裂时空。你所掌握的黑暗守则在造物体系中评价 F 级最低等。叮！融合黑暗本源后，你的实力大幅上升，你的极度战力增强了，你的恐惧降临增强了，你的恐惧之源增强了。一大串增强列表自灵修面前的系统面板上飘过，而灵修右手一动，
刚刚被灵修吞没的黑色鳞片化作一团与四周格格不入的诡异火焰，默默燃烧。漆黑的火焰摇动间，整座堡垒四面八方再度陷入黑暗。此时，堡垒外的广阔空间黎明时分，天边刚刚迎来一束光芒，而在灵修掌中火焰的摇动下，那一束光明竟硬生生退了回去，整个大地重新陷入了黑暗之中。一念之间，改变感知范围内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光凭这一手，灵修便可以开辟出无数鬼域，正式进入大佬行列，将白昼强行改变成黑夜。这种感觉确实蛮不错的，只可惜太消耗能量。堡垒基地中，灵修刚刚将即将到来的黎明强行拉至黑夜，这边系统列表便已经开始提醒灵修身上能量大幅下降。灵修的7万能量基本上以1秒钟2万快速下降，大范围改变白天黑夜，灵修根本无法支撑太久。改变一座城市的白昼黑夜，凭借灵修现在的能量储备难以完成。但是如果只是改变一处街区一栋大楼呢？在无尽的黑夜中，灵修算得上是一名小小的主宰，因此在不强求大范围天地改造的情况下，灵修的9级黑暗本源还是非常实用的。叮！恭喜试炼者，您的黑暗本源打开了您身上原本的一道封印枷锁，您获得了稀有神级技能湮灭之力，目前湮灭之力解封程度 0.01%。湮灭之力，鬼神世界中最为恐怖的破坏法则之一，由于不明原因被长久封印在试炼者身体里。目前宿主属性试炼者灵修，特殊形态丧尸王，目前等级9，力量30，速度30，精神力30，近期恐惧值浮动0，治愈值 3.15万。神级天赋湮灭之力解封 0.01%， 附带神秘共振，神秘之力未解封，神秘之力未解封。极品天赋极度战力等级5，恐惧降临等级5，旧日支配者等级7，恐惧之源等级5，黑暗本源等级9。普通天赋高等毒素抗性，高级灵敏。特殊物品鬼神令，银色项链，黄金裹尸布，超治愈面具，医生执照，白蜡灯，光头石像等。技能青囊医术，五雷正法，禁锢，恐惧散播，金光咒，满级，时间荒漠，诡异流沙，千机剑法，诡异核磁共振，雷属性，前游伏击，极寒冰封。灵兽低阶黑豹，血蟒，低阶天狗，能量值3万，惊悚币46753，试炼积分 1.73万。广阔的城市郊区，灵修撤去强大的黑暗本源，黎明重新回归，一道道光线缓缓地洒落在大地之上。而另外一边，面对着自己身上突然解封的湮灭之力，灵修身上再度爆发出一道强烈的疼痛。那死亡和重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之力，在灵修身上不停地绞杀。疯狂绞杀间，鬼神世界中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翻涌而来，无数可怕的战斗画面再度在灵修脑海中爆发。在一场几乎灭世级的灾难面前，一位年轻的夫妇献出了自己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利用鬼神世界中的神器碎片，将3道可怕规则之力封印在了孩子体内。随后画面破碎，时间流转，一名长得十分可爱的孩子在一座孤儿福利院中嬉笑玩耍，面对着周围无处不在的各种鬼怪，渐渐长大成人。献祭孩子，封印可怕的存在，这剧情我熟啊。作为一名从小就不大合群的奇怪小孩，小时候灵修除了经常追着各种似有若无的鬼怪四处乱跑之外，其他更多的时间他往往便独自一人泡在电视机前。什么火影，什么九尾狐，什么封印，灵修通通烂熟于心。鬼神世界中神秘莫测的湮灭之力突然在自己身上解封，拉开一个小小的缺口，使得灵修看到了不少久远前的画面，所以自己就是破碎画面中的那个小孩。灵修从来没有想到和漩涡鸣人类似的遭遇，有朝一日竟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啊！这尼玛有点扯了。地下堡垒中，灵修本就是吞噬了湮灭碎片，而激发了黑暗本源。而当黑暗本源被激发的时候，灵修体内原本应该不会有任何缺口的湮灭之力被撕开了一个小小的裂缝。所以这湮灭之力到底是什么？水晶一般的地面上，灵修三眸一动，将右手握了起来。这一握，之前掌控黑夜的诡异之火消失。与此同时，灵修的手臂化成一道灰色的雕塑，外边的空气稍稍一流动，灵修灰色的手臂瞬间化为尘埃，随风飘逝。这就是湮灭的气息，无尽世界中任何一切都可以被摧毁。望着面前一幕，现实世界中无数水友又一次愣住了。卧槽，这是干嘛？不是吧？灵修大佬的手臂怎么了？他不会是受到诅咒了吧？所以那黑色的诡异之物果然是不能吞的吧？就在众人无比惊恐的同时，灵修的身体也全部化为了雕塑。风一吹，灵修整个人归于虚无。啊！这直播间中，眼看着灵修的身体随着那风轻轻的消散，屏幕前上百万的水友瞬间愣住了。不是吧？不是吧？火爆了1个多月的超级新人，短短几个试炼就位列13天王之一，青山医院1号门诊著名医师，号称毫无破绽的男人。灵修大佬就这么在吞噬了黑色碎片后，迎来了最后的结局。这尼玛未免也太突然了吧！灵修大佬啊！呜！面对着随风消散的灵修，直播间中一些心神大受震撼的水友开始在屏幕上口出哭泣的表情。但就在不少水友红了眼眶的时候，突然间水晶般的地面上升起了一道狂风，那不知消散于何处的黄金裹尸布随着这道狂风最先出现。而在黄金裹尸布的包裹下，一道无比帅气凛然的身影出现在了木乃伊中。啊！望着黄金裹尸布里灵修大佬惊鸿一瞥的淡然身影，不少水友胸前一阵起伏，那失而复得的感觉瞬间让不少水友对于灵修大佬更爱了。灵修大佬，你刚刚是怎么了？另外一边，
地下堡垒内，在身形尚未完全恢复的时候，林修便以大量尘埃的方式，一步跨过上百米的距离，整个人直接来到了美女总统面前。人刚来到，黄金裹尸布刚好将林修完全包裹好。短暂停顿好，一位完好无损的林修出现在了美女总统面前。望着面前一幕，美女总统和林修直播间里一些隐藏的神秘高手，脸上皆流露出了震撼的表情。林修在掌握了金光咒和黄金裹尸布的情况下，本已经被认为毫无破绽。如果林修这化为尘埃的技能同样也被常态化的话，那么惊悚世界中同级别的对手将林修制服。在这世界上存在着克制林修的方法吗？诡异监牢前，望着站稳身形的林修，美女总统强行收敛起自己狂躁波动的精神，望着林修开口说道：“先生，你没事吧？”这边林修已经完成了湮灭碎片的吸收，在适应了之前的各种痛楚后，林修感觉整个人还好，于是他神色平淡的点了点头。这可真是个高冷的家伙。眼看着林修好像没有主动开口和自己说点什么的意思，美女总统接着又道：“先生，谢谢你。”由于知道林修此番前来是为了解决丧尸风波，因此美女总统也不绕弯子，直接冲着林修道：“先生，您的实力，方才我和反叛军们都见识过了。在我看来，我们的国家在如此危急的关头，如果真能得到先生的帮助，那可是我们全体国民几辈子修来的福。所以，先生，无论如何，请带领我们战斗吧。”美女总统不愧是名拥有强大异能、经过历练的三军统帅。当他下定决心向着林修宣誓效忠的时候，态度诚恳，神色激昂，渲染力极强。听见这话，不只是不远处的叛军头领心头一动，大受震撼，忍不住忏悔起自己的过去。就连直播间里一众水友也大受感染，不少人在弹幕上疯狂刷出：“林修大佬，请带领我们战斗吧！”而与此同时，林修耳边的系统之声也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解救受困的岛国总统，并获得了美女总统的宣誓效忠。你超额完成了任务，你获得了 1.5 万试炼点，随机异能宝箱星号1，惊悚币800。您获得了超额奖励重拳暴击。重拳暴击普通天赋，当您以湮灭形态聚合拳头挥出重拳的时候，有 100% 的几率获得暴击，暴击伤害是普通伤害的3倍。拆解异能宝箱，您获得了稀有异能精神接入。拥有神秘共振的你，配合该技能可以极其隐蔽地接入无数人的脑电波。系统提示：该异能对于丧尸、鬼怪甚至是神灵同样有效。试炼者越强大，则您的精神接入越不容易被切断、察觉。先生，地下堡垒中，当美女总统主动向林修示好的时候，他注意到林修大佬的目光压根不在自己身上，这家伙好像在盯着自己面前一块并不存在的屏幕似的，看起来非常没有礼貌。所以这家伙到底是在干嘛？地下基地。当望见林修心不在焉时，美女总统稍稍咬了咬嘴唇，眉头微皱，好一会功夫才收敛起内心那一丝丝不快。一抬眼冲着林修又道：“先生，您沉默不语，是觉得我们的委托有困难吗？还是在刚刚和黑暗气息对决的时候，您也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画面？如果那画面让您感到恐惧，或许您可以选择退出。”砰！万人广场上，刚刚带领正规军取得战斗胜利的林修，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被人一枪爆头。这便是不久前美女总统所看见的预言。作为一名强大的精神系异能者，这是美女总统从小到大第一次看见如此漫长的预言。由于预言画面细节无比真实，因此对于预言结果，美女总统也深信不疑。因此，哪怕美女总统内心早已经将林修当成了救世主，但美女总统还是觉得总有一天林修一定会倒下。别看眼下这位先生可以轻而易举地化成无尽的尘埃，但是在这世界上，杀死异能者的手段实在太多了，一枚速度够快的子弹便可以瞬间让异能者们凉凉。而之前在美女总统所见到的画面中，眼前这个先生倒下，确实便再也没起来过。叮！恭喜试炼者成功使用异能精神接入，您成功入侵美女总统爱丽丝的脑电波。地下城堡里，当美女总统提到刚才的画面时，林修双眸微微一抬。为了节省能量，也为了避免一次次解释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一般情况下，林修并不会主动睁开自己的第三只眼，将注意力放到了身材傲人的美女总统身上。稍稍了解美女总统的精神状态后，林修不由得微微一笑道：“总统阁下，你刚刚是看见了我被狙击枪打中的画面吗？”一听这话，美女总统内心掀起一阵波澜，明亮的双眸牢牢地盯着林修，好一会功夫，这才开口说道：“是的，先生。所以我听您的语气，您当时也预见了对吗？那场无可避免的灾难。”美女总统说到这边，神色不禁有些黯然。毕竟不管怎么说，眼前这位先生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并且是自己预见的未来中全国百姓的救世主。如果说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在完成大业的最后关头突然陨落的话，未免也太可惜了吧？难道说这就是英雄的宿命了吗？另外一边，面对着美女总统黯然的神色，林修岛也没多说什么，微微一笑，往前走了几步，重新适应了融合湮灭之力的身体后，这才重新开口说道：“总统阁下，你听过量子力学吗？”啊！一听这话，美女总统突然又愣住了。好家伙，我在这边担心你的将来，你在这边跟我讲相信科学呢。地下堡垒中，美女总统虽然心有疑惑，但是在面对林修的时候，她还是保持住了足够的礼貌，冲着林修道：“这位先生，我当然听过量子力学，但是我并不清楚您所说的量子力学和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件事有什么关系。”是哦，美女总统说完，这边刚刚迈步往前走的林修稍稍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美女在总统一眼，随后道：“在量子力学中有一个经典的理论，那就是从一个时间点出发，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将有无数种可能。
以我们现在出发，到未来1周便有数百亿种可能，而你刚刚脑海中所闪过的预言画面，不过是我们所能预见的100亿种可能之一。面对着100亿分之一被爆头击杀的可能性，你觉得我会害怕吗？啊！走道上，当听见林修这么一说的时候，美女总统愣了许久。她怎么也没想到，面对自己所预见的未来，神秘先生居然会如此淡定。未来的画面，您不也是看见过的吗？哼，所以神秘先生，我这边和您讲预言，您在这里跟我扯量子力学呢。不管怎样，我还是相信我所预见的未来。神秘先生，关于未来的每一步，咱们一定要慎之又慎，争取改变结局啊！基地中望着逐渐往前走的林修，美女总统整了整白净的上衣，连忙跟了上去。而此时，林修的直播间中，面对着林修和美女总统加密般的对话，水友们一脸懵逼。很快便有人在弹幕上问：各位，刚刚林修大佬和美女总统在说什么？你们听懂了吗？什么语言？什么量子力学？所以咱们是在看恐怖直播，还是高等物理？大量的弹幕刷过。就在这时，一条弹幕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各位，刚才林修大佬和美女总统的对话意思是，美女总统预见在不远将来，林修大佬将有可能遇害，而林修大佬表示这是胡扯，他不信。这，好吧。哎，说实话，尽管咱早就知道林修大佬胆子极大，但是面对着精神系异能者的预言，林修大佬的表现未免也太淡定了吧？所以他是故作镇定，还是神经大条？各位大佬，我不理解。直播间里弹幕一条接着一条，小伙伴们，面对死亡预言，你们说林修大佬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表面淡定，内心实则慌的一批？毕竟哪怕是胆子再大的人，恐怕也会怕死吧？哈哈，林修的直播间中，当有人刷出奇怪的弹幕时，马上便有人吐槽道：楼上的，你瞎呀？你没看林修大佬的恐惧波动值吗？在美女总统忧心忡忡地说出预言时，林修大佬的恐惧波动值为0。就这，他有在怕的吗？而此时，众人并不知道的是，先前美女总统预见的那个未来，林修在和湮灭碎片斗争的时候，其实也预见过。而且，他所预见的未来画面比美女总统看见的更加真实。那子弹打在额上的疼痛感，林修至今难忘。地下堡垒内，在美女总统完成交谈后，林修不再多说什么，向前走了几步。原本走在前头的美女总统主动放慢了脚步，跟在林修身边。再往前走，路过叛军头领身边，叛军头领面带尴尬之色，和美女总统打了个招呼，随后便恭恭敬敬跟在了林修身边。三人就这么一路，在一群士兵的护卫下，回到了豪华庄园。来到此处，林修通知周小飞，让他领着核心营的几个大佬前来开会。当核心营大佬、叛军首领和具有全国号召力的美女总统三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失联岛国的最高军政权力又一次重新汇集到了一起。豪华庄园一处规格不小的会议室里，林修召集三方，态度非常明确，直接切入主题，一开口便直接告诉美女总统等人：各位，我们这次来就是受亨利将军委托，解决你们国家的丧尸之乱的。我们的时间有限，因此在接下来的6天里，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团结一心，上下拧成一股绳。只有你们三方全力以赴，我们才有可能将全境作乱的丧尸控制住。一听林修这话，叛军头领们不敢多说什么。而美女总统早就见识过林修的能力，对于全国动乱，美女总统也早就想要好好整治。因此，在面对林修的时候，美女总统只有一句话：林修先生，你想怎么做，我全力支持。好，面对岛国高层们的表态，林修不再多说什么，众人很快便进入了正式的戡乱议程。大约3个小时后，失联岛国全境大小10几座城市，信号丢失已久的电视、广播同时播放了美女总统的全国谈话。时隔多日，全国百姓又一次见到了美女总统的身影。美女总统在电视和广播中语气激昂地告诉全体国民，政府军对于丧尸们的清剿马上就要开始，请全体国民不要慌张。同时，美女总统告诉众人，丧尸作乱是一场全国性的可怕灾难，因此她希望全体国民们尽快地团结起来，配合政府军的动作，一起抵抗全境丧尸。她要求市民们在当地军警的带领下，迅速躲进一个个避难所，而在避难阶段，政府军们将调集大量的运输兵力，向各个避难所提供宝贵的食物资源。一旦绝大多数国民开始就近避难，政府方面将派出全国军队，一座座城市、一条条大街清剿，将所有的丧尸全部清剿、焚烧。美女总统告诉全体国民，这一次政府军的全面清剿将是失联岛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雷霆行动。美女总统让全体国民放心，不出1周时间，政府军定能取得全面的胜利。失联岛国全境10几个城市，当美女总统突然出现在电视上，向着早已六神无主、惊慌失措的国民发出信号的时候，失联岛国上几百万国民为之振奋。在无止境的飘摇间，众人找到了主心骨。这一日，美女总统的全国谈话振奋人心，让不少国民看到了生的希望。然而，对于有些人来说，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妹的，不是说好岛国全境已经彻底沦陷了吗？现在怎么还突然冒出一个总统？不过不得不说，这金发总统长得真的不错，那大长腿，还有那胸。太阳毒辣的中午，丧尸们带着腐臭的气味在街上四处乱逛着。而在距离岛国首都100里左右的一座城市里，一名长相还算可以、年纪轻轻的帅哥，正穿着一身名贵的沙滩服，躺在繁华街区面朝大海的沙滩上，手边是冰镇的冷饮，身后是大功率的空调机。众所周知，生化世界的丧尸们对冰箱、空调、各种大型家电发出的声音是非常敏感的。在如今这个丧尸横行的末世里，能够在露天情况下用得上如此大家电的，绝非常人。此时，在年轻人四周，大约方圆100米左右的范围内，一道强悍的高压围墙在丧尸们疯狂的拍打下，正不停爆发着可怕的光芒。这是由于有这道高压围墙在，街道上的丧尸们才没有办法向年轻人所在的方向涌来。
这种无敌的日子还真有点乏味啊。躺在高档冷饮店外的年轻，不是别人，正是先前第一个登陆失联岛国的试炼者弑神专家。此时的他，在几名试炼者还有一大波丧尸的帮助下，已经控制了失联岛国大半个国土。原本坐在沙滩椅上的他，正思考着自己下一步行动的目标。而当美女总统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弑神专家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干嘛了，带领丧尸向着首都方向开拔，征服美女总统，成为这个国家堂堂正正的王。呵，在过去的一天里，弑神专家利用手中的丧尸干扰器疯狂地滚雪球。如今掌握了大量试炼点的他，已经将自己身上所有的技能点到了最高级。由于之前弑神专家身上几乎没有半个稀有技能，因此此时掌握10几个高阶技能的他，还不敢说自己是整个惊悚世界最强。但是有了这全技能满级的根基，还有天文数字般的试炼点数，弑神专家在离开这个副本后，还愁不能快速崛起，站上顶峰吗？当然，试炼结束，寻找稀有技能，对于弑神专家来说，那是以后的事了。眼下试炼岛国内掌握全境，登顶巅峰，才是弑神专家眼下最要紧的事情。这一次的副本，弑神专家势必要将它打造成自己的封神之战。叮！恭喜试炼者，您所掌控的丧尸队伍为您清理了一座街区，您获得了9000点试炼点。唉，沙滩椅上，面对轻松到账的试炼点，弑神专家相当无奈地伸了伸懒腰。他觉得现在的自己是时候把惊悚直播重新开起来，好让论坛上的水友们羡慕羡慕了。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弑神专家耳边继续响起一道激昂的系统之声。恭喜试炼者，您的丧尸手下在清理战场的时候收获了一个稀有宝箱，您获得了 S 级特殊技能影分身，您获得特殊装备狙击是神枪，您获得了10枚是神子弹。哈哈，老子果然是天生的主角。刚刚咱还在思考稀有技能的事情，没有想到转眼系统就自己主动送上门了。所以当一个人气势如虹的时候，就连系统大神也会害怕的吧。海边街区，当激昂的系统之声响起的时候，弑神专家眼前一亮，赶紧抱着丧尸干扰器，开动自己的豪华摩托车，火速赶往宝箱现场。从丧尸手中抢过稀有宝箱后，打开一看，面对属性更加震惊。影分身 S 级特殊技能，消耗能量可分化出1至3具强化分身，分身具有不弱于试炼者本体的战斗能力。狙击是神枪 S 级特殊装备，狙击距离7公里，配合狙击子弹，无坚不摧，可以是神。一把连神都可以杀死的枪械吗？丧尸遍地的城市街区上，当一把散发奇异水晶光芒、姿态凛然、超级霸气的狙击枪出现在弑神专家手上的时候，他的目光中不由得流露出天上地下、舍我其谁的豪迈之色。哈哈，老子刚把基础枪械提升到最高等级，这边便直接爆出了一把神级狙击枪。这枪叫做是神枪，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吗？马路边，弑神专家手握狙击枪，感受着枪身上散发出的强悍气息，那是一种足以压制任何鬼怪邪祟的可怕存在。不少 A 级恶灵在这把枪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弑神专家光是稍稍将枪身提起，就可以隔着6-7公里对惊悚世界中绝大多数的顶级大佬造成威慑。光是这可怕的压制力，就问还有谁？我无敌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望着手中散发森冷气息的长枪，弑神专家嘴角的笑容再也隐藏不住。哈哈，丧尸遍地的寂静街道上传来了弑神专家狂躁无比的笑声。老子天生主角命，我有影分身和弑神枪在手，在这个副本中，总不能白白为他人做嫁衣，便宜了别的小子吧？我就不信在这世上还有比我手气更逆天的。另外一边，这一日一大清早，失联岛国首都，新的一天开始了。而令周小飞感到意外的是，林修在成功整合了岛国内部4分5裂的势力后，自己并没有像个传奇英雄一样振臂高呼，直接冲到最前线，带领士兵们与丧尸厮杀，而是独自一人来到了城市中强大丧尸最为密集的地方，脱掉自己一身极品装备，只穿着路边商场里随处可见的短裤 T 恤，在丧尸队伍中练基础的暗杀技能。这未免也太离谱了吧！林修大佬，您每天通过试炼岛国正规军队获取的试炼点，恐怕都能将4-5个技能直接练到满级了吧？就这，你居然亲自下场练暗杀技能？而且惊悚论坛上不是说了吗？您的黄金果实不有自动调整增强肌肉爆发力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您亲自练什么技能？所以你是时间太多，闲得发慌吗？就这样，时间过了2-3天，巨大的海滨城市里，为了获得更多的试炼点，周小飞绝大多数时间都领着一支精英队伍四处厮杀。由于周小飞与林修处于组队关系，作为林修的副手，周小飞同样赚得盆满钵满。如果说一开始在认识林修的时候，周小飞只是对林修有点小崇拜的话，那么如今的他对于林修崇拜早已到了五体投地、感激涕零。平白无故受林修如此大恩，周小飞永生难忘。他只有一句话：将来在惊悚都市中，如果林修有事，尽管开口。周小飞得到消息后，定当全力以赴，万死不辞。这天夜里，当周小飞带队厮杀，重新夺回岛国首都附近的一座城市后，他马上坐着直接飞机回到了首都圈内，寻找林修的下落。如今，为了让林修更好地练习基础技能，周小飞特地让人在首都圈西南方向划出了一块方圆30公里的禁区，同时要求岛国军队不准在这禁区内对任何丧尸进行清剿。这里的丧尸不管10万、20万，他们全是林修大佬的，谁都不许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渐渐发现，30公里禁区内的丧尸根本不够林修大佬练手。没办法，首都圈里的大军只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将首都圈内其他街区的丧尸全部暂缓清剿，通过武装驱逐，将一批又一批的恐怖丧尸送入30公里禁区内。这样的场面惊呆了岛国首都圈里幸存的国民，所有人都在猜想，那30公里的试炼区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间炼狱。
那些恐怖丧尸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时候，就已经是无数人的噩梦。而当他们一批又一批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地方恐怕只有丧尸之王本尊才活得下去吧。一时间，不少幸存者开始怀疑，那神秘的30公里禁区内是不是生活着某个伟大的存在？那家伙他不是神吧？这一日，30公里禁区内，灵修大佬是不是神？周小飞不清楚，但是灵修大佬利用废弃街区各种罐头食物做出的野炊小晚餐是真的好吃。红彤彤的炉火上，一口黑铁小灶里边，浓汤咕噜咕噜的冒泡，光是那氤氲的香气就足以令人忍不住不停地吞咽口水。在外厮杀了一整天的周小飞，在来到老大身边后，一连蹭了好几碗浓汤，这才开口说道：“老大，你这一天天跟这么一大波丧尸练习暗杀术有什么意思？我看你为了练习这暗杀术，连直播都给关了。你不知道，您这一关直播，你那边好多舍友都跑来骂我，叫我赶紧的别清理什么街道了，一个个叫我马上来你这边直播你的日常，那些小姐姐就爱看你。”对此，灵修微微一笑，道：“我这边暗杀术还有几天就可以完全练熟，之后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玩，推进一下丧尸清理的进度。作为守护者，我们目前的进度已经有些落后了。在这一次的副本中，系统为玩家们安排了自由战斗和守护者2大模式，而通过系统面板的数据来看，除去被丧尸们占据的绝大部分地区外，过去一段时间里，自由战斗的试炼者们一共控制了试炼岛国 30% 的国土，而庇护者方面的势力范围却只有 25% 左右。从这一数值上看，守护者确实落后了。高楼里望着灵修神秘莫测的笑脸，这边正在喝汤的周小飞忙又道：“老大，我不理解，既然你已经知道我们落后了，那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慌呢？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自由战斗者们夺取地盘的速度竟会如此迅速吗？”废弃的高楼里感受着破损窗户外吹来的冷风，不等灵修接话，周小飞又道：“或者老大，你能不能说说，你这一天天练习暗杀术是想干嘛吗？我看着街区上那一个个被其整个下脑袋，都忍不住有些害怕。你不会是什么杀人狂魔吧？我看你除掉的那些丧尸几乎全部都是一击爆头，你那边黑漆漆的墨镜真太恐怖了。”听见这话，灵修缓缓地抬起眼眸，随后语气平淡道：“你真很想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一听这话，周小飞忙不迭点头。直到这时，灵修才又稍稍一笑，道：“我打算暗杀一个比我强的人。”啊，这废弃的高楼里，灵修的话言简意赅，这边周小飞却有些惊了。老大，你实力超然，惊悚都市中能比你强的，那得是什么样的存在？你想干什么？周小飞说到这边，脸色变得有些苍白，用力捧着自己手中的热汤，忍不住又道：“老大，还好我知道你这几天不喜欢做直播，所以来找你的时候不敢真把直播打开，不然你刚刚说的这事，恐怕要在惊悚都市里引起不小的波澜，而你本来的计划也有可能因为我的直播而被打断。”周小飞颇有些尴尬地望着灵修，这边灵修却只是神色平淡地冲周小飞摇了摇头道：“你不用紧张，我知道你没开直播，所以我才实话实说。”接着灵修又道：“好了，我练习暗杀术的事点到为止，这件事你知道的太多，对你没什么好处。接下来咱们还是说说目前岛上的局势，我看你今天匆匆而来，应该有挺多话想对我说。”老大，你真是料事如神。废弃高楼内望着无比帅气的灵修，周小飞又用力喝了一大口汤后，这才开口说道：“你可能不知道吧，就在你隐匿不出的这几天里，在咱们的试炼者中冒出了一个实力强悍的家伙。这家伙一开始其实也不强，您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最早登陆沙滩的那个家伙？那家伙在获得丧尸干扰器之后，利用手中掌握丧尸的优势，快速滚雪球。如今的他已经招揽了3名试炼者为他打工，这些试炼者每人掌握着一个大型城市的军队和丧尸，正以极快的速度向着4面8方推进。这群人目标明确，如同豺狼一般，血洗了不少街区。因为对方选择自由模式，在往前推进的时候，根本不要有任何顾忌。在办事的时候，对方手段残忍，完全不存在庇护幸存者一说，所以他们占领街区的速度比我们快了很多。周小飞是个不错的情报搜集专家，当他将这些情报传递给灵修的时候，他相信灵修大佬一定会因此而感到相当震惊。然而，篝火旁的灵修在听见了周小飞的这些话之后，却只是神色平淡地道了声：“这个我知道。”简单一句，惊呆周小飞。所以灵修老大，您这是足不出户便知全天下事了。好，试炼岛国这么大，全国上下有无数的渠道可以获得广播讯息，您了解街区战场的事并没有什么，但是有另一件事您一定不知道吧？夜晚的冷风下，在惊呆了片刻之后，眯着眼睛，接着又道：“老大，你知道吗？这几天在一些惊悚论坛的暗网中，有人在传咱们这个副本即将上演巅峰对决。之前我提到的那个家伙，扬言要在咱们这个副本中灭掉你。那家伙叫做弑神专家。”周小飞所说的暗网是只有惊悚论坛资深者才能找到的神秘地方，一般只参加过3、4个试炼场的新人是绝不可能发现的。他饶有兴致地向灵修汇报情况，没有想到灵修却仍只是微微一笑，双眼一抬道：“我知道。”简单的3个字，硬生生把周小飞后边的话给憋了回去。望着灵修，周小飞不由得瞪大双眼，忍不住惊呼道：“老大，我所说的消息来自暗网，消息源头非常隐蔽，你不过是个试炼新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对此，灵修的回答是：“暗网吗？我进去过。在惊悚世界中，有不小一部分资深试炼者知道惊悚论坛中存在着一个叫做暗网的地方。论资历，灵修当然还算不上资深，但是在这惊悚论坛中有超过 25% 的试炼者都知道的事情，怎么可能瞒过灵修？今天周小飞所说的消息，灵修早在练习暗杀术的第2天就知道了。篝火旁，灵修在说完暗网之后，
并没有往下继续发表自己对于弑神专家言论的看法。而这边周小飞则是眼巴巴地望着灵修，不由得暗自惊叹道：“所以灵修老大一定要这么高冷，话这么少喽？老大，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吗？据我所知，你之前在融合湮灭碎片的时候，好像和美女总统一起看到了不好的预言吧？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那个叫做弑神专家的家伙，真有可能对你构成致命的威胁。我听说他手上有一把刚刚爆出来的武器，不简单。”高楼大厦里，面对着满脸谨慎的周小飞，灵修难得话多了一点。暗网上流传的那把武器确实不错，有机会我们可以抢过来。另外，最后几天我们的决战也差不多该开始了。最后几天我们的决战即将开始了。冷风呼啸的废弃高楼里，隔着篝火望着灵修的脸庞，周小飞忍不住一脸惊奇地问道：“老大，你说的决战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问题，灵修终于不再沉默寡言。大概2天后，弑神专家和他手下大约10万丧尸军团将到达距离首都最近的一片海湾，到时候我们将在那个地方歼灭这支丧尸军团。只要消灭绝大多数的丧尸，我们就能获得高额的守护评价。灵修说到这边，三眸微微一抬，望向周小飞，接着又道：“怎么？我看你的表情好像很疑惑的样子啊！拜托，此事无缘无故的，大哥你突然提出什么10万丧尸大决战？周小飞，我当然疑惑呀。大哥，不是我怀疑你的判断，而是我很清楚，咱们所说的弑神专家根本不是办大事的人。据我所知，现在的他掌握的丧尸军团也就2万左右，在未来的2天，这家伙就算再怎么滚雪球，也不可能集结10万丧尸吧？再退1万步说，即便这家伙真能集结10万头丧尸，老大你怎么又能判断他打算从哪个方向进攻呢？”夜里冷风，不得不说，周小飞的质疑很有道理。高楼上，面对周小飞的疑惑，灵修却只是微微一笑道：“弑神专家集结不了10万丧尸大军，我们可以帮他集结。这家伙不从海湾上发起最后的总攻，我们就创造局势，逼他们只能从这个方向进攻。”此时，灵修说话的时候语气轻描淡写，但是在他这轻描淡写间讨论的却是近10万丧尸的调动和一场足以撼动国际的超级大会战。这指挥人类正规军和10万丧尸进行大决战，这种事在全球惊悚史上恐怕从未出现过吧？天下风云，瞬息万变，谁能想到一场惊天变局的谋划，竟会是在这么一个个平平无奇的时候，被一个不冷不热的家伙从他口中不温不火地说出来。灵修大哥，您这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周小飞早晚会被你的各种调度活活吓死。老大，不管怎么说，你的能力我还是比较相信的。只是那弑神专家又不是棋子，他真的会照你所说的那样推进作战吗？而且，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说的这些进程好像都和你之前所遭遇的预言一样吧？您真的要亲手将自己推向预言中的局面吗？您别忘了，弑神专家手里的那把武器就是专门用来克制你的，不管是你的毫无破绽，还是湮灭体质，那家伙的弑神子弹都可以对你造成杀伤。一旦对方的子弹真的命中要害，那老大您可就危险了。高楼上，面对着周小飞的担心，灵修默默地点了点头，随后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真的完成了10万级别丧尸歼灭战，我们的收获是多少？”漆黑的夜里，灵修一边说话，一边来到了窗户破损的高楼边，低头望着上百米楼下那蝼蚁一般四处觅食，口中不停发出低沉之声的丧尸。随后又道：“在过去半年中，从来没有哪位试炼者在单一副本中获得超过10万点试炼值，而我们将创造历史。”灵修说到这边，整个人身子轻轻往高楼下一跃，不等周小飞反应过来，灵修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了无尽的夜空中。冷风烈烈的废弃高楼上，只留下周小飞独自一人，目瞪口呆。短短1-2天内完成10万丧尸的集结，并且将他们全部消灭，这是咱们真能办到吗？一个副本收割10万积分，这点从前确实没人能够办到，但是像这种创造历史的事情，那可都是大明星才能办到的吧？灵修大哥，我这次算是跟着你沾光了。这一天晚上，就在灵修突然失踪，不知道干嘛去的时候，试炼岛国一处丧尸暴动的监狱中，越来越有大佬气质的弑神专家正举着一把经过特殊改造的狙击枪，趴在监狱的某个角落里，利用自己的高级射击技能，一枪一个疯狂爆着丧尸们的头。此时，弑神专家手中的枪虽然不是之前系统奖励的那把神兵利器，但在这副本中，他手里的这把特制狙击枪伤害也是不俗了。砰！当威力巨大的子弹猛地一下贯穿丧尸额头的时候，丧尸们一个个痛苦的向后一仰，脑袋开火，整个人迅速倒在血泊之中，成为了其他丧尸口中的食物。作为一名曾经的小透明，原本是神专家的直播间人气并不高，在混迹了大半年之后，他直播间里的最高人气也就是700左右。但是这一次凭借着罕见的丧尸军团和高超的狙击手段，弑神专家终于还是获得了一定的人气。而当一些神友发现这家伙居然和灵修大神在同一个副本的时候，一大波因为灵修关播而无家可归的小伙伴们瞬间涌了过来。通过和灵修同一个副本带来一波人气，对于一般的试炼者来说，本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谁曾想，弑神专家自视甚高，在他看来，凭借着自己逆天的主角运气，想要成为惊悚世界本年度10大主播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因此，那些疯狂涌进直播间的灵修水友，瞬间便被打上了不受待见的标签。而在经过1-2天的酝酿之后，弑神专家的态度也越来越嚣张。终于，这家伙在暗网上放出消息，本次副本击杀灵修，屠神，创纪录。暗网帖子一出，弑神专家迅速走红，他的直播间也一下子变成了30万人气直播间。当弑神专家在直播间中打出积极练枪，准备狙击灵修的标题时，直播间里灵修粉丝和弑神专家自身水友骂成一片，节奏一波接着一波，整个直播间吵得异常火热。
既然连美女总统都遇见了灵修的死亡，你们这些家伙还有什么好说的？讲真，你们口中说的那个灵修也不是神，他能倒在我的是神枪的手下，已经是非常荣幸了。那家伙注定要成为我是神枪下第一个喋血的猎物。丧尸监狱里，面对着灵修粉丝疯狂的谩骂，弑神专家脸上始终带着不屑的表情。直播间里的水友越是骂他不要脸，弑神专家便越是兴奋。哼，你们这些在试炼中没取得半点成就的废物，就尽管骂吧。你们越骂，到时候老子下手就越狠。你们喜欢的灵修哥哥保不住的，哈哈哈！无尽深夜里，就在弑神专家屠杀着监狱里丧尸时，突然一名试炼者手下来报，告诉弑神专家，就在10几分钟前，靠近岛国首都的一座大型城镇传来消息。刚刚，一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坠落到了距离国都6公里左右的一座开阔沙滩上。在陨石坠落之后，那个地方迅速集结了一大波丧尸，有人甚至在那边见到了传闻中比 S 级丧尸还要恐怖的丧尸之王。当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原本正百般无奈、昏昏欲睡的弑神专家一下子来了精神，冲着身边众人说道：“所有的人，统统都有，全部立刻集结，带上丧尸军团，向国都方向出发。”话音刚落，这边激昂的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获得生化试炼突发任务，探秘天外陨石。本次探秘试炼点500点，探秘过程中有可能获得随机奖励技能，当然你也可能遭遇致命的危险。大雾弥漫的夜色下，就在弑神专家带着自己的手下和一大波丧尸一起疯狂地向陨石坠落之地涌去的时候，周小飞有些惊呆了。他的耳边仍旧不时回响着灵修大佬离开前说过的话：弑神专家集结不了10万丧尸大军，我们可以帮他集结。这家伙不从海湾上发起最后的总攻，我们就创造局势，逼他们只能从这个方向进攻。老大的话言犹在耳，他才刚刚从楼上跳下去没多久，系统这边就发布了天外陨石的探秘任务。死！所以这天上的陨石怕不是灵修大佬搞下来的吧？只是没道理啊，灵修大佬若真掌控了什么黑科技，他确实有可能从天上将陨石搞下来。但是这家伙就算再有能耐，他也不可能调动系统大神，向着所有试炼者集体发布消息吧？这灵修大哥怕不是系统大神指定的版本之子？我的妈耶！恐惧之所死之人，恐怖如斯！冰冷夜色中，面对着系统方面突然发布的任务，周小飞满脸震惊。而另外一边，在从高楼处跃下之后，灵修随手杀了几波丧尸。在天外陨石尚未落下的时候，灵修便以神色平常的向着海滩方向走去。他所动身前方的地方，正是天外陨石坠落的方向。所以，这天生的陨石真是灵修给搞下来的？这家伙真是版本之子？答案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灵修之所以提前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一颗陨石从天而降，是因为在之前融合湮灭碎片的时候，灵修所见到的内容比美女总统看见的更加细致。在美女总统的预言中，他只看到了在未来的某天里，城市海滨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陨石深坑，而灵修则是完整的看见了整颗陨石坠落的过程，甚至在陨石坠落后发生的许多事情，灵修也都看见了。正是因为提前看到了这么多事情，知道神秘陨石的一些特性，灵修才有把握将整个试炼岛国上绝大多数的丧尸全部调动来。至于什么版本之子，一挥手就直接把天上的陨石拽下来，那都是谣言，不存在的。这天晚上，灵修在来到陨石坠落区的外围之后，为了报答平日里直播间水友的厚爱，灵修特地开启了罕见的沉浸式直播。通过直播视角的切换，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像身临其境一般，体验灵修探索陨石之地的过程。而这边，当灵修时隔多日再度开启直播的时候，短短1分钟，直播间里边涌进了3、4万水友，并且在线观看人数正在火速上升。哇，等了这么多天，灵修哥哥，您终于重新直播了。灵修大佬，你这几天去哪了？妹的，那个叫做弑神专家的家伙，天天在直播间叫嚣要暗害你，气死我了。灵修大哥，您今晚的直播打算做什么？你现在身处什么地方？您四周的白雾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诡异，这么恐怖？成为试炼者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被这种无声无息的雾气到。灵修大佬，您怕不是闯进什么顶级鬼域了吧？我怎么觉得这地方比青山医院还恐怖啊？那无声的雾里，感觉不但有暴躁的戾气，还有无数悄无声息的恶鬼。我感觉那雾正在向我的房间里蔓延。妈妈，我为什么要在深夜里看恐怖直播？这一夜，就在灵修直播间中人气暴涨的时候，这边灵修着独自一人默不作声地向陨石坠落之地走去。由于灵修并未打开第3只眼，因此在沉浸式直播中，水友们只能看见非常有限、鬼雾弥漫的视角。一股强烈的不安透过那雾一点一点壁面而来，令人不由得感到一阵又一阵紧张。也是在这个时候，系统之声不断响起。叮，检测到试炼者正在进入气氛极度诡异的特殊领域之中。您的精神力受到了周围环境剧烈的震荡，您的身体压力达到了99加，您的恐惧值波动达到了0.01，您感觉非常淡定。讲真，一个人在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压力的时候，他应该很害怕的吧？可惜，在系统的判断中，灵修内心变化完全相反。这家伙面对着顶级的鬼域，始终保持着一颗淡然的心，在向神秘之地走去的时候，心情就像出门买夜宵一样。大佬，咱真还要往里边走吗？我就知道，惊悚世界从来没什么不恐怖的副本，这生化世界最终还是凭借一块石头把我吓住了。这天夜里，灵修独自一人走在阴森诡异的白雾之中，他个人是没什么感觉，可直播间内一众水友的心却忍不住砰砰直跳着，感觉危险随时就在身边。而就在灵修缓步行走的时候，突然迎面一位身穿白衣、长发披散之人缓步走来。这人身材纤瘦，异常高挑，晃晃悠悠而来的时候，
浑身上下透着莫名的诡异。他瘦瘦高高，左右摇摆，冲着灵修而来的时候，那竹竿一样的双腿仿佛随时都要跪下。而这种随时可能跪下的趋势并非弱小，而是给人一种高压电线随时就要倒塌的感觉。没有人愿意在长发鬼倒下的时候被这家伙碰到。就这样，摇摇晃晃的长发鬼迎面而来，整个人占据了白雾之中唯一一条能够分辨的乡间小路。顶级恶灵的压迫感在这个时候得到了集中的展示。就这么一头恶灵，若是放在惊悚世界其他副本，异鬼能挡几百资深试炼者。此时灵修直播间中，无数水友感觉自己的肾上腺素正在狂飙，扑通扑通。眼下谁有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冲着诡异恶灵大声地喊上一句：你不要过来啊，我给你让路还不行吗？狭路相逢勇者胜。就在灵修直播间无数水友一脸紧张的时候，灵修和3米多高的瘦高恶鬼碰面了。狭窄的香路上，灵修缓缓抬头，带着一众水友看清了瘦高恶鬼的真实面目。这恶鬼男子气息，一头长发，在被灵修拦路之后，诡异的长发下一道可怕的气息爆发出来。强烈气息冲击下，众人看清了长发恶鬼的脸，这是一张没有五官、面如薄纸、口鼻凹陷的奇异怪脸。当他愤怒地望向灵修，张开大嘴的时候，整张薄纸一样的面皮下透露出道道油灯光芒。这家伙的脑子里似乎燃着一盏灯，油灯一样的脑袋在诡异的长发下散发着危险的光芒，配合着四周冷冰冰的雾气，叫人害怕。狭窄的乡间道路上，也是在瘦高恶鬼脸上爆发出诡异气息的同时，他那深深凹陷的口中发出一阵低沉如鼓的声音，冲着灵修直接咆哮道：让开！那直击心魄的恶灵之声，如同近在咫尺的惊雷，重重地撞击在每个人心头。直播间水友们本就害怕，面对无脸恶灵如此强势的威胁时，不少人内心啊的一声，脸色惨白，瞬间按住了自己的直播屏幕，不敢再多看一眼，生怕自己的目光继续停留，那家伙就要顺着屏幕爬出来了。另外一边，诡异的白雾下，望着迎面来的无脸恶鬼，灵修的三眸微微一睁，随后开口道，一股识人不明的怨气：老哥，你生前被人害得挺惨啊。灵修说话的同时，一把其貌不扬、黑不溜秋的墨剑已经出现在了手中。接着灵修又道：这从天而降的石头，还真是助长了你们这些孤魂野鬼的怨气。灵修一边说，一边将自己手中的墨剑在掌心中稍稍一晃，简单的晃动展现出的是鬼神墨剑的不俗和千机剑法的惊骇。面对灵修手中的墨剑，瘦高恶鬼尽管没有五官，但水友们明显可以感觉得到，此时的无脸恶鬼早已目瞪口呆，他被灵修手里的剑给吓住了，整个人非常害怕。而就在这个时候，灵修再度开口：所以现在是谁让开？简单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无脸恶鬼口中便忍不住发出了惊恐之声：我让开，我让开！一边说，一边忙不迭向灵修鞠躬，诡异的身高身体忍不住瑟瑟发抖。无比的惊恐间，下一秒，无脸恶鬼化作一团烟雾，乖乖地消失在灵修视野之中。乡间小路上，望着烟消云散的瘦高恶灵，灵修默默将手中的剑一收，独自一人继续慢条斯理地往前走。望着面前一幕，直播间的一众水友目瞪口呆。不是吧，不是吧，这才几天不见，灵修大佬已经恐怖到这种程度了。一直以来，虽然灵修大佬不害怕鬼，但也从没听说鬼害怕他。大佬终究是大佬，能够让如此恐怖的恶鬼一念之间瑟瑟发抖，灵修真不愧是青山医院1号门诊主治医师。灵修大哥，永远敌神，爱了爱了。是夜，就在灵修默默往陨石坠落之地走时，手握是神枪的年轻小哥在2架直升飞机的护卫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来到诡异的误区外围，站在高处往陨石核心区一望，弑神专家瞬间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这是一片绵延了数公里的神秘鬼域，鬼域内各种森冷气息如同无尽的风暴一般不断翻涌。误区里那天为之变色，那地为之颤抖。误区里的每一个空间都透露着一个十分明显的讯息，那就是别过来，这里很危险。弑神专家在迅速崛起之后，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丧尸军团，都能做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今天在面对眼前的神秘误区的时候，他怂了。终于在狂躁了3-4天后，弑神专家发现了自己的一丝弱点，那就是不管自己的各种技能提升到什么等级，在面对着神秘未知的鬼域恶灵，自己仍旧会害怕。惊恐直播动93-99，面对未知鬼域，是个人都会害怕的吧？哈哈，这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老子最近气运如虹，难道还不能将这片鬼域镇压吗？呵呵，老子不害怕，老子的恐惧值波动只是暂时的。无尽鬼域外，为了掩盖自己的慌张，弑神专家特地关闭了直播间里的数据查看功能，再将自己身上一件特殊防御装备调整到控温状态，温度40摄氏度后，弑神专家浑身一震，这才面无表情，十分镇定地走进了白雾之中。呵，不就是区区的一团白雾吗？为了成为真正的惊悚世界之王，老子没在怕的。是夜，大概就在灵修进入神秘鬼域半个小时后，弑神专家在特殊装备的温控下，神色自若地走入了无边无际的大雾中，就像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面对雾气感到害怕一样。弑神专家直播间了近10万的水友，其实也挺恐慌的。但是近10万水友感到恐慌的同时，他们似乎找到了不一样的乐趣。关注弑神专家这么久，众人第一次感觉到了他的害怕。此时，别看缓步走在白雾中的弑神专家神色淡定，口中偶尔还会吐出几句不屑的粗话，但实际上这家伙脚步慌乱，呼吸凝重，在跟直播间水友的互动也完全不在状态。简单一句话，他慌了。直播间里弑神专家的慌乱，让水友们找到了调侃的空间，恐怖的鬼域感觉上也就没那么吓人了。而此时弥天大雾中，弑神专家呼吸局促，故作镇定地往前走着，突然间一头身材高大
劈头散发的恶灵缓步而来。这恶灵面如白骨，没有五官，往前走时一副随时要跪下的姿势。感受着恶灵身上散发的恐怖气息，弑神专家的手不由得一颤，恐惧值飙升101，瞬间爆表。惊恐中，弑神专家忍不住怒斥道：“妹的，你这无脸恶鬼是什么东西？走路姿势这么恐怖！”辱骂声中，那恶灵一阵飘忽，整个人已经来到了弑神专家面前。望着眼前这个嚣张的年轻人，无脸恶鬼停下脚步，再三辨认，确认这个家伙不是刚刚那个耍贱的大哥后，猛地举起右手，冲着弑神专家还算英俊的脸重重扇了过去。与此同时，一道可怕的鬼哭之声贯穿10万水友耳膜，将水友们的心瞬间揪在一起。轰的一下，弑神专家猝不及防，整个人在无脸恶鬼的蛮力下高高飞起，在恶狠狠地撞上一块巨石之中，弑神专家的身影才停了下来。惊变之间，弑神专家直播间剧烈晃动，水友们弹幕暴增。我的妈啊！刚刚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在那无脸恶鬼巴掌扇过来的时候，他的身上好像出现了好几张痛苦挣扎的人脸。那些家伙是被无脸恶鬼亲手杀死怨灵吗？我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恶鬼，这白雾鬼域真值得探索吗？弑神大哥，要么我们算了吧。乡间小路，巨石旁，在从地上勉强爬起来之后，弑神专家感觉自己后背脊柱一阵又一阵生疼，整个人浑身骨架像是被人拆了一样。他痛苦地佝偻着身子，口中发出一阵又一阵惨烈的嚎叫。如此挣扎了好长一段时间，弑神专家目光一冷，刹那间3头 S 级丧尸自弑神专家背后涌出，口中发出低沉嘶哑之声，瞬间杀下恶灵。这是弑神专家身边最大底牌，一直以来就连直播间的水友对此都不知情。望着面前一幕，水友们内心无比震撼。弑神专家能够统御数万丧尸大军，其底蕴果然不简单。妈的，没想到这白雾鬼域如此恐怖，这才第一个恶鬼就逼老子用出王牌。今天顶级丧尸一出，一个恶鬼都别想走。大雾之中，望着态度嚣张的无脸恶鬼，弑神专家一边擦着嘴角的血，一边怒气冲天道。另外一边，面对3头顶级丧尸，无脸恶鬼脸上猛的一下，脸上也确实露出了震撼之色。刚一抬手，一头 S 级丧尸便如同无影的豹子一般杀了过来。那散发着银色光芒的利爪往无脸恶鬼身上一抓，丧尸身上强大而诡异的尸气瞬间对无脸恶鬼造成伤害。惨烈的伤口下，无脸恶鬼那圆鼓鼓的面皮之中爆发出一阵痛苦之声。不等无脸恶鬼反应过来，剩下2头丧尸已经加入了混战。3头丧尸如同恶犬一般疯狂撕咬无脸恶鬼，一时间无脸恶鬼应接不暇。也是在这个时候，大雾之中，弑神专家架好了弑神枪，砰的一声，一枚子弹贯穿无脸恶鬼的头颅。无脸恶鬼面皮之下发出一阵难以置信的痛苦咆哮，下一刻，无脸恶鬼浑身化作一团灰烬，消散在了白雾之中。哼，没用的东西，不堪一击。是夜，弑神专家枪里装的是普通的狙击子弹，但是在弑神枪的恐怖增幅下，仍旧可以瞬间将绝大多数恶灵杀死。叮！白雾中，就在无脸恶鬼化为灰烬的时候，弑神专家耳边响起了悠扬的系统之声。恭喜试炼者成功杀死 A 级恶鬼，您获得了1500点试炼积分。你获得了特殊物品驱鬼香，点燃驱鬼香可以让您在1个小时内免受恶鬼的侵袭。哈哈！说实话，今天晚上白雾诡异的阴森有点让弑神专家忘记了自己的主角体质。如今当系统方面突然爆出驱鬼香的时候，弑神专家突然一下子又找到了那种高高在上、一顺百顺、气运如虹的感觉。果然自己的崛起之路无人能挡。无尽的白雾中，后背早已湿透的弑神专家在清理战场后快速地点燃了驱鬼香，一时间他的身影逐渐变得透明。在鬼域中一众鬼怪看来，这家伙仿佛不存在一样。黑夜中，城市郊区一片鬼哭狼嚎。在逐渐隐身之后，弑神专家看到了无数强悍诡异的恶灵。那浑身湿透、走路时自带暴雨的 A 级水鬼，面色惨白，感知能力极其灵敏，不停往弑神专家身上试探的好色老头，一直在呜呜哭泣、骨头错位、头发披散的美女。一众鬼怪受到天外陨石的吸引，跟随着弑神专家的脚步，不停地往陨石坠落之地走去。等到弑神专家迷迷糊糊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来到了陨石之地核心。一颗足有数吨重的恐怖巨石出现在了弑神专家面前。此时，恐怖巨石面前，一位神秘之人正在抱着双臂，姿态凛然地漂浮在空中，默默观想。而弑神专家一抬眼，自己的身边早已是人山人海。陨石坑前，望着不远处那王者一般背对着自己的神秘白发之人，弑神专家脸上流露出了疑惑之色。而就在弑神专家面对疑惑之色的时候，陨石坑里那如同岩浆巨石一般不时散发恐怖煞气的黑色巨石突然砰的一下，好似巨人的心跳一般爆发出了一股强烈气息。强烈气息之下，一道极致的精神压迫力传来，刹那间，弑神专家感觉自己脑袋之中群魔乱舞，整个人如同瞬间被丢入精神病院一般，在一波怪力精神的压迫之下，弑神专家瞬间绷不住了。抬眼看一看自己身边一大堆面无表情的恶灵，弑神专家感觉自己就像在看一大堆病友。呵呵，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弑神专家看看病友，又看看不远处的陨石坑。此时，在强烈的精神错乱下，弑神专家眼中的陨石不再是黑漆漆岩浆巨石的模样，而是变成了一块无比通明、散发着神性光辉的水晶巨石。这是成神根基啊！望着水晶巨石，弑神专家不由得骇然道：“对于巨大水晶，弑神专家内心之中爆发出了巨大的渴望。成神！我要成神！谁都别阻拦我！”陨石坑外，弑神专家面对着天外陨石，嘻嘻狂笑。
就在这家伙带着神经病一般的面容向着水晶之地走去的时候，突然间，一双冰冷而惨白的手拉住了他。一位看起来十分正经的白面老头冷着目光望向了弑神专家，冷声说道：“这位鬼友，不要打扰丧尸之王。在丧尸之王吞噬完水晶之前，我们只需要恭敬膜拜就是了。”啊，哦。弥天白雾中，在变成神经病之后，弑神专家丢掉了一身戾气，整个人也似乎变得异常听话乖巧。在被诡异的老头拉着之后，弑神专家乖乖地停下脚步，一抬眼，眼看四周的鬼怪们都在向丧尸之王跪拜，于是弑神专家在老头恶鬼的拉着下，也跟着跪着了下来，冲着不远处的白发帅哥顶礼膜拜。膜拜中，系统之声在弑神专家耳边不断响起：“叮！恭喜试炼者，在强烈的精神干扰下，您的抗压能力+1。恭喜试炼者，在强烈的精神干扰下，您的抗压能力+2。叮！在精神错乱之后，您的神经韧性大幅提升了。叮！恭喜试炼者，您对于恶灵的感知能力提升1%，您对于精神领域攻击的抗性提升10%，您获得了100点试炼点。”各种增幅数据在弑神专家顶礼膜拜的时候不停飙升。当听见那一阵又一阵的系统之声时，弑神专家直播间的水友们羡慕了。天哪，光是跪拜一颗来路不明的天外陨石，就能获得如此强力的精神加持。弑神大佬的增幅过程让我想起了一个恐怖的大人。是你吗，林七夜？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小伙伴们，咱们玩归玩，闹归闹，看了这么久的直播，你们难道不觉得不远处的丧尸之王像个什么人吗？在咱们直播间至少有一半人认识他吧。是夜。就在弑神专家将风未风，整个人笑嘻嘻跟随着一众鬼怪膜拜巨石的时候，巨石前刚刚转化为丧尸之王的灵修正在承受着远比弑神专家更加恐怖10000倍的精神压力。那恐怖的天外陨石在弑神专家看来像块好几吨重的大水晶，而在灵修看来，他眼前的这块石头竟是个和月亮差不多大的水晶宫。水晶宫里还有一个笼罩在金色光辉中长着6只白色羽翼的天使。面对这样的奇特视觉，灵修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有那么一丢丢害怕了。恐惧值狂飙19，这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刻，他终于稍稍体会到正常人的快乐了。这水晶宫感觉好诡异，那赤天使感觉好冷邪，所以自己这是疯了吗？在城市的边缘，怎么可能有一座月球一般大的水晶宫？此时林修没注意到的是，就在自己默默吞噬水晶之时爆发的煞气时，自己和弑神专家的直播间里同时跳出一串信息：煞气之时，鬼神世界精神系冒险者天赋测试时，面对煞气时，试炼者所见到的水晶越大，天赋越好。该煞气时连接无尽鬼域，水晶上的煞气可被测试者永久吸收。炼化测试时的试炼者将在10年内被鬼神世界征召。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1%水晶气息，您的精神力强度提升100倍。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1%水晶气息，您的精神领域拓宽0.01%。叮！检测到试炼者脑域存在恐怖封印，神经细胞曾严重受损。叮！试炼者脑域修复计划正式开启。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1%水晶气息，您成功修复了0.01%脑域。可怕森冷的鬼域之中，就在灵修吞噬水晶气息的过程中，他那无尽的脑域就像茫茫星河一般，那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一颗颗繁星被不断地点亮。长久以来，灵修始终感觉昏昏沉沉的脑域，在这水晶之石的洗礼中，似乎一下子清醒了许多。在不断拓展的精神领域中，灵修突然一下子感觉自己对于这世间的一切更加无所谓了。什么害怕、惊喜、恐惧，在这极致的精神压力面前，就如同过眼的云烟一样不值一提。夜色下，灵修身上8臂负手张扬，身后旧日支配者气息冲天而起，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狂妄，那么嚣张。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吞噬全部测试水晶，您成功修复了1%脑域，您获得了特殊天赋技能剥夺，在压制对手的情况下，您可以成功剥夺对手的某项特殊技能，目前技能等级1。叮！强大精神镇压下，您获得了特殊技能影分身，自由阵营，弑神专家永久失去该技能。诡异误区。就在灵修成功修复1%脑域，带着张扬狂傲的身姿，收敛起一身逆天之气的时候，核心区外围人山人海的鬼怪们还没从精神错乱中回过神来。看了看系统列表上自己得到的影分身技能，灵修眉头微微一皱，身形移动间，整个人快速出现在了弑神专家面前。感受着弑神专家似笑非笑、神经病一样的面庞，灵修神色平淡道：“你就是直播间水友常说的弑神专家吗？”灵修说话的同时，8臂副手上好几件装备已经对准了弑神专家的脑袋、脖颈。望见眼前一幕，灵修直播间里的水友们瞬间嗨了。对，灵修大佬，他就是弑神专家。妹的，这小子过去几天实在有够嚣张，您快杀了他！这家伙有什么用啊？这还没到决战呢，他就已经落在了咱们手中。此时的他就像蝼蚁一样，任人拿捏，根本掀不起任何风浪。水友们疯狂地刷了一波弹幕后，最终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一件事上，那就是快杀了弑神专家。眼下弑神专家一脸神经般的嬉笑，手里还拿着传说中的狙击弑神枪。此刻灵修只要杀了他，不但可以为自己消除最大隐患，而且还能白得一件顶级神兵，简直不要太爽。望着面前毫无抵抗力的弑神专家，不少水友们瞬间嗨了。然而就在水友们无比兴奋的时候，这边刚刚利用8臂副手对准弑神专家的灵修却突然停下了自己的动作，冲着弑神专家那笑嘻嘻的脸道：“算了，现在杀了你，我那个预言就无法成真，你的性命暂且留住，等到决战的时候再杀。”
说完，林修不再有任何耽搁，直接转身就走。卧槽！望着面前一幕，林修直播间里的水友们瞬间惊呆了。林修大佬，你不是吧？之前我之所以喜欢看你的直播，就是因为你杀伐果断，对于敌人从不手下留情。而今天面对着可以轻易除掉的巨大危险，你居然停手了，你他妈是圣母啊！阿吉主播，快滚！满满一屏又是优雅的中国话。在华夏有几句老话叫做除恶务尽，宁枉勿纵，说的是面对潜在的对手，想要成大事的人一定要下手果决，全部除掉，宁愿错杀冤枉了对方，也绝对不能姑息。更何况弑神专家这家伙态度嚣张，即便杀了他也不算冤枉。弑神专家之前在暗网上扬言要灭掉灵修大佬，激起了多少神友的愤怒。这家伙嚣张了这么多天，就这种家伙，您居然只看了一眼就把他放了，我他妈好想骂你啊！此时灵修直播间中弹幕疯涨，绝大多数的水友们实在无法理解灵修今天的行为。而另外一边开启三眼的灵修对于直播间内的弹幕自然了如指掌。但是不管水友们如何谩骂，有些事情灵修并不会轻易改变主意。说了，暂时留着弑神专家有用，那就是有用，等到这家伙的利用价值完全结束之后，自然也不会留着他。总之，对于任何潜在的对手，灵修绝对不会手下留情，这点无需怀疑。这天晚上，当灵修独自一人离开之后，诡异误区强大的精神压迫逐渐降低。大概1小时后，神经病一样的弑神专家终于恢复了意识。当望见满屏的哈哈哈时，弑神专家怒了。尤其当他得知自己之前居然像个傻逼一样冲着灵修顶礼膜拜的时候，更是气得当场吐血。在水友们戏弄孔乙己一般的语气中，弑神专家被羞得满脸通红。而在查看系统列表，发现自己好不容易刚刚上手的极品技能影分身居然被灵修莫名其妙夺走之后，弑神专家更是狂怒不已，忍不住破口大骂道：灵修老贼，夺我技能，老子与你不同戴天，势不两立！哼呵呵。夜色下，弑神专家彻底疯魔了。先前在我意识模糊的时候，你明明可以杀我，但你却选择了放过，所以你这狗东西到底是在瞧不起谁？你小子是在侮辱我吗？怒骂间，弑神专家一身邪气暴冲不已。就在这个时候，系统之声又一次响了起来。叮！检测到试炼者精神力大幅波动，强烈的精神锤炼下，您领悟了特殊技能弱点击破。弱点击破，利用精神异能锁定对手弱点，伤害暴增300%，极大概率一击必杀。哼呵呵。无尽荒野上，面对着自己突然领悟的技能，弑神专家脸上露出了一抹邪性的微笑。灵修啊，灵修，你没想到吧？老子就是这么受系统眷顾。今天你不杀我，那就等待3天之后被我击杀吧。弥天大雾下，弑神专家感觉自己异常强大，嚣张地狂笑了一阵后，抬眼发现四面八方大量的恶鬼正一脸疑惑地望着自己。在这人山人海般的恶鬼阵营中，光是像无脸恶鬼那么恐怖的家伙就有好几个。感受着恶鬼们那贪婪的眼神，弑神专家终于还是怂了。从自己的背包中一截还没烧完的驱鬼香，弑神专家赶紧溜了。这天夜里，当灵修重新回到30公里禁区的时候，刚刚看完灵修直播的周小飞赶紧找了过来。眼看着灵修大哥又关闭直播，开始练习起暗杀术，周小飞不由得痛心道：老大，刚刚在那鬼域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一枪杀死弑神专家啊？你都不知道，在你离开之后，那家伙有多嚣张。妹的，当时要是我在现场，我早就一枪把他毙了。周小飞一边说，脸上一边流露出痛心疾首之色。对此，灵修淡淡一笑道：不慌，你说的这个弑神专家不过就是血秋后的蚂蚱罢了，蹦跶不了几天。咱们先让他在外面浪，等时机成熟了，自然可以收割。恐怖试炼，深化副本。这一日，在强行炼化了精神水晶之后，灵修又一次关闭了直播，选择了闭关。别人参加恐怖试炼，那是拿命在玩，这家伙参加恐怖试炼，感觉就度假似的，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来琢磨自己的事情。短短1周内2次闭关，但灵修的2次闭关又有所不同。上一次灵修闭关只管练习暗杀术，而这一次灵修在闭关的同时又做几件安排。第一件事就是让周小飞集结大军，在距离30公里禁区和陨石之地不远的地方等待最终决战。第二件事就是在决战区域内，如同天神下凡一般，直接丢下了一枚看起来极其诡异的巨大水晶。这水晶和之前夜里弑神专家所见的水晶几乎一模一样。水晶一出，方圆百里的丧尸、恶灵皆感震动，一个个如同嗜血的蚂蚁一般，疯狂地向水晶区聚集。而在得到了消息之后，整个人曾经得到诡异水晶100倍强化的弑神专家也瞬间嗨了。他开始疯狂集结自己的军队，想要赶赴核心区厮杀。不知是不是系统大神眷顾，又或者是有人从中作梗。在经过了神经病一般的疯魔历练之后，弑神专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精神力居然和丧尸干扰器融为了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弑神专家根本不需要开启丧尸干扰器，就能将一众丧尸控制得死死的。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弑神专家手中的丧尸队伍从最初的2-3万一路暴增到了10万之多。而随着自己手中的丧尸队伍不断扩大，原本是神专家在白雾鬼域中丢掉的信心也逐渐找了回来，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膨胀。灵修啊，灵修，你不过就是个运气稍好的试炼者罢了。你这家伙什么都好，但就是千不该万不该不把老子放在眼中。前阵子你放了老子，你真以为我会感恩戴德，从此便不和你作对吗？不，你错了。在这世上，凡是欲成大事者，就必须狠毒。你小子不过是我登上人类巅峰的垫脚石罢了。哈哈，一崛起就杀了所谓的13天王，老子果然一出道即巅峰。失联岛国上，在经过政府军的帮助下，
各大城市中，不少幸存者因此获得了更加开阔的生存空间，一切看起来正在逐渐变好。然而，就在全国百姓对于新生活越来越期待的时候，这天，一支恐怖的丧尸军团浩浩荡荡杀向国都方向，所过之处如遭遇蝗灾一般，街区尽毁，城市坍塌，异常恐怖。望着那黑压压的丧尸大军，无数的幸存者再度陷入了绝望。就这样，经过一天的扫荡和前行，一支由1500多头 A 级丧尸领头的恐怖队伍，杀到了距离岛国都只有一步之遥的海滨要地。这个地方地势开阔，别说容下10万丧尸大军，就是再摆上10几万人类军团也没有问题。丧尸们从这个地方冲向国都，不出3天，国都尽灭。呵，眼看着10几万试炼点即将到手，指挥着10万大军的弑神专家越来越兴奋。等到1500名 A 级丧尸涌入沙滩，一路向着水晶之地杀去的时候，弑神专家整个人忍不住激动地颤抖起来。眼看着自己已经直逼水晶之地，弑神专家很想用一句现在论坛上十分经典的名言来形容自己所掌握的优势：连破3座高地，就问一句怎么输？在过去这些天里，面对着放过自己一马的灵修，说实话，弑神专家的内心是有一点心理阴影的。可是当弑神专家带着军团杀入城市，却不见任何防备的时候，他不由又一次笑出声来。这处沙滩入口极其开阔，往里走却像个急剧收缩的瓶颈口。岛国军队若是在这个地方设防，我们的先头部队根本无路可去。而在这种情况下，占据岛国国都已有一段时间的灵修却没有半点防备。就这，您还想和我玩战略呢？广阔沙滩上，眼看着白花花的首都就在面前，弑神专家忍不住狂躁地笑出声来。面对着态度如此嚣张的弑神专家，弑神专家直播间中一些灵修的水友怒了，冲着弑神专家直播间疯狂刷弹幕道：臭小子，你别嚣张！此时的你根本就是华容道上的曹操，你要不信咱打个赌，你的丧尸大军只要一踏入街区，等待你的就是雷霆般的致命打击。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灵修再度关播，弑神专家的直播间里涌进的大量灵修粉丝，这让弑神专家十分不爽。面对着灵修水友华容道捉放曹的形容，弑神专家异常愤怒，冲着直播间的水友直接骂道：没用的东西们，你们真以为老子没有任何调查就敢直接杀入这个地方吗？此地老子已经探查过了，30里禁区里存在着可怕的丧尸之王，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类军队驻扎。妹的，老子是要成为千古一帝的存在，你们怎敢将我比喻成曹操？这边弑神专家话音刚落，沙滩附近2、3万丧尸大军早已随着先头部队涌入街区。受到10几公里外神秘水晶的诱惑，这些丧尸大军们一个个双眼血红，异常兴奋。茫茫沙滩上，丧尸大军恐怖集结，眼看着先头部队已经涌入城市，说实话，弑神专家直播间里的灵修水友还是有些慌张的。毕竟不管怎么说，眼下的弑神专家毕竟和曹操不一样。当初曹操溃逃华容道的时候，他的手下剩不了几个兵，而眼下的弑神专家，他的手里可是有一支大部队啊。时间推移，不知不觉间，弑神专家手中的一大批丧尸队伍已经通过沙滩城区最狭窄的大桥关口，眼看着大量的丧尸就要通过关口涌入人口密集的都市。一时间，不少水友的心悬了起来。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距离沙滩战场50多公里的一处导弹基地，美女总统和周小飞果断下令，随后2颗威力不俗的导弹瞬间从天而降，轰向了丧尸队伍。此地老子已经探查过了，30里禁区里存在着可怕的丧尸之王，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类军队驻扎。妹的，老子是要成为千古一帝的存在，你们怎敢将我比喻成曹操？这一日，弑神专家自己说过的话还在耳边，转瞬间，这家伙便遭到了强而有力的打脸。城市边，当一道耀眼的如同抬眼般的导弹爆炸的时候，弑神专家感觉自己整颗心在剧烈的颤抖。或许是为了保全整座城市，今日自50公里外发射来的导弹威力并不强，可即便这些导弹威力不强，在精准打击下，还是足以将10万丧尸大军直接来一波BBQ。轰隆隆！可怕的导弹下 ，A 级丧尸们刚刚通过的桥梁瞬间被毁，不少丧尸在极致的高温之下直接化为灰烬。而在可怕的导弹冲击波下，10万丧尸大军一下子全被掀翻，死的死，伤的伤，末日般的灾变之中，弑神专家耳边系统之声不断响起。叮！请试炼者注意，您手下的 A 级丧尸在剧烈的爆炸中被守护者阵营杀死了。您的试炼者同伴鬼3被导弹杀死了。强烈的爆炸间，弑神专家为求自保，全身上下所有的防御技能统统打开，整个人像个巨大的金属乌龟一般，深深地扎进地下。此时的他哪里顾得上那密密麻麻的系统提醒？就这样，大概20分钟后，当炙热的火焰消散之际，弑神专家带着惊魂未定的神色从地上缓缓爬了出来。此时再看系统面板，上面提示弑神专家手中丧尸大军还剩最后的3.5万。呵，10万大军只一个照面就被毁掉60%以上。灵修啊灵修，你这家伙好狠啊！导弹袭击过后的沙滩上，城市街区一片狼藉，地狱一般的烈火不断燃烧。然而一阵狂风吹过，弑神专家却忍不住浑身颤抖。娘的，灵修是吧？老子没有想到你居然这么狠，无声无息间居然敢直接毁掉一整个街区。今天这亏老子记住了。但是你以为炸掉老子大半支军队你就赢了吗？我告诉你，能够在导弹打击下活下来的才是精锐。接下来街区巷战，我将让你感到深深的恐惧。街区之上，刚刚经历过导弹洗礼的弑神专家狂躁地释放着自己的精神之力。在弑神专家接近疯魔的气息之下，3.5万幸存丧尸口中发出一阵又一阵可怕的低沉嘶吼。在可怕的导弹洗礼下，丧尸们的等级提升感觉更加可怕了。这一日上午，
当弑神专家带着开始涌入各大街区的时候，由于30公里禁区距离首都幸存者密集区实在太近，因此政府军的导弹也不敢再打下来。就像弑神专家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巷战开始了。20几分钟后，在距离神秘水晶还有10几公里远的街区里，弑神专家一边带着自己手下最为强悍的丧尸们四处骚动，一边通过城市广播疯狂叫嚣：“狗屁灵修，你在什么地方？老子都已经快推平整座城市了，你还在当缩头乌龟？有种的，出来与老子一战啊！”弑神专家的叫嚣没有得到灵修的任何回应，而30里禁区内空空荡荡的景象更是让弑神专家感到不解。这个传闻中的禁区，别说是丧尸，就连条狗都看不见。哼，一个连丧尸都看不见，有什么可怕的？这里也配叫做禁区 ？TMD， 这个地方之前也不知道是被哪个穷鬼给扫荡过，真的穷的连一件普通装备都没有。弑神专家和他的丧尸大军就这么一路往前走着。然而，就在众人经过一个巨大的厂房时，一名幸存的试炼者传来消息，拦住了弑神专家前进的脚步。在对讲机中，幸存者用一道极其惊恐的语气道：“是神老大，你快来！我发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工厂。”“什么工厂？至于吓成这样？”“呵，这光天化日下能有什么恐怖的地方？”丧尸军团中，当听见手下人传来的消息时，弑神专家脸上露出了不屑之色，带领军团一路往废弃工厂方向前进。来到工厂，远远一望，弑神专家也瞬间惊呆了。这里是一片无尽的丧尸尸海，尸海中的丧尸一个个丢失了脑袋，将死未死的他们在丢失脑袋的情况下，一个挨着一个愤怒的攀爬，大量的血水夹杂着无边的煞气，染黑了整片天空。世人都害怕尸体，尤其是在面对如山一般的尸体时，那强烈的震撼感无人能够抗拒。他妈的，这地方还真有点可怕！望着面前的一切，弑神专家恐惧值狂飙99，整个人瞬间瘫软。这密密麻麻的尸山血海，若是丢到地球上随便一座城市，一夜之间那爆冲的戾气，只怕便会直接造就一座无声鬼城吧。一座城市几百上千万的人口，尚且抵挡不住这无边的煞气，更何况弑神专家只有一个人。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对讲机中自己的试炼者同伴这么惶恐了。此刻，无尽的尸海前，面对眼前的一切，弑神专家的同伴双目圆睁，满脸震撼，一颗心急剧的收缩扩张，肾上腺素狂飙，恐惧值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直线拉升。由于承受不住自身强烈的震撼，在弑神专家到来的时候，试炼者同伴一口气没喘上来，啊的一下倒在了尸海面前。弑神专家惊恐值101，感觉有点尿的。妈的，这里到底是什么人间炼狱？这尸海难道就是30公里禁区形成的原因吗？他娘的，到底是谁杀戮了这么多丧尸？哦，老子吐了！无尽尸海前，望着那一堆堆可怕的无头丧尸，弑神专家瞬间吐了。那一阵又一阵痉挛的胃部，差点没让弑神专家把胆汁都给吐出来。哦，他娘的，惊悚世界为什么这么恐怖？弑神专家浑身燥热，脸色发红，整个人被那无边的煞气感染。好不容易获得抗体的身躯，又一次出现了丧尸般的腐化。众所周知，除非是丧尸王，否则人类变成丧尸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在这次的副本中，如果是神专家没有新机缘，那么他这辈子也就毁了。哼，老子不是已经获得抗体了吗？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感染？到底是谁搞了这么多丧尸在这里，害了老子？这一日，无尽的尸海面前，弑神专家气急败坏，而他带来的3.5万幸存丧尸却极度狂喜。在疯狂吞下了如山的丧尸血肉后，弑神专家的手下们得到了史诗级的增强。S 级丧尸诞生了300多头 ，A 级丧尸诞生了4000多头 ，B 级、C 级丧尸无数。弑神专家的实力竟比刚刚率领10万大军进入城市的时候更加强大了。而就在丧尸们变强的同时，弑神专家注意到了一条关键讯息：成为丧尸王就可以逆转腐化的过程。无尽尸海面前，面对着直播间水友们的提醒，原本正担心自己是不是将永远变成一具可怕丧尸的弑神专家，浑身忍不住一颤。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在弑神专家的直播间贴出置顶告示：弑神专家，丧尸之王的事你就别想了。目前在你们所处在的生化世界中，早已经诞生了唯一的丧尸之王。如果你想要迎来突破，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了前代王者。而你们所在副本的丧尸之王，不是别人，正是灵修。想要杀死毫无破绽的男人，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远程狙击。想要体验真正的快乐吗？弑神专家，眼前这个副本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眼前这个世界唯一的丧尸之王，竟是灵修。呵，关于灵修就是丧尸之王这件事，弑神专家其实早就知情。毕竟那天在天外陨石坠落的时候，他就曾对着灵修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顶礼膜拜。那时候直播间的水友们早就告诉弑神专家，灵修就是丧尸之王，丧尸之王就是灵修。可是当时弑神专家并不知道，一个世界只能有一位丧尸之王这件事。在他看来，凭借丧尸干扰器，自己若真想让身边手下丧尸晋升王者，不过分分钟的事。所以当他带领大军杀入首都的时候，也不认为30里禁区里出现的丧尸之王就是灵修，甚至觉得这丧尸之王有可能比灵修厉害100倍。一直以来，弑神专家都不曾将自己听到过的各种丧尸之王和灵修完全画在一起。直到此时，直播间中有人置顶提醒弑神专家，在这个生化副本中，丧尸之王只能出现一位的时候，弑神专家才猛然反应过来，自己在过去3-5天内听见的各种丧尸之外，从头到尾其实就灵修一个。妈蛋，这家伙怎么这么烦，哪哪都有他。丧尸进化的尸海前，
面对着好心人的置顶提醒，弑神专家愣了许久，好半天，他才终于在这个置顶帖中提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帮我？”可惜帖子的主人并没有回答，抬眼看着自己身旁一大堆狂躁的丧尸，再想想置顶帖子里的耐心话，想要杀死毫无破绽的男人，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远程狙击。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弑神专家自认为自己的远程枪法很强了，可是，一想到自己的对手是那个拥有8臂副手、拥有强悍实力、态度狂傲的家伙，弑神专家便忍不住有些手抖起来。看来想要杀死灵修，自己还得再练啊！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确实，这个副本留给老子的时间不多了。想要彻底杀死灵修，我就必须对自己狠一点。未来48小时，丧尸们疯狂进攻，而我秘密训练。不论如何，在副本结束之前，老子一定要将弱点击破，远程狙击推到最高级，一枪入魂。灵修，就问你怕不怕？30里禁区之中，当弑神专家翻阅完置顶帖子后，瞬间对自己的行军策略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当弑神专家通过强大的精神力下令3.5万高级丧尸自由攻击的时候，考验周小飞指挥调度能力的时刻才刚刚开始。作为一名守护者，周小飞必须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10万兵力，分散到各个街区，确保每一个重要街道、武装警局、临时庇护所等不被丧尸攻破。众所周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战役中，防守方都是比较疲惫的。更何况，如今周小飞的对手是一群没有痛觉、不知疲惫、不需要任何医疗后勤的恐怖丧尸。就这样，在街区大战一开始的前20个小时内，周小飞带着自己的手下四处奔走，相当狼狈。眼看着就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灵修大佬突然带着一头足5层多楼高的肥胖丧尸悍匪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当这肥胖悍匪出现的时候，全网震惊，不少从一开始就已经关注韩非的水友更是一下子想到了什么。这种高大如山的丧尸，当初众人在青山医院停车场出口不也曾见过吗？当初一头恐怖悍匪在众目睽睽之下带走了裹尸袋中的大叔，一度还引起了灵修大佬的震撼。所以灵修大佬闭关这么多天，就是去整这么一个大家伙了吗？这家伙的生化副本历练真跟一般人不大一样啊！岛国首都丧尸巷战，一开始周小飞等人呈现了无比的颓势，而在灵修手下的丧尸悍匪登场后，周小飞震撼之余如有神助，领着巨人一般的肥胖丧尸，周小飞开始了一场极致的反击屠戮。站在肉山一般的恐怖悍匪之上，望着城市四面八方，一股前所未有的君临天下之感，使得周小飞神情豪迈，更加觉得自己当初毅然决然跟随灵修的决策一点毛病都没有。操控着丧尸悍匪作战的我都能有如此豪迈之情，那么亲手创造出悍匪的灵修又该是什么样的心境？城市巷战中，站在高大的悍匪肩头，周小飞心神震撼。如果没记错的话，当初灵修大佬送来悍匪的时候，他应该是面色平淡，一如往常吧。这家伙除了恐惧值所死之外，对于外界的许多变化好像也一点都不关心。这家伙感觉就像一直都在以上帝视角俯瞰这个人间一样。这一次，周小飞对于直播间水友们狂刷的灵修大佬永远滴神终于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一日城市大战反击中，望着自己的军队在救世主的副将带领下越战越勇，美女总统内心既有欢喜又有担忧，一切都对应上了呢。从高大的悍匪开始，全部都跟预言中一样，而结局，这边美女总统为了自己曾经见到过的那个预言担心不已，而另外一边超级悍匪的出现则引起了岛国上下还有直播间外无数网友的震撼，各种评论挤爆各大论坛。一头足有5层楼高的丧尸悍匪，这东西是怎么被打造出来的？各位，难道只有我在看见这超级悍匪的时候浑身忍不住热血沸腾吗？惊悚论坛上有些胆子极大的试炼者本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想法，直接把悍匪丧尸短视频发到了外部网上，瞬间丧尸悍匪火爆出圈。无数尚不知惊悚世界存在的网友疯狂询问，这视频截取自哪部电影？为什么这恐怖丧尸看起来这么逼真？电影什么时候上映？这效果我们一定支持。各种舆论烧得火热，直到各国高层果断出手，各种关于恐怖丧尸和惊悚世界的猜想才被暂时封存。而另外一边，惊悚世界几大势力试炼者同盟、黑暗议会、黄金家族等则闻风而动，开始调动资金，让惊悚世界中的手下们赶紧开始巨型丧尸的研究。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灵修从一名各大家族关注中的超级新人摇身一变，变成了各大家族势力的竞相追逐和效仿的对象。时间流转，转眼间来到了生化副本试炼的第7天。这一日，当太阳悄无声息地从东边升起，那没有任何温度的阳光轻轻地洒在100米高楼一位闭目养神的年轻人身上。这人若是不顾身上能量，一念之间能够让白天重新退回黑夜，强悍如烛龙一般。叮！恭喜试炼者，您的军队成功击退一批丧尸，您获得了900试炼点。叮！恭喜试炼者，您的手下超级悍匪在经过1夜的锤炼后，伤害有所提升，目前超级悍匪等级9级，符合带出副本条件。清晨的街道上，就在灵修微微睁开庄严的时候，战场上周小飞、超级悍匪等仍在厮杀，而灵修什么都没做，躺了一夜，身上获得的试炼点却比什么人都多。和刚刚进入副本相比，如今的灵修神色更加平淡，心智也越发成熟了。不久前1%脑域的修复，使得灵修脑海中突然冒出了无数诡异的记忆，这些记忆由无数惊天的战役组成，好似神灵的回顾，又好似灵修前世的记忆。悍匪制造的方法，灵修就是从这1%修复的脑域中提取出来的。只要不断开发脑域，获得惊悚世界无限试炼的最高认证，有朝一日自己似乎就能够回到曾经的战场和巅峰。
而此时，街道上大量的丧尸在周小飞带领的人类军团下节节败退。一开始不可一世的丧尸们，逐渐沦为了士兵们练级的对象，廉价的沙包。说实话，在当初风暴来袭的那个夜晚，有多少人能够想象得到7天之后，整个生化副本会是这么一个局面呢？胜利就在眼前。上午6点30，在迎着阳光大大的伸了一个懒腰之后，林修给周小飞打了个电话，开口道：“局势差不多稳定了，准备今天下午3点的广场阅兵吧。”啊，这街区战场上，当听见林修大佬这么一说的时候，周小飞有些呆了。他细细品味着林修所说的话，好一会功夫，周小飞才有开口说道：“老大，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局势大好，您真的一定要在下午进行广场阅兵吗？对于一个即将结束的副本来说，我们这么做根本没必要。”周小飞一脸忧心，对着电话那头的林修道：“老大，在过去的2天里，美女总统一再提醒我们，她所看到的那个预言越来越多，几乎全部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咱们不是应该极力避免广场阅兵的出现吗？在今天下午5点钟之前，只要你不被弑神专家那个混蛋发现，咱们就安全了呀。那个叫做弑神专家的混蛋实力虽然并不怎么样，但您别忘了，这家伙手中有一把弑神枪，那枪隔着6-7公里也能将人杀死。这么远的距离，即便你实力超神，恐怕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预警吧。到时候阅兵广场上，咱们四面八方都有可能受到对手威胁，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哦。100米高的大厦上，林修能够体会周小飞的良苦用心。可是自己将弑神专家留到现在，不就是为了今天最后的广场阅兵吗？今天林修无论如何都要推进广场阅兵，更一定要让预言中的那一幕出现。就照原计划执行吧，你信我。电话里，对于林修大佬已经决定的事，周小飞不好做太多的反驳。在决定遵从老大指令，推动阅兵进程之后，周小飞只能按照派出一支队伍，密集扫荡广场周围所有的制高点。当望着那无处不在的高楼上，周小飞恨不得直接所有的高楼统统炸掉。只要没有制高点，那么下午的阅兵也就省心了。只可惜副本结束在即，短时间内周小飞根本不可能推倒所有高楼，而弑神枪7公里超长射程所覆盖的范围又实在是太大了。在胜利阅兵开始前，周小飞想要将弑神专家揪出来杀掉，难啊！突！岛国首都17号街区，随着一串连贯的枪声传来，曾经为祸多时，几乎导致岛国全境沦陷的丧尸之祸得以终结。当海边的微风吹过街道的时候，整座城市迎来了新生。那些小心翼翼生活在庇护所里的幸存者，看着周小飞等人带着超级悍匪和一支支整齐列装的军队走过街头，内心大受鼓舞。憋屈了这么久，众人终于可以再次轻松自在的生活了。岛国全境所有街区丧尸清除完毕，大量的施工重建队伍走上街头。大概1小时后，迎着这一天温暖的阳光，美女总统在电视上激动地宣誓，岛国全境重新获得解放，全体人民自由了，安全了。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女总统隆重地向全体国民介绍了这个国家的英雄。通过美女总统的介绍，众人才知道，原来在过去的这么多天里，一直有位神秘莫测的先生，为了全体国民的安危，在背后默默出谋划策。不说之前大放异彩的周小飞将军，就是这位神秘的人部署。光是那彻底扭转战局的超级悍匪，就足以令全国百姓为林修欢呼，为英雄树立丰碑。同样，也是在这场全国通告中，美女总统呼吁全体国民走上街头，为了胜利欢呼庆祝。同时，按照林修意思，美女总统告诉首都国民，今天下午3点，首都广场上将会有盛大的阅兵。到时候，林修先生将向全体国民展现彻底控制丧尸的武器，让全体国民相信，从今日开始，所谓的丧尸之祸将不再卷土重来，失联岛国从此安全了。就这样，时间流转，这一日，艳阳高照，时间中午12点，在位于城市西南方向的总统府里，当望见电视直播中那密密麻麻、摩肩擦踵的拥挤人潮时，周小飞颇有些难以置信地望向林修，道：“老大，我真没想到，你的人气居然这么高。你之前吸收测试水晶以及30里禁区为王的经典景象，当真叫人过目难忘。这些画面不过是在媒体报道中惊鸿一瞥出现，没有想到现在整个岛国每一条大街小巷，所有的人都举着你的人形立牌。您实在是太帅、太伟大了。”周小飞虽然是兵王退役，在军队里的时候也曾获得过无数殊荣，但他这辈子却从未到达过林修今日这般高度。在他看来，如今的林修已经足以称得上是一位王。这样优秀的人物，只要他能够将惊悚世界中所获得的能耐稍微带一点到现实世界中，也必是震撼一方的存在。而这一点，林修显然也能做到。回想起1号门诊室里的双生鬼差，突然周小飞内心涌起一股彻底效忠之意，想要跟随双生鬼差一样叫林修一声主公。但凡林修内心中稍稍有点争霸想法，周小飞愿意直接跟随主公冲锋陷阵。另外一边，当听见周小飞称自己实在是太伟大了，这边林修默默地抬起眼眸看了看周小飞，随后道：“伟大谈不上，这一次咱们的人气之所以这么高，不过是因为这个国家正好需要英雄罢了。今天若不是我们完成了丧尸清除任务，换做其他人同样也会被当作史诗级英雄。在这一点上，我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所以我还是刚刚那句话，伟大谈不上。”此时，林修和周小飞正在接受着美女总统招待的顶级午宴。当听见林修如此头脑清晰地分析现状时，美女总统内心不由得一阵感慨，在这世上，像林修这样实力强悍又如此谦虚的翩翩君子不多了。时间下午2点30，眼看着最后的胜利，阅兵在即，美女总统、周小飞等率先亮相。阅兵广场上人声鼎沸，热火朝天。广场四周几个足球场大的屏幕里正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英雄林修斩杀丧尸、推出悍匪、解救总统的经典画面。
画面中，灵修的每一次动作都足以令人惊呼。眼看着时间就要到达下午3点，广场上的幸存者们情绪更加激动，所有人整齐划一地呼喊着灵修的名字。这个国家将永远记住这位年轻的英雄。与此同时，在距离阅兵广场5公里远的一处隐蔽高楼上，望着广场上的一切，手握是神枪的年轻人脸上流露出了愤怒之色。哼，灵修啊灵修，不得不说，你这家伙确实有点手段。你最后的这一招悍匪，打得老子有些措手不及。藏在高楼上的神秘年轻人，正是消失了好一阵子的弑神专家。面对着系统罚没的 7.8 万试炼值，弑神专家感觉自己心在滴血。在副本结束前，试炼者身上背负大量的试炼值负债，是有可能遭到诡异天谴的。而那些无法通过诡异天谴的试炼者，最终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抹杀。为了活命，弑神专家唯一的做法就是击杀对立阵营试炼者，从对立阵营中将试炼积分抢夺过来。为了自己的无上伟业，也为了避免诡异天谴，在今天副本结束的最后几个小时内，弑神专家唯有拼了。弑神枪作为一把顶级狙击神器，枪身上的12倍镜足以让弑神专家将广场上每一个行人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眼看着下午3点即将到来，弑神专家手心微微冒汗。时间一分一秒流转，太阳缓缓偏西，终于下午3点到了。阅兵广场上，在万众瞩目中，灵修大佬在3头悍匪的护送下来到广场。站在悍匪肩头的他，年轻帅气，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别看这家伙平日里境遇高冷，在面对这种大场面的时候，内心还有那么点小羞涩，就感觉蛮奇怪的。而另一边，广场上，灵修一出场，立刻引起了围观群众一阵又一阵的山呼海啸。灵修，灵修！在无数的欢呼下，灵修简单的做了一件事，他从怀中掏出了一件普普通通的大铁盒，这东西叫做丧尸干扰器。同时，灵修宣布，像这样的东西，国民军队已经生产了1000多个，今后试炼岛国可以轻松控制丧尸，再没有后顾之忧。卧槽！灵修，你怎么会有这东西？老子的丧尸干扰器，你居然有1000个？这不可能！这一日，整座城市到处都是阅兵广播。阅兵广场5公里外，一处高楼上，望着悍匪肩头，灵修手中的丧尸干扰器，弑神专家脑海中无数画面闪过。7天前，第一个登上沙滩获得特殊奖励时的狂喜，和美女丧尸啪时的舒畅。统御大军，扫荡城市，高高在上，君临天下的舍我其谁？一切的一切，皆从丧尸干扰器开始。一直以来，手握丧尸干扰器的弑神专家认为自己就是天生的主角，彻头彻尾的版本之子，没有人比自己更幸运。然而，当灵修突然拿出同款干扰器，并且宣称这样的东西他有1000个的时候，弑神专家彻底破防了。通过灵修手下周小飞的演示，弑神专家可以确认灵修手中的东西是正品无疑。他不知道灵修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丧尸干扰器的。弑神专家不理解，灵修既然有这东西，过去几天他为什么一直不用？这小子脑子有问题。但不管灵修为什么不用，这东西的出现对于弑神专家来说都是彻头彻尾的嘲讽。如果说手握干扰器的家伙就是主角，那么在眼前这个副本中，自己的竞争对手还有1000个。妈的，灵修你故意的吧？你特地挑选在这个时候亮出丧尸干扰器，是在嘲讽我？是可忍，孰不可忍？隐蔽的高楼上，望着灵修那帅气的脸，弑神专家怒火中烧，他极力地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稳住情绪。不管是身上的7.8万积分负债，还是身上日益加重的丧尸气息，都在提醒弑神专家，今天这一役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输。下午3点07分，气温17到21摄氏度，湿度适宜，风速较低，距离5.2公里，目标移动速度5米每秒，子弹飞行速度0.85秒。在现实世界中，目前正常人类能够实现的最远狙击范围在2公里左右，弑神枪能够在7公里范围内成功杀敌，各项属性堪称极品。呼！隐蔽高楼上，在连续调整了几分钟的情绪后，终于弑神专家稳住了状态。丧尸化的过程虽然使得弑神专家失去了还算英俊的脸蛋，但却带给他更加强悍的身体。在稳定情绪之后，弑神专家相信自己可以一击必中。另外一边，人山人海，欢呼震天的阅兵广场上，当超级悍匪走过拥挤的人群时，灵修狂热的粉丝一个个涌到悍匪脚边，抓着悍匪的大脚想要往上爬。为了避免误伤群众，几头悍匪行进时速度倒也缓慢。若非悍匪身上的气息实在恐怖，拥挤的人群恐怖早已爬到了丧尸肩头。而就在悍匪带着灵修一路往前走的时候，灵修耳边的通讯设备中不时传来周小飞焦急的声音：“老大，够了，咱们差不多停下来，别往前走了。你继续往前的这块区域是我们的重点警戒区，在这块区域里，你极有可能遭遇狙击。咱们已经到手10万试炼点了，实在没必要冒险。”周小飞的紧张，灵修可以理解，但是灵修走到这一步，难道就只是为了获得区的试炼值吗？不，灵修显然有更高的盘算。超级悍匪继续不动声色地往前走，终于，灵修彻底进入了周小飞所说的危险警戒区中。当灵修探入警戒区的时候，周小飞整个心一下子揪了起来，连忙通过电台指挥手下保持好各方警戒。而这边，悍匪肩头在来广场中心区域后，灵修仿佛早就知道了弑神专家的下落一样，三眸微微一抬，望向不远处一座高楼，冷声说道：“怎么等了这么久还不开火？”灵修说话声音不大，仿佛是在跟身边的人耳语。可12倍镜中，当灵修翻动双唇时，弑神专家却仿佛感觉灵修在自己耳边说话：“妹的，这小子的声音怎么能传得这么远？还有，你小子是在挑衅我吗？”面对如此嚣张的灵修，终于弑神专家再也忍不住了，他浑身猛地一颤，
又一次调整呼吸。等到呼吸完全顺畅之后，弑神专家的手用力扣动扳机，下一刻，一枚足以弑神的恐怖子弹砰的一下破空而出。子弹出膛的声音并不响亮，但就像刚刚灵修低声的挑衅一般。当时神枪子弹飞出的时候，原本山呼海啸的广场似乎一下子寂静下来。一群鸽子从广场的角落被惊起，下一刻，猛的一下，一枚金光灿烂、带着无尽威严的恐怖子弹自高空而来，对准灵修额头，不容分说，直接从灵修第3只眼上方穿了过去。面对如此迅速的子弹，灵修的身体甚至来不及湮灭，三眸微微一瞪，那子弹就已经从灵修的脑中穿了出来。这人被超级子弹贯穿子弹，怎么可能存活？灵修老大呀！耳机中，当听见枪声响起的时候，周小飞诧异地望向灵修，正好看见了灵修脑袋被弑神子弹贯穿的一幕。相同的一幕，同样映入了美女总统的眼帘。同样，广场上近10万的百姓也都看得一清二楚。一时间，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转动。啊！我的天啊！灵修大神！广场上无数群众望着面前一幕，发出绝望的惊呼。与此同时，灵修耳边响起系统之声：“叮！很遗憾，试炼者，您的头颅被子弹贯穿，您死了。”简简单单的一句宣告，没有半点的激昂或者悲伤的情绪。哼，愚蠢的东西，不堪一击。高楼之上，面对着骇然倒下的灵修，弑神专家脸上流露出一丝极度兴奋之色。也是在这个时候，弑神专家耳边系统之声响了起来：“叮！你成功击杀了黄金死神灵修，你受到了极品诅咒，你死了。”什么？极品诅咒是什么意思？隐蔽高楼上，刚刚杀死灵修不到1秒的弑神专家，在一股强烈诅咒下，心脏猛烈一缩，整个人承受不住，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世界瞬间变得灰暗。什么？杀死灵修大佬的试炼者，居然会因为诅咒而死？妹的，这个号称毫无破绽的男人，果然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对付的。我很庆幸，今天对灵修下手的不是我，而是一个啥也不是的炮灰。弑神专家直播间里，当望见弑神专家骇然倒下的时候，不少神秘大佬面露惊骇之色。说实话，这弑神专家也是可怜。原本在得到系统特殊奖励之后，他完美的在神秘大楼中藏好了身形，在特殊道具的帮助下，这家伙可以轻松躲过周小飞对于他直播间包括周围一切的探查。面对弑神专家，周小飞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弑神专家的直播间画出一定的警戒区罢了。可以说，从生化副本开始，弑神专家手里便一直掌握着一手顶级好牌，而且他也真成功狙击掉了灵修。如果说今天没有这最后的极品诅咒的话，那么弑神专家的这个副本便算是彻头彻尾的成功了。离开副本之后，弑神专家将成为极品大佬。然而可惜啊，可惜，谁能想到在这惊悚世界中杀掉灵修，居然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呢？光从这点看，灵修这小子当真是阴险得很。这家伙就像让曹贼无比痛恨的诸葛亮，多智近妖。想想灵修临死前的最后一手，弑神专家之后间中无数大佬后背发寒，千言万语汇成刚刚直播间里某位大佬说过的一句话：还好今天杀死灵修的人不是我。另外一边，灵修直播间中，当系统提示您所观看的直播试炼者已死亡，是否退出直播间，全网近100万的水友惊呆了。不是吧，不是吧，灵修大佬居然真死亡了？一直以来不是说好了吗？灵修大佬手里还有底牌，哪怕面对弑神专家的狙击，也绝不可能死掉。所以最后您就给我看这。灵修大哥，要么咱别闹，你还是回来吧。直播间中，无数灵修的忠实粉丝彻底慌了。一位长期关注的超级新人的陨落，令无数人无所适从。一些好不容易凑出时间来看灵修直播的年轻粉丝，更是直接哭了。呜，为了看您直播，我推掉了2天的约会，买了一大堆零食。我原本想着整个周末都窝在家里看你直播，结果您就没了。那我这个周末干嘛啊？呜，不要啊，灵修大佬，您快回来！无声的死寂中，面对着眼前这个难以接受的结果，不少水友选择默默退出了直播间。不管怎样，哪怕再不舍，有些人终有告别的时刻。眼看着灵修直播间中在线人数从130多万人下降到最后70万左右，突然不知何故，原本一直挡在直播间水友面前的提示牌消失了，之前一直呈现灰暗状态的直播间屏幕也慢慢的恢复色彩。与此同时，众人发现阅兵广场上原本正在重重下坠的灵修，整个身体已经被黄金裹尸布包裹起来，同时一道水晶般的金光带着灵修漂浮在半空之中。同一时刻，悠扬的系统之声响彻整个直播间，这系统之声是专属于灵修的。叮！恭喜试炼者，您成功的进入了死亡状态，您的血液激活了黄金裹尸布第2阶段，您复活了。想要彻底的掌握黄金裹尸布，就必须经历真正的死亡。这就是当日灵修所看到的完整的预言，也是他将弑神专家一直留到最后的原因。叮！你获得了特殊天赋帝王之威严，你获得了是神枪，您的黄金裹尸布融合了鬼神令，您成功进阶为黄金死神，您获得了鬼神令演化武器剑死亡序章，您的力量加20%，您的速度加20%，您的精神力加20%。目前试炼者属性试炼者灵修，特殊形态黄金死神丧尸王，目前等级15，力量50，速度50，精神力50，近期恐惧值浮动0-19，治愈值3.15万，神级天赋湮灭之力解封0.01%，附带神秘共振颠倒黑白，神秘之力未解封，神秘之力未解封，帝王之威解封10%，脑域修复。
极品天赋：极度战力，等级5；恐惧降临，等级5；旧日支配者，等级7；恐惧之源，等级5；黑暗本源，等级9；技能剥夺，等级8。普通天赋：高等毒素抗性，高级灵敏，重拳暴击。技能：倾囊医术、五雷正法、禁锢、恐惧散播、金光咒、满级、时间荒漠、诡异流沙、千机剑法、诡异核磁共振、雷属性、潜游伏击、极寒冰封、一剑封喉、精神世界、接入、暗杀术、影分身。特殊物品：剑、死亡序章、银色项链、黄金裹尸布、超治愈面具、医生执照、白蜡灯、光头石像、式神、狙击枪等。灵兽：低阶黑豹、血蟒，低阶天狗。能量值3万。惊悚币46753。试炼积分2.23万。叮！本次融合将耗时1小时45分钟。融合结束后，您将顺利退出该副本。叮！受到黄金血液感染，您的3头悍匪丧尸进阶为黄金悍匪丧尸。叮！本次副本结算即将开始，您一共获得了175321点试炼积分，目前已消耗积分15万，用于技能剥夺、影分身等天赋技能的学习消耗。试炼评价 SSS 级，您获得了6000枚惊悚币，您获得了12个技能宝箱。这一日，当直播间中画面逐渐清晰的时候，原本悲伤失落的水友们渐渐瞪大了双眼。在确认灵修居然死而复生之后，嘉儿小姐姐最先送出豪华嘉年华，1件豪华嘉年华礼物10万，嘉儿小姐姐连送600多万，为的就是庆祝灵修大佬的浴火重生。说实话，嘉儿小姐姐一直相信灵修绝对不会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倒下，但是像这么危险的事，咱们下次别做了好吗？今天真吓死我们了。直播间中，在嘉儿的带动下，这一日灵修的礼物收获一共3200万元，这笔钱不少，但是比起灵修成功死而复生开启的黄金裹尸布第2阶段，这点钱其实不算什么。这天，灵修的黄金死神进化仍在继续，而现实世界却早已是全网震惊。所以，灵修真的是死而复生吗？刚刚他的死亡应该不是造假的吧？否则怎么可能得到系统的认证？所以在惊悚世界中，试炼者们居然存在着死而复生的方法。灵修这小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望着阅兵广场上神圣木乃伊般的灵修，不少大佬陷入了沉默。思来想去，大佬们内心只有一个想法：灵修死而复生所依仗的，莫非就是他身上的黄金裹尸布？黄金裹尸布作为一件专为帝王生死而准备顶级的凶器，这东西要求自己的宿主经历死亡过程，似乎无可厚非。之后经历过真正的死亡，才配掌握如此顶级神物。所以，灵修是早就预谋好要被是神专家杀死的吧？不得不说，这家伙的胆子是真的大。是死而复生这种事，凭借着手中利器，试炼者们是有一定几率可以实现的。但是万一呢？万一这尝试没成功的话，你人可就彻底没了。全网顶级高手一遍又一遍的会看着灵修死而复生的过程，他们实在琢磨不透，今后自己面临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对手。妹的，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家伙，咱们拿什么跟他竞争？这一日，在灵修死而复生之前，灵修在全球大佬的眼中就是13天王中普普通通的一个。而经过今天这场震撼人心的名场面教育之后，不少人默默地将灵修排到了全球第一。或许论战力，年纪轻轻、试炼场次较少的灵修不是最顶尖的一个，但是这家伙不怕死啊！一个不怕死的家伙不排第一，谁排第一？这一日，就在灵修又一次创下经典纪录之后，全球各大势力进一步行动起来，目标只有2个。第一个，全惊悚世界范围内寻找类似黄金裹尸布可以完成试炼者死而复生的神秘之物。这东西大佬们很早就下令手下找寻了，可至今没有哪方势力传来明确消息。第二个目标，想办法在现实世界和惊悚都市中和灵修进行接触。这接触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都一定要进行。首先，探明灵修这家伙是否还有更多的死而复生次数。如果有，那么这家伙重生的次数还有几次？如果没有，那么灵修今天实现涅槃重生的条件到底是什么？这些秘密，各大势力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挖出来。灵修啊灵修，你这家伙还真是独自一人，改变全人类对于惊悚世界探索的进程啊！你小小年纪，怎么就能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大人物呢？暗网之中，各方大佬十分不解。另外一边，由于在吞噬湮灭物质的时候，灵修就已经见到了自己涅槃重生的全过程，所以什么害怕、惊喜，对于灵修来说不存在的。他只是默默地包裹在黄金裹尸布内，感受着自己身上流淌的血液慢慢从鲜红变成金色。与此同时，灵修隐隐约约仿佛又一次触碰到了鬼神世界的某些高阶门槛。这高阶门槛感觉是神，又仿佛只是比普通人类更高一点的生物。在所谓的高阶生物之上，还有无数更加强大的存在。只有在无尽的高峰上，最后顶级的那些才能被称之为神。黄金鬼神听起来和神似乎有所沾边，但是在灵修所了解的真正神灵序列中，自己所掌握的能量渺小的像一粒尘埃。这一粒尘埃上进不来神灵的法眼，但是在普通人类中，自己已经算是比较强大了。所以这就是自己进入惊悚世界中被治愈的结果吗？唉，黄金裹尸布里，灵修总感觉自己的恐怖冒险好像走偏了。再这样下去，自己好像也不用寻找什么恐惧感了，这辈子都不可能被治愈了。无尽的金光中，灵修的身体又一次经历了解构、愈合、重塑的过程。然后时间慢慢耗尽，在失联岛国上百万群众观望传说的注视下，灵修默默退出副本，留下一段传说。转眼，阴森、冰冷、
光是四周空气就足够吓人的青山医院中，当灵修重新回归惊悚都市，黄金果实部一打开的时候，系统之声再度响了起来。叮！欢迎试炼者重新回归惊悚都市。目前您的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210万，您获得了新的里程碑奖励物资宝箱星号1。这边灵修直播间的人气仍在飙升，全球几百万被征召的试炼者冲着浴火重生的消息，至少有一半涌进了灵修的直播间。而就在灵修直播间人气飙升的时候，突然间直播画面中一道如同黑炭，身体里燃烧着诡异火光的恶煞出现在了灵修面前。臭小子，上次在门诊大厅就是你偷袭我的吧？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青山医院主任级医师，实力超群的漆黑恶鬼。这恶鬼浑身上下黑的可怕，当他出现在灵修直播间的时候，不少水友感觉自己的屏幕都被染坏了。有一说一，这主任级医师真是黑的吓人。是日1号门诊室内，当黑炭主任出现的时候，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面色冰冷、穿着诡异花裙子的中年妇女。这妇女乍一看50几岁模样，平平无奇，路边大妈一个。但是当灵修将目光向大妈望去时，只一眼，灵修直播间中无数人便忍不住惊呼：这人好可怕的气息！大妈310岁，青山医院副院长之一。今天他是接到主任级医师的投诉，前来处理黑炭主任和1号门诊间的纠纷的。青山医院内，医生们禁止相互攻击。今天如果黑炭主任的控诉属实，那么灵修将受到极其严厉的处罚，甚至被吸走一身修为，逐出青山医院。所以，你想好怎么回答了吗？灵修医生，那天袭击你的人是我。1号门诊室外，面对了来势汹汹的黑炭主任，灵修神色平淡道。此言一出，黑炭主任不由得一愣，他原本以为在偷袭一事上，灵修这小子很有可能会极力狡辩，没有想到这家伙居然想都没想就直接认了。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家伙到底想干嘛？门诊室外，望着一脸和善的灵修，黑炭主任脸上露出了一丝警惕之色，内心泛起一股不祥预感。另外一边，面对灵修如此直截了当的回答，实力不俗的副院长大妈也是一愣。作为青山医院最恐怖的院灵之一，副院长大妈很少见到有人能在自己的面前表现得如此淡定从容。这家伙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自己，但是话说回来，这家伙即便再怎么不怕自己，他也应该害怕青山医院的囚禁之地和恐怖责罚吧？堂而皇之袭击青山医院主任级医师，谁给你的勇气？林医生，请你记住，我们青山医院不是什么玩笑之地，你必须为你所说过的每一句负责。副院长大妈冷声道：袭击主任级医师，你打算如何承担错误？一听这话，刚刚结束完副本试炼的灵修笑了，看了看黑炭头一样的主任医师，又看看副院长大妈，这才开口说道：上一次我之所以袭击主任医师，是因为他公开抢我门诊室的客人，我1号门诊客源全部截断，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灵修这话说的是事实，此言一出，副院长大妈沉默了。在青山医院中，袭击医生是不被允许，但同样恶意拦截客源也是违规操作。如果黑炭主任真有拦截1号门诊病人之事，那么今天这事自己还真不好决断。望着浑身气息收敛，从表面上看就像个普通凡人的灵修，副院长大妈眉头微微一皱，不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位年轻轻轻的实习医生带给副院长的感觉竟是莫名的危险。这家伙像是个手握神兵利器，站在天堂门口，威力无穷的天神。这应该是自己的错觉吧？青山医院什么时候出现了足以比肩院长大人的人物？这不可能的。1号门诊外，副院长大妈沉默了片刻，随后抬眼望向黑炭主任道：严医生，刚刚林医生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你是不是曾经在医院里拦截过林医生的客人？面对着副院长大妈的指控，主任医师本想否认，毕竟之前那是自己做的隐蔽，在不曾暴露太多不利证据的情况下，主任医师没必要主动承认。可转念一想，拦截客源之事，自己即便当场承认，那又怎样？在自己和灵修的纠纷当中，双方都有错，如果副院长大人非要决断的话，那就是各打50大板。在这次的风波中，自己虽然是先挑事的那个，可是那又怎样？自己是前辈，是骨干啊，光凭这点，副院长大人多少还是要卖自己一些面子的。于是黑炭主任很快便开口说道：是，副院长大人，拦截客源确实是我不对，但是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之前这1号门诊的鬼差不尊重我。眼下咱们既然已经确定灵修就是当日袭击我的人，这件事还请副院长大人替我做主，让我和林医生之间早日有个了断。凄冷的走廊上，当听见主任医师这么一说的时候，副院长又沉默了片刻，随后果真照主任医师的意思道：好，既然你们双方对于自己所犯的事都供认不讳，那我也不好偏袒你们中的哪一方。这样吧，你们2人就按照我青山医院的规矩，我为你2人开辟一片鬼域，在这领域之中，你们尽情决斗，决斗之后还能留下来的那个将继承对方所有。尽情决斗，2个留1个。青山医院真不愧是惊悚都市9大兄弟之一，这解决纷争的方式也比外边狠。走廊之上，面对着副院长大妈的判决，林修并未多说什么。直播间中，水友们却瞬间炸了。我去，青山医院主任级医师，那可是稀有级特殊恶鬼，各种杀人手段叫人防不胜防。这家伙在青山医院至少也待了7、80年了吧？让这么一位资深大佬和只是见习医师的灵修决斗，这主意老妖婆你怎么想得出来？你们这2个家伙，摆明了就是看我们家修修好欺负。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青山医院内，就在直播间谁有不断谩骂的时候，门诊等待区主任医师已经满脸兴奋地拉开阵势，那他雪白的牙齿和诡异突兀的大眼睛，在他那一副黑炭脸上显得尤为恐怖。这恶鬼看起来兴奋极了。这边副院长大妈划开战场，一道散着灰暗气息的雾气如同擂台一般将灵修2人笼罩起来。
而门诊室里，裂口女、双生鬼差、僵尸青年等全跑出来了。眼看着主攻灵修又一次对上了黑炭主任，双生鬼差等脸上蒙上了一层诧异的阴影。唯有僵尸青年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灵修的气定神闲，隔着老远向着灵修激动的摆手打招呼。等到灵修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后，僵尸青年忙道：“主公大人，您决斗的时候，要不要我为您唱一首歌？这歌我刚学的，正好可以当 BGM。” 哦，一听这话，灵修淡淡一笑，随后道：“你可以唱歌，但语速要快点，因为我们的决斗可能不会太久。”这边僵尸青年得到回应，整个人异常兴奋，连忙不住点头道好。诡异的烟雾擂台上，面对着灵修和僵尸的小哥的交流，主任医师怒了，一双鬼眼恶狠狠地盯着灵修，随后道：“臭小子，你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支撑不了几秒就会被我打趴下吗？”哈哈哈！主任医师笑得挺开心的。下一秒，灵修身上湮灭气息稍稍爆发，随后一股极致的黑笼罩四面八方。主任医师瞬间惊呆了。一直以来，在灵修直播间中，主任医师黑炭头的形象深入人心。这家伙不知道是被炭烧了还是怎样，整个人浑身上下只有眼睛和牙齿看得到一点白。他的黑让人感到恐怖，感到害怕。但是主任医师即便再黑，他恐怕也想不到，在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黑的东西吧。门诊室外，当灵修突然释放湮灭气息那恐怖的黑暗时，主任医师口中忍不住脱口而出：“卧槽，什么东西这么黑，我眼睛看不见了。”此时决斗现场何止是擂台中心的主任医师看不到东西。湮灭气息下，门诊室外所有人眼前一片漆黑。面对着这极致的黑，哪怕副院长实力高超，他也不由得微微皱眉。场外副院长只是皱眉而已。黑暗中心，主任医师却有些慌了。作为一名喜欢操控黑幕、释放滚滚浓烟、控制对手的恶灵，他曾经以可怕的黑暗气息灭杀过不少的人，而今天竟轮到他自己体会这种可怕的感觉了。如果说在这世上黑暗有等级的话，那么主任医师用的黑幕就是等级1的黑暗，而现在灵修所释放的黑幕等级99，两者压根就不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之中，被人用同样的方式死死克制，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别人是什么感受？黑炭主任不知道，但现在的他特别慌。灵修，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人在哪？面对着未知的危险，主任医师本能的瞪大双眼，一身诡异黑雾释放到了极致。然而他的黑雾一经释放，便全部融入了灵修的湮灭气息之中，就连黑炭主任自己都看不清踪影下落。就这，黑炭主任还怎么杀人？他娘的，这算什么事？无尽黑暗中，就在主任医师有点摸不着北的时候，突然他的耳边响起了一阵冰冷之声：“怎么，你现在很慌吗？”此言一出，主任医师整个人神经立即绷紧，眼中的瞳孔急剧收缩。0.1秒的惊诧之后，主任医师果断出口，口中怒吼道：“臭小子，你在左边！”掌上一道炭烧火焰猛然向自己身侧袭去。然而先前灵修发生之地却空空如也，主任医师的进攻完全落空。恐怖领域里，黑炭主任只能看到自己掌心一点点极其微弱的红光，至于自己的手臂、身体，什么都看不见。如此诡异的黑，让主任医师内心泛起一股莫名断头断手之感，心跳越发狂躁。不在左边，那就是在右边。极致的震撼中，主任医师爆发起来，握紧双手，手中的火焰燃烧到极致，一股股如同炭火爆炸一样的滚烫热源瞬间杀下四面爆发。主任医师这爆发，若是放在平日，一怒之下能够炸毁一整个街道。然而在今日的无尽黑暗中，他的恐怖爆炸却只迸发了半米左右，便彻底偃旗息鼓。今天主任医师被彻头彻尾的克制了。此时回想起灵修刚刚大方承认自己就是袭击者，主任医师突然感觉自己好像中了灵修的圈套。这家伙原来早就不担心自己的报复了，他从自己一露面就预谋着反击，所以他才大大方方接受了决斗。这小子好阴险，好恶毒！诡异黑暗中，惊呆的不只是主任医师和副院长，裂口女和双生鬼差也彻底愣住了。沦为诡异之物这么久，裂口女和双生鬼差还从未经历过这么恐怖的黑暗，二人内心的震撼丝毫不比主任医师轻。当然，除了震惊之外，裂口女二人内心还有兴奋。门诊室外，唯有一个家伙状态与众不同，那就是僵尸小哥。这家伙说好了要唱歌，那就唱歌。在唱歌的时候，无尽的黑暗对他来说好像并不那么恐怖。今天僵尸小哥唱的新歌叫做《孤勇者》。当主任医师陷入无比狂躁、无所适从的时候，在听僵尸小哥这歌，简直燃爆了！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这歌说好了唱歌灵修，在这无尽的黑暗中，灵修显得无比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赌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战吗？战啊！以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这歌出自英雄联盟的动画，听起来就很棒，很符合灵修二次元的大佬的风格。歌是好歌，但是这歌在主任医师听来却异常刺耳。可怕的黑暗中，他暴躁狂怒，口中不住怒吼着灵修：“你在哪里？”等到僵尸小哥重新唱到战吗？战啊！以最卑微的梦的时候，突然间，主任医师面前又一次传来灵修极致威严的声音。他冷冷地说道：“你就这么急躁吗？”说话的同时，灵修身上亮起了一抹淡淡的金光咒微光，使得主任及医师有机会看清楚面前的一切。
而当主任级医师看清楚面前的一切时，他彻底呆住了。此时，林修手上握着一把盘踞金色长龙的诡异狙击枪，这枪无声无息，猛一看却像无尽的噬神气息逼面而来。主任医师并非普通路人，哪怕他不知道林修手中这枪叫做是神枪，他也能感受到这枪可以杀死自己。猛的一瞬间，主任医师彻底慌了，双眼剧烈晃动之后，主任医师开口说道：“林医生，我知道错了，我认输，我投降，你别杀我。”哦，面对主任医师的求饶，林修三眸微微一抬，随后道：“抱歉，你的脑袋对我有用。”话音刚落，砰的一枪，主任医师的脑子瞬间被是神枪击出。在主任医师强烈的惊骇中，他的脑子漂浮在半空中，而身体则慢慢倒下。砰！1号门诊外，当林修开枪的时候，水友们手机屏幕面前极致的黑暗正在缓缓散去。当望见主任医师那漂浮在半空之中的脑子时，水友们忍不住惊叹道：“卧槽，这是什么招式？这鬼怪的脑子还能直接和身体分离？”走廊上，可怕的气息湮灭散去，副院长大妈、裂口女等满脸震惊地望向林修。直播间中，水友们不知那悬空的脑子是怎么回事，副院长大妈却很清楚，作为青山医院的诡异之物，主任医师早在15年前就已经彻底烧坏了自己的身体。眼前躺在地上的恐怖焦尸，不过是主任医师偷偷从某个病人身上夺来的。他的一身本事和医术全在那豆腐似的脑袋上，这种专门炼化脑子的诡异之术，也算是青山医院的专属了。呵，漆黑冰冷的走廊上，当林修缓缓地收下是神枪后，他抬眼望向四周，看着不远处还在大声欢唱的僵尸小哥：“你过来，这脑子送你，找个时间我得把这东西塞你脑壳里去。”这边僵尸小哥正在唱着第3遍：“去吗？配吗？这褴褛的披风，战吗？战啊！以最卑微的梦。”小哥一边唱一边念起了 rap。当听见林修这么一说的时候，僵尸小哥眼前一亮，连忙停下动作，整个人飞快跑到林修身边，满脸震惊地望向林修道：“老大，这脑袋你真要给我吗？上次您给我清洗了脑壳之后，我总觉得我脑袋里空空荡荡的，脑子有些不够用。你要真把这脑袋给我，我可不客气了。”对此，林修微微一笑道：“这脑子说给你就给你，以后你也算青山医院主任级医师啊！我真的可以成为主任级医师吗？”凄冷走廊上，一听林修这话，僵尸小哥彻底愣住了。一开始，这小哥城市郊区出发，凑了一些银两来到青山医院，为的就是治好自己的脑壳疼。后来在林修大佬的提携下，僵尸小哥感觉自己好像有机会成为惊悚世界郊区之王。而现在，自己郊区之王的愿望还没实现呢，没想到这才几天的功夫，自己的能耐便又往上迈了一个台阶。青山医院主任级医师，那是多少人一辈子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青山医院里走出的大佬，哪一个不是可以震撼一方的存在？漆黑走廊上，面对着林修的大方赏赐，僵尸小哥激动地跪在地上，砰砰砰，不住地磕着响头，口中不住道：“谢谢主公，谢谢主公。”从高往下看，这僵尸的脑壳是还蛮空的。望着僵尸小哥，林修接着又道：“还有，你唱歌不错，下次我送你个震撼一点的电吉他，你闲着没事就只管唱。”此言一出，僵尸小哥感动的眼泪直流。另外一边，就在僵尸小哥感激涕零的时候，副院长大妈满脸震惊地飘到了林修面前，望着林修，不由得道：“你果然灭掉了主任医师。”对此，林修语气平淡道：“不然呢，副院长女士，您刚刚不是说了，决斗中2个只留1个？”话说如此，但是林修这杀伐果决的姿态，未免还是有些太过于有恃无恐。一个黑炭头医师好杀，但是医师被灭后，青山医院各方的震动，你林修一个小小的见习医师，真能全盘稳住吗？接下来各个科室的厉鬼，还有中上层管理，哪一个不会对你投来关注的目光，甚至对你下手？呵，望着面前这个无知无畏的年轻人，随后又道：“林医生，今天的决斗你赢了，你有资格继承黑炭头的一切。但有一句话，我还是必须提醒你：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年轻人，得饶人处且饶人，有时候做人不要太嚣张。”院长大妈这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哦，面对院长大妈善意的提醒，林修微微一笑道：“好的，副院长女士，你的忠告我记住了，我下次尽量不要太嚣张。说实话，决斗场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击杀主任医师这件事上，林修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嚣张。在林修看来，自己充其量就是随手灭掉了一个恶灵罢了。”走廊上看着林修那云淡风轻的表情，副院长大妈便知道，对于自己的警告，这林医生并没有听见太多。可是那又怎样呢？这林医生光凭那无尽的黑暗，就足以令自己感到震撼。进入青山医院300来年，副院长大妈感觉自己已经老了，这世界早已不是自己这一辈鬼怪们的天下。抬眼看了看年轻帅气、实力强大的林修，副院长大妈道：“林医生，你和黑炭头的决斗我就不说了。不久之后，我们医院将展开一次大规模的医师测评，在这场测评中获得最高分的那位，将代表我们医院参加这一届的议员选举。你在击杀了黑炭头后，已经坐稳了我青山医院中层管理的位置，接下来一段时间，希望你能稳住这位置，别让其他医师抢去。另外，你的实力不差，我相信只要你自己别犯错，用不了多久，我这副院长的位置也有可能是你的。”副院长大妈这话也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假意，最后一次冷冷地看了林修一眼后，一股可怕的气息散发，副院长大妈瞬间带着一股极致的压迫消失在了走廊之中。与此同时，系统之声在林修耳边响起：“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击杀青山医院主任级医师1名，您的青山医院摸索程度25%，您触发了隐藏任务，通关青山医院。1号门诊室外，修复了1%脑域的林修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异能。
当林修的精神异能渗入主任医师脑子的时候，主任医师过往曾经所有的秘密便如同一幕幕云烟一般涌现在林修面前。当翻阅了主任医师的记忆之后，林修发现自己对于青山医院的了解并不算太多，系统评价的 25% 的摸索程度算是比较客观。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自己修复了裂口女小姐姐，这青山医院的摸索程度又该提升到多少呢？裂口女小姐姐身上带着奇异的诅咒，这美女虽然实力强悍，但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如何来到青山医院的。想要缝合裂口女身上的伤口，林修便不得不触碰到一些特殊禁忌，这些特殊禁忌似乎和整个青山医院存在着莫名的关联。所以通关青山医院，最后自己能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呢？进入惊悚都市这么久，林修也是时候开始试着往外边走了。诡异遍地、无边无际的惊悚都市，想来还有很多事情值得探索。林修感觉自己挺忙的，在结束了生化危机副本之后，等待他的便是青山医院攻略探索，还有即将到来的议员选举。当然，除了惊悚世界里的事情，现实生活中林修仍旧是个普普通通的见习医生，还有令无数大佬震撼、趋之若鹜的黑市诡异。这么多事情，真不知道林修是怎么忙得过来的。而除了以上几件事外，林修在青山医院内的1号门诊也越来越火热，2到7号门诊也在陆续买下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林修现实、惊悚2个世界连轴转，也不免有些分身乏术。正因如此，林修才需要将黑炭主任的脑袋取下来。这黑炭主任虽然在修为上受到了林修极大的克制，但是就医术而言，他的水平还是不差的。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在大佬级鬼怪如云的青山医院站稳脚跟。这一日，在忙完了自己手边的一些事后，林修很快便找到了僵尸小哥，将黑炭主任脑袋中所有的医术全部装进僵尸小哥脑壳里。由于这脑袋融合的过程涉及到了林修脑域开发时一些从未在惊悚世界中出现过的秘密，因此在给僵尸小哥做手术的时候，整个过程林修并没有直播。与此同时，惊悚世界中3大试炼者势力虽然在林修涅槃重生之后想尽办法要和林修接触，但是不管外边的人怎么想，那也得林修有时间。一些实力稍逊的试炼者想要通过假装病人的方法和林修接触，他们确实顺利的通过预约来到了林修面前。但是不管这些家伙自己感觉有没有病，林修总能通过一通迅速的捣鼓将试炼者们整得服服帖帖。一通操作后，试炼者还来不及多说什么，就被实力强悍的裂口女和双生鬼叉给请了出去。药照拿，钱照收，试炼者们等于花钱做了一次舒舒服服的理疗。当然了，那些身有隐疾而不自知的家伙，在找到林修的时候100%赚到。这些试炼者们虽然没能和林修说上话，但却意外找出隐患，避免了自身重大隐患的爆发。另外一些实力强悍的试炼者，鉴于之前烽火侯的遭遇，不愿自降身份，装作病人来到1号门诊。他们通过各自的手下、说客等等，来到门诊室中，向林修发来了各种晚宴、会议的要求。有些势力甚至表示可以直接明说自己可以为林修接下来竞选议员提供帮助。但是在完全没有空闲的情况下，林修对此理都不理。毕竟惊悚都市中历来有规矩，作为9大兄弟之一，青山医院推出的议员人选有超过90%都能当选。林修只要确保自己能在惊悚医院中过关，外边的事情其实反而更简单。更何况在和华夏高层合作之后，林修也挺有钱。在这种情况下，林修自然不需要任何一方势力的赞助，也很难被任何一方势力拉拢。毕竟不管怎么说，林修不久前也才刚刚拒绝了全球最大国华夏的官方邀请。华夏军中将军级的存在，林修都看不上了，一些远弱于华夏的实力，自然很难让林修动心。以上是通过正经渠道想要和林修接触的。当然除了正经人之外，青山医院内也不乏一些想要刺探、暗杀林修的存在。但是这些家伙实力基本不如黑炭主任和烽火侯，强悍如青山医院主任医师，还有惊悚都市议会副议长都没能在林修手上讨到便宜。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暗搓搓出现在林修身边的试炼者又怎么可能改变局面？这些家伙好些连双生鬼鬼差和白蜡石像鬼都打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家伙就更别想打扰林修了。一段时间的忙碌之后，林修身边能回应的、愿意回应的人物、消息都处理完毕了。林修也渐渐获得了一丝清闲。当然，所谓的清闲指的是林修身边暂时没有外人拜访和打扰。接下来，林修还有几件重大的事情要做。首先，第一件就是处理裂口女小姐姐身上的诅咒。之前，林修之所以一直不处理裂口女的伤口，是因为林修感觉自己和裂口女都承受不住那诡异裂口的诅咒。而现在，在经过1%脑域修复开发、死而复生、融合湮灭物质之后，林修已经基本上站在了普通人类的巅峰。裂口女身上那恐怖的诅咒，林修也终于有把握尝试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处理自己出入惊悚世界时，中年大叔留下来的项链密码。这项链密码中明显包含着青山医院的某些秘密。完成这个任务，林修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青山医院探索度。在完成了以上2件事后，林修打算花一段时间专心应对青山医院的考核，确保自己在青山医院内部的议员提拔中过关。只要自己能够在考核中获得第一，那么在未来的1-2个月中，自己就不用再为议员选举的一些事情忙碌，只要坐等新一届议会选举开始就行。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些事情，林修通过储备阴德购买试炼暂停卡。如此一来，在未来半个月的试炼中，林修便可以直接轮空。如果事情进行的顺利，那么在完成青山医院的攻略后，林修很有可能还会去做一件比较隐秘的事情，一件足以震惊整个惊悚都市的大事情。做完这些，新一轮的惊悚试炼开始。1-2轮试炼之后，新一届的议员换届正式开始。从青山医院的一名普通留宿者到1号门诊医师，从门诊医师再到代表青山医院参选议员，
灵修在崛起之路上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而这一日，无声的青山医院中，灵修缓步走进了一间诡异的样品陈列室。陈列室里滴答滴答，莫名的水声伴随着灵修的身影不停响起。同时，在灵修的探索中，一张字迹潦草、显得异常恐怖的字条出现在了他的手中：千万不要被天花板上的水滴到。滴答滴答。无声陈列室中，当灵修独自一人缓步往前走的时候，一股强烈的怨气始终笼罩在他的肩头。天花板上一道如同巨网一般的黑色水汽始终不紧不慢地跟着灵修，那水汽仿佛长了眼睛一样。滴答滴答，缓步行进走。当冰冷彻骨的水滴滴到灵修脖子的时候，灵修也不管，任凭着水汽在自己的脖子上开出诡异冰晶。这一日，灵修直播间中，当望见灵修手中那几近挣扎的提示纸条时，直播间的水友们早就吓坏了。灵修大佬，您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鬼怪啊喂？不管怎么说，您现在毕竟是在青山医院里啊，面对以前幸存者的提醒，你就这么熟视无睹吗？您不会以为自己真能分分钟都能死而复生吧？我仿佛感觉到了某个鬼怪正在紧紧地跟随着灵修大佬。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灵修大佬在探索的是什么地方？无声的陈列室中，就在一些后边才来的水友们好奇地提问灵修在干什么的时候，叮的一声，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响了起来。恭喜试炼者，您成功地找到了中年大叔遗留在青山医院里的物品，你获得了一个漆黑宝箱。目前您的隐藏任务密码在项链里，探索进程 90%。叮，请试炼者注意，目前您已被恶灵缠身，恶灵数量11，您的处境非常危险。该隐藏任务中，您的恐惧值波动0-0，请试炼者注意自身情绪波动，莫要因为游戏过度而伤害身体。游戏，您管真实死亡的试炼叫做游戏。一直以来，对于惊悚系统善意的提醒，全球几百万试炼者都还蛮生气的。尤其是在见到系统好心提醒自己注意不要过度游戏的时候，水友们更是忍不住想直接破口骂娘。好家伙，水友们倒是想试图游戏，不被鬼怪们吓死，可是您给我们机会了吗？而今日，当发现恐惧值波动0-0的灵修，竟也得到了系统善意的提醒，水友们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讲真，在面对毫无恐惧波动的灵修时，系统大神应该也非常无奈吧？您提醒归提醒，那也得灵修愿意听啊。这家伙可是出了名的不听劝。此刻，无声的陈列室里，一头身穿白衣、披头散发的鬼怪最先从冷冷的地板上爬了起来。他是原本就存在于无声陈列室的 A 级恶鬼，在过去的半年中，曾经死在他手中的试炼者共有7位。通过诡异水滴，这头 A 级恶鬼能够瞬间侵袭试炼者神经、头颅，令试炼者们在不知不觉间死于窒息和绝望。而紧随 A 级水鬼站到灵修面前的是一位脑壳灰暗、眼眶漆黑的怪老头。这家伙有着活人一样的躯壳，本领却是各种穿墙。再往后是一头一脸哀怨的女鬼，她身上穿着一件红裙，头发却像是染着墨汁一般，不断往外滴着黑色煞气，染黑周围的一切。女鬼身后，胖子鬼、斜眼鬼等等，加起来总共11个。这些家伙一个个冰冷着脸，眼神诡异地望着灵修，没有一个愿意给灵修让开一条离开的路。大量的怨气充斥在整个陈列室中。这种地方若是换作一般的试炼者走进来，只需一眼，立刻便会被吓得当场晕倒。所以刚刚系统说灵修恶灵缠身，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一日，灵修凭借着当初中年大叔口中所说的密码在项链中，开始挖掘项链的秘密。然后灵修通过密码便找到了青山医院病人物品存放柜中，找到了另外一条新的线索。同时，灵修开始被第一头恶灵缠身。利用新的线索，灵修来到了青山医院停尸房中。讲真，在到处是鬼怪的地方，青山医院的太平间感觉有点累赘。毕竟在这个地方，试炼者们进来随便往往里一趟，不是阴气十足。在这太平间中，为了了解中年大叔和他背后神秘组织的秘密，灵修和一位外表酷似阴差、额头上贴着太平令牌的鬼怪玩了几把生死局。生死局摇头子，5局3胜，赢的活下来，输的直接去死。整个过程由太平阴差和灵修手中死亡序章见共同见证。最后的结局是灵修连赢3场，太平鬼差满脸绝望。在宣誓效忠并且透露出自己所知道的秘密后，太平阴差主动前往1号门诊报道，成为灵修门诊室中又一名大将。而灵修则是通过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秘密继续探索。就这样，灵修每去一个地方，了解一件事情或者获取一件道具，身边便会跟着一头恶鬼。此刻无声的陈列，煞气惊人。按理中年大叔所留下来的剧情任务，那是一般资深试炼者在完成了10几场恐怖试炼后才敢稍稍触碰的。在这连环剧情当中，每一个环节的鬼怪都是需要试炼者至少花1周的时间去攻略的。1天时间分析线索，1天时间准备战斗，剩下的3、4天躺在家里养伤。就这样，大概小半年之后，试炼者们便能通关剧情，获得与神秘大叔背后组织相关的技能提升。青山医院的连环剧情奖励非常丰富，当然，奖励丰富同样意味着试炼者们的探索过程将非常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想到你灵修大佬为了快速通关，居然把所有鬼怪全部带在身边，一直等到探索任务快要结束还不处理。所以灵修大佬，你是想吓死个谁？直播间中，不管是新来还是后到的水友，面对着11头含义逼人的恶灵时，脸上皆忍不住露出恐怖之色。这样11头可怕的恶灵，若是同时发威，只怕能瞬间摧毁现实世界中大半座城市吧。您行行好，恶鬼大哥大爷们，你们可别过来，我们胆子小，经不起折腾。无声的陈列室中，面对着手提黑色箱子想要往外走的灵修，一众恶鬼们嘴角浮现出了一抹邪性的微笑。无声压抑的陈列室中，当手提箱子
正在往回走的灵修望见恶鬼的时候，这家伙突然眼前一亮，忍不住道：“糟糕，我光忙着探秘，忘了你们了。这人要是没有恐惧感，还真麻烦。”啊！陈列室中一听灵修这话，一众邪性逆天的恶鬼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丝疑惑的表情。好家伙，感情我们这几个跟了你这么久，结果你压根没把我们放在眼中。鬼怪们天生狭隘易怒，灵修此时面带善意的微笑，瞬间激怒了大家。刹那间，陈列室里一股排山倒海的阴冷气息扑面而来，即便强悍如灵修，身上的衬衣短裤也不由得瑟瑟发抖。而灵修恐惧直波动，怎么？各位现在非常生气吗？呵呵，在青山医院里待了这么久，鬼怪大佬们从来没被人这么无视过，所以一众鬼怪们当然非常生气。小伙子，你想好怎么死了吗？今天我等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呜！冰冷的陈列室中，就在鬼怪们暴怒的时候，恶灵队伍中一名身穿白衣、皮肤白得发紫的突然哭了起来。他哭不是因为灵修有多气人，而是因为这恶灵率先发难了。呜！几乎密闭的陈列室中，但白皮肤女鬼突然发出哭声的时候，四周的空气便如同瞬间被焚毁一般，一股极致的压迫袭上灵修心头。惊变的氛围中，其余几头鬼怪一收起了木讷之色，一个个变得凶狠恶毒，各种恐怖的气息交织在一起，仿佛要将整个空间彻底撕裂。这陈列室也得亏是在青山医院，若是放在别处，只怕瞬间塌了。森冷的寂静中，面对着一众暴躁的恶灵，灵修终于逐渐收敛起了无所谓的神色，目光微微一凛，嘴角上扬，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这笑容看起来有点冰冷，又有点治愈。望着这笑容，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愣了一愣。百万水友总感觉这笑容自己好像哪里见过，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在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弹幕中，突然有人惊呼：“我想起来了，灵修大佬这是要戴上超治愈面具了。”眼看着灵修手上一道诡异的面具缓缓戴在脸上，一时间灵修直播间的弹幕狂飙。我好不容易心动一次，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我的歌坛噩梦啊！面具一戴，谁都不爱。而这边灵修在缓缓戴上面具之后，稍稍一抬眼，望着那如同一道黑墙压迫而来的恶灵们，开口说道：“各位，我好久没开启前往极乐世界的大门了，要不你们被我超度一下？听听，这像是人话吗？”都说了，鬼怪易怒，尤其是在被超度这件事上，恶灵们更是异常敏感。很多时候，超度这两个字在恶灵们面前说都说不得。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大哥，您问恶灵大哥们要不要被超度？您搁着玩火呢？一时之间，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好怕啊！小伙伴们总感觉接下来这直播间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灵修大佬，别人看直播是被鬼怪吓到，我们看直播是被你吓到。与此同时，陈列室中鬼怪们的愤怒完全可以想象。当11头顶级恶灵同时暴怒的时候，陈列室所在的整栋大楼不由得跟着剧烈颤抖起来。一道恐怖的鬼域气息令青山医院再度惊动惊悚都市四处游荡的恶灵。妹的，这青山医院真不愧是9大兄弟，大半夜的也这么吓人。小伙子，你的无知令人愤怒。气氛压抑的空间中，一头手持巨斧的恶灵望着目中无人的灵修，便是一阵劈砍。然而，就在诡异恶灵的斧头即将劈到灵修肩膀的时候，灵修身上爆发出一层淡淡的金光咒。耀眼金光下，那可怕的巨斧吭的一声瞬间化为粉末，而连同巨斧一起化为粉末的，则是暴怒恶灵的双手。区一层淡淡的金光咒，竟有如此可怕的威力。望着面前一幕，全网谁有惊了？灵修这家伙果然不是一般的试炼者。此时，暴怒恶灵双臂的飞散，不止震惊到了水友，陈列室中10几头恶灵也是满脸错愕。讲真，在灵修爆发出金光咒之前，恶鬼们并不觉得这家伙有多强，否则一众鬼怪们也不可能跟他这么久。而现在，当灵修身上突然爆发出那么一点不俗的气息后，11头鬼怪们脸色顿时一变。他们在灵修身上感受到了非凡的气息，那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神灵之气。下一刻，一众鬼怪开始求饶：“鬼神大人，我等无意冒犯，还请您原谅我们。”面对着一众鬼怪的求饶，手中刚刚握住死亡序章的灵修稍稍一愣，不由得望向一种鬼怪道：“怎么？难道那个传说中的往生极乐世界不如青山医院有趣吗？为什么你们那么排斥那个地方？”极乐世界有不有趣，一众鬼怪哪里知道啊？眼前这些家伙自从死后变成恶灵，就一直待在惊悚世界这个阴间国度之中，众人哪里知道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讲真，若真要问鬼怪们为什么害怕极乐世界，那当然是因为未知啊。那个地方虽然叫做极乐之地，听起来很不错的样子，但谁能知道那个地方是不是个惊天骗局？众鬼怪进入的世界，万一是个比青山医院还恐怖的无间炼狱呢？所以啊，在这世上没有哪个鬼怪愿意被超度。阴气弥漫的陈列室中，当灵修身上突然泛起一层淡淡的黄金死神气息，脚下出现一道又一道鬼神铭文的时候，一众鬼怪更加害怕了，一个个恐惧直狂飙。鬼神大人，我等知错了，求求你饶了我们，有过执念，放下执念，说往生极乐就是往生极乐，我不骗你们。无声的陈列室中，面对着苦苦求饶的鬼怪们，灵修脸上始终带着一丝冷漠之色。说话同时，他的身上散发着一抹淡淡的鬼神金光，脚下一圈圈金色法阵荡漾开来，指引着恶灵们前往极乐世界的道路。惊悚世界中，恶灵们向往往生极乐世界，因为那是成为鬼神的开始，只有进入往生极乐的亡灵才有机会得到真正的超脱。
但是恶灵们还是那句话，在前世恩怨解决，一身煞气被化解前，没有人喜欢被莫名其妙的超度。在放下执念之前，往生极乐对于恶灵们来说就是个画饼画得很大，实际上非常危险的陷阱。此刻，当灵修脚下荡起鬼神法阵的时候，恶灵们知道这家伙是铁了心要将自己送走。既然求饶没有用，那就战斗吧！臭小子，你别得理不饶人！你别以为你这身气息，我们就不敢动手！唰！耀眼的金光中，一位老头再度尝试攻击灵修，可是不等老头的手触碰到灵修身体，金光之中，老头身躯瞬间原地蒸发，整个人带着惨烈的嚎叫，消失在了恶灵们视野之中。这下好了，没超度的必要了。望着面前一幕，恶灵们个个惊骇，眼前这年轻人果然不简单。一时间，恶灵们诧异的瞪大双眼，气氛凝滞。也是在这个时候，一阵白雾飘过，刹那间，过往重重，如同云烟一般，从那无尽的金光中弥漫至每个恶灵眼前。望着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还有死后所经历的一切，恶灵们不由得浑身一颤。在鬼神法阵强大的金光笼罩下，每个人就像收拾房间一般，事无巨细，一点一滴整理着自己所经历过的每一个问题风波。当恶灵们仓皇回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人这一生莫名之间错过很多，也学到了很多。人在各种断舍离中，逐渐被各种回忆负重塞满，臃肿的像一头怪兽。而死后为鬼，恶灵们的状态则简单了许多，凭着一点执念、煞气，便可以不断的吞噬壮大，存在很久，最终变成人不人鬼不鬼，谁也不认识的模样。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氤氲的金光中，恶灵们突然感觉自己整个人浑身上下都特别舒畅，莫名的有被治愈到。也是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一位恶鬼失声痛哭起来，因为他发现原来在自己迟迟不肯放下的执念中，当初那位负心之人其实回来过，只是因为当时自己已经戳瞎了双眼，整个人精神处于极度诡谲的病态中，失去了对外界的感受。那些自己曾经疯子似的大闹过的地方，其实都有他默默守候的身影。最终，恶鬼所以为的负心人无怨无悔地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并且在女子离世没多久，直截了当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从此，两人一道进入幽冥，却永世无缘相见。因为自杀的人永远无法摆脱天道的束缚，想要获得彻底的解脱，就只能积累大量的功德。啊！望着过往的种种，眼睛里滴血的女鬼彻底呆了。在这世上，真相往往让人无比绝望。雾气氤氲的鬼神金光中，女鬼眼中不再泣血，而是滴下了罕见的水晶般的眼泪。一个人默默地走进了极乐世界之中，不管那个地方究竟是净土还是炼狱，只要能够找到那个负心人，无愿往之。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超度 A 级恶灵，您获得了300点功德，600点治愈点。鬼神法阵中超度这种事有一就有二。灵修外表看似冷漠，内心却是一个极其细腻的心理医生。在灵修抽丝剥茧之下，那些没有大仇大怨、想通了就能放下的执念被一一化解。渐渐的，恶鬼之中有超过一半全部被灵修超度，剩下的几个则都是怨念极深，甚至杀人仇敌还尚在人世的恶鬼。面对这些迟迟不肯超脱的恶灵，灵修倒也不着急，直接墨剑一劈，打开一个空间，强大的恐惧降临下，恶灵们时隔多年，终于有了再度降临人世的机会。今天我让你们有机会直面仇敌，究竟是成功报仇，还是再次被人杀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作为一名拥有阴司执法权的黄金鬼神，执掌世间公道，同样是灵修分内之事。直播间中，当望见灵修将5、6头恶鬼放到人间的时候，不少卫道士瞬间怒了，冲着灵修便骂：我擦，灵修大佬，你搞什么鬼？你能超度就超度，不能超度就拉倒，你为什么要把这些恶鬼放出来？你不知道在咱们的世界中，一头 A 级恶鬼便足以毁掉大半座城市吗？而且在杀人凶手面前，受限于天道法则，恶鬼们往往会被凶手克制，一旦不能报仇，我敢打赌这些恶鬼100%逃跑。这件事我看你怎么收场。灵修大佬，你今天犯大错了。卫道士们终究是害怕恶鬼横行波及自己。无声的陈列室中，灵修对于自己的决定态度十分淡然。大约1炷香的时间后，系统之声再度响起，那些刚刚被灵修放出到现实世界中恶灵，一个个了结心愿，杀了对手，被灵修成功超度。从此，青山医院少了几头怨气冲天的恶灵，都市的某个角落添了一些无名恶鬼。灵修是个怕麻烦的人，他相信在自己的执法中，自己放出去的鬼不会打不过对手，也相信在自己苦口婆心的引导下，恶鬼们会在了却恩怨后乖乖离开。正是因为提前预判了恶鬼们消耗的时间不会太长，灵修才会把恶鬼们都放出去解决问题。否则，面对着一大堆怒气冲天的恶鬼，灵修之间挥动死亡序章，一剑之间就可以将这10几头恶灵全部物理超度了，哪里需要这么麻烦？在这个世界上，恶灵们确实狠毒，让人感到害怕、恐怖。但同样，在很多情况下，人心也非常险恶。有些人当初既然敢对身边人下手，那有机会就再面对一次吧。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超度11头恶灵，您损耗了10点能量。叮！恭喜试炼者在超度恶灵的时候，您的天赋技能掠夺被动触发，你获得了特殊技能穿墙术。穿墙术普通 A 级技能，修炼至圆满后，可让您轻松穿越世间绝大多数铜墙铁壁。穿墙术吗？无声的陈列室中，灵修原本还在想，在被恶灵封死房间后，自己拎着箱子要怎么离开？难道要把陈列室的一整面墙都直接轰开？这么做到时候，青山医院的执法大叔们会不会来找自己赔钱？现在好，有了穿墙术，灵修的顾虑也就解决了。与此同时，想想不久前在海边别墅时，自己跟着双生鬼差等想要穿墙而过的画面，灵修不由得又是哑然一笑。打开心头面板，看看储备阴德，灵修直接开挂，将技能点满。
叮，消耗300点储备阴德，您的穿墙术修炼至12层后期，距离圆满还有一步之遥，请试炼者多加练习，熟练掌握该技能后方可圆满。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完成密码在项链里隐藏任务，你得到了10支变异生化剂病毒。陈列室中，面对着自己手上沉甸甸的黑色箱子，灵修伸手用力掰了几下，没有想到这黑色箱子异常牢固，单凭手劲，灵修竟无法将它直接打开。好吧，既然手劲打不开，那就上武器。冰冷的房间里，面对着怀中的黑色箱子，灵修不再多说什么，一手握住死亡序章，啪嗒一下，在黑色墨剑极致的锋芒下，黑色箱子应声而来。随后，一管管散发着危险气息的病毒针剂出现在了灵修面前。看了看箱子中冰冷的针剂，灵修想都没想，背上8臂副手打开，几只手配合在一起，一下子将10管针剂全部注射到了自己的身体里。望着灵修白皙的胳膊上微微泛起的雷霆一般的情况，直播间中无数的水友再度吃惊的瞪大双眼。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灵修很猛，但真不知道灵修居然会这么猛。这家伙连检测都不检测，就直接将整整10支散发着危险气息的病毒针剂注射到身体里，他怎么就不怕被这些病毒给活活坑死？灵修大佬不会是想借着黄金果实部再来一次涅槃重生吧？这开挂的人还真是有恃无恐啊！我真是醉了。另外一边，当灵修将10支针剂全部注入到体内的时候，他浑身上下只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冰冷，在一阵诡异的电流之后，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身为丧尸之王的你，对该病毒存在着天然的免疫。你获得了继病毒隐藏最高能力闪击。闪击消耗15点能量，获得高额爆发，化作一道雷霆闪电攻击对手。在您进行闪击的时候，不可被对手的技能诅咒选中。叮！完成继病毒隐藏任务的你受到了夺命煞的关注，您被一道莫名的气息锁定了。叮！由于对您下诅咒的人受到了黄金果实部的反噬，对方身受重伤，夺命煞失去了追踪目标。啊！这无声陈列室中，当听到夺命煞关注自己的时候，灵修内心不由得有些小兴奋。毕竟那些黑黢黢的恶鬼，可是当初在整个青山医院中为数不多引起灵修恐惧值急剧跳动的家伙。当初那些夺命煞就是为了得到大叔身上的秘密，才对自己和大叔疯狂追击。灵修原本想着，在自己彻底完成继病毒任务后，夺命煞背后的主人很有可能会对自己发起激烈的猛攻，让自己非常害怕，非常惶恐。结果现在好了，夺命煞背后的诅咒才刚刚降临，系统大神您便直接提示对方承受不住了。所以我身上裹这东西竟阻碍了我探求恐惧的源头。唉，无数的房间中，面对着这意想不到的结果，灵修无奈地叹了口气。不过继病毒的剧情自己确实是解决好了，那么接下来自己便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至于夺命煞，还有当初那位果实代理的中年大叔，夺命煞背后的主人等等，这些人物剧情就等以后遇到了再挖掘吧。刷！青山医院中，闪击技能配合着穿墙术，灵修刷的一下从密不透风的陈列室中穿了出来。青山医院本就处处透着诡异，当灵修突然从一面封死的墙壁中穿出的时候，走廊上一位脸上戴着银丝边眼镜，身穿白大褂，抱着一份诡异病历的医生不由得吓了一大跳，抬眼望着脸戴治愈面具的灵修，诧异道：“这地方直挺挺的就一条路，你是怎么出现的？”接着不等灵修回答，这医生一脸震惊的将自己的手放在了冰冷的墙面上，随后忍不住道：“妙啊，来这里这么多天，我一直不知道这墙壁后边还有一个密室。”脸上戴着银丝眼镜的医生一边说，一边望着默默摘下面具的灵修。这英俊的面容，隐约可见的第3只眼，你是灵修？白大褂医生一边说，一边激动地伸出左手，主动向灵修示好，道：“那个，我叫做福克嗨，白，很高兴认识你。”哦，面对着面前洋溢着热情气息的福白医生，灵修脸上露出一抹平淡的微笑，随后道：“你这么热情，看来你对生活还充满信心啊！”一听这话，福白医生愣了一愣，望着灵修，沉默许久，猛然间，眼神之中仿佛出现了一丝明悟。讲真，作为一名被莫名选召进入惊悚世界的医生，福白对于这座医院一直都还蛮害怕的。进入医院这么多天，福白整个人都处在极度的压抑之中。讲真，如果不是因为遇到灵修，自己神情一时激动，福白医生都快忘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正面的情绪和表情了。灵修医生，我知道未来一段时间我该怎么做了，谢谢你。寂静的走廊上，医生福白激动地握住灵修的双手，不住说着感谢。今天别看灵修的出现平平无奇，但是对于已经快要在绝境中沦陷的福白来说，灵修的出现就像一道明亮的光，让福白一下子找到了继续挑战诡异医院的勇气。既然灵修可以在这青山医院中快速崛起，我为什么不行？另外一边，面对着一脸斗志的福白，灵修不由得微微一笑：“年轻人，你很有潜力。我这边有一些可以增加修为的药片和装备，你先拿去用，有机会咱们可以合作。”灵修说到这边，直接将自己储物空间中一些用不上的简单装备全部丢给了医生福白。这些装备是灵修在刷 G 病毒剧情时得到的一些边角料，就算拿给双生鬼差去处理，也卖不了多少钱。倒是眼前这小兄弟，灵修看他挺机灵的，在他的脸上，灵修看到了正常人应该有的恐惧。这才是青山医院带给一般试炼者真正的感觉。另外一边，面对着突然得到的一大堆装备，才刚刚是个新人的医生福白彻底惊了，他有些不了解，这才刚刚见面，灵修医生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客气？莫非他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什么了不起的气息？这不可能吧？你感觉上天生是个医生？漆黑的走廊上，望着一脸懵逼的福白，灵修不再多说什么。处理了一大堆没用的装备后，灵修默默转身，很快消失在了福白视野之中。嘶，
望着无声冰冷、灯光昏暗的走廊，福白医生忍不住浑身一抖。别说，这医院还真恐怖。为了压制内心的恐惧，福白医生只能强迫自己看起手中的诡异病历。沉浸在大量复杂的医术之中，福白医生才能勉强忘记周围的一切，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就像林修所说的那样，眼前这个年轻人天生就是个医生。林修今天的投资，在一段时间以后将很快展现出它的价值。这一日，漆黑冰冷，但是却鬼影重重、十分热闹的门诊区走廊上，当林修完成任务，回到1号门诊区的时候，门诊区外的等候大厅早已经是鬼满为患。无数恶灵在听闻林修大佬的顶级医术后，不辞辛苦穿越大半座城市，来到青山医院寻求林修大夫医治。平日林修不可能一直在1号门诊室里，但是他亲手培育出的爱唱歌的僵尸青年，还有1号门诊各种各样稀有药剂，也足够让僵尸小哥等轻松应对绝大多数病症了。至于那些连僵尸小哥和裂口女小倩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只能等林修回来再解决。而这天，当林修完成祭病毒任务，带着一身诡异的丧尸气息回来的时候，却意外发现大厅外的门诊室里，一大群鬼怪正满脸惊奇地盯着大厅中的一个电视屏幕。屏幕里播放的是林修在生化世界里所遭遇的恐怖试炼，而播放恐怖试炼的家伙，林修倒也熟悉，是自己在生化世界中认识的特种兵王周小飞。当初这家伙在副本结束的时候，曾经跟林修说自己回归都市之后，处理好手上的一些事情，马上就过来投奔。关于周小飞的投奔一事，林修在离开副本之后，倒也不再过问。没想到这才几天的功夫，周小飞就已经自己来了。而且这家伙不仅自己跑来投奔，来到1号门诊不到1天的他，俨然已经把自己彻底当成林修团队中的一员。门诊大厅里，一大波焦急等候的恶灵被周小飞处理得服服帖帖。恶鬼们望着林修的恐怖试炼，口中不时发出惊叹。1号门诊室外，当一股强大的丧尸气息袭来时，一众鬼怪皆被惊动。转头发现是林修回归的时候，恶灵和周小飞等人脸上皆忍不住流露出一丝惊喜之色。望着林修，周小飞快速跑到他的面前，开口便道：“老大，我按照约定来投奔你了。”面对着一脸热情的周小飞，林修道：“在之前的副本中，你表现得非常不错，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继续合作，一起赚钱。”一听这话，周小飞眼前大亮，忙不迭点头道：“多谢大哥，多谢大哥。”这边在和周小飞见过面后，林修抬眼却见身材矮小的双生鬼差走了过来，将一个诡异的血红漆盒递给林修，一边呈上物品，一边又听鬼差说道：“禀主公，之前您吩咐的诡异丝线已经找到了，这丝线咱们花了900点惊悚币，还有一件稀有装备。现如今1点惊悚币大概华夏2100元，一团诡异丝线价值近200万元。这东西是干嘛的？”门诊区外听见双生鬼差的报价，周小飞双眼中流露出一丝骇然。另外一边，在接过血红漆盒后，感受着血红漆盒上那渗人的煞气，林修倒也没多说什么，四下一看后，忍不住道：“小倩呢？”小倩就是裂口女小姐姐。在听见林修这么问时，双生鬼差、周小飞等连忙抬头，四处张望。可是这门诊室内外哪里有裂口女的身影？倒是林修神识强大，不等身边的人回答，他已经沿着医院内漆黑的走廊走动起来。不多时，林修离开了门诊区域，独自一人来到了漆黑无声的地下停车场里。这个地方密密麻麻停了几百辆的汽车，每一辆汽车里似乎都藏着诡异气息。在来到此处后，林修默默地加快了脚步。然而，就在林修身影飞快地来到停车场某个角落的时候，他的速度终究还是慢了一些。就在距离林修大概200米的地方，他看见了裂口女小姐姐那玲珑有致的倩影，还有裂口女身前一道诡异冷邪的身影，以及一把刺进裂口女胸前的尖刀。当林修的身影出现时，那黑色的身影正好完成行刺。那诡异的目光默默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林修时后，当场化作一些黑色粉末，行刺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不远处，裂口女小姐姐的胸膛则逐渐染红。这漆黑的地下停车场，当望见裂口女小姐姐那骇然倒下的身影时，饶是林修心智平稳，心态淡定，眼神中也不由得流露出了一丝惊诧之色。小倩！短促的惊呼声中，林修身上闪现出一丝雷电光芒，强力的爆发之下，林修只用了一瞬，便从数百米开外直接来到了裂口女面前。此时，刚刚遇袭的裂口女正满脸震惊地瞪着双眼，脸色苍白地倒下，胸口的血红像极了一朵血腥的花朵。裂口女在骇然倒下的时候，脑海中闪过无数的画面，她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正在消失。然后就在裂口女缓缓地闭上双眼的时候，她柔软的身体突然砰的一下倒在了一道温暖的胸膛中。绝境之中，裂口女小倩惊讶地微睁双眼，模糊的视线中看到的是林修那英俊帅气的侧脸。林医生，你来了。倒在林修怀中的裂口女气息很弱，胸口处大量的血水涌出，一下子浸湿了林修的双臂。望着面前的一幕，林修直播间的水友们无比震惊，无数的弹幕瞬间飘过。我的天啊，到底是谁这么残忍？裂口女小姐姐这么可爱，怎么可以伤她？小倩姐姐修为高深，能够让小倩身受如此重伤的人不简单啊！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事件，水友们满脸震撼，无比错愕。唯有林修在面对如此伤重的病患时，脸上没有太多复杂的表情。虽然和一般人相比，林修和小倩的关系是要亲近一些，但是在面对受伤极重的小倩时，林修的情绪仍旧十分淡定。面对着自己手上大量黏腻的鲜血，林修三眸微微一动，随后林修抱起小倩，直接往门诊区走去。来到门诊区后，一把推开17号门诊大门，拉了一张病床，将小倩往病床上一放，随后便往1号门诊而去。望着这突然出现的年轻人，17号房里的医生、病人也是惊呆了。众鬼怪虽然不认识眼前这个家伙，但是感受着这家伙身上丝毫不弱于主任级医师的气势，众鬼怪也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随他去了。而这边灵修推动着病床，快速在走道上行进着。当金光咒、闪击等技能同时爆发的时候，动静之大，叫人有些害怕。此时，面对着快速行进的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不由得赞叹道：“灵修大佬真是有情有义啊！”面对突发情况，灵修大佬如此着急，真不枉裂口女小姐姐跟了他一场啊！面对着一些水友的论调，这边不禁又有人道：“各位，你们看清楚了吗？灵修大佬此时脚步虽然飞快，但是他的眼神里却充满了淡定，感觉这世间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这，灵修大佬哪里着急了？在灵修身上体现出的只有专业好吗？专业。作为一名医生，淡定从容的将病人送上手术台才是关键。另外一边，大概在小千遇刺后不久，灵修推着病床来到了1号门诊面前，望着澎湃而来、一身雷电气息惊人的灵修，周小飞、太平鬼差等全都惊呆了。一边帮忙拉住灵修身前的病床，周小飞一边忙问：“老大，小千这是怎么了？刚才他还好好的。”周小飞满脸惊骇，而这边灵修则是稍稍放慢了脚步，抬眼对周小飞和等候在侧的僵尸小哥道：“小千遇刺了，情况危急，准备手术。”他的语气平淡如水，果真看不出有任何着急，相当专业。灵修作为团队主心骨，他不乱，周小飞等人自然也就稍稍平静下来。望着鬼影冲冲、无比杂乱的等候区，周小飞连忙冲着众鬼怪道：“各位，赶紧让开，别挡着路。”而僵尸小哥则是赶紧转身回手术间，做好手术时打下手的准备。对于1号门诊的鬼怪们来说，能力高超、性格亲和的裂口女小姐姐是个十分重要的存在。僵尸小哥在准备各种手术器械的时候，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诧异，整个人忍不住浑身抖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知道了灵修主攻的淡定从容，绝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高度。讲真，今天1号门诊发生这么大一件事，要是没有灵修在，整个门诊部恐怕早就乱套了。鬼气森森却又莫名温馨的1号门诊室内，从灵修推着裂口女回来到手术正式开始，前后大概也就1分钟。而在短短1分钟内，灵修早就利用自己手中的金光咒为裂口女做好了部分术前准备，并且第3只眼精准发动，整个人就像人形 CT 机一样，对于裂口女伤口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精准止血、开刀、拔除凶器、缝合伤口。此时裂口女胸前的漆黑凶器散发着无比冷邪的气息，阻止着裂口女伤口的愈合，大量黑色气体不住向外扩散。这是一把能够伤到诡异传说的顶级凶器，而对于裂口女这种级别的鬼怪来说，胸前要害一旦受伤，要么啥事没有，自动愈合；一旦无法自动愈合，伤势扩散，危及根本，形势将变得非常严峻。面对着裂口女的柔弱之躯，接下来灵修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可能导致危险。轰的一下，一代都市传说将从此香消玉殒。顶级凶器威胁在前，所以如此高难度的外科手术，灵修大佬真的能够处理吗？他只是个年纪轻轻的见习医生啊！一旦灵修才提取凶器的过程中稍有不舍，一切就都完蛋了。叮！这边灵修的手术还没开始，耳边系统之声便不断响了起来。恭喜试炼者遭遇突发任务，抢救裂口女。任务难度5颗星。任务奖励：恐惧之源附加 SSS 级诅咒气息，获得部分裂口诅咒讯息。失败惩罚：诡异诅咒，身体灵化，丧失意志，演化为鬼怪。叮！请试炼者注意，您目前所接触的凶器存在着顶级凶元气息，您的身体正在被侵蚀。气氛焦灼的手术室里，当僵尸小哥配合灵修做好一切术前准备，将一道明亮的手术灯打开之后，灵修面前便只有裂口女小姐姐胸前的伤口。凶器是一把散发着黑色诡异气息、大约20公分长的降魔杵一般的锋利武器，利器之上长满倒刺，一旦刺穿受害者身体，那倒刺便会将受害之人的血肉紧紧地扎住。在明亮的手术灯下，这武器如同咆哮中的野兽一般，不时散发着一阵又一阵可怕的高频震动。这样的高频震动，威胁之意十足。如此诡异的东西，哪怕只是平平淡淡的摆放在某一张桌上，也足以吓退不少试炼者，让人不敢靠近。而此刻，作为外科医生，则需要近距离和这东西交手，无声无息，便令人感到恐惧。什么是顶级凶器？这就是顶级凶器。说实话，今天要不是裂口女实力强悍，换作一般鬼怪，在这凶器的打击下，早就烟消云散了，哪里还有机会被送上青山医院的手术台？1号门诊室里，面对着即将展开手术的灵修，诡异凶器上大量黑色气息不停地往外翻涌，那恐怖的姿态仿佛在说：“你来啊，有种动我啊！你要敢动我，那被我所伤之人可就撑不住了。”望着眼前一幕，灵修直播间中一众诡异医生陷入了沉默。面对如此诡异的凶器，众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同时，所有人内心十分清楚，今天别看那神秘的行凶之人在被灵修发现之后便直接离开了，但实际上那人与灵修的较劲仍在继续。诡异凶器上的诡异颤抖，其实就是神秘行凶之人对于灵修的挑衅。作为一名医生，如果你连伤者身上的凶器处理不了，还谈什么救人？呵呵，裂口女身上伤势如此严重，小伙子，手术台上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今天不但是顶级凶器身上散发着诅咒，裂口女本身也是个极致的恐怖之源。小伙子，你今天虽然是在为裂口女医治，但裂口女身上的恐怖之源，可不管你是什么人，和裂口女的关系有多亲近，只要你触碰她，那恐惧之源就会在你身上不断蔓延。一旦你无法将裂口女抢救过来，裂口女身上那足以震撼整个惊悚都市的恐怖诅咒，将会瞬间将你吞噬。死亡对你来说都是最痛快的解脱。所以在这么一道道高压线下，面对着如此紧迫的时间，你真想好要做这台手术，扛下所有因果了吗？1号门诊室中，就在无数人内心掀起波澜的时候，
这边刚刚戴好外科手套的林修，迅速在裂口女胸前的伤口处做好止血措施，随后啪嗒一声，右手边一只机械臂移动，那诡异低频颤抖的凶器居然被林修握在了手中。八臂副手打开的情况下，此时的林修如同一尊神佛，面色冷淡，威风凛凛。面对着林修手上握持住的凶器，直播间中一众水友愣了。所以刚刚林修大佬到底做了什么？这看起来无比诡异的凶器，就这么被他给拔了。看着降魔杵凶器上那流淌着鲜红血液却又不失锋芒的倒刺金钩，水友们不由得惊叹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从这干干净净的凶器上看，林修大佬在拔出凶器的时候并没有伤到裂口女小姐姐的伤口啊。说好的倒刺呢？所以1秒钟前大家到底错过了什么？这诡异的凶器看起来不是很难对付吗？为什么到了林修大佬手上，他看起来就像个普普通通的家伙？一些有心研究诡异医术的失恋者们带着疑惑，将直播间中之前1秒的视频放慢了1000多倍，仔细观看。这才发现，在林修拔出诡异凶器的过程中，他背后的机械副手至少高频颤动了几千下。正是机械副手的高频颤抖抵消了诡异凶器的威胁，使得林修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凶器拔出来。望着面前一幕，直播间的水友们猛地想起在生化副本中林修与湮灭碎片关于诡异颤动的争斗。眼前这古怪的凶器颤动起来虽然吓人，但是和顶级恐怖的湮灭碎片相比，它的诡异颤动还是太低级了些。在经历了湮灭碎片的顶级考验之后，眼前这凶器阵战对于林修来说就只是小儿科了。所以这第一关在林修和诡异行刺者的较量，林修完胜。哐当！手术台旁，当林修将自己机械副手中的诡异凶器往医疗盘中一丢的时候，双生鬼差连忙上前，动用手段将这东西彻底封存，以备主攻手术后查看。从林修走上手术台到诡异凶器被封存，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前后不到5秒钟。而此刻，当诡异凶器离开裂口女小姐姐的身体之后，裂口女身上的恐怖本源爆发，猛地一下，手术台上裂口女身躯一阵翻涌，剧烈的抖动间，唰的一下，裂口女那锋利的牙齿、诡异的长舌仿佛活了一般，独立在裂口女意识之外，冲着手术台旁的医生恶狠狠地咆哮起来。在裂口女性命垂危的情况下，身为顶级凶物的咧嘴可不管林修是不是在救人，对于裂口女身外一切威胁之物，利嘴长舌，杀无赦。我的妈呀，不就是一台外科手术吗？这裂口女小姐姐的救治怎么就这么困难重重？前面凶器问题才刚刚解决，裂口女小姐姐自己又爆发了。兄弟们，我承认我不行了。面对裂口女小姐姐这狰狞的模样，我害怕。谁还能记得这小姐姐戴上口罩后有多好看？拜托拜托，咧嘴诅咒，咱赶紧消停，救人要紧吧。直播间中水友们的震撼飘满屏幕。而这边在刚刚取下凶器之后，林修所面临的问题却没有那么复杂。面对着足以让无数人害怕发呕的恐怖咧嘴，林修内心不为所动。当那恐怖利嘴带着裂口女起身的时候，林修的几只副手轻轻安抚，在林修的安抚下，这利嘴居然自己消停了。这一日，1号门诊室里，在无数人的震撼中，林修神色自若，整个人仿佛置身事外的神灵一般，一边安抚咧嘴长舌，一边神色自若地处理着裂口女的伤口，该清理淤血的清理，该缝合的缝合。一场足以难住世间无数人，致死率高达99%的手术，就这么被林修轻轻松松地给拿下了。诡异凶器，裂口女恐惧本源，2到5星级门槛，在林修面前就像简单的小学生入门级数学题。诡异凶器就不说了，毕竟林修曾经经历过湮灭碎片的考验。倒是这裂口女身上的诅咒之源，她是真和林修亲近啊。说好的这恐怖诅咒6亲不认，谁来都杀了。此时别看裂口女小姐姐昏迷不醒，但是感觉这小姐姐本能的还是和林修比较亲近啊。好了，卡在裂口女手术前的2大难关解决之后，接下来的外科手术其实就没什么难度了。别说是林修，这事就连僵尸小哥也能轻松搞定。当然了，僵尸小哥处理伤口那是手术，而林修处理伤口那是艺术。手术台上，当最惊险的机关度过去后，一旁在替林修打下手的僵尸小哥终于有功夫闲下来，向林修老大学点东西。当看着林修副手配合严丝合缝的处理伤口的时候，僵尸小哥不由得暗暗惊叹：林修主公，您这天衣无缝的手艺，怕不是打娘胎里就开始练的吧？你这缝合手术我眼睛学会了，双手没学会。这边在林修果断的出手下，一场极其危险的手术变得波澜不惊。而在这看似平静的手术台上，裂口女小姐姐则在经历着一场极其恐怖的挣扎。在极其严重的伤情下，裂口女小姐姐脑海中各种记忆不断翻涌。9眼前，那是一家温馨平静的医院。在医院的小楼外，一位粉雕玉琢、长相可爱的小女孩正开心嬉笑着踢着一颗圆滚滚的皮球。她的身后是一位穿着白色大褂的中年医生。望着不断奔走嬉笑的小女孩，中年医生脸上始终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平静幸福。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就在裂口女感受着童年的温馨时，突然之间天地变色，一场惊天的巨变笼罩在了这座平静的医院上空。当风波不断掀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苦苦挣扎。一场可怕的秋风之后，整座医院被一股怪诞莫名的气氛笼罩，所有的人都变得不好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股无名的诅咒笼罩在了所有人心头。而小女孩在遭遇惊变的时候，一开始只是发烧、发热、昏迷不醒，渐渐的，她的嘴角边长出了一些渗人的小鳞片。为了拯救女孩，那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医生费尽心力，一点一滴仔细将小女孩脸上奇怪的鳞片清除。一开始，当这些鳞片被清除的时候，小女孩的脸上并没有留下什么伤口，一切都还好。然而一夜之后，情况急转直下，小女孩被撕下鳞片的地方变得扭曲、血红，并且夸张的开裂。小女孩原本粉雕玉琢的小脸蛋，
就这么彻底毁掉了。那一日，望着小女孩被毁掉的脸，中年医生陷入了疯狂，双眼变得血红而恐怖。从此，惊悚世界里出现了一位顶级鬼医，整个世界为之颤抖。而刚刚从梦魇中苏醒的小女孩，也似乎从中年医生崩溃的状态中察觉到了什么。当她小心翼翼地走向镜子的时候，她愣住了。下一刻，砰的一声，病房里传来了镜子破碎的声响。就这样，无数的光阴过去了。当惊悚世界的阴云彻底笼罩在整个城市上空的时候，青山医院早已在这疯狂的都市里站稳了脚跟，并且成为了传说中的9大兄弟之一。裂口女小倩，青山医院护士小姐姐。没有人知道她的来历，众人只知道这小姐姐会在一些负心汉出没、怨气极重的场合出现，一出手直接帮助小姐姐们解决负心之人。据说裂口女小姐姐从小生活在青山医院，但是对于自己究竟是如何在医院里长大的，整个过程裂口女小倩自己却一点记忆都没有。在她的童年和成人之间出现了一道非常漫长的断档，在这断档之中，裂口女小倩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沉睡。手术台上，当林修逐渐稳住小倩的伤势，那狰狞的伤口也一点一滴被缝合。在这种情况下，小倩那杂乱的回忆也逐渐趋于平稳。突然间，小倩的记忆回到了自己遇刺之前。不久前，从惊悚都市另外一边前来投奔的周小飞带来生化副本。在周小飞回放的直播中，小倩见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在一座无比豪华的庄园里，面对着岛国叛军，林修医生露出了一副狰狞恐怖的模样。那是和自己一样的都市传说裂口男。当望见林医生这副怪诞恐怖的模样时，裂口女小倩不由得惊呆了。林医生原来和自己是同类吗？当门诊区的鬼怪们开始私下讨论林修是不是暗恋小倩的时候，裂口女小倩一颗芳心不由得有些激动。在这种情况下，裂口女的嘴角不由得暴躁起来，一股恐怖的气息瞬间蔓延开来。小姐姐口罩下原本还算好看的脸逐渐变态。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强烈的自尊心作祟，裂口女小姐姐本能的想躲着大家。而就在裂口女小姐姐开始闪躲的时候，医院内一股莫名的恶意惊动了小姐姐。为了探明真相，裂口女收敛气息，一路追到了地下停车场。而就裂口女追到地下停车场后，一位神秘之人出现在了小倩面前。不等小倩开口说话，这人冲着小倩冰冷一笑后，随后直接出手，莫名强招，直取小倩性命。也是在这个时候，林修的身影突然出现了。当时若非林修及时赶到，神秘人下手可能更重，哪里还等得到小倩被送进手术台。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抢救裂口女小倩，使其脱离危险。你完成了5星级任务。任务奖励：恐惧之源附加 SSS 级诅咒气息，获得部分裂口诅咒讯息。你的青山医院探索度 75%。你触发了隐藏剧情，探索青山医院诡异起源，获得7星级任务，寻找刺杀裂口女小倩的神秘之人，完成报复。任务奖励：未知。失败惩罚：灭杀诅咒，优先级高于黄金果实部诅咒。任务时限1周。任务倒计时正式开始。1号门诊室内，面对着任务奖励未知的7星级难度任务，林修不由得一愣。在惊悚世界中，先给出惩罚标准，却没有任何奖励提示任务不多了。更何况，这还是一个极有可能直接导致死亡的任务。当死亡威胁突然降临的时候，林修的内心出现了一股莫名的激动，在某个瞬间，恐惧值浮动竟达到了3、4。面对着生死不明的任务，果然是个人都应该害怕。内心中莫名出现的震撼，使得林修内心有一点小开心，让林修觉得自己多少还像个正常人。只可惜，林修开心归开心，内心恐惧的小火苗其实也就出现了不到1秒。当一切归于平静的时候，林修的心再度一片冷清。果然，裂口女小姐姐和青山医院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成为主任级医师，完成项链任务的连环探索之后，我青山医院的攻略进度也就提升到了30%左右。而光是小倩一人和那神秘的刺杀者，便直接将这医院副本的进度提升到了80%左右。所以这两人和青山医院之间到底是什么联系呢？面对着摆在自己7星级任务，林修脸上露出了思索之后，片刻之后，根据自己得到的部分裂口诅咒讯息以及手术中小倩神魂中的部分回忆，林修内心隐隐有了猜测，并且这家伙的猜测距离真相几乎只有一步之遥。这小子对于裂口女和神秘人身份的预判完全没错，精准的像版本之子开挂似的。此时在附着了 SSS 级恐惧之后，林修周身还有8臂副手皆散发着一股莫名的强悍气息，远远看去仍旧给人一种平平无奇却又深不可测的感觉。这一日1号门诊室内，裂口女小姐姐的急救持续的时间一共1小时30分左右。当林修收敛起8臂副手，但是平淡的神色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周小飞、太平鬼差等连忙围了上来，忙问林修：小倩怎么样了？对此，林修也眸微抬道：小倩目前已经没有大碍，休息一段时间就能恢复过来。此言一出，周小飞等人悬着的心这才稍稍放松下来。但随后周小飞马上又神色一凛道：不过话说回来，老大，这好好的咱家小姐姐为什么会突然遇袭？你这几天在外边不会招惹到了什么仇人了吧？对此，林修微微一笑道：这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林修一边说一边往休息区走去。刚刚来到休息区，往沙发上一坐，突然林修毫无征兆地关闭了直播间声音，并且瞬间将直播视角拉远，这才对周小飞说道：未来1周我打算做一件事，我这里给你一些线索，你帮我到外边找一些人，外出的时候你找鬼差要点经费去，事情务必帮我办成啊！一听这话，周小飞不由一惊，连忙调整了下自己的坐姿，一脸谨慎地道：老大，究竟是什么事让你这么谨慎？要去哪里？你尽管说，我一定帮你办成。好。
这边周小飞刚刚完成表态，林修一抬眼看了看自己的直播屏幕，最终还是啪嗒一声，十分没礼貌的关掉直播，惹得一大群水友在群里骂道：“林修大佬在和周小飞说什么呀喂？你们这样关起门来密谋，可不大好。我们那么爱你，你居然把我们当外人，所以爱是会消失的对吗？你一点都不在乎我们的感受了对吗？”水友们神情激愤的同时，当然也知道林修和周小飞之间可能正在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尽管内心有那么一丢丢不快，但想着林修大神可能正在遭遇一波新的结束和变化，绝大多数水友对此还是表示了理解。一些出手阔绰的土豪们更是直接甩出了几万礼物，然后默默离开了直播间。直到小半天之后，林修重新开启直播，直播间内的人气才又逐渐回升到了100万以上。现实世界中，知道惊悚世界存在的人类大概也就几百上千万左右，在这几百上千万人中，每次直播都能够达到100万人数，林修在试炼者中的人气也算是高到火热了。这一日，当众人重新涌入林修直播间的时候，却见林修独自一人在研究着桌上的一个漆器盒子。他和周小飞的谈话已经结束了，而就在众人不解林修一个人究竟在忙些什么的时候，众人很快又被直播间一些水友的弹幕刷屏。不少先到直播间的水友们疯狂地讨论几天后1号门诊室内处理小倩身上诅咒、缝合裂口伤痕的事情。当听见水友们说这是林修在看望刚刚苏醒过来的小倩时定下的，直播间瞬间嗨了。不少水友纷纷感慨自己刚刚不该退出直播间，这下来晚了，错过关键的时刻。林修看望小倩就发生在10分钟前。面对这样的消息，一些神情激动的大佬早已等不到手术时刻的到来，直接各种顶级礼物刷屏，一个个狂呼缝合小姐姐伤口，恢复裂口女美貌，这是我们已经等很久了。忙了近1个月，林修大佬终于要对小姐姐下手了吗？都市男裂口女传说，你俩好像可以组成一对 CP 啊！啧，一想到小姐姐即将恢复原貌，我便忍不住激动的浑身发抖。裂口女小倩醒了，身受重伤的她在林修的救治之下，只花了1天时间便彻底脱离危险，苏醒过来。当再次看见林修那高冷、谦恭、帅气、专业的身影时，裂口女不由得芳心微动。她记得不久前在地下停车场里，正是林修在自己最危险的时刻突然挺身而出救下自己。如果不是他，当时自己早已化作这万千世界毫不起眼的尘埃，再也不复存在。病床上芳心微动的裂口女脸上流露出一股狰狞可怕的神情。面对着林修的询问，裂口女仔细回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当初刺杀自己的人到底是谁，他和自己究竟有什么恩怨。没关系，想不起来咱就不想了，未来2天你安心休养，你脸上的诅咒我们也差不多该开始处理了，我来替你缝合伤口。林修神色温和地安抚着裂口女。而直播间中面对着裂口女恐怖的模样，水友们却全都惊呆了。我的妈啊，裂口女小姐姐现在的样子好恐怖啊！那粉嫩的脸上怎么就长了这么一张恐怖的大嘴呢？眼看着那一丝丝黏腻的鳞片，还有诡异的尖牙硬生生地拉扯着小姐姐的血肉，我便不由得感觉满脸生疼啊！我的牙龈神经！这么多年，裂口女小姐姐是怎么度过的？听说在惊悚都市中，有些诅咒面相上的诅咒被诅咒人表现得越恐怖，她的本来样貌就越迷人。按照这个规则推断，裂口女小姐姐原先的样子应该非常好看吧？小姐姐加油，林医生医术如神，他一定可以帮助你。期待小倩姐姐恢复原貌的那天。惊悚都市内，在小倩遇刺之后，青山医院内平静了几天。而在这几天里，惊悚世界中发生了好几件令人震撼的事情。首先是与林修颇有渊源的13天王之一加尔，在新一轮的副本试炼中意外受伤，昏迷不醒。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作为好友，林修通过东部战区老者明中表示慰问。这边明中也很快回应了林修，私底下告诉林修，眼下尽管加尔昏迷不醒，但他在昏迷之前刚刚得到了一颗足有600年历史的魂珠，在融合魂珠之后，加尔女神的修为很有可能迎来暴涨。因此明中让林修尽管放心，短时间内加尔没有大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林修不再多说什么，默默派人送去了几枚上品续灵丹，并且告诉明中，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刻将加尔转到青山医院来。对此明中表示了感谢，并且告诉林修派去的人大概1周左右，加尔便能顺利苏醒。到时候加尔所属的黄金家族还有东部战区将很有可能联手造访青山医院，拜会林修。林修对此表示欢迎。在从回来交差的僵尸小哥处得知加尔确实没有大碍后，林修不再多说什么。这些天在惊悚世界中，除了加尔之外，另外几位天王也各自传来了消息。有报道称，在完成了一个难度极高的副本之后，原本12天王之一的龙无双有所奇遇，在副本即将结束的时候打破鬼阵，获得了一道强悍而古老的龙魂。在龙魂加深的情况下，龙无双炼化出了异常强大的双臂，一双龙爪手强攻之下无坚不摧，任何鬼怪在感受到强大的龙气之后，只能远远避开，瑟瑟发抖。除此之外，曾经在试炼者联盟会议上出现过的陈玄策，成为了试炼者中第一个正式宣布参选都市议员的顶级高手。他所代表的选区位于惊悚都市西南角，名为霓虹歌舞厅。这歌舞厅虽然算不上惊悚都市9大兄弟，但由于歌舞厅内美女鬼怪极多，常年灯红酒绿，乃是无数惊悚议员时常流连之所。在各方大佬的支持下，代表霓虹歌舞厅参选的陈玄策当选概率极大。惊悚都市中不止灵修实力超群，各大天王们也在默默发育变强。就这样，时间流转，当无数水友被各种眼花缭乱的消息包围住后，青山医院内灵修缝合裂口女小姐姐的手术已经准备稳妥，开始进入正式的手术阶段。这一天晚上，灵修刚刚开播不到10分钟，在听说今天晚上1号门诊室内就要进行裂口女的缝合手术之后，灵修直播间里人气瞬间爆棚。不等灵修一行术前准备弄好，直播间人气已经狂飙到了300万。
在全球失恋者人数尚未迎来爆发式增长的情况下，灵修直播间中的水友数量几乎占到了所有观看直播习惯的失恋者一半以上。说灵修是目前整个惊悚世界中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一点也不为过。时间：深夜11点，青山医院内阴气极重，1号至7号门诊室内隐隐散发着青色幽光。这一夜，在听说新来的门诊医生灵修即将对裂口女进行手术缝合之后，青山医院内大大小小上百名医生、护士皆被惊动了。或许是因为平日里护士小倩所展现出来的强大，今天晚上恶鬼医生们总感觉这1号门诊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一大波鬼怪在副院长大妈的带领下来到了1号门诊等候区，瞪大双眼望着手术间直播屏幕，脸上带着一抹莫名的紧张之色，心脉波动也仿佛比平日更快一些。门诊室外，那位曾经被小倩用轮椅推动出现在电梯间里的阿婆今天也来了。面对着即将动手术的小倩，阿婆面带虔诚的轮椅上爬出来，整个人双膝跪在地上默默吟唱。谁能想到一位看起来80、90岁的老者口中吟唱出的祝福之声竟如同13、14岁少女银铃般的天籁呢？当老者跪地吟唱的时候，他的身后出现了道道来自极乐世界的光，那光中仿佛站着一排排圣洁的天使。就这样，在老妇人的吟唱之中，一场足以惊动整个惊悚都市，甚至是可以直接载入史册的恐怖手术正式开始了。今晚之后，裂口女小姐姐究竟是成功摆脱诅咒恢复如初，还是在手术台上发生异变，彻底引爆灾难，酿成惊天风波，就看灵修的医术水平了。小倩，由于你身上的诅咒比较特殊，为了确保在切除恐怖利嘴后你的容貌可以恢复如初，所以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我不会施打任何面部麻醉，以免你原先脆弱的面部神经受损，可以吗？干净温馨的手术室中，面对着已经换好手术服安静躺在病床上的裂口女，灵修语气温和地询问道。对于手术过程中无法麻醉这件事，小倩内心早有准备，因此当灵修再次开口询问的时候，手术台上的小倩也只是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讲真，如果不看那恐怖咧嘴的话，小倩的样子是真的好看，尤其是她那一双明亮的双眸，绝对能让无数男生心动。那身那腰也绝对是无数人一生的梦想。如果你可以承受，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手术台上面对着神色平静的小倩，灵修淡淡的开口说道。好，我相信你，灵修医生。这边小倩的恢复非常简单，而灵修直播间里近310万的水友却早已刷满了无数弹幕。为了恢复如初，为了正常的生活，你可以永远相信灵修医生，冲呀！在不选择屏蔽部分弹幕的情况下，水友们根本无法看见直播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各种价值不菲的礼物疯狂刷过。好，1号门诊室内，面对着已经准备好的小倩，灵修不再多说什么。在一道诡异的雾气飘过之后，病床上的小倩身体受到了稍稍的麻痹。手术过程中，小倩虽然会一直保持着疼痛感，但是在这鬼物的帮助下，灵修还是将小倩的个人意识降到了最低，以免在自己手术的过程中发生任何意外。这一日，手术室里除了灵修之外，僵尸小哥、双生鬼叉等皆不被允许进入其中。在没有黄金裹尸布这种护体神器保护的情况下，僵尸小哥等根本承受不住手术过程中任何一点波澜。今天这场与顶级诅咒交锋的过程，灵修需要独自面对。叮！这边手术台旁的灵修刚刚展开8臂副手，拿起一些手术设备，系统之声便猛地响了起来。检测到失恋者正在对 S 级都市传说裂口女小倩进行裂口缝合手术，你触发了7星级隐藏任务青山医院的诅咒与祝福。青山医院的诅咒与祝福。作为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如果你在手术台上成功解救了小倩，你将获得青山医院长久的祝福；如果你的手术失败，你将面对无尽的梦魇。现在手术正式开始。这一日，灵修耳边的系统之声如同古老神灵洪钟大吕一般，带着莫名的诡异，莫名的威严。而就在这莫名的诡异和威严之间，灵修早已经取过一把手术钳，轻轻地靠近裂口女小姐姐的耳边。她的耳朵轮廓很好看，也很敏感，任何一点轻轻的风吹草动都可以让小倩忍不住浑身发抖。而就在好看的耳根下，一道令无数心跳加速的恐怖裂痕出现在眼前。这一天晚上，面对着灵修副手上的手术器械，恐怖的裂嘴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当那冰冷的手术钳出现在裂嘴旁的时候，唰的一下，小倩嘴上的裂嘴顿时炸毛，一道极其恐怖野兽之声从小倩口中炸裂而出。惊变来得如此之快，吓坏了不少正捧着手机开直播的水友。炸毛声中，啪的一下，一个个手机砸到了水友们的脸。等到水友们再次拿起手机的时候，却见灵修副手上已经钳住了一块诡异的裂纹鳞片，一把血肉模糊。在道道恐怖的黑气之下，一块小小的鳞片被灵修丢进了手术盘中。另外一边，灵修的另外几只手臂立刻止血消毒，所有的器械皆是业内顶级，随便一块止血布便足够一名普通失恋者奋斗大半个月时间。啪嗒啪嗒，手术间中，身为年轻诡异的灵修下手极快，那修长的双手还有背上4对手臂，在手术开始之后便如飞影一般不断穿梭。这边几只副手快速摘取裂口女唇腭上锋利的鳞片，那边几只副手快速止血消毒。面对着那刀锋一般狰狞外翻，足以吓坏万千密集恐惧症患者的密集牙齿，灵修同样不曾手软，一颗颗直接往外拔。在只有浅浅一层神经麻醉的情况下，裂口女小姐姐脸上的各种神经仍旧十分敏感。当灵修就这么手动从小倩脸上拔出各种诡异之物的时候，手术台上裂口女小倩脸上传来一阵又一阵剧烈的疼痛，额上沁满汗珠，手上青筋浮起，紧紧抓住床单，小腹绷紧，双腿并牢，一身单薄的手术服狰狞的扭曲在一起。不过片刻，早已满是汗珠，大量的汗水甚至顺着小倩光洁的大长腿不停地流下来。
而在这情况下，裂口女小倩居然强忍着了疼痛，整个过程不曾喊叫一声。不得不说，这小倩也是个狠人。手术台上无声静谧，令人心生恐怖。啪嗒啪嗒，手术台旁，林修不断地将各种诡异之物摘下来，他那飞快的动作令直播间中无数水友眼花缭乱，头皮发麻。与此同时，林修每摘下一片怪异的鳞片，身上便会多一重诅咒。不知不觉间，当水友们将视线从林修副手上离开，猛地抬头望向林修周身的时候，却见此时的林修早已被无边的煞气笼罩。此时的他沉浸在了一滩黑墨似的雾气里。哼，如此凶恶的诅咒，这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吗？果然，想要彻底解除都市传说，裂口诅咒没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水友们带着紧张的心情在看手术过程中灵修大脑的恐惧值波动 0.01-0.03。好吧，看来手术还没有到关键的时刻。恐惧值几乎锁死的灵修也没有到微微一下，已是静谧的时候。灵修大脑内心毫无波动，那就没事了。可是就在水友们心情稍稍放松的时候，恐怖的一幕又发生了。手术台上，这边灵修正摘除着裂口女小倩脸上的锋利牙齿和鳞片，但是就在灵修快速摘除的过程中，之前仍在止血的部位居然又长出了新的牙齿和鳞片，而且这新长出来的牙齿鳞片看起来比先前的更加锋利可怕。这尼玛，这边旧的问题还没解决呢，新的又出来了。面对着眼前这结果，水友们惊呆了。而手术台旁，对于重新长出来的牙齿和鳞片，灵修似乎早有准备。作为一名专业的医生，灵修可不管你牙齿长出来多少，我直接拔掉就是了，废话那么多干嘛？对于灵修来说，这新长出来的牙齿只不过是添了新火，只是苦了小倩。手术台上，在灵修快手交织的手术中，护士小倩早已经脸色苍白，汗如雨下。她的身上一股强大的邪气正在隐隐爆发。等到这股邪气彻底掌控小倩的意识后，都市传说裂口女将迎来令人震惊的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灵修，就连小倩的亲生父母在旁，小倩也有可能直接杀了。手术台上，小倩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啪嗒啪嗒，1号门诊室内，灵修八臂飞舞，动作极快，身上的诅咒气息一点一点累加。而系统提示，灵修手速缝合进程 0.01%。面对着不断重新生长出来的鳞片和牙齿，灵修根本无法展开自己的缝合计划。果然，小倩身上的诅咒和自己想象的一样，这疯狂的裂嘴拥有着极强的再生技能。在强烈的诅咒下，小倩身上的血腐蚀性极强，即便是在黄金裹尸布和金光咒的双重保护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摘除手术，灵修还是感觉到了自己的双手已经冻僵。八臂副手在邪性的诅咒下也开始变得有些迟缓。灵修的额头上不知不觉沁满了汗珠，若非灵修的副手够多，可以随时擦汗，那一层层汗珠很有可能早就直接滴落到小姐姐嘴唇上了。此刻，手术台上面对着胆敢冒犯自己的灵修，那诡异的裂嘴还有恐怖的长舌正在爆发着恐怖的威能。那一道道足以将厚重钢板切开的利齿，在小姐姐的牙龈上一排排不断翻动。灵修那几乎凝为琉璃实质的金光咒，在诡异牙齿面前就像嘎嘣脆的冰糖葫芦。一股股血腥气息弥漫在整个手术间，令直播间中无数人心神震撼。滴滴滴，手术过程中，随着灵修下手越来越快，手术台旁那据说能够检测鬼怪神魂气息的巨型仪器不停发出报警声响。每一次声响便意味着裂口女小姐姐生命垂危。然而，就是在这令人紧张的意想之中，灵修面色如常，动作平稳，仍旧一颗又一颗地摘除着锋利的牙齿。那怪异的牙齿尽管不断的反抗，但是在下手干脆野蛮的灵修面前，这些牙齿的挣扎也只是枉然。不知不觉间，灵修身侧的手术盘上已经爬满了一颗颗正在不停颤动的诡异牙齿。这些牙齿怨气冲天，一颗颗如同上了膛的子弹一样，时刻准备着强力的爆发。今日不管是谁胆敢将我们从小倩身上摘下，息内！这一日，就在灵修对小倩进行诡异手术的时候，全球范围内无数顶级势力正在观看直播，望着超级屏幕里那令人心底发寒的每一个细节。一间超大型会议室中，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站起身来，望向屋子里神色紧绷的各方大佬，开口问道：“各位，对于今天这场手术，你们怎么看？”眼前这个叫做灵修的新人，虽然号称毫无破绽、无所不能，但是他的手术效率好像太低了。等到他自身体力还有手术台上的小倩都支撑不住的时候，这场闹剧将如何收场？老者说到这边，微微抬眼环视整个房间。而此时，房间里的大佬们一个个正心跳加速地望着手术室里的一切。当银发首领头来询问目光的时候，一个个才从无比诧异中回过神来。面对老者的提问，一名中年人站起身来，答道：“尊敬的萧何先生，我觉得您的判断很有道理。今天这场手术，这位叫做灵修的新人确实大意了。按照诡异之物不停生长的速度，灵修在和强大诅咒的较劲之中，很有可能会败下阵来。而一旦裂口女身上的诅咒爆发，灵修包括1号门诊室外的医生们很有可能会受到波及。在如此惊天巨变之下，惊悚都市的格局很有可能会迎来彻底的洗牌。如果各方行动速度够快，在这一次的议会选举中，青山医院很有可能会直接从9大兄弟中除名，沦为毫不起眼的三流势力。身为诡异医师的我们，若想强势崛起，今日青山医院的风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绝佳的机会。”中年人说到这边，在场不少大佬脸上揭露出了一丝赞同和兴奋之色。而另外一边，对于中年人的回答，银发老者则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双眼一抬，又道：“赵医生，你的观点我基本认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如果今天晚上灵修的手术彻底成功，那么将来我们的诡异医师联盟应该如何自处？我们若是主动吸纳灵修进入联盟之中，那么我们的联盟是不是会彻底沦为青山医院的附庸？
若是我们坚定的和青山医院保持距离，那么一段时间以后，青山医院的吸纳试炼者医师的能力会不会远超我们？老者说到这边，语气平淡的发出了一句震撼人心的提问：关于我们诡异医师联盟的未来，你们想过吗？此言一出，现场的大佬们脸色一变，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一个个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与此同时，直播间中灵修的手术仍在进行着。在经过将近半小时的连续工作后，裂口女嘴上密密麻麻的牙齿终于被灵修成功拔下了一轮，而小倩的脸上新的牙齿正如紧密排列的芝麻一般挤压、冒泡、疯长，模样非常恐怖。果然，这个方法不行，对吗？1号手术间里，面对着不停疯长的诡异牙齿，灵修仿佛感受到了来自莫名诅咒气息无情的嘲讽，向来淡定的脸上也不由得流露出一丝疑惑、震撼之色。望着那从小姐姐侧脸上一点点冒尖的诡异牙齿，灵修手上的动作陷入了短暂的停滞之中。如果说常规的手段应付不了，那么自己应该怎么做？手术过程中，灵修那完成1%修复开发的特殊脑域正在疯狂地计算着。他脑海中早已修复好的特殊区域，就像无尽宇宙中不断爆发耀眼光芒的星河。在沉寂了片刻之后，灵修终于有了答案。既然常规的手段解决不了，那就尝试着将整副利齿一起切除吧。这是一个普通人也能想到的常规操作，但其实这也是个非常大胆的想法。灵修若想这么做，首先他必须考虑裂口女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如此剧烈的变化。如果裂口女承受不了整副利齿直接摘除的诅咒折磨，那么她可能直接在病床上长睡不起。其次，灵修也必须考虑自己能不能承受裂嘴诅咒带来的威胁。如果说在强大的诅咒面前自己不能全盘稳住，那么在摘除利齿的过程中，不但小倩承受不住，自己也很有可能随时被卷入无尽的深渊之中。正是因为考虑到全盘摘除的风险太大，所以在手术一开始的时候，灵修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作为一名谨慎的外科医生，灵修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选择了最稳妥的手段。然而，随着手术过程中各种利齿的不断再生，灵修终于意识到，用保守的手段对付这世间最诡异的诅咒根本行不通。1号手术间里，面对着难以琢磨的局势，灵修身上的黄金裹尸布正在不断的吞噬灵修身上那些因为摘除诡异利齿而沾染的黑煞气息。当黄金裹尸布吞噬一定数量的煞气之后，灵修右手一握拳，强大的煞气渗出，手术盘上那些躁动的利齿顿时受到压制，那光滑的手术盘也终于不再发出一阵又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通过这满满一盘诡异的牙齿，掌握裂嘴诅咒的疯狂程度，这也算是灵修先前不停拔牙的收获。滴滴滴，手术台上，就在灵修思考着自己是不是应该转变思路的时候，身旁的巨型手术检测器再度发出预警之声。幽暗的屏幕上，一道散发青光的文字提醒灵修，手术台上的病患因为失血过多、煞气过重，意识逐渐模糊，病患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被诡异诅咒彻底吞没，化身邪魔。直到此刻，向来淡定的灵修内心之中才感到了一丝丝压迫感。等到自己脑海中的手术方案完全成熟之后，灵修不再犹豫，取来一根明晃晃的吸血针，扎进自己的左手，将那吸血针往手臂上一扎，随后一管金色血液流入了不远处的储血袋中。这人的血不是红色的，而是金色的，你是说奇怪不奇怪？这就是涅槃重生带给灵修的变化吗？所以这血是甜的吗？直播间中望着面前的一幕，无数水友瞪大了双眼。或许这金色应该只是自己的眼花，又或许这金色的血液只是暂时的吧。直播间中，在无数水友的震惊之下，手术台旁那将近400毫升的储血袋被完全装满，随后袋子里的鲜血开始被导引到了裂口女的身上。与此同时，灵修耳边响起了系统之声，叮，检测到试炼者的黄金血液流入进了裂口女的身体，您的深渊凝视开启了特殊视野。手术室里，灵修的血液就像是一道道长着眼睛的触角一般，刚刚流进裂口女小姐姐的身体里，瞬间便展开了一道神奇的视野。在黄金血液的帮助下，很快灵修的视角便来到了裂口女小姐姐的脸颊旁，扑通扑通，在黄金血液的视野下，此时裂口女小姐姐的脸庞就像生机勃勃的肉瘤怪物一般，一边散发着顶级诡异的气息，一边不停地向外生长着牙齿、鳞片。黄金血液来到此处并未停留，而是快速地蔓延进了牙缝中的微小血管里。微小血管中，灵修看到的是一个更加恐怖、恶心的世界，那是一滩滩白烂、发臭的东西，紧紧地生长在小姐姐白白嫩嫩的脸上，它们在疯狂吸血。当灵修的黄金血液来到裂口牙槽的根部时，那散发着邪神气息的根部之物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那诡异颤抖的气息爆发出一阵又一阵不屑的狞笑，一点也没把这外来的黄金气息放在眼里。那紧紧抓住小倩脸部的恶心之物，好像在说，来啊，你来亲住我啊，在不刮花小倩脸部的情况下，你还想将老子全部根除，门都没有。但是也是在这个时候，裂口根部的黄金血液爆发出了一道耀眼光芒。直播间中300多万水友见到了裂口女小姐姐脸颊之上隐隐约约出现了一道金光，看起来就像金色传说一样，先是黄金血液，然后是小姐姐脸上的金光。到了这个时候，哪怕是反应再迟钝的水友也看得出灵修变招了，所以灵修大佬这是要开大了。一时间，直播间里的水友无比兴奋，各种弹幕、礼物继续刷屏。而这边在利用黄金血液探明路线之后，灵修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取出了一块散发着无尽威严的黑色令牌。鬼神令。鬼神令一动，一把漆黑的小手术刀出现了在灵修手中。死亡序章所画的手术刀，如果还无法根除咧嘴诅咒，那么灵修今天的手术便算彻底失败了。唰！1号门诊室内，面对着神色越发痛苦的小倩，灵修身上爆发出了一道幽蓝色冷焰光芒。与此同时，死亡序章小刀上同样也有冷焰附着。这冷焰3分4冰，7分4火，诡异莫名。
1号手术室内，当林修开始变招的时候，小倩身上的夸张咧嘴终于感觉到了一丝丝威胁。那咧嘴背后的诡异意识开始察觉到林修这家伙好像是来真的了。好，手术台上，就在小倩本体浑浑噩噩的时候，那疯狂的咧嘴突然爆发，深渊一般的恐怖大嘴一下子便将林修的一只机械副手吞没，嘎嘣一下便将整套机械手臂放在嘴里咀嚼。林修8臂副手由特殊材料打造而成，它的坚固程度有目共睹。望着一嘴咬坏机械手臂的裂口，水友们脸色突变，非常害怕，瑟瑟发抖。手术台上，面对着突然被毁的8臂副手，林修并不心疼。这种机械打造的手臂，只要材料足够，林修就可以将它恢复如初。眼下，对于林修来说，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处理好小倩的身上的问题。机械手掌被毁的过程中，林修一点不慌，其他几个机械手臂很快就冲着恐怖咧嘴围了上去。在林修一身强大的冰焰之下，饶是恐怖咧嘴无比强悍，也不由得被暂时冻僵。在淡淡金光指引下，面对着这暂时冻僵的咧嘴，林修没有丝毫怠慢，那带着天道威严的鬼神小刀迅速下手。随后，一道无比恶心的鳞片利嘴被林修从小倩的侧脸上割了下来。望着那暴露在空气之中，仍旧像条活鱼一般不停蠕动的咧嘴，不少水友呕的一下，差点将晚上吃的东西从胃里翻出来。而那些正在吃夜宵的水友们更是脸色煞白，知道自己错了。手术台上，在被极致冰焰冻住的情况下，诡异咧嘴还能爆发出如此活力，这东西的邪性可见一斑。正所谓外行看门道，内行看热闹。现实世界某处屏幕巨大的会议室中，当望着诡异咧嘴上那无数密密麻麻如同诡异触角不停左右摆动的咧嘴根部，一头银发的神医萧何忍不住问道：如此复杂的咧嘴触须，林修是如何做到一个不漏全部拔除的？这一切难道是因为他手中的刀有吸附效果？望着那足以叫人密集恐惧症发作的白烂根部，萧何脸上始终带着疑惑之色。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会议室里的技术员回放了刚刚林修的切除动作。望着回放视频，萧何瞬间脱口而出：不对，不是小刀具有吸附效果，而是因为林修在切除根部的过程中利用了高频震颤，正是那足以对付湮灭物质的高频震颤，拔除了咧嘴根部几乎不可能消除的所有白烂触手。巨大屏幕前，望着面前的一切，萧何忍不住惊叹：过去你们常说我的医术令你们感到震撼，但是和林修这一手高频震颤相比，我自愧不如。在未来10年的惊悚世界中，如果无法掌握和林修相似的震颤手法，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不配称为医生。但是这神之一手又怎么可能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掌握的？面对着年少有为的林修，萧何忍不住摇了摇头。关于诡异医师联盟的前景，萧何也似乎有了新的规划。今日只要林修不死，萧何便会带着自己手下近100名诡异医师，还有现实世界中足以买下一整座城市的财富，投奔林修。只有林修才配带领一众诡异医师在惊悚世界中开创新的时代。诡异医师联盟的辉煌寄托在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当然前提是林修肯收留。另外一边，在被连根拔起之后，诡异的咧嘴又岂能束手就擒？手术台上，在白烂根部刚刚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整个咧嘴身上散发出了一道可怕的恶臭气息。这恶臭气息一半从根部源源不断的外涌，一半从裂口女小姐姐的口中呕了出来。恶臭面前，饶是向来从容的林修也忍不住皱起眉头。谁能想象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姐身上却散发出如此可怕的恶臭？所以啊，诡异无论如何一定要根除，只有这样，裂口女小姐姐才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1号门诊室中，当咧嘴根部散发出强烈恶臭的时候，手术室中林修的反应还算淡定，惊悚值波动3-5，心跳微微加速。而当这股气息缓缓地从手术室散发出的时候，1号门诊区外一众医生、护士瞬间呆了。别看今天前来1号门诊观礼的医生们都是青山医院有头有脸的人物，在闻见这股气息的时候，所有鬼怪胃中都还是忍不住一阵翻涌，甚至就连那浑身散发着圣洁之光，但这无数天使正在吟唱的老婆婆也有些绷不住了。远着走廊上的通风管道，气味四处散发，一时间，整座青山医院内亮灯无数，到处鬼哭狼嚎，浓度不到1%的恶臭都能引起整座青山医院如此剧烈的反应。手术室中，林修医生到底是如何做到面不改色的？这家伙怕不是有面部神经失调症，故意在那装高冷吧？严查，必须严查！与此同时，1号手术房内那被连根摘下的咧嘴正在林修的手上，如同一条鳗鱼一般光滑强劲的挣扎着。在如此剧烈的拉扯下，一会裂口女小姐姐的半张脸不会直接被咧嘴撕开吧？若真如此，那么今天林修的手术还有什么意义？惊悚手术台上，果然每1分钟都非常关键。撕裂的利嘴蛮横挣扎间，林修的手背被锋利的牙齿给划伤了。那带着淡淡林修皮肉的咧嘴，在强袭得手之后，整体状态非常暴躁，疯狂摇摆身子，仿佛是在向林修示威。而这边面对着手背上那散发可怕诅咒气息的伤口，林修内心毫无波澜。黄金气息推导下，他的伤口很快愈合。小倩，接下来可能会有点痛，你忍一忍，我要加快速度了。手术室中，林修在发出几句善意的提醒之后，一手牢牢掐住咧嘴，另一只手瞬间加快速度。一时间，高频震颤下，直播间300万水友只看到了一道道黑影。眼看着裂口女小姐姐脸上的诡异之物被越掀越多，血腥之下，她原先的唇腭逐渐恢复，水友们的心跳顿时加快起来。1号手术室内，面对着不断生长的牙齿，林修内心非常清楚，如果自己不采取更加彻底的雷霆手段，今天这是忙到天亮也没完。在利用黑色小刀开始剔除那深入骨骼、神经内的咧嘴组织后，林修神态淡然，一边利用自己的手劲和那活物一般的咧嘴较劲，一边继续带着黑色小刀往前推进。
手术台上，裂口女小倩嘴角、脸上一片血肉模糊，而她的目光却始终冷漠而坚定。她很清楚，尽管今天晚上自己正在遭遇极大的痛苦，但是这样的痛苦将带领自己走向重生。当林修提醒自己他即将加速的时候，小倩也只是默默地眨了眨自己的眼睛，那神情明显在说：“没关系，林医生，你尽管动手，我相信你。”手术室里，在高频震颤下，诡异裂嘴的摘除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时间大概持续了30多秒。原本不知禁锢了小倩多少年的裂嘴枷锁，竟已经被林修彻底摘在手中。病床上，小倩的脸鲜血直流，但是望着林修手上那疯狂窜动的裂嘴怪，所有人都知道小倩暂时解脱了。只是事情真有那么顺利吗？如果裂口女的诅咒这么好处理，为什么之前青山医院里的外科医生没有一个肯做？这种功成名就的大好事情，为什么要便宜林修？叮！直播间中，就在一众水友心生疑惑的时候，林修耳边再次响起了系统之声：“恭喜试炼者成功摘除 SSS 级诅咒诡异裂嘴，你获得了裂嘴诅咒。”温馨而安静的直播间里，当林修的手牢牢抓住那蛮力十足的诡异裂嘴时，那裂嘴口中爆发出了一阵邪性十足的笑声。想要摘除裂嘴诅咒，外科医生就得以身试法，所以说今天这场手术并不简单。手术台旁，在诡异咧嘴的狞笑下，林修的耳根之下慢慢泛起道道密密麻麻的细小灵纹。这灵纹体积虽然不大，但一个个却活力十足，生长在林修腮帮子下，硬生生地拉扯着林修的血肉，一呼一吸，一个个灵纹仿佛正在开口呼吸一般。嘶！这画面，但凡是个人看着都觉得痛。这边林修拿下了。诡异的房间里，林修手上的可怕裂嘴狞笑着，便要重新钻回小倩的身体。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始终面无表情的林修身上爆发出一层淡淡的金光，金光之下，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恭喜试炼者面对裂嘴诅咒，您的 SSS 级天赋极度战力， SSS 级天赋恐惧之源， SSS 级天赋旧日支配者，神级天赋湮灭之力等共同抵御，镇压了普通 SSS 级诅咒诡异裂嘴。叮！您获得了新的技能龙毒鳞片，龙毒鳞片可散发龙毒，覆盖全身，攻击力极高，防御力极强的全身技能。叮！在黄金死神气息镇压下，诡异裂嘴现出原形，您获得了诡异龙毒剑。诡异龙毒剑由久远前鬼神世界中神秘龙系亡灵毒牙制作成的特殊长剑，通体血红，有利齿，伤害力极强。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化解了裂嘴危机，裂口女小倩诅咒消除任务完成 50%， 请试炼者在接下来1个小时内彻底缝合小倩的伤口，否则小倩的伤口将永久受到龙毒的侵袭，无法恢复。1号手术室中，当林修的脸上突然出现密密麻麻、相当恶心的呼吸裂纹时，直播间中无数水友发出绝望的惊呼。然而，就在众人惊呼的同时，林修身上几道 SSS 级天赋同时爆发出不速之威，将同是 SSS 诅咒的小老弟直接给镇压了。众人这才惊讶地发现，面对着黄金鬼神级的林修，裂口诅咒根本就不存在。一道光之后，终于林修脸上的诡异鳞片褪去，而林修手中活力十足的裂嘴，居然一下子变成了一把血红色、满是利齿的锋利长剑。这，林修大佬刚刚又做了什么？面对着门诊室里突如其来的变化，一众水友除了满脸震惊外，也只能心生感慨道：看来一切都在林修大佬的掌控之中。大佬的节奏一般人看不懂。总之，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小倩身上的裂嘴问题暂时解决了。在将诡异的龙毒剑往储物空间中一丢后，林修又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小倩身上。此时，在摘掉了无比夸张的裂嘴枷锁之后，小倩的脸上出现了一大片比巴掌还大的模糊血肉，而她的嘴唇也还在被龙毒诅咒侵袭，诡异而恐怖。林修想要小倩恢复如初，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手术台旁，刚刚解决好裂嘴枷锁的林修并没有停下，几只副手拿着造价极高的止血布，一点一滴为裂口女止血，而林修的三眸则默默地与小倩对视，通过精神共振告诉小倩目前手术的进程。手术台上，状态低迷的小倩在感受到林修的精神之力后，只是不动声色地眨了眨眼睛，并且通过自己的心声告诉林修：“我没关系的，请继续，谢谢林医生。”手术台旁，在检测了小倩的精神状态后，林修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缓缓地打开了自己手边的一个漆盒，将一团传自西汉，据说可以缝合仙人躯体的诡异丝线取了出来。在和金光咒进行结合之后，林修开始了穿针引线，对裂口女小姐姐脸部的缝合。尽管常年被裂嘴禁锢，但是小倩的肌肤却仍旧保持着16、17岁少女的粉嫩。当那带着诡异丝线的银针穿过小倩的肌肤时，病床上的小倩口中发出了一阵轻吟。一针两针。关于外科手术缝合这件事，林修是专业的。短短呼吸之间，直播间里的水友已经逐渐看见裂口女小姐姐右侧脸部的肌肉正在诡异丝线的穿引下慢慢愈合。那仙人用的丝线在缝合血肉之后，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太好了，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折磨，裂口女小姐姐终于要恢复原貌了。果然，在惊悚世界中，只要林修大佬下决心去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最终的结果了。这一夜，就在林修开始有条不紊地缝合裂口女小姐姐的伤口时，林修的直播间中出现了无数乐观的弹幕。然而，就在这一大片轻松的弹幕中，也有一些水友忍不住发出疑惑，总觉得今天晚上裂口女的诅咒消除是不是太顺利了？一会不会突然出现什么问题？正所谓好的不灵，坏的灵。就在部分水友发出担忧的时候，突然间，手术室里正在缝合伤口的林修身旁爆发出了一团诡异的黑气。黑气之中，一道无脸的雾气身影果断出手，一招直袭林修的胸口。突袭时，神秘的黑雾杀手口中不住冷笑：“想要治愈裂口女，没那么简单。”
这黑影如同来自炼狱的顶级修罗，出手速度之快，叫人猝不及防。望着面前一幕，刹那间，灵修直播间内不少水友发出绝望的惊呼：这黑雾恶灵，好恐怖的气息！眼看着这诡异的黑影，一双锋利的手即将穿透灵修的胸膛，突然之间，灵修身上爆发出了一层耀眼的金光。顶级金光骤下，灵修身上黄金裹尸布现学现用的龙鳞全部集中在一起，挡住了神秘黑衣人的强招。与此同时，灵修身上时间荒漠流动，定住了无比错愕的突袭之人。八臂副手一动，死亡序章，龙毒剑两把顶级利器瞬间杀向黑雾之人的头颅。无尽的时间荒漠内，黑衣之人尚来不及反应，已经被当场击杀，化作一滩黑色的焦炭，洒落在1号门诊室地板。时间恢复正常，直播间里一众水友就只看到手术缝合过程中，灵修身边突然出现一团黑雾，然后灵修一抬眼，唰，黑雾化作粉末倒在了地板之中。所以刚刚发生了什么？诧异的直播间中，不等水友们编辑完疑惑的弹幕，这边灵修身侧又出现了6、7团黑影。所有的黑影一出现，一句废话也没有，直接手握神兵利器杀向了灵修的脖颈。望着面前一幕，灵修三眸微微一抬，内心不由得冷笑道：果然青山医院内小倩身上的诅咒一直没有得到处理，除了这诅咒本身莫名诡异之外，背后还有干扰的黑手。若是没有这暗中干扰的黑手，多年前当小倩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身上的诅咒早就解决了。今日在解决小倩诅咒风波的时候，灵修就已经算到了在手术进程关键的时候，自己可能会被外在的力量干扰阻止。因此当一大群黑衣人突然同时出现的时候，灵修竟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应对从容。手术台旁，灵修的一双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对小倩脸上的伤口进行缝合。缝合过程中受到外力的震荡，有时候灵修好不容易缝合好的一大段丝线会突然出现崩解和断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突发情形，灵修往往只是眉头微微一皱，手上一捏一拨，便将所有的丝线全部整理好。缝合伤口这种事，灵修实在是太熟了。另外一边，面对着不断破空而来的鬼怪杀手，灵修头也不抬，背后的8臂副手，还有那2把足以震撼整个惊悚都市的长剑，就是灵修面对对手最好的招待。这是千机剑法，这剑法若是放在只有1双手的试炼者手里，那么它就是普通的 AS 级技能；若是放在一心多用、有无数双手的试炼者手里，那么它就是无数人的噩梦。死！一个在面对10几名顶级杀手还能如此淡定从容的家伙，灵修这小伙子怕是有毒吧？他是怎么做到一心两用的？以前惊悚论坛上大家只知道灵修挺强，但具体说不出这家伙到底强在哪里。今天光看着灵修那临危不乱、一丝不苟的操作，不少大佬便忍不住惊叹地摇起头。果然，在这世上，有些人天生就是王者。别的不说，光是灵修对8臂副手的操作，便足以让这世间无数的试炼者拍马难及。1号手术室里，随着灵修的缝合手术进入关键时刻，青山医院背后那诅咒裂口女恢复如初的势力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在操控8臂副手和偷袭之人交手的过程中，灵修的脸上慢慢浮现出一抹笑容。眼看着小姐姐的缝合手术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纯恶修补部分，灵修默默地将自己的注意力提高几分，因为他知道用不了多久，真正的恐怖即将降临。另外一边，手术台上伴随着灵修缝合手术的顺利进行，裂口女原先足以惊讶世人的美貌，逐渐呈现在直播间水友们面前。望着裂口女小姐姐那带着淡淡血痕的侧脸，不少水友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莫名加速。糟糕，是心动的感觉。直播间中，尽管早就预料到小倩姐姐在消除裂口诅咒后可能会非常好看，但是在望向小倩逐渐修复的侧脸时，水友们还是惊呆了。皎若秋月，细润如脂，撩人心怀。小倩的样貌只能用惊艳来形容。手术台上伴随着灵修的精神共享，小倩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手术中每一个细节场景。当望着自己的样貌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小倩的内心不由得出现一丝悸动。尤其是当灵修医生那细腻的指心稍稍划过自己的脸颊时，小倩更是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漏了几拍，内心之中对于灵修的感激之情汹涌澎湃。当然，小倩感慨归感慨，此时她的内心并未完全被自己的悸动所占满，相反，她知道此时的自己和林医生处境都很危险。面对着越来越诡异的杀手，小倩多想现在立刻就起身帮助灵修战斗。然而，面对着越发躁动不安的小倩，灵修却也仿佛察觉到了什么。望着小倩，只听灵修语气平淡道：你先别着急，这点场面我还应付得了。说话同时，唰，一剑划过，又有一名杀手倒在了手术室中。直播间中，面对如过江之鲫、烦不胜烦的黑暗杀手，谁有没有些惊呆了？讲真，在今天这样一场复杂的手术之中，别说是面对10几名杀手了，即便是只面对一名普普通通的恶灵搅局者，谁友们也觉得自己没办法轻松对付。这种感觉就好像读书的时候，你被老师叫到讲台上做题，本来做不出题就已经很烦了，结果旁边还有人敲锣打鼓，幸灾乐祸。在这种情况下，你叫人怎么办事情？一般人无法在嘈杂的环境下办好事情，而灵修却可以在无比肃杀的范围中继续进行着他的手术。所以，灵修不是人啊，至少灵修不是一般的人。1号手术室中，面对着内心隐隐有些躁动不安的小倩，灵修尽量用自己的平淡的语气安抚着她。而就在灵修轻声说完让小倩别慌的时候，突然间1号手术室内一道无比恐怖的气息压迫而来。刹那之间，整个手术室内空间扭曲，所有的医疗器械，包括之前被灵修摘除下的利齿，皆同时爆发出一道无比煞气。一道压迫人心的气息，刹那间压迫在灵修、裂口女，还有1号门诊室附近所有医护人员系内头。啊！刹那间，1号门诊室外倒下一片。这是一股无与伦比的灭世之威，强大的压迫之下，
即便是强悍的青山医院也忍不住一阵颤抖，如同遭遇地震一般。空中可怕的乌云汇聚，雷霆滚滚。望着青山医院上空的变化，都市之中无数鬼怪瑟瑟发抖。直播间中强大的气息来的速度之快，势头之猛，现实世界中300多万的水友同时惊呆了。与此同时，恐怖的气息下，一尊浑身光滑、满脸邪性、只有70多公分高、手握凶器的邪神，红着双眼出现在了灵修面前。强大而诡异的气息瞬间惊动灵修，恐惧值波动3-5。来者是个不俗的高手。邪眼之人破空来到手术室后，眼中红光爆发，锁定灵修也不废话，手中利器直接唰的一下直袭灵修的喉咙。砰！面对着如此强势的杀手，手术台前的灵修不为所动。当邪眼之人手中利器刺来的时候，手术室中爆发出了一阵强烈的琉璃碎裂之响。一道灰色琉璃气息在灵修遇刺的时候，硬生生挡在灵修面前。诡异的琉璃碎片很是坚固，然而邪眼之人手中的利器更加恐怖。利器一剑刺穿了灰色琉璃，在一大波碎片中再次刺向灵修的喉咙。邪神出手，杀无赦！啊！望着面前一幕，直播间谁有忍不住发出阵阵惊叹。而另外一边，风云突破的手术室中，面对着诡异的利器，灵修手上2把长剑同时杀来。在鬼神序章和龙毒长剑的同时格挡下，邪眼之人退后3分。与此同时，灵修身上爆发出一道雷霆，道道电光之下，灵修带着整个手术床退后，与邪眼之人拉开距离，手上仍旧不曾停下缝合动作。灵修很清楚，今天的手术自己不能停，一旦停下，前功尽弃，他所修复的将是一个面容恐怖的怪人。1号门诊室内，面对巧妙闪躲的灵修，邪眼之人脸上红光一闪，再度欺身上前。比起之前那些分分钟被灵修一剑灭杀的黑雾之人，眼前这尊邪神显然没那么容易对付。而另外一边，手术台旁，灵修的双手仍旧不停穿针引线。在与邪眼之人交过几十回合手后，终于灵修缓缓抬头，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冷漠，道：“你想阻止我做事吗？”进入惊悚世界这么久，灵修以超高评价完成过不少的任务，从始至终他就没有想过今天这场手术失败的可能。冷声之下，灵修再度爆发，身上极度战力，帝王威严展开，恐怖气势下，即便是红眼邪神也不由得一愣。下一刻，灵修身上雷属性气息爆发，闪击之下，死亡序章、龙毒剑一前一后穿过邪神喉咙。为了完成这个动作，灵修主动拉着手术床靠近邪神。病床上的手术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出错吗？所以灵修啊灵修，你对于自己的动作就这么有把握？1号手术室内，面对着穿过自己喉咙的利剑，那邪神彻底愣在了半空之中。面对着不按照常理出牌的灵修，红眼邪神一点脾气都没有，然后他脑袋往后一仰，整个身子瞬间炸了。轰隆隆，红眼邪神的爆炸使得整个1号手术室发生剧烈的震动。然而在这剧烈的震动中，手握时间荒漠技能的灵修似乎早有预判，一层强烈的金光咒将自己和小倩完全笼罩起来。这边强烈的爆炸使得整个1号门诊塌了将近一半，金光咒中手术却仍在进行，就很离谱。轰隆隆，红眼邪神的爆炸按理应该全盘打乱灵修的算盘，然而邪神强力的爆炸却没有对灵修造成任何威胁。对于这样的结果，想来那破坏手术的幕后之人也是愣了。所以你还要继续出手吗？诡异阴暗的手术室中，面对着那直接炸穿大楼、无尽深渊式的恐怖天穹，灵修语气平淡，颇为不屑道：“这家伙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是直播间300多万水友却听得一清二楚。”望着青山医院上空那恐怖的黑云，还有黑云下那足以毁灭掉一整座城市的极端风暴，水友们不由得心头发堵，总觉得到多了这种时候了，灵修大佬还在出声威胁那神秘的背后之人，是不是不大好？还有一会要是这雷霆之威突然爆发开来，一众水友们的手机会不会炸？一时间，现实世界中大量的水友各显神通，冲着自己的手机、电脑屏幕，该贴符的贴符，该放在防爆箱的放防爆箱，总之没有人一个敢大意的。啪嗒啪嗒，也是在这个时候，没了屋顶的1号门诊室上空开始下起豆大的雨，轰隆隆，雷电闪烁，这雨瞬间倾盆下，诡异莫名，非常恐怖。暴雨不停地落下，那诡异的邪性使得直播间外、现实世界中的水友们忍不住浑身发寒。而这边金光咒下，灵修的缝合手术仍在进行着。在击杀了红眼邪神之后，他内心的恐惧值波动再度变成了0-0，外边一切的变化仿佛都与灵修无关。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灵修对于外界的一切漠不关心，难道外边的变化就能轻易饶过他吗？这一夜就在无数水友的恐怖预期下，轰隆隆，天上一道无边的惊雷砸落下来。那惊雷砸落在金光咒上，几乎不曾停滞，啪嗒一声，金光咒应声碎裂，灵修整个人陷入了雷暴之中。耀眼恐怖的惊雷之下，灵修背后的8臂副手首先受到极致的摧残，一个个炸裂萎缩，除了一副空荡荡的骨架还在之外，几乎所有的操控功能都不能用了。与此同时，惊雷之下，灵修身上一道强烈的气息焚烧而过，即便灵修拥有着黄金鬼神之躯，在天地惊雷面前也不由得浑身剧烈疼痛，四肢一麻，停下动作。轰隆隆，天上的惊雷仍在滚滚落下，一道、两道，前后足足7道，全部不偏不倚落在了灵修身上。废墟一样的1号门诊室，灵修看起来就是一个引雷针，所以这一般人要是被连续7道惊雷劈中会怎么样？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会死。1号门诊室中，面对着一道又一道的惊雷，灵修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位置，这家伙就像个偏执狂一样，站在手术台前缝合着小倩的伤口。
不知是何缘故，手术台前的灵修就像是个绝缘体，所有的雷霆到了灵修身上全部终止，一点也没有通过诡异丝线穿透到小倩身上。而7道雷霆之下，灵修变成了比当初黑炭主任还要恐怖的焦尸，浑身上下只有牙齿是白的。灵修又一次没了。叮！检测到试炼者受到致命之伤，您的心脉受损严重，您死了。由于您被击杀，您身上的极品诅咒发动，您的对手受到严重伤害。叮！检测到黄金果实部能量充足，您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叮！您损失了 2.15 万治愈值，3万点能量。请试炼者注意，短时间内您无法承受第3次复活，再次遇到致命伤害，您将彻底消亡，无法涅槃重活。叮！复活进行中，进程 1%。灵修确实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就在惊悚系统宣告灵修已经死亡，正在进入复活程序的时候，他那被木乃伊包裹住的躯体，居然在灵修早就提前预设好的强大意志下，继续做着最后的缝合收尾。无尽的天穹上，那可怕的雷霆，因为灵修死亡时散发出的恐怖诅咒，重伤背后之人，而彻底偃旗息鼓。这一波，如果不算灵修重活一次付出的强烈代价的话，灵修和青山医院神秘的背后之人，算是打了一波五五开。黄金鬼神复活进行中，进程 3%。5%。1号手术室前，再强大的人也无法在自己死后将自己的意识残留多久。大概就是在缝合好最后的几针之后，灵修木乃伊身体轰的一下，重重的倒在了废墟之中。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裂口女小姐姐好看的脸上已经被灵修缠上了一层绷带纱布。纱布上，小倩的眼睛、鼻梁很好看。但问题是，今天的手术成功了吗？无声的直播间里，无人回答。而小倩因为手术后的强烈疼痛，整个人也被固定在病床上，动弹不得。天空中的暴雨仍在倾盆下。这边门诊等候区里，在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终于僵尸小哥、周小飞等反应过来，赶忙猛地一下推开门诊室的大门，冲向废墟，将躺在暴雨之中的灵修和小倩护送至暂且安好的2号门诊。众人焦急护送中，灵修耳边系统之声继续响起：黄金鬼神复活进程 15%。20%。叮！恭喜试炼者成功完成裂口女小倩面部修复手术。目前裂口女诅咒消除程度 90%。未来1个月时间，若裂口女小倩不再受同等诅咒侵袭，则诅咒彻底消除；若小倩再度受到同等诅咒侵害，则新的裂嘴诅咒不可修复。叮！您的黄金血液留存在裂口女小倩体内，可替小倩抵挡一次顶级诅咒。鬼神复活进程 99%。100%。这一日，就在无数人紧张的等待中，刚刚被僵尸小哥等推进手术室进行各种检测的灵修，突然猛地一下从病床上坐了起来，脑袋上的黄金果实布打开，大口大口的喘息。翻看着自己的任务列表，灵修强忍身上新生肌肉相互拉扯的疼痛，站起身来，望向不远处破碎的1号门诊，陷入长久的沉默。待到重新适应了自己的身体之后，灵修三眸微抬，冲着直播间的水友们道：小倩的手术基本成功了，一段时间后大家期待成果。这话才刚刚说完，突然间1号门诊区内挤出了一位年轻的记者，冲着灵修激动说道：林医生，我是东海市记者小七，上一次东海大桥风波，我曾对您击溃恶鬼巨人的过程进行了跟踪报道，一度上了好几次热搜。这一次，为了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林修先生采访权，我们的组织机构通过青山医院向您的1号门诊捐赠价值300万的物资，不知道林先生能不能抽空赏脸，接受我们的简单访问。记者小七，这人林修还是知道的。看了看自己任务列表中尚未完成的7星任务，寻找刺杀裂口女小倩的神秘之人，完成报复。联想到不久之前自己所遭遇的连续多次雷霆打击，林修神色微动，他知道裂口女手术结束后，那位神秘的刺杀之人肯定不会放松对自己的关注，而有些话自己正好可以透过媒体对外说说。如果媒体反响热烈，自己想传达的一些讯息，没准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寻找刺杀小倩的神秘之人，这个任务系统只留给自己1周的时间，在这件事上，林修不会耽得太久。既然你们都已经好心捐款了，那我们就稍微聊聊吧。2号门诊室内，面对着一脸热情的记者小七，林修神色平淡一笑，独自一人从病床上起身后，看了看不远处紧张等候的僵尸小哥等人道：小倩因为术后疼痛，大概需要昏迷3天左右才会醒，你这几天注意帮我关注下。僵尸点头听后，连忙激动点头，赶紧离开。而这边林修则是带着记者小七来到了2号门诊的贵宾区。不等林修和小七坐下，不远处刚刚加入林修队伍的太平鬼差已经捧着一盏热茶、一大堆细致的糕点来到了林修2人面前。望着沙发区里那价值几百金悚币的糕点，小七不由得感慨道：林修大佬是真的有钱。别看这几百糕点换作华夏币也就6万左右，根本比不上华夏媒体同盟捐赠给1号门诊的钱。但问题是，现在惊悚世界里的货币金贵啊，这随随便便招待一名客人就花上几百金悚币，在整个恐怖都市中，恐怕也就只有林修大佬家才有这样的手笔了。贵宾区，坐下，饮茶。刚刚涅槃重生的林修，对于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什么不习惯，他只是一如往常，脸上带着一抹淡淡高冷、谦恭的微笑，看着面前这位记者客人。而小七这边，则是在用力喝下一大口热茶之后，不管怠慢，赶紧拿出自己的记者手册、录音笔等等，开始了机会宝贵的访问。直播间中，面对着小七即将开始的采访，大量水友激动的在公屏上扣出了6666，一些实力不俗的大佬更是直接涌向小七的直播间，刷出了几万块的礼物。这一天，面对着林修大佬，记者小七可太有东西问了。首先，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裂口女小倩的修复问题，这也是今日记者小七访问的焦点。但是在询问这个关键问题之前，记者小七还有很多事情想问。2号门诊区中，在稍稍平复了自己激动的心情之后，终于记者小七开口说道：林修大佬，很高兴你能接受我的采访。
咱们也不耽误时间了，直接开始访问吧。首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林修先生，眼前这座青山医院2号门诊，它也是你的产业吗？不然你们怎么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个地方？对于这个问题，林修的回答十分干脆。这里的确是我的产业，事实上从1号房到7号房都是我的产业。啊！此言一出，饶是记者小七颇有些见识，此刻也不由得有些惊呆了。望着林修，记者小七内心忍不住发出感慨：林修大佬，您是真的有钱啊！同时，小七脑海中也早就想好了标题：震惊，超级新人林修家底成谜，青山医院1号房至7号房竟同属一人，真相尽释。在急速的构思好一个报道标题之后，小七马上又接着话题，满脸震撼地问道：林修大佬，您能不能稍微向我们透露下，你这盘下期间门诊的资金究竟是从何而来的？不得不说，记者小七确实是个不错的猛料挖掘者。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的林修大佬资金来源问题，要是真能被在这看似闲谈的过程中被挖掘出来，那么今天小七便可以算为各方势力立下大功了。林修小伙背后究竟站着谁？现实世界中极大顶级势力可太想知道了。而另外一边，沙发区内面对着记者小七一脸期待的询问，这边林修却只是淡淡一笑，随后道：抱歉，关于我资金来源的事，我这里不方便透露，但我可以简单的告诉你，我现在手头上的资金大概有几个亿吧。林修波澜不惊的说道：几个亿吗？这个数听起来好像也不多啊。面对着林修突然抛出的结果，小七有些愣住了。作为一名熟悉各方势力的诡异记者，小七实在想不通，究竟是哪方势力居然可以通过区区的几个亿而便仅仅将林修大佬拉住，又或者这区区的几亿，林修大佬压根就没放在眼中，所以现在的他也不存在着被人拉拢一说。可恶啊！这件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望着林修，记者小七忍不住又道：林修先生，既然您不肯透露您的资金来源，那么我可以请教一下，你现在大概和哪些势力接触过呢？对此，林修微微一笑：你能想到的势力，我大概都接触过了。好吧。林修这话，小七要是在别处听到，基本上会认为对方是在胡扯。但是这话从林修口中说出，小七却一点也没办法质疑。因为据小七所知，截止目前为止，现实世界中凡是自己想得到、叫得上名号的势力，据说都尝试着和林修接触过了，只不过各方势力接触的效果有好有坏罢了。但是记者小七今天问这个问题，为的是想知道，在林修接触的众多势力中，林修最看好哪几个，哪里是想问林修接触了多少。眼看着在势力接触这一块不愿多谈，小七虽然无奈，也只能将话题从这上边走开。今天晚上林修大佬的采访机会，小七背后的势力可是花了300万真金白银才得到的，小七可不想随随便便问几个问题就被林修端茶送客。毕竟如果林修真的端起茶杯来想将自己送走，小七也打不过这家伙。贵宾区内短暂调整之后，小七终于将自己的问题问到了裂口女身上。林修先生，今晚的手术您辛苦了，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小倩的手术情况您怎么看？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小倩在进行裂口缝合手术之前，曾经遭遇过一次十分凶险的刺杀，而在您的手术过程中，那些刺杀者再度堂而皇之的出现，关于这件事不知道您怎么没看？眼下小七问的这个问题不止小七关注，林修直播间300多万水友也关心得很。一时之间，无数水友集中起了精神，双眼牢牢盯紧屏幕。2号门诊室中，面对着小七突然提到的杀手，向来淡定的林修脸色微变，冲着小七谨慎道：记者小哥，你说的这件事非常复杂，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当初究竟是谁在地下停车库中刺杀了小倩。唉，比起在进行裂口缝合手术时一招千击剑法连续挑战多名刺客的从容，此时的林修显得有点手足无措。眼看林修大佬如此表现，小七不由得有些呆了。今天大佬的心态感觉和平时不大一样啊，今晚的他怎么这么怂？停顿了片刻，重新望向林修，记者小七这才开口说道：林修先生，刺客暗杀一事您先别慌张，我这边也就是随便一问。我相信在青山医院和您强大的实力面前，那位行刺你和小倩的幕后之人一定会很快就会被找出来的。谁曾想这边小七话才刚刚说完，林修却突然用眉头一皱道：小兄弟，你有所不知，这件事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最近一段时间，每每相当那神秘的刺客，我都害怕得很。你不知道，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害怕吗？望着林修一脸无奈的模样，小七果然从林修的眼神中看到了惶恐。所以啊，在这世间果然没有什么事都不害怕的家伙。连日来，那无处不在的神秘刺客，终于还是让林修大佬感到了担心。这样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林修，才更像是个正常的人吗？茶室中，记者小七沉默了片刻，脑海中已经想好了新一篇报道中自己的新闻标题该怎么写。人无完人，面对刺客行刺，超级新人林修忧心忡忡，青山医院内疑云密布，真相到底为何？这边小七正想着不久后自己的新闻应该这么写，突然间林修大佬又开口了：对了小七，我不知道你们的新闻标题中是不适合放广告，但我确实是找不到人帮忙了，这件事无论如何你必须帮我。林修说到这边，一脸激动地握住了记者小七的手道：记者先生，我不知道能不能借助你们的渠道向外发布悬赏消息，如果谁能向我提供刺客消息，我们这边赏银1000点金悚币。啊！一听这话，记者小七道有些愣了，望着林修激动的脸，待了片刻，这才说道：林修先生，我们的惊悚日报刚刚筹建，并没有广告招揽的业务，但是我想您今天这条消息，我们总编一定会非常乐意在头版关键位置为您发布的。小七一边说一边道：林修先生，看来铲除刺客的决心非常之大，不将这刺客铲除，您怕是寝食难安。可不是吗？望着小七，林修满脸忧心道：为了这事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了。一边说，林修一边又道：记者先生，
无论如何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一旦我们门诊通过报社这边发现关键线索，事成之后，我送你一个大大的红包。这边林修说的满脸诚恳，另外一边小七同样一脸激动，望着林修，忍不住开口说道：“林修大佬，您尽管放心，这件事包给我，我相信今天我们的这场采访一定可以登上热搜，到时候在万千水友的发动下，您想要什么线索没有？关于刺客一事，您就尽管放心吧，一定没有问题的。”哦，这天在听见小七如此保证之后，林修神色平淡一笑，既是如此，那就多谢了。随后，林修缓缓地站起身道：“我这些天事情太多，也有点乏了。如果没什么事，咱们今天的采访就先到这里，有机会再聊。”啊！一听这话，小七有些呆了，望着林修，连忙道：“林医生，我们这边还有好多的问题没有问完，您看看能不能看在我们那笔赞助费的份上，让我多问几个问题？”对此，林修稍稍停下脚步，面带微笑道：“你放心，关于我们门诊，你可以挖掘的新闻还很多。你如果闲着没事，可以让周小飞带着你四处逛逛，保证你一天之内写出10几篇新闻。”啊！此言一出，记者小七也有些激动了。探秘青山医院1号门诊发展现状，关于1号门诊，你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事吗？这样的新闻策划好像也挺有意思啊。今天如果自己能够和1号门诊彻底打好关系，将来没准裂口女小姐姐拆线的时候，自己也有机会拍到第一手资料呢。到那时候，主编大哥拿到新闻，不得直接笑出声来。2号贵宾区中，望着林修逐渐远去的身影，记者小七不再多说什么，而是赶紧按照林修的意思找到了周小飞，让周小飞带着自己在门诊处四处走动。一天之后，惊悚日报中关于林修和1号门诊的各种报道漫天飞扬。果然，在小七不错的比例下，惊悚日报的几篇报道全部冲上了官方热搜。关于林修悬赏1000惊悚币缉拿凶手的论调，也成为了试炼者们关注的焦点。不少好事的试炼者纷纷在惊悚日报的官方帖子留言，信誓旦旦地提供着各种线索。可是，青山医院是何等诡谲之地，在从未亲身探索的情况下，水友们给出的线索又有多少参考价值？这一日，望着林修联合日报社给出的悬赏，一些神秘大佬们不由得冷笑。看来这林修果然是被那神秘的刺杀者给吓到，开始病急乱投医了。这区1000点惊悚币，漫无目的的悬赏，你要真能找到凶手，算我输啊！不管怎么说，看来这次林修大佬是真的慌了呀！恐怖的刺客阴云笼罩下，未来一段时间，看来林修大佬是真别想睡好觉了。青山医院果然不是一般人待的地方。此时，全网冷嘲热讽的大佬并没有意识到，青山医院内一场惊天的变化正在袭来。他们所以为的睡不好觉的林修，很快又要震惊全网。3天之后，青山医院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裂口女小倩从漫长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当望着镜子里那被蒙上一层薄薄纱布、尚看不清模样的自己时，小倩不由得有些愣了。此时的她尽管还没有摘下纱布，但是她感觉自己整个人状态很好。当小倩内心泛起一丝波澜的时候，她的脸也不会再莫名的一阵阵生疼。所以自己这是迎来新生了吗？带着莫名的激动，小倩特别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当面对林修说声谢谢。可不知道为什么，在最近的2、3天里，林修医生特别忙，一会忙着在药房里炼制诡异丹药，一会忙着让周小飞四处送礼，再一会林修又像个电信维修工一样，在青山医院内爬上爬下，检查着各种线路网线，忙着1号房的重新装修。小倩一直想找个机会，能够有时间可以和林修医生单独的聊一聊，当面和他说一句感谢。可谁曾想，这几天林修实在是太忙了，小倩偶尔碰到他，林修也只是匆匆的和自己聊上几句，稍微检查了一些自己的脉象，便不再多说什么，又自己忙去了。时间就这么又过了3天，眼看着青山医院的换届测评仪式即将到来，林修终于有空了。这天晚上，夜色冰冷，就在小倩坐在床头对着镜子默默发呆的时候，突然林修带着一脸认真的神色敲响房门，走进了小倩的房间。望着小倩，林修开口说道：“抱歉，这些天我的确有点忙，不过过了今天应该会好一点了。今天晚上我们将彻底解决困扰在你身上的问题。”啊！一听这话，小倩有些惊了，望着一脸严肃的林修道：“林医生，当日在地下停车场刺杀我的人身份成谜，您这些天又如此忙碌，关于刺杀者的身份，您这么快就有答案了吗？”对此，林修微微一笑道：“关于刺杀者，我想你应该比我清楚是谁。”此言一出，小倩内心更加震撼，在不可思议地望了林修许久之后，小倩才道：“林医生，果然我任何一点心事都瞒不过你。确实，正如你所说，关于刺杀者的身份，我有所猜测。但是，如果林医生也已经猜到了，那么你应该知道，那个人的实力不会太差。”小倩说到这边，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之色。关于青山医院刺杀者的真相一事，小倩是在过去几天漫长的昏迷中找到的答案。她自幼年到成年缺失的那段记忆，在她昏迷的这几天里被找回来了。当那些记忆事无巨细的被翻开时，关于真凶是谁这件事，小倩内心十分清楚。正是由于对手太过强悍，因此在过去的几天里，小倩也没有想过要拿这件事来麻烦林修医生。有些过去的恩怨，小倩想自己解决。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大半夜的林修医生会突然对自己提起这事。所以林医生在过去几天的忙碌中，也是在忙这件事吗？他这前前后后忙得不见身影的样子，竟是为了自己。小倩内心十分震撼。而另外一边，当听见小倩说那人实力不差的时候，林修默默地点了点头。正是因为对方实力不差，所以才必须要尽快除掉，否则夜长梦多。林修说话时语气平淡，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和慷慨，看起来就是在和小倩拉家常式的闲谈。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又一次在小倩的内心掀起了波澜。多年以前，在一个暴雨如注的夜晚，在离开家门前，小倩的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那个人已经越来越不受控制，我们必须将他尽快除掉，
否则一切都晚了。当时父亲说话的语气也是同样的平淡，波澜不惊。但那时候的小倩还有母亲却非常清楚，父亲这一次外出是要去做一件非常危险、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事成之后，利国利民；事情失败，可能一夜之后，整座城市不复存在。多年以前，小倩还小，不懂父亲话中的含义。而在过去几天的昏迷中，每每想起这事，小倩都会不由得感到一阵又一阵痛心。那天晚上，如果自己和母亲能够早一点反应过来，无论如何都要将父亲留在家里，或许自己和父亲便不会这么多年都没有机会相见。这一日，小倩的房间里，当听见林修说那个人必须尽快除去，否则夜长梦多的时候，小倩内心猛然一颤，不由得有些惊慌道：“林医生，地下停车场遇刺一事牵扯太大，风险极高，并不希望你牵扯其中。”对此，林修微微一笑道：“你的心态我能够理解，不过灭杀那人对我来说会有不错的奖励，而且这家伙的存在也确实对我造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无论如何都会卷入其中。”林修说到这边，伸手将坐在床边的小倩牵了起来，接着又道：“今天这场任务看着奖励挺高呢，你可别想打乱我的算盘。”房间里，当自己的手被林修轻轻握住的时候，小倩原本趋向于悲观的内心突然大受感染。望着林修的侧脸，小倩内心再度猛然一动，突然感觉到多年以前那个暴雨之夜，父亲没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这一次林修真能办到。毕竟当初困惑了那么多名医的裂口诅咒，最终不也是到了林医生手上便被解决的差不多了吗？跟随着林修往屋外走的时候，走廊上的风轻轻一吹，小倩再次想起了过去这一段周小飞等人常说的一句话：“你可以永远相信林修大佬。”好，林医生，既然你有信心解决当年的那个问题，那小倩便全力以赴的支持你。我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这一件件恩情加在一起，小倩再来好好的和您说谢谢。不过话说回来，今天晚上林医生所找到的那个凶手和自己记忆中的那个是同一个吗？他这么聪明，应该不会找错吧？花花世界各有不同。这天晚上9点多钟，就在一些水友闲来无事打开直播间的时候，意外发现已经停播了2、3天的灵修大佬又一次开播了。刹那间，灵修的直播间里涌进了10几万水友，而且在线人数迅速飙升。当直播间的水友发现已经隐匿了好几天的裂口女小姐姐同时出现在灵修身边的时候，水友们又惊又喜。望着薄薄面纱下裂口女小姐姐隐约可见的惊世容颜，水友们别提有多激动多开心。当然，激动之余，直播间中也不乏议论之声，各种弹幕刷在了公屏之上。哎呀，这手术都结束这么多天了，怎么小倩脸上的面纱还没有摘除啊？林修大佬，你是故意吊着我们吗？你这手术不会是失败了吧？不然你为什么不敢摘掉面纱，让我们看看裂口女小姐姐的真容？所以话说回来，友友们，你们有谁知道今天晚上灵修大佬突然开播是为了什么吗？这大晚上的，灵修大佬和裂口女小姐姐走在一起，不会是想直播约会吧？还有，之前灵修大佬不是提出了1000惊悚币悬赏吗？关于神秘刺杀一事，灵修大佬有底了没有？这夜黑风高的，灵修大佬带我们逛逛青山医院也真不错，要不咱找到地方烧烤喝酒吧？而就在灵修直播间水友们发送各种猜测弹幕的时候，突然间却见灵修和裂口女小倩不动声色来到了青山医院住院部小院中，在几棵颇有些年纪的棕榈树下，灵修稍稍停步，然后从自己的储物袋中取出了大大小小10几件物品。这些物品有老旧的相册、沾血的手术刀、棕色的药瓶子、尘封已久的白大褂等等一大堆东西，全部和青山医院有关。而当灵修将这一切按照一定的顺序摆放在棕榈树下的时候，他很快又在小院的中间起了一团篝火，篝火搭好，很快便有了火光。随后，灵修将一件散发着诅咒气息、浑身染血的布娃娃不紧不慢地摆在了火光之中，任凭火光将其吞噬。灵修医生这是在做什么？直播间中望着面前的一切，水友们大为疑惑。与此同时，棕榈树林中望着那被一火点燃的篝火，还有篝火那逐渐与大火融为一体的布娃娃，裂口女内心猛然一颤。今晚不管是刚刚那些按照5芒星位置摆放好的物品，还是目前正在篝火中燃烧的娃娃，小倩都太熟悉了。这些物件都是小时候自己在青山医院里经常见到的啊。所以在过去这些天里，灵修医生忙前忙后，摸上摸下，就是为了搜集这些东西吗？望着棕榈树林中的篝火，小倩愣了许久。突然间，她双眸一抬，似乎想到了什么，望向灵修的背影，小倩忍不住诧异道：“林医生，你是想打开那个古老的结界吗？那个人难道一直藏在结界中？”这边小倩的话还没有说完，树林中灵修提前画好的5芒星阵早已爆发出了一道强悍而诡异的幽蓝色光芒，一团团可怕的火焰瞬间将身处篝火面前的灵修二人包围起来。幽蓝色的可怕烈火不断燃烧。也是在这个时候，灵修和小倩视野中的青山医院突然变得不同起来。原本青山医院中灵修二人点燃篝火的时候是在夜里9点多钟，而透过篝火向外望去，灵修和小倩见到的却是一片黄昏。在那黄昏暗沉的夕阳下，青山医院就是一座尚未被灵异完全吞噬的古老医院，医院走廊上走动的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人。这就是小倩所说的结界吗？诡异的篝火面前，望着黄昏中的青山医院，灵修眼眸微动，望向不远处的小倩道：“走吧，我们到医院里看看。”好。面对林医生的邀请，尽管小倩内心仍旧带有波澜，但是她打心眼里对灵修充满信任。主动上前握住林医生的手后，小倩反而走在了前边，轻轻一跨，和灵修一起进入了另外一个青山医院中。无声的黑夜中，就在灵修和小倩同时跨入黄昏中的青山医院时，原先黑夜里的青山医院猛然一颤，一道无比强悍的气息过后，一支由中年大妈等几名副院长及医生组成的队伍来到了棕榈林中。望着树林里那5芒星状的结界，大妈副院长忍不住道：“
谁准你们在这个地方沟通结界的？这里的法阵统统给我清除掉！副院长大妈的声音非常严厉，语气不容置疑。面对着眼前一幕，直播间中尚未跟随灵修二人的视线转入黄昏中的水友们瞬间大惊。这篝火结界要是被副院长大妈等人清除了，那么黄昏里的灵修二人还回得来吗？妹的，眼下灵修大佬二人刚刚切换地图，直播画面没有马上跟上，水友们真不知此事应该如何处理。一股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在无数人的心头蔓延。但也就是在副院长大妈下令清除结界法阵的同时，突然间，棕榈树林里双生鬼差、太平鬼差，还有周小飞、九世灵胎等带领着1号门诊所有的鬼怪挡在了副院长大妈面前。呵呵，望着面前由周小飞、双生鬼差等领衔的队伍，副院长大妈不由得冷笑起来，目光牢牢锁定双生鬼差上道：“矮个子，今天这法阵果然是你们1号门诊搞出来的。不得不说，你们家林医生果然是个难搞的刺头。怎么样，你们1号门诊今天在棕榈树林中大摆阵容，是想暴力违抗我青山医院的执法吗？你们也不找杆秤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就凭你们几个也想阻拦我等几个副院长清理发展？你们太过天真了！”副院长大妈说话，身上诡异气息一阵，那宽松的连衣裙瞬间胀大起来，鬼气森森。和大妈高大的身影相比，只有半米多高的双生鬼差确实显得矮小。副院长大人，单凭我们几个确实抵挡不住咱们医院的强势执法，但是打不过，难道我们不能找帮手吗？棕榈树林中面对着无比强势的副院长大妈，双生鬼差语气冰冷道：“今天只要有我们几个在，你们谁也别想将这里的法阵拆开。”双生鬼差说话的同时，1号门诊队伍中一位身穿黑色西装，脖子上戴着金链子，嘴上叼着一根大雪茄的中年鬼怪走了出来。一见这鬼怪，水友们不由得惊呼：“好家伙，这不是当日那个号称鬼怪指南针被灵修大佬护送出青山医院的裹尸袋大叔吗？许久不见，这大叔竟这般神气了，所以他是从什么地方寻回的自信？”这边水友们正一脸感慨呢。棕榈树林中，中年大叔缓步走出后，冲着大妈又道：“老伙计，咱们好久不见了，当初为了夺取我那血清，你们这几个家伙可没少把我往死里整啊！”大叔说话的同时，青山医院上空阵阵雷鸣般的声响。当副院长们带着诧异的表情向着天空中望去的时候，却见青山医院外出现了大大小小十几头如山一样的恐怖丧尸。这些恐怖丧尸或举着酒桶，或拿着木棍，一个个冷清着脸，就等自家老大下令，便要直接动手。望着面前一幕，副院长大妈等人不由得瞪大双眼，内心忍不住吐槽道：“卧槽，这丧尸悍匪的个子未免也太高大了吧！这些家伙扒拉在住院部高楼旁，看起来就像在扒拉一座小小的围墙，好吗？所以惊悚都市这是进入屏进击的巨人时代了。如果没有记错，中年大叔所带领的那个机构，以前最多只能制造出12、3米的丧尸悍匪吧？这么多50几米高的顶级丧尸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中年大叔，惊悚都市中某个生化组织中的顶级大佬，当初为了在气氛恐怖的青山医院中保住自家宝贵的寄病毒血清，而不得不自降修为，退化成一名废物，最终在灵修的帮助下漫天过海离开青山医院。时隔多日未见，重新回到组织中的中年大叔，很快便在强大的资源攻略下回到了巅峰。今日，中年大叔是受灵修邀请前来青山医院找回场子的。不久前，周小飞带着灵修的指示，将疾管改良后的寄病毒试剂送给了中年大叔。在改良款寄病毒的帮助下，生化组织瞬间打造出10几头50多米高的悍匪，一下子将惊悚都市丧尸时代推向新的高潮。不管是当初瞒天过海的脱逃，还是如今的悍匪研究，灵修医生对于中年大叔都有天大的恩情。在这种情况下，灵修医生需要帮忙，中年大叔怎么可能不来？棕榈树林中，面对着分分钟可以拆掉青山医院的悍匪，副院长们陷入了沉默。眼下，医院外的悍匪们虽然高大，但是这些丧尸实力一般，副院长们若要打，基本上还是有机会将所有丧尸都杀死的。但是丧尸们的块头这么大，副院长们若真要动手，那不得拆了青山医院。青山医院好拆，但是医院背后的恐怖禁忌，谁敢碰啊？这万一不小心，众人一个强招打翻了火药桶，轰的一下，恐怖禁忌爆发，大家一起没命。这里可是惊悚都市9大兄弟之一，面对悍匪，副院长们要打，就只能将悍匪们引导后山开阔的山林中打。可这么做，副院长们便不得不分散力量。到时候若是1号门诊再有其他动作，留在现场的几位有能耐处理吗？这边副院长大妈们仍在满脸震撼的评估形势，另外一边双生鬼差、太平鬼差则是缓缓地将不久前灵修耗费心力凑来的2件法器分别穿在身上。诡异的法器往身上一穿，刹那间一黑一白，2大无比强大的气息在棕榈树林中蔓延。等到众人定睛向2位鬼差望去时，却见黑白无常2尊大神正面容冷漠地站在1号门诊队伍之中。S 级功德法袍装备之后，可暂请黄金级鬼神黑白无常上身。这便是不久前灵修为2位鬼差搜集来的特殊装备。暂时请神上身的2位鬼差，实力虽然无法和真正的黑白无常相比，但是借助黄金鬼神之威，2位鬼差也足以和几位副院长大人纠缠一阵子了。现在我等有资格挡官了吗？棕榈树下，化身黑无常的双生鬼差威风凛凛。此时的他虽然仍旧矮小，但是他那一身冲天起的黑煞之气却叫人心生震撼，不敢小看了他。望着这凛然将士的黑白无常，副院长大妈等鬼怪脸上的表情变得十分复杂，一会看看2头鬼差，一会看看不远处的悍匪，一时之间竟不知自己到底该不该动手。青山医院虽然恐怖，但是作为青山医院的大佬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地方真正恐怖的是鬼域之中挥之不去的煞气和禁忌。至于副院长大妈等人，他们是很强，但是众人的修为能够和 A 货版的黑白无常交锋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
副院长大妈等还怎敢奢望完完全全掌控全局？棕榈树前无声沉默。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一道可怕的气息破空而出，当初曾经在1号房引起可怕爆炸的傀儡邪神再度杀出。这一次不是1头，而是3头。3头诡异邪神一出场，不打招呼，直接杀向了黑白无常与中年大叔。望着面前一幕，大妈副院长更加惊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包括副院长等人在内，也没有人知道这诡异邪神究竟代表从而来。这些家伙根本就是青山医院生态环境的破坏者，他们的存在不仅对1号房造成威胁，同时也给青山医院的副院长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比如现在，原本副院长们还没想好要不要打，现在只能打了。毕竟黑白无常等已经被傀儡邪神逼到了角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家伙应该不相信傀儡邪神和副院长们没关系吧？战局一触即发。青山医院内，面对着突然破空杀到的傀儡邪神，黑白无常、中年大叔等面露惊骇之色。尽管在今晚的行动前，灵修医生就曾经提醒过大家，当日的傀儡邪神有可能会再度持续出现，可面对着无比强势的红眼邪神、双生鬼差等，还是感觉自己应对起来有点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双生鬼差等再度回想当初在1号门诊室，灵修独自一人面对傀儡邪神的场面，不由得心生震撼道：灵修主公果真是牛，这么难搞的傀儡邪神，当初他到底是怎么轻松对付的？棕榈树林里，僵尸小哥和九世灵胎、大小姐等带着灵修留下的一道金光阵法咒，神色严肃地守在幽蓝色篝火面前。另外一边，当高大悍匪开始尝试向青山医院发起进攻的时候，几名副院长快速而动，赶紧引着这些大块头离开。这些竞技的丧尸虽然实力普通，但副院长们还是必须避免这些大块头在战斗中误触青山医院各种恐怖禁忌。就这样，三方势力围绕着棕榈树林中的篝火正式展开各种争斗。而这边望着面前的一幕，灵修直播间中刚刚涌进来的100多万水友呆住了。众人实在不明白，这好好的大晚上，灵修大佬怎么会突然在青山医院中摆开这么大的阵势，公开和青山医院高层对峙？灵修医生这是要造反吗？另外一边，黄昏中闷热的青山医院里，当灵修和小倩彻底走入结界，身后的夜幕完全消失的时候，迎面一股热风扑面而来，这令人浑身燥热的气息使得灵修二人一下子进入了夏天。而不等灵修二人适应环境，医院中早已传来了阵阵嘈杂之声。快点快点，新的病人又送来了，咱们现在还有医生能够做手术吗？这么闷热的天气，医院里连走道上都躺满了病人，空调机再不增加的话，好些人承受不住了呀。各种焦躁之声不绝于耳。比起黑夜中冰冷的青山医院，这里可热闹多了。棕榈树林内荒草丛生。也是在这个时候，2位80年代打扮抬着担架的救护人员匆匆从灵修身边经过，在和灵修猛然一撞后，救护人员停下脚步，一看灵修，连忙冲灵修说道：这位医生，您怎么还在这里愣着？快点吧，我们所有的监护室都人满为患了。此时灵修身上穿着一袭白大褂，胸口虽然没挂名牌，但是这家伙一身淡然的气质，要不是一名医生，那可真就见鬼了。小院中，医护人员们一边说，一边便要拉着灵修二人往医院大楼里走。这边灵修还没动身了，系统之声便响了起来。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打开结界，进入多年以前的青山医院。您触发了突发任务，紧急救援。任务要求以普通外科医生的身份参与诡异怪病的治疗，每抢救一名病人，获得10点治愈值，10点隐藏功德。系统提示：在旧青山医院结界中，时间流速比外界缓慢100倍，这里的1天相当于外界100天。叮！由于旧青山医院结界通道基础薄弱，无法承受太过强大的脉冲，因此试炼者若无必要，请不要在该结界内释放任何能量波动超过100的技能，以免造成结界通道阻塞，被永久困在这个时空之中。另外，系统提示：一旦您布置在惊悚都市中的五芒星法阵遭到不可逆的破坏，您和您的同伴亦将被彻底卷入结界风暴中，无法回归原先世界。棕榈树林中，面对着陌生医护人员的带领，灵修和小倩并没有排斥，很快便进入了角色。也是在这个时候，直播间的水友们炸锅了。比起神色淡定的灵修，众人可是刚刚经历过1号房和副院长们的交锋啊！这黄昏中的青山医院不许使用能量波动超过100的技能，五芒星法阵一旦遭到不可逆的破坏，灵修大佬和小倩将被永久困在结界之中。这尼玛，灵修大佬被限制了！所以这大半夜的，灵修大佬突然闯入旧青山医院结界是想做什么？隐约间，直播间的水友们莫名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另外一边，伴随着医护人员匆匆的脚步，灵修和小倩很快就被引进了人挤人的青山医院中。面对着那皮肤发脓、横七竖八躺在医院走廊上不住哀嚎的病人，直播间的水友们不由得头皮发麻，暗道一声：这是什么人间炼狱？那些躺在地上痛苦扭曲着身体的病人，一看就活不长久。这人间是瘟疫横行了吗？穿过人挤人的医院走廊，2位医护人员将灵修和小倩引进了一间还算干净，但设施十分老旧的手术间。紧急关头，医护人员也顾不上询问灵修二人的身份。其中一名医护人员望着主动进入状态，已经开始在做手部消毒、佩戴医疗手套的灵修道：这位医生，我们带来的病人就交给你们了。这小女生花一样的年纪，1天前还好好的，没想到今天就扛不住了。手术台上，刚刚被医护人员们抬进来的病人，16、17岁模样，瘦瘦的腰，细长的腿，或许是因为医院人满为患的缘故，住院已经3天的她，至今还没换上任何一件病服。正如医院人员所说，眼前这位小姑娘确实像花一样，很好看，很年轻。只不过此时浑身发烫，皮肤下隐隐出现一些诡异黑斑的她非常难受。长时间病痛的折磨已经让小姑娘变得嘴唇发白，面无血色。手术台上，小姑娘神情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腹部。
当看见穿戴好手术服的灵修向自己走来，小姑娘猛地一伸手，苍白的手用力抓住了灵修，口中顿时哀嚎道：“医生，救我！”此时的小姑娘满嘴血红，说话的时候口中的血丝不住拉扯，嘴里一股莫名的杏仁恶臭。你放心，我会尽力救好你的。青山医院老旧的手术室中，面对着一脸痛苦的少女，灵修右手一动，一道麻醉针不偏不倚地注进了花季少女薄弱如纸的脖子中。伴随着针管里的药剂逐渐见底，原本还一脸哀求的少女慢慢昏迷过去，浑身瘫软地倒在了病床之中。此时美丽的少女睡得很安详。而这边在放倒年轻女孩之后，灵修十分淡然的一伸手道：“手术刀。”几乎没有半点停止，一旁护士小倩已经将一把刚刚拆封的锋利手术刀给递了过来。整个过程十分默契。这边灵修随手一接，很快将自己的目光望向了少女平整的脖颈，双手轻轻地按在了少女胸口上方，稍稍一比划，随后灵修划开了少女的胸膛，一道淡淡的黑烟袭来后，一股浓浓的黑血自少女胸口上方涌出。面对咕咕往外涌的黑血，灵修神色淡定地接过一些止血布，往少女胸口一按，感受着少女身上气息的变化，开口问一旁的小倩道：“你知道这是什么病吗？”对此，小倩微微皱眉，不敢下断言道：“林医生，我觉得少女感染的像是黑死病，但是比起黑死病，少女身上的各种症状又诡异了些。”对此，灵修默默地点了点头，在清理了大量黑血后，继续查看着少女胸前的伤口，一边做着术前查看，一边又对小倩道：“这是记载在青山医院1980年的一场特殊瘟疫。那个时候，一场遍布全城的瘟疫，导致大量的病患在一夕之间全部涌入了青山医院之中。为了应对这场瘟疫，青山医院派出了全部的医护人员，全力以赴。最终，在全城死伤超过20万，青山医院医护人员死伤超过70%的情况下，这场瘟疫勉强平息。”手术室中，当灵修这么一说的时候，小倩内心猛然一动。站在灵修身旁的她诧异地瞪大了双眼，望着有条不紊进行手术的灵修，好一会才开口说道：“林医生，你说这是1980的青山医院吗？这是我6岁的时候。”面对着一脸疑惑的小倩，灵修道：“想要彻底解决你脸上的诅咒，我们就必须完全弄清楚，在你小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因如此，我才会带你来这个地方。”对于青山医院的过去，灵修似乎早就有了十分深刻的掌握。在与小倩说话的同时，灵修又道：“当然，我们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揪出害你变成那副模样的凶手。”一听这话，小倩内心再度猛然一颤，望着灵修淡定的侧脸，许久说不出话来。而这边灵修似乎也早就预判到了小倩的惊讶。在小倩勉强平复心情之后，灵修接着又道：“这一次我们进入旧青山医院的结界中，很有可能要待上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为了彻底的了解真相，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在这个地方，不管谁说的话，你都不要轻易相信，好吗？哪怕这个人你曾经非常熟悉。”此言一出，小倩的心跳再次加速，望着灵修，满脸诧异道：“林医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在这个时空中，我有可能遇到最熟悉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吗？”是。灵修对此直言不讳道：“在这个时空，你很有可能会遇到任何的人，在这些人中，不仅有你的父母，甚至包括你自己。”这震撼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小倩已经彻底绷不住了。“林医生，你是说我有可能遇到小时候的自己吗？”是。手术室里，面对满脸震撼的小倩，灵修开口又道：“当然，在这个时空中，我不是说你的父母不值得信任，而是说在1980的时候，面对着无数诡异的干扰和诱惑，当我们站在你父母面前的时候，听见的一定会是真话吗？”灵修神色平淡地道：“面对着来另一个时空的我们，即便是你的父母，也不一定会对我们说真话，所以我才让你谁的话都先别信。”灵修说到这边，一抬眼望向早已经彻底惊呆的小倩，接着又道：“当然，在1980的青山医院中，我们最该提防的，绝对不会是你们的父母。据我所知，在你身中莫名诅咒的过程中，他们一直都在守护小时候的你，避免你再受到任何一点伤害。在这个地方，我们最应该关注的焦点，还是到底是谁对你下了黑手。至于你的爸妈，我们只要确保他们不会在爱女心切的情况下，针对我们的一些行动搞破坏就好了。”灵修说的话不无道理。这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裂口女终于开口了，望着灵修道：“林医生，既然你说我的父母没有问题，那么我能不能向他们透露我的真实身份呢？这样一来，我想他们一定会愿意帮助我们的。我相信他们对我的爱是真的。”手术室中，当听见小倩这么说的时候，灵修不由得道：“在这个时空中，当你父母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后，你怎么保证其他人不会有所察觉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个幕后黑手也想对成年后的你下手，我们将显得非常被动。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下，你可以选择向你的父母暴露身份，但绝对不是现在。”灵修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在进入了旧青山医院的时空中，自己除了要和诅咒事件背后真正的阴谋者做斗争之外，他还得尽可能稳住小倩的情绪，避免小倩在遇到一些关键之人的时候，情绪出现莫名的波动。而这边面对着可以绝对信任的灵修时，小倩满心震撼，沉默了许久，最终她接受了灵修的提议，美眸微抬，一脸认真地道：“林医生，未来一段时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突然意气用事，打乱了我们的调查节奏。无论如何，我都要确保林医生在这个时空里的安全，我不能让咱们的调查出现任何一点差错。”黄昏中的青山医院，由于缺少制冷设施，手术室里略显闷热。那生产自60年代的老风扇挂在天花板上，吱呀吱呀不停作响。而手术室内，灵修和小倩皆是面容平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谈之后，两人停止了交流，专心致志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手术之中。灵修在给花季少女放出一堆黑血之后，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清理和缝合伤口，并没有其他的动作，
当时手术台上的少女脸色却有明显的好转，原本那薄如宣纸的皮肤逐渐出现了一丝正常人才有的血色，不再像之前一样，好像稍稍拉扯就能将她的血肉勾破似的。这边林修在做完简单的放血清淤之后，从手术台旁退，而身为护士的小倩则接手了接下来的工作，为昏迷不醒的花季少女包扎伤口、清理口腔淤血等等。在小倩处理术后细节的时候，林修四下一看，缓步地走出了狭小的手术室，顺着拥挤的人群来到了一间更大的手术室中。这里足足有6张手术台，正在焦急地进行着各种抢救。比起后世的青山医院，这里的条件差了很多。什么无菌手术室，在这个年代不存在的。作为青山医院的一名医生，尽管相隔2个时空，林修对于医院内的各种情况还是相当熟悉的。在来到大型手术室后，看了看正在忙个不停的各科医生，林修默不作声地走到一个手术台边，观察医生的抢救进程，在一旁适时地递上医疗设备。医生们手术过程中忙得晕头转向，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这急匆匆的手术过程中，自己的旁边多出了一个人。毕竟林修传递手术器械的动作实在是太娴熟了，如此专业的手法对于各科医生的手术进程只有推动没有阻碍。如此一来，在顺手接过林修递过来的设备之后，在场忙碌的医生竟没有一个人细究林修这小伙子是谁。如此忙碌了一会，突然有位医生呼吸局促，满脸苍白，从手术台旁退了出来，一边摘帽摘手套，一边道：不行了，我撑不住了，让我休息一会再来。瘟疫当前，这些天里青山医院的医生们每一个都连续工作3天以上，中途只有1-2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为了能够控制瘟疫，多少救一些市民，青山医院的医生们也算是蛮拼了。这边一名外科医生退出，在场其他的人并没有多说什么，因为大家实在是太累了。外科医生休息一会，等他重新顶上来的时候，其他人自然会默契地退下去休息。这样的模式，大型手术室中已经运作了好几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各台手术基本都能维持运作。但是由于眼下退出去的是青山医院里的一名外科医生，一时之间手术室里的几台手术不免显得有些慌乱，各种流程皆有些衔接不上来。而当众人出现手忙脚乱的时候，林修十分顺手地接过了一些医疗设备，在几名医护人员跟不上节奏的时候，站在了手术台旁，口中平淡地说了句：我来。医护人员们原本正十分慌乱呢，手忙脚乱间，见林修穿着一身白色大褂，刚刚在递医疗器械的时候手法也十分娴熟，因此医护人员们并没有过多的猜疑，很快就将关键位置让了出来。而这边林修在来到手术台旁后，很快便进入了状态。面对着皮肤变薄、皮下组织发黑的病人，林修仍旧是之前那套处理流程，切开伤口、清理、放血。对于重度感染的患者，林修则是让身边的医护人员做好麻醉准备，该切开腹部的切开腹部，该摘除器官的摘除器官。就这样，短短20分钟内，林修处理完了3台重症手术。在切掉了部分已经彻底发黑的器官后，几名重症患者的情况皆得到了缓解。裂口女小倩是在林修进行第1台手术的时候来到他的身边的，在小倩的配合下，林修一人便可以轻松掌控3、4台手术。渐渐的，原本已经累得不像样的医护人员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工作变得无比轻松。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突然有时间闲下来，好奇地观察林修和小倩2人。这2人都很年轻，论资历，这个年纪的外科医生是没有资格主刀任何手术的。但是凭借着年轻人那令人惊叹的外科手法，行云流水的缝合手术，现场的医生、护士们又不得不深深叹服。所以这2位年轻人到底是谁？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抢救一名重伤患者，获得10点治愈值和隐藏功德。重症患者身上病毒并未完全消除，您无法获得全部治疗奖励。时间：这1日凌晨2点。老旧的青山医院依旧忙碌，走廊上无房可待的患者只能依靠着简单的病床勉强过夜，口中不停的哀嚎。而手术室里6张手术台仍旧不停有新的病人被送来。一个病人，林修大概10几分钟抢救妥当，在尚未查清瘟疫源头的时候，完全治愈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林修的手术之后，几乎所有被送来的病人都从重症降为了轻微病症。那被林修放出的恐怖血水，足可灌满一整个大酒桶。这年轻的医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他难道一点都不会累吗？咱们青山医院中有这么1号人物吗？虽然年轻人来历成谜，但不得不说，他的抢救效果确实好，多少主任医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随手就给搞定了。1980的青山医院中，当望着手术台旁林修忙碌的身影时，几名刚刚退下来休息的医生窃窃私语着。其中一名外号黑探头的副主任医师望着林修的背影陷入了沉默。别的医师在望向林修的时候满脸惊叹，而这黑探头医师在望向林修的时候，内心却莫名涌起一股心悸，总感觉眼前这年轻人杀死过自己似的。可问题是，现在的自己活得好好的啊。黑探头实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怕不远处那个年轻人。这1日，正常时空的青山医院内，周小飞开启的直播间里涌入了近100万水友。这些水友绝大多数都是一边观看林修手术直播，一边观看青山医院大战的。寂静的深夜里，为了拆除棕榈树林中的篝火，副院长大妈等人强势出手。不远处的后山中，高大丧尸和医院高层的碰撞异常激烈，轰隆隆，各种爆炸之声不时传来。尽管相隔较远，青山医院内仍旧感受到了一阵又一阵的强烈震荡。棕榈树林内，副院长大妈和一名主任级医师联手对阵黑白无常，每一招碰撞同样十分震撼。在各种强招之下，水友们实在是害怕那小小的5芒星篝火会突然熄灭了。与此同时，1980旧青山医院结界之中，这一天凌晨2点多钟，当林修刚刚做完1台重症手术的时候，他缓缓地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医疗器械，一转身，顺手将自己手上沾满血的蓝色手套摘了下来。抬眼
却见3、4名医院高层正满脸震惊地站在自己的身后。原本应该被送到灵修面前的重症患者，此时在几名医院高层的阻拦下，被暂时放在了一旁。医院高层的突然到来，阻止了手术室里的进程，这便是灵修突然停下动作的原因。风扇吱呀转动的屋子里，望着突然停下动作转身的灵修，几名医院高层皆忍不住一惊，望着灵修，眼神之中流露出难以置信之色。原本在突然来到手术室的时候，医院高层们以为灵修如此专心致志地做手术，对于身后发生的一切应该不会有什么察觉。可谁曾想，这位先生的感知能力竟如此敏锐。几名医院高层已经尽可能压低自己的动作了，没想到众人还是一下子便被灵修察觉。这小伙子感觉背后也长着眼睛似的。手术室中突然之间的眼神交流，使得几名突击而来的高层医院高层不免有些尴尬。在带着震惊之色稍稍打量了灵修之后，才见一名大约40岁左右的医生开口说道：“这位先生您好，我是青山医院院长陈江。最近是瘟疫横行，很高兴您的到来大大减轻了我们手术室的负担。”陈江一边说，一边主动地伸出了手，向灵修示好。闷热的手术室中，望着面前这位气度不凡、样貌方正的年轻院长，灵修微微一笑道：“陈江院长，学生灵修久仰了。”啊，久仰！一听这话，陈江院长不由得微微一愣，望着灵修，陈江忍不住又道：“灵修是吗？年轻人，你认识我？我怎么从没见过你？”对此，灵修再度语气平缓道：“学生本是 A11科大学一名大3在读的大学生，过去曾在几场医学交流会上见过院长，所以认识院长。由于在这些交流大会上，像我们这样的学生也就只能充当一些志愿者，因此陈江院长不认识学生也在情理之中。”这边灵修和陈江院长的对话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直播间中谁友们却瞬间不淡定了。各位，陈江院长不就是传说中的青山医院创始者吗？那个被认为是青山医院最恐怖的存在，青山医院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成为惊悚之地9凶之一。这是一位毁天灭地级的诡异之主啊！可为什么眼前的他看起来这么温和友善？所以惊悚都市中的顶级恶灵在发生邪恶的蜕变之前，都是这么彬彬有礼的吗？陈江，青山医院日志记载中的初代创始者。当惊悚世界刚刚降临的时候，青山医院的无数剧情都围绕着探索陈江的身世展开。然而，在经过试炼者大半年小心翼翼的试探之后，关于陈江的身世之谜却从未被试炼者们真正挖掘开。而等到灵修选择青山医院作为出生地的时候，或许是因为中年大叔和裂口女小倩自带剧情的缘故，因此灵修也一直未曾触碰到陈江院长这条主线剧情。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直以来，尽管灵修从未触碰到陈江院长剧情，但是这条主线兜兜转转，最终还是让灵修给碰上了。果然，想要通关青山医院副本，创始人陈江是个绝对绕不过的坎。所以和这么一位顶级大佬交锋，灵修大哥真的没问题吗？直播间中，就在水友们饶有兴趣地讨论着陈江院长的各种诡异传说的时候，小一部分水友脸上则是露出了疑惑之色。各位，或许是我的错觉吗？为什么我这陈江院长和裂口女小姐姐有点像呢？这位陈江院长不会就是小倩姐姐的父亲吧？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逻辑就说得通了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小倩姐姐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实力却这么恐怖，即使是在高手如云的青山医院中，也没有人敢欺负她了。原来裂口女小姐姐是青山创始人的女儿啊！果然，身为恐怖传说的小倩，身世绝不会太差。1980旧青山医院中，当灵修突然停下手术，转身向身后几名医院高层问好的时候，小倩有些惊呆了。在跟随灵修转身前，一开始小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后站着人，所以是因为在特殊结界里自己的实力降低了吗？还是这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的几位医院高层实力本身也不差？这是小倩内心最开始泛起的波澜。而当她看清楚几名高层的脸时，她不由得有些惊了。小倩姓陈，陈江院长正是小倩的亲生父亲。在与灵修医生交谈过后，小倩曾经想过无数自己和父亲相见的场景，她本以为那会是一个非常意外、非常特殊的场景，没有想到今天晚上自己竟然这么不经意间就和父亲遇上了。扑通扑通，望着父亲的身影，小倩心跳加速，但是神情激动间，小倩却始终牢牢记住灵修的话，不要和父亲相认。惊悚直播间中，当望着灵修二人和青山医院初代高层相见的时候，水友们的心情十分怪异。在陈江带领的高层队伍中，水友们见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比如多年以后那位身材肥胖、喜欢穿着连衣裙子的副院长大妈。此时的她30多岁模样，身材微微发福，体型并没有后世那么恐怖。瘟疫当前，作为副院长助理的她，这些天里青年大妈忙里忙外，同样累得不行，站在队伍之中一脸疲惫之色。这边陈江院长在与灵修见过之后，满脸震惊地望着面前这个自称是医学院学生的年轻人。这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就有如此了不得的本事，要是再让他多进修几年，那他将变成多么惊人的存在。年轻人，你的外科手术令人震惊。这天夜里，尽管陈江等医生从始至终都未曾走进灵修所在的手术间，但是对于灵修所抢救的那些病人，陈江等人一个不差，全都查看过了。陈江院长虽然是当代 A 市医学界里的领军人物，但陈江自诩自己并没有像灵修一样如此惊人的外科缝合手术。这家伙仿佛天生就是为了手术台而生的。看着他抢救过的病人，陈江等人就像再看一件件惊人的艺术品。另外一边，面对着陈江的夸赞，灵修只是微微一笑道：“陈江院长谬赞了，学生不过是从小在山里跟家里学过一点手艺罢了，雕虫小技，不值一提。”就青山医院结界中，灵修内心始终记得自己前来此处的目的，那就是尽快合理的融入青山医院队伍中。因此，在和陈江等人交谈的时候，灵修也会刻意为自己做些人设。一位普通的医科学生很难拥有高超技术，
那么我从小跟随家里学医，这很合理吧？另外一边，在听说了灵修的来历之后，陈江等人脸上果然露出了一丝赞叹之色。院长先生忍不住道：“原来灵修先生家学渊源深厚，难怪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惊人的外科水平。眼下 A 市瘟疫横行，青山医院遭遇浩劫般的大难，在如此混乱中，灵修的突然出现，对于青山医院来说，无异于是雪中送炭。只要灵修不乱来，青山医院非常乐意这位年轻人留在这边。”手术室中，在和灵修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交谈之后，陈江院长最终拍板，极力邀请灵修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青山医院的瘟疫防控团队，并且为灵修和小倩在医院里安排了一间独立的房间。在医院高层看来，灵修和小倩同时出现，配合默契，形影不离，看起来就像一对年轻的小夫妻。在青山医院人满为患，医院里的房间几乎都被占满的情况下，灵修和小倩被分到同一个房间，这没问题吧？手术室中，临离开前，一向面目温和的陈江突然抬眼看了看灵修身后那位脸上蒙着纱布、双眸明亮的女子。望着小倩，陈江内心莫名一动，想要说些什么，但见年轻的女子似乎有意躲避自己的目光，陈江最终默默一笑，冲着女子点了点头，领着身边的几位同事离开了拥挤的手术室。这一天晚上，就在灵修和小倩初步融入青山医院团队的时候，惊悚论坛上不少正在观看灵修直播的水友们受到了一条十分诡异的系统提醒：叮，检测到您所观看的恐怖直播时间流速与现实世界不同，您所观看的内容可能会出现大量的时空跃迁。为了保证您的观看体验，您可以选择在直播结束后通过视频回放的形式查看内容。就青山医院里，时间流速比现实世界慢了100倍左右。通过正常的直播渠道，试炼者们确实很难感受到灵修和小倩的全部历险过程。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水友们不由得齐声叹息起来。这时空跳跃的直播未免也太让人难受了吧？望着屏幕里的提示内容，水友们沉默了许久。最终有人选择暂时退出了直播间，前往周小飞直播间里观看青山医院大战。还有一些脑补能力强、不介意时空跃迁的水友们，则仍旧留在灵修直播间里，津津有味地看着时空跳跃下灵修和小倩的试炼。进入旧青山医院结界的第3天，灵修和小倩成功地救治了第100对重症病患，赢得了青山医院医生、病人的一致赞叹。而灵修也逐渐熟悉了青山医院的高层队伍。除了陈江夫妻外，高层队伍中，灵修2人接触最多的就是一支负责研发克制瘟疫血清的5人队伍。5人队伍的核心仍旧以陈江为主。除此之外，医院里另外几名教授级的医生专家也参与了其中。在陈江平日忙碌的时候，一名40出头和陈江院长出自同一个医学院的医生，作为副组长，领导着科研小组的日常工作。这一夜，当水友们跟随跃迁后的镜头转入新的直播画面时，灵修和小倩正在夜探血清实验室。实验室中，一头身穿白发、满头长发的老富鬼冷清着脸跟随在灵修和小倩身后，望着正在仔细搜索的灵修2人，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屑的微笑。在白衣老夫面前，医院里的人类根本就是一堆没用的东西，只要自己突然现身，谁都会被吓得半死。嘿嘿，年轻人，感受到了吗？指尖的冰冷。你继续翻找啊，这里的各种血清、科研器材很有意思吗？这里四处弥漫的煞气，真是我的不断壮大的温床啊！年轻人，你感受到了吗？我的脸就这么贴在你的面前，我的双眼正在冷冷地看着你啊！无声的血清实验室里，当长发老妇整个人贴在灵修面前，一双惨白的眼直勾勾地盯着灵修看的时候，灵修做出了一个令人相当意外的动作。他在继续前进的时候，想都没想，直接从老妇面前绕了过去。没错，是绕。这一夜，血清实验室中，面对诡异的妇人，灵修并没有像一般的科研工作者直接从老妇人的身体上穿过去，而是下意识绕了过去。所以这家伙从一开始就看得见自己，对吗？这尼玛，小伙子，既然你能够看到老妇，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害怕？1天前，同样也是这实验室中有个神秘的黑衣人偷偷跑进来修改几项数据，老妇人只是隔着老远，稍稍在那玻璃窗上展现出了一点身影，就已经把那人吓得失声尖叫，屁滚尿流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居然对我视而不见，直接绕过去了。血清实验室内，面对着从自己身边绕道而走的灵修，老妇人异常愤怒。而令老妇人更感到愤怒的是，灵修身后那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小女孩，在灵修绕过去后，竟也学着她的样子，不偏不倚地从自己身边绕过去。所以这小姑娘也是从一开始看见自己来，然后她也一点都不害怕。前面那个男生看起来挺高冷的，她不害怕也就算了，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弱女子，居然也不把我老妇人当回事，你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都市传说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血清实验室中，面对着不懂礼貌的灵修2人，长发妇人怒不可遏。在灵修2人继续往前摸索的时候，长发妇人浑身爆发出了一阵极致的冰冷，整个实验室内各种医学器械、文件档案上边顿时蒙上了一层冰霜，那冰霜莫名诡异。而就在灵修2人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地面、玻璃窗也都全部发白起来，那冰块一样的玻璃窗上慢慢浮现出了老妇人的身影，她步伐诡异地飘到了灵修和小倩面前，苍老如纸的脸微微一抬，冲着灵修开口说道：“年轻人，你看得见我对吗？”老者说话的时候，眼睛向下眯着，眼神中带着一股喜气洋洋的笑意，这笑意挂在老妇人苍白的脸上，看起来莫名瘆人。老妇人眯眼笑的同时，嘴巴裂开，嘴里满满一口尖牙，牙槽里隐隐有一些诡异的血肉，嘴一张，一口黑气弥漫而来，让人相当难受。直播间中，望着面前一幕，不少资质尚浅的试炼者难受地遮住了屏幕。而实验室中，灵修则是稍稍低眉，望着那几乎已经将整颗脑袋摆在自己面前的老妇人，右手一伸，将老妇人的整个脑袋抓住，冷声说道：“让开，我没工夫跟你闹。”
面对态度如此嚣张的凌修，老妇人哪肯轻饶，望着凌修的手掌心，目光一狠，口中顿时便要爆发一阵足以震撼整个医学大楼的尖叫。尖叫之声未起，这边凌修面色一寒，拳头一捏，老妇人瞬间爆了，一团寒霜掉落在了地板之中。无声的实验室里，在随手解决到了老妇鬼后，凌修拨了拨自己手上的冰渣，领着小倩继续探索。就在这个时候，实验室门口突然出现了一道手电筒灯光。大热天里，一位裹着棉衣、面容谨慎、行色匆匆的神秘人走进了实验室中。死！这是什么诡异的家伙？望着面前一幕，神友们顿时来了兴趣。然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没有错，是时空跃迁。直播间中，就在无数水友鼓足了劲，期待着突然闯进实验室的神秘之人会和灵修之间产生什么样的摩擦时，系统方面自动校准时间，直接跳到了下一个直播画面。这尼玛，搞事情呢！讲真，如果不是打不过惊悚系统，水友们恐怕都要直接造反了。直播间中，当望见灵修二人的试炼突然切换画面的时候，水友们非常不习惯。可是新的画面，水友们只看了一眼，就瞬间被吸引了，整个人顿时陷入了其中。这是灵修和小倩进入旧青山医院结界的第13天。这天晚上，青山医院暴雨倾盆，在成功提取了部分抑制病情的血清之后，青山医院里迎来了难得的清闲。这天晚上，为了感谢过去一段时间医院同事们的辛劳，陈江院长特地邀请灵修、小倩还有实验室的几位高层同僚一起前往距离青山医院不远处的庄园聚餐。这是成年后的小倩进入青山医院这么久，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在这豪华的庄园里，成年后的小倩和6岁时的小倩几乎只有一步之遥，分分钟都有可能再次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水友们对于之前进入血清实验室的神秘人身份十分好奇，当看见小倩戴着儿童帽、白口罩，小心翼翼出现在客人面前的时候，水友们也只能惊呼一句：我就要看这个，别换台！轰隆隆！这天晚上，为了庆祝 A 市瘟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陈江院长特地邀请同僚们前往庄园内聚餐。可谁能想到，这天晚上 A 市城区突然下起了声势浩大的暴雨，就连电力设施也被暴雨无情冲断。这天夜里8点钟，众人就在这诡异的暴雨中，围绕着一张长桌、几根蜡烛，慢慢的进餐。餐桌上，众人从恐怖瘟疫说起，逐渐讲到了过去这几年间 A 市恐怖降临后的各种诡异。在喝下了一些红酒之后，实验室副组长突然提到了一个令场面一僵的话题，那就是青山医院到底应不应该研究诡异医术，到底要不要将某些封存已久的神秘尸体拿出来研究。当副组长突然将这件事摆在台面上说的时候，原本态度还算温和的陈江突然发怒起来，冲着副组长毫不留情道：赵勇，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诡异医术本身就是一个诅咒，只要我在青山医院院长位置上的一天，咱们谁都别想研究。呵，面对陈江如此激烈的反应，赵勇突然冷冷一笑，冲着陈江道：陈院长，你这话说的挺好听，但谁不知道你一直以来都在秘密进行着诡异研究，这事你要不承认，那就把你女儿的面罩摘下来让大家看看啊！轰隆隆，这一夜城市郊区暴雨倾盆。当副组长突然发话的时候，一声惊雷猛地炸响，整栋别墅里到处都是可怕的蓝光。餐桌前，所有人的脸都被那莫名的惊雷给照亮了。众所周知，陈江院长的女儿就是都市传说裂口女小倩。在过去的几年间，由于恐惧降临，神秘人陷害，小倩的身上中了极其恶毒的诅咒，变成了令人害怕的裂口女模样。而为了解决女儿出现的问题，陈江其实一直都在暗中做着诡异试验。正是因为知道这诡异试验究竟有多恐怖，因为为了避免同事们深陷其中，一直以来，陈江始终态度鲜明地阻止着青山医院进行任何形式的恐怖试验。没有人愿意被那无尽的恐怖缠身，永世不得超脱。然而，陈江的苦心，医院中的同事又有几个理解？终于在蔓延全市的恐怖稍稍得到缓解的时候，由副院长起头，青山医院的高层们开始发难了。是啊，陈江院长，如果你真没研究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那你让我们看看你女儿吧。如果我记错的话，小蝶应该从半年前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吧？她这个年纪，为什么不让她上幼儿园？小蝶就是小倩原本的名字。你们，烛光昏暗的餐厅中，望着突然发难的同事们，陈江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望着医院同事那一张张咄咄逼人、冷漠嫌弃的脸，陈江彻底惊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心思想要保护的同事，在诡异研究这件事上，竟如此厌恶自己。这些家伙竟然选择了在瘟疫结束的庆功宴上，联手向自己逼宫。这些家伙还是自己平日里最值得信任的同伴吗？望着副组长眼底的贪婪，出于对女儿的保护，陈江目光一冷道：诸位，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今天咱们的聚餐到这里结束了。陈江说完，转身离开自己的座位，想要向客厅里妻儿所在的方向走去。然而，这边副组长赵勇却仿佛早已经看出了陈江的心思。当陈江面色沉着走向客厅的时候，赵勇抢先一步推开自己身旁的桌椅，一把向着客厅跑去。他要抢在陈江到达客厅面前，将身中莫名诅咒的小倩控制起来。然而，当赵勇抢先一步来到客厅，望见空空如也的客厅时，整个人瞬间呆了。他快速的来到客厅落地窗旁，掀起窗帘，窗帘后边不见人影。抬眼向着院外的树林望去，树林里暴雨倾盆，地上没有任何脚印。在这种情况下，一名6岁的小女孩能跑去哪？呵。是夜，空空荡荡的客厅中，烛光摇曳。副组长赵勇歇斯底里：陈院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我们的计划，故意把小蝶藏起来了？计划？什么计划？客厅中望着突然消失不见的妻儿，陈江的状态比赵勇还疯狂。他一把猛扑上前，红着双眼，一把擒住赵勇的脖子，怒声喊道：你们把小蝶藏到了哪里？内心中一股强烈的不安和怒火
迅速蔓延。而就在这个时候，向来沉稳的年轻人林修走到了陈江面前。作为一名局外人，林修神色平淡道：“陈院长，小蝶现在和我的同伴在一起，她很安全，请你放心。”林修说话的声音不大，陈江却听得一清二楚。当听见林修这么一说的时候，陈江缓缓放开了被自己按在墙上的赵勇，仍旧大口喘息道：“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家伙，我真是瞎了眼了。”这边陈江话音未落，轰的一声，院长家的大门被人用力推开。等到众人看时，却见那暴雨之中，一大群黑衣人涌了进来。一名身穿修身燕尾服、面色如同吸血鬼一般的中年人走了进来，望向陈江，开口便道：“陈医生，我们收到举报，有人举报你不顾禁令，独自在家研究诡异医术，造成不良影响。从今天起，你的青山医院被我们市政医药监管局接收了。从今以后，赵勇为医院院长，你为副院长，今后医院里的一切由赵勇做主决定。”惊悚直播间中，就在水友们震惊于庄园局势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直播间里时空再一次出现跃迁。在无数快进的画面中，水友们惊鸿一瞥，见到了在获得市政支持之后，赵勇院长带领着青山医院走向了研究诡异医术的不归路。而被市政强行夺走医院主导权的陈江，则陷入了一段十分漫长的沉寂之中。他开始深居简出，每天只在自己庄园内活动。而林修和小倩也在这种情况下，慢慢把自己淡化成局外人，每天只能在医院里做着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望着这些快速闪过的画面，水友们不由得愣住了。所以这无比恶心人的赵勇院长，就是后世派人暗杀小倩的神秘恶人吗？还有，那所谓的市政监管局搞什么鬼？之前你们因为陈江院长偷偷研究诡异医术，所以拿掉了他青山医院院长的头衔，然后你们又开始扶持赵勇，在整个医院范围内大规模的实验恐怖医术，所以你们这是闹哪样呢？说白了，你们这些家伙拿下陈江，就是因为他们阻碍了你们推进诡异医术的脚步呗。至于陈江私下研究的那些事，你们好像一点都不在乎。直播看到这边，水友们对于青山医院沦为九凶之地的原因，似乎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但此时的水友们却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件事：如果说青山医院真就任凭赵勇掌握局面，陈江院长彻底脱身，有了更多的时间专心致志地研究自己女儿身上的神秘诅咒，那么如此一来，陈江又怎么会沦为青山医院初代最恐怖的诡异传说，令无数试炼者一提起他的名字便忍不住瑟瑟发抖，浑身一寒？所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林修和小倩进入旧青山医院的第30天。与此同时，当代青山医院内围绕着棕榈树林的大战仍在继续。时空跃迁，不知不觉，林修和小倩已经进入了旧青山医院1个月了。在这1个月中，林修和小倩虽然经历过夜探血清实验室的风波，并且在那关键的暴雨之夜中抱走了尚且年幼的小倩，化解一场危机，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中，林修和小倩却和陈江院长一样，突然陷入了沉寂之中。林修和小倩好像忘记了自己前来旧青山医院的目的，每天只是像一对普通的医生、护士，在青山医院各个科室中游走着。之前暴雨之夜的变故，由于市政管理局出场极快，赵勇等人后边再没有深究陈江家的小女儿最终到底去了哪里。但是事后仔细想想，那天晚上凑在院长耳边说话的林修，还有突然不知所踪的小倩，确实大有问题。所以这2个人是陈江一党的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搞清事情真相，赵勇曾经派人暗暗查探过林修2人的来历。但是这2个家伙却像是突然一下子出现在这个时空似的。不论是林修之前提到的医学院，还是什么深山里的医学世家，根本查不到林修和小倩2人。为了避免医院里的诡异研究受阻，自从那夜之后，赵勇等人便不再给林修安排任何正经的工作，只安排他每天在医院里干一些杂活。这样，众人既可以避免林修和小倩对于高层诡异医术的打扰，同样也可以避免这2个家伙脱离青山医院的监控。所以，青山医院第2代院长的诡异冷落，是林修大佬和小倩突然陷入沉寂的原因吗？虽然一直以来青山医院的氛围莫名恐怖，可是林修大佬和小倩姐姐看起来不像是这么怂的人啊。那么，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就青山医院中不断跃迁的时空，让水友们看得一头雾水。而这一天，围绕着陈江和赵勇青山医院2位前后院长的冲突，也终于又一次爆发了。这一天，为了获得传闻中的血尸，赵勇下令提前结束手术室中一名2米高年轻人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陈江神色冷漠地推开大门，厉声呵斥赵勇手段恶毒，并且下令手术室中的医生们继续抢救。这样的命令，如果是在陈江当院长的时候，医生们绝对听从。然而，有道理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青山医院的院长都已经换人做了，在这种情况下，手术室中哪里还有什么人肯卖陈江的面子？一名医生为了讨好赵勇，当着陈江的面割断了手术台上病人的喉咙。之后，手术台上的病人浑身血水如同油漆一般涌出，在将浑身的皮肤染成诡异的血红之后，2米多高的血尸一伸手，第一个便杀死了先前的医生。整个青山医院手术室内乱成一团，直到一名老者带着执法队出现，用猛烈的火力杀死血尸之后，这场风波才算终结。老者一头银发，老态龙钟，当他毫无征兆地出现在青山医院内的时候，陈江、赵勇全都惊呆了。青山医院前后2位院长带着恭敬之色来到了老者面前，90度鞠躬，2人异口同声道了声老师。老者钟龙 A 是医学界泰斗，市立医科大学创始人，名声享誉全球的知名学者，青山医院成立时最主要的策划人和募资者。如果说亲自操盘创建青山医院的陈江是青山医院的头面人物的话，那么这位80几岁高龄突然出现在青山医院中的老者，就是整座青山医院医疗传承的主心骨。老者到来之后，虽然陈江和赵勇的矛盾已经激发，但是有了老者居高临下的指挥调度，青山医院的局面还是稳住了。
各种诡异研究也开始合理推进。当各种意想不到的医疗手段被推出的时候，大量的市民获得了及时的抢救。A 市中有青山医院这么一支主攻诡异医术的队伍， A 市的灾变也似乎不那么恐怖了。每日救死扶伤、力挽狂澜的青山医院成为了无数市民眼中的光。渐渐的，陈江院长也开始接受了诡异医术有可能造福于民的事实。然而，就在一切逐渐趋于稳定的时候，青山医院再度遭逢巨变。而这一天也正是小倩童年记忆中最可怕的一晚。这天晚上，青山医院第2代院长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杀死了自己的恩师钟龙，又一次掌握了青山医院的大权，并且在掌握大权的当晚，就在青山医院一处封锁的住院部中放出了3头恐怖恶灵。一时之间，青山医院所在的 A 市大乱。而为了阻止赵勇继续为祸，原本已经隐居一段时间的陈江被迫外出，经过艰难血战，除掉了赵勇。从此以后，陈江便成为了青山医院唯一的主人，同时也从这里开始逐渐走向了恐怖。那天夜里，在童年小倩和妻子的惊恐中，陈江冒着大雨孤身闯进黑夜，回到医院之中。那么，在旧青山医院里的灵修和小倩又做了什么？直播间中，水友们并没有看到答案。时空再次跃迁，等到直播画面再度平稳的时候，时间已经灵修2人进入旧青山医院的第60天。而正常时空中，经过一夜的鏖战，青山医院外天蒙蒙亮，惊悚都市，诡异莫名。在清晨的时候，青山医院外天蒙蒙亮，然后一整天也都是蒙蒙亮，光明似乎早已经遗忘了这里。尽管水友们内心清楚，白天里青山医院外就是这么灰蒙蒙的，时间到底是清晨还是午后，那都不重要。可是清晨的到来还是让水友们内心莫名感到一阵紧张，总觉得灵修和小倩在诡异结界里能待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唰！清晨时的青山医院内，那神秘的暗杀者派出了今晚的第3波杀手。那是一头曾经在旧青山医院里出现的诡异血尸。当初刚刚化作血尸的2米高青年看起来平平无奇，随便几把枪就能将他压制。然而到了眼前这个时空，这诡异的血尸竟异常强大。血尸一出，黑白无常、医院大妈等脸色顿时一变。血尸不是被镇杀了吗？怎么又复活了？直播间内望着那无比强悍、震撼四方的血尸，水友们脸上顿时出现一连串疑惑的表情。所以在旧青山医院里，后来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以至于原本应该早就凉凉的瘦高血尸突然又出现了？真相扑朔迷离。而另外一边，旧青山医院内，面对着逐渐黑化的陈江院长，灵修和小倩的行动逐渐多了起来。他们开始介入陈江黑化后青山医院内爆发的每一件恐怖事件。出于对父亲的关心，在调查这一件件诡异的恐怖事件时，小倩的心情十分复杂。说实话，在这个时空里，如果不是有灵修跟在自己身边主持大局，小倩很有可能早就被突然黑化的父亲带入无边的邪性当中了。在这个旧时空里，面对着黑化的彻底的父亲，小倩原本是有机会阻止这一切的。然而在陈江院长黑化的那晚，灵修却阻止了小倩的按照干预。在这天晚上，灵修只是简单的说2句话，便阻止了小倩的行动。第一句话，这是一个由强大的怨气所构成的特殊结界，我们改变结界中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真实的历史，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早已成为过去。第2句话，你父亲黑化的过程背后牵扯到一件极大的阴谋，我们只有眼看着事情发生，才能让背后的阴谋者最终浮出水面。灵修所说的道理显而易见，尽管小倩内心仍有波澜，但是为了找出当年父亲黑化的真相，小倩也只能忍痛接受这个事实。转眼间 A 市恐怖氛围蔓延，原本让人在绝望中感到一丝光亮的青山医院也彻底沦为了恶鬼集中营。走在这个地方，灵修和小倩再也见不到任何一个活人。走廊上阴气森森，病房里那一个个因为意外惨死之人冷清着脸，趴在玻璃窗前，满脸哀怨地望着外边。当走廊上偶然传来一声响到的时候，房门后的病人们便忍不住微微的咧嘴笑了起来。嘿嘿嘿，之前灵修等人曾见过的年轻大妈也死了。在一个令人绝望的夜晚，大妈一条绳子吊死在了一间病房之中，化为厉鬼。这边在陈江院长黑化之后，庄园内的小倩和母亲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彷徨和痛苦。母女2人想要进入青山医院寻找院长，奈何医院外的结界过于强大，母女2人只在院外转圈，便彻底迷失了方向。在无数恶鬼冷眼旁观之下，多亏了小倩身上带着令人惊恐的诅咒，母女2人才有机会活着离开。就这样，令人绝望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就在所有人以为局面不会再坏的时候，突然间，这天夜里，小倩和母亲所在的庄园遭到了莫名的袭击。面对这场莫名的袭击，不等灵修和小倩出手，庄园内爆发出了一道邪性诡异的防护气息，2尊形容诡异、目光冰冷的大型木头傀儡从小倩家的地下爬了出来，击溃对手。这是灵修和小倩调查青山医院风波后，第一次明确的感觉到青山医院内部尚有一股气息正在针对着小倩。也是在这天晚上，就在灵修和小倩将注意力放在庄园内的时候，青山医院内部爆发出了一道足以震撼大半个 A 市的恐怖气息。剧烈的震荡之后，惊悚都市大门打开， A 市彻底沦为无声寂静的诡异之地。是夜，面对着2界融合的惊变，饶是惊悚值所死的灵修，脸上也不由得流露出一丝震撼之色。果然，和真正的恐怖的力量相比，自己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眼下在惊悚论坛中，别看灵修被称为可以死而复生、毫无破绽的男人，但灵修却非常清楚，将来倘若有一天与 A 市被吞相同的悲剧出现在地球之上的时候，地球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试炼者根本无力阻止。按照目前 A 市演变的局势来看，惊悚论坛中一些试炼者们经常鼓吹的2界碰撞融合之势，极有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发生。正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到那个时候，
身为地球上普通一员的灵修，又该如何自处呢？是顺应局势，任凭两界融合发生，直接躺平，还是登高一呼，率领同伴抵御两界融合呢？作为一名从小就有些古怪的天才医生，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灵修不由得一笑。讲真，如果地球和惊悚世界真会发生碰撞和融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有些事，如果真阻止不了，那就享受它吧。一个融合了惊悚都市的新世界，感觉也不错的样子。只不过，在这两界融合的过程中，地球一方究竟要付出多少的代价，死伤多少无辜的人，这事便没有人知道了。灵修并不是一个冷血到天天盼着别人去死的家伙，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将来两界融合之事真的发生，那么地球上各方势力如果能够阻止，那就阻止；如果实在阻止不了，那就在新世界里努力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灵修所说的享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无法阻挡的大势所趋面前，所谓的英雄救世主唯一能做的就是带领足够多的人，延续人类文明的火种，努力的生存下去。灵修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英雄，所以有些事情他也就想想。这一日，就医院时空内，面对着可怕的惊魂之夜，站在小小倩庄园外的灵修，望着青山医院方向，微微一笑道：“隐藏了这么久，老狐狸，你终于露馅了。”是夜，灵修虽然和小倩身处庄园外围，但灵修一具如同尸体一般的影分身却始终隐藏在医院里。对于医院里发生的一切，灵修了如指掌。进入旧青山医院，现在也差不多收网，会一会那令人震惊的隐藏大 boss 了。这么多年，青山医院内部果然非常复杂。这一天晚上，旧青山医院内天气仍旧很糟。就在惊悚世界完全降临的时候，青山医院内部突然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强烈震荡。也是在这个时候，灵修一具一直躺在冰冷裹尸袋，上身赤裸的影分身目光冰冷地站起身来。而当灵修的影分身不紧不慢地向医院核心走去的时候，几名装备齐全的试炼者突然在走廊上遇见了他。这群试炼者是惊悚世界早期进入青山医院的神秘人之一。面对着惊悚系统高压的任务，试炼者们刚刚度过一两回生死考验。今晚，试炼者们来到了号称新人福音的青山医院。这里的鬼怪据说非常弱小，随便一把藏锋的兵器就能将这里的恶鬼干翻。话虽这么说，但是随着副本剧情的推进，试炼者们也不由得紧张起来。按照系统要求，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医院核心之地，阻止血咒的降临。如果众人的阻拦失败，那么他们将被永远的困在血咒之中。医院走廊上，就在试炼者们匆匆地向核心之地赶去的时候，猛然间发现了一位只穿了四角底裤、肌肉匀称的帅哥正在走廊上走动着。他身上散发的冰冷寒气，告诉着试炼者们，这位小哥很有可能刚刚才从冰柜中走出来。在医院里，什么东西才需要被装进冰柜里？望着这位浑身赤条条的帅哥，试炼者们顿时紧张起来。眼看着帅哥从自己身边路过，一位身穿黑色短裙、双腿白皙的妹子不由得心生震撼，暗道一声：这家伙好强大的荷尔蒙，好帅！深深吸了一口气后，妹子这才神色凛然地举起自己手中的一把黑色短枪，厉声道：“不许动，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这边在猛然听见试炼者的声音后，灵修的赤条条的影分身稍稍停住了脚步，回身看了一眼足有3、4人的试炼者队伍，感觉这些家伙对于自己没有什么威胁，于是继续光着双脚快步向前走去。砰！走廊上，灵修刚刚往前走了2步，后边短裙美女直接开枪。抱歉，帅哥，尽管你的身材很不错，但是在恐怖试炼中，任何对于我们性命有威胁的鬼怪，我们都不能留着。所以帅哥，你就乖乖的躺下吧。诡异的走道上，美女手中的子弹来得很快，在 B 级技能枪法校正之下，美女歪歪扭扭打出的子弹瞬间来得笔直，带着可怕的呼啸之声，直接向着灵修光溜溜的后背打来，不偏不倚，对准心脏位置，就很可怕。哼，青山医院的鬼怪们不过如此。可是寂静的走道上，就在那呼啸的子弹即将击穿灵修后背的时候，突然间灵修身形不紧不慢往右边一偏，偏离的幅度正好把那子弹给让了过去。砰！子弹打向了走廊不远处一处门窗，而灵修则是头也不回，继续若无其事地向前走。这尼玛，凭空躲子弹，少侠好本事啊！走廊上望着行迹诡异的灵修，几名试炼者全都呆了。一时间，所有人的统统举起了枪。在惊悚世界最早的试炼中，能够配枪进入副本历练的，哪一位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富二代、佼佼者？望着灵修的背影，试炼者们不曾犹豫，砰砰砰，一人连扣好几下，直接10几枚子弹打向了灵修。小伙子，你确实挺厉害的，你能躲过1枚子弹，但是10几枚子弹同时打向你，你应该躲不掉了吧？就在一众试炼者激动的心情将目光牢牢锁定在灵修身上的时候，诡异的一幕发生了。不远处，面对着一大堆从身后打过来的子弹，灵修仍旧没有回头，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点一点往前走着。面对着已经来到身后的子弹，灵修脚步微调，然后所有的子弹全都瞄着灵修身体的边边飞了过去。这尼玛不靠谱吧？在这世上怎么会有人可以凭空躲子弹？这浑身冰冷的，好像刚刚从冰库里捞出来的帅哥，到底使了什么手段？他这凌波微步式的步伐，若是能以技能书的形式爆出来，那也是相当不错呀。望着灵修的背影，几名试炼者眼神之中出现了灼热的光芒。当灵修拐过走道的时候，几名试炼者互相看了一眼，连忙道了声追，所有人瞬间跑动起来。然而就在众人跟随灵修拐过走廊的时候，走廊上空空如也，之前那个帅哥居然不见了啊！所以之前那小伙子果然是鬼怪吧？只有鬼怪才会突然凭空消失。这人要是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消失在走道上呢？他总不能像个木乃伊一样挂在天花板上，就只为了让大家看不见吧？这天晚上，灵修当然不是故意装作木乃伊，
吊在天花板上，让人看不见。他之所以突然消失，就是因为他比所有的试炼者都早一步进入了血咒之地，并且在进入血咒之地后，灵修很快就献祭了自己的影分身，让自己的影分身彻底感染血咒，化身成为诡异血池中的一员。而这一夜，伴随着两界巨变，青山医院中各种诡谲的变化仍在继续。就在庄园方向，灵修本体和小倩正在快速地赶回青山医院。而这边，在丢掉帅哥身影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终于年轻的试炼者们闯进了诡异莫测、煞气逼人的血池诅咒中。根据系统提示，今天晚上年轻的试炼者们必须找出青山医院的初代 BOSS 院长陈江，并且在陈江炼化血池的时候迅速将他击杀。只有这样，试炼者们才能成功通关副本。咕噜噜，到处冒着诡异血浆的医院核心之地里，望着血池中那一副又一副可怕的躯骸，试炼者们的心不免有些紧张。马上就要面对 BOSS 了，这种感觉还真是奇怪。紧张之余，试炼者们又不免安慰自己：青山医院作为一个刚刚被开发没多久的新人副本，这里的 BOSS 应该不会导致试炼者们团灭吧？这里又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地。血池之地内，根据系统列表的记载，青山医院的陈江院长本是位平易近人、热心公益的中年院长。不久之前，恐怖灾难降临 A 市，青山医院亦卷入了风波之中。不知因何缘故，陈江院长突然变得邪性起来，并且将青山医院彻底带入了恐怖的深渊。这一天晚上，在经过一段漫长的探索后，试炼者们从各种资料中得到了一些真相。在惊悚世界彻底降临 A 市之前，陈江院长曾经和自己的同门学弟赵勇因为院长之位爆发了冲突。1个多月前，为了能够彻底成为青山医院的最高掌舵者，陈江院长突然发动袭击，杀死了自己的同门师弟，彻底沦为了令人震撼的恐怖狂魔。从试炼者们之前遭遇的几场战斗来看，这青山医院的幕后掌舵者就不是什么善茬。这天夜里，凌晨1点多钟，在经过连续几小时的攻关之后，终于试炼者们带着一身惨烈的伤痕，疲惫地出现在最后的关口。这是一个早已经被血池笼罩的办公室，地板滑腻腻的，沙发一摸全是血水，玻璃窗、天花板到处都是。当试炼者们带着诡异的心情走进其中的时候，地板上吧嗒吧嗒发出一阵又一阵诡异的声响，让人相当难受。妈蛋，你们说这青山医院的院长应该是有病吧？这好好的，他干嘛要将整个青山医院炼化成诅咒之地？住在这么一个黏腻的地方，他能开心吗？试炼者们来到办公室后开始摸索。办公桌上放着一张陈江院长家的全家福，照片上陈江院长年轻帅气，妻子美貌温柔，两人身前一位4、5岁大的小女孩，粉雕玉琢，看起来非常可爱。就这么一个幸福的家庭，陈江院长为什么要走上不归路？这一天晚上，伴随着血池诅咒的降临，整个青山医院内到处弥漫着血光，那经历常年被风吹日晒的高墙也逐渐的泛出血色。今晚只要青山医院全部被血池吞噬，那么这个地方将永远沦为恐怖的深渊，没有人能活着从这里走出去。此时面对着才刚刚成型的血池诅咒，试炼者们内心泛出一阵又一阵莫名的紧张感。但是在内心紧张的同时，试炼者们却也不曾放弃希望，因为今天晚上众人只要成功的击杀最后的 BOSS， 就能获得大量奖励，顺利从这个地方离开了。血水弥漫的办公室中，在仔细寻找了片刻之后，众人不见 BOSS 身影。终于，之前那位穿着黑色短裙、一双大长腿、无比耀眼的美女，从自己身上取出了2件沾染血腥的裙子，按照之前医院中的某处纸条提示，将这2件裙子点燃。这2件裙子一大一小，大的黑色碎花长裙，成年人穿的；小的白色公主裙，小女孩穿的。原本在见到陈江院长的全家福之前，试炼者们并不知道这2件衣服和陈江院长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现在一看办公桌上的照片，试炼者们哪怕再怎么笨拙，也能猜到这2件衣服就是陈江院长妻儿的。在陈江院长的办公室中焚烧2件带血的衣物，这应该能够轻而易举的将陈院长给引出来吧。血光弥漫的办公室中，试炼者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到了一个焚烧桶，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试炼者们一边点燃衣物，一边冷声的笑道：陈江院长，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躲着呢？我等实话告诉你，今天只要有我们几个在，你就别想顺利的将血池空间打开。漆黑的办公室内，刚被点燃的衣物上散发着幽绿色的光，面对着衣物燃烧时散发的恶臭，几名试炼者颇有些不耐烦的皱起了眉头。此时几名试炼者并没有注意到，就在众人吸引陈江院长注意的时候，有2位长相极好的年轻人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这2人不是别人，正是小倩和灵修。门口处面对着试炼者恶意焚烧的衣物，小倩微微皱眉。也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陈江院长的办公室里一道诡异的气息翻涌，在一阵地动山摇的晃动间，院长办公室地下的血池中，大量血水沸腾，滚滚血水之下，一口古老的铜棺撞毁地板，凛然浮现。下一刻，试炼者们所在的大楼瞬间坍塌，地震般的剧烈晃动下，血池之地的视野被彻底打开。坍塌的大楼废墟，如同海洋一般的恐怖血池。血池之中，古老铜棺搭载的顶级强者。不远处，整个青山医院范围内，血光冲天，巨浪一般的血池翻涌下，无数的系统之声叮叮作响。很快，几具尸体从血池之中浮现出来。之前院长办公室中3、4名试炼者，仅有1名身上带着金甲符咒的年轻人勉强活了下来，剩下的几位，包括那个身穿黑色短裙的美女，全部当场被秒。这就是青山医院的恐怖，哪怕此时的他只是一个新人副本，也能瞬间秒杀无数惊人。哦，可怕的血池中，身上带着金甲符咒的年轻人勉强从废墟之地中爬起，伏在一块断墙上，望着不远处的诡异铜棺，试炼者一脸震撼和悲痛之色。他先是痛苦地喘息着，
在勉强接受了自己的同伴全部被秒杀之后，试炼者缓缓地从断墙上站起身来，望着那血海中不断起起伏伏的潼关，冷声说道：“陈江院长，你这个杀人狂魔！哼哼，你以为你今天秒杀了我这么多同伴，我们就算输了吗？不会的，不会的，我有一张宋朝圣旨，上边封印着一套诡异的仙灵禁术。今天你杀了我女友，我要你偿命！”失去同伴的试炼者疯狂呐喊的同时，手中突然出现一张古老的卷轴。望着那卷轴上散发出的不俗琉璃之光，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不由得暗叹：此物真乃神品也。同样也是望着这枚卷轴，不少水友似乎逐渐想起了这名年轻试炼者的身份。此人，惊悚世界最早的拓荒试炼者之一，当代13天王中某位天王的兄长。今晚初代拓荒者拿出神物，陈江院长看来是凶多吉少了。青山医院，血池之地，面对着诡异潼关，初代试炼者祭出了自己手中最后一件顶级杀器。作为一名能够在顶级 BOSS 登场时仍旧留住性命的试炼者，眼前这位年轻人实力不差。如果说不是这家伙刚好遇到了青山医院这个九凶之地，试炼者深渊，或许年轻人活到现在也是一方大佬。阴云笼罩的青山医院里，面对着那散发着帝王威严的古老潼关，年轻人冷冷一笑，随后撕毁卷轴，一道无比强烈的气息瞬间将整个血海笼罩。啊！望着面前一幕，一直站在试炼者身后的小倩瞬间惊了。父亲！父女连心，眼看着父亲所在的潼关被神秘卷轴笼罩，小倩不由得浑身一颤。她想要上前阻止神秘卷轴击溃通关，然后这个时候，一双强而有力的手拉住了小倩。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灵修。这血池边缘望着突然出手灵修，小倩瞪大了双眸。这边灵修却只是语气平淡道：“稍安勿躁。”说完这话，灵修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将自己的目光波澜不惊地望向前方。而此时，望着神色淡然的灵修，小倩内心的波澜稍稍平静下来，脑海中回想起不久前灵修曾经说过的话：旧青山医院就是个由无数怨气组成的结界，过去的事情无法更改。可是，哪怕明知道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即将遭逢大难，小倩内心仍旧难受啊。血池边望着不远处的惊天变化，小倩恶狠狠地攥紧了拳头，眼神之中满是不甘之色。而另外一边，比起小倩内心的不安，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则淡定了许多。首先，水友们内心十分清楚一件事，那就是在血池诅咒这个风波之后，青山医院曾获得重建，而在重建过程中，试炼者们还是曾见过陈江院长的。陈江院长是在大半年前，大量试炼者被选召进入惊悚世界后，才突然销声匿迹的。所以，如果是从水友们已知的时间线向前推导的话，那么今天晚上的青山院长大概率是有机会存活的。只是这天晚上神秘卷轴过后，具体的局势到底如何发展，水友们便不得而知了。真相即将在灵修二人的探索中揭开。轰隆隆，诡异的青山医院内，随着初代试炼者撕毁圣旨，天空之上，一道带着灭世之威的恐怖结界笼罩住了诡异潼关。与此同时，灵修耳边系统之声不断响起，惊悚系统提醒灵修，强烈的空间震荡下，您所开启的结界通道有可能受到损毁，请试炼者尽快离开现场。惊悚系统善意地提醒了灵修十几声，而这边灵修就是不为所动。终于，不远处的灭世卷轴彻底发威了，血池之上，雷电、冰雹、风暴接二连三席卷，在强烈的技能风暴下，无尽的血海逐渐被卷轴吞噬，一处如同导弹爆发过的废墟出现在了可怕风暴之中。面对强烈的卷轴之威，之前站在废墟上冷笑的试炼者瞬间被轰为齑粉。而另外一边，灵修则是轻轻地张开了黄金裹尸布，将自己和小倩包裹其中，随后砰的一下，两个人齐刷刷往地下一倒，狂躁的风暴横扫四野。然而黄金裹尸布里温暖如春，灵修和小倩脸贴着脸，互相感受着对方的身上的温度。灵修年轻气盛，身体很热；小倩作为诡异的都市传说，身体冰冷。而黄金裹尸布外，一点技能波动的迹象都没有。林医生，我父亲没事吧？黄金裹尸布里，小倩眨眨眼睛，满脸震惊地望着灵修。此时，黄金裹尸布外爆炸天崩地裂，而裹尸布里，灵修躺在地上，望着小倩的脸，灵修语气十分平淡道：“有事，在原本的时空里，你的父亲就是在今天晚上出事啊！”啊！一听这话，狭小空间中原本已经稍稍静下心来的小倩，浑身再度一动，胸部不住的起伏。此时的她忍不住想要起身查看情况。然而，别看黄金裹尸布只有薄薄的一层，这东西却裹得很紧，能够抵御神卷之威的防御法器，岂是静养期的小倩所能轻易挣脱的？林医生，我的父亲究竟怎么了？黄金裹尸布内躺在灵修身上的小倩很是紧张，而这边灵修却只是不动声色地盯着小倩，最后语气平缓地道：“你再等等，用不了多久，那个害你身受诅咒、主宰了青山医院无数年的最终 BOSS 很快就要现身了。”最终 BOSS 吗？黄金裹尸布里望着灵修平淡的脸，小倩眼神之中流露出了惊奇之色。也是在这个时候，血池之地爆炸之声稍止，随后一道令人意想不到的声音出现了：“陈江院长，我的好师兄，没想到吧，我赵勇又回来了。”灾变刚过的青山医院内，已经被陈江杀死的赵勇意外现身。听见这个声音，小倩不由得瞪大了双眼，一对星眸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己身下的男子。最终 BOSS 原来是他，所以这个赵勇从一开始便设好了圈套，就等父亲一步步入局。诡异世界，人死为鬼，厉鬼现身，这本没什么好惊讶的。但是如果小倩没记错的话，当初父亲在回到青山医院解决了赵勇之后，赵勇的尸身已经被彻底挫骨扬灰，完全封禁了呀。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赵勇是如何金蝉脱壳，死后重现的？此时的他
究竟是人是鬼？卷轴风暴过后的地面上，感受着赵勇身上散发出的恐怖之威，小倩好看的眉头不由得一皱，仔细听着外边的动静，感觉赵勇已经正在缓步走向潼关。小倩不由得又道了句父亲。这边小倩的话音刚落，却听不远处赵勇啊的一下，口中发出惨烈之声。不等小倩反应过来，却听赵勇口中惊道：“陈江，你！”下一刻，轰的一声，赵勇身躯直接炸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黄金裹尸部内，面对着一出场就惨死的赵勇，小倩有些呆了。一开始，当林修带着自己寻找当年诅咒事件真凶的时候，小倩一度以为这位曾和父亲激烈争夺过院长位置的赵勇就是主谋，也早就做好了和赵勇激烈一战的准备。结果这赵勇死后重现，竟还没有流露出任何本事，就被父亲大人所在的古老潼关也秒杀了。旧青山医院内，由于赵勇的出场是在最后一名初代试炼者陨落之后发生的，因此惊悚论坛上关于这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点记录都没有。没有人知道这天晚上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此时和小倩一样，对于青山医院内发生的一切，水友们充满了好奇。父亲，黄金裹尸部内望着自己身下帅气的男子，小倩脸上流露出一丝紧张和疑惑的神情。突然，就在这个时候，废墟一般的血池之地，一股无比强横的气息降下。通过水友们的视野来看，青山医院上空黑云流转，异常恐怖。与此同时，一道前所未有的法阵自青山医院地下翻涌而出，大量诡异的星芒如同黄泉引入的绳索一般，将青山医院整个地界牢牢地串联起来。可怕的法阵里，一时之间呜呜咽咽，鬼哭狼嚎。同一时间，血水干涸之地，古老潼关瑟瑟发抖。那恐怖的颤抖声一下子将300万水友的恐惧预期拉到了最高值。所以这青山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古老潼关的反应竟会如此激烈？青烟弥漫，阴气森森的青山医院内，就在恐怖法阵亮出光芒的片刻之后，法阵深处一道令人诧异的声音传来：“陈江，想不到在你师兄弟二人的斗争中，终究还是你取胜了。好一个血池诅咒！你这家伙差点坏了我的好事。”哈哈，但可惜运气终究没有站在你那边。先前异人们的古老卷轴，还有赵勇的突袭，耗费了你最后的一丝力气。现在你拿什么反抗我？今天晚上长生法阵过后，我将无敌于世间。可怕的身影下，一道散发着无尽诡异气息，足以震撼四野的身影凛然落在了潼关上方。他双脚凌空，一手握着古老的龙头拐杖，一手轻轻按向潼关。强大的气息落下，一瞬间，原本还在莫名作响的潼关瞬间安静。无声的气息一下子让直播间的水友们屏住了呼吸。眼下，所有人内心都十分清楚，血池之地的潼关在老者的按压之下突然失去动静，绝非潼关里的强者突然静下心来，而是因为他彻底的被这名诡异的强者所震撼住了。如果说先前一出场就被秒杀的赵勇算不上最终 BOSS 的话，那么这个制作了长生法阵一露面就震撼四方的高手，有资格让人害怕了吧？此时此刻，突然出现在青山医院里的强者，浑身上下蒙着一层逆天的黑雾，叫人看不清楚他的容颜。但是他的声音，水友们却有点耳熟。可恶，所以这家伙到底是谁？面对着强者的声音，灵修直播间里300万水友绞尽脑汁。可是每到水友们脑海中冒出某个形象的时候，和那声音对比，却仍旧差点意思。是夜，一股无比肃杀的气息在整个青山医院内蔓延。眼看着父亲的根基再度受到威胁，黄金裹尸部内，美女小倩的心跳越发加速，那傲人的胸口不住起伏。林医生，我们还要多久才能从这里出去？此时，小倩脸上虽然仍缠着一层淡淡的薄纱，但是透过这小小的薄纱，灵修还是能够感受到小倩双唇的挪动和淡淡的湿润。再等等。讲真，灵修此刻其实也不喜欢和小倩一起待在这狭促的空间里，但是在将真正的惊喜给到最终 BOSS 之前，灵修确实不方便露面。此时一旦灵修稍稍打开黄金裹尸部，暴露出自己的气息和下落，别说今晚自己的布局将会全部落空，自己和小倩也很有可能会遭遇到致命的危险。虽然黄金裹尸部内有点狭促，但咱们还是得等一等。另外一边，在按住了不断颤抖的古老潼关之后，黑雾中的神秘人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那神器在手，天下我有的豪迈之感，使得神秘人眼角堆满了笑意。亲爱的陈江院长，让我看看你现在状态怎么样？强者一边说，一边轻轻地用手推开潼关，随后一尊身高超过 1.8 米，身材匀称，浑身散发着战戾气息的极品血尸出现在了强者面前。血尸没有皮肤，只有恐怖的血肉。潼关里的家伙四肢发达，腹部肌肉夸张，没有脸皮的脑袋上那圆鼓鼓白愣愣的大眼睛，还有额上仿佛第三只眼的一道金线，让人感觉有几分眼熟。血尸是极品血尸，但他绝不是陈江院长啊！潼关之前邪性冲天的神秘强者望着面前一幕，彻底惊呆了。他仔细看着潼关里的极品血尸，愣了半天，这才诧异地说道：“你不是陈江，你是那个实习医生。”眼下面对着怪异的血尸，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们正发愣呢。当听见神秘强者说到实习医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水友都忍不住瞪大了双眼，齐声惊呼道：“是灵修！”是了，在旧青山医院内，除了灵修之外，谁能练出这么完美的一副身材？谁都额头上有金线似的第三只眼。好家伙，望着潼关里的血尸，无数水友直呼好家伙！妈呀，灵修大佬，你所变化的血尸未免也太呆萌了吧？这具血尸是怎么来的？是之前那个在冰库里的影分身吗？我的天，我从未想过影分身竟还有如此妙用。这夸张强力的造型，配合上你那没有半点恐惧感的大眼睛，不得不说，你这具血尸有点意思。官方大神，
咱什么时候出个灵修血尸手办啊？人家想每天抱着羞羞老公睡觉。灵修直播间中，当望着极品血尸缓缓在张开自己的3只眼睛，脸上流露出一丝鬼邪之色的时候，直播间的水友们不由得惊呼起来。就是这个表情，灵修大佬好诡异，好邪性，我好喜欢。激动的同时，水友们也终于明白过来了。刚刚当老者的手死死按压在潼关上的时候，灵修大佬根本不是因为害怕而停止了潼关的颤抖，这家伙根本就是在玩。灵修血尸安安静静在潼关里躺了这么久，虽然遭遇了古老卷轴、长生法阵、赵勇院长的连番洗礼，但这家伙很有可能从头到尾一直都没有害怕过。那么问题来了，灵修大佬的血尸之躯是从什么时候起进入古老潼关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按照初代试炼者的笔记记载，这潼关里的最终 BOSS 应该是陈江院长吧？啊，这直播间中各种疑惑飘满屏幕。而另外一边，面对着潼关里的血尸，神秘的强者脸上第一次流露出警惕之色。一阵冷风吹过，神秘强者露出了真实面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不久前再度出山帮助青山医院稳住局势，并且被自己的弟子赵勇无情杀害的 A10医学界泰斗钟龙。此时望着钟龙那苍老而英质的面容，灵修直播间的水友不由得浑身一颤，瞪大眼珠。长生法阵献祭全城。惊悚都市原有 A10范围内100万活人，每人哪怕只为老者增寿1天，老者也能多活2739年。谁能想到，一位看起来慈眉善目，对于病患无比关心的老者，背地里却是个妄图长生，不惜将整座城市拖入无穷深渊的阴谋者呢？眼下，老者身上散发着无比的邪性，那诡异气息冲击之下，甚至引得小倩浑身隐隐作疼。各种迹象表明，当初害得小倩身中龙毒，化身裂口女的家伙，也是这个老头。所以，灵修大佬早就看清这一切了，是吗？否则他怎么会在老者现身之前，便提前一步藏进潼关之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眼下既然古老潼关里躺着的是灵修大佬的极品血尸之躯，那么本该出现在潼关里的陈江院长去了哪里？最终 BOSS 的身份揭晓。与此同时，水友们内心平添了不少疑惑。此时，旧青山医院内，面对着神色冷邪的极品血尸，老者钟龙先是一愣，随后他的脸上流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笑容。一个平平无奇的实习医生罢了，你不会以为你真能对我造成什么威胁吧？老者钟龙在开启了献祭法阵之后，一身修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在距离长生者仅有1步之遥的情况下，他会将一具区区的血尸放在眼里吗？答案是不会。但同样的问题放在灵修身上又该如何？作为一位狂妄至极、胆气冲天的试炼者，面对着距离长生仅有1步之遥的神秘强者，灵修会怂吗？答案是极端对峙中，灵修恐惧值波动0.03，至今没有达到微微以下，已是敬意的程度。是时候了。废墟之地，就在神秘老者冲着极品血尸冷笑的时候，这边地面上的灵修缓缓打开裹尸布，在裹尸布的帮助下调整好一身肌肉状态，站在一处废墟之上，轰的一下冲着神秘老者的脑袋直接开枪。狙击是神枪 S 级特殊装备，狙击距离7公里，配合狙击子弹，无坚不摧，可以是神。就青山医院中，除了原有的2界融合、长生法阵等强大变化之外，身为外来者的灵修，不管使用何种技能，只要能量波动超过100，就有可能导致结界通道坍塌。因此，在进入旧青山医院1个多月的时间里，灵修说不用技能就不用技能。眼下是神枪打出的子弹虽然恐怖，但是这枪的子弹在离膛的时候，能量波动值只有区区的0.01，是神的兵器，怎么可能轻易让对手察觉？唰！这边面对恐怖血尸，原本还在想着怎么好好折磨对手的老者钟龙，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刚刚登场，脑袋就被人给打穿了。原本对于诡异之躯来说，脑袋被人打穿倒也没有什么，可偏偏这是神子弹造成的伤口，竟无法愈合。这古老潼关前，面对着一脸冷邪的极品血尸，老者钟龙似乎学到了什么叫做声东击西，什么叫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妹的，实习生，你有毒！气息恐怖的长生法阵，随着神秘老者的脑袋破空，那几乎献祭了全城的恐怖气息，全部冲着距离老者最近的灵修身上蜂拥而来。无尽的气息如同风暴一样钻进灵修血尸之躯，随后庞大气息不容分说，轰的一下，重重地关进了潼关之中。下一刻，潼关高速旋转，一道金光从天而降，将古老潼关照得无比耀眼。潼关里原本没有肌肤的血尸逐渐变得透明，如同水晶一样。水晶之躯下，大量的经脉重新生长起来。与此同时，不远处刚刚完成式神一击的灵修耳边系统之声不断响起。叮！恭喜试炼者成功接入破损的长生法阵，您获得了海量的生命气息。叮！检测到长生法阵有违天理，您受到了极品诅咒。叮！您所受到的极品诅咒等级低于湮灭气息，极品诅咒被抵消了。叮！海量生命气息涌入，您的脑域修复达到了3%。您获得了特殊装备帝王印玺。帝王印玺可化作黄金骨棺，促进试炼者修为快速提升，治愈力极强，可穿梭太空的古老法器。获得了特殊装备黄金狂魔镰。黄金狂魔镰拥有斧钺、长链2种极品形态的 S 级装备，伤害450-500，特性嗜血狂攻，发动该特性的时候，试炼者攻速大幅提升，伤害加倍。旧青山医院内，当神秘 BOSS 被灵修直接秒杀的时候，一切结束了吗？不，眼下灵修杀死的不过是结界中一个无用的虚影罢了。叮！系统提示：旧青山医院中，您所获得的奖励受限于时空规则，暂时无法结算。叮！恭喜试炼者，你和你的同伴顺利通关结界副本，您即将被传送出旧青山医院。这一日，在毫无征兆击杀了神秘老者之中，
灵修眼前的青山医院开始出现强烈的扭曲。与此同时，正常时空的棕榈树林里，那五芒星下的篝火突然爆发出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火焰，火焰冲天而起，气势磅礴，直接冲击了整个青山医院。医院内几乎所有的恶灵身上都沾染了火光。这火不烫，在被诡异火焰沾染的时候，医院中正在激战的三方势力并没有太多想法。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棕榈树林内一阵强烈的地震传来，下一刻，树林之中地面翻涌，植被尽毁。在一片狼藉的地洞之中，一道注满透明液体、牵连着无数管道的巨型水箱自地下涌现到众人面前。望着面前的一幕，副院长大妈等最先发出惊呼：“院长大人！”是的，这无比巨大的透明水箱中，通过无数管道连接着青山医院各处的诡异之人，正是青山医院当代院长，姓名不详，实力不知，看起来30几岁模样。此时此刻，透明液体中面对着强烈的震撼，水箱里不着一物，浑身发青的神秘之人突然张开了双眼，冲着虚空冷声说道：“灵修，我杀了你！”话音刚落，棕榈树林时空被生生撕开，随后2道不俗身影带领着一副潼关，凛然出现在了半空之中。这破空而来的，正是刚刚通关了旧青山医院副本的灵修和小倩。当然，灵修和小倩这一晚的试炼，说是通关，但又没有完全通关。首先，灵修通关之后，系统奖励没有拿到。其次，虽然灵修在旧青山医院中杀死了最终的 BOSS， 但众所周知，旧青山医院结界不过是一段虚妄的过去罢了。灵修改变的不过是存在于青山医院地下神秘潼关中封存的一团由数名强者怨气组成的结界。灵修并没有替小倩完整真正的报仇，杀死那个害小倩家破人亡、带着裂口女模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家伙。所以，当初长生法阵风暴之后，青山医院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灵修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初青山医院的钟龙老人，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完成长生计划。他的仙人大计，在当初的那个年代，最终就是被潼关里的陈江院长给阻止的。那年陈江院长献祭整个青山医院的血尸诅咒，就是阻止长生法阵风波。尽管血尸诅咒后，没有人知道陈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阻止了钟龙的疯狂，但有一件事，试炼者们却十分清楚，那就是在惊悚世界降临之后，恐怖都市里并没有什么寿命长达2000多年的强悍高手。自从长生计划失败后，钟龙老人消失不见，而陈江院长则不时以神秘人的身份出现在青山医院中，吓各方试炼者，最终为青山医院谋得了9大兄弟之名。随后，陈江院长销声匿迹，感觉真相到了这边还是不大清楚啊。那年长生法阵的风波之后，青山医院到底怎么了？此时，正常时空的青山医院里，当灵修和小倩破空而来的时候，周小飞、僵尸小哥等脸上顿时露出兴奋之色。老大，你回来了！那诡异的结界果然困不住你，你这一身气息真的是太强了。棕榈树尽毁的小院中，灵修和小倩在周小飞等人的惊呼下，带着一道不俗的气息缓缓落下。而就在这个时候，面对着透明液体中无比暴躁的青山医院院长，灵修又一次掏出了式神枪，对准液体箱中的怪人，冷声说道：“我们又见面了，钟老前辈。”是的，眼前这个藏在水箱中的年轻怪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初长生计划进行到一半，已经初步焕发出年轻生机的钟龙。那年，在长生计划失败后，钟龙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只能长期待在诡异溶液中，勉强维持性命。而当初成功的阻止了钟龙的长生计划的陈江院长，则被钟龙炼化成了一具傀儡。后世试炼者们所见到的陈江院长，不过是钟龙操控下的一道普通身影罢了。那一夜，陈江倒下，钟龙在彻底瘫痪之前，由于无法隔空击杀小倩，因此他只能施加诅咒，加强了小倩身上的诡异气息，并且派人将小倩也禁锢在了青山医院中。这就是那天晚上之后，青山医院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随着时间推移，藏身于透明液体中的钟龙越发感觉到了小倩的强大。为了避免养虎为患，已经逐渐恢复生息的钟龙院长选择在地下停车场里直接对小倩动手。原本钟龙的偷袭计划天衣无缝，只可惜他遇到了一个令人无比头疼的变数——灵修。在灵修的阻拦下，钟龙不但没能成功杀死小倩，反而一再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最终让灵修成功锁定目光，并且通过诡异五芒星法阵打开结界，强行带走藏在结界中用来维持钟龙性命的法器之一古老潼关，逼迫钟龙再度现身。古老潼关的缺失让透明液体里的钟龙显得异常愤怒。此刻，旧青山医院副本中的2位对手再度当面对质，面对着灵修手中的是神枪，钟龙不由得冷笑起来，一双眼睛冷斜着望着灵修，以一道不符合他这副长相的苍老声音道：“臭小子，你不会以为在结界之外，我还能被你这子弹给杀死吧？在这个地方，我有100种方法可以接住你的子弹。”钟龙院长不愧是整个青山医院最为恐怖的存在。直播间中，当听见钟龙院长那诡异的声音时，不少试炼者浑身冰冷。另外一边，面对着钟龙的无情嘲讽，这边灵修也有些尴尬的哦了一声，随后却见灵修淡淡一笑，收起了自己手中的是神枪道：“钟龙前辈，你不会真以为我是想凭借是神枪将你杀死吧？”灵修一边说，一边托起右手，右手手心之上，一颗黄金太阳光彩夺目。黄金太阳 SSS 级特殊技能，就青山医院结界中陈江院长留给灵修的礼物。时间退回到灵修和小倩第一次和陈江院长相见的那天。事实上，在灵修和小倩出入结界的那天深夜，第一次见到小倩的陈江院长就已经认出了自己的女儿。作为一名在恐怖降临时足以主宰一方的诸侯级强者，如果陈江院长连自己女儿长大后的模样都无法想象出来，那未免也太逊了吧。更何况旧青山医院结界本就是依托于古老潼关和陈江强大的怨气而存在的，在这样的结界中，陈江院长半步晋升。那天陈江院长虽然认出了小倩，
但是在和林修交换过一个简单的眼神之后，两位诸侯级高手心照不宣，默默地点了点头，不再多说什么。也是从那之后，陈江院长和林修一路配合，研究着钟龙老者的各种缺点。作为旧医院结界载体的陈江院长，在与林修配合的过程中，完全就像是陈江院长本身的一缕残魂。他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看清了青山医院多年发展的全部历程，并且拥有着独立思考和破局的能力。最终，在旧青山医院的结界中，陈江院长和林修达成默契。陈江将自己过去多年所有用来暗杀钟龙的手段事无巨细全部告诉了林修，而林修则将这些手段全部汇集在了一起，最终获得了新的技能黄金太阳。这个黄金太阳作为一项 SSS 级技能，本身可能还不够强大，还有十分漫长的成长空间。但是这个初始技能却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特点，那就是顽克长生者体质。过去这么多年，凭借着一股强大怨气，一直在不停地研究击杀钟龙方法的陈江院长，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他精心设计的手笔，足以叫昔日的恩师感到震惊。青山医院棕榈树林内，面对着收下式神枪，掏出一枚小小太阳的林修，钟龙脸上又一次露出不屑的微笑。一枚豆大的金光，很厉害吗？林修，你不会是想凭借这么一颗小小的金光豆子，就把我杀死吧？哈哈！钟龙冷笑的同时，一股强大的长生诅咒降临。可怕的诅咒之下，副院长大妈周小飞和青山医院一众强大者脸色顿时一变，所有人均诧异地感觉到，明明虚空中一股气息正在疯狂地从自己身上吸取能量。与此同时，透明液体中的钟龙院长正在快速地变强。面对着自身不断流失的能量，副院长大妈周小飞等诧异地瞪大了双眼。副院长大妈更是忍不住惊呼道：“院长大人，这些年我们忠心耿耿为你办事，从始至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结果您就这么报答我们吗？”呵，面对着副院长大妈痛苦的怒斥，钟龙冷冷一笑：“你们不过是我的棋子罢了。作为一名高高在上的对弈者，你觉得我需要考虑棋子的感受吗？”钟龙冷笑，同时大地之间一根无比强大的触手猛然抽出，硬生生抽向林修。触手很大，模样惊人，明明有上千吨的重量，挥动时却如同一道闪电般的长鞭。林修，你尽管放心，今天我绝对不会给你任何出手机会。作为一名智商在线的反派，钟龙很清楚，在对局之中有无数的高手，最终都是死于话多。因此，在冷声嘲讽林修黄金太阳的时候，钟龙直接十分果断的出手。这边面对着几乎可以摧毁掉一整座山岳的触手长鞭，林修带着小倩急忙闪躲。与此同时，林修手中的黄金太阳如同一枚又一枚的流星子弹，刷刷刷全部砸向钟龙触手之躯。黄金太阳和强大触手的每一次碰撞，青山医院直接一片地动山摇，而触手所过之处，青山医院建筑倒塌一片，那些直接被触手扫过的房屋，甚至直接化成了一片齑粉。巨型触手的恐怖可想而知。轰轰轰！清晨灰暗的都市里，林修和巨型触手间的碰撞不断爆发，青山医院受损不轻，而巨型触手受到的伤害却似乎十分有限。林修，这就是你费尽心思所传的大招吗？你这黄金豆子感觉并不怎么样。哦，面对着钟龙院长的嘲讽，林修倒也不着急。巨型触手挥过来了，他就逃开了，他就扔黄金豆子。与此同时，地面之上那诡异的触手越来越多，一开始只有1道，到了后边变成8道。这长生失败的钟龙院长感觉起来就像个巨型八爪鱼。轰轰轰！一枚枚小型的黄金太阳砸向巨型触手。巨型触手看起来确实是受了点伤，但是那区区的皮肉伤对于皮粗肉厚的钟龙院长来说有什么用？所以你小子辛辛苦苦从旧青山医院里憋回来的大招，就这？今天林修大佬看起来要闹笑话了呀！青山医院内，一直以来钟龙始终秉持着一个观点，那就是想要成大事者，下手一点不能太软。所以他引诱自己的弟子赵勇杀了自己，又逼得陈江杀死赵勇。最终利用青山医院得天独厚的地势和弟子陈江惊人的恐怖才华，钟龙成功布局长生法阵，活到现在。而今天面对着辈分远小于自己的林修，钟龙同样不依不饶。在这个世界上，但凡能对自己造成一点威胁的，哪怕对方渺小的如蝼蚁一般，钟龙也要将他杀死。所以等着下地狱吧，蝼蚁似的林修。青山医院内，就在钟龙内心冰冷、内心明确的时候，触手乱舞的他终于啪的一下，像打飞蛾一般拍中了林修。这一拍，轰的一下，林修整个人直接重重的撞向一栋高楼，然后身上金光骤亮起，楼塌了，人没事，就很夸张。也是在这个时候，望着一身金光的林修，透明液体里的钟龙突然一阵暴躁，总觉得自己内心中一团火，感觉马上要燃烧起来一样。妈蛋，这个叫做林修的家伙还真是叫人火大啊！林修的攻击真是在做无用功吗？号称黄金太阳，听起来十分吓人的技能，就这？钟龙院长的弟子陈江憋了这么多年的大招，感觉有点搞笑啊。青山医院内，面对着四处躲闪林修，钟龙身上的触手不断狂扫，恐怖之姿风卷残云，直令天地变色。一边两边，钟龙院长就像拆架一样，疯狂地摧毁着四周的建筑。青山医院作为九凶之地，这里的房屋可以抵御绝大多数鬼怪的正面冲击，但是面对蛮不讲理的钟龙和林修，这里的房屋绷不住了。轰隆隆，青山医院历史悠久的建筑就在林修和钟龙二人的交战中不断摧毁。望着眼前一切，谁友们目瞪口呆。九凶之地看起来虽凶，但好像没有林修和钟龙二人凶啊。另外一边，在将方圆近100米所有的树林、房屋全部夷为平地之后，钟龙触手之上开始爆发出一阵又一阵惊人的黑煞之气。而副院长大妈周小飞等人面对着不断吸取自己身上能量的发展，
只能艰难地捂着肚子，扶着断壁残垣，尽可能快地脱离现场。噼里啪啦，狂躁的战局之中，钟龙触手之上浓郁的黑气形成可怕的雷霆气息，长鞭横扫之间，黑煞武器中雷霆之声不住作响，气势之强，惹得医院附近鬼哭狼嚎。时间流转，面对着不停闪躲的灵修，钟龙院长更加不耐烦起来。透明液体中，钟龙双眼冷冷一抬，冲着灵修狂躁地嘲讽道：“臭小子，你只会躲了吗？有本事下来和堂堂正正一战！”呵，一位成名已久的老者要求和灵修堂堂正正一战，这钟龙院长也算是很给灵修脸了。另外一边，面对着钟龙院长的叫嚣，灵修仍旧不为所动，他只是不停地丢着自己手中的黄金太阳。这黄金太阳出现在灵修手上的时候，异常耀眼，如同正午的烈阳，让人无法直视其锋芒。然而，等到灵修将它丢出去的时候，这黄金太阳的威力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就像钟龙说的，这东西看起来就像豆子一般。轰隆隆，尽管号称黄金太阳的金豆子打在钟龙触手上时，触手之上爆发的火光颇有些吓人，但是比起皮粗肉厚的触手，这东西似乎没什么用。渐渐的，神友们开始着急起来，总觉得今日这场战斗，一旦灵修再被那可怕的触手打中，很有可能再也爬不起来。即便不死，万一被钟龙禁锢，凭借着钟龙的手段，灵修必将大受折磨。今日灵修大佬看起来是在玩火呀！噼里啪啦，战场之上，钟龙出手又凶又猛，可怕的雷霆气息镇压着青山医院附近方圆数百米的时空。感受着这骇人之气，青山医院附近的恶鬼们瑟瑟发抖。雷霆大雾之中，啪的一声巨响传来，钟龙的触手又一次重重地砸到了灵修。这一次，钟龙的触手将灵修死死地按在地上，不再让灵修动弹。上一次，灵修被钟龙一拍，整个人直接轰塌了一座楼。这次灵修被钟龙死死按在地下，按照灵修身体的坚韧程度，他应该会直接在地上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吧。时间缓慢地流转，当钟龙将灵修死死拍下，青山医院地动山摇的时候，所有关注战事的试炼者则震惊地瞪大双眼。许久，钟龙触手之下也不见任何动弹，感受着地面上灵修那顽强的生机似乎早已经断绝。终于，狂躁了半天的钟龙哈哈大笑起来，触手一开，灵修被砸之处，地面如蛛网一般出现了一圈又一圈上百米的恐怖裂纹。灵修陷落的地方果然出现了一个无底洞般的深坑，远远看去，那洞口黑黢黢的，所以灵修这家伙不会直接被砸到了岩石层吧？呵，没用的东西。青山医院里，面对着再也没爬起来的灵修，钟龙肆意的仰天狂笑，声音苍老的他此时就像个不要脸的顽童。然而，就在钟龙放声大笑的时候，突然之间，钟龙身上猛然一招，原本触手那些被黄金太阳砸过的地方，突然毫无征兆爆炸起来。轰轰轰，一团团金色的火光开始一连串的爆炸。与此同时，透明液体内，钟龙的胸口升起一团无法抑制的星火。这星火一出，钟龙躯体瞬间被一股金色灼热的火焰笼罩起来。啊！伴随灼热火焰，钟龙身上的皮肤、肌肉开始燃烧，嘴唇、头皮等最先褪去，随后一道苍老而恐怖的骷髅面容出现在溶液之中。那溶液在滚烫的火焰下，如同岩浆一般剧烈翻滚。啊！这是怎么回事？望着面前一幕，谁友们不是很懂。而周小飞、副院长大妈等人则是停下了逃离的脚步。在钟龙浑身起火燃烧的时候，周小飞等人瞬间感觉到那压迫在自己身上的诡异气息瞬间消失了。青山医院的法阵再也无法从自己身上抽取能量。和谁友们一样，面对着突然发生的巨变，周小飞等人愣在原地。啊！强烈的燃烧中，钟龙不断的痛苦哀嚎，伴随着强大触手的颤抖，青山医院地界如同遭遇7级地震般剧烈摇晃。叮叮叮！也是在这个时候，地下正在缓缓上升的灵修耳边，系统之声不断响起：“恭喜试炼者，您的黄金太阳彻底点燃对手星火，您成功超度惊悚都市9凶之一长生者钟龙，您获得了5万点试炼值，5万点治愈值，您获得了一缕邪恶的龙魂，您获得一副水晶骷髅，您获得了一个神秘的宝箱。抽取钟龙身上强大能量，您之前在旧青山医院结界的奖励开始清算，您的脑域修复达到了3%，您获得了特殊装备帝王印玺，获得了特殊装备黄金狂魔镰。叮！成功击溃钟龙，您获得了青山医院代院长的资格。您的院长资格需经过惊悚都市议会下属机构卫生医疗委员会的确认，才能转为正式编制。星火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即便是修道将近100年的高僧也不敢随意点燃星火，因为这东西一不小心，很有可能就会将修道者烧得形神俱灭。这东西别说是人，神仙都怕。星火一般是由修道者自身炙热的心魔所引起，通常情况下，修炼者内心不够坚定，心猿意马，或者外在的诱惑过于强烈，都有可能导致星火的燃烧。因此，修道者们在修行路上往往都是慎之又慎，不敢将步子迈得太大，如此谨慎，提防的就是一不小心点燃星火。惊悚都市降临半年，现实世界中数百万的试炼者们或多或少也都听说过星火的存在。通过一些典籍，试炼者们知道真正顶级的高手对于星火2字那都是避之唯恐不及。本来嘛，类似星火这种如此高端的玩意，目前这个阶段绝大多数的试炼者是绝对触碰不着的。结果现在倒好，青山医院中灵修大佬竟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直接给众人上了一堂星火大课，教大家明白，即便是强悍如惊悚都市9凶 BOSS， 在星火面前同样不堪一击。所以星火这东西居然是可以如此玩弄的吗？说好的修道者只有在外界诱因最够强大的情况下，心房才有可能沦陷，被心魔找到可乘之机，点燃心中火焰。现在怎么灵修大佬随便丢几颗金豆子也有这般威力了？之前
谁友们不明白为什么陈江院长留下的绝招敢叫黄金太阳如此霸气的名字？现在众人明白了，能够操控星火的技能，哪怕它叫做宇宙第一无敌爆炸恐怖火焰，也一点都不过分啊！钟龙老院长被超度时，场面异常壮观，那轰轰烈烈的爆炸来得越灿烂，水友们的内心便越震惊。又是一个毫无破绽的技能，灵修大佬的星火绝招到底要用什么克制啊？在这世上真就有无敌的存在呗？直播间中上百万水友疯狂刷着弹幕，而一些潜水于其中的大佬们则集体陷入了沉默。是的，眼下灵修所展现出来的大招虽然看起来毫无破绽，异常恐怖，但是但凡是个招数，它最后都是有克制的方法的吧？那么克制灵修黄金太阳的方法是什么？找，赶紧给我找，不管花多少钱，在老子下次与灵修发生冲突前，赶紧把克制黄金太阳的方法给找出来，不然这辈子老子都别想在此人面前叫嚣。这边水友们疯狂刷屏，而刚刚从无底洞中飞起的灵修则又遇见了另外一件事情。年轻人，谢谢你。此时灵修面前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的陈江院长突然出现。作为青山医院最为强大的地缚灵，陈江其实早在灵修进入青山医院的第一天就已经在默默关注他。那一天，当陈江发现面对着自家女儿那恐怖的咧嘴模样，灵修内心居然不曾泛起太大波澜的时候，他便知道灵修是个可以托付的年轻人。因此在灵修一步步探索青山医院的过程中，陈江亦曾暗中默默指引。只不过为了避免被导师发现，陈江只能选择隐忍，从始至终从未露面与灵修相见。两人直到灵修找到了开启结界的方法，进入旧青山医院之后，才有了第一次正式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陈江院长愈发感叹灵修的不凡。在灵修这个年纪的时候，陈江院长感觉自己啥也不是。面对灵修，陈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灭杀钟龙所有几乎全盘托出。在灵修完美的执行下，终于几乎已经是半个永生者的钟龙彻底凉凉。在足以杀死得道高僧的星火面前，钟龙身上庞大的能量不曾迎来任何爆发，便全部便宜了灵修。之前钟龙算半个永生者，现在灵修算半个永生者。当然了，这里的永生指的不是无穷无尽的生命，只有比人类更高阶的生命体，比如神，才能掌握真正的永生。而灵修和钟龙所掌握的永生，最多就是比一般人更漫长一点的生命罢了。澎湃的能量，惊人的生命力，一滴血可以救活一片树林。在不被敌人一拳揍死的情况下，运气好一点可以活个1800年，运气差一点能够活个100-200年。这就是灵修半个永生者的概念。比起一般的试炼者来说，灵修超脱了，但是和真正更加高阶的存在相比，灵修仍旧还没有摸到门槛。从今天起，灵修有资格站在更高的维度，俯视同为试炼者的众人。但是在所谓的神灵面前，灵修仍旧渺小的蝼蚁一般，神灵一手直接抹灭。父亲，钟龙覆灭的青山医院废墟上，就在灵修和陈江交谈的时候，裂口女小倩出现在了二人身旁，望着父亲的虚影，小倩神色震撼地打着招呼。这边望向自己的女儿，陈江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随后冲着小倩道：“小倩，你很不错，你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同伴，今后有他带领你，为父十分放心。”陈江说到这边，抬眼又望向了灵修，开口道：“年轻人，我即将走了，今后小倩和青山医院便拜托你了。我相信，凭借你的能耐，终有一天你会变成更加高阶的存在。我期待在那天到来的时候，在极乐之地，我等仍旧可以仰望你的荣光。”一句仰望你的荣光说得异常豪迈。而就在陈江慷慨陈词的时候，陈江背后极乐世界那天国一般无比灿烂的大门缓缓打开。比起一般低阶鬼怪的犹犹豫豫甚至狂躁挣扎，陈江似乎早就预示到了这一刻的到来。望着双目泛红目光含泪的小倩，陈江微微一笑道：“不要哭，跟着灵修好好发展，我同样期待你变得更强。”陈江说完，身体缓缓消失，而灵修耳边系统之声再度响起：“叮！恭喜试炼者成功超度青山医院隐藏 BOSS， 您获得了10万点治愈值，您获得了青山医院的祝福，获得了